传闻摄政王暴戾自虽，权倾朝野，如同阎罗，凶残嗜血。而谢维清乃当朝太傅之子，玉树兰枝，是长安城世家公子之首。一朝相遇，谢维清怎么也没想到，传闻中如活阎罗的摄政王会入宫请旨，让皇帝给他二人赐婚。可谁来告诉他，为什么对方还会半夜私闯他院子，并且一句话都不说，只干看着他？谢维清顶着对方冷漠的目光，心想此人表面看着颇有君子之风，实则不然。燕温岚自认自己不是整日围着谢维清转的那些正人君子，娶她回府只不过是看上了对方的相貌和他心意，左右不过是一花瓶，看腻了就扔去库房待着。待新婚夜后，燕温岚看着扯了扯自己衣角的谢维清，默然一瞬，他好像有点高估自己了。谢维清轻声唤道：“王爷。”燕温岚喉结滚动，他怀疑对方给自己下了蛊，若非如此，他怎会沉迷在那一声声的王爷之中？谢维清，臣没下蛊，还有，那是正经的叫王爷。燕温岚，享亲。第1章，朗月。嘉隆19年，谢太傅府灵七院，流水潺潺，其中又掺杂着如幽涧清泉般的琴声。一缕清风拂过，吹动竹叶，沙沙作响，也吹动了凉亭的轻纱。亭中一男子身着月牙白的单薄直裾深衣，外罩一件竹青色的宽袍大袖，墨发半披垂落，右耳侧边了一绺小辫，用素色丝带缠住，脑后只别了一只玉簪。琴声如流水，又如屋檐下的风铎声。一双如葱根白、纤长洁净的手轻轻抚动琴弦，琴案上香烟袅袅。小厮从九曲回廊处端茶走来，伴着荷花香。公子，当心烫。小厮轻手轻脚地将茶具放好，而后斟茶递到自家公子的右手处。琴声戛然而止，又好似留有余韵。谢维清素手端起茶杯，眸光淡淡一瞥，看着池亭开得稀稀落落的荷花。听说长安南城的荷花盛开，可是真的？回公子话，南城那儿的确开了一整片湖的荷花，可美了。小厮是谢维清的贴身奴仆，叫兰竹。说完，他话音一转，又道：“只不过现下日头正猛着，公子要出门观河，怕是不妥。”谢维清抿了口茶水，微红的唇上湿润了许多。他直起身，抬眸看了眼天色，声音清润：“那便午时过后再去。”父亲可下朝了？他又问。大人刚派人回来说，宫里还有要事商议，得4时末才能出宫。兰竹恭敬说道。谢维清让兰竹将古琴收起，此时刚4时1刻。谢维清这几日清闲了许多，待在院子里，不是抚琴便是作画。这个时辰应该是在书房作画写字。他一步走入九曲回廊处，清风带着淡淡的荷香钻入了他的衣袖。兰竹跟在谢维清身后：“公子，这几日严家的2公子一直换人来府上，想邀您去落月楼，还是以在府中修身养性为由回拒吗？”谢维清那2道俊秀的眉微微蹙起，心头隐约有些烦躁。他悠悠叹息一声：“他若是再换人来问，你便说改日的空子会赴邀。”是。兰竹不紧不慢地跟在自家公子身后，张嘴就说了一大串话：“公子，您上次出门都是半月前了，这段时间除了严家那位2公子，还有王家、顾家、公孙家的公子都托人来问您何时有空闲。您看。”谢维清默然，这些人都是昔日在学堂认识的，后来又不知是谁给他安了个世家公子之首的名号，隔3差5便有人来邀他出门。他又叹息一声：“都是做什么的？”兰竹忙道：“王小公子问您去不去吃荷花酥，顾3公子问您去不去南城泛舟抚琴，公孙少爷问您要不要吟诗作对，顺道请您去吃万春楼，还有其他公子。”停！谢维清倏地开口，听着比听他的夫子念古论今还要头疼，他不禁顿足扶额，全都拒了，就说我被父亲罚禁足，没有10天半个月出不了门。兰竹默了默：“公子，您上回就用过这招了，还害得他们家大人在长安城多了个严父的名声。”谢维清淡淡瞥了他一眼：“你懂什么？招式能用不在心，能用变形。可你午后不是还要去南城赏荷吗？万一被撞见了。”兰竹没有把话说完，留于白给他家公子想象。谢维清：“那就等赏荷回府后，你再同他们说你家公子被禁足了。”他很快就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法子。谢维清回书房温习昨日的书法功课，之后再提笔临摹各大家的书法帖。4时末，书房外转来仆从叩门的声音，他扬声说了个禁字，执笔将最后一字写完。可是父亲回来了。公子，大人怒气冲冲的回府了，在正厅发了好大的火呢。谢维清搁下毛笔，让兰竹将字帖放好，起身朝书房外走去，问前来禀告的奴仆：“又哪个朝臣惹父亲了？”奴仆有点害怕的咽了咽唾沫，小声回道：“大人又在骂摄政王了，说什么无耻之徒，还有其他一些大人骂过的话。”谢维清有些失笑，他这父亲上10回早朝，便有6回是要骂那位摄政王的。他稍微脚步加快，走去正厅，心底一时竟又出了神。他对那位摄政王知之不多，5年前对方平定边疆，将匈奴打退至千里，回朝后手握兵权。自这位入朝堂以来，他便时常听到父亲说他行事越发自肆无忌，甚至随心残杀他人，简直就是晋朝的一大毒瘤。不过这位摄政王回长安5年来，他倒是没见过一次面，每回的宫宴都不见他参加，
听说长得那叫一个阎罗样，青面獠牙，可怖得很。出神半晌，回神时已然走到了正厅处，还未出声询问，谢维清就听见他父亲在太师椅上一边抬手拍胸脯顺气，一边骂道：“腐蚀难成玉，朽木不可雕。”父亲这又是怎的了？谢观堂见到谢维清，就好似跟见着给他撑腰出气的靠山一般。今早下了朝，本是就可以出宫回府的，结果就因为燕温岚这小子故意跟为父作对，搁正和殿说了一早的废话。谢维清声音平和，犹如一汪清泉，沁人心脾。废话？燕温岚把我们这几个老臣留下来，竟商一些芝麻大小的事，能不是废话吗？谢观堂说着，又给自己捶胸顺气，骂了好一通才肯停下嘴来，转而问谢维清：“你阿娘可有书信寄来？”他眉眼微弯，温声道：“怕是让父亲失望了。娘亲昨日才寄了信，今日尚无。”谢观堂叹了口气，颇为咬牙切齿的说道：“罢了罢了，等你阿娘回来，我定要再骂燕温岚那小子1800回。”谢维清有些好笑，等着阿娘替你骂回去泄愤呢。你也应该多学学你娘亲，适当骂人有助于修身养性。谢观堂话音一转，绕到了谢维清身上，胡乱说一通，还不忘故作老道似的捋了捋胡子。儿子愚钝，怕是学不成。谢维清道。谢观堂叹了口气：“哎，你跟你阿子就是小时候爹教的不够好，净学了那些繁文缛节，如今碰上燕温岚那厮，为父才知道，有些人他就得骂，不骂不行。你若是见着了这厮，定也被气得要命。”谢维清没有应话，而是偏头让下人传膳，有些无奈道：“父亲就别气了，您今早都尚未用早膳，当心气坏身子。为父怎么发现？你每回都不跟我一个阵营说燕温岚这厮。”谢老父亲敏锐地察觉到了什么。谢维清愣了愣，随后失笑：“儿子又不认识他，一没结仇二不识的，父亲要我如何说他？”谢观堂吹胡子瞪眼：“他把你父亲气着了，这也是跟你结仇的一种，下回记得要替为父出气。”谢维清哑然无奈，心想这要他如何出气？第2章相遇。午膳只有谢维清同谢观堂坐在饭桌上，谢观堂还生着气，没吃几口就让下人备纸笔，说要给自家夫人告状诉苦，嘴上还说着一些诅咒之类的话，无非就说燕温岚娶不到媳妇儿之类的。谢维清见状，有些好笑的摇了摇头：“对了，父亲，孩儿午时过后要去南城泛舟观河，您一个人在府里。”谢维清本意是想带上谢观堂，让对方消消气，谁知他父亲一听更气上心头了，摆手说不去。为父有这时间观河吗？燕温岚这厮把那些陈年旧事都翻出来，要我等整理好，明早上朝还要同他交代一遍，简直气煞我也。谢维清，那我帮您。你出门吧。谢观堂说道：“你生辰已过，待下个月入了朝堂，有的是你要帮的。父亲你住嘴吧。”谢维清听着就头疼，扶额说道。谢观堂抚掌大笑，他抬眼看向父亲，悠悠开口：“您当心信纸被墨弄脏了。”用完膳后，谢维清便让兰主准备马车，谢观堂收笔写完5页纸的告状诉苦信，顺道替为父寄信。谢维清接过略厚的信纸，摸着厚度，这怕是得要交去驿站请人送才行。父亲可是要去忙了，你赏你的荷花去，等不久入了朝堂，我看你还能不能悠哉？谢观堂没好气道。谢维清笑笑不语，转身同兰竹从正门走去，耳边还回荡着父亲说要他入朝为官的话，心下不免起了几分烦躁之意。谢家世代中军护国，是开国4大功臣之一，理应他是要入朝为皇帝分忧解难的。可当他看到阿紫被迫入宫，得知边疆屡次敌寇来犯，而当今皇帝却3番5次忍让求和，对中军之人倒是耍足了帝王威严，也不见得对方敢跟当朝摄政王耍威风。谢维清眼底划过一丝讥讽，随即连起思绪，搭着一旁兰竹的手上了马车。马车陆路前行，南城的沁湖园荷花开得正盛，兰竹去找了平日里熟识的船家，要了1叶小舟。放眼望去，荷叶连成一片，几乎看不到湖面。荷花的颜色比较单一，只有淡粉和青白2种。微风吹过，扫尽心中的躁郁。这时候的阳光不是很猛，被几片云层挡住了大部分毒辣的日光。兰竹在舟尾划着桨，小舟压了一路的荷叶，没多久被压着的荷叶又直挺起来。谢维清挽起右手的衣袖，修长洁净的手在碧绿澄清的湖面上割破了一个口子，随后泛起涟漪。兰竹摘些含苞的荷花回去，放在卧房里。沁湖园这边的荷花都会有人来采摘回去，甚至连酒楼限定的荷花酥也是让小2天不亮就来此地采摘。他说着便把一只含苞待放的荷花摘了下来，放在小舟上摘了好一会儿。天色逐渐有些暗了下来，竹青色的袖袍被风吹得鼓起，臂弯处还有2、3只荷花静静地带着，衣裳上的荷香弥漫开来。半晌，不远处飘来黑云，雨水开始往下滴落。起初只有1、2滴雨水滴在了谢维清身上，待他回过神，已经形成了雨势。啪嗒的，雨水滴落，竹青色的氅衣被雨水染深了几处，于是倏地倾盆而下。兰竹赶忙撑起油纸伞地给谢维清，随后乘着小舟想要返程，可小舟被困在重重荷叶中，根本辨别不出方向。公子，现下可如何是好？兰竹有些着急地看向了自家公子。谢维清小心站起身，稳稳当当地走在兰竹边上，2人一同撑着伞，
无事，待雨小。还没说完，天上的雨水就似瀑布般落下。兰竹默了默，讷讷开口道：“公子，您还是别说了吧。上回也是碰着雨，您说雨会小的，结果下了整整2日。”谢为清，兰竹看着周围被荷叶严严实实的遮住，根本辨不清方向，心下一沉。公子，这雨怕不是也要下2日吧？谢为清抬手轻敲了敲兰竹的脑袋，近乎说：“依本公子看，这雨不成气候。兰竹划桨吧，看看能不能划出去。”兰竹听着自家公子丝毫不慌的语气，不由得心安了许多，朝着一个方向就划去。小舟压过荷叶，雨滴敲打着荷叶，还有油纸伞，周遭尽是啪嗒啪嗒的雨声，夹带着雨水的风吹湿了谢为清的青丝。他眨了眨眼，忽的一笑，早知就该租一艘画舫，说不定还能画船听雨眠。兰竹，公子心可真大，如今这雨看样子短时间是停不了了。你歇着吧。谢为清握住兰竹的手腕，偏头看去，风吹起碧绿的莲叶，将叶上的水珠滑落，打碎了湖面。瞧，这何尝不是一件幸事呢？兰竹刚要说，这景象极了前些日自家公子念的一句诗，转眼便乍然看到了沁湖的亭子，指了指不远处，欣喜道：“公子您瞧，那才是幸事。”谢为清顺着兰竹指的方向扭头看去，荷叶连连的湖面上被压出了一条小路，直直通往亭子的方向。有人在。他蹙了蹙眉，心想也不知道是谁在亭上，若是熟人，那就有些许尴尬了。小舟顺着小路向亭子划去，靠近了些，才看见有2抹身影在亭中。谢为清瞧出了那位背对着他的人身份显贵，就这浑身气势来说，不像是同辈之人。不过由不得他多想，雨势愈发的猛。小舟抵达亭子，兰竹接过他手中的油纸伞，2人一前一后避雨。谢为清衣角早已淋湿，他抬眼看向听到动静后便转过身的男子，看着穿着打扮应该是侍从，带着几分血腥味，一副面无表情的凶相。他目光微顿，没有为此害怕退缩，也不会仗着身份压人一头，语气温和的说道：“无意打扰2位，只是雨势不见停歇，在夏童家中，小厮等雨停便走，还望本王不介意。”一道冷冽微沉、有礼有节的声音响起。那位看着身份显贵、气势不凡的男子转身看向谢为清，对方面若冠玉，仪表堂堂，浓墨般的剑眉下，一双凤眸直勾勾的看着自己。他神情微愣，心里飞速的去想，这是哪一位王爷？当今皇上手足并不多，死的死，剩下的也不在长安城中，都在各自的封地，没有皇命召回，不得回长安。长安城中能有如此气质的，也只有当朝的摄政王了。虽说与传闻中的长相完全不相符。谢为清略微低眉，行了一个拱手礼：“臣乃谢太傅之子，名为清，见过摄政王，多谢王爷借的与我2人避雨。”说完，他就感觉到那位摄政王的目光在自己身上来回打量了片刻。他没有抬眸，生怕会冲撞了对方，毕竟传闻中里摄政王一向以杀人取乐，断不可能会因为他是太傅之子就高看一眼。第3章，君子做派。半晌，谢为清听到那位摄政王低低的嗯了一声，全当作回应。他微愣，还以为对方就这么沉默无话，见对方背身没再看自己，心下松了口气，同兰竹到亭子的另一处等雨停。6月的雨来得凶猛，久下不止，庭檐处落下一层雨帘，风夹带着雨丝拂面，又吹动缕缕青丝。谢为清静静地看着眼前的荷雨景色，天色泛青，阴沉得很，雨水打落在荷叶上，宛如雾气缭绕。谢公子，雨天容易着凉，喝杯热茶吧。谢为清闻声回头一看，那位摄政王坐在亭子的石凳，石桌上摆着一套小茶具，方才是侍从对他说的话，不过也是对方的意思。多谢王爷。他并没有推辞。离燕温岚隔了一个位置坐下，兰竹见状，赶忙上前帮忙：“小的替公子斟茶便可，不劳烦这位大人。”谢为清垂眸看着眼前的茶水，心念微动，抬眸看了眼燕温岚，对方依旧冷漠，从骨子里透着一副阴狠劲。他收回目光，拿起茶杯小抿一口，刚放下茶盏，他便感受到了燕温岚的目光又落在了自己身上，同方才的有些许不一样，这次就像是被蛇蝎盯上了般，想要将他缠绕窒息而死。谢为清？哪个为清？燕温岚冷不丁出声，声音犹如极寒之地的寒冰。谢为清眼睫微颤，喉间舒地一紧，取自素叶为银，直栽为清里的为清2字，字疏朗。燕温岚冷淡的应了一声，没再出声。谢为清心里不禁有些打鼓，不过还是没有多说什么。他对摄政王并不熟悉，说多错多，指不定哪个字惹着人不高兴了，自己就会身首异处。疏朗是望舒，朗朗如月之意，细听之下，好似多了一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谢为清敏锐地察觉到了燕温岚对自己并没有什么恶意，他又抿了一口茶，随后转念想了想，传闻毕竟是传闻，他也不能听了几句传闻便认定了对方不是什么好人。更何况对方领兵将国土收复，打退敌寇匈奴，让边疆百姓有了安宁的日子，自己怎可为了几句传闻就如此揣测他人？正是。谢为清朝燕温岚笑了笑，明眸中含着温润的笑意。燕温岚目光微顿，令尊取的。谢为清，父亲说愿臣不为世俗所染，坚守本心。燕温岚淡淡，令尊对谢公子期望颇大。
明月高洁，照夜长明。谢观堂这老东西倒是对他儿子寄予厚望。谢维清见对方没再说话，将茶盏里的茶水喝完，便想起身不再打扰，还没有所动作，就听到燕温岚问他：“这茶如何？”茶清香蜜韵，若臣没猜错，应该是仅供皇室的贡茶。今年开春时，他有幸在阿紫宫里尝过，一个异姓王随身携带的茶都是皇族的贡茶，简直就是野心昭昭，行事自肆。谢维清心下对燕温岚有了一番了解，对方的行事作风似乎跟传言中并无二致，除了样貌不相符，待人好像也有些出入之外。不过，若燕温岚真想反了皇帝，也不关自己的事。他对当今圣上并无忠君之心，可喜欢？燕温岚不疾不徐地问道。皇室贡茶，自是喜欢。谢维清声音偏淡，却还留有几分温润。竹轩，将剩余的茶叶包好给谢公子。燕温岚此时倒是一副君子做派，丝毫没看出来今早是如何把对方父亲气得回府破口大骂的。谢维清没来由地想到平日里父亲是如何骂燕温岚的，眉眼间染了几分笑意。多谢王爷割爱，喜欢便好。谈话间，遇事已有停歇之意，不出一炷香，亭子的雨帘断断续续，日出云层，湖中青玉盘上珠光闪闪。谢维清没有继续留下来打扰燕温岚，同对方道了别，便和兰竹乘舟回岸上。公子，您可真够胆大的，竟然还敢和那活阎罗说话！兰竹心有余悸地拍了拍胸脯。谢维清见他这怕得不行的样子，有些失笑，哪有这么可不？你呀，少听外面的传言。兰竹不服道：若不是公子让奴才去打听，奴才也不会记得这么多关于那位的传言。谢维清眼眸微动，似是有点不自然，抬手敲了下兰竹的脑袋：本公子好奇不行啊。是，这些年来公子听这么多传言，也没见对那位有什么改观。兰竹胆子大了起来，如今总算得此一见，公子貌似又同以往一般了。谢维清不藏着掖着，坦率地说道：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家公子我向来对领兵护国的人是钦佩的，带兵打仗，二房的大公子也会啊，还是个二等的大将军呢。可收复边疆打退敌寇的是王爷。谢维清不急不慢地补充说道。兰竹在边疆常年镇守的是大将军。谢维清瞥了他一眼，知道你对我堂哥钦佩有加了，不过事实胜于雄辩，堂哥听命于当今皇上，说不打便不打，若不是王爷亲自领兵，不顾皇命打退敌寇，还我晋朝近千里疆土，不说边疆百姓，恐怕如今早已没有你我。兰竹听着自家公子说了这么一大串话，脑子开始嗡嗡作响。好，救公子的王爷是极好的。谢维清，这并非是要争高低，堂哥镇守边疆，常年不得回长安，你我都清楚他的功勋和汗水。兰竹嗯嗯的敷眼示应着自家公子，又听到对方说道：还有，这如何就是我的王爷？说这话也不怕会惹来杀身之祸。兰竹生怕谢维清会同自己说那些知乎者也的，赶忙将话题带回那位摄政王身上。那公子，今日一见，这位摄政王是不是真的和传言里的不一样？要真一样，你我脑袋早就掉了。谢维清悠悠。兰竹猛地一缩脑袋，这可不行，奴才还得活着见大公子回来呢。谢维清笑他：就你心系堂哥。说完，他斟酌几番，又道：一样又不一样啊？兰竹疑惑：公子，这是新的谜语吗？奴才怎么听不懂啊？谢维清，传言中对方行事自肆，方才那茶可是皇室仅供的，可见这位摄政王确实行事作风嚣张放肆，说大了就是藐视皇权，但你瞧他待人却有礼有节，有点说不上的矛盾。兰竹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是啊，公子您说这位摄政王为何要主动搭理您，还要送您这般不可多求的贡茶？谢维清难得噎住，张嘴半晌憋出一句：这我哪知道。第4章赐婚。燕温岚没急着走，目光落在乘舟回岸的谢维清身上，直至不见人影，这才收回视线，眼眸微垂，看着池中被雨百番敲打过后还亭亭直立的荷花，他嘴角扬起一分轻讽，他可不会觉得谢维清会真的恰好出现在他的面前。今早他刚对其父亲刁难，午后便碰上了这一出美人计，手段卑劣。燕温岚心中不屑，低沉的声线呢喃着谢维清的字，眼底多了一分势在必得的神情。舒朗，这字取得可真好，月出皎兮，皎人聊兮。竹轩突然猜不透自家王爷这是在真夸这位谢家公子长得好看，还是暗讽对方空有其貌，犹犹豫豫了大半天，还是没有琢磨出真正的意思来，也就没出声。他挠了挠脑袋，刚要询问，便听到燕温岚淡淡道：走罢，入宫面圣。竹轩微愣：王爷，您不是一向不爱搭理那位皇帝吗？请旨赐婚。而谢维清此时还不知道燕温岚的心思和举动，回到谢府后，就看到谢观堂刚好从宫里溜了出来。他愣了愣，父亲这时候不应该是在宫中吗？谢观堂神清气爽，颇为得意地说道：燕温岚那厮不在，为父岂会乖乖就范？这不，念子心切，我赶回来想去找你来着。谢维清微微一笑：还好您没有立即去陪孩儿。谢观堂听不懂这话里藏的是何意，虚心求问：此话怎讲？谢维清也不藏着，
淡定地将他避雨碰上燕温岚的事情说出来。谁知刚一说完，就惹得他父亲对自己上下动手动脚。儿啊，你没伤到哪吧？并无。谢观堂收回手，这不可能。燕温岚知道你是我儿子，定然会自惭形秽。他嫉妒你，也嫉妒我。谢维清习惯了自家父亲这副性子，阿娘不在就略显得脱缰了。他认真且平静地说道：“不会的，孩儿与之相处下来，倒发现对方待人还不错。您看，这是摄政王送与我的。”他让兰竹将那一小罐贡茶给谢观堂看。若是父亲口中所讲的那般，对方会与孩儿这般好说话，还送茶给我吗？谢观堂总觉得越听越不对劲，心就越发的慌。可他也琢磨不出来燕温岚是什么意思，总不能今天刚把他刁难一番，心情大好。他心里想着，手上动作却不含糊，飞速拿走了兰竹手上的贡茶，细细一闻，这贡茶绝啊！待为父看看那厮有没有下毒，这茶就暂时留在我这。谢维清无奈，父亲喜欢便拿去。谢观堂也好，那就让为父替你分忧。说完，他又担忧地问道：“除了这个，他没有刁难或者是威胁你？”没有。谢维清温声说道：“依儿子看，对方倒颇有君子之风。”谁颇有君子之风？摄政王。谢维清不疾不徐地回答。话音未落，谢观堂就呸了一声：“依为父之见，那是狗熊之风。”谢维清，你尚未入朝，自然不懂燕温岚是有多么的无耻猖狂。谢观堂两眼一抹黑，他万万没想到对方竟然会无耻到这种地步，在他儿子面前装正人君子。可这骗谁呢？谢维清没有争辩，心知燕温岚同他父亲属于两个党派，朝堂之争自然有之。好了，反正孩儿与他不熟，今日不过是萍水相逢，来日不会有交集的。谢观堂一听，也有几分认同，这倒也是。他勉强放下心来，伸了个懒腰。罢了，你回你的院子去吧，为父还得忙着整理事务。谢维清让对方当心身子，切勿太过劳累，叮嘱完便带着兰竹回了灵气院。此时太阳西下，院子里的竹子在黄昏中隐隐绰绰，随风摇曳。绕过九曲回廊，兰竹进卧房点燃烛火。公子，今夜晚膳可是在院子里用膳？谢维清离开之前，谢观堂又说了句：“晚膳不用等他一起。”父亲事务繁忙，让厨房温着饭菜，再让厨子炖锅鸡汤，晚些送去父亲书房。兰竹，是公子。谢维清转头看向床榻边上的小柜子，上面放着昨夜尚未看完的兵书。他走过去，拿起继续看。若非自己身子古差，他应当是要跟堂哥一起去边疆的。不过也大差不差，自己背负着谢家，也翻不出什么了，断不可能会和燕温岚那般抗旨不遵，直逼敌寇。这几年有对方在朝堂上同两党相争，又以兵权压制，倒是让朝堂那些蛀虫安分了不少。谢维清没再去想燕温岚，正如他所言，两人今日不过萍水相逢，两个不同党派的人，怕他日后进了朝堂，也只是会唇齿讥讽罢了。用过晚膳，他将那本兵书剩余的内容看完才入睡。卧房漆黑一片，屋外是竹叶被风吹得沙沙作响的声音，不是刺耳扰人清静的那种声音，听得到有几分安逸。次日一早，屋外传来兰竹的叫唤声：“公子，公子不好了！”兰竹顾不得其他礼数，边说着边推开卧房门，一脸焦急欲哭的模样：“公子，您快起来吧，出大事了！”谢维清昨夜大概在丑时才入睡的，特地吩咐过兰竹今早不用叫他早起。耳边是对方带着哭腔的声音，他缓了缓，问道：“出什么大事了？”随后他又为了将兰竹波动的情绪稳下来，还故意说道：“你家公子睡不得好觉才是大事。”兰竹顿时哑然片刻，很神奇的就被自家公子三言两语稳定了下来。大人今早上朝回来，带回了一道圣旨。谢维清瞬间心里一咯噔，脑海想法转了好几个弯，心想着莫非是那皇帝终于愚蠢到没边了，要对付谢家，还是其他两党派的人合作，想要他们谢家倒台？什么圣旨？如今堂哥尚在边疆，手上兵力大抵还有，是给您赐婚的圣旨。谢维清，他猛地松了口气，又被兰竹接下来的话提到了嗓子眼处。今早皇上不知道为何突然要促成您和那位摄政王的婚事，大人想要阻拦都不成，直接下的圣旨。大人下朝回来是带着圣旨一起回来的。我和谁？兰竹心底憋着口闷气，道：“您和摄政王，您心心念念的摄政王。”谢维清被这几句话砸得头脑嗡嗡作响，甚至怀疑是自己晚睡的缘故，这才做了一个惊天骇俗的噩梦。他猛地抬手咬了一口自己的手腕，尖锐的疼痛感告诉自己，这并不是噩梦，而是前所未料的事实。第5章而序。谢维清从未想过自己会跟一个男子成婚，虽说他这些年来洁身自好，几乎都不与女子接触，但也不代表他就乐意和男子结亲。他脸色难得阴沉难看，听到兰竹这番话，蓦地被噎住。兰竹，你又在胡说！兰竹不服的嘟囔：“是公子说什么事都没有您睡觉大的。”谢维清，让我一个人静静。他深吸口气，逼着自己冷静下来。兰竹，你先出去。是。兰竹有些不解，明明公子之前提到对方就跟他提到大公子一般，那为何如今又不高兴了？他挠了挠脑袋，没有问出口，
沉默地退了下去。卧房回归安静，谢维清起身倒了杯冷茶，一饮而尽。冷茶好似激发出了一阵寒意，明明是6月天，却好像身处寒冬。皇帝不会傻到要主动得罪谢家，而且倘若真的想要对付谢家，这无疑是把谢家往摄政王那派推去。可若是燕温岚，对方会为了跟他父亲作对，随便同他成亲？谢维清闭了闭眼，抬手揉了揉眉心，忽地看到了窗台处的铜镜，看到了镜子里的自己，好似一切都有了答案。谢维清不愿深想，起身便走出卧房，朝正厅走去。兰竹在屋外候着，见到他出来，便急忙跟上，料到了他要去干什么，说道：“大人此时不在府里。”他回府发了一通脾气，便出门了。谢维清脚步一顿，心里倏地有了不好的预感。父亲去做什么？听府里下人说是要和其他大人进宫，派人让父亲回来，尽快。兰竹不解：“啊？未时？”谢维清原本温润的声音，如今多了几分冷沉。“快去。”是。谢维清见兰竹领命离开，悠悠叹息，心道：无论是帝王的意思，还是那位摄政王的意思，既然圣旨已下，哪有能收回的道理？父亲也是心切，若真的同几位大臣入宫面圣，无疑是在逼皇帝收回旨意。到时候有摄政王撑腰，谢家岂不是会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婚事拒不得。半时辰过后，兰竹带着怒气冲冲的谢官堂回了府，手上还拿着圣旨。对方刚要问为什么，谢维清就先开了口，声音如沐春风：“父亲喝茶，别动气了。”这如何让人不动气？皇帝简直就是……谢维清扬声打断谢官堂的话：“都退下！”厅外厅内的奴仆领命退下。谢官堂憋着怒火，待下人都离开后，才将后面的话说出来：“欺人太甚！”谢维清眼睫微颤，蓦地想起了他阿子也是这般，直接下旨让其入宫，当那宫墙里的皇后。耳边又响起了父亲的声音：“早知如此，魏父不如早退了这官场，也不会把你给牵扯进去。父亲留在官场是为了晋朝，为了百姓。”谢维清喉间发干：“不是您的错，当年以及如今，阿子未曾怨过您，为亲亦如此。”谢官堂语气带着悔恨，沉声说道：“当年之事，是我护不住你阿子，如今魏父不愿也护不住你。你堂堂一男儿，如何能成为他人之妻？父亲其实没什么的。”谢维清不愿让至亲如此，也不愿父亲拿着谢家上下几百条人命为他博得一丝希望，无非就是与男子成婚，他领旨便是，这岂能叫没什么？谢官堂情绪大动。若是皇帝指婚给其他世家公子，与你同龄或是兴趣亦然，可现在呢？与你成婚的是燕温岚那厮，他定是因我整日在朝堂碍他的眼，这才把主意打在你的身上，待娶回王府，是生是死都未可知。谢维清故意将谢官堂说的意思变了味，语气含笑，故作轻松地说道：“原来是父亲不满意这个儿婿啊。”谢官堂一听，如鲠在喉。正所谓知子莫若父，他怎么可能听不出来谢维清的意思？他重重地叹了口气，仿佛在此刻瞬间老了几岁。父亲无需过多担忧，昨日孩儿同摄政王见过一面，对方待人还算有理，想必日后不会过多为难我的。谢维清尽量挑些能说的，安慰自家老父亲。谢官堂皱眉苦脸的，听到谢维清这番话，心里更不是滋味。哎，你阿娘还有3日便回长安，你还是留着点好话哄你阿娘吧。谢维清，许是提到了夫人。谢官堂仰天长叹，当年只因入宫，你阿娘忧心哭伤了身子，病了2、3个月才见好，如今你又……哎。谢维清温声：“阿子入宫不易见面，我又不一样。摄政王府离我们太傅府就隔了2条街，阿娘不在长安，待她回来就说维清是自愿入王府的，别让阿娘伤心便是。”谢官堂看着眼前的儿子，心底苦涩，叹声说道：“你终究是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主意，我又不是3岁小孩了，父亲放心可好？”谢维清轻声说着，余光看到了一直被自己忽略掉的圣旨，心念微动，这圣旨给孩儿看看。说着，他拿走了谢官堂手里的圣旨，随口问道：“那婚期可有说定在何时？”此话一出，谢官堂脸色又是黑沉，气不打一处来。3天后，谢维清，他倏地打开圣旨，目光一目10行，最后落在了日期上，果真是3日之后，6月初9。他怎么这么信谢维清把脱口而出的话咽了回去？也不知是被对方纯气到了，还是羞恼，心想这完全不给他一丝缓冲的时间，3日怎么不跟自己成亲去？谢维清对燕温岚又有了新的认知，急色之徒。他眼底的神情冷淡了些，不然为父也不至于着急到要入宫面圣。3日，燕温岚他根本一点都不懂礼数，亏他还是秦家出来的人，3媒6聘，他哪样做到了？谢官堂又气上头了。谢维清合起圣旨放好，抿了抿唇，3日的确是过急了些。谢官堂猛地起身，不行，这婚事哪怕退不成，燕温岚也必须给我按照礼数来。3日时间，他当我们谢家没人了不是？谢维清赶忙拉住谢官堂：“父亲，这事就让孩儿去说，毕竟父亲您和他是2党相立，您去说，怕是会适得其反。婚姻大事，岂能让你去说？”谢维清温声：“我与他皆是男子，有何不可？”第6章夫和睦。谢官堂一听就知道谢维清已经打定主意要亲自同燕温岚接触，
再看桌上放着的圣旨，更是气得不行，还没法发火。罢了罢了，你拿主意。谢维清说是要自行去解决这等婚姻大事，但他完全没想好要怎么去和叶文兰说这事，估计连面都见不着。他叹了叹气，不愿再在这事上过多烦忧，扬声唤兰竹回灵七院。40末，宫里的人便奉命带至造署的人上门，说是要量定婚服的尺寸。谢维清让兰竹引人到灵七院，待对方行礼后，声音平和地问道：“3日后大婚，你们能将婚服赶制出来？”织造署的绣娘垂着眸，不敢多言，只回答了一句：“公子不必担忧。”谢维清瞧着对方唯唯诺诺，一副害怕的不行的样子，心下了然，定是那位摄政王下了死命令。等织造署的人离去，谢维清又是一叹，轻声唤兰竹备纸墨，写下一封信交于对方，吩咐道：“你拿着谢府的府令去摄政王府，将这封信交给王府的侍卫。”是。等等，顺道将另一封书信交于宫门禁军，让其务必交到阿紫手中。兰竹拿着另一封写着阿紫亲启的书信，有些困惑：“公子可是要小姐在皇上面前请求收回旨意？”“不是，我是怕阿紫会为了我去得罪皇帝。”谢维清与谢芷因只相差了6岁，自幼阿紫便待他极好。今日朝堂上赐婚一事，想必早就传遍了皇宫。他阿紫素来不出宫门，但人言难止，恐怕此时阿紫也知晓了此事。你先将这封书信送至宫门。兰竹是。谢维清静不下心，这已经是他提笔不下10次了，依旧写不下去。他叹息一声，案上的宣纸被墨水晕染了一处处墨迹。他搁下笔，偏头看向窗台，刚好是一片石竹，眼前清雅的忧虑稍微抚平了烦闷的心。忽的心念一起，让小厮去把厢房放着的古琴拿出来。悠悠琴声响起，渐渐融入风声里，吹晃竹叶。待兰竹回来时，已是50末尾。公子，书信皆已送出。谢维清顿住，琴声随之绕梁。摄政王府那边有没有说什么？兰竹沉默一瞬，有些难以启齿地吐出一个有字，而后便说道：“奴才送信时，碰巧见着摄政王回府，就问为何不见公子过来，还说日后公子写信，最好还是亲手交到他手中，以免。”谢维清起身走向窗台处站直，青丝如瀑，窗外天色正好。他看向兰竹，轻声问道：“以免什么？”兰竹把话憋了出来：“以免伤了夫妇和睦。”见谢维清不说话，他也是个脸皮薄的人。天知道他当时碰上人听到这番话是什么感觉。公子，正所谓士可杀不可。住嘴！你家公子，我还不想英年早逝。谢维清抬手轻轻一敲兰竹的脑袋，兰竹捂住脑袋，小声应道：“知道了，公子。”说罢，他还是憋不住想要多说一句：“公子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喜恶一人，有时候只需要一眼，不看他的为人做事，单凭从心。”谢维清说：“再者，我厌恶他，日后只会让自己不好过。”兰竹瞬间头大起来。听不懂，反正公子喜欢，兰竹就不讨厌；公子不喜欢，我也不喜欢。一切要以他家公子为标准。谢维清有些好笑的摇了摇头，不过还是将心里想的话说了出来。日后我并不想让你跟我进王府，我怕你见不着堂哥回来。不行，我要跟着公子。兰竹岂能留你一人在那儿？兰竹若不在，公子不就是孤零零一人？万一是什么龙潭虎穴，他有些着急道。你也说是龙潭虎穴，就不怕？谢维清声音温和。兰竹，那我也要跟着公子。大公子不要了。谢维清声音含笑，摆明了是要逗一逗兰竹。可兰竹想陪着公子，大公子虽对我有救命之恩，但公子这些年让兰竹在身侧陪伴，我怎能弃公子于不顾？谢维清眉眼微弯，好啦，知道兰竹要跟着我了。宫里皇帝给摄政王和谢维清赐婚一事在午后传出了宫外，不少人对此议论。谢维清听了句兰竹在外带回来的消息，无非就是说这婚事是两情相悦，还是逼迫而成，又感叹谢维清一个世家公子，竟然最后的结局是嫁与他人做妻。他没太在意这些，要真把这些都放心上，怕是这会儿就要投湖自尽了。公子，兰竹还想说几句来着，谢维清打断他问：“你既然碰上了摄政王，他除了那些话没别的了？”没了。兰竹诚实的摇了摇头，下一句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绝无半点踩人之意，很认真的说道：“不过我总觉得那位摄政王是不会看公子写的书信的。好歹谢维清从对方8、9岁便待在身边，一直到现在，怎么会听不出对方暗戳戳表达的意思？”他不禁摇头失笑：“你呀。”谢维清让兰竹去泡茶，屋外传来小厮毕恭毕敬的声音：“公子，府外严府2公子求见。”兰竹皱了皱眉，他怎的又来了？公子，要不要我先去说个理由，让对方离开？严府2公子严桃这段时间不是亲自上门想要邀约谢维清，就是派小厮过来，隔3差5便来，兰竹都快要烦死这位了。不用，让人进来吧。谢维清说着，转而让小厮把古琴收起来。这段时间老是把人拒在门外，说不过去。更何况严桃是把我当好友才会这般。兰竹小声嘀咕：“我怎么看着也不像是把公子您当好友呢？”说罢，他看向谢维清，略显不满道：“何况公子您又不爱同长安城里的公子少爷玩，
这些年来都是喜欢一个人待着的。谢维清心知对方是真心为自己着想，轻声说道：“那也不能把所有人都隔绝在外啊。好了，我又不会为了他们让自己过得不舒服。”严桃被小厮领进灵气院里，就在亭子处候着。谢维清带着兰竹前去，走了好一段九曲回廊，才见着人。书郎，亭子里的男子摇着扇子，见到谢维清后，便将扇子收起，端地是一副翩翩君子的做派，一瞧便知是个斯斯文文、饱读诗书的公子。第7章逃婚。两人礼貌的寒暄一番，谢维清就开口问严桃是有什么事。谁知这一问，险些把对方良好的君子气派给毁于一旦。严桃自然是听到了长安城中关于谢家和摄政王即将要结成亲家的消息，才匆匆忙忙赶来见谢维清的。叔了，我听闻那摄政王要逼你与他成亲，这才来看看你还好不好的。谢维清眉心一凝，很快舒展开，声音清润又带着些许冷意。皇上赐婚，哪有逼迫一说？长歌莫要胡说才是。长歌是严桃的字。严桃蓦地提高了些许音量。可我知你不愿，你不是要入朝为官吗？你若是嫁给了摄政王，你就永远都不能入朝了。谢维清眼眸微动，人各有命，不入朝堂或许就是我的命。长歌今日来，若是为了这事，那也没什么好说的。严桃看了眼周围，见只有兰竹一个外人在，想着让谢维清换人退下，但还是没有说出来，只是压低了声音，故意凑近眼前的人说道：“我可以帮你。”谢维清不动声色地与之拉开距离，眼底的神情淡漠了几分，声音还是依旧温润：“长歌打算如何帮我？”严桃，大婚定在3日后，我现在就带你出城，离长安越远越好。我就不信那摄政王还能将天下翻个底，朝天把你找出来。谢维清张了张嘴，很想问对方今年几岁。他无奈道：“我走了，那谢家怎么办？”严桃不假思索地说道：“你父亲还在朝堂，兄长镇守边疆，想必皇上不会过多为难谢家。”一旁听着的兰竹，谢维清忍了忍，没有直白地说对方想法过于幼稚天真，只是委婉拒绝了严桃的好意。不必，父亲尚在长安，阿紫还在宫中，我不能不顾及他们。严桃还想劝，可是谢维清声音带上了几分冷意：“兰竹，送客。”严桃欲言又止，最后没有多做停留，只是说道：“叔朗，你要多想想你自己。”兰竹丝毫不客气地将人送走，直至府门，回来便和谢维清没好气道：“他说的倒是轻松，逃婚说逃便逃，丝毫不想那可是满门抄斩的大罪。”谢维清无奈笑笑：“你气什么？”兰竹神情一下子低落起来：“是我觉得他最后说的那句好像不无道理。公子，你有想过自己吗？你是真的愿意同那摄政王成婚吗？”想过。谢维清自行倒了一杯茶，但我并不觉得逃婚就是为了自己，一逃便要逃到死，那还不如闯一遭这龙潭虎穴。兰竹听明白了，公子说的在理，这一逃岂不是后半辈子都要心惊胆战的？不可不可。说话间，又有小厮前来禀告，说府外王故2位公子求见。谢维清淡淡：“一律不见。”兰竹：“这又为何不见？”谢维清：“乏了，睡觉去。”兰竹，他还以为是什么缘由。谢维清说乏了不假，但也存着不想见人寒暄的心思，说完便起身回卧房。兰竹：“再拿2个兵剑放卧房去。”是，公子。谢维清这一觉便睡到了黄昏。晚膳时，谢观堂终于饿得不行，从他的院子里出来，跑到了自家儿子的院子里蹭吃的。夜风微凉，小厮把菜上齐。谢观堂随意一坐，看着桌上的菜，执着公筷便夹了一大块青菜给谢维清，伤心欲绝道：“儿啊，多吃些，到了摄政王府就没有这么好吃的菜了。”谢维清看着碗里清一色的青菜：“您不是说没胃口吃吗？”谢维清睡醒后就吩咐厨房准备晚膳，还让兰竹亲自去问了谢观堂，结果对方还打算窝在院子里不出来觅食。谢观堂一本正经道：“为夫现在又有胃口了。”用过晚膳，谢观堂在院子里待了好一会儿，忽地主动问起谢维清关于婚期的事情。听兰竹说：“你写信给燕温兰那厮了？”谢维清抬眸看了眼一旁的兰竹：“他会看你写的信？不拿着信当着你的面撕了，再冷嘲热讽一番，都算好了。”谢观堂没好气地说道：“你跟他讲什么礼数，就像是对牛弹琴，他不会懂的。”谢维清没来由地想起了对方让兰竹带给他的话，他不自觉地轻咳了一声，还没开口说话，兰竹便忍不住偷偷笑了声，心想着他们大人还真会说话。谢观堂倏地警觉：“兰竹，你在笑什么呢？”谢维清下意识抢先回答，他许是又想到好笑的话本子了。父亲，夜色已深，您回院子歇息吧。谢观堂品出了几分不对劲，他眯了眯眼，看着自家儿子，没什么的话，为何不让兰竹回答？看来维清有事瞒着为夫啊。谢维清巧妙地来了一次断章取义，温声细语道：“他不过是让孩儿以后莫要写信给他，维清瞒着，也是怕父亲听了会生气。”谢观堂听得真想两眼一闭到明早的早朝，他绝对要把燕温兰这厮给撕了。为父不弃，为父这就回院子歇息，养精蓄锐，明日他就各应死燕温兰。原本热闹的院子又冷清了下来，就像是倦鸟归林，一下子便没了声响。
谢维清看着谢观堂离去，而后偏头看向了兰竹：“你啊，若是让父亲知道摄政王实际说了些什么，估计这会儿就要提刀去跟对方单挑了。”兰竹小声为自己辩解：“大人问的吗？方才忍不住笑，也是因为大人说的那番话。对牛弹琴。”谢维清略微思索，兰竹忍着笑：“对。”谢维清有些无奈，但看到对方那副拼命忍着笑的样子，莫名其妙的也有了些笑意。好了，这有什么可笑的？兰竹，主要是兰竹觉得大人说的倒有几分道理。按照之前打探回来的传闻来看，那摄政王不把信撕了，都算好的了。谢维清，亥时，卧房的烛火被吹灭，只留了床榻边上的烛光。兰竹手脚放轻走了出去，将房门关好，之后就在门口处守夜。以往都是要等到谢维清真正歇下后，他才离去。忽的一根银针，快、准、狠地刺进了兰竹的颈侧。片刻，他晕倒在地。颈侧那根银针刺得不深，随后有一个劲装黑衣的人将其拖去一旁，以免挡着进房门的路。动静声没有刻意隐瞒，卧房内安静得很，自然而然也听到了些声音。谢维清翻书页的动作微顿，烛光无端摇曳了几下，随之而来的是4声敲门声。第8章夜闯。谢维清忽的一顿，兰竹。话音落下，门口的敲门声也随之消失。谢维清眉头跳了挑，心想着自己总不能看书看太晚，出现了幻听。他特意等了好一会儿，见敲门声不再响起，刚要继续看书，那诡异的敲门声再次响起，还是4声，不多不少。他又扬声唤了声兰竹，以往这时候对方绝不可能会回偏房的，都会等他熄了卧房的烛火才离开。又不应人，谢维清懒得搭理屋外不知是人是鬼还是纯粹有病的，被这么一闹，他也没了心思看书，索性直接吹灭了烛火。他在床榻上安静地躺了好一会儿，困意迟迟不来。敲门声没再响起，谢维清面无表情地坐起身。正当他犹豫要不要下榻开门瞧个明白时，屋外又响起了4声敲门声，很轻，但也足以让人听见。他倒要看看是他出现幻听了，还是院子里进了疯子。谢维清随手将头发往后稍，以免挡住视野，下榻直直走向门口处。不做他想，没有丝毫犹豫，便把房门打开。屋外一片漆黑，只有远处的亭灯还亮着。书弟眼前亮起火光，映入眼帘的是一只修长、骨节分明的大手，拿着火折子对在谢维清的眼前。火光离得很近，谢维清感觉到了温度，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紧接着，那只大手的主人出现在他面前，是燕温岚。谢维清愣住，明亮的双眸倒映着火光，直直地看向了眼前的男子。火折子向前靠近他，他又是往后退了几步，对方顺势走进了卧房，而后房门砰地关上。谢维清书弟心意咯噔。燕温岚眉眼似是寒冬飞霜，两道墨眉如剑锋般，双眼狭长深邃，眼眸好像要与黑暗融为一体。至出现的那刻起，他的目光就一直停留在谢维清身上，从未离开过片刻。谢维清看着步步朝自己走来的燕温岚，头一回意识到对方竟然如此高大，气势凌人，目光就像是蛇蝎般阴冷。他稳定心神，后退的脚步一顿：“王爷。”燕温岚停住，不再往前逼近他，冷沉的声音微挑：“借火折子一用。”谢维清又道。燕温岚定定地看着他，没有任何想要将火折子递给他的意思。谢维清眨了眨眼，大着胆子主动抬手伸向了对方手中的火折子，刚一碰到，眼前的人便松开了手。谢维清见状飞快拿稳，那火折子的火星险些烫着自己，心却松了口气，心道好在自己猜对了。燕温岚目光微垂，落在眼前人拿着火折子的手，火光照映下，对方的手指修长如同暖玉一般，眼底的眸光暗了些许。谢维清没有注意到对方眼底的神情，转身点亮了卧房里的烛台。卧房内不是没有火折子，只不过他还要借此来再探探燕温岚。卧房一下子亮堂了许多。谢维清将火折子吹灭，而后递给燕温岚：“多谢王爷。”燕温岚收起火折子，声音颇为冷沉：“你我2人无需客气。”谢维清：“好。”燕温岚自顾坐在床榻前摆放着的一张小桌前。谢维清看了眼门外，忽地问：“王爷，不知门外的小厮如今是何情况？”燕温岚不急不慢地冷声道：“没死。”谢维清被这番话噎住，见对方坐下，他也不好干站着，便坐在了另一侧，又被其目光盯着不自在。他目光微移，亲自倒了2杯水。夜深不便叫唤府内小厮煮水，还望王爷见谅。燕温岚说罢，拿起谢维清给自己倒的一杯水抿了口。白日里你托人送的信，本王看了。谢维清眨了下眼，下一刻就听到对方又说道：“3书6礼，的确是本王礼数不周全，待明日自会有人上门提亲。婚期的话，6月29是黄道吉日，宜嫁去。”燕温岚说完顿了顿，见谢维清没出声，好心的给了对方2个抉择：29这日不满意的话，那依旧定在初9成亲。谢维清沉默一瞬，心想着这算是强盗吗？满意。燕温岚没打算过多停留，他起身，既是满意，日后莫再提此事，好生歇息吧。对方说来便来，说走便走。谢维清只得说上一句：“夜路漫长，还请王爷多加小心。”燕温岚脚步一顿，冷硬的应了声：“
次日早，谢观堂刚下朝，便看到了府外候着一帮人，还看到了刺眼的红花。他太阳穴猛地抽了抽，连忙快步上前：“你们在本官府前待着作甚？”领头的是一位侍卫，见状拱手道：“谢大人，属下奉王爷之命前来下聘礼。”谢观堂，他蓦地想起昨夜自家儿子给对方写信一事，难不成这厮还真看了？去，哪有下聘礼是下属来的？他懂不懂点礼数啊？谢观堂闭眼就一张嘴乱说：“大人，王爷特地命李世忠前来下聘，怎么会不知礼数呢？”燕温兰派来的人是其心腹之一的竹轩，李世忠是宫廷进士，也是礼仪司仪，让对方前来下聘，可见燕温兰礼数做到了极致。谢观堂看着一同上朝的熟人，皮笑肉不笑的。上回对方上门下聘，还是在几年前皇帝娶他女儿的时候。他没好脸色的看着李世忠，就见李全尴尬笑笑，扯着嗓子咳了咳。他赶忙趁着对方要开口之际出声：“怎么，李大人既然不舒服，不如改日再来吧。谢府可没有大夫给李大人看病。”李全，一场同僚，何必呢？竹轩抵唇轻咳：“若谢大人执意要王爷亲自登门，属下这就回去禀告，让王爷百忙抽空前来一趟。可别见了他，本官怕府里多了几顿有毒的狗肉。”谢观堂丝毫不掩盖对燕温兰的晦气，摆手没好气道：“竹轩、李全二人，聘礼终究还是送进了谢府的大门。”谢维清在得知谢观堂同燕温兰的人撞面后，就前来，以免多生事端。见双方僵持不下，一个不给进门，一个又拿着主子说事，他叹了叹，温声道：“父亲，让他们把聘礼抬进来吧。”谢观堂甩袖重重的哼了一声，看都不看，摆了一条长街的聘礼，自行进了府。竹轩松了口气，多谢公子解围。谢维清看了眼系满红绸的聘礼，那抹红着实耀眼，他没再看，清润的声音响起：“都抬进府吧。”是。第9章，实则不然。竹轩按着3书6礼中的流程一步步走，所定的婚期与昨夜燕温兰前来告知的相同。谢维清松了口气，在正厅坐着不肯回院子的谢观堂倒是有些诧异。待人走后，他看向自家儿子，相貌端的是长安无双，举手投足都是温润尔雅的气质，一看就是没少读书、知书达理的公子。谢观堂在一番若有所思后，捋了捋自己好不容易趁夫人不再留的胡子，看着谢维清就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儿啊，你说有没有种可能，燕温兰那厮他其实是看上你的样貌，顺带折辱一番为妇？”谢维清，他让下人清点好聘礼抬下去，听到父亲这番话，无奈的揉了揉眉心：“父亲，食色性也，人之常情。那摄政王大权在握，若是果真同父亲说的这般不堪，他大可换一种方式折辱。”谢观堂冷嗤：“自古君子好色不好，依我看，那燕温兰就是个无耻淫徒。”谢维清没来由的心生一丝心虚，要是被父亲知道对方昨天还3更半夜闯进他院子里，这还得了？父亲，阿娘明日便回到长安，您莫要说漏了嘴。若是被阿娘知道这桩婚事并非你情我愿，父亲就看着办吧。谢维清转移话题道。谢观堂顿了顿，神情一下子低落，青丝上的微霜好像更白了些。他叹息道：“哎，为父知晓，你和芷英都是好孩子，不愿我们太过担忧。”谢维清知道对方这几日并未真正开心过，日日夜夜都在为此事烦心，想了想，还是说了些好话安慰：“父亲无需烦忧，摄政王既已答应按照3书6礼下聘，想必待日后孩儿入了王府，不会太难过。话是如此，可你一男儿如何能？晋朝南风盛行，父亲不是也知晓吗？之前你还同孩儿讲过，将来嫁娶是男是女都依儿子的。”谢维清轻声打断道。谢观堂从未想过那时无心说的话会被谢维清拿来堵住自己，他张了张口，一脸的犟色。话虽如此，但对方确实不是良配。为父说的都是大家闺秀、名门子弟的那种。谢维清，对方不也是秦家出身吗？父亲您当时还跟秦家的伯伯有来往的。提到秦家，一直出言不满的谢观堂蓦地找不出话回答，声音好似卡在嗓子眼处，怎么也发不出声音来。秦家，他闭了闭眼，掩住了眼底划过的一丝沉痛，再次开口时，声音变得些许沧桑：“父亲私下同你说过，我不信你秦伯伯一家会叛国，可奈何当年没有证据，短短3日不到便判了刑。太后与晏楼明把持朝政，朝内又无一人敢出来替秦家担保。那时你年幼多病，为父带你去淮南求医，在回长安时，秦家已然不在，只留下了当时摄政王妃的世子，也就是燕温兰。当年秦家满门忠烈，皆以通敌叛国的罪名诛9族。许是燕温兰骨子里还流着燕家的血，那时的摄政王并未连自己唯一的儿子也一并杀掉，至此逃过一劫，还在6年后继承了其父亲摄政王之位。”谢维清没想让谢观堂再为了这些事烦忧，一心宽慰道：“那父亲更要放心才是，他既是秦家之人，想必不会太为难我。”谢观堂没有回话，心想也正因是秦家之人，他才怕对方。这11年来，恐怕燕温兰心性早已千变万化，传闻有真有假，但此人绝对不是什么好说话的君子。你日后当心他也是好的，远水救不了近火，切勿同他起半点争执。谢维清眨了眨眼，有些好笑道：“这么多年来，
父亲可曾见我与他人起过什么争执？谢观堂转念一想，还真是，麻溜的改口：“你也不能老是待人温和，不然燕温兰那厮只会更加得寸进尺，就逮着你欺负。”谢观堂拉着谢维清谈了大半天的话，无非就是说燕温兰这人背地里恐怕不是什么好人，要他万万当心才是。入夜，谢维清满脑子还回荡着自家父亲说过的话，床边上的书籍都没能看得下去几页。他无奈地叹了叹气，自己何尝不知道燕温兰并非是个好相与之人，是福是祸，终归是要他自己扛着。忽的，门外传来动静声，屋外的停灯被人熄灭了几盏，守在门外的蓝竹再次被弄昏睡过去。谢维清顿了顿，心中已有猜想，他若无其事地继续看着手里的书。没过一会儿，门外传来了叩叩的敲门声。这回倒不同昨夜那般装神弄鬼，谢维清合理怀疑对方是想吓唬他，想让自己听话，别折腾一些有的没的。敲门声落下，随之而来的是推开门的声音，吱呀地。他闻声偏头看去，隔着一面屏风，在烛火下，对方那高挺的身影被刻印在屏风上，没有脚步声。他看着那道身影朝自己靠近，片刻后收回了目光。燕温兰绕过屏风走来，停在了离床榻3步外。谢维清抬眸看向燕温兰，一双桃花眼明润清亮，眼尾微挑：“王爷怎地又来了？”“来见你一面。”燕温兰坐在了昨夜坐过的位子上，自顾自倒了杯茶水，浑然将这里当成自己的卧房似的。谢维清默然，他提起一口气，心里很想直接跟对方说，既然见过一面，就可以离开了，不过还是忍了下来，声音依旧温润说道：“王爷，为清乏了。”“谢维清看着迟迟不起身的燕温兰，燕温兰好似看出了他眼底的困惑，声音低沉道：“你睡罢，本王等会儿便离开。”对方都这么说了，谢维清也不好把人赶出去，只是对燕温兰这般举动加深了几分印象，看着一副翩翩君子做派，实则不然。屋里亮堂，不习惯入睡，王爷无妨，本王熄灯便是。燕温兰打断他的话，说着便起身将卧房里的烛火熄灭。卧房昏暗，只有窗外透进来的月光。谢维清在黑暗中有些许无措地睁着眼，直到眼睛适应后，看清了眼前人的身形轮廓。他摸黑把手上的书放好。第10章宣召。谢维清向来不习惯就寝时屋子里有人候着，他不自觉地拧起眉，侧身朝着里边躺着，被褥与衣裳摩擦出窸窸窣窣的声音。他以为会失眠，结果却很快被困意席卷。次日睡醒时，卧房内早已没有那人的身影。谢维清坐起身，墨发如瀑垂落在床榻上，如霜雪斑白的里衣起了些折痕，包裹着单薄的身子，就这么独自一人坐着，如同附着了冰霜。他抬手揉了揉太阳穴，扬声唤蓝竹打水进来，还有心思出神地想昨夜自己究竟是何时睡过去的。蓝竹端着盆温水进来放在桌子上，还不是的捏了捏自己的后颈，打了个哈欠说道：“公子，这2日我睡得好快，直接在屋外就睡着了。”谢维清，蓝竹又道：“搞得我脖子一阵酸一阵痛的，忒难受了。”可谢维清目光微移，以后不用守在门口了，直接回偏房歇着吧。可万一贼人闯进来，蓝竹也好及时保护公子啊。谢维清很想说，对方口中的贼人已经来了2回，貌似还把这儿当成了自己的私人领域。他深吸口气说道：“不用，院子外不也有抚卫吗？你能自保，我就放心了。”蓝竹捂着自己的后颈，为了自己的脖子着想，不情不愿地应下：“那好吧。”用过早膳，谢维清没有被赐婚仪式影响多少，按往常的习惯，不是去书房写字作画，便是抚琴赏景。快50的时候，宫里突然来了人，说是皇后想念家中小弟，特地派人出宫宣召。来的人是宫里的一位小宦官。“公子，皇后娘娘念着您呢，这几日茶不思饭不想的，您进宫瞧瞧吧。”谢维清心里存了几分疑虑，往日阿紫很少宣他进宫，一年到头有个2、3回都算多了。阿紫不愿他进出皇宫，更不愿让他撞见宫里那位帝王。他眼睫轻颤，想到了自己的婚姻大事，不由得叹息，原来阿紫早就防着，皇帝宫里男妃也是有几个的，前朝还有姐弟共侍一军的事迹，阿紫难免替他担忧。谢维清没有动弹，唇线微抿，问道：“我怎么从未在皇后宫里见过你？”皇后近日忧思难切，今早病倒在床，交房宫里的宫人正忙着照顾娘娘，奴才是奉祀水姑娘之命出宫宣召公子的。泗水是谢芷英身边的丫鬟，从谢府带进宫的。谢维清虽还有疑虑，但也不能抗旨不入宫。皇后宣召那是一旨，那便走吧。小宦官扶谢维清上了宫廷的马车，蓝竹原本想跟着一同去，小宦官眼珠子滴溜溜转着，还没想好怎么开口，就听到马车内传来一道声音：“蓝竹，你在府里等父亲回府吧，不必跟去。若父亲没回府，你差人送饭菜过去。若是真有什么事，留下蓝竹一个人在宫外，还有多一分的可能性。”蓝竹应声说是。马车陆路前行，2炷香后，马车停在了宫门口。小宦官拿出皇宫进出的令牌，不一会儿，侍卫便放行。“公子，奴才给您带路。”到了皇宫里是不准乘坐用马车的。谢维清掀开帘子，搭着小宦官的手下马车，一落地，2侧的红墙好似顶破了天，给人一种再也出不去的感觉。谢维清心头忽地一沉，
父亲下朝并未回府，而是在宫外办事，说要未时才回府。从谢府到宫门，如今已是午时。小宦官引他走了好长一段路，拐了几个弯。谢维清眼底逐渐凝起冰霜。从宫门走到交房宫，并不用绕这么多的路。他倏地停下脚步，说吧，谁宣召我入宫的？小宦官低着头不应答。见谢维清不打算继续走，有些着急道：“公子，咱们快些走吧，以免娘娘担忧。”谢维清声音有些许泛冷：“这不是去交房宫的路。”小宦官哆哆嗦嗦的，害怕的要哭出声似的：“公子莫要再说了，您就跟着奴才走吧。”谢维清是皇上宣召，对吧？敢借着皇后的名义宣召，在这宫里，他想不出除了当今皇帝还能有第二位。小宦官低着头又不吱声，埋着头往前走几步，这才小声回答：“公子聪明人，就别再问了，跟奴才走吧。”谢维清抬脚不紧不慢地跟在小宦官身后。一炷香后，小宦官领他到了皇帝所在的昭阳殿，里面侍奉皇帝的大宦官见谢维清人已到，摆手让小宦官下去，随后朝他俯身道：“谢公子。”谢维清微微颔首，又听眼前的人扯着尖细的嗓音说道：“皇上，请您进殿一叙。”大宦官是皇帝身边的老人，名叫李福乐。谢维清神情微凝，他与皇帝总共见面的次数，双手都能数得过来，全是在宫宴或是进宫时见的面，哪来的话可以一叙？公子勿忧，请吧。前面半句话，李福乐刻意压低了些嗓音，同谢维清说的。皇帝今年30有7，正所谓30而立，可若真见了方才知，对方近乎是把自己身体搞垮了大半。梁朝身着一身玄色龙袍，却压不住龙袍上绣着的龙，他面露虚弱颓废之意。谢维清进殿时，对方两侧还有妃子伺候着，一男一女，衣裳半脱不脱的。臣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梁朝让两侧妃子退下，维清这么快就来了，快免礼。谢维清眉头微跳，心底升起了一股厌恶之感。他掩去眼中的神情，温声道：“谢皇上。”殿内里的宫人全被皇帝撤下，他起身，许是坐久了，站直的时候还晃了下。帝王转了转拇指处的玉扳指，抬眼看着谢维清：“维清啊，称皇上多生分，按理来说，你应当称朕为一声姐夫才是。”谢维清垂眸，微臣不敢。梁朝身上的龙袍微敞开，一步一步走向谢维清，目光带着些许打量和不怀好意。见对方说不敢，他笑了声：“维清，这是怪朕给你和摄政王赐婚了。”不等谢维清答话，他接着说道：“也没注意到对方因为自己身上的酒气往后退了一小步，朕实属无奈。那日摄政王入宫请旨赐婚，朕心底念及你是芷英的亲弟弟，没有立即答应。谁知那摄政王大胆妄为。”他甩袖，声音蓦地拔高，听着怒不可遏。第11章伞下二人。谢维清眼眸微动，心下略微思忖，按照对方之意，莫不是燕温岚进宫用了何等手段逼这位帝王下的旨意？梁朝提到燕温岚就气得不行，胸腔上下浮动，但他偏偏又不敢。燕温岚手握兵权，这是其一缘由，是他不想节外生枝，能忍便忍了。对方要和一个男子成婚，他赐婚便是。可偏偏又是谢家的嫡子，他怕就怕谢家反过头来会帮燕温岚。若是这样，他皇位岂不是不保？维清啊，你阿紫是朕的皇后，理应来讲，我们就是一家人。如今那摄政王逼迫你与他成婚，又藐视皇权，挟天子做事，你正好可以助朕铲除他。事成之后，朕保你一世荣华富贵，朕还可以把他的王爷之位赐给谢家，世代相传，可好？不得不说，梁朝想的倒是天真，说的话也不过脑子。谢维清没有说话，微微睁大双眼，装作一副胆小怕事的模样来。皇上，那可是杀人不眨眼的摄政王，这让维清如何铲除？说不准这还会丢了性命的。不以深入虎穴，如何能成就大业？梁朝说完，一阵剧烈的咳嗽，他缓了缓，转身回龙椅上摊坐着。半晌，他悠悠开口：“你可别忘了，摄政王随时准备会造反，你阿紫还尚在宫里呢。你说到时候你阿紫会有活下来的可能吗？”谢维清不动声色，抬眸看向了台上的帝王。梁朝，朕记得你们两姐弟的关系很好，只因在宫里时常念叨你，每每忧心过度，便一病不起。谢维清垂下的手不自觉蜷缩了下，心知这是对方拿谢家和阿紫来要挟他，眼睫颤了颤，声音有些发干：“皇上要让臣如何做？你是芷英的亲弟弟，朕也不会让你做些丢命的事情。日后嫁进王府，替朕盯着燕温岚的一举一动，定期汇报。还有梁朝末的卡住，一时之间竟忘了昨日舅舅是如何教他的。”谢维清在底下将帝王的神情举动尽收眼底，他温声叫了一句“皇上”，只见帝王有些焦急地摩搓着手。过了大半天，对方才把原本的话想起来，继续说道：“到时候你只需要去书房把对方谋反的证据找出来就行，很简单。”谢维清很少对人有厌烦之心，碰巧了，全都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书房向来是重地，何况对方是燕温岚，臣不敢说能进对方书房。梁朝皱着眉头，脸上浮现出几分不耐烦。不过是几封通敌的书信，书房进不得，朕就不信你还进不了燕温岚的卧房。谢维清听着最后一句话，只觉得无比刺耳。他攥了攥衣袖，把心底陡然升起的情绪压了下去。
许是说到擅长之处，梁朝瞧着底下谢维清的身形样貌，下意识眯起眼，怪不得燕温岚会想把你娶进王府，几年来，你这容貌倒是越发出色了。那骨子从里透出来温润清冷，就跟当年他见到对方阿紫一般，勾人的很。谢维清神情淡淡，没有应这番话。梁朝见状也不恼，毕竟对方不同他平日玩的那些宠物。刚想顺着兴致再多说几句，就听到殿外传来了动静声，砰地一声，殿门被人一脚踹开，连同小宦官也一并踹倒在地。梁朝忽地变得惊慌失措起来，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见到燕温岚抽刀斩杀了一位小宦官，那把刀还沾着新鲜的血液。他猛地瞪大双眼，昔日的一幕画面又出现在脑海中，是燕温岚当着他和太后的面，把老摄政王的尸体拖出来鞭尸，过后还把殿内知情的人全部杀掉。梁朝颤颤巍巍的，险些从龙椅上跌落在地。谢维清见状，下意识转身回头看去，呼吸倏地屏住，血腥味开始弥漫开来。他认出了地上躺在血泊之中的人，正是方才领他入宫的小宦官。他瞳孔微缩，自己活了20年，很少见到这种血腥的场景，更别提是在眼皮子底下的。燕温岚抬瞥了一眼谢维清，随后看向坐在龙椅上的皇帝，若无其事的把沾血的刀扔给了身后的竹轩。皇上宣本王的人进宫当面一叙，怎么也没人来告知本王。梁朝狂咽口水，腿脚早在燕温岚杀人闯进来时就已经发软，此刻又听到对方出声，活像是见到了阎王取命一般。他喘着粗气，是皇后，是皇后想跟维清叙话，朕指示。燕温岚眸光沉了下来，而后轻嗤一声，声音越发阴冷，维清，陛下叫的倒是亲热。谢维清听出了燕温岚言语里的不悦，倏地将心提到了嗓子眼处，生怕对方杀人杀红了眼，顺道把他也给解决了。不，朕绝无此意。梁朝摇头，快要摇成了拨浪鼓，慌忙的矢口否认道。燕温岚把帝王吓唬了一通，嘴角勾起一丝嘲讽，没再看那碍眼的帝王，转眼将目光落在了谢维清身上。谢维清抿了抿唇，轻声唤了句：“王爷。”瞧这样子，像是被吓得不轻。燕温岚伸手抓住对方的手腕，没怎么用力。既然是皇后宣召，那本王就带人去交房宫了，皇上不介意吧？话落，那道阴冷可怖的目光再次落到台上的帝王身上。梁朝身下一湿润，脸涨成紫红色，不介意。燕青自便。燕温岚带着谢维清转身走出朝阳殿，一出殿门，外面的日光晃人眼。谢维清方要抬手遮一遮那灼热的阳光，一旁抓着他手的人不知从哪拿出来的油纸伞，修长的手将其撑开，挡住日光。谢维清不自觉地盯着燕温岚的手，他出神地想，眼前这般好看的手，若是沾了血迹，会是怎样的？片刻，他回过神，见燕温岚在自己身旁撑着伞，谢维清顿时感觉到一阵不自在，他目光偏移，没敢看向对方。谢维清从未跟不熟的人共撑一把伞，从里到外只觉得特别不自在，但自己又不好离得远，万一对方是觉得自己在嫌弃，那真就是只有死路一条了。多谢王爷，你我之间无需多谢。燕温岚原先冷冽阴沉的语调变得缓和许多，谢维清愣了愣，一时之间竟没能将身旁的人同刚才在朝阳殿杀人冲撞皇帝的人挂上钩。王爷怎的来了？谢维清想起了倒在地上已经死去的小宦官，心里有了个胆大的猜想。宫里的探子说你被宣入宫了，本王不放心，就进宫看看。燕温岚语气偏淡，声音很是低沉磁性。第12章明晚之约。谢维清有些睁大双眸，下意识抬眼看向了燕温岚，他唇线微抿，有点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在宫里安插探子这种事，对方也不怕被人听了去，就这么光明正大的说了出来。他欲言又止，王爷。燕温岚完全没把谢维清的顾虑放心上，维清怕什么？就算传到皇帝耳边，也只不过是无能狂怒罢了。谢维清还真是说话狂妄啊！交房宫离朝阳殿其实不远，但路却是不同的。一炷香后，燕温岚将人送到交房宫宫门前，低声同身旁的人说道：“进去吧，本王让竹轩在外面候着，等会儿送你出宫。今夜有事就不去你那了。”谢维清脸上蓦地一骚，顿时心生几分羞恼。这话说的好像他日日夜夜盼对方来似的，更何况这是在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之下，怎么有人能说出这番话来？他咬了咬牙关，还是忍不住委婉的同燕温岚说道：“王爷，你我尚未完婚，还是注意点分寸为好。”燕温岚看着眼前脸皮薄得很的人，眼底划过了一丝晦暗，而后骤然笑道：“好，依你便是。”谢维清一瞬后悔自己方才应当直接说，让对方日后莫要在半夜来他院子里，就跟闹鬼似的。他没来由的想起了昨夜没声没息的，若不是看到燕温岚进了屋子里，他怕是怎么都不会发现屋子里还有另外一个人。燕温岚没有错过对方眼底划过片刻的懊悔，他垂眸看着谢维清的容貌，端详了好一会儿，噙着笑说了句：“明晚本王再来看你。”谢维清倏然看向燕温岚，一时之间都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好。他张了张嘴，此时此刻终于理解了父亲所说的话，若是见着人，自己也会被气得想要骂人。燕温岚挑了挑眉，语调倏地泛冷：“怎么不欢迎本王？不情愿？”
谢维清没傻到要在这时候应下，只为出这一口气。他垂下眼眸，温声说道：“维清并无不情愿，王爷明晚来，维清等。”燕温岚低低嗯了一声，转身吩咐竹轩务必将谢维清安全送回谢府，之后便去忙其他事情。交房宫内，琴音随风如水，听着便让人浑身轻松舒畅。宫里的工人都认识谢维清，见他来了，赶忙行礼：“公子安康。”不远处在一棵百年石榴树下抚琴的谢芷英似乎是有所感知一般，琴音指，二人四目相对，谢维清走了过去：“阿紫近来身子可还好？”谢芷英是属于看着端庄清冷的长相，正如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她轻咳了几声，露出笑容：“还好，小弟怎地入宫了？”泗水搬来一张凳子，谢维清落座：“我同阿紫说些家里话，你们就先退下吧。”是。谢芷英敏锐地察觉出了一丝不对劲，让泗水带人下去，守着宫门，不准任何人进来。随后起身，外面总归不是说话的好地方，随阿紫进来吧。两人进了偏殿的卧房里，谢维清合上房门，还没来得及问什么，便被自家阿紫抢先问道：“我这几日听说皇上给你和那位摄政王赐婚，小弟是怎么想的？”谢维清微顿：“阿紫当年如何想，小弟就是怎么想的。阿紫知道了，日后入了王府，一定要小心谨慎为上，能忍则忍。”谢芷英淡声说道。谢维清：“我知道，今日小弟入宫是因为皇上他没有拐这么多弯弯绕绕的，直截了当的说了出来，以阿紫的名义宣召入宫的。”谢芷英略微一想，他这是要你当他的眼线，可不只是眼线。谢芷英，这几年皇帝沉迷美色，无心朝政，但又时常害怕自己的皇位不保。燕温岚便是明晃晃挑衅皇权的存在，皇帝恨不得他死。谢维清眼里泛起一丝讥讽，可他自己怕得要死。如果在燕温岚没出现的时候，他内心还有些动摇，到底要不要为了谢家给皇帝办事？可他实在没办法为了一个快要被吓尿裤子的帝王办事。一世荣华富贵，世袭王位这些，还不知道对方能不能活得到大权在握的时候。他断不可能为了一个软弱无能的皇帝去和燕温岚作对。但他毕竟是皇帝，谢家一向忠君为国，小弟若是想其他的路子，难办啊。谢芷英叹了叹，不过万事要宜，你能自保为先，不准胡来。谢维清，谁也不想死，阿紫放心吧。两姐弟说了好些时间的话，还谈起了家里的事。不过谢维清终究不能在宫中待太久，临走前，谢芷英说道：“替我和爹娘问声安康。”好。谢维清走到门口，呼地一顿：“阿紫，若我做了什么有违谢家的事，你会不会觉得是我学坏了？”“不会，永远都不会。”谢家是晋朝开过来的元勋之一，世代同秦家忠君护国。谢家一共两脉，一文一武。谢维清父亲入朝为官，另一脉则是上战场镇守国土，都是为了晋朝的皇帝而肝脑涂地。出了交房宫，竹轩在宫门外等候许久。谢维清看着宫门口停放的马车，微微一愣。竹轩在一旁拱手说道：“公子，王爷说公路漫长，让属下备好马车送您回府。”马车上有摄政王府的专门记号，单一个蓝字，没有用其父亲的姓。谢维清上了马车，马车内还备着茶水点心，茶香四溢。他眼眸微动，这茶是当日与燕温岚出时时喝的茶，点心瞧着倒像是长安城内数一数二的民俗铺做的。马车很稳，一路走出了皇宫的宫门。回到谢府时已是未时末，兰竹在府门前等了一个时辰之久，见谢维清从马车下来，猛地就跑上前说道：“公子，兰竹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怎地这么久才回来啊？”“能出什么事呀？你家公子我又没掉半根毫毛。”谢维清有意逗他开心。兰竹见公子无恙，放下心来说道：“公子啊，还好王爷入宫寻您去了，不然今日可就麻烦大了。”谢维清微愣：“你怎么知道王爷入宫了？”兰竹指了指马车上驾车的竹轩：“他午时便来谢府告知我了。我本来想去找大人的，可是公子啊，您忘了今日夫人要回来，大人早上便赶完了事务，去平城接夫人了。”“平城是长安城的护城。”谢维清悠悠：“我是忘了父亲是个急性子，谁知道这回他还跑到了平城接阿娘。”第13章幽魂。临近申时最后一刻，谢观堂才带着自家夫人宋昭化回到长安。谢维清让厨房备好平日里阿娘爱吃的菜色，刚好洗尘之后便可以用膳。谢观堂趁着宋昭化回院子洗漱，赶忙拉过一旁的谢维清到里房说悄悄话：“待会儿你阿娘问起你的婚事，别出岔子啊！我没敢说，是你阿娘听到风声的，估计你这桩婚事已经传到南下那边去了。”谢维清，他轻叹一声，扶额无奈，心想着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那阿娘没问父亲您？谢观堂小声问了。为父把你拉出来挡刀了。谢维清沉默片刻，父亲是如何拿孩儿挡刀的？谢观堂习惯性想要摸一下自己的小胡子，可摸到的只有光滑的下巴。他顿了顿，目光飘向不远处：“为父就是按照你的意思说啊。”谢维清，所以怎么挡的？我就说你俩一见钟情，两情相悦，入宫求皇上赐婚了。谢观堂说的不情不愿，口齿不清，好似能把他杀了似的。谢维清默了默，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您也是这么和娘亲说的？谢观堂，应该不是，为父我
还是很靠谱的。二人在用晚膳时提心吊胆的，可就是没听见宋昭化问及此事。谢官堂松了口气，正当他想着同自家夫人去后院散散步时，就听到了对方开口说话：“为卿，你随阿娘过来。”虽说叫的不是谢官堂，可他还是被吓了一大跳，随后向谢维清投去了保重的目光。谢维清放下茶杯，对于自家父亲这种有难不同担的行为摇了摇头，起身跟着宋昭化进了偏厅。你父亲说你和那位摄政王是一见钟情，两情相悦。宋昭化没有拐弯抹角，开门见山就道：“还真是说了这个。”谢维清没有直面回答对方问的问题，而是反问道：“阿娘不太满意这桩婚事。”宋昭化并非不满意，你若喜欢，阿娘定是会支持你的。只是我瞧着那位摄政王，貌似并不是维清心中所喜的类型。为何？在阿娘眼里，对方是什么样的人？谢维清听到这番话，放下一半心，爱和你父亲作对。不过我见过几次对方，瞧着还像是个翩翩公子。不过我也见过对方当场杀人，这般的掌权者，喜怒无常，行事自私。宋昭化对燕温岚的印象不好也不坏，掌权者大多都是如此，但他怎么也不觉得自己这儿子会喜欢这类的人，除非只看中其相貌，并不知晓对方的为人作风。可对方也曾平定边疆，谢维清说，而且孩儿与之相处还算比较好的。宋昭化有些诧异，貌似青儿对这位摄政王还挺满意的，不过依为娘看，一见钟情的只有一人吧？是他入宫请旨赐婚，两情相悦呢？是指青儿对他并不排斥？可对。谢维清眨了眨眼，阿娘不生气，我生气有用吗？当年你阿子入宫是为娘不愿，你阿子说的好听，说什么困住他的从来不会是宫墙，但这几年他出宫省亲的次数屈指可数。宋昭化叹了声，又道：“那摄政王既然钟情于你，你也不排斥他，圣旨已下，覆水难收，你就好好准备婚事吧。”孩儿知道了。谢维清松了口气，跟宋昭化又说起宫中的谢芷英，聊了好一会儿才离开。宋昭化看着远去的身影，谢官堂一进来便听到了他轻嗤，哪有什么一见钟情，无非是那摄政王见色起意罢了。谢官堂刚要叹息一声，随即转念一想，猛地开口说道：“此话不对，当年我对你就是一见钟情的啊，这怎么能把我跟燕温岚那厮相提并论呢？”宋昭化语气微凉：“是你自己要并作一提的。”这天夜里，燕温岚好像真的同白日所说的那般，有事不会再来。起初谢维清还相信的，心想着终于能安心睡个好觉，谁知半夜起身如厕时，险些没被吓丢魂去。谢维清的卧房里被人点燃了烛火，缓过来了。谢维清看着眼前捂着自己嘴的燕温岚，这几日的温和裂开了几条裂缝，他心有余悸的给了对方一记刀子眼。燕温岚松开手，特地给人倒了杯水好，让对方压压惊。谢维清顾不得礼节，将茶水一饮而尽，缓了好一会儿，才哑声问道：“王爷不是说有事不来了吗？如今这又是哪出戏？”刚忙完，想着过来见维清一面。燕温岚态度比白日里还要温和，透着一股诡异感。尤其是在三更半夜，谢维清不受控制的打了个寒战，背后窜上一股透骨子里的凉意。他回过神，隐约闻到了卧房内好像有股淡淡的血腥味。半夜起身如厕的念头被他压了下去。屋外一片漆黑，卧房里的烛火透着几分温凉，让人感觉不到任何一丝温暖和安心。这个时辰了，王爷不困吗？谢维清放轻了声音问。燕温岚定定地看着自己，没有说话。良久，他嘴角微勾，眼眸似是屋外那无边的黑夜，声音微沉道：“不困。你是要去如厕吧？怎么还不去？”谢维清抿了抿嘴，望了眼屋外的夜色，心里正想着是屋外的夜色吓人，还是卧房里冷不丁多出一个人比较吓人。不敢。燕温岚问。谢维清深吸口气，没什么不敢的。走吧，本王陪你去。谢维清自知不能拒绝，就算他出声拒绝也是白费力气，多谢王爷。这下更吓人了。去净手时，燕温岚也跟在他身后，走路还没半点声音。若不是他知道身后有人，谢维清想了想，觉得还是知道身后有人这点比较吓人，就像是幽魂似的。谢维清压制住想要回头看燕温岚的念头，回了卧房有了烛光才看向对方，声音温和，叫人听不出半点感人的意味。夜深了，王爷何时回王府？本王不困。言下之意便是要继续待在这了。谢维清被对方这种不要脸的举动气得一恼，也不顾燕温岚还站着不坐，气恼的到床榻躺下，随后侧身背对人，扯着被褥盖住自己。没一会儿，卧房里的烛火被熄灭。还没睡过去的谢维清，一想到燕温岚还在卧房里，或许还在盯着自己，他就觉得浑身不自在，后背隐约爬上了一股凉意。他把被褥往上盖了点。好在燕温岚没有太过折磨人。过了半晌，许是听到谢维清那有些受惊的呼吸声，好心了一回，说道：“睡吧，本王过会儿就走。”第14章，这般早。谢维清听见燕温岚说的这番话，心底陡然一气，忍不住开口轻声说道：“王爷，您真的不困吗？”“您这么尊卑有别。”维清是等日后入了王府也要说“您吗？”燕温岚有些玩味道。
谢维清抿着唇线不出声，过了会儿低低回答了一句不是，听着貌似还憋了些许气，又碍于礼节或是习惯所言，想发火都难。燕温兰耳力极好，听到对方说这句话的语气，听着怎么都像是受气包似的，连生气发火都不会。好了，本王走便是，你好好睡吧。谢维清下意识转身看向他，卧房早已熄灭了烛火，窗外的月光照射进来，在燕温兰身上镀了一层幽光，他心脏猛地一跳，下一刻听到对方问自己不舍得了。谢维清就没遇到这种人，表面看着君子，行事作风完全不沾边，偶尔还学知书达理那套，净骗人。王爷走好，维清先睡了。他飞速说完，又将身子转回去，背对着燕温兰。行，愿为清好梦。燕温兰走后不久，谢维清就做了一场噩梦，梦见新婚那夜洞房花烛，自己不愿被燕温兰逼迫，把人骂了一通，还将其踹下床。之后对方恼怒不已，就说要杀了他。梦里的片段都是不连贯的，不知怎的就到了连夜逃跑的画面，结果还是没能躲过对方的追杀，最后快死的时候，一声鸡鸣把他从梦魇中拽了出来。谢维清头疼欲裂，按了按脑袋，忽地想起了昨夜燕温兰最后对他说的那番话。一番沉默过后，他有些心累的想，日后若是对方再说这种话，自己岂不是整日要被梦魇住？他扬声唤兰竹打水进来，过了会儿不见应答，抬眸一瞧，这天色刚破晓，自己又从不让对方或是其他小厮在房门外守夜，自然这个时辰不会有人伺候。他揉了揉太阳穴，起身倒了杯冷水一饮下肚，随后披着一件氅衣就走到屋外。天色破晓，雾水成珠，倒是另一番好景色。谢维清不由得想起了昨夜梦魇住的画面，也不知道是修的还是恼的，总之面上发热得很。他自行去打了盆冷水，纤长白皙的手没入冷水，冰得很。他捧着冷水往脸上招呼，随后拿着一方素帕擦干，神识有些飘远。若是等到大婚那日要洞房花烛，他要怎么办？谢维清，他木着脸回到卧房里，心想着还能怎么办？总不能傻到把人踹下床，一命换一脚吧。这几日燕温兰基本是半夜闯进谢维清卧房的，也不出声，有那么一两次是谢维清起夜撞见人了才知道。他已经从一开始的惊吓变得面无表情，甚至连睡意都没能被驱走。每回都是带着困倦同人说了几句话，便上床榻继续睡过去。这天宫里织造署的人又来了一趟谢府，说是要给谢维清量身形，定制日后的衣裳。好巧不巧，这日还是休沐，谢观堂不过是睡了一场好觉，一醒来就听说了这事。他顿时觉得不对劲，披上外衣就往院子外走去，急急忙忙问小厮：织造署的人在正厅还是在公子院子里？回大人，织造署的人直接去公子院子里了。谢观堂刚要怒气冲冲去看个情况，就被身后不急不慢走来的宋昭化拉住手臂。织造署的人来，你急什么？又不是给你做衣裳。那是给我们儿子做衣裳啊！谢观堂急道。宋昭化瞥了他一眼：我还没聋，你这么大惊小怪作甚？谢观堂憋着气不敢发，低声恶气道：一看就知道是谁的手笔了，他不怕树大招风，专程给咱们儿子奔上一个骄奢慕容的名声呢。说罢，他恶狠狠的低声呸了声。宋昭化，谢观堂说什么也要去谢维清院子探个究竟。见到织造署的人正给自家儿子量身形，他不轻不重的咳了一声，工人连忙行礼换了声见过大人。一旁的宋昭化自顾自坐下，见织造署的人还送了今年最新的布料，这些布料看起来还不错。夫人，这可是全天下最好最贵的布料了，王爷特命人送来给公子挑的。听到此话的谢维清有些不自在的别开眼。谢观堂不冷不热的说道：还特地送过来啊？本官瞧着也不是什么。父亲，谢维清出声打断了谢观堂的说话，孩儿看着这些都挺好的，您和阿娘过来正好，我让他们给你们量身子做几套。谢观堂还没来得及拒绝，顺带加句嘲讽，就被自家夫人给抢了先。这感情好，阿娘正愁着这月还没新衣裳呢。谢观堂，不是，区区几套衣裳就把他夫人收买了？你父亲不用，他皮糙肉厚的，你让人多做几件，我们娘俩穿就行了。宋昭化故意说道。谢维轻轻声笑道：好，听阿娘的。无人搭理的谢观堂默默地退到了角落。大婚定在了月底，日期逐渐逼近，燕温兰就没停过一日不来谢维清院子。不过今日倒是不在半夜闯进来，子时不到便闯进院子里，也不知是无意还是故意为之，竟然还叫兰竹给撞见了。公子！兰竹惊慌失措，下意识便想把门合上，不让对方进卧房内。燕温兰抬手挡住，就像是进自己的卧房一般，自然而然地走进了里房。你这小厮怎么还在你卧房里？跑回来生怕公子有生命危险的兰竹。谢维清还未看完手中的书，见燕温兰不顾他人就进自己的卧房，下意识脱口而出问道：王爷今日怎么来的这般早？燕温兰眉眼泛起了淡淡的愉悦，今日无事，想着见你就来了。一旁的兰竹，他怎么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多余了？谢维清眼皮微跳，生怕对方还要说出什么见不得人的话来，偏头看向兰竹，吩咐对方先下去。兰竹犹豫，瞧着公子那般神情，也不像是被迫的，但孤男寡男的，还是深夜。他看着谢维清迟迟不应声退下，
谢维清看着对方一副比哭了还难看的模样，无奈道：“我无碍，王爷今日来只是与我商谈婚事，你放心吧。”燕温岚挑了挑眉，没有拆穿对方的话术。怎么，本王同未来的王妃商谈一下婚事都不行？谢维清怕燕温岚会对兰竹发怒，赶忙又道：“好了，兰竹，你下去吧。”兰竹声音颤了颤：“是，公子。”第15章为夫者。燕温岚见谢维清的小厮退下后方，才打趣对方：“商谈婚事？本王怎么不知还要商谈什么婚事？”谢维清把书合上，抬眼看向燕温岚，语气偏淡，可听上去还是很温润。不说商谈婚事，难道要说是王爷不顾礼数半夜私闯吗？见你也是不顾礼数。燕温岚挑眉，有些好笑的问。谢维清认真道：“是，本王明晚还来，后天也还来。维清要恼我吗？”谢维清，他敢说一个恼字吗？这段时间他也算摸准了，现在燕温岚对他的态度，无非就是色心骤起，对他有些新鲜感，所以态度有些许改变。这不过是逗逗宠物的想法罢了。试问若真喜欢，怎么可能明知他看中礼数，却每每夜闯他的院子？这般做法，不知的还以为他这里是巧欢楼。谢维清垂了垂眸，轻声道：“不恼，又没什么用处，只会让自己更不开心。”话音落下，燕温岚不知是觉得没趣了还是什么，总之没再说话。谢维清等了等，余光中见对方坐着，就这么定定地看着自己，又好像不太懂那人此时的做法。他眉心微凝，片刻后没再去想，翻开书继续看了起来。卧房内点着香烟，随着时间的流逝，烟灰落了一大截。谢维清双眼有些泛酸，他揉了揉眼，正打算合起书放好，冷不丁的听到了燕温岚的声音：“夜色深了，平日这时辰不是要就寝了吗？”谢维清蹙了蹙眉，这么说搞得很熟悉他似的。他轻轻嗯了一声，随后抬眸看向对方：“王爷打算何时回去？”“等你睡着了就回去。”燕温岚话音一转，语气倏地一冷：“怎么这么想赶本王走？”谢维清没有被唬住：“没有，维清是担心王爷身体。”燕温岚眼底划过一丝兴味：“怎么担心的？医者常说，夜间是阳气收敛、阴气盛的时段，应该要歇息以养足阳气，若长期晚眠会导致阳气耗损的。”燕温岚眼底兴味愈浓：“你还懂医？”“只是看过一些医书。”谢维清温声回道。燕温岚没有心生怀疑，他这几日不是看见对方捧着书安安静静的看着，就是看到被翻动过的书放在了床边的木柜子上。这么喜欢看书，日后本王让人给你寻一些古书来，可好？他随口一说。谢维清眼眸微亮，他这几年也有让人去寻古书或是失传的乐谱之类的，不过寻到的都寥寥无几。那位清先谢过王爷了。他声音不自觉带上了一丝雀跃。还想要什么？到时候跟竹轩一并说。谢维清知道这些对于掌权者不过是一句话的事，他笑了笑：“好，维清知道了，不说多谢王爷了。”燕温岚跟着笑了笑，随后揶揄地问道。谢维清蹙眉思索了番：“不应该是谢竹轩吗？”燕温岚眸光微沉，语气听不出喜怒：“要谢本王。”“多谢王爷。”谢维清的声音很好听，清和温润，像是春风拂面，又像是悦耳的潺潺流水声。燕温岚眼眸微动，捻了捻指腹，语气含笑的应了声：“嗯。”他没有多待，替谢维清熄灭了烛火，就说要走。本王明晚有空便来看你，维清快睡吧。黑夜之中，燕温岚的语调显得格外温柔。谢维清不由得打了个冷战，他将被褥盖实，背对着燕温岚轻声说道：“王爷回去当心夜路不平。”“好。”所幸今夜燕温岚没再说什么愿君好梦之类的话。谢维清听到了房门开合的声音，心下松了口气。他翻身躺平，睡意很快就涌了上来。只是在当他翻身面对床外时，敏锐地注意到了卧房里还有人，并且就站在他的床前。谢维清下意识屏住了呼吸，眼睫不由得颤了颤。他张了张口，声音有些发干，很轻地问道：“王爷，是你吗？”“不是。”那人回答的斩钉截铁，但没想过把声音伪装一下。谢维清听着耳熟的声音，心松了口气，之后抿了抿唇，小声又很认真地对燕温岚说道：“王爷，你吓到我了。”燕温岚点燃了屏风附近的烛台，随后走到谢维清床边前：“本王以为你会叫。”谢维清，原来这3番4次吓唬，就是想看他叫是罢。他咬了咬唇，遏制住自己不要发火，随后转念一想，他好像也不怎么会。谢维清只觉得眼前黑了又黑，要是日后再这般，他说什么也要同人好好说一番。怎么一肚子坏水？燕温岚见对方小半天不出声，还以为自己把人给吓傻了。他弯腰凑近戳了戳谢维清：“怎么不说话了？被吓到了？”谢维清小幅度的点头：“都说被吓到了。”燕温岚闻言顿了顿，随后收回手，直起身板：“本王以为你已经开始梦周公了，不是诚心要吓你的。”谢维清抬眸看向燕温岚，卧房里只点燃了一盏烛台，还是昏暗的很，烛火的光勾勒出对方的轮廓。“王爷不困吗？”燕温岚盯着眼前人的目光，声音低沉而缓和：“睡不着。”谢维清眨了眨眼，心里闪过一个念头，他犹豫片刻，还是开口说道：“所以王爷才会来维清院子里解闷。”“算是。”燕温岚向来喜爱好看的事物，
那日把谢官唐那党人气得不轻后，便起了去南城赏荷的心思，谁知道还会碰上这么合他眼的一个人，像极了儿时母妃对他期望的模样。玉树临风，知书达理，他的目光一寸寸贪婪地看着谢维清，丝毫不掩盖眼底的晦暗。燕温岚看着眼前目光平和的谢维清，忽地叹了声息：“你怎么不怕？”谢维清，王爷又不是动辄打骂，如何让为清怕？才不会打骂你，顶多就是教训一顿便是。燕温岚说到后半句，意味不明地笑了笑。谢维清，他下意识说道：“王爷又不是维清的父亲，也不是夫子，怎么教训？我如今可是带了官的，嫁者从夫，本王训不得。”燕温岚挑眉道：“这如何能体现为夫者？你我皆是男子。”谢维清许是困极了，不该说的话张口便来。燕温岚眼底泛起淡淡的笑，本王还以为维清不懂这些。他回过神，猛地反应过来自己说了什么，眼神有些许闪躲，低声否认道：“维清不懂王爷在说什么。”燕温岚却搬出了君子那套说法：“君子之言，信而有征，维清不会再否认吧？”谢维清，又或是先行其言，维清打算何时付诸行动啊？燕温岚似乎是逗人逗上瘾了般，压不住语气里的笑意。第16章喜福。谢维清被燕温岚说的耳热，闷着气轻声说道：“王爷瓜田不纳履，礼下不正官，貌似王爷做的更不是君子所为。”燕温岚忍着笑：“可本王本就不是你口中所说的那正人君子。”谢维清又憋了一口气，心下不再想着去搭理燕温岚这等人，翻身背对着对方，声音闷闷的：“王爷快回府就寝吧，免得伤了身子。”燕温岚有些呐喊：“你怎么连发火都不会？”谢维清默了默，心想改日他便跟父亲讨要几番骂人的本领。他接着闷声闷气的说道：“为清罚了，还请王爷莫要打扰。”说罢，还真就不理会燕温岚这人了。燕温岚在卧房床榻前站了有半炷香，见谢维清真打算将他视若空气，心下无奈失笑，也没再继续打扰对方，还真就听话的越墙出了谢府。婚期逼近，宫内的人送来了一整套绣好的喜服。谢维清起初还担忧自己是不是要穿女子的款式，直到喜服送到谢府，才松了口气。好在燕温岚在外，没打算让他宫外人取笑，否则还真就……公子，快穿上试试吧，也好让奴才们知道还有哪些地方要改的。宫人的话打断了谢维清心中所想，他淡淡应了声。兰竹进去伺候自家公子更衣，喜服是近乎要灼伤人眼的正红色。兰竹下意识看向了谢维清，看到了对方身上的抵触感，随后转瞬即逝。兰竹在谢维清身边伺候了几年，从5年前摄政王回长安，公子便会时不时出门听那些说书的说起摄政王来，后面还会让他去打探有关对方的传闻，这难道不是喜欢吗？怎么瞧着他家公子一点不情愿？兰竹大抵还是13、14岁的孩子，心中所想的都写满了在脸上。谢维清见他一脸困惑不解的样子，不由得好笑：“你在想什么呢？”兰竹没想什么，没想什么，就替我把这套婚服穿上吧，比往日的衣裳还要繁琐。谢维清语气平和的说道。兰竹只好将那些想不通的情情爱爱抛到脑后。是一套喜服穿戴好，几乎花了1炷香的时间。好在兰竹平日伺候习惯了，比较熟练。谢维清看着铜镜里的自己，一身喜红，青丝半披着垂落至小腿肚处。兰竹用梳子将其梳顺，不由得夸赞道：“公子这头发养得真好，墨而发亮，还不会打毛发。只是这头发这么长，大婚那日可是要将青丝挽起别冠的。”兰竹犯了难，平日里自家公子很少会将头发全部挽起别冠，自己也就没专门去学这个。兰竹今日便和府里其他丫鬟学学。好，麻烦兰竹了。谢维清温和笑了笑，如今就先半披着吧，左右今日不是大婚，不碍事的。是，公子。谢维清带兰竹用一只玉簪别住半挽起的青丝，就走出屏风，给宫里织造署的人看。在场的无不被惊艳出声：“公子，这身喜服可真衬您。公子不愧是长安无双啊，大婚那日定能教王爷挪不开眼。”谢维清眼底的笑意淡了些，语气依旧温润平和：“还请各位看看还需改哪些地方。”这腰，身旁一位绣娘眼尖，下意识出了声：“小官认为这腰身部分还得改一改，公子可否觉得松了些？”谢维清略微顿了顿，有些许。绣娘说道：“是公子这腰太细了些，原先特地预留的部分，谁知派不上用场。这喜服一试便试了1个多时辰，午后宫里又派来了人，据说还是贵妃派来的。皇后病弱，皇帝体恤，掌管凤印馆后宫一事，便交给了王贵妃来代理。”贵妃大人同王家断绝来往已有10来年，贵妃怎么派人过来了？兰竹说出了心中的疑虑。小厮领着宫里的嬷嬷到谢维清的院子处，公子是宫里的嬷嬷，说是奉贵妃之命秉公规办的事。谢维清有种不太好的预感。何时？宫里的长侍嬷嬷看起来也有4旬，鬓角花白，见过公子，奴婢奉娘娘之命，特来教公子一些房中事的。兰竹，什么？谢维清摁住兰竹，大抵还是年纪小，怎么就被吓住了？脸皮这么薄？长侍嬷嬷转了转眼，没太计叫兰竹的大惊小怪。公子是个明事理的，连心，你们几人将带来的书籍搬去公子？
卧房吧。谢维清随口一说，只是想着那等书籍别脏了书房罢了。听见公子说是哪儿了吧？还不快去！长侍嬷嬷摆了摆手，让工人将一箱子的东西搬去卧房。长侍嬷嬷随后讪笑道：“公子莫恼，这也宫里的规矩，凡是嫁与皇室或是嫁与公爵，都是要走这番流程的。”我知道。长侍嬷嬷让谢维清叫旁人退下，随后又挪步去了卧房的外厅处。公子，那奴婢这就开始讲了。谢维清神情有些不太自然，低低嗯了一声。长侍嬷嬷说了有半个多时辰，从最开始的洞房花烛要喝合卺酒，再到更衣沐浴要做的事情，详细的不能再详细。公子，男子交合始终有悖阴阳之道，王爷怕也不会顾及您太多，所以这该做沐浴礼还是要认真仔细的做完。谢维清耳尖热得滚烫，知道了嬷嬷。长侍嬷嬷离开谢府时，天色渐晚，谢维清再也忍不住，扬声唤兰竹去打一盆冷水进来，将整张脸全都埋进冷水中。过了会儿才冷静了下来，他捂住脸，脑海中全是长侍嬷嬷讲的每一个用功招式，耳边回荡的竟是些污秽之话。兰竹还没到启蒙的时候，不过也快了，但还是不理解为何又要派人前来教导一番。他默默退了出去，没让公子无面。谢维清缓缓吐出口气，把手没入冷水中，过了会儿就捂住自己发热的耳朵，试图将其温度下降些。他无意间瞥到了桌面上放着的春。公途猛地一起身，直接走出了卧房，来了个眼不见为净。夜里子时，燕温岚又雷打不动的越墙闯进了谢维清的院子里，这回他是连装都不舍得装一下，在对方小厮的眼皮子底下就将卧房门推开走了进去。兰竹还没来得及同自家公子说一声，他看着走进去的背影，急忙也跟着进去，生怕会对谢维清做些什么事情来。结果对方顿住脚步，单单一眼便让他吓住，好在公子出声让他退下。他心有余悸地拍了拍胸脯，想起方才摄政王那眼神，分明是觉得他碍眼，想要把自己除掉。因着今日下午一事，谢维清完全没心思看书，只好到曲水亭处抚琴。燕温岚到时，他刚好回到卧房，都未能坐下歇息喝杯茶，就见对方走进屋子。第17章不翼而飞。谢维清见燕温岚轻车熟路的进自己的卧房，心中有些恼火，但又不好发作，总不能把人赶出去，闹得府上人尽皆知，到时候父亲得知，指不定要与之争执。他在心里叹了叹气：“王爷，燕温岚，放心，只有你门外那个小厮看见了。”谢维清，谁问这些了？若是被其他人撞见，屋外早传来自家父亲的声音了。今晚最后一次在大婚前见你，真的。燕温岚坐在了谢维清的对面，目光直直的盯着眼前气质温润的人，见对方面前的茶杯还是空的，主动倒了茶水。谢维清垂眸看着对方给自己倒的这杯茶水，没有立即回话，而是抬眼看向燕温岚。下一刻，眼前的人笑了笑：“不是维清嫌弃本王不懂礼数吗？”谢维清唇线微抿，低声反驳道：“维清可没说过。都说君子发乎情而止于礼，离大婚还有3日，虽1日不见如隔3秋，但本王还是会为了维清可以忍一忍的。”油嘴滑舌，谢维清心里嘀咕着，他忍了忍，觉得还是宁愿对方同之前一般，也不想见对方说这诡异的知乎者也。维清从未嫌弃过王爷，是王爷多虑了，王爷做回自己便好。他轻声说道：“这么说的话，明晚本王还可以来见维清。”谢维清沉默少许，刚要忍下答应对方，就听到燕温岚含笑道：“罢了，待入府后就是天天可见了，区3日便留给维清好了。”燕温岚今日没有待多久，替谢维清灭了卧房的烛火，便要走。谢维清翻过身看向对方，心里总觉得对方还跟上回一样，想要半夜吓唬他。燕温岚拿着火折子，火光落在修长的手上，谢维清不由得循着光源看了过去，盯着那只手好半晌。维清不是说乏了？他眨了眨眼，挪开视线，合上眼眸：“王爷夜路当心些。”“好，维清好梦。”燕温岚下意识放轻动作，关上了房门。次日，谢维清难得睡到了辰时，兰竹正要叫他起身沐浴更衣，一进卧房便见自家公子坐在罗汉榻上，问道：“公子昨夜睡得可好？”“还不错。”谢维清只穿了件双白里衣，再套上一件暮云灰色的宽袖外纱，青丝披散，几缕青丝顺着低头的动作垂落。小案上摆着一盘棋。“大清早的，公子怎么就来了？兴致下棋了？”“不是，昨夜睡前刚好看到棋谱中有一局残棋，便想着能不能复原罢了。”兰竹让小厮端水进来：“公子先去沐浴更衣吧。”谢维清沐浴更衣完，便走出屏风，忽地一顿。兰竹疑惑：“怎么了吗，公子？”他的目光落在不远处的桌子上，昨日长侍嬷嬷放在桌面上的春。公途不知去了何处。兰竹，你收起来的。谢维清说着，抬手指了指桌子处。兰竹一头雾水：“没啊，公子，昨夜兰竹都没进卧房。”谢维清没有说话，面色微凝。兰竹又道：“会不会是院子里的其他小厮进屋子收拾打扫的时候拿走放好了？昨夜我没让任何人进屋打扫过。”谢维清声音沉了沉。兰竹挠挠脑袋，这兰竹就不可而知了。谢维清心下已有决断，长侍嬷嬷走后，他就没再碰那本东西一下。
昨夜进他卧房敢顺走东西的，除了燕温岚还能有谁？这事猜的十有八九。他皱了皱眉，有些难以启齿，又有些恼意。罢了，不见就不见了吧。用过早膳，谢维清本想着到曲水亭赏景来着，谁知就见到府里的下人开始布置喜绸红花，着实的瞩目，红得刺人眼。他脚步停了下来，连那曲水亭也不能幸免，被挂上了红绸。谢府里里外外不出半日，就挂满了红绸，像极了当年阿紫入宫时的场景。兰竹声音有些发涩的唤了声公子，谢维清转身，声音好像融进风里，随风而去，无事。谢观堂同样看不惯这红花喜绸的，见府里的小厮还要往他院子上挂红绸，干脆眼不见为净，直接躲回房里，对外就称热病不去上朝，一躲便是躲到了谢维清大婚前日晚。还是宋昭化把人拉了出来，你这是做什么？明日妻儿大婚，你做父亲的还不肯用膳，日后想要在一张桌上可就难了。谢观堂犹如醍醐灌顶，抓住自家夫人的手腕，念从心起，夫人所说极是，今夜要不我们就速在。宋昭化无情打断他，我现在就让人请大夫给你治病。谢观堂晚膳摆在了谢维清的院子里，周围到处挂着红绸，贴着喜庆的双喜字。谢观堂叹了又叹，却在见到谢维清时挤出了笑脸来。儿啊，魏父同你阿娘来陪你用膳，让我看看都有什么菜。谢维清弯了弯眉眼，都是些家常菜，父亲若是想吃山珍海味，那得改日了。谢观堂忍不住嘀咕，都快离开家了，怎么还不知道吃些好的呢？他没有刻意压低声音，在一旁的谢维清听了个大概，他摇头失笑，父亲啊，这说的好像孩儿是去受苦一样。宋昭化亲自夹菜到谢维清碗里，亲儿别理他，想吃家常菜咱就吃家常菜。谢观堂夫人这话说的还没说完，就被对方淡淡瞥的一个眼神给止住了话头。他有些讪讪的摸了摸鼻尖。谢维清吃得很慢，私心想要多陪陪父母，他给宋昭化加了对方爱吃的鱼肚，阿娘吃。谢观堂左等右等，见家菜没他的份，当下就不满了，为父的呢？谢维清抿嘴笑了笑，轻声说道，父亲不是不想吃家常菜吗？我哪有说？谢观堂反驳，又迫不及待地催自家儿子，快，给为父夹菜。宋昭化好笑道，谢大人没手呢，夫人你也夹菜给我。谢维清笑意直达眼底，像是成了满天星河，瞧着父亲在一旁乐呵呵的，他笑着说道，都说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父亲和阿娘可谓是长安有名的恩爱夫妻了。谢观堂得意到嘴角上扬，压都压不住，那不是，哎呀，别人羡慕不来的。说完他话把不住门，又道，只可惜你们遭了老罪，只因入了宫，你又……宋昭化抬手二话不说就敲了谢观堂的脑门，你哪壶不开提哪壶呢？谢维清默了默，轻笑道，没事的阿娘。说着他自行倒了杯酒，起身颇为认真的说道，孩儿明日大婚，不能时常陪伴父亲和阿娘，是孩儿不孝。话落，仰头将一杯酒饮尽。第18章张狂自肆。谢观堂眼看着谢维清将酒一饮而尽，略微着急道，哎呀，傻孩子，你喝什么酒啊？别喝了，为父和你阿娘健朗得很，不能陪伴，为父还巴不得呢。以后府里就我跟你阿娘，别提多数事了。谢维清低声，孩儿明白。谢观堂一阵懊恼，猛地一拍大腿，叹气道，早知道让你小时候多野几年了，现在这么懂事，去到燕温岚那不得欺负死啊。谢维清被说的有些不自然，抿了抿嘴，低声说道，不会的，父亲，他要是欺负你了，你就直接回来，甭管他，宫里你阿紫不能回，我还不能让你从他那摄政王府回来了。谢观堂没有直接说帝王，只是言语里显得颇为不满。谢维清垂下眸，心里多了几分考量，他冷不丁的开口，前些时日皇上曾宣召孩儿入宫一叙。宋昭化夹菜的动作一顿，蹙起秀气好看的眉，皇上，他与你有什么好叙的？谢维清似是不太好说的样子，踌躇几番，谢观堂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倏地看向对方，心提了上来，试探性的问道，皇上是不是让你办事了？皇上让孩儿去监视摄政王的一举一动，定期向他汇报。宋昭化略微思索，依皇帝的脑子，出此谋者怕是另有其人。他说完，目光看向了谢观堂。谢观堂闷着声音，不是顾家就是王家，他们早就蛇鼠一窝了。顾家有太后，王家又送了自己女儿进宫当了圣宠数年的贵妃，两家都要吸着皇帝的血。谢维清轻声，孩儿不是很懂朝中之事，父亲，王二家若是蛇鼠一窝，谁是蛇，谁是鼠呢？听说太后已经有5年没有出康宁宫了。他又道，谢观堂低声，宫里传过流言，而这是为父也只能知晓一部分。5年前，燕温岚从边疆回长安，直接骑马带人闯进皇宫，幽禁了太后。谢维清蹙了蹙眉，这是怎地不见父亲说过？宫中秘闻，为父怎能随口说出去？谢观堂说道，至此，太后没再出过康宁宫，当然这是半真半假，为父只能说燕温岚他骑马带人闯宫是真。宋昭化哑然，压在心底的担忧在此刻控制不住往上冒，如此张狂放肆，拉妻儿明日入他王府，岂不是？
阿娘，谢维清及时打断，放轻声音宽慰道：“传闻有真有假，兴许那日只是他在战场血性未定，狂了点。”宋昭华默了默，张张嘴没有出声，心想着自己跟自家儿子是不是出现了认知上的错误，这叫狂了点，就差不往龙椅上搁那一座了。谢观堂听着谢维清给燕温岚说好话就心烦，摆摆手，罢了罢了。谢家说到底没有参与当年秦家一事，想必不会这么肆无忌惮的。当年秦家一事，太后想必是幕后主使之一，燕温岚那厮拿了兵权，怎么可能会不出口恶气？谢维清眼眸微动，心底下亦是想，若是按照燕温岚那性子，直接把人秘密处决了，不更解气吗？太后是主谋，可朝堂上顾家尚在，还有一席之地，一党之争，又是皇帝生母，杀了或许是报仇解气，但也意味着后路截断，秦家再无洗刷冤屈之日。可叛国通敌的名声，又谈何容易洗刷？谢观堂没想过让谢维清知道这些，生怕对方会卷入另一场漩涡当中。但转念一想，燕温岚请旨赐婚，何尝不是已经把谢家全部拉了进来？他叹了叹，为父见过小时候的燕温岚，模样长得乖巧懂事，不知是多少皇室王公夸赞的榜样，又是当时摄政王妃亲自带大的。维清啊，但此人历经种种，心性早已大变，切不可以常人之心去看待。谢维清心底沉了沉，声音有些发干：“孩儿知晓。”聊至深夜，谢维清起身回了卧房，还没到，不远处便看到了卧房亮着，兰竹在一旁生疑：“公子今夜都没回过卧房，怎么有人点了烛火？”谢维清眼皮微微跳了下，偏头同兰竹说道：“夜深了，你先回偏房吧，不用伺候了。”兰竹：“可是公子，我一个人静一会儿。”自家公子都这般说了，兰竹也不好再说什么。拉兰竹让人打水给公子洗脸漱口，放门外便可。是。谢维清只身推开卧房的门，吱呀一声，外厅并不见人。他撩开珠帘走进里房，屏风旁的衣架子挂着明日要穿的喜服，一片赤红。他别开眼，将目光落在了屋内另一个人的身上。燕温岚自顾泡了盏茶，倒了杯茶留给了谢维清。维清终于舍得回房歇息了，可叫本王等了好久。喝口茶，聊了许久，想必口渴了吧？燕温岚笑了笑，眼底却不见一丝笑意，语气就像是在学对方似的，不过竟是些拙劣的温和，显得生硬又诡异。谢维清落座，有劳王爷亲自泡茶了。燕温岚：“泡茶乃是雅事，怎会劳烦？”谢维清抿了一口茶，略微一顿，抬眸看向燕温岚：“王爷这是又寻得新茶了？”“是啊，今日刚得的，还未喝一口，等着同维清一起喝茶。”闻着好浓的茶香味，长时又唇齿回甘。谢维清有些新奇，一双桃花眼看向对方，双眼微亮。燕温岚勾起笑，盯着眼前人盯了片刻，方才回答道：“是福安特产的乌茶，以往都是与他国互送的上等礼品。”谢维清：“原来如此。”燕温岚见对方茶杯落了空，又给人倒了7分满，王府的茶叶多的是，日后都让你喝个够。谢维清眨了下眼，王爷还有如此闲情雅致，是维清见怪了。燕温岚忽的轻笑，想要替自己辩驳几句，但还是没说，只是说道：“日后你就知道了。”他说完，冲着屏风旁的喜服点了点下巴：“如何？这套喜服可还满意？”谢维清抿茶，而后温声说道：“满意。”燕温岚吃了吃：“当初你的喜服是由王贵妃命人操办的，维清不妨猜猜他给你操办的是什么样式？”谢维清忽的想起前几天宫里来了人，心下也有猜想，不知燕温岚是女子样式的喜服，若不是本王，维清明日便要做花轿了。王爷此话何意？谢维清有些愣住，他已经做好了要上花轿的准备，但如今却告知他不用。我自知维清是不愿的，明日维清可是要风风光光骑着马入我王府大门的。第19章大婚。谢维清没想过燕温岚会如此，愣神了片刻，随即扯出一丝笑意。若没有这番赐婚，他也无需骑着马风光入另一处的府门。王爷待维清可真好。燕温岚不是什么傻子，自是知道对方一直都是不愿的，觉得他好，不过是一时的委曲求全罢了。维清知道便好。燕温岚声音凝起几片冰霜，他说罢起身，冷沉的目光落在谢维清身上。明日大婚，早些歇息吧。谢维清不自觉地抓了下手背，没有对上燕温岚的眼神。王爷也早些歇息，莫要伤了身子。这夜终究是睡不好的。谢维清都睡不足2个时辰，便被梦到的噩梦给惊醒，头晕脑沉的，偏头看向窗外时，庭灯还尚未熄灭。他左右睡不下去，索性披了件略显单薄的氅衣，便推开卧房门。兰竹。谢维清愣了愣，看着在一旁撑着精神守夜的人，心底忽的泛起酸涩。他从未让人在自己房门前守过夜，可能是因为今日有所不同吧。公子怎地醒了？还没到时辰呢。谢维清刚要说自己没了睡意，就听到兰竹说道：“公子回房罢，大喜的日子没到吉时是不能出来的。”他哑然，随后无奈笑了笑：“你何时信这些？”兰竹低声：“不一样的。本来这大喜日子就不够好了，若是不遵守及时出了门，万一公子入府后，兰竹不敢深想下去，只是一味的劝自家公子回卧房。”“好啊，我回去。”谢维清温声道，
细听之下还带着一丝笑意。大婚当日，新人要卯时起，沐浴点香，换上喜服更衣梳妆，日出时便要奏乐而起，迎日出，当去一切霉运邪魔。谢维清瞧着天色渐明，等了还不到2炷香，宫里的人便进府，带着一帮子宫人大张旗鼓地走进了他的院子里。公子，时辰将至，还请起身吧。从这刻起，一切的流程都必须严格按照规矩走，虚喊3声才能入门。迎时府里的下人便烧起了水。宫里的嬷嬷带着相国司的方丈过来，只待谢维清沐浴过后，便可听着佛经，沐浴的声音随着方丈诵经一并而响起，进去邪物恶气，再由方丈亲自点水。公子此后业障消除，福泽已至。宫里的嬷嬷笑道：“公子日后可有福气了。”兰竹听了，不由得为谢维清高兴。他下意识看向自家公子，发现对方神情并没什么变化，嘴角扬起的笑意渐渐隐去，随后问道：“现在是不是要更衣了？”嬷嬷笑道：“不急，相国司的方丈还要同你家公子说呢。”谢维清眼眸微动，敢问方丈可要说些什么？境随心转则悦，心随境转则烦，望施主切记。谢维清温声道：“多谢方丈。”嬷嬷随即让工人上前伺候对方更衣内服，层层红衣，最后披上玄色的大袖氅衣时，还特地同谢维清说道：“这可是王爷为您求来的，陛下特许，奴婢就说公子好福气，有王爷这般对待，定是长安城无数人羡慕不来的。在晋朝，只有皇室王族成婚才能有资格穿戴玄色。”燕温岚这是明晃晃的挑衅。谢维清笑了笑，眼底却不见其笑意。他声音温润道：“王爷待我是极好。”穿戴完毕，屋外已是天光大亮，鼓声随着日出而响，是大婚时的鼓吹乐。下一刻，噼啪的爆竹声起，宣告着吉时已到。鼓乐喧天，公子，吉时到了。谢维清淡淡：“请新人抬脚。”廊道上全是提前安排好的人，每走一步，祝语不断，还有撒花和瓜果的落在地上的声音被淹没在人声鼎沸中。良缘永缔，同佩荣齿，鸳鸯于飞，必之罗织。君子万年，福禄宜之。谢维清一瞬抓紧了兰竹扶着自己的手，随即松开。府门前站着的是谢维清的双亲。谢观堂别开眼，又很快看向谢维清，声音干哑，张口良久无言。还是一旁的宋昭化勉强提起笑容说了几句：“青儿这般俊俏，可不能愁眉苦脸的。知道你舍不得阿娘和你父亲，但今时不同往日，如今也是要成家的人了，要多笑笑才是。”谢维清一言弯了弯眉眼，他知晓阿娘言下之意，周遭不是有燕温岚的人，便是皇宫里的人，指不定要被诟病。他扯出笑意，假意抹了抹眼角的泪，温声道：“知道了，阿娘。”鼓乐又起，嬷嬷在一旁低声道：“公子莫要再哭了，当心让王爷见了心疼。”谢维清愣了愣：“王爷。”话落，噼啪的爆竹声响起，鼓乐由远而近，逐渐同谢府的鼓乐融合在一块，声势浩荡。迎亲队伍走入眼前，停在了谢府大门。谢维清下意识看向了最前方的人，那人一袭玄赤喜服，剑眉高挑，凤眸狭长，不等他反应过来，对方便下马走向自己。让他回神的还是谢观堂的一声冷哼：“王爷怎的来了？”谢维清是真没想过燕温岚会亲自来迎亲，自是来接郎君的。燕温岚压低声音侠逆的说了这么一句，还未等谢维清给什么反应，站在身旁的谢观堂听着就忍不住喝推了声，随后暗骂道：“不要脸，光天化日，大庭广众，竟说些无耻之言。”谢维清被燕温岚这声郎君弄得有些不知所措，不自在的挪开眼，没有应声。对方也不继续逗人，反倒是看向了谢观堂，语气含笑道：“岳父大人。”谢维清眉头一跳，谢观堂猛地提起一口气堵在嗓子眼处。谢维清不由得伸手拽了下燕温岚的衣袖，生怕对方再说些什么话刺激到自家父亲，轻声说道：“吉时已到，王爷别误了时辰。”也好，听为亲的。燕温岚语气温和，随后有礼有节地向宋昭化拱手行礼问候了句。迎亲队伍几乎占满了长安最繁华的街道，鼓乐齐鸣，爆竹声声。按照礼数，需绕长安一圈才能停在另一方府门前，但又要遵循吉时，一般都会择取一条最佳的路线，保证不能错过最佳的吉时。从谢府出发时已经是4时1刻，吉时既至，敬告天地。迎亲队伍停在了摄政王府大门前，燕温岚率先下了马，随后伸手向还在马背上的谢维清：“维清下来。”第20章，谢谢，请新人燎火。谢维清抬脚跨过火盆，随后下意识看向了燕温岚，无他，这周遭围着的人，他也就认识对方一个。燕温岚挑了挑眉，同他一般也跨了一次火盆。一旁执礼的人下意识不顾燕温岚是何许人，急忙道：“王爷不可啊，这会坏了礼数的。”又是礼数？燕温岚不咸不淡地问了句，声音貌似还有些上挑。执礼之人却被吓得不敢再出一声。谢维清笑了笑：“燎火有驱邪避凶之意，王爷莫气。”燕温岚闻言一笑，凑到他耳边笑道：“若是本王生气，他断不可能还在这儿。”谢维清，再者，今日你我大婚，总不能大喜之日还要生气，日后再算账也不迟。燕温岚说到最后一句，声音骤然泛冷。
踏入王府大门，有人高声呼道：“玉轮三周，礼毕。”新郎携新妇入堂。高堂之上只有一块木牌，谢维清看见了木牌之人是燕温岚的母亲秦安婉。紫气东来，琼枝连理，仙眷同登，长生无极。请新人一拜。拜高堂。谢维清的手冷不丁的被燕温岚抓住，两人同时行礼。请新人二拜。拜天地。最后一拜，谢维清耳边充满了周遭的雅乐声，他在这嘈杂之中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好像加快了不少。他呼吸微滞，还没等燕温岚一起，便率先朝对方一拜。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后，他抬眸撞进了燕温岚的笑眸之中。随后对方朝自己一拜，而后两人又是对拜，才算完成了对拜礼。礼成。礼成之后，谢维清被带去了布置新房的卧房中，屋内贴着双喜。他下意识看向了那张红纱围帐的床榻，床上并未撒上什么寓意多子多福的瓜果，只是放了几瓣花。他拿起放到鼻尖处闻了闻，倒是不怎么刺鼻。谢维清细细打量着新房的布置，这里的布局都像是有人长期住过的。他心念微动，心想这总不能是燕温岚的卧房，自古成婚以来都是要另辟一间新房，或是直接布置在另一处院子里，作为主母的院子。吱呀！谢维清转身看去，见到来的人是谁后，没来由的往后退了一小步。王爷，申时半夜，如今还有些时间，累了便去床榻上歇歇。燕温岚说道。谢维清立刻说了句不累。说完反应过来自己好像有些生硬，又放缓了声音说道：“维清不累，王爷此时不应该是在厅堂招待宾客吗？你觉得他们会希望本王招待他们？”谢维清说的也是。燕温岚似乎是看穿了谢维清在提防什么似的，意味深长的笑了笑，又道：“放心，本王还是知礼义廉耻的，不会教维清在白日里便受了罪。”谢维清的心猛地一跳，什么叫不会在白日受了罪？去歇息吧，本王听说今日维清天不亮便起身了，现在不歇歇，等到了夜里可是要累的。谢维清在此刻终于确定了，对方就是在说些污秽之话。他又往后退了一小步，没敢太明显让燕温岚不悦。那王爷您呢？也歇息，否则申时半夜被他们挨个灌酒，遭不住。谢维清又是一番沉默，他看对方倒是遭得住，这都是借口罢了。燕温岚就没想过要在谢维清口中听到自己满意的答复，直接走向对方，步步逼近。谢维清退无可退，心都要快提到嗓子眼处了。忽的，自己的手腕被对方猛地一抓，谢维清忍不住唤了声：“王爷。”维清想什么呢？燕温岚低声揶揄道，语气里藏着极其明显的笑意。没想什么。谢维清偏过头。走吧。燕温岚抓着谢维清的手腕，隔着层层衣裳，指腹有些用力的摩挲了几下。他目光紧紧凝视着对方，眸光深沉。还是说，维清今日累了，要本王抱你过去？不必，王爷乃是金贵之身，哪能劳烦王爷？谢维清说着，就想往床榻那边走去，却被燕温岚给拽了回来。我乔维清累得很。说罢，燕温岚单手打横，将其抱起。一阵天旋地转，谢维清下意识闭紧了双眼，手狠狠拽住燕温岚的衣裳。片刻，他缓缓睁开眼，听到了抱他之人的笑声。维清胆子还挺小，谢维清从小到大就没这么被人抱过。他抿着唇不说话，心有余悸的安静待着，等燕温岚抱他到床榻上坐好，对方起身到案桌前倒了杯茶水，先润润嗓子吧。谢维清接过茶杯，还是说道：“多谢王爷。”燕温岚坐在了他的身侧，偏头看着自己，目光不做掩饰，肆无忌惮的看着。谢维清有些不自在的眨了眨眼，想要往一旁挪一挪位置。燕温岚又将他按定，喝完了便上榻歇息。谢维清，那位清去将杯子放好，王爷先歇息。说着，他就要起身。不用，给本王吧。谢维清眼眸动了动，心底纵然不情愿，可还是把杯子递到了燕温岚的手中。有劳王爷了。燕温岚走至案桌前，轻笑了句：“无妨，正好本王口渴了。”谢维清倏地抬眸，就看到对方用自己喝过的茶杯重新将茶水倒了7分满，随后转了下茶杯的方向，抿了口茶水。他整个人就像是被架在火堆上炙烤似的。他别过头，心里冒起的那个念头愈发的强烈。对方该不会是就着自己喝过的地方？谢维清倏地脱了鞋袜，上榻不去看燕温岚，侧身背对着，身上的炙热没有半点冷却之意，怎会有如此轻佻之人？他有一大半是羞恼的。谢维清从未跟人有半点愉悦，旁人也不会对他如此，可偏偏他遇到了燕温岚这厮。维清累乏了。燕温岚走到床沿，看着床上的人，故作贴心道：“好歹也要将玉冠放下，不然睡得难受。”谢维清不想理会。半晌，他感受到了燕温岚坐在床边，随后不久，对方也上了床榻，睡在了他的身侧。谢维清又是一气，心想着对方完全不懂得一丁点礼数，随后又想到了他们如今已然拜堂礼成，顿时心底的气跟哑火了似的。成了婚，这些行为好像也不能再说对方轻佻不知礼了。谢维清，他暗自闷气好一阵，转念又一想，可他们合卺酒尚未喝，也还没入。算了，
他累了，歇息吧。第21章恐吓。真乏了。燕温岚过了好一会儿，见谢维清打算就这么背对着自己，忍不住开口出声道。谢维清默不作声，闭着眼不去搭理对方，刚好可以装作自己睡过去，就不用跟对方说话了。虽然这么做貌似不太好，但他睡着了。维清。燕温岚侧了侧身，面向了谢维清那边，眼里没有半分疲倦，静静地注视着对方的后背以及裸露在外的那截白皙的后颈。谢维清。他一字一句地唤了遍对方的名字，抬手用指尖碰了碰眼前那看起来纤弱的后颈。谢维清下意识因为对方的触碰颤了颤，燕温岚指尖温凉，可碰到的地方却好像燃起了一片烈火。他忍不住翻过身看向燕温岚，努力地克制住自己不要把情绪带到明面上，温润的声音带上了一丝冷意。王爷。燕温岚似乎听不出他说的那句话带着的冷意，又或许是根本不在乎，目光直直地盯住了对方的双眼，只说了2个字：装睡。谢维清被这句话猛地一砸，忽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是好了，目光有些偏移，低声说道：是王爷弄醒我的。燕温岚略微抬了抬眸，忽的伸手将谢维清发冠上的冠簪抽出来，随后将对方的发冠放在了床头的一边。本王何时弄醒维清了？洞房花烛都未有，你叫本王怎么弄？谢维清。他深吸口气，勉强忍了下来，但一见到燕温岚眼底里的笑意，他就羞恼至极，长得人模人样，说出来的话却是这般不能入耳。流氓。维清乏了，要小气。谢维清闷着气说完这句，便又翻身背对着燕温岚。燕温岚看着谢维清被自己说恼火了都不会对他发火骂人，心想简直跟他那爹一个天一个地，按理来说谢官堂这性子也教不出这般哑火的才是，可对方就是宁可生闷气也不跟他起半点争执，总不能是不会发脾气吧？那这得被熏陶了多少的知乎者也。燕温岚看着谢维清，眸光微微往上移，对方那鸦羽般的头发还没落下。维清，把头发放下来再小气。谢维清这回倒是没再装睡，他坐起身，抬手露出了玉藕般的小臂，自己摸索了好一会儿，忽的对上了燕温岚的目光。我不会。燕温岚哑然失笑。本王试试。说罢，他也跟着盘腿坐了起来。谢维清留了个后脑勺给他，还没碰到对方头发，就听到了退缩之意。王爷，绅士不是还要办宴吗？索性就别办宴，随心一点就好。燕温岚说道。本王就没见过你戴过几回全数的发冠。说着，他在发间找出了几处暗簪，3000青丝随之垂落，好似水墨画里的瀑布一般。燕温岚眸光微暗，不自觉地捻起一绺墨发，轻轻地抹挲了几下，随后拿到鼻尖闻了闻，下一刻放在了唇边。他靠近谢维清，在其耳边低声喟叹道：维清好香啊。谢维清整个人僵住，感受着燕温岚在自己身后贴近，距离若有若无，对方身上的热气好似笼罩住他，睁得耳朵热了起来。好了，多谢王爷。他飞快拉出距离，结果却被燕温岚抬手摁住了肩膀，犹如桎梏。维清这是要去哪？燕温岚声音放轻，另一只手也搭上了谢维清的肩膀，比刚才的距离还要贴近，就好像对方已经靠在了自己的怀里。谢维清心中顿感不妙，他强压着心头的悸动，镇定地温声唤道：王爷。燕温岚原先按住他肩膀的一只手往下移了移。你我如今已拜了堂，还要念着那些礼数吗？话音刚落，腰身被人搂住，谢维清抑制不住地抖了抖，身子好像被对方散发出来的热气蒸熟了似的，他眼睫轻微一颤，他没有出声。燕温岚嘴角轻勾，若是按照礼数，嫁者从夫，本王想对你如何便如何，是不是？王爷。维清再敢躲着我。燕温岚贴近在对方耳边说道：那就休怪本王亲自教你如何是从夫者。谢维清闭了闭眼，维清知道。话落，燕温岚顺势将下巴抵在了他的肩上。你越抗拒，日后越难过，这道理不用本王教你吧？我的维清可是聪明人。谢维清。他沉默良久，忽地想起了今早相国四方丈同他说的话，维清还没适应新的身份，望王爷见谅。燕温岚说的不无道理，总不能对方把自己弄回府，只是会把他当作花瓶般放在架子上。再者，他们的确拜了堂，自己若不能从世家公子到另一种身份，受苦的只会是自己，说不定还会因此丢了性命。是他自己还不能真正做到尽随心转罢了。燕温岚闻到了谢维清颈侧处隐隐约约散发出来的清香，没再出言恐吓对方。我不会怪维清的。他说罢，便主动松开了谢维清，目光依旧落在对方身上。维清歇息吧，本王不饶你了。谢维清心下松了口气，随后见对方下踏穿鞋袜，愣了愣，还是象征性的问了一句：王爷这是要去何处？去偏房议事，歇息吧。燕温岚这回还真没逗谢维清，说走便走。谢维清目送他出门，直到门合上，他才重新躺了下来，不自觉地摸了摸自己的头发。方才若是他没感觉错的话，燕温岚好像吻了自己的一缕发。他而后叹了口气，心想哪有这么快适应的，瞧对方便是那种身经百战的，自己从未跟其他人有过逾越之举。万一今夜的洞房花烛他真的控制不住，如梦里那般将人一脚踹下床，定会死相凄惨。
谢维清脑里东想西想的，一片乱糟糟，今早带来的疲惫感都不能使他入睡，就这么干冷冷的躺在床榻上，躺到了申时。屋外传来了兰竹的声音：“公子，公子，公子，快醒醒吧！大人和夫人他们到厅堂了。”谢维清咳了咳，清完嗓子后，扬声让人进来。兰竹小心翼翼地推开门，见自家公子坐在喜床上，头发披落，顿时愣住：“公子，您和摄政王该不会？”谢维清，他无奈地揉了揉眉心，想什么呢？只是乏了，王爷让我歇了会儿。兰竹，哦，好吧。第22章，小气。谢维清闻言挑了挑眉，有些好笑地说道：“我怎么还听出了一股遗憾呢？”“好啊，你个兰竹，你何时学坏的？小孩子老是想这些做甚？”兰竹像是被戳破了似的，跺跺脚：“公子，我哪有学坏？我什么都没想。”“哦，那兰竹实际在想什么？”谢维清忍不住打趣：“是想谁家的大公子？”不同公子说话了。谢维清今日绕在心头的郁气消散了些，弯起眉眼笑了起来。维清这么开心，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事了？燕温岚推门走了进来，刚好就在兰竹说完之后。自从那晚燕温岚那个眼神后，兰竹就打心底有点怕这位，没敢在对方面前放肆。他看向了自家公子，谢维清随即就让人退下。是。兰竹松了口气，立刻退下关好了房门。谢维清，王爷可是忙完了？让维清久等了。燕温岚没把对方小厮太当回事，随后问道：“可睡够了？”谢维清就没睡着过，他轻声应了句：“那走吧，宴席的宾客已经来齐了。”谢维清听后一怔：“我也能去，走不走？”燕温岚看向他，谢维清点了下头：“走。”说完，他下榻穿好鞋袜，青丝随着动作的起伏垂落，他才想起来什么：“等等，王爷，维清还要梳头，不然与礼不合。”燕温岚看着眼前披着长发的人，忽的心想：何止是长安无双，说是晋朝第一美人也不为过，貌比天仙。他眸光沉了沉，扬声唤人进来给谢维清梳头。一炷香后，谢维清别着一支墨簪，便同燕温岚去了厅堂，兰竹在身后跟着。燕温岚请了朝中各党有分量的大臣前来赴宴，厅堂竟是一派虚与委蛇的场景。没说几句寒暄的话，便开始忍不住暗讽，却没怎么敢在燕温岚的党羽前凑热闹。在场也就对方那几桌的党羽有说有笑的。谢官堂携自家夫人宋昭华到场时，满耳朵全是周遭说恭喜恭喜的声音，嘈杂至极。听到有人在他面前不当人说什么羡慕之类的话，他扯出一个干笑，丝毫不客气地说道：“王大人这般羡慕，不如让王大公子、王二、王三都一同进摄政王府吧，想必王爷也会看在王大人的面子上，特允入府的。”你王怀淼被对方这番话膈应的不行，但又不能表现出对燕温岚的嫌弃，只好将这口气憋回肚子里，并瞪了谢官堂一眼。王党一派的人见领头的悻悻甩袖离去，也没敢触谢冠堂的眉头，毕竟对方如今可是有了个手握兵权的儿婿，但也不知那位摄政王认不认罢了，没准过几天谢府就该办丧事了，新人到场也要讲究一个吉时。燕温岚和谢维清出现时，厅堂与庭院处一片哑声，料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有了谢维清在一旁的燕温岚，居然还真长得人模人样的，丝毫看不出平日是怎么待他们的。今日王爷大喜之日，属下先行祝王爷和王妃百年偕老，恩爱两不疑。有了这么一个带头的，其他人也纷纷扬起笑脸，说着祝语。燕温岚没让谢维清喝太多酒，凑到对方耳边就说让人换成了茶水，意思抿一下就好了。谢维清心念微动，谢王爷为维清着想。谢官堂和宋昭化是在主桌上的，唯一的一桌就只有2个人。谢维清见到2人，便眼睛亮了起来：“父亲，阿娘，我就说能见到亲儿，你还不信？”宋昭化笑着说道。见燕温岚没过来，低声同谢维清打趣道：“你父亲起初还不想来呢，说是见不到人，没什么可去的。瞧，谁想多了？”谢官堂别过头不说话。谢维清弯了弯眉眼，孩儿也没想到王爷会让我一同陪望。谢官堂，行了行了，一口一个王爷的。宋昭化余光看到了燕温岚就在不近不远处看着他们，心里貌似有了几分猜想，随后问道：“王爷怎么不过来？”谢维清：“王爷说他不用。”“那你还不快些去找人家，让人干等着呢？”宋昭化就怕对方万一等烦了，就会拿他儿子出气，带回门再好好说。当下你该去陪他的。孩儿知道，我同王爷说了，就陪您和父亲一炷香，一炷香后就去找他。宋昭化他应承了，然后还搁那儿干等着。谢官堂听着就哪不乐意，低声嘀咕道，显得对他儿子很好一样，爱等就等，最好等到山崩海裂。一旁的宋昭化将他嘀咕说的话一字不差的听进耳朵里，偏头看向谢官堂：“谢大人这么能说会道，怎么还需要我替你骂人出气？”谢官堂：“夫人何出此言啊？”谢维清忍不住笑了笑，算着差不多有一炷香后，便说要走。谢官堂摆手：“去吧去吧，留我和你阿娘2人享用这一桌菜肴。”谢维清默了默：“父亲，我同王爷敬完酒，还是要回来用膳的。”宋昭化扶额。谢官堂面不改色道：“哦，那为父抓紧吃，免得看到燕温岚吃不下去。”谢维清：“
燕温岚看着谢维清生动的神情举止，忽地在想对方何时会对自己这般。见人朝他这边走来，随后停在了他的面前。王爷，他眼眸微动。好了，说好一炷香，为亲戚会言而无信。谢维清声音清润好听。燕温岚只带谢维清去他党羽那几桌喝了些酒，一桌就喝1杯酒，总共也就喝了3、4杯。谢维清有些漠然，心想着就这3、4杯，怎地还不让他碰酒了？自己酒量还没差到1杯到的地步。宴席散去时已是虚时，谢维清又同谢观堂和宋昭化聊了好一会儿，才回了白日布置好的新房里。燕温岚不知去了何处，兰竹同他惊奇地说道：“公子，您猜这院子是谁的院子？”谢维清已有猜想，王爷的。兰竹猛地点头：“我跟屋外那些下人打听到的，这间新房还是王爷的卧房。”兰竹又猛猛点头，随后就万般困惑道：“公子，您说对方什么意思啊？自古以来可就没有这行径的，就连夫人都有自己的院子。您说这是重视还是不重视？总不能……”他声音放低，偷偷跟谢维清说道：“总不能那摄政王这般小气吧？”谢维清一愣，当真没有空出院子或是厢房给我？燕温岚不应该这么小气吧？这偌大的王府，怎么说也不可能空不出一间他的容身之处。第23章浴池。谢维清摇了摇头，随后就抬手戳了下兰竹的脑袋：“别想了，怎么做那是人家的事，我们安安分分的便好了。”他说完，又继续说道：“这几日相处下来，我看王爷不像是那种人，他若是真想，也不会将新房布置在自己的卧房里。”兰竹忍不住：“公子您还为他说话？依兰竹看，您的心分明是在他那边的。”“哪有？”谢维清温声训斥道。话落，屋外传来王府奴仆的声音：“王妃，王爷让您移步至浴池园。”谢维清听着园子的名字，眉头忽的一跳：“浴池，这不会是沐浴的地方吧？”虽是猜的，但他心知这猜想8、9不离十。毕竟如今他与燕温岚拜堂成亲，他口中那些礼数分寸，在对方那都不会再管用。谢维清摇了摇脑袋，随后同兰竹说道：“你不用跟来了，今日这般劳累，早些歇息吧。”兰竹犹豫：“可是公子，放心好了，王爷还能吃了我不成？”谢维清笑了笑，随后开门同王府里的下人说了句：“麻烦带自己的小厮下去歇息的话。”奴仆恭敬道：“奴才遵命。王妃，让吴山带您去浴池园吧。”“好，有劳了。”谢维清微微颔首。“吴山，王妃请。”“哎，等等，王妃啊，这合卺酒没喝，怎么能去其他地方呢？与理不合啊！”一直守在门外的嬷嬷忽地说道。吴山冷下脸：“这是王府，王爷说去浴池园，你还敢拦着不成？”嬷嬷瞬间被吓得一缩头不出声了。谢维清默了默，将嬷嬷的话记在了心里。“嬷嬷无妨，我去跟王爷说便好了。”嬷嬷没太敢应话，只是怯怯地看了眼谢维清。谢维清跟着吴山弯弯绕绕走了半炷香的路，幸好还是在燕温岚这个院子里，不然他的双腿可真是遭罪了。吴山将人带到了浴池园外，毕恭毕敬地朝谢维清拱手行礼，说道：“王妃，这里便是浴池园，王爷在里边等着您呢。”“多谢带路。”谢维清习惯性的轻声说道，随即抬脚走进浴池园。顺着石子小路走去，庭檐下的灯笼明亮，照着石子路旁的几丛花草，还有虫鸣声，貌似比谢府的还要响亮一些。谢维清停在了一处在园子里的浴池，漫沙随风荡起，他透过轻纱看见了一个男子的背影，浴池处还砌了台阶。他眸光微动，映着不远处挂着灯笼的光。“维清怎么还不过来？”燕温岚偏了偏头，声音不大不小，却是清楚地传进了谢维清的耳里。谢维清拾机而上，抬手撩起薄纱走进里边。浴池整体呈圆形，他站在燕温岚身后，并没有立即下水。“王爷。”谢维清抿了抿嘴，按理来说，我们还要行合卺酒，喜服是不能脱的。燕温岚起身转向谢维清，她穿着一件单薄的里衣，长发被水沾湿，就像是没有化开的墨水般，眉眼间距窄，眸子黑沉，多了几分冷冽凌厉感，还有直面而来的压迫。谢维清被对方突然起来转身向他的举动惊得瞳孔缩了缩，他稳定心神，宫中的嬷嬷还等着我们回去喝合卺酒。但是维清不累吗？谢维清蓦地被问住，他愣愣地看着眼前的燕温岚，有点摸不透对方的心思。王爷这是何意？今日穿着这么厚重的喜服，不热？不觉得累？燕温岚好声问道，说着还抓住了谢维清的手。我可不想一身疲倦的去跟你喝合卺酒。谢维清，王爷应该早说才是，那嬷嬷还在门外候着呢。亥时都未到，急什么？谢维清眨了眨眼，随后意识到自己的手被人抓着，他试图抽出来，却被燕温岚抓紧不放。王爷，可以脱衣裳了吗？燕温岚淡定地问道，犹如晴空万里的天猛地劈了一道雷。谢维清被这道雷劈得一惊，好似浑身都炸起了毛。他倏地看向燕温岚，随后用力抽回了自己的手，并且往后退了几步。本王又不会做什么。燕温岚悠悠道了一句，好像言下之意在说谢维清大惊小怪，还把他想得如此不正人君子一般。谢维清抿了抿嘴，过来脱了。燕温岚说着就转身回池水里抛着，
似乎真的没打算想要对谢维清做些什么。谢维清犹犹豫豫的上前一步，还直直站着，想看对方到底会不会转过身，又往周遭看了卷，有没有其他人。过了半晌，燕温蓝忽地开口说道：“维清再不过来陪我，本王就要亲自动手了。”不必，不必劳烦王爷。谢维清蓦地出声拒绝。本王等着。虽说这尉迟园除了他和燕温兰便没有其他人在，但露天之下让他脱衣裳，谢维清面热得很，纯粹是面皮薄。他深吸口气，低着头把腰带给解开。忽地水声响起，没等他反应过来，自己就被拽进了水中，水花四溅。等不及了。燕温兰搂住谢维清的腰身，在对方耳边低声含笑道。谢维清缓了缓，回过神，抬眸惊魂未定地看着眼前的始作俑者，随后感觉到燕温兰的手将快解开的腰封一把扯下，悬置的婚服就像是在池水中盛开的花，没过一会儿就被燕温兰将这花瓣一瓣瓣摘下。谢维清想要阻止对方，抬手触碰上了燕温兰的手。王爷，维清来吧。又要本王等。燕温兰顿住摘花的动作。谢维清默了默，低声认真保证道：“这次不会了。”燕温兰松开手，随后目光紧紧盯住眼前的人，声音温柔到有些可怖：“行，维清来。”谢维清呼吸微滞，亲自把仅存不到的几瓣花瓣给摘了下来，露出了白皙的肌肤。他随后又抬手将别着头发的墨簪摘下，青丝滑落至水面。王爷，谢维清声音有些干涩的唤了声。燕温兰颇为满意的嗯了一声，看着眼前披着墨发的人，那双桃花眼微垂不敢看自己。他心念微动，不由得靠近对方，目光直直的看着，片刻不离，目光里带着一丝被蛊惑住了的神情。维清，他低声唤道，而后伸手抚摸上了谢维清的面庞，触感滑腻，指尖好像都酥麻了不少。燕温兰捏住眼前似妖似仙的人的下巴，看我好不好？第24章合景。谢维清眼睫颤了颤，纤长似鸦羽的睫毛微抬，含情似的桃花眼直愣愣地撞上了燕温兰的目光。王爷，他见燕温兰只盯着自己久久不说话，轻声唤了一句。燕温兰稍微回过神，目光又落在了谢维清的唇上。他别开眼，脑海里猛地想起了自己前些日子在对方卧房顺走的一本春宫图，喉间越发干燥发涩。谢维清本想着对方再不说话，自己也不会再去搭理，结果就看到了一幕挺不可思议的场面。他眨了眨眼：“王爷，你没事吧？”说完，谢维清抬手摸上了燕温兰的额头，是有点发烫，但也不至于会流鼻血吧？燕温兰倒是一脸淡定的模样，摸了摸鼻尖，还真流了点血后，沉默了会儿就说道：“没事。”谢维清有点不太相信，他忍不住叹了口气，无奈道：“王爷去边上坐着吧，不然会止不住血的。”谢维清让对方坐直，随后捏住燕温兰的鼻侧，大概有好一会儿了，才松开手：“王爷没事吧？”“无碍，就流了点血而已。”燕温兰声音有些生硬。好，谢维清没有让对方下了面子，温声说道：“应该是天热的原因，王爷让厨房的人做些清心降火的吃食，这几日莫要。”他顿了顿，维清语举了：“莫要什么？”维清要说便是了，我又不会生你的气。”燕温兰说道。谢维清，莫要吃上火的。燕温兰定定地看着对方：“好，听维清的。”经过这一遭，燕温兰倒是没再整什么事情来，她静静地看着谢维清背对着自己沐浴，对方将身后的长发撩至肩前，他看着那美玉无瑕的后背，隐约觉得自己又要上火了，赶忙捂住了鼻子。对了，谢维清转头看向燕温兰，对方倏地把手捂住鼻子的手放下，一脸淡定地问他怎么了。谢维清沉默一瞬：“维清的衣裳呢？本王让人送过来，你且在这等等。”燕温兰说着，便扯过挂在一旁的宽袖大氅披上，没有直接唤下人进来，而是自己随意地走到园子外，吩咐人拿新的衣裳过来。两人回到新房时已是亥时，守在门外的嬷嬷见他们终于回来，喜极而泣地抹了把泪水，简单行礼道：“王爷千岁，王妃吉祥。”谢维清让人进屋子，嬷嬷见燕温兰没出声，没敢听对方的话进去，生怕自己一进去就小命不保。燕温兰耳聋了？嬷嬷吓得一激灵，谢维清在旁轻声道：“嬷嬷快些进来吧，莫要耽误吉时。”是，王妃。燕温兰闻言脚步一顿，心里划过了一丝念头，转念即逝。桌上摆放着2个葫芦瓢，是专门用来喝合景酒，还系着一根红绳，一旁还放着一把红绳缠住的剪刀，还有一个长条红木盒。嬷嬷是宫里的老嬷嬷，向来最懂宫中的规矩，因此王贵妃才会派一个嬷嬷来，还是皇帝的奶娘。执酒祭亲，加建令方，拜寿祭之，以定耳详。嬷嬷在一旁肃立，按着流程念叨，随后将酒壶里的酒倒满至2个葫芦瓢中。请新人执锦，刨苦酒甘，甘苦相融，乾坤交泰，琴瑟和鸣，今日合景，永结同心。谢维清持起瓢，微微仰头喝了一口，之后就要同燕温兰交换，随后仰头将葫芦瓢里的酒水喝完。嬷嬷让他们将葫芦瓢合起，最后笑道：“礼成，还请王爷、王妃移步至床边。”谢维清眉头一跳，心里总觉得有种不好的预感，总不能
这嬷嬷还得要听床脚才能回去复命吧？燕温岚特意与他并肩挨着走，稍微低头在谢维清耳边说道：“接下来是洞房花烛。”谢维清耳朵一热，嬷嬷让两人将葫芦瓢抛在床榻之上，这是一个制杯补给的仪式，还请王爷王妃同时制杯。红绳缠在2个葫芦瓢上，往空中一抛，落在床榻上，发出沉闷的声音，是一仰一俯。嬷嬷欣喜叫道：“王爷王妃，这可是大吉啊！天父地载，良缘永定。”谢维清被嬷嬷说得越发面热，心里不禁的想，自己和燕温岚怎的抛一次便有了大吉？随后又想，这些都是流程罢了，做不得数，做不得数。嬷嬷又道：“王爷王妃，还差一个结发礼，今日这大婚的礼数便差不多完成了。青丝做同心结，百年永携。”谢维清剪下一绺青丝，同燕温岚的用红绳绑在了一起，放进了那个红木盒里。嬷嬷又说了些吉祥话，这才退了出去。谢维清垂眸看着手里的红木盒，一时觉得手烫，想尽快将其放好。他不由得看向了燕温岚：“王爷，这要放在何处才好？”“放去床边的柜子里吧。”燕温岚说着，便抓住谢维清的手腕，带人往床榻走去。谢维清下意识想要挣脱，忽的手腕上被抓狠了点，忘了白日里本王怎么说的了。他眼睫轻颤，维清没忘。放心好了，本王不会弄疼你的。燕温岚语气又变得温和了些，还松开了抓住谢维清的手。没抓疼你吧？谢维清看了眼手腕上，明显出现了一道红痕，抓疼了。燕温岚拿过对方手里的红木盒放好，闻言轻笑一声：“我还以为维清会说不疼。要吹蜡烛吗？”他又问。谢维清咽了咽口水，有些紧张的看着对方：“吹吧。”说完又想到万一黑灯瞎火的，燕温岚不是更容易？他又开口说道：“不了吧。”燕温岚有些好笑：“到底吹不吹蜡烛？”谢维清低着头闷声道：“不吹。”好。两人要从尉迟园回来的时候，府里的小厮才把要用的东西放在了床上。燕温岚看着床上的药膏，见谢维清低着头跟鹌鹑似的，忽的心念一起，青青。谢维清猛地抬头看向燕温岚，整个人就要快被蒸熟了似的。这个称呼还是右氏家中长辈叫的，如今却被燕温岚在床上叫了出来，如何让他能面对？燕温岚看着谢维清的反应，挑了挑眉，眼中的兴味愈浓。青青不如看看这本东西。他说着，就把前些日从对方卧房顺走的春宫图递了过去。谢维清倏地别过头，咬着唇，憋得面热耳赤的，心想果然是燕温岚拿走了。第25章洞房花烛夜。燕温岚见谢维清迟迟不去碰自己手中这本春宫图，也没太强求，随手就扔在了对方的怀中。谢维清下意识接住，等反应过来自己碰到了什么，一个头热就把怀里那本东西反手扔回给燕温岚。这是做什么？燕温岚好笑地看向他。谢维清抬眼看着眼前的人，被对方眼底的笑意给灼伤到，又偏过头不去看。燕温岚见状，蓦地一笑，他随意地把图画书翻了几页，维清挑一个画。谢维清顿时一懵，意识到燕温岚说的到底是什么后，恨不得立刻钻进地底下。怎么会有人如此轻浮无耻？王爷，别说了。他低着头，闷声说了这么一句话，声音还有些发颤。那本王替维清选一个。谢维清总觉得自己离死已经不远了。燕温岚没再逗人，目光落在谢维清身上，他把碍事的东西都堆到一旁，眸光倏地一沉：“维清，害石墨了。”谢维清呼吸有些微乱，依旧不敢看向燕温岚，腰身被对方的大手搂住，眼前之人很快近在咫尺，他没敢动弹一丝。为什么不看我？燕温岚目光微垂，落在谢维清的唇上，他抬手轻轻碰了碰，在对方嘴角处停住，声音低沉又带着蛊惑：“有些干了。”说罢，他就往前凑近了些，太近了。谢维清下意识想要往后躲开，腰间的手没有松动，却也没有遏制住他的动作，最后那个吻烙印在了他的脖颈之上。谢维清无措地睁圆了些眼睛，原先微乱的呼吸变得有些急促，他声音发颤：“王爷。”燕温岚松开了搂住对方腰间的手，低低地应了声“嗯”，随后往上扼住了谢维清的后颈：“王爷。”随着话音一落，燕温岚大手一挥，用自身内力将卧房内不少的烛火熄灭，只留下了2盏烛台。谢维清下意识想要与之拉开距离，周遭变得昏暗起来，多了几分危险感。“别躲。”“我没有。”谢维清声音很轻。“好多了。”燕温岚随口问，说着还把手放在了谢维清的衣带上，没有半点告知就一把扯松开。维清不是弱惯了吗？怎么对这事还这般羞涩？谢维清喉间发干，他不自觉地舔了舔干涩的嘴唇。维清不曾与人有过逾矩之事，所以才会不适应，王爷见谅。燕温岚怔了怔，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他没想过谢维清居然没有碰过别人，这难道也是谢家家风至此？没碰过别人？谢维清小幅度地摇了摇头，低声回答：“没有。”“那别人呢？也没有吗？”燕温岚捏了捏对方的后颈，问一句便靠近一点，最后停在了鼻尖相碰的位置，还蹭了蹭谢维清，那双凤眸紧紧盯住近在咫尺的人。“没有。”谢维清声音发紧，眼睫颤了又颤，
根本招架不住燕温岚的攻势。他刚一说完，就听到了对方愉悦的笑声。谢维清只觉得自己呼吸好像越来越稀薄，看着燕温岚的目光垂了垂，对方抬手揉了揉他的脑袋，随即将墨簪摘下，下一刻凶狠的吻随之而来。他蓦地睁大双眼，心跳愈发快，好像要蹦出胸腔似的。不知吻了多久，他有些喘不过气来，便要伸手想推开对方。燕温岚却在这一刻蓦地睁开眼，吻依旧不止。谢维清羞愤欲绝，闭上眼任由对方吻着，总之就是不再睁开眼去看。洞房花烛夜，千金难买一客。春宵，燕温岚语气含笑，嗓音低哑，故意在把人吻得晕了脑的时候问道：“维清说是不是？”谢维清缓缓地眨了下眼，压根没听清燕温岚说了什么。屋外明月高挂，院子里的下人都被清退下去，安静得很。细听之下，还能听到不远处的书石上潺潺的流水声。临近寅时，院子里的下人得到吩咐，将热汤抬进新房内。屏风内放着能装下3、4个人的香柏木制成的浴桶，还备了新的衣裳挂在衣架子上。王爷，可需要奴才叫府里几位女婢过来伺候王妃洗浴？燕温岚声音沉沉：“不必，退下。”重重帷幔垂下，燕温岚看着床榻上已经没了大半意识的谢维清，忽地笑了笑，抬手撩开对方前额被汗水沾湿的发丝。该洗浴了。谢维清没有昏睡过去，只是反应慢了许多。他眨了眨眼，就跟一语似的应了声，随后就一动也不动地趴着，被褥只盖住了腰间那部分。雪地上开遍了红梅。燕温岚呼吸微沉，将人打横抱起来。次日按照规矩来说，还需要在辰时入宫面见皇后，可谢维清醒来时已然是未时。宫里来了几趟人到摄政王府催问，全都是以王爷、王妃尚未起为由回答，无一人敢去打扰。午后的日光愈猛，卧房里的红绸双喜以及地上堆落的衣裳。谢维清悠悠转醒，刚醒便觉得喉间干涩至极，一丝声音都发不出。他还没怎么清醒回神，静静地躺了一会儿，有关昨夜的记忆渐渐回笼。他闭上眼，腰间的守护的一动，身后的人也随之醒来。对方贴近在耳旁，声音低沙哑：“维清。”谢维清睁开眼，张了张嘴，想要回一声做应答，结果就发现自己是真的出不了声了。燕温岚感受得到对方已经醒了过来，至于没理他这回事，倒是没往谢维清如今说不了话这方面想，还以为是昨夜太过梦浪，把人吓得不敢说话。维清。谢维清转过身，麻痹了几个时辰的身子忽地传来了一阵阵酸痛感，他忍不住倒吸了口冷气，满脑子只有疼。他蹙着眉，指了指自己干涩的唇。燕温岚瞬间领意，下榻给人倒了杯水，亲自喂到谢维清嘴边。我还以为维清是不理我了。谢维清喝了几口水，有种终于活了过来的感觉。他缓了缓，声音还是有些干涩低哑：“王爷。”第26章答谢。燕温岚转身又给谢维清倒了杯水，对方也没客气什么，喝完一杯就抬眸看着他，眼里明晃晃的写着还要喝水这几个字。他看着谢维清那双勾人的桃花眼，下一刻又转身去倒水给对方。还难受吗？燕温岚问。谢维清顿了顿，知道对方问的是哪个方面，他迟疑了好一会儿，还是抿嘴如实说道：“难受。”燕温岚，等会儿本王让府里的大夫过来给你看看。谢维清目光微移，燕温岚还想问些什么，屋外传来下人的声音：“王爷，宫里又来人了，问王妃能否进宫面见皇后娘娘。”谢维清闻言心念一动，是阿紫。他下意识扯了扯燕温岚的衣袖，抬眼看向对方：“王爷，维清想今日不行。”燕温岚没等他说完，便说明了自己的态度。谢维清蹙了蹙眉：“为何？你今日能下榻？不是说难受？”燕温岚淡淡的反问：“待明日，本王陪你一起入宫见你的阿紫，好不好？”谢维清默了默，听着燕温岚这语调，有些不自在的别过头，小声问道：“王爷此话当真？”“君子一言。”谢维清抬眸无声的看向他，燕温岚话音一顿，对方那眼神分明在说他一点都不君子，说这话没什么保证。他改了口：“本王皇宫都闯过，明日说带你入宫就能带你入宫，无论有什么事，都会让你跟你的阿紫见面，行了吧？”谢维清眉眼弯了弯：“维清多谢王爷。”燕温岚轻咳了声，让屋外的下人备膳，而后靠近谢维清，就说一句多谢。今时不同往日，维清是不是也得更变一下道谢方式？王爷要维清如何？谢维清克制住自己要往后躲的念头，佯装镇定地问道：“亲本王一下。”燕温岚直言道。谢维清虽说有准备猜到了对方的话不是什么能入耳的，但还是准备少了。他咽了咽口水：“亲哪？”燕温岚含笑道：“维清看着来，想亲哪便亲啊。”谢维清，他能说自己都不想亲吗？谢维清抿了抿唇，看着靠近他的燕温岚，眼一闭就往对方脸上一撞，亲在了侧脸上。他轻声问：“好了吗？”燕温岚抬手碰了碰自己被亲过的地方，指腹摩挲了几下，似是在回味方才那一瞬即逝的触觉。还行吧。他回得不是很满意。谢维清怀疑对方就是想让他亲嘴，其他的地方都不满意。他犹豫片刻，又往燕温岚嘴唇上碰了碰。反正都动过房了，
没什么的。谢维清浑身都烧了起来。王爷，这个呢？他低声认真询问。燕温岚本来想着能让谢维清主动亲一下脸便也行了的，谁知道对方会这么的勾人而不自知。他声音暗沉，尚可。谢维清眉心微蹙，犹豫片刻后，还是决定再亲一次。若这次还不能让燕温岚满意，他也不会再搭理对方了。他刚要凑近再亲一遍，就被燕温岚摁住肩膀，目光死死地盯着自己，眼底一片晦暗，声音不禁带上了几分冷意：“维清这是在做什么？”谢维清，不是王爷说的要为清换一种答谢方式吗？燕温岚又不满意，自然不就是作废要重新谢过吗？不是亲了？燕温岚低声反问。谢维清，王爷不是不满意吗？燕温岚喉结滚动，没有，我很满意。他深吸口气，勉强平复下来，自己是可以继续，但谢维清再折腾，就真被他折腾废了。目前为止，他还没到失去兴趣的那一步，自然是不能对人太过分了。谢维清沉默片刻，默默地同燕温岚拉开了距离，没有对此做出什么回应。他转移话题道：“对了，王爷，维清想问王爷可有安排院子给我？”燕温岚，他眸光倏地冷下，声音幽冷：“维清这是何意？”谢维清有点摸不透对方怎地又心情差了起来，习惯性的把声音放柔，温和的说道：“维清并无他意，只是历来都会给正室布置一处院子。维清猜的没错，这是王爷院子。那维清的呢？莫不是还真就在这方面这么小气吧？偌大的王府，连一处院子都不肯给他。”谢维清垂了垂眸，纤长浓墨的睫毛遮住了眼底溅起的神情，心里开始思忖：若是燕温岚不给，自己日后要往哪住？你我同为夫妇，你要跟本王分房而睡，这是哪门子的礼数？燕温岚顿时不依，出言冷嗤道。谢维清愣住：“我跟你，那王爷的后院该如何作响？”燕温岚牛头不对马嘴：“后院？你若是想重新种些花草、养鱼鸟之类的，吩咐竹轩去办便是。”谢维清一瞬头疼，维清说的是王爷的侍妾夫人。燕温岚反应过来对方说的是什么意思，脸色冷沉，又黑得如墨水。本王后院没有这种东西，莫说后院，整个王府别院都没有。谢维清，燕温岚觉得谢维清就是在质疑自己的眼光。这么多年，我就只觉得你能入眼，你别给本王扣什么眼下的帽子。谢维清张了张嘴，一时无奈，只好先为自己辩解。维清没有说王爷眼瞎。燕温岚满眼写着不信2个大字。谢维清，维清真没这么想，只是大多贵族王公都有3妻4妾，视为亲古板了，错怪了王爷，王爷就别生气了吧。他语调亲和，直教人生不了气。燕温岚，罢了，如今维清变好，我可是只有你一个人的。谢维清松了口气，而后转念一想，忽地把心提了起来，对方没有3妻4妾，也没有其他人，那岂不是日后都得要同燕温岚行那档子事？谢维清有些哀莫大于心死。燕温岚见谢维清没再出声，忍了忍，还是没忍住问出口：“维清，累了，乏了？”谢维清躺回床榻上，扯过被褥盖住自己。燕温岚心念微动，有点新奇，见到谢维清这般模样，他试探性的问：“不饿？”谢维清偏头看向他：“但午膳不是没送过来吗？”燕温岚看着对方那直勾勾看着自己的双眼，几乎脱口而出：“本王让人送其他吃食过来，想吃什么？想吃南城的莲子羹。”谢维清下意识说道：“燕温岚，快马加鞭也要半时辰，还有想吃的吗？王府的糕点如何？”燕温岚挑了挑眉，不逊色于皇宫御厨做的。第27章，等你回来。成婚的第1日，谢维清近乎是在床榻上度过的。南城的莲子羹被放在凉水盒里镇着，酷暑难耐，这莲子羹本是要冰镇方才是最佳的。不过比莲子羹先来的是王府的大夫，见过王爷、王妃。大夫简单行了礼，而后便将随身携带的药箱放置一旁，开始给谢维清诊脉。半晌后，大夫起身，王妃并无大碍，只是男子出行房事，忌食之物较多，不宜食过、冰过、凉过、热之物，3日不可再行房事，以免落下病根。谢维清不自在的别开眼，耳朵里听的全是大夫说的房事，他低低的嗯了声当作回应。燕温岚倒是脸皮厚，还虚心求问道：“3日之后可还需注意什么？”谢维清脸倏的一热，问这个不就是在表明了3日之后就要做这档子事吗？才过3日便急着想做这种事，简直就是色欲熏心。谢维清暗自气恼，脸皮薄得很，他扭头不去看燕温岚这厮，紧接着就听到大夫又道：“回王爷，3日后若是行房事，不可多次，1、2次为好。”谢维清觉得自己耳朵已经脏得不行了。燕温岚神情自若，余光看了眼扭过头的谢维清，瞥见对方耳间的那一抹红晕，忽的嘴角微勾：“本王知道了。”大夫提着药箱退下，还特地留下了几盒新的药膏，说是长安新来的一批货，从淮安来的。晋朝南风盛行，大多都是在淮安，长安算是少的了，只有贵族王室才能把玩这些男童，就连皇宫里都有好几位10多岁的男宠，可断没有将男子娶做正室的先例。午膳比较清淡，谢维清勉强下了榻，随意穿了身青衫。燕温岚目光微垂，
昨夜被他握住的那节细腰被绳带松松垮垮的系住，勾勒出纤长的腰身。王爷，他闻声对上了谢维清的双眸，声音带着些许的暗哑：“怎么，膳食如此清淡，为何不让膳房再做些合王爷胃口的？”谢维清声音清润，又不可避免的带着昨夜的雅意。燕温岚声音微沉：“不必，再清淡的本王也食过。”谢维清本来是没什么胃口的，被折腾了大半夜，加上天气炎热，根本没什么心思，就想着随便应付几口垫垫肚子。不过当他看到桌上有大半的是自己喜欢的膳食，眼前忽地亮了亮。清淡菜加上白粥，听着寒酸，但明眼人一看便知道下足了功夫。是藕带，王爷也喜欢吃藕啊。谢维清夹了一片藕带，入口清脆微甜，眉眼弯弯地看向燕温岚，声音不由得染上几分笑。这是本王特地从淮安请来的厨子，淮安盛产和藕，淮安菜更是一绝。燕温岚见对方弯了眉眼，声音也温和了几分。原来王爷还是一位吃家。谢维清伸手夹了一道莲房鱼包，鱼的鲜美和莲香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他心情一下子好了不少，也变得有胃口起来。这道菜维清经常吃，不过却没多少次机会能吃到淮安的厨子做的。维清喜欢，日后就让他多做些。谢维清微弯眉眼，好，尝尝这道。这道菜汤色清澈，鸡肉剁碎做成的丸子，汤底是极鲜的鸡汤，又配以青菜心和竹笋。谢维清应声说好，忽地想起了大婚前夜父亲说过的话，眼底泛起了笑意。不过他没说出来，父亲和燕温岚终究是两个立场不同的党派，自己无需在对方面前提及家人。二人和睦地用完午膳，燕温岚本想着问谢维清要不要去消食，但转念就想起了对方走路都难，就消了心思，只让人在房内休养，随后让人把对方的小厮带了过来。我午后有事，维清一人在府，可好？燕温岚刚要出门，临走至门口处，还是停下脚步，冷不丁的开口说道。谢维清在尝好不容易能吃的莲子羹，根本没意识到燕温岚已经走到了门口处。他闻声抬头，下意识愣了愣，礼貌性的询问一声：“王爷这是要去哪？”燕温岚微不可察的蹙了蹙眉，心想对方刚入府第一日便开始这般粘人，公事要办，有时便归。谢维清温声：“王爷路上小心些。”他顿了顿，又说道：“维清等王爷回来。”燕温岚，燕温岚去到办事地点的时候是冷着张脸的。长安郊城的别院里，几名侍卫在明面上守着别院，几人见到自家主子前来，抱拳拱手道：“主子。”人已经在地牢处，属下等人已经拷问过，对方嘴严，哪怕是用上烙印之刑，都没肯招出来。去查对方还有无亲人在世。燕温岚抬脚踏进别院，属下已查过，早在11年前，对方亲人便无故离世。不过属下怀疑这只是一个幌子，已经加大人手去查了。煮酒沉声说道。燕温岚今日过来，并不急着要从对方口中撬出答案，开水牢的门。是。煮酒应声，没有丝毫犹豫。水牢里关押着好几位昔日的朝廷大臣，对外皆是已死之人，那些都是参与11年前有关秦家一事的人。每次燕温岚无聊或是想要宣泄，都会来此，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亲手替他们放血割肉，生不如死。燕温岚回来时刚好就是酉时。谢维清搁屋里看着手里的药草书籍，一旁的兰竹低着头，总是忍不住看向自家公子，欲言又止。最后他低声道：“公子，要不兰竹再请大夫过来看看吧。”公子身上红印这么吓人，还说没事。兰竹说着，余光又瞥见了谢维清露出那节脖梗处的红印，耳朵有些发热。他顿了顿，又想再说道：“公子。”谢维清移开目光：“好啦，没什么大碍的，待你有媳妇便知道，或者你也可以等堂哥回来。”说到最后，他打趣了对方一句。兰竹佯装没听到谢维清说的后半句似的，不解道：“真的没什么大碍吗？我瞧着好吓人啊。”谢维清抬眸瞥了他一眼，顿时就看穿了对方心底的小心思。你问这么多，到底想知道点什么？兰竹倏地结巴起来：“没想什么。”第28章，王君。谢维清看着兰竹脸上藏不住事的神情，也没有接着说下去。毕竟不过是13、14岁的孩子，心性未稳，心中所想的全都写在了脸上。更何况对方年幼时便是堂兄一手带大，直到上了战场才将人托付给他，让他好生照料，说是小厮。可他知道堂哥待人比亲弟弟还要好上几分。念及他忽地有些担忧，他在王府还不知道要怎么活下去，若是害得兰竹丢了性命，该如何向堂哥交代？谢维清眉心不自觉蹙起，悠悠叹息一声。兰竹在谢府尚可自由的活着，在王府就要同他一般，没了自由，就连是死是活都是未知的。他心下已有了决定，刚想说什么，燕温岚便带着一身血味推门走进来，目光看向了自己，又转瞬看向了他身侧的兰竹，眸光带着冷冽阴沉。兰竹蓦地被吓了一跳，赶忙躲到谢维清身后，小声唤了声：“公子。”燕温岚听到了对方叫的称呼，许是刚从别院水牢杀了几个人，还没洗去那深血腥味，看上去就如同刚从地狱回来的阎罗。他微斥：“公子。”谢维清下意识护住了兰竹：“王爷莫怪，兰竹不过是小孩子罢了。兰竹，以后记得要改口，
莫要再叫公子二字，听到没有？”兰竹咬了咬唇，私心并不想叫谢维清叫王妃，他闷着脑袋低声道：“兰竹知晓。”燕温岚喜怒无常，也不显于色。维清这是作甚？本王又没说要治他的罪。王妃这称呼，维清若是不喜欢，换一个便是。谢维清没敢应答，他可不能肯定自己应声之后，燕温岚是喜是怒。他偏过头，示意兰竹退下。兰竹飞快瞥了眼燕温岚，没敢出声，低着头就绕开人退了出去。王爷，可是公事烦心了？谢维清没有回答方才燕温岚问的那句话，声音清润温和。燕温岚一脸漠然的朝人走过来，垂眸看着谢维清手里的书，伸手将其从对方手里抽出。为何不打？维清就是不喜欢，为什么不说？谢维清提起心，稍微绷紧了身子。王爷，你怕我？燕温岚打断谢维清的话，声音寒冷决绝。谢维清抬眸对上眼前人的双眸，冷意迸发，他眼睫下意识颤了颤，轻声道：“王爷，有人不怕您吗？”“以前没有，因为都死了。”燕温岚淡淡开口。谢维清心倏地一紧，那王爷是要维清怕您，还不怕你？燕温岚似乎被这番话问中，他愣了愣：“你我已经成亲。”谢维清扬声打断：“成亲便不怕了吗？”维清说的是成亲之后也会怕，大多数都会如此。王爷想维清不怕，那维清就不怕，王爷想吗？谢维清看着燕温岚，声音有些发紧。燕温岚没有立即回话，垂眸看着谢维清看了半晌，忽地说道：“本王说想，维清就会真的不怕吗？”一开始肯定不是真的，但维清可以试着真的不怕王爷。谢维清声音放轻，变得柔和，温柔似水的缠住了燕温岚的心扉。那好。燕温岚说完，自行给自己倒了杯茶水，一饮而下。再次开口时，声音没了方才那般阴冷。维清可要说到做到。谢维清见状，心下松了松。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燕温岚蓦地一顿，想到自己今日给谢维清保证时，还未说完便败在了对方的眼神下。他忽地轻笑：“维清是君子，本王自是相信。”谢维清也跟着弯了弯眉眼：“王爷今日可是遇到烦心事了？若是能说，可以说与维清听，看看能否替王爷解烦。不然一回来便冲着人发疯作甚？”燕温岚嘴角微勾，风轻云淡的说道：“只是今日多杀了几人，有些收不住罢了。”他好像有点不想把人杀了。谢维清，他这是有多幸运，才能不在对方刚进门时就一剑封喉，还能说上几句话，自己还真是大难不死。后府有没有，便不得而知了。本王想了想，历来王公贵族娶妻只能娶女子，但维清身为男儿身，确实有些不妥。燕温岚坐在了谢维清身旁。谢维清轻声：“王爷，这是规矩，怕是不好。有何不好？无非就是改个称呼，皇上还能治本王的罪不成？”燕温岚丝毫不将这些规矩礼数放在眼里。谢维清想了想之前皇帝险些被燕温岚吓尿裤子一事，神色有些替人尴尬。皇帝不仅不敢治燕温岚的罪，估计还会命侍中等人一同为对方分忧。王爷，皇上貌似很怕您。燕温岚抬眼看着他，眼中划过一丝玩味。维清若是见过我杀人的样子，估计也是会怕的。谢维清默了默，维清见过。那日入宫，王爷不是就降临我入宫的那位小宦官给杀了吗？好像是。燕温岚淡淡的笑道：“杀的人太多，一时记不起了。”谢维清又是一番沉默。听到燕温岚继续说道：“啊，本王记起来了，我是在皇帝面前边失顺带杀了一宫的人。”他一点都不想再听了。掌权者要谁生要谁死，不过一念之间，谢维清是知道的，但还是没想过自己会跟这么一位待一起。维清怕吗？怕，是人都会怕。谢维清说道。燕温岚定定地看着他，对方又道：“但维清说过会试着不怕王爷。”这么好啊！燕温岚忍不住抬手轻轻碰了下谢维清的脸庞，有些意外听到这番话。谢维清没有在这个话题多聊。王爷今日办公室定是累了，维清让人备膳，王爷先去沐浴可好？燕温岚这身血腥味实在太重。燕温岚兴许也知道谢维清有点嫌弃自己这身血腥味，笑了笑：“也好，辛苦维清了。”他起身，呼的一顿，看向谢维清：“王君陪我去吧。”谢维清听后愣住，心想着什么王君？他眨了眨眼：“王君是在说我？”燕温岚漫不经心的了一声：“不喜欢。那改日本王让侍中择一个更好的给维清。”谢维清：“不必，王爷取的便好。”第29章，人如其名。谢维清并不想让燕温岚明面上为了自己大动干戈，好在燕温岚也不勉强他，非要让人择一个名称出来。待对方离开后，他这心才算是真正松了口气。兰竹见燕温岚离去，方才赶入卧房，他拍了拍胸脯：“公王君，您同那位说了什么？”一出门便让人传令，王府上下都要对您换王君，不准换王妃。谢维清心念微动，温声道：“王爷还是很好说话的。”他顿了顿，抬起眼眸看向兰竹，目光微沉：“只是日后你见着他，要万般当心才是。”兰竹沉默片刻，声音有些发颤：“兰竹看得出来，他方才想要杀我。”谢维清呼吸微滞，他又何尝看不出来？这里终归不是谢府，
兰竹心性单纯，在谢府那也是被当成半个公子看待的，更何况还是堂兄的人。他声音有些无奈，叹了叹气道：“你在谢府还可自由天真的活着，可随我来了王府，处处都要提心吊胆。”兰竹低着头，瞬间听明白了公子的意思，他眼眶倏地泛酸，闷声道：“兰竹要跟着你，不回去。他若回去了，公子在这王府就真的没有人能陪着了。那就牢记，这里不是谢府。”谢维清声音微沉：“是。”兰竹知道。晚膳依旧是比较清淡的膳食，谢维清没让兰竹在身侧伺候。燕温兰换了身衣裳，墨发披散，还有些湿润没有干。谢维清就坐在对方身旁，看着一桌清淡的菜色，有些不好意思：“王爷，维清让人再备些菜吧，总是吃清淡的也不好。”燕温兰摁住他的手：“不用，维清不是说让本王尽量少吃上火的吗？如今同你一起吃也好。”谢维清都不怎么记得燕温兰在昨夜流鼻血的事儿了，毕竟后面生龙猛虎的，把他折腾得够呛。好，不过也确实该吃些清淡的，免得又上火折腾人。谢维清没再说话，两人安静且和睦地用完晚膳，下人很快便入屋子收拾。很快，房屋内又只剩下他们二人。燕温兰看向他，语气有些让人捉摸不透。都说食不言，寝不语，维清还真是一句话都不舍得跟我说呢。谢维清眨了眨眼，心想着对方这是又闹哪一出。他偏头看向燕温兰：“王爷。”燕温兰目光变得漠然，淡淡道：“这不是在谢府没有食不言的规矩，还是说维清依旧在怕我？”谢维清，他一时有些怔愣，心想着自己能在饭桌上跟人能聊什么。王爷，他斟酌几番开口：“下次维清定然不会了，王爷便饶了维清这次，可好？”燕温兰蓦地沉默住，他喉结不自觉滚动了下，不由得回想起了莲花湖初见那日，片刻后方才回神，心道又是一招美人计，这次还学聪明了。他沉默半晌，低低的嗯了一声。谢维清习惯性朝人笑了笑，声音温润如沐春风：“王爷，那如今可要与维清聊聊？”燕温兰下意识抬眼撞进了对方含有笑意的眼眸中，他呼吸倏地屏住，下一刻移开了目光，好似要避开什么是人心魂的妖怪一样。要，他声音有些发干，说完随即就看向谢维清，想起自己有次去见人的时候听到的琴声，开口便问道：“维清可是会抚琴？”谢维清点点头：“王爷想听吗？”维清让兰竹把琴抱过来。燕温兰沉声：“听。”王爷可有想听的？谢维清扬声唤兰竹进来：“兰竹，去把我的琴拿过来。”燕温兰瞥了眼抱琴进来的兰竹，似是随意同谢维清说道：“你这小厮跟了多久？”谢维清心忽的一咯噔：“王爷，维清这小厮是堂兄所赐，在我身旁已5年有余。王爷，维清这么紧张作甚？本王就随口一问。”兰竹险些吓得连琴都抱不住，谢维清让他把琴放下，便立刻离去。待人离开之后，他才转头看向燕温兰，颇为认真的说道：“是王爷有意要吓唬维清？”“没有，本王好端端的吓你作甚？”谢维清见对方一脸平静的否认，眼眸微转：“可是王爷之前便吓过我。”燕温兰沉默片刻：“之前怎地就是吓维清了？本王想见你还不给见吗？哪有在半夜见的？”谢维清小声说道。燕温兰挑了挑眉，眉眼带着些许笑意：“维清现在是要同我算账了？”谢维清微微歪了歪脑袋：“没有，王爷多虑了。”说完，他起身端坐在琴前。王爷若无想听的，维清便随意弹几曲了。燕温兰略微思忖，想听梵乐。梵乐是晋朝有名的古琴曲，是名士君子向来喜爱的曲调，如青竹间潺潺流水，又如林间明月。王爷还会听梵乐？谢维清有些讶然。燕温兰起身走向他，嘴角微勾：“不只会听，本王还会弹。”随着话音一落，修长的手拨动了一根琴弦，琴音蓦地响起。谢维清看着对方停在琴弦上的手，眼睫颤了颤，而后抬眼看向燕温兰：“王爷。”两人四目相视，半晌后，燕温兰绕过琴台，坐在了他的身旁，单手支着脑袋，侧头定定地看着谢维清。弹罢，琴弦在谢维清指尖下流动，指尖起落勾抹，琴音好似万壑凌涛，随风而响，又如溪水清澈悦听，一弦一音清一心。燕温兰不由得认真听了起来，眼前的人样貌绝佳，堪比神仙般的容貌身姿，就连那一缕发丝都像是不可染的纸的。谢维清还真的是人如其名。燕温兰伸手附在了对方手上，琴音绕梁3息而止。谢维清微愣，下意识偏头看向了燕温兰：“王爷，弹得真好听。”燕温兰冷沉的声线好似都温和了许多，她的目光一直落在眼前人身上，眼底藏着几分想要染指的欲念。谢维清唇线微抿，看清了对方眼底的晦暗，他眨了下眼，看着燕温兰一点点靠近他，最后停在了离唇1分的距离。他倏地屏住呼吸，随后双唇被对方吻住。燕温兰摁住他的手，一手又扣紧了他的后脑勺，他蹙着眉心，感受着唇上带来的丝咬，直至良久，燕温兰松开人，偏头亲在了谢维清的耳垂上。“王爷。”燕温兰停止进攻，在他耳边慢条斯理的蹭着，尾音轻微上扬：“第30章厚颜无耻。”一吻毕，谢维清大口大口的呼吸着，
几乎整个人都靠在了燕温岚身上。他喘着气，那双好看勾人又不染俗尘的桃花眼，如今泛着水雾。王爷，燕温岚顿了顿，忽地叹了口气，偏头亲在了对方露在外的侧颈。别叫了。谢维清声音带着几分茫然，他静静地靠着，缓了又缓，半晌感觉到燕温岚抬手揉了揉自己的脑袋，随后让他枕在了腿上，琴音随之又起，如雪山松间，冷冽飞霜。一曲作罢，燕温岚垂眸看着枕在自己腿上安静的不能再安静的谢维清，抬手碰了下对方的脸，像是抚摸般，随即笑了笑。如何？谢维清回过神，便支起身子起来，燕温岚也没阻止，就这么看着对方的青丝顺着肩头垂落，而眼前的人直直的抬眸看着自己。王爷琴技高超，一声入耳，静听松风寒。燕温岚挑了挑眉道：这么高的评价？谢维清，维清实话实说罢了。本王倒不知维清如此会夸人。谢维清与燕温岚适当拉开些距离，坐回原先的位置上。王爷，维清很少夸人的。哦，是见了本王才变得会夸人？谢维清面微热，他倏地起身，脑海中抑制不住的回放起方才与对方做的亲密事。夜深了，王爷，维清先去沐浴更衣。谢维清匆忙逃走。燕温岚轻声笑了笑，让对方小厮进来将琴抱走放好，随后不急不慢地朝着谢维清要沐浴的地方走去。在看到对方将浴池的房门关上后，他又改变了主意，总不能把人逗恼火了。这般心想，燕温岚转身回了卧房。两炷香后，谢维清顶着一头湿漉漉的长发推开了卧房的门，那双桃花眼看向他，还未进门便看向了他。燕温岚眼底含笑，怎地不进来？谢维清闻言走进卧房，佯装平静地走向燕温岚，走到对方身旁坐下。他抿了抿唇，眸光有些不自在地看向他。王爷。燕温岚微微垂眸，忽地抬手摸了摸谢维清湿漉漉的头发，勾起一绺青丝放在指尖处捻了捻，怎么不让人擦干？维清怕王爷等久了。谢维清不想让人等他，既然他与燕温岚成了婚，夫妇之间就寝，岂有让另一方久等不眠之理？燕温岚喉间蓦地一干，目光不自觉移向别处。王爷可先睡，维清在屏风外擦干便好。谢维清说着就要起身，被燕温岚下意识伸手拉住手腕。不用，我还不困。燕温岚说罢，扬声让屋外守着的下人进来，给王君擦干头发。是，王爷。待长发擦干，已是半时辰后，下人默默退下。谢维轻轻升到了声谢。燕温岚听后没什么神情变化，只是冷不丁出声催人上床榻，让王爷久等了。燕温岚随口应了一声而后便开口问对方喜欢睡里边还是外边。谢维清自知世家王宫的规矩，凡是夫家皆是睡在里边，也就是左侧。外边罢。燕温岚没有他想的这么多，只当他单纯喜欢睡外侧好起夜，毕竟他半夜去过几次，10次里便有2、3回被谢维清发现。他往里边的位置挪了挪，上来吧。谢维清蓦地不自在起来，找借口说要吹蜡烛，心想着等屋内没了烛光，兴许就不会这么尴尬不自在。屋内的蜡烛就留了2盏，均被谢维清吹灭。燕温岚没有平躺着，而是专门侧向外边，打算看看对方会有什么反应。昨夜羞得很，声音都不肯出一声，到最后就跟出学者弹琴似的，弹了一下便要等半晌才听到下一个琴音。谢维清摸黑上了床榻，刚躺了下来，自己的腰身便被燕温岚长手一揽，直接扣住腰身，将他扯了过去。离这么远作甚？本王今夜又不同你行那鱼水之欢。谢维清猛地耳朵一热，他咬住下唇，燕温岚身上的体温渐渐传染给他，浑身都开始发热滚烫似的，就像是儿时大病的那次，烧得让人难受。他有种错觉，连呼吸好像都是热的。谢维清眨了眨眼，想要伸手推开燕温岚，哪怕推开一点距离也好，可腰间那只手死死地扣住。谢维清抿了抿唇，犹豫地开了口：王爷。维清这是不困？燕温岚悠悠问道。谢维清默了默：王爷靠得太近，维清睡不着。别闹，大夫说3日之后才能行事。谢维清蓦地愣住，随后整张脸都发热起来，他忍不住反驳：我没有。燕温岚忍着笑：好，是本王没顾着维清的面子。维清说没有便没有。谢维清提着一口气不上不下的，怎么有人能如此厚颜无耻？这如何是顾着他的面子？谢维清又闷着气不说话了，以手屈着抵在他和燕温岚之间。燕温岚等了片刻，见真的不打算再与他说话后，就抬手戳了戳谢维清。维清睡着了？不是说热吗？燕温岚见还真不理他，顿时失笑，心想着他家王君这脸皮薄的可真让人稀罕。我让人多拿几个兵剑进来可好？谢维清乏了，没太注意听王爷说的，多拿几个兵剑吗？可以的。燕温岚顿时失笑，舍得理人了。谢维清轻咳一声，温声说道：王爷这话说的都说为轻罚了，怎地还要说我不理王爷？好，我不说便是。不多时，卧房内多了几个兵剑，一下子便凉快了许多。次日一早，谢维清便是在燕温岚怀里醒来的，对方早已醒来，正饶有兴味地看着他，打算何时醒。
谢维清抬手揉了揉眼，声音有些干哑的一语了几声。燕温岚摸了几下他的脑袋，别睡了，维清，不是说今日进宫见阿紫的吗？我醒了。谢维清正儿八经的说了这么一句，可声音还带着浓重的困意和黏糊感，听着倒是让人想笑。燕温岚眼底泛起笑意，那何时起？现在。谢维清是比较爱睡觉的那种，但基本都是早睡早起，午后小憩一会儿。虽说身子被折腾的那股酸疼还没散去，但早起也不是难事。他坐起身，下意识便要唤兰竹进来。燕温岚赶忙捂住他的嘴：“衣裳乱成这般样子，让人进来作甚？”谢维清闻言低头看了眼自己，发现燕温岚口中所说的衣裳凌乱，只是衣带松了点，其余的明明裹得严严实实。他抬眼看向对方，眼底神情不言而喻。燕温岚第31章无双角色。燕温岚抬手将松了些的衣带扯开，又将一边的衣襟扯到肩头处，一本正经地对谢维清说道：“乱了。”谢维清顿时风中凌乱，满脑子都在对方是不是真的有什么难治之症。他抬手将衣裳整理好，抬眼有些无奈地看着燕温岚：“哪有王爷这般的？”燕温岚一挑眉：“本王这般什么？”谢维清沉默一瞬，心底忽地冒出一个有些离谱的回答。他抿嘴轻笑了声：“没什么，维清说的王爷不一定乐意听。维清不说，如何知道本王乐不乐意听？应该不会人会乐意听到幼稚二字吧？”谢维清轻声说道。燕温岚没恼，还顺着他的话明知故问：“所以维清在说我幼稚了？单论方才那件事，王爷确实有点儿。”燕温岚微微颔首，嘴角噙着笑意，貌似在认可对方说的这番话。维清说的极是。谢维清却听出了不一样的意味，他垂了垂眸，有些思忖燕温岚这话究竟是何意。片刻后，他斟酌开口：“王爷不生气。常言道，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本王又岂是那种爱斤斤计较的人？”燕温岚语调染上几分笑意，那双凤眸里好似也藏着几分笑容。他说着，便靠近谢维清，盯着眼前那双水光潋滟的桃花眼。是维清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谢维清往后躲了些，镇定地回道。燕温岚一再靠近，维清谈何是小人之心，无非是还不够了解本王罢了。谢维清还想往后躲，结果后背就撞上床榻的围栏，他蓦地别过头：“王爷，时辰不早了，我们该去。”他的下巴被燕温岚捏住，随后堵住了他剩下的话音。重新整理好的衣裳，这回彻底凌乱。不知过了多久，屋外的兰竹敲了敲门：“王俊，时辰不早了，等会儿还要进宫见皇后娘娘呢。”谢维清迷迷糊糊地听到了这句话，倏地便想推开燕温岚。他蹙着眉，唇上的吻被加重加深。半炷香过后，燕温岚才松开了谢维清，还替人抹去了嘴角勾起的水丝。低低的喘息声在二人耳边回响。“王爷，该去用早膳了。”燕温岚低声含笑地说道。谢维清顿时松了口气，他怔怔得看着燕温岚，点了点头，轻声说道：“好。”燕温岚贴心地替对方将衣裳理好，又以手作梳理了李微乱的青丝，随后才让谢维清的小厮进来伺候。兰竹一进来就见到自家公子的唇貌似红润的有点过分了，他倏地垂下眸，给两人行礼：“王君，王爷。”由于是要入宫面见皇后，按规矩来必须得要穿华服，不得素衫青衣。好在平日里谢维清也不是只偏爱穿一种风格的，华服备了好几套新款的。一套藏蓝色的华服衬得他肤色白如霜雪，墨发垂落如3尺瀑布，戴上玉冠银簪，发带特地挑了同衣裳颜色的，衣裳上的银纹勾勒，好似波光流动。谢维清将落在胸腔前的发带撩至身后，眸光流转，瞥了一眼燕温岚。都说新衣惹人喜惹人欢，他不自觉地染上几分笑。“王爷，维清这身当真不错，不愧是长安角色。”燕温岚笑了笑，目光一直停在了对方身上，不肯挪走半步。谢维清谦虚道：“王爷谬赞，维清观王爷才是长安无双。”在一旁替谢维清戴好玉佩的兰竹，简单用过早膳后，王府外的马车便陆路朝皇宫驶去。马车内的布局豪华宽敞，还备了香烟、点心、茶水，软垫坐着，还有卷枕靠，一旁还备着一张毯子。谢维清给燕温岚倒了杯茶水，多谢王爷能让维清入宫见阿紫。谢本王作甚？昨日说到底是本王害得维清不便前去，今日这般客气。燕温岚顿了顿，随后便说道：“是因为今早亲了你。”谢维清，他就只是想道声谢罢了。谢维清离对方挪远了些，他唇线微抿，声音有些许生硬，并没有。好吧，维清说没有就没有，不过维清别再这般客气了。燕温岚好声好气地说着，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家书香门第出来的公子。谢维清垂着眸，心想着燕温岚装君子的戏码可是越演越上瘾了。他声音温润亲和地说道：“好，维清下次定不会再这般了。”说话间，马车停在了皇宫门口，不过片刻便放了行。到交房宫门前时，谢维清撩开马车的帘子，回头看向燕温岚：“王爷当真不同维清进去见皇后？”“算了吧，本王若是去了，你与皇后也说不了什么。”燕温岚直白地说道。谢维清沉默片刻，没有再询问。兰竹扶着他下了马车，交房宫的工人见识他，
便急忙让一位工人跑回去禀告谢芷英。阿紫，谢维清每次来都会听到谢芷英的琴声，琴声袅袅，听着便能让人静下心来。他轻手轻脚地推开门走进去，话落，琴音止。谢芷英轻声咳了下，声音温婉，但更多的是恶病缠身的无力感。他露出一个笑容：“小弟来了。”谢维清听着对方的咳嗽声，不由得皱起眉：“阿紫，你这咳嗽断断续续也有1年多了，怎地都不见好？宫中的太医呢？”谢芷英：“无碍的，阿紫都习惯了。小弟可还好？”“还好吧。”谢维清给谢芷英倒了杯热水：“阿紫当心烫。昨日见你不入宫，阿紫都快要担心坏了。昨日真没事儿？”谢芷英问完之后，方才注意到眼前的小弟已经有些不同。他默了默：“罢了，人没事便好。”谢维清没想让家里人担心：“阿紫放心，王爷待我很好的。今日维清能入宫见阿紫，还多亏了王爷。本来你凭着如今的身份也是能请命进宫的，但你是男子身，还是不能破了例。如今小弟该如何打算？”谢芷英又问。谢维清愣了愣，扯出一丝笑：“小弟能有何打算？既入了王府，朝堂便入不得，既不能上场杀敌，又不能入朝辅佐君王，大概便是抚琴作画，逍遥一生罢了。”谢芷英静静地看着他，半晌后冷不丁地说道：“你不想？”第32章蜜糖。谢维清眼眸微动，抿着唇轻声问道：“阿紫何以见得？我不想这般。小时候维清可天天在阿紫耳边嚷嚷着要入朝为官，为天下百姓。现在3党对立，皇帝就如同傀儡一般，除了谢家为首的中军党，其余2党都能牵动傀儡的丝线。谢维清，阿紫虽在深宫不闻他事，却对朝堂知之甚多。”谢芷英抿了口水，继续说道：“你若是见着那位皇帝时不时便来阿紫宫里说一顿窝囊话，就不会这般意外了。阿紫，你说我该信他吗？”谢维清偏头看了眼屋外，似是透过重重宫门看向了马车内候着的燕温岚。“信与不信，随心。”谢芷英说：“皇帝让你替他做事，除掉摄政王，可对方羽翼已满，除掉谈何容易？”谢维清，何况这位皇帝既愚蠢又软弱，还荒淫无道。王顾2家明面上虽为一派，背地心眼子比谁都多，谁都想做那领头的蛇。谢芷英压着咳嗽声，声音有些许发干哑意：“是啊，何况后宫所出的皇子公主大多夭折，皇室里的又掌握不住。听说王贵妃又有了，这胎若是皇子，皇帝这皇位未必保得住。”说完，他抑制不住地咳嗽几声。谢维清皱起眉：“小弟让人去寻民间的大夫，入宫给阿紫瞧瞧吧。长此以往，身子怎遭得住？”“也好，总不能连自己的身子都不爱惜。”谢维清听后心下一松，随后又说道：“皇帝不会让王贵妃这胎平安生下来的，无论是皇子还是公主，都不会。”谢芷英忽的又咳了起来：“小弟是说这几年后宫里的皇子公主。”谢维清，一个无能的君主，最怕的便是有人能名正言顺的代替他。还真是帝王无情啊！谢芷英又拿起杯子喝了几口水，他缓缓呼出口气：“先前还有嫔妃到我这哭诉来着，说他孩儿薄命，没福气。”谢维清心随之也沉了沉：“阿紫没事吧？”谢芷英：“那倒无事，阿紫自入宫来身子便不好，皇帝估计也怕让我怀上子嗣，往往都是在我宫里听上几曲，便去其他嫔妃后宫。啊，还会来阿紫这儿说些窝囊话。”谢芷英语气带上了一丝讽意。谢维清垂了垂眸：“燕温岚，我还不能信，走一步看一步罢。总之，我不会帮皇帝的。燕温岚如今皆是看在了他的相貌和其他原因才对自己好的，一旦失了兴趣，下场可能就是死。”谢芷英蹙起眉：“今日有摄政王陪你入宫，想必他不敢让人宣你去昭阳殿，也不敢派人私下同你联系，但日后可就不好说了。”谢维清没有同谢芷英聊太久，毕竟燕温岚还在宫门处等着。他起身正要走：“阿紫在宫中要小心。”谢芷英笑笑：“知道了，阿紫深居简出的，不会有什么事。”说着，他话音一转：“反倒是你在王府才要小心。阿紫听闻摄政王喜怒无常，小弟万不可因一时的蜜糖便丢了性命。小弟又不是喜蜜的飞蛾，不会的。”谢维清只身一人出了交房宫的大门，兰竹在马车旁等候，见他出来，眼睛都亮了起来：“王君。”谢维清温和地笑了笑：“怎么，等得无聊了？”兰竹摸摸头：“那倒没有。”他声音忽地压低：“是马车里的那位，隔一炷香便要问一回，您出来了没有？”谢维清，他无声地拍了拍兰竹，随后上马车撩开了帘子，声音清润，双眼直直地看向了燕温岚：“王爷，聊完了？”燕温岚语气偏淡。谢维清眉眼微弯：“今日若不是王爷，维清倒不能同阿紫聊些梯级话。”燕温岚语气愈淡：“聊这般久。”谢维清坐在对方身旁，偏头温声道：“让王爷久等了，是维清的不是。”听着对方这么一说，倒是叫人生不了气。燕温岚冷哼：“该如何赔罪啊？”谢维清微愣，听着这番话，心里总觉得不会是什么好事。燕温岚，念你我是夫妇，赔罪就亲一口这里好了。说着，他抬手碰了下谢维清的唇。谢维清倏地面热起来，他眼睫颤了颤，随后闭上眼，靠近燕温岚的唇撞了上去。
两唇相贴，软得不可思议。一瞬过后，他迅速与人拉开距离。王爷还生气吗？燕温岚没有回答他的话，而是说道：“这般主动，都不需要本王再说几句了。”谢维清垂下眼眸，又听到对方说：“莫不是维清的阿紫说了些什么？比如说一些要维清听话，不然就会死的话。”谢维清听到后面有些心惊，他佯装镇定道：“是维清在向王爷赔不是，关阿紫何事？是吗？”燕温岚轻飘飘问了句：“维清说过会试着不怕王爷，王爷若不信，时间会证明一切的。”谢维清放柔了声音：“本王何时说不信维清了？维清再亲亲可好？”谢维清一言在燕温岚脸上亲了口：“王爷莫气了。”燕温岚嘴角勾起：“不气。”马车陆路往王府方向驶，回到王府已是未时末，早已过了午膳的时间。谢维清皱了皱眉：“王爷，下回维清不会让王爷等了，害得王爷不能按时用膳。下回就该让人回去。维清不是赔过罪了吗？更何况维清不也是没用膳？”燕温岚自然而然地搂住了谢维清的腰身，带人走进王府，又说道：“走吧，我们去用午膳。”谢维清笑笑：“好，维清陪王爷。”午膳后，燕温岚又以公事为由出了门。谢维清看着忽地停在门口处的人，有些疑惑地歪了歪头。紧接着对方转过身，眸光一下子有些冷沉。维清是不是忘记要跟本王说什么了？谢维清眨了眨眼，轻声说道：“维清等王爷回来一同用晚膳，王爷路上要小心。”燕温岚眼中划过一丝满意，这还差不多，本王有时回来。第33章，嫌弃了。3日回门，明日便是回门之日。王府的管家按照规矩清点回门之礼，随后带着回礼清单到院子里给谢维清过目。王君，这是王爷吩咐奴才的，烦请您过目。兰竹接过回礼清单，而后交给谢维清。谢维清眼眸微动，没料到燕温岚会吩咐让人着手准备此事。他翻了几页，没有看到尽头。既是王爷吩咐的，我自然放心。那属下便让人去库房清点了。兰竹待管家离去，皱了皱眉，说道：“王君，王爷莫不是还要同你一起回门吧？”谢维清神情淡淡：“他若想陪我回去，我也不能不让吧。”兰竹嘀咕：“那大人不是会被气晕过去？”谢维清：“兰竹，王君，要不兰竹让人回去禀告一声，让大人有个准备。”谢维清唇线微抿，派人回去禀告不是不可，但势必会被燕温岚知道。他沉思片刻，也好，已派人回去禀告，好让父亲有所准备。遵命，王君。燕温岚刚在别院地牢处置了几人，便听到王府的人进来禀告：“王爷，王君派人回了谢府。”燕温岚顿了顿，将手中沾血的匕首随手扎进了一具沾满鲜血的尸体里。“哦，回谢府作甚？”王君派人回谢府禀告说明日回门的事情，好让谢府有所准备。燕温岚漫不经心地了一声：“几时了？”回禀王爷，已是申时末了。走吧。燕温岚看了眼地上死去的几具尸体，轻斥道：“王家也敢派人监视本王？去，把这几具尸体送去王大人卧房中，让他好好瞧瞧。”是。煮酒拱手道。燕温岚回王府时，谢维清正在侧房的罗汉榻上看书。他先推开了卧房的门，见不着人之后，方才问府里的下人：“王君呢？”“回王爷，王君在偏房看书。”燕温岚眸光微顿，声音冷沉：“让管家去置办一间书房给王君。”说完，他转身便去了偏房。兰竹没有在谢维清身旁伺候，对方向来不喜欢有人在他看书时打扰到，所以只能守在了门外。他看了眼天色，心想着差不多是有时，便要推开门告知谢维清。谁知刚一推开门，燕温岚便出现。兰竹打心底里的怕对方，若是谢维清在，还没这么怕。王爷，奴才见过王爷。燕温岚没有理会，直接走了进去，撩开帘子方看到谢维清在罗汉榻上坐着，对方墨发半披，只用一支青簪别住，额前碎发垂落，罗汉榻的窗台处落下几缕夕阳。他下意识放轻动作，帘子被轻轻放下，没有出声唤人，而是无声的靠近对方。他在罗汉榻的另一边坐下。谢维清翻书的动作顿了顿，轻声道：“王爷回来了。”燕温岚声音轻和，似是温柔，但实际听上去只会让人毛骨悚然。“是啊，维清看的是何书？”“医书。本王让管家给你置办了间书房，日后维清去书房便是。”燕温岚自行倒了杯茶，抿了口又道：“维清看看还需要什么，尽管吩咐管家。在这王府中，你我是一体，自然有权做任何事。”谢维清将手中的医书翻了一页，抬眸看向燕温岚：“王爷此话当真？维清想做什么都行。”燕温岚：“维清想做什么？除了书房，维清暂时没想到能做什么。”谢维清声音温和：“对方话是这般一说，自己若是真信了，那才是愚蠢至极。再者，这王府终究不会是成为他的家，耗费心神去置办，没什么意思。”燕温岚忽的一笑：“那本王就盼着维清在不久后能想到了。”谢维清：“好。对了。”谢维清合上医书：“明日是回门之日，王爷若是有事，维清可一人。”“本王何时说明日有事了？”燕温岚沉声打断：“明日4时3刻是回门的吉时，到时
我会同韦青一起回门。谢维清默了默，扯出一丝笑说道：“王爷这般重视韦青，真叫韦青有些不知如何是好了。感动吗？那韦青可以，不是感动。”谢维清应激似的蓦地出声打断，他已经能预料到燕温岚说的会是什么话了。燕温岚挑了挑眉，那是什么？喜欢吗？谢维清，王爷。他蹙起眉，片刻后叹了声，轻声说道：“王爷在外办事，想必劳累了，去沐浴更衣罢，没多久就能用晚膳了。怎么，闻到本王身上的血腥味，嫌弃了？”谢维清在对方进来后，便隐约闻到了些许，想起昨日也是这般，他呼吸微滞，并不是，维清是在关心王爷罢了。关心？燕温岚眯起眼，目光变得有些幽冷，想不到维清居然会关心本王，那这样，维清陪我一起吧。话音一落，燕温岚起身，没等谢维清反应过来，他就一把将人打横抱起来，手里的医书摔落在榻上。谢维清心惊了惊，他缓过神问道：“王爷这是做什么？”维清没听到。我说：“我们一起沐浴。”燕温岚声音微沉。谢维清蓦地一恼，偏房的门被打开，兰竹还在外面守着，见到燕温岚抱着谢维清出来，他下意识想要脱口而出叫一声公子，但对方没有等自己有所反应，便大步流星的走远。他想要跟上，却被一旁的小厮拦住。王爷抱王俊离去的方向是尉迟园，你跟去做甚？当心你的脑袋。兰竹一听，顿时脸上一热，我不跟着去。而这边谢维清恼火过后，便是无奈，王爷这是又生和气了。燕温岚闻言皱眉，维清这话说的，本王不过是想同维清共浴，怎么在你嘴里又成生气了？王爷很喜欢同人一起沐浴，维清可别乱说，我也就跟你共浴过。燕温岚稳稳当当的抱着对方，声音含笑。谢维清又是沉默一瞬，心想着对方说这句话也不觉得害臊，他移开目光，那便是维清乱说了吧。第34章梦浪。维清这一句乱说的话，可险些将本王的清白毁于一旦了。燕温岚脚尖轻点，书笛跃起，片刻后便落在了尉迟园。谢维清听着对方说的清白，霎时不知该说他什么才好了。怎么能有人如此厚颜无耻，竟然还能将这番话面不改色的说出来？要不要脸啊？维清怎么不说话？谢维清默然。王爷想听维清说什么？维清没有丝毫歉意吗？张口便将我的清白。王爷，维清知错。谢维清倏地开口，随后下意识抬手捂住了燕温岚的嘴，心里都快要求对方别再说话了。燕温岚将人放在浴池旁坐好，知错，维清只有口头上的表示吗？谢维清瞬间明白对方是想要什么，是同白日里在马车的那般。他咬了咬下唇，凑过去亲了一口燕温岚的侧脸。王爷，他低声开口。燕温岚眼底泛起笑意，维清这是在作甚？哪有人做错事情亲一口便能教人原谅的？谢维清骤然气恼，他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王爷，那王爷想让维清怎么做？本王有些忍不住了。燕温岚冷不丁的说了这么一句。谢维清有些没反应过来，什么？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燕温岚拽住他的手腕，二人一同进了浴池里。水面上铺着花瓣，池水有些温凉。大夫说3日之后，可我见维清这般模样。燕温岚在谢维清耳边喘息了几声，压低声音说道：“本王忍不住了怎么办？”谢维清蓦地瞳孔微缩，意识到燕温岚说的是什么意思，他下意识想要将人推开，却被对方搂住了腰身，一手抓住了作乱的手。维清这手可真好看。燕温岚眸光晦暗。半个时辰后，池水彻底变凉。谢维清被吻得喘不过气，双手泛酸，他不适的皱起眉，声音变得干哑：“王爷，够了。”燕温岚没有再折腾人，而是放开人，让谢维清好好的沐浴一番，扬声唤人去拿新的衣裳过来。谢维清缓了又缓，抬手揉了揉泛酸的手腕。燕温岚注意到，主动伸手帮人揉着，很酸。谢维清抿了抿嘴，是本王梦浪了，维清要怪便怪我吧。谢维清没有说话。燕温岚见状，心想自己这回是真把这位谢公子惹恼火了，他轻声叹了叹气：“维清不会怪王爷的。”谢维清低声说道：“人有7情6欲，乃是正常的，更何况维清与王爷本就是成过亲的关系。”燕温岚怔了怔，蓦地失笑，他抬手用指腹摩挲了几下对方的脸庞：“维清怎么这么乖啊？”谢维清垂眸不语。燕温岚低头亲了亲他的额头，低声喟叹了声：“维清啊，还真是让人想要往死里折腾啊。”谢维清轻手推开燕温岚，声音温凉：“王爷，维清要沐浴了。”好。燕温岚没计较对方话里带着几分凉意，眉眼间有几分愉悦，他嘴角微勾的应了声。当天夜里，谢维清早早的躺在了床榻上，见燕温岚上了床榻，便不动声色的翻了个身。半晌，身后传来一声轻笑，维清说着不在意，原来还真是说说而已。谢维清脸皮薄，说是7情6欲是正常，但他没说自己就可以厚着脸皮同人在露天之下行这档子事。他忍不住小声说道：“王爷，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和王爷一样，脸皮这般铜墙铁壁。”燕温岚有些诧异的挑了挑眉：“本王还以为维清不会骂人。”谢维清蓦地翻身转头回去：“
韦青如何是在骂人？铜墙铁壁，不是在说本王脸皮厚？谢维清温声，王爷为何不换个方向想？韦青这是在夸赞？燕温岚竟是在夸赞吗？王爷认为自己脸皮厚，韦青可没说。好吧，是本王小人之心了。燕温岚好声说道。谢维清又翻过身去，背对燕温岚。夜色已深，王爷早些睡吧。韦青怎么总喜欢背对着我？这是同床共枕，让韦青觉得害羞了。燕温岚翻身面向谢维清，伸手戳了戳对方的后背。谢维清后背一僵，他忍了忍，有些无奈，又窝着气的叹了口气，说道：“王爷，你不困吗？”韦青翻个身，本王便不烦你了。谢维清无奈的翻身，下一刻就被燕温岚揽住腰身带进怀里。他一瞬恍神，鼻尖萦绕着对方淡淡的气息。他眨了眨眼，王爷，王爷可没说要抱着韦青睡觉。燕温岚神情淡定，不说，自然是因为本王不好意思了。谢维清，这是怎么好意思的？看来韦青先前夸王爷的夸错了，王爷何止是铜墙铁壁，都比那户国城的厚度还要厉害。这回又是在说我脸皮厚？谢维清认真纠正道：“这回是说王爷的脸皮实属太厚了。”燕温岚也不恼，还有心情说道：“罢了，谁让韦青是本王的王君呢？王君说什么便是什么吧。”谢维清听后顿时歇了要搭理燕温岚的心思，跟这般人说话，受罪的只有他一人。韦青乏了，王爷不困便自个儿闭眼不语吧。谢维清说是困，但还是不习惯在燕温岚怀里睡过去，闭着眼将近半个时辰，好不容易有了些许困意，燕温岚却偏偏这时候出声。韦青说是困，但半个时辰过去，怎地还不见睡？谢维清抿着唇，对燕温岚打搅他不让睡觉一事颇为幽怨。王爷，是你吵醒我的，本王是听见你呼吸声，根本不像是睡着的样子，方才出声的。王爷听错了。谢维清悠悠道。燕温岚还想再说些什么，结果就被谢维清预判提前抬手捂住了他的嘴，无奈道：“我的好王爷，睡吧，别折腾人了。”闻言，他蓦地一愣，随后笑了笑：“好吧，不闹我的维清了。”谢维清，但愿如此。谢维清提着心等了好一会儿，见燕温岚安安静静的抱着自己没再折腾，心这才松下来。第35章回门。次日4时3刻，回门之时，兰竹和其他王府的仆从将回门礼钦点放在了马车里，足足放满了5辆马车。最前面的马车由4匹马拉着，他走过去向马车里的谢维清禀告：“王君已钦点完毕，可以启程了。”兰竹说完，等了好一会儿都没见谢维清出声回应，他猛地想到那位摄政王也在，生怕自家公子会有什么危险，正要不顾身份场合上前查看，被对方的侍卫带刀拦了下来。竹轩面无表情地看着兰竹，没有说半句话。兰竹皱了皱眉，冲着马车提高了些音量：“王君。”片刻，马车内传来一道冷沉的声音：“启程。”是燕温岚。兰竹还想再说些什么，谢维清的声音在此刻终于响起，不过有些小声，声音也不似往日那般清润：“兰竹，我无事。”兰竹瞬间放下心，他家公子没事就好。竹轩还拿着把刀拦人，兰竹没好气的转身，随后就翻了个白眼：“瞧把人神气的。”马车内，谢维清靠在燕温岚身上缓了好一会儿，才缓了过来。对方每回吻的时间对他而言都是漫长的，额前挡住眉眼的青丝被对方撩至耳后。你那小厮倒是对你上心的很。王爷，谢维清抿了抿唇，有些猜不透燕温岚此刻的心思。他轻声说道：“兰竹年纪小，若是王爷对兰竹有什么不满之意，维清今日便让人留在谢府。”燕温岚眉头轻微一挑：“行啊，维清让他留在谢府，日后便只有你一人孤零零的在王府了。”谢维清眼睫轻颤，心底倏地沉了下去。王府里，维清怎会是孤零零一人？不是还有王爷吗？燕温岚：“是啊，还有本王。所以维清今日回来，最好不要带上其他闲杂人等了，否则哪日我控制不住杀心，维清那小厮就要死在本王的手上。”谢维清听后心间一颤。燕温岚抬手轻轻抚摸着对方的侧脸，动作带着些许温柔，感受到眼前的人因他而有些发颤，怎么也控制不住。他嘴角勾起，语气轻和道：“到时候维清就该挠本王了。”谢维清暗自咬了咬下唇，维清不会带兰竹回王府的，多谢王爷肯给我这小厮留条小命。他眼底的光一瞬暗淡，维清难道就不怕我有朝一日也把你杀了？谢维清抬眸对上了燕温岚那双凤眸，眼底的杀意流露出了几分。他下意识别开眼，王爷想维清不怕你，又3番4次说这些话来吓人。他说罢，又抬眼看向对方，王爷究竟是想维清不怕你，还是怕王爷怕到骨子里？燕温岚靠近他，自是想维清不怕。我说这些，难道不是想让维清有个准备，好不怕本王的吗？谢维清沉默片刻，声音温凉：“那王爷定是想过要杀了我，那这一刻呢？王爷想不想杀了维清？”燕温岚眼底划过一丝兴味，他本以为谢维清这般的人应该是没胆子问这种问题的，没想到居然还当着他的面问。想杀与不想杀，不过是一念之间，问又有什么意义呢？维清这般好，我自是不舍得杀了你，哪怕想杀也不会杀的。
燕温兰温声说道。谢维清没有答话，只是定定地看着对方看了片刻，而后别开目光端坐好。王爷说的话，维清自然相信，分明不信。燕温兰心底轻嗤，没有再说话吓唬人，本来不过是随意起的念头，他还真没打算要把人吓到见着他就抖的地步。很快，马车绕了2条街，停在了谢府的大门。门口是谢官堂和一众奴仆等候。谢维清掀开帘子看了眼，并没有见到宋昭化，心里瞬间有了不好的预感。王爷到谢府了。燕温兰没有坐着不动，要给旁人一个下马威，低低的应了声嗯，随后自行掀开了帘子下马车。维清，下来吧。说着，他抬手让对方搭在自己的手上。谢维清顿了顿，谢王爷。下了马车后，谢维清有些等不及的看向了谢官堂。父亲，阿娘呢？你阿娘在厨房，说是要亲自给你做几道菜吃。谢官堂说道，尽量连余光都不想多给燕温兰。见过王爷，岳父多礼了，一家人哪需这些礼数？燕温兰淡声说道。谢官堂，他一声轻嗤，见后面那5辆马车均是回门之礼，心里总觉得这不像是燕温兰的手笔，对方小气得很，更何况这回门礼是流进谢家的。维清啊，回门还带着这些礼作甚？钱财虽为身外之物，但你如今离家甚远，没点银子傍身，这怎么行？谢维清微愣，而后轻声解释道：父亲，这是王爷命人准备的，并非是维清破费。谢官堂脸色有些复杂，随后眼不见心不烦的摆了摆手，罢了罢了，这是他应该要做的，都进来吧，免得你阿娘说我。一行人进了谢府，谢官堂瞥了眼燕温兰，王爷就请先在这坐下吧，来人，给摄政王上茶。说完，他带着谢维清离去，说是要说些话。燕温兰也没说什么，这日回门本就是给谢维清同家里长辈说话的，他一个人在厅堂坐着，谢府里的下人都离得远远的，他转了转手里的茶杯，随即抿了一口，茶水不错，就是不怎么值得他今日陪人来这一走，还不如去别院。谢官堂带人去了书房，刚平退下人，他就迫不及待地询问谢维清在王府过得怎么样，燕温兰有没有做什么欺负人的事。谢维清忽的一顿，有些目光闪躲的别过头，王爷并没有欺负孩儿，在王府过得还算好。吃食有没有亏待你？谢维清这几日都是吃清淡的膳食，不过他吃什么，燕温兰就跟着吃什么，他轻微的摇了摇头，没有亏待。谢官堂有些狐疑，院子呢？给你的院子大不大？魏父可是听说了，燕温兰那王府可是扩建了不少，比得上有2个谢府。谢维清霎时沉默，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才好，总不能说自己跟对方在同一间院子里，这几日还同床共枕吧。父亲知道后不得气死。第36章帮忙。谢官堂等了片刻，没等到谢维清开口说话，心里顿时感觉大事不妙，燕温兰这厮不会连间院子都不给你吧？谢维清在想，燕温兰的院子能不能暂时算作也有他的一份，他再三斟酌，底气不是特别足的说道：有的父亲。谢官堂冷喝：为父不信。谢维清：真有，不过就是父亲可能不太能接受。谢官堂语气悠悠：还有什么事是能比你跟燕温兰成婚更不能让我接受的？谢维清听后也觉得有几分道理，他看着自家父亲低声的说道：孩儿同王爷一个院子。什么？谢官堂没反应过来。谢维清默了默，犹豫着自己要不要重新说一遍。下一刻，谢官堂又说了遍，貌似大概应该是没听清。谢官堂听清了，听得清清楚楚，只是没反应过来而已。你是说燕温兰同你一个院子，你俩这3日？谢维清说的别过头，下意识反驳道：没有。谢官堂心如死灰，为父还没说完。谢维清。谢官堂此刻恨不得把在正厅等着的燕温兰给活包了，他祖宗的真看上他儿子了。秦家什么时候教出这种登徒子？不过没有就好，没有就好。谢官堂勉强扯出一丝笑，拍了拍谢维清的肩膀，没有让自家儿子感到太过难堪，心底却是在想，这都造了什么孽，非得让他儿子被燕温兰给看上，女儿又被宫里那位看上，他谢官堂是把这2人祖坟给挖了不成？父亲。谢官堂，没事，你父亲我很好。对了，你昨日进宫看你阿子了？他转而问道。谢维清神情一瞬间低落，他叹了口气，看了，王爷带孩儿进去，阿子身子病得愈发严重了，房内全是药味，我让人去寻民间的大夫，看看能不能治阿子的病。谢官堂不自觉地攥紧了手，随后又松开，语调低沉沧桑：我已经好久没见过阿英了，阿子让我给您和阿娘问声好。谢维清随即又说道：下个月便是8月15，宫中会有中秋家宴，到时定能再见到阿子的。但愿吧。2人聊了许久，直到下人在书房外提醒道：大人，已是午时了，夫人让小的叫您和公子去厅堂用膳。谢官堂刚想聊起朝堂之事，见状也只好暂且作罢，待用完膳，为父再同你说这朝中之事。谢维清轻声应下：好。宋昭化做了好几个谢维清爱吃的菜，让下人端菜过来时，只见着燕温兰在厅堂候着，不见谢官堂和谢维清，便猜到了父子2人有事要相谈，秉着来者是客，他也不好冷落了对方，更何况身份还是这般显贵。
王爷今日居然有空陪青儿回门。在昨日里，谢维清便派人回谢府说起回门一事，就提到了燕温岚可能会一起陪同。不过宋昭化还是有些诧异，对方居然真的会来。温岚见过岳母，燕温岚声音温和，学谢维清倒是学了几分像，还对宋昭化行了礼。宋昭化也是听闻对方犹如恶鬼，见着这般，倒是让他有些恍惚怀疑起自己来。他笑了笑，王爷多礼了，乃能让王爷行礼。岳母直接唤我温岚便可，您是长辈，自然要行礼。宋昭化表面温和的微笑着，心里却在想着他儿子怎么还不来。他转头便让下人去叫谢官堂和谢维清过来用膳。半炷香后，两人出现在厅堂。谢维清朝他笑了笑：“阿娘，孩儿可想你了。”宋昭化松了口气，笑道：“快来，阿娘做了一桌子你爱吃的菜。”谢维清眼前一亮，脚步稍微加快，来到膳桌前，看着满桌子的菜，露出真正的笑意：“这些都是孩儿爱吃的，辛苦阿娘了。”燕温岚就在一旁看着谢维清的笑，那般的笑容，他在王府里是完全看不到的。他扯了扯嘴角，坐在了谢维清的身旁。维清还爱吃什么菜？改日我让厨子做。谢维清愣了愣，下意识转头看向了燕温岚，眼底的笑意浅淡下来，温声道：“维清不挑食，而且王府的厨子做的菜都很好吃，王爷不必大费周章。”是吗？那好吧。燕温岚表面没有强求，声音淡漠。谢官堂尽量忽略不顺眼的燕温岚，一直给谢维清夹菜，而对方也不知道是怎么的，竟然没再跟他作对惹人嫌，安安静静的待着。用完午膳，宋昭化同谢维清聊了好一会儿，说到谢芷英时，明显忧愁了许多。谢维清赶忙安慰道：“阿娘不必太过担忧，阿紫的病我会想办法的。”宋昭化蹙着眉，轻声叹道：“宫里太医都是拥有1等1的医术，为何阿英就是好不起来呢？”谢维清张了张嘴，一时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千篇一律安慰的话自然是有，但管用的只有几句罢了。岳母若是信得过温岚，我可以让太医再去一看。燕温岚蓦地开口：“我也听闻维清的阿紫体弱，久疾不愈，但也正如您所说，宫中太医医术高超，治与不治往往不是太医能决定的事情。”宋昭化倏地抬眼看向燕温岚，好似明白了些什么。谢官堂皱眉，声音带着几分怒气。他倏地起身：“燕温岚，你莫要胡言乱语。对方这话分明是冲着皇帝去的。燕温岚想要他们谢家对皇帝起疑，最好是倒戈相向。”谢维清生怕父亲会同燕温岚起争执，赶忙道：“父亲先坐下，王爷并无此意。后宫势力颇多，总有人会觊觎那皇后之位。”谢官堂眯了眯眼，在朝堂之上，他同燕温岚作对数年，自然知道对方这番话究竟为何意。他顺着台阶坐了下来。宋昭化也在此时发话：“王爷在太医院有熟事？”“有。”“这样，我现在就让人传话与他。我记得皇后每日都会有太医前去诊脉，这2日便可给您一个答案。”燕温岚说罢，就还真的让竹轩立即去办事。宋昭化：“多谢王爷帮忙了。您是维清的阿娘，皇后又是维清的阿紫，帮忙乃是理所应当之事。”燕温岚笑了笑。第37章夜不能寐。谢维清闻声看了眼燕温岚，眉心不自觉的微蹙，心想着对方到底又在犯什么病，无缘无故居然会主动插手帮忙谢家的事情，总不能是想跟谢家缓和关系。他沉默一瞬，轻声说道：“麻烦王爷了。”“一家人谈什么麻不麻烦的？”燕温岚风轻云淡道。一句话就膈应到了在场的谢官堂，连同将宋昭化也弄得不知道是该应下还是如何是好。他私下偷偷按住了几乎忍不住要发火的谢官堂，拍了拍对方的手：“王爷说的是，一家人自然不说2家话。”谢官堂不冷不热的扯了扯嘴角，在心底冷喝，随后眼不见为净的转头看向宋昭化，就差不给人留个后脑勺了。谢维清抬手抵唇咳了咳，是维清见外了，还望王爷莫恼。燕温岚：“不会。”因燕温岚在，几人都没怎么说话。宋昭化想同谢维清说些梯级话都说不了，一时之间在场空气都凝固了不少。谢维清想了想，还是不想局面变得如此尴尬，便轻声说道：“王爷还未去过维清院子，孩儿先带王爷去逛逛。”宋昭化点头，顺势说道：“也好，我同你父亲先小憩片刻，青儿待未时再过来吧。阿娘有事同你说。”谢维清：“好。”燕温岚没有出声说什么，安静的跟着谢维清起身离开。两人并肩而行，绕过廊道，阳光透过树叶石壁洒在了廊道上，风和日丽的。谢维清带人去了平日自己经常待的地方，曲水亭周遭尽是潺潺的流水声，伴着随风而响的风铃，亭子的沙幔如水般荡漾。王爷请坐。燕温岚一言，看了眼周围的景色，亭子坐于池水中，一旁又有乱石流水，翠竹倒映在水面上，维清很喜欢。好景谁会不喜？王爷不喜欢吗？谢维清坐在燕温岚身旁，亲自倒了杯茶水给对方，声音就如流水般清澈温润，甚是喜欢。王府也有这般的景观，也不见维清见上一件。燕温岚端起茶杯抿了口，语气倒是不清不楚的。谢维清心念微动，这几日他在王府就没怎么出过门，不是在卧房便是偏房。他瞥了眼对方，轻声细语道：“这几日维清身子有恙，王爷不是不知道。那明日我带维清好好逛一逛王府，
定叫为卿欢喜。王爷莫非也是娴雅之人？燕温岚轻笑，娴雅谈不上，就是喜爱好看的事物罢了。他话音一落，目光便停在了谢为卿身上，眼神有些暧昧促狭，语气狭睨道：“当然，也喜爱好看的人。”谢为卿顿了顿，为卿知道。燕温岚眉头轻挑，知道什么？知道本王看上为卿的样貌了。若是因为父亲和王爷是两党相立，王爷大可换一种方式折辱。谢为卿平静地开口，那双桃花眼神情微淡，又像是含着情般，也不必理会为卿所写的那封信。燕温岚略微思忖，3书6礼。那本王还天天半夜来见你呢，这怎么说？谢为卿看着他沉默片刻，这就要问王爷了。自然是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才不得已而为之。谢为卿竟说些瞎话。燕温岚说完，见眼前的人沉默无话，忍不住笑了声：“为卿，王爷难寐，貌似还怪起为卿来了。”燕温岚默然一瞬，说道：“为卿莫不是木头？”谢为卿，王爷，我是人。燕温岚一笑而之，没有为此说太多，又转而问道：“那为卿如何作想？”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王爷是人，自然逃不过。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燕温岚听出了谢为卿话里的意思，蓦地一乐。谢为卿看着他点了点头，燕温岚上下看了眼谢为卿，认可道：“为卿的确称得上是那块和氏璧。”他说完，接着问道：“所以不恨本王？”谢为卿目光淡了些许，轻声反问道：“王爷要为卿恨你吗？”“恨与不恨，对本王来说不重要。为卿已然是我的王君了，不是吗？”燕温岚微仰头喝完手中的茶水。王爷想要为卿恨什么？恨此生再也不能入朝为官，还是恨王爷让皇上下了赐婚的圣旨？谢为卿声音淡淡，他见对方茶杯已空，说完便给燕温岚茶杯倒了7分满。燕温岚，都恨吧。谢为卿抬眸看向眼前的人，王爷说错了，为卿都不恨，恨这些没有任何意义。不能入朝为官，这也不恨。燕温岚是不信的，谢家子孙哪个不是在朝能文能武？入朝为官那是儿时的想法罢了，如今的为卿更喜欢做个闲云野鹤，轻松自在一些。燕温岚声音微冷：“你在说谎。”谢为卿抬眸对上燕温岚的眼神，王爷此话怎讲？燕温岚定定地看着他看了半晌，随后将他亲手倒的茶水一饮而尽。为卿想要在王府轻松自在，这多简单，日后也不必出王府的大门了。他目光多了分幽冷，语气倏地一沉：“谢为卿，为卿可不要。天下之大，王爷不陪为卿多走走，要我陪着？”燕温岚露出的尖刺爪牙似乎在此刻软了几分，他愣了愣神：“成了亲，为卿与王爷自是一体的，岂有不陪之理？”谢为卿声音温和，又给对方倒了杯茶：“为卿平日经常在这亭子里抚琴，王爷想听吗？”燕温岚顿时说道：“听。”谢为卿起身到不远处唤来下人，曲水亭平日里都会有3、4个奴仆候着，不过因为今日有燕温岚在，倒是躲得远了些。他也不想费嗓子叫唤，更不想同对方带一块，索性歇一歇。燕温岚修长的手搭在了石桌上，骨节分明的手随意的弹了几下，脑海里忽地想起了午膳时的画面，以及谢为卿方才所说的话。不恨他，还说要他一起陪着。燕温岚没有什么想法，可正是没什么想法，他才觉得可怕。若是按照平日，他定是觉得对方说这种话很愚蠢，讨好他的意味太过明显。但谢为卿对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让人起不了疑心。第38章，信不过王爷。谢为卿吩咐完小厮，还在原地多呼吸了几口新鲜自在的空气，片刻后才转身走回去水亭。王爷，燕温岚思绪被打断，才反应过来，对方好像离开的时间有些长。为卿去的这般久，同奴仆有什么可说的？谢为卿悠悠：“王爷走路也需要时间的。”燕温岚想了想，貌似有点道理。对方又不是习武之人，不会轻功，没有内力，自然耗时久了些。那是本王错怪为卿了。谢为卿笑笑：“无事的。”半炷香后，下人抱着一把琴走过来：“公子，您要的九霄琴？”“放下吧。”小厮应声说是，将琴放在琴台上，随后退下。“王爷可有想听的？”谢为卿收拾好心情，眉眼间似是有着淡淡的笑意，就这么看着燕温岚那双桃花眼像极了含情眸。燕温岚愣了愣，但手为卿爱听的吧？谢为卿声音如温玉般：“好。”琴音袅袅，随风又似流水，与庭檐挂着的风铃谱了一首静心曲，带着竹的清香淡雅。燕温岚静静地看着抚琴的人，此刻好似谪仙般在那端坐抚琴，不染俗尘，连一根青丝他都染指不了。他垂了垂眸，眼底那一瞬想要将人染指的欲念被藏了起来。琴音止，谢为卿抬眼看向了燕温岚，眼眸中好像带着笑意。他眉眼微弯：“王爷觉得如何？”“很好听。”燕温岚声音偏淡。谢为卿起身，敏锐地察觉到了燕温岚此时的情绪好像有点不太对，他朝人走过去：“王爷怎地听了琴，心情反倒更不好了？”燕温岚垂眸，转了转手上的玉扳指，随后抬眼看向身旁的谢为卿：“为卿可知方才我在想什么吗？”谢为卿眨了眨眼：“王爷在想什么？”
燕温岚声音淡漠，且丝毫不委婉。本王方才在想，要是把你在琴台上，卿会是怎样的一番风景？谢为卿，他默了默，脑里抑制不住的随着对方说的那句话有了画面。原先看向燕温岚的目光瞬间移开，王爷别斗为卿了，本王认真的，只是还没付诸行动罢了。谢为卿瞬间不知道该要说什么话了。燕温岚见他不说话，骤然笑了笑，我还不至于要在谢府梦浪，若是不小心被为卿的父亲看到，本王今日怕是要脱了层皮才能回府。谢为卿虽说不太相信燕温岚说的话，但还是松了口气。王爷说笑了，回府再亲。燕温岚淡定的补上一句。谢为卿就好似被堵住了一口气，不上不下的忒难受。燕温岚说完，心情好了许多，目光落在琴台上那把九霄琴。为卿很喜欢抚琴，也喜欢收集名琴。这把九霄琴是前朝最出名的琴师所制，其音犹如让人翱翔九霄，重金难买。这把琴是琴师之子赠与为卿的。谢为卿主动说道。燕温岚挑了挑眉，赠与？为卿可真是贵人颇多啊，前有要带为卿逃婚的严二公子，后有赠琴的琴师之子。谢为卿心倏地一咯噔，燕温岚是如何知道长歌要？很纳闷吗？既是本王看上的人，自然是要时时刻刻都知晓其行踪。燕温岚没有丝毫掩盖之意。谢为卿，为卿没有答应。燕温岚似是有些愉悦。是啊，为卿甚至还觉得对方愚蠢。谢为卿，为卿可没说过这番话。王爷扣莫须有的帽子给我作甚？好吧，是本王猜的。谢为卿倏地起身，未时了，为卿要去与阿娘谈话。王爷。燕温岚自然知道他在场会让所有人都不自在，也没想过今日回门要给谢为卿难受。他随即也跟着起身，语气带着几分揶揄的笑意，说道：“那本王就去为卿卧房歇息片刻。”谢为卿倏地看向他，一听便知对方这是要睡自己床榻的意思。他羞恼地看着对方，而后离去，只留下了一句话：“随便王爷。”燕温岚看着对方似是落荒而逃的背影，轻声笑了笑。谢为卿行至远处，直到看不见那曲水亭，才停住脚步，后知后觉自己的脸泛着热意。他以手作扇，朝自己脸上扇了扇风，片刻后冷静下来，深吸口气，往谢官堂的院子走去。父亲。谢为卿推开书房的门，院子里的下人说大人和夫人都在书房等候。阿娘。阿娘还以为那摄政王不肯让你过来。宋昭化放下心。谢官堂没好气的冷喝一声：“他人呢？”谢为卿轻声：“在孩儿卧房歇下了。”谢官堂猛地提了口气：“在哪？”宋昭化扶额：“你这般大惊小怪做什么？”谢为卿只好重复了一遍：“在孩儿卧房歇下了。”谢官堂充耳不听自家夫人说的话，只是说道：“不要脸。”谢为卿有些无奈：“父亲别气了，王爷在孩儿卧房歇下也是合情合理的，您当心气坏了身子。”哼！谢官堂甩袖：“罢了，不提他。昨日我入宫见阿紫，得知了一件事，王贵妃有身孕了。”谢为卿直截了当的说道。宋昭化：“王贵妃，王家，陛下怕是不会让这个孩子出事的。”谢官堂皱了皱眉：“贵妃有喜，竟然没有传到朝堂之上，有点古怪。王家自然是不会大张旗鼓，他们想保住这个孩子，但在后宫有身孕，不可能逃得过皇帝的眼。他们如今定然是想好了保下孩子的办法。”谢为卿皱眉深思片刻，忽地想起了什么，听闻皇帝信奉道。谢官堂沉声：“是，前不久皇上特地从司库拨款给城郊的玄清观修缮，还请了老道长入宫。若王贵妃肚子里的皇嗣保住，日后王家怕是要宋昭化隐去了后半段的话。”谢官堂私心不想谢为卿沾染过多这种肮脏之事，如今入不了朝堂，关心这么多，无非是引火上身，但入了摄政王府，又岂能轻易脱身？这浑水怕是早已沾身。他叹了口气：“皇上让你监视燕温岚，你待如何？”谢为卿心下微沉，低声回道：“孩儿不愿为皇帝办事，但也信不过王爷。”第39章，并无大碍。谢官堂欣慰，忍不住在言语上踩几脚燕温岚。是了，他就是信不过，所谓的轻诺必寡信，说的就是燕温岚这厮。谢为卿默然片刻：“父亲，貌似说的有点严重了吧？”谢官堂：“为父实话实说而已。”宋昭化不想听对方再继续扯嘴皮子，抬手就拧住谢官堂的耳朵：“你老是背地说人家干什么？都一把年纪了，还这么幼稚。”谢官堂不服，但也没敢应声，转而正经地说起了有关皇嗣一事。王贵妃若能诞下皇子，皇上怕是也不会让其能活太久。哎，帝王无情，皇帝如今正值壮年，也知朝内大臣很多对他不满，不忠，自然是不愿皇嗣出事。谢为卿眉头微蹙，眼底凝起一片寒霜，抬眼间那抹寒霜转瞬即逝。放眼朝堂，三派相立，眼下王家与顾家是一体，但不代表蛇不会吃鼠。顾家有太后，王家有了个怀有身孕的贵妃，若是皇帝担忧子嗣一事，顾家势必会为君分忧。谢官堂一想到宫里那位荒淫无度的帝王就头疼，谢家几百年名誉，他若是不小心走错一步，谢家可就葬送在了他的手上。皇嗣一事，我们谢家不能插手。谢为卿是不能插手，但父亲还需留意，为卿就怕王家会效仿前朝立幼帝。
到时候阿紫还在宫中，他们怕是想救其出宫斗难。为父知道。几人聊了许久关于朝堂之事，谢维清忽的心念一动，带着一丝试探性的问谢官堂：“父亲觉得当今皇上如何？”谢官堂：“皇上乃九五之尊，作为臣子，岂能妄论？是孩儿莽撞了。”谢维清心中已有了定论，父亲肩上担的是整个谢家，自然不能做其他一些违背皇帝的事情。他眼睫颤了颤，随后冷不丁地提起了皇帝让他去办的另外一件事。那日皇上以阿紫之名宣孩儿入宫，还有一件事，皇上不仅让我监视王爷，还要我找出其谋反的证据。谢官堂叔弟脸色大变，什么？宋昭化，当年秦家已然用了这法子，如今还要？谢维清声音很轻，但很坚定，所以孩儿并不认为这是我会忠心的君王。父亲也说秦家是被冤枉的，那父亲觉得燕温岚会通敌叛国吗？他又轻声问。不会。谢官堂声音低沉，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复了这么一句。虽然我不觉得燕温岚是你的良配，但他确实不会通敌叛国。我记得对方年幼时经常在秦家，由他外公和摄政王妃教导，秦家被扣上了这等的罪名，他就算想把晋朝覆灭，也不会沾上这罪名半点。谢维清蓦地说道：“父亲对王爷也很矛盾复杂。”谢官堂没说话，宋昭化在一旁叹了叹：“青儿应知你父亲刀子嘴豆腐心，更何况对方还是昔日友人的孩子。”谢维清垂了垂眸：“孩儿知道了。”谢官堂没有再多说，而是换了个话题说道：“你说你不想忠于如今的君王，为父理解，早在之前我便看出来了。没事，不入朝堂也挺好的。”谢维清：“父亲不逼孩儿，为父没这么大能耐，能把现在的你弄进朝堂。”谢官堂没好气道。谢维清忍不住笑了笑。直到申时，谢维清才回到自己的院子里。他推开卧房的门，左转走进里房，撩开帘子，便看到了躺在床榻上的燕温岚。对方双眼合起，看样子应该还在睡着。他动作放轻了些，心里忽地想起了先前同父亲说过的话，他又何尝不是既钦佩对方战场杀敌平定边疆，又觉得举止轻佻无礼？也不对，如今不能说对方轻佻了。谢维清默了默，随后在桌前坐下，给自己倒了杯茶润喉。方才说了太多，说得口干舌燥的，刚饮下一口，他就听到了一道声音：“维清来了，怎么也不叫醒我？”燕温岚没继续装睡，侧着身面向谢维清，那双凤眸静静地看着对方。谢维清放下茶杯，叫醒王爷作甚？王爷平日便少眠，维清自然是不会叫醒王爷的。维清一口一个王爷的，听着倒让人觉得生疏的很。燕温岚不咸不淡地说道，言语隐约带着揶揄：“维清不应该叫声夫君比较合适吗？”谢维清简直要被燕温岚直白说的这些话气得想骂人。杀敌骁勇是不错，但也是个下流痞子。他微微别回头，没有回应燕温岚说的话。燕温岚眼底泛起笑意：“维清，夫人。”谢维清倏地起身：“王爷再睡会罢，我就不打扰了。”说完他就转身离开，结果就被燕温岚叫住：“维清再往前一步，我就让你在这里叫夫君了。”谢维清猛地回头看他，面红耳赤的：“你简直无耻！”他小声骂了句。燕温岚自是听得一清二楚，谁让维清想要走？本王在此等了一个时辰多，我一醒来，维清便要走，好生无情。谢维清听着对方这番颠倒是非的话，顿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他倒了杯冷茶压住心中的火气：“王爷此话何意？分明是你，是本王什么？我不过是让维清换拒夫君罢了，不叫便不叫，还要把人丢下，不是无情是什么？”谢维清就没见过如此，他别过头，就王爷会说：“过来。”燕温岚起身坐着，随意的朝谢维清招了招手。谢维清有些不愿，但还是走了过去。他深吸口气，缓了缓：“王爷想听维清换一个称呼，王爷想听为清叫便是。”燕温岚忽的抬眼看着眼前的人，眼底划过一丝兴味和惊诧：“真叫？不是脸皮薄得很吗？回王府再叫。”谢维清低声说道。燕温岚喉结不自觉地滚动：“好，那本王等着。”说完，他好像意识到了什么。今日是第3日，他眼眸微动：“维清身子可好些了？”谢维清没反应过来燕温岚问的真正用意，下意识地回了一句：“维清身子并无大碍，让王爷忧心了。”“并无大碍啊。”燕温岚意味深长地说道。第40章，不要脸。谢维清忽地心一紧，察觉到了危险所在，他看向燕温岚，反应过来对方问这番话的用意，他耳朵倏地滚烫，这才第3日，我身子还有些不适。燕温岚笑了笑：“维清何时也学会骗人了？”谢维清皱了皱眉，又听燕温岚好声好气地问了遍自己的身体情况，他犹豫再三，扭过头不去看对方，小声说道：“好了，维清这么不想与我共赴巫山？”燕温岚轻飘飘的又问了一句，言语直白的很。谢维清觉得自己半生的修养都已经被燕温岚毁得差不多一干二净了，他沉默不语，心想着不骂人那是因为他不会，否则今日他就把人骂一顿。这档子事虽说讲究2个人的快乐，但维清不愿，我也不好逼你喜欢，那以后便受着吧。”燕温岚风轻云淡的说道。谢维清知道对方这是明晃晃的告诉自己，无论他愿不愿，
这种事只会多不会少。他也知道，成亲之后这种事便是再正常不过的。谢维清忍不住掐了几下自己的手指，半晌后小声的回了句：“维清，算了，日后习惯了就好，也不必对燕温岚说什么保证。”燕温岚见对方说了一半的话，就不再继续说下去，难得被吊起几分好奇心，怎么不说了？没什么，维清知道了。燕温岚听后挑了挑眉，心里总觉得刚才对方要说的话不是这句，也不是这个意思。不过他没继续逗人，不然逗狠了，他这位王君怕是要好几天都对他冷淡淡的了。直至夜里戌时，谢维清才同燕温岚从谢府出来，兰竹被留了下来。他有些不忍的回头看了几眼，本来燕温岚还想松口，让人继续把那小厮带回去的，不过瞧着这番神情，还是算了吧。一个小厮罢了，这么不舍。带回王府已是戌时末，夜色浓重，下人提前备好了浴池的水。一到王府，燕温岚就拽着谢维清的手腕，拉着人往浴池园走去。王爷这是要去哪？谢维清还有些云里雾里的，忍不住问道。燕温岚脚步微顿，偏头看向对方，忽的一笑，自是要跟维清一同沐浴了，免得浪费水。谢维清，堂堂一个摄政王，连这般劣质的理由都能说得出口。见谢维清又不说话，燕温岚看似妥协一般，好，是本王想同维清沐浴，无关其他的，维清如今可满意了。谢维清又是一口气憋在心口处，说的好像是他要人承认这种肮脏念头一样。不要脸！他深呼吸，王爷还真是能说会道。燕温岚学着对方的语调，悠悠说道：“维清还真是难伺候，说个理由，维清不满意，实话实说，又让维清不满意了。”谢维清忍不住朝人弯了一眼：“我没说过，维清说什么便是什么吧。”燕温岚简直欺人太甚。燕温岚拽着他继续往前走，又忽地顿住脚步，回头看向谢维清，凤眸微微眯起眼：“维清心里不会再偷偷骂我吧？”谢维清默了默：“没有，谁敢骂王爷？”维清想骂便骂，最好能在后半句他俯身靠近谢维清，在对方耳边说完了一句话。谢维清倏地瞪向他，片刻后看着他憋出了一句话：“不要脸。”燕温岚蓦地失笑：“是啊，本王不要脸。”谢维清又是一气：“走着多累，本王抱你去吧。”燕温岚虽是问话，但说完便将谢维清打横抱起，把对方吓得勾住了自己的脖颈。他嘴角微勾：“维清怕什么？我又不会松手。”谢维清缓了缓，声音特地放轻，同人好声好气的商量道：“王爷下次能不能先说好了再抱？”“好，是本王错了，下回一定听维清的。”燕温岚声音低沉，又好似带着几分温柔。“吓着你了？”他又问。谢维清勾紧了些他的脖颈，低声嗯了句。这般不惊吓。谢维清没有搭理他，燕温岚也不恼，抱着人运起轻功，不一会儿便到了浴池原处。下人将换洗的衣裳备好，池水也撒上了应季的花瓣，还点上了香炉，散发出淡淡的清香。燕温岚将人放下，谢维清落地，终于提着的心落了下来，生怕对方会半路将他扔下去似的。他随意的看了眼，余光瞥到了一盒有些眼熟的物实。这种药膏怎么也在这？谢维清心中倏地警惕起来，心想着露天之下，燕温岚总不能会拉着自己。他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离燕温岚远了些。燕温岚注意到他的动作，眉头轻轻一挑：“维清这是作甚？在躲避我？”谢维清有些生硬的回了句：“没有。”燕温岚：“本王不信。”谢维清目光微移，还巧不巧，还是那盒药膏的方向。王爷不信，维清也无可奈何。燕温岚顺着他的目光看了过去，目光一下子变得玩味了许多。维清这般急不可耐，他走过去，把那盒药膏扔到了谢维清怀里。对方下意识接住，随后抬眸看向自己，那双桃花眼直勾勾的看着，看得让人心痒。燕温岚轻声啧了下，看着眼前的人，故意目光往下移了移，落在了对方手中的药膏上，随后好心的问道：“先沐浴还是？”“沐浴。”谢维清此刻像极了惊弓之鸟。燕温岚蓦地笑出声：“什么？是先？”维清说了：“先沐浴。”谢维清蹙起眉，下意识打断了燕温岚的话：“跟谁沐浴？”燕温岚没放过人。谢维清耳朵一热，咬了咬唇，低声说道：“和王爷。”燕温岚还想多说几句逗逗人，结果就看到了谢维清上前扯了扯他的衣袖：“王爷就先跟维清沐浴吧。”他呼吸倏地变得有些粗重，喉结上下滚动，心想着对方是怎么才能把这番话说出来的，也不怕被围。喂，好了。燕温岚伸手抓住了谢维清作乱的手，声音低沉暗哑：“沐浴就沐浴，说这番话作甚？”第41章，羞死的。谢维清眨了下眼，心底疑惑着自己说的这番话有什么问题。沉默片刻后，他松开了扯住燕温岚的衣袖，故作淡定的说道：“那维清不说了。”燕温岚倏地抓住对方的手腕，眉眼似笑非笑，指腹摩挲着对方裸露在外的肌肤，滑腻得很。维清可以留着等会儿说。说什么？谢维清听不懂，一点也听不明白。他语气说不上很好，藏着一丝气恼，还别开眼不去看眼前疑似在耍流氓的人。燕温岚听着对方这般软绵绵的负气话，听得有些心痒。他二话不说就拽着谢维清往浴池走去，眼底升起丝毫不加掩饰的欲念。谢维清故作镇定地顿住脚步，
韦青会自己走。燕温岚笑了笑，没有半分威胁。再多说一字，本王抱你扔进池子里。谢维清，他几乎是要被气笑，心想着对方说出来的话怎么一句比一句还要不堪入耳。燕温岚眉眼间露出几分愉悦的心情，看着谢维清又乖乖随自己拉着走，他忍不住出声打趣道：“本王还以为维清会抗争到底。”谢维清扯了扯嘴角，维清不是傻子。也是。燕温岚言语里好像带着一丝可惜，听得他眉头跳了跳，声音温凉：“王爷貌似很遗憾。”是啊，燕温岚大方承认，随后还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所以本王打算……话没说完，谢维清心倏地一咯噔，总觉得燕温岚憋着坏水要对付自己。果不其然，下一刻自己就被对方拽进了池水里，扑通地，水花四溅。谢维清下意识闭眼，意识到自己没有什么危险后，一睁开眼就看到了燕温岚这张可恶的面孔，长得丰神俊朗又有何用？憋了一肚子的坏水，还总是说些下流痞子的话。他缓了缓，就听到了燕温岚慢悠悠的把没说完的话补完：“将你拽下来。”谢维清此刻真的很想骂人，真是其形如狗，言之后矣。他皱了皱眉，池水将衣上浸湿，粘在身上忒难受。他想着左右都进池子里了，索性就脱去衣裳。不过某人的目光虎视眈眈的，活像是要将他生吞活剥似的。谢维清犹豫片刻，抬眼看向了燕温岚：“王爷。”燕温岚语调微扬：“王爷不脱衣裳吗？”谢维清在池水里掐了把自己的手心，忍着羞赧把这番话说了出来。燕温岚完全没料到对方说的会是这番话，他愣了又愣，过了半晌才反应过来，喉间干涩至极，喉结不自觉的滚动，声音变得暗哑：“脱。”那好。谢维清说完便要转身，燕温岚伸手按住了他的肩膀：“维清这么见外，见都见过了，羞什么？”谢维清耳尖热得滚烫，他怀疑这池水是热汤，不然怎么待在池子里会越来越热？他唇线微抿，见到燕温岚还真打算在自己面前脱衣裳，秉着非礼勿视，他把脑袋转向一边。没一会儿，燕温岚就伸手捏住他下巴给转了回来，看着，不然就看一眼。谢维清憋了大半天，又气又羞的，最后小声说了句：“非礼勿视。”成了清还讲究这些？燕温岚问。自是不怎么讲究。谢维清不出声，默默地把目光移向了别处，又被对方说的话移了回去。本王说到做到，让你看一夜便真的是一夜。都20了，脸皮还这般薄，日后岂不是要3请4请才能与你寻欢作乐？燕温岚又说了句，声音泛冷。谢维清皱了皱眉，下意识反驳道：“王爷哪有3请4请？新婚夜我不是他一时卡住，不愿把那晚的梦浪之事说出来。”燕温岚挑了挑眉，语气里的冷意消失不见。维清此话是想说，维清只是嘴上觉得害羞，但行事还是依我的。谢维清头回觉得沐浴是一件让人难受的事，他深吸口气，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轻声细语道：“依王爷。”燕温岚听着，心底那股恶劣性子又止不住的往外冒，声音冷沉：“那便一起脱了。”谢维清倏地看向他，心知对方说的不是玩笑话，可面对面脱衣裳，未免也太羞耻了些。谢维清觉得自己有点死了，羞死的。等哪日寻个空闲，他就让人买几本专门骂人的书籍话本。实在是燕温岚太坏了，他心中羞愤地想着，纤长白皙的手扯开了腰带。片刻后，燕温岚的手握住了他的手，正当他以为对方会善心大发时，就听到了一句饱含情骨歉的话：“别脱了，先亲会儿。”谢维清，他就不该对此等人抱有幻想。池水越来越冷，夜风吹散了花苞里的花香，也吹动了池水上的花瓣，一阵接着一阵的涟漪。谢维清忍不住打了个冷战，燕温岚终于舍得松开他，抬手将对方嘴角的水痕抹去：“我替为清洗。”谢维清下意识蹙起眉，想要推开人，燕温岚声音平和，又带着几分暗哑：“别动了，好好趴着。”谢维清低低应了声。没多久，燕温岚将他打横抱起出了浴池，而后放下，自己随意扯了件大衣披着，对谢维清低声说道：“站稳了。”谢维清腿脚有些软，许是在池子里待久的缘故，他无意识地抓住了燕温岚的小臂，对方拿起巾帕给人擦干身子，忽地说道：“本王还是第一次伺候人。”他脑内没什么想法，近乎是一片空白，缓缓地眨了下眼，刚要开口说话，又听到了燕温岚说道：“不对，新婚那夜我就伺候过了，你那时候都要晕死过去了。”谢维清被对方这一言一语说得面红耳热，脑海里不由得回想起了大婚那晚上，好像自己到最后的确是没什么意识了，但也不至于晕死吧？有吗？他小声问了句。燕温岚嘴角微勾：“怎么没有？那会儿估计继续都不会把你吵醒。”谢维清，他听不懂，他听不懂。燕温岚让人站直，花了半炷香的时间替人穿好衣裳。第42章燕族。7月依旧炎热，哪怕夜里下风凉爽，都不会穿太多的衣裳，加上等会便要就寝，谢维清只穿了里衣，再穿上一件对襟的纱质长衣，很薄，就像是竹林山上的雾气，竹青色又带着雾白。湿漉漉的长发被披在肩上的巾帕隔着，不会弄湿衣裳。谢维清看着给他系腰绳的燕温岚，眼眸微动，下一刻便偏过头看向了别处。
两人在浴池里待了有半个时辰多，起初说只是亲一会儿，后面还是费了一次手，手腕上的酸胀感渐渐袭来。谢维清蹙了蹙眉，忍不住抬手揉几下，手又酸了。谢维清一瞬沉默，对燕温岚说出来的话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本王抱你回卧房。燕温岚记着对方说的话，抱人还得要提前说一声，多谢王爷。谢维清轻声说道，没有再说些其他不切实际的话。过程无论如何，结果不会变，燕温岚依旧还是会我行我素，除非对方又想出了什么坏点子。谢维清快要看开了，他想着，估计再几次这般，自己就真的无所谓了，到时候看燕温岚还怎么打趣他，拿他取乐。燕温岚可不知道对方心底的弯弯绕绕，将人打横抱起后便运起轻功。谢维清提前做好了准备，这回倒是十分淡定地勾住了燕温岚的脖颈。回了卧房后，燕温岚倒是不急着行那档子事，万般耐心地给人揉起了手腕，还拿了瓶药膏给谢维清抹上。好点了没有？谢维清手腕处冰冰凉凉的，倒是少了几分酸胀感。他温声说道：“好多了，谢王爷。”燕温岚起身把药膏放好，随后又拿起了一盒比较眼熟的药膏。谢维清见状，又是一番沉默，心想着对方还真是猴急，赐婚是这般，如今也是这般急切。燕温岚往谢维清身旁扔了一盒药膏，正是今夜要用的。他摸了摸，总觉得刺眼。卧房内烛火通明，火光轻微摇曳着。大夫说要伤好了才能给本王看看。燕温岚虽说是在问谢维清，但分明也不给对方任何选择的机会。谢维清心一咯噔，顿时觉得大事不妙。看哪？什么伤？燕温岚看出了他心底的疑惑，好心的给他解答。于窍处。谢维清，他艰难的张了张口，不必看了吧，没准伤没好全，维清可以躲过一夜呢。燕温岚看似好心，实则坏心眼的蛊惑人。谢维清沉默，而后一副不相信的样子问道：“没好全，王爷就不会了？这是自然，本王又不是把你当成玩不坏的物件。”燕温岚施然道。谢维清牵了牵嘴角，悠悠说道：“王爷还真是说话直白。”燕温岚没多少耐心，又问道：“看还是不看？”“不准看。”谢维清故意多加了一个字眼。燕温岚蓦地一跃：“行，做完事情本王再看。”对方没有丝毫给谢维清准备的时间，欺身压下后便是一通啃咬亲吻。原本能用半月余的药膏，被燕温岚败家似的用了大半。卧房内的蜡烛渐渐融化到了底部。天光大亮时，卧房内传来叫水的吩咐。燕温岚抬手撩起谢维清被汗水沾湿的青丝，声音带着彦足后的暗哑，还有些许的温柔：“维清，起来洗了身子再睡。”谢维清往里边缩了缩，腰间盖着一张清凉的薄被。他皱紧眉头，低低的说了句：“别吵。”燕温岚笑了笑：“又要我替你洗身子？”谢维清没再应他，彻底睡沉了过去。燕温岚动作轻柔的将人抱起，随后吩咐下人把床榻收拾好，换新的被褥，还点燃了香炉。谢维清一觉便睡到了未时，还是燕温岚叫人醒来的。他伸手推了推床榻上睡得香沉的人，该起来了维清。谢维清睡梦中就听到了有人一直叫自己醒来，他皱着眉，下意识嘟囔了一句：“兰主你别吵了，我今日不练字。”燕温岚，他沉默半晌，脸色有些黑沉，目光一下子幽冷。过了半晌后，才若无其事的继续叫人起来。罢了，一个小厮而已，他又不是那种爱吃味的人。谢维清在梦里被吵得不行，难得心生烦躁，倏地睁开眼，循声看过去，便看到了燕温岚，昨夜害他吟石墨才睡的燕温岚。王爷，他声音很哑，听着不是那么的好听，还带着几分恼火。燕温岚舍得醒了。谢维清静静的看着他，眨了下眼，没有说话。没多久就听到眼前的人继续说道：“还不起来练字啊？”谢维清一头雾水，练什么字？燕温岚见对方不说话，心里那一丝的不悦瞬间被放大。还睡不睡？谢维清觉得有时候燕温岚问的话也有些愚蠢。他想支起身子坐着，刚一动就牵扯到了昨夜的伤处，他顿时倒吸一口凉气，嘶！随后浑身的酸痛感在此刻涌来，腰眼处直接使不上劲，根本动弹不得。谢维清闭了闭眼，感觉自己已经半废不废了。燕温岚见状，心底那股被放大的不悦鬼使神差的缩了回去，很疼。谢维清抬眸看着他，眼神好像是在责怪他昨晚太过猛浪。燕温岚以手抵唇轻咳了一声：“我今早给你抹药膏了，我再给你抹一回。”谢维清皱了皱眉，想喝水。话音未落，只见燕温岚立即转身去倒了杯茶水给自己。谢王爷，他低声说道。燕温岚坐在了床沿处，手自然而然地放在了他的腰身上。腰酸吗？谢维清瞥了他一眼，语气不自觉地带上了几分火气，听着又像是在嗔怪一般。废话，酸死了。燕温岚心底升起了几分愉悦之意，本王给维清揉揉。要吃午膳吗？许是自身吃了回饱肚，燕温岚又有心情装出一副修养极好的样子，连带着声音都温和了不少，虽说还是有几分诡异感。谢维清眨了眨眼，又要吃清淡的饮食了，是不是？燕温岚蓦地沉默住，听着好像他在这方面苛待了对方一样。我问过大夫了，就今日用，明日可以吃少些。谢维清闷声哦了一声。第43章
亲自。谢维清没能离开床榻半步，就连坐起身都难。燕温岚的大手握住静寿的腰肢，力道不轻不重的按着，别动了，本王等会让人喂你吃点东西。他听后皱起眉，并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自己这副模样，但也不能跟肚子过不去。最后受罪的还是他。谢维清默了默，小声的说了个字。待午膳送过来，燕温岚随意指了一位奴仆进来，是大婚那日领谢维清去尉迟园的吴山。谢维清眉心微蹙，勉强被燕温岚扶起身后，腰处垫了好几只卷枕。小的见过王爷，见过王君。吴山行了礼，对燕温岚让他进来喂王君吃东西这件事是有点担心受怕的。他小心翼翼的看了眼王爷，见对方没说什么，反倒是王君声音温和的说麻烦他之类的话。吴山赶忙说道：“不麻烦，小的这就喂王君。”谢维清看了眼对方，习惯性的亲和笑了下，多谢了。而燕温岚则是一动也不动的看着对方垂眸，一副乖巧的不行的样子，喝下了别人喂的汤水，原先平淡的目光逐渐起了暗涌。不到半刻，他蓦地冷声道：“退下。”吴山被这冷不丁出声的一句话吓得半死，心跳停了半晌，他慌忙的将瓷碗放下，随后低着头退了出去。谢维清有点摸不着头脑，心想着燕温岚总不能是想要饿着自己，他试探性的开口唤了声王爷，随后就见对方伸手将汤碗端起。谢维清，这什么情况？他看着燕温岚，见对方的神情，心底冒出了个大胆且可怕惊悚的念头，这该不会是要亲手喂自己吧？王爷，燕温岚眉头一蹙，神情看上去有些阴沉。怎么，别人喂你就乖的不行，本王喂就不行？谢维清，谁乖？他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心底有点怀疑燕温岚的眼神是不是不太好，自己就正常喝汤罢了，怎么还能在对方眼里变成另一副模样？燕温岚舀了一勺清汤递到谢维清嘴边，语气不是很好，张嘴。谢维清愣了愣，没想到对方真的要亲手喂他吃东西。他垂下眸，心想着无非就是换一个人喂而已，都差不多的。有点烫。他随便找了个借口解释自己为什么迟钝，刚要张嘴装模作样吹凉，燕温岚却是比自己先一步将其吹凉。好了，喝吧。谢维清眨了下眼睛，那双含情似的桃花眼望向燕温岚。王爷用午膳了吗？还不饿，先吃你的。燕温岚目光微垂，落在了眼前人的唇上，有些湿润。他停顿片刻，随后若无其事地继续喂谢维清喝汤。谢维清喝了半碗汤，便不想再喝。他看向了燕温岚，声音温和，还颇为认真地说道：“王爷，喝汤是喝不饱肚子的。”燕温岚眼眸微动，淡淡地瞥了他一眼，知道了。他应着就把汤碗放下，随后拿起了另一只瓷碗，直快夹起一道藕酿玉带的菜，张嘴。谢维清一言张嘴咬下，藕夹着鲜肉，藕香融进了肉汁里，清淡又不失味觉。他眼眸不自觉地亮起，眉眼微弯，语气带着一丝笑意说道：“这个好吃。”燕温岚眸光微凝，这么喜欢吃藕？谢维清纠正，主要是做的好吃。还喜欢吃什么？燕温岚随口一问，还不忘又加了道清蒸鱼的鱼肉，没刺的，厨子都挑出来了。谢维清张口咬下，片刻后才回对方的话：“好吃的都喜欢。”燕温岚挑了挑眉，要是给你吃虫子呢？谢维清一愣，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燕温岚漫不经心地说道：“虫子、蝎子、蜈蚣这些吃不吃？”谢维清下意识想了想，画面有点不太适应。不吃吧？能吃吗？他诚心发问。燕温岚，还挺好吃的。谢维清忍不住狐疑：王爷莫不是在开玩笑？真的好吃？蜜蜂也挺好吃的。谢维清，他觉得燕温岚就是不满意自己方才回答的那句话，现在一个劲儿的膈应他。燕温岚见谢维清一副想嫌弃但又碍于自身的修养，强忍着不适的样子，忍不住笑了笑，窦维清的罢了。谢维清抬眸弯了眼对方，心里有点想骂人，声音变得清冷了许多：“王爷。”燕温岚好像丝毫听出来对方语气里藏着的火星点子，嘴角微扬，轻飘飘的回了句：“在呢。”谢维清，维清还是不麻烦王爷了，我可以自己来。他说着就要伸手接过燕温岚手中的碗筷，被对方轻而易举的躲过。毕竟昨夜是本王的太梦浪了，亲自喂你是应该的。谢维清更气了，维清张嘴，不张。谢维清难得跟人负气，燕温岚听着也不恼，反而还多了几分笑意，不张嘴就亲你。谢维清就不该跟这种张口闭口都能扯上浪荡下流话的人置气，最后气的还是自己。他别过头闭眼，不想去看对方。燕温岚见状更是心痒，想要欺负人，语气里带着促狭的笑意：“怎么，维清现在就想要与我亲热一番了？”没有。谢维清转头看向对方，忍不住给了他一记刀子眼。燕温岚没想把人惹真正生气，好，维清说没有便没有，来，张嘴吃菜。谢维清有点不情不愿，皱着眉，垂眸不去看燕温岚。不过倒是没有让燕温岚干夹着菜停在半空，他刚一张口，对方就夹着菜对了进来。他皱了皱眉，刚要问对方干嘛要对进来，就听到燕温岚说道：“等你主动吃，饭菜都凉了。”谢维清，他眼眸微转，低声嘀咕道：“哪有？”燕温岚轻笑一声：“还想吃什么？”
米饭、菜呢？燕温岚今日好像无比的耐心，且闲得很。谢维清看了眼小案上摆着的菜色，一眼便注意到了卧在菜心汤里的白丸子，想吃那个丸子，看着像小汤圆。第44章，可真好看。燕温岚也不知吃错了什么药，在喂饱谢维清后，还没有同往日一般去忙他的公事。谢维清下不来床，吃饱之后也只能坐在床榻上，甚至连坐都是一种痛苦难受。他扯了扯垫在后腰的卷枕，腰间的酸痛感再次袭来。偏偏自己现在还动弹不得，想躺下都不能一个人完成。谢维清皱起眉，看向了还没有离去的燕温岚。王爷。燕温岚闻声抬眼看向他，装作一副什么都不知晓的样子，问道：“怎么了？”谢维清有点难以启齿，可还没犹豫多久，腰间的酸痛感便催促着他开口。他抿了抿嘴，小声的说道：“维清想躺下了。”燕温岚挑起眉，明知故问的揶揄道：“维清这是躺不下来了？”谢维清咬了咬唇，语气有些羞赧：“是。”燕温岚起身将他后腰垫着的卷枕抽出来，随即用自己的手捂住了腰窝处，一点点的把人放下躺平，还给谢维清扯了被褥盖好。谢维清礼貌的说了句：“多谢王爷。”燕温岚伸手把对方的发丝撩至耳后，维清身子未免也太差了些。谢维清，他没半死不活已经很好了，谁能受得住好几个时辰？也就燕温岚不知节制。是王爷太过孟浪，怎的还说起我了？谢维清忍不住反驳。燕温岚笑笑不说话，而后脱去外衣上榻。谢维清见对方上床榻的这一行为，直接愣在了原地。他下意识扭头看向燕温岚：“王爷今日不用处理公务。”燕温岚躺在了谢维清的身侧，两人盖同一张被褥，下一刻还伸手揽住了对方的腰身，距离一下子拉近，就差肌肤相贴了。大婚后一共有半月的休沐，这几日事不得已处理，如今办完事务，自然是不用了。燕温岚张口就来，语气平淡，没有任何波澜，说的好像这几日杀人折磨人的不是他一样。谢维清听完，沉默了下来。燕温岚好心问道：“维清怎么不说话了？吃累了？”谢维清眼睫颤了颤：“半个月也不用上朝吗？”“王爷可以好生歇歇了。”谢维清轻声道。燕温岚揽住腰身的手忍不住捏了几下，眉眼间染了几分笑意：“是啊，可以好好陪维清过新婚日子了。”谢维清又是一番沉默，看着床幔的顶盖，心想着对方休沐半个月，按照燕温岚这不知节制的吃法，自己怕不是迟早有一天会死在这床榻之上。他眼底的神情有些悲凉，在心底叹了口气：“给你揉腰好不好？”燕温岚难得真正好心，低沉的声音带着几分柔意，几乎是在谢维清耳边问道。谢维清下意识腰间抖了下，片刻后低声说道：“随便王爷。”腰身被不轻不重的力道揉着，没过一会儿，谢维清被燕温岚翻了个身，面向了对方。还有哪里不舒服？谢维清想说没有，许是自己没控制好神情变化，叫对方看了出来。还没等他说话，就抢先说道：“感觉不到的话，本王可以亲自帮维清感受一下。”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威胁。谢维清忍着羞耻感，深吸口气，声若蚊蝇的说道：“腿酸，小腿还是大腿？”燕温岚追问。“都酸。”谢维清回完这几番话，觉得自己快要人间蒸发了似的，浑身都热了起来。他忍不住离燕温岚远了些，结果刚挪了点，就被腰间的那只大手死死扣住。维清这是要去哪？没去哪。谢维清放弃抵抗，只是王爷靠得太近，维清惧热罢了。燕温岚想起了昨夜对方不到半夜便被汗水弄湿了全身，怎么这么怕热？他随意问道，而后扬声命屋外的人搬几个冰箭进来，直到入秋，冰箭往后都是这个数，别再让王军热着。隔着床幔，下人也看不见床榻上的风景，低着头将3、4个冰箭搬至角落后便退下。很快凉意便袭来，谢维清原先无意识微蹙着的眉心都舒展开来，连带着看向燕温岚的心情都好了不少，尾音有点上扬：“王爷。”燕温岚算是听出来一些差别了，感情还是有脾气在身的。往日乔治是软柿子，无论怎么逗人或是气人，乍一听与平日并无差别，可细听便知道对方窝着气，还时不时甩脸色。这甩脸色还跟别人的不一样，一生气就只会更加疏远。但凡心情好了些，又开始勾人使美人计。燕温岚喉结滚动了下：“谢维清，王爷再揉揉维清的腰。”燕温岚：“他就说吧，又是美人计，腿不用。”燕温岚声音哑了大半：“王爷手不酸的话，那就麻烦王爷了。”谢维清可不会忍着难受劲，既然燕温岚想要揉，他是觉得羞耻不错，可舒服也是真的。再者，他也拒绝不了对方。燕温岚眸光暗了暗，故作平静的说道：“你身上好热。”谢维清舒心的闭起眼，等会儿就不热了。燕温岚默了默，没有回话，心想着等会儿怕是就要到他巨热了，偏偏还降不了温，总不能把人折腾废了去。燕温岚一整个下午都在床榻上陪着谢维清，又揉腰又揉腿的，不过他倒没有这么好心，就是忍不住想要摸人罢了。谢维清没过一会儿就睡了过去，睡容恬静，就安安静静的躺在他的身侧，任由他怎么揉。燕温岚看着眼前人的睡颜，越看越觉得这世间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人，能合眼缘到他不想杀死对方。本来他想得很好，
把人娶回来当一个花瓶整日把玩，腻了的话就跟他处理那些花草一样，将其永远定格在最好看的时候。他那口冰棺都让人打造好了，但一想到手心的温度不会再有，燕温岚便无比抗拒，还得是活生生的人抱着舒服。至于以后，便同他一起去死吧。燕温岚一不留神，揉腰的力度一下子没控制用力了些，扰得睡梦中的人皱起眉。他赶忙抬手抚平对方那道俊秀的眉毛，目光带着一丝他未曾察觉的痴迷。可真好看。第45章，青青。一连几日，燕温岚都在折腾着谢维清，也如同他所说的那般，在这半月内不会再有什么公务繁忙。这日谢维清难得早醒，还是昨夜他牺牲了其他换来的。一想到昨夜发生的事情，他蓦地脸热，腰间的手依旧紧紧扣住。这几日，燕温岚几乎都是同他一起赖在床榻上，就只知道抱着他做那些亲热之事，连一日3餐的饮食都只能勉强保证2餐不落下。谢维清悠悠叹息一声，下一刻腰间的手便动了动，背后紧贴着的那人在他颈侧蹭了蹭，声音低沉沙哑的唤了声青青。他耳朵有些发痒，下意识想要躲避，但怎么躲都无济于事。燕温岚几乎整个人都笼罩住他，又问道：“睡醒了？”谢维清轻声应道：“嗯。”燕温岚稍微偏头亲了亲谢维清的耳朵，看着对方因自己的吻而有些害羞，没忍住吻住了身下人的唇。谢维清微微睁大双眸，任由对方亲了小半天，结果反倒是燕温岚有点不满了起来，松开他的唇，就带着些许控诉的口吻说道：“维清怎么都不主动的？”他闻言缓慢的眨了眨眼，燕温岚抬手用指腹摩挲着自己的唇，有些用力。他皱了皱眉，声音温润亲和：“因为不会啊。”燕温岚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个答案，他还以为折腾了几日，对方依旧脸皮薄得很，连亲吻都羞于主动。那维清不打算学一学？燕温岚目光移了移，没忍住偏头凑近对方的耳朵，张口就咬住磨了好几下。谢维清下意识缩了缩，貌似有点抗拒燕温岚的举动，又好像不是这么回事。他抿了抿唇，问道：“怎么学？又要看春宫图吗？我教你啊。”谢维清眉头微蹙，他抬眼看向压着自己不起身的燕温岚：“王爷莫不是身经百战，这都能叫人？”燕温岚嘴角微勾，认真的打趣道：“那不能身经百战，我与维清总共也就战了8天，勉强算作8次，何来的百战？”谢维清，他忍无可忍的伸手想要把人推开，却被燕温岚眼疾手快的抓住了自己的手腕，又打趣道：“维清方才吃味了。”谢维清皱着眉：“我没有，维清说的意思是指王爷言行浪荡，哪有吃味的意思？”燕温岚听着对方一本正经、颇为认真的解释，说不上有多好的心情，二话不说就狠狠吻住他，说是吻，更多的还是啃咬，有些发泄怒气的意味。谢维清可不知道是自己说的那句话惹火了燕温岚，还在以为对方又忍不住，他眉心微凝，眉眼间很快被染上了几分青郁。他大脑空白了好一会儿，才从燕温岚咬住自己脖颈的这一举动中琢磨出不同。他抬手想要推开燕温岚埋在颈窝的脑袋，可在最后却变了意味。燕温岚用力的咬了咬，谢维清原先想要推开的手泄了力气，倒颇像是安抚一样。他叹了叹气，声音微哑：“王爷。”对方挑出一个音，有点闷闷的，许是埋在颈窝的缘故。谢维清没有弯弯绕绕，直接就问道：“王爷这是又怎地了？”“没什么，想亲为亲罢了。”燕温岚总不能说自己因为一句话就暗自生闷气，而且这也没什么好生气的。他抬头看着被自己吻得乖巧安静的人，心里无比认可方才的心中所想，对，没什么好生气的。谢维清心思向来敏感，不太相信对方说的这番话，定是自己不知道哪儿又惹着了这位爷。那王爷亲够了吗？他温声问道，那双桃花眼含着水雾般直直地撞进了燕温岚的眼底。燕温岚喉间倏地发干，方要说没亲够，就听到了身下人又开口轻轻柔柔地说道，声音勾人至极：“我饿了。”“好，不闹你了。”他说着便起身，让屋外守着的小厮端水进来，洗漱吧。谢维清眉眼微弯，好。燕温岚让人进来伺候更衣，目光还一刻也不落地盯着床榻上缓着神的谢维清，待穿戴好，见对方还没准备让下人伺候，他抬脚走了过去。不是说饿了？他站定在谢维清面前。谢维清抬眸看向燕温岚，神情偏淡，听到对方说的话后眨了下眼，饿了。燕温岚挑了挑眉，眼底划过一丝兴味和新奇，心想着对方这是在闹哪一出，又在想这副样子他还是第一次见。他声音不自觉地放轻了许多，那怎么还不起身？谢维清眨了眨眼，没有回燕温岚的话，转而倒在了床榻上，片刻后才说道，不想动了。燕温岚蓦地笑了笑，他俯身靠近了对方，好奇地问道，为什么不想动？谢维清看着他，眼尾微微勾起，眼底没有半分困意，清澈明亮。听到燕温岚居然还会问这种无趣的问题，眉眼弯了弯，他随口说了句，可能是因为习惯了。燕温岚眸光一动，想到了这几日对方都是被自己折腾到50未时才起，心里细细回味了谢维清说的这番话，嘴角有点抑制不住的上扬，习惯了，是习惯王爷伺候了。谢维清轻飘飘的瞥了他一眼，又道，王爷想的是什么呢？燕温岚没有半点羞耻之意，
在想是不是被本王折腾习惯了。谢维清顿时没了同对方说话的心思，他默默地别过头，还拿着昨夜枕在腰间的枕头挡住自己的脑袋。结果没到一会儿就被燕温岚伸手将其夺了去。好了，起来，昨夜是谁说想早起的？谢维清闻言转头，我。燕温岚眼底泛起笑意，静静地看着对方继续往下说。谢维清被看得有点不自在，心想着看就看，还莫名其妙笑着作甚，看着有点怪瘆人的。他没有第一时间动弹，燕温岚还以为是真要他来伺候，才肯起身。昨夜我可没折腾你，怎地还要人伺候？他随口问着，手上的动作却言行不一。燕温岚将人一把捞了起来，便听到了谢维清反驳他道：“昨夜不算折腾了吗？”他迟疑片刻，在对方问出来的那一瞬间，有关昨夜的画面就占满了脑海。第46章不一样。燕温岚轻声咳了咳，本想着将脑内有关昨夜的画面全都压下去，可怎么也压不下去，还越来越细节清晰。他缓了缓，心想着正常，毕竟他拒绝不了谢维清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是在他的眼底下。好好好，算也算。燕温岚浅浅回味一番，立马改口说道。提起此事的是谢维清，觉得羞耻无言的也是他。这下又听到了燕温岚这番话，他顿时歇了要闹腾对方的心思。算了，王爷金枝玉叶的，维清还是不劳烦了。这怎么行？虽说本王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可也知道一人做事一人当。燕温岚按住了想要起身的谢维清，语气温和：“昨夜若不是我，维清也不会这般撒娇。”谢维清觉得自己极具修养的面容已经快破碎了。王爷说谁撒娇呢？他声线温润，但声音却是冷了下来，好似刚破冰的春水，带着春的暖和，又冰冷刺骨。燕温岚听着对方这番清冷的语调，只觉得眼前的人越发勾人的很。他呼吸微滞，忍不住伸手抚摸了几下谢维清的脸庞。原来维清还会冷脸啊，我从前怎么没见过？他语气有些可惜，说完便回了对方的话，自然是觉得维清在撒娇了。谢维清，我还会骂人？燕温岚眉头轻轻一挑，骂几句给本王听听。谢维清默了默，混蛋。燕温岚听后有些欣慰的点了点头，好歹算是骂人。谢维清这下彻底不想同燕温岚说话了，别以为他听不出来，这次只是时机不对，要是对方再说那些轻浮浪荡的话，他肯定能骂出口的。燕温岚见状，没有得寸进尺说些什么，见好就收，让谢维清穿好鞋袜下榻，自己则是去将衣架子挂着的衣裳拿了过来。谢维清抬眸，有点纳闷对方的行为，王爷这是干什么？维清不是让本王伺候你吗？谢维清觉得自己耳朵出问题了啊！燕温岚眯了眯眼，说不想动的是你，说让本王伺候的也是你。维清要是敢说这是随口一说的，早膳午膳都别吃了。谢维清有些心虚似的别开眼，随后又不赞同燕温岚这种威胁惩罚人的方法，小声嘀咕道：“怎么能饿人肚子呢？”燕温岚笑了笑，放心，在床上吃饱，不会饿着你的。谢维清经过了这几日的折腾，霎时听出来了燕温岚真正的意图，没敢再出声。见对方还真想给他更衣，他犹豫再三，还是问道：“王爷，你会吗？”燕温岚将他的衣带系紧，抬眼看向他，说的好像我是第一次伺候你一样。谢维清独自纳闷了会儿，想来想去，还是没想出个所以然来。他轻声问道：“不是吗？”燕温岚瞬间脸黑，声音颇为咬牙切齿：“不是。”谢维清，好吧，那是维清记性不好了。燕温岚顿时觉得自己好像是在跟一团棉花置气，心想着不同某个忘性大的人计较，又忍不住跟人细细道来：“哪次过后要沐浴，不是我伺候你的？”谢维清记起来了，脸倏地一热，可那时候基本都睡着了，不记得也挺正常的。燕温岚声音泛冷：“王爷这是恼了？”谢维清问。燕温岚凉凉的抬眸看了对方一眼，一切尽在不言中。谢维清蓦地弯起眉眼，以后维清会记着的。燕温岚神色缓和了些许。谢维清见对方还是一副恼他不行的样子，垂了垂眸，抬起下巴往燕温岚唇上碰了碰：“王爷别生气了。”燕温岚动作一顿，唇上好似还停留着谢维清的温度，他眸光微暗，彻底被谢维清给哄好。别闹我，又说肚子饿。谢维清听话般的没再闹腾。燕温岚给人穿戴好衣裳，又拿起对方平日爱戴的玉佩系好，看了谢维清一眼，目光有些意味深长，不过没有说什么，只是说道：“去用早膳吧。”燕温岚并没有立即问谢维清今日对他的态度为何不同，而是等人吃了早膳，又歇了好一会儿，对方去美人榻上歇着，顺道还让下人拿了本医书。他眼眸微动，看着窗台外的阳光洒落在谢维清身上，有种静谧美好的感觉。对方很安静，任由青丝垂落，一身月白色。燕温岚忽的又不想问了：“王爷处在那儿作甚？”谢维清翻了一页书，抬头望向燕温岚。燕温岚走了过去，顺势坐在了谢维清旁边。维清看书不是不想让人打扰吗？是王爷的话，还是能看进去的。谢维清这话不假，对方习武内力极好，先前夜夜闯进他院子里，也没怎么打扰到他看书。燕温岚呼吸一浅，心想着对方今日实在是不对劲，平日待他哪有今日这般会带着一点亲密的感觉。他思忖一番，还
还是问了出口，甚至语气还故意冷了几分。韦青今日貌似与往常不一样。谢维清看向他，那双眼睛没有半点丧失的神情，皎洁的如同明月一般，是不一样。燕温岚没想到对方会直接承认，心蓦地一沉。他已经想到了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因为谢官堂，或者是谢家，又或者是在深宫的皇后。他心底升起了一丝妒意，更多的却是羡慕，是他不想承认的羡慕。王爷又生气了。谢维清说着，便叹了叹，随后合起了手里的医书。维清以为王爷还会再问的，王爷不问，倒是让我有点难说出口。燕温岚目光沉沉地看着他，问什么？比如问维清为什么会态度不一样了。谢维清语气平静温和，很好的安抚住了燕温岚。为什么？燕温岚不自觉地蜷缩了下手指。谢维清，因为王爷说过啊，不想让我再怕你。燕温岚没有说话，视线片刻不离地盯着对方，像是在审视这番话的真假。维清同样也说过会试着不怕王爷。第47章不作数。燕温岚许久不言，就这么定定地看着眼前的谢维清，对方神情没有半分作假闪躲，他心里忽地有些复杂，难以言喻。王爷。谢维清见燕温岚久久不语，不由得轻声唤道，眼中流露出几分疑惑的神情。燕温岚眼眸微动，想起谢维清说过的话，他那时候只是以为随口一说，用来应付自己的罢了。他看着对方那双丝毫没有假意的眼眸，心底那丝异样好像在无限放大。他声音微干，我以为。谢维清歪了歪脑袋，好似带着一丝笑意，温和地说道，王爷以为维清只是说说而已，对吗？燕温岚目光沉沉，被谢维清这么一问，心底倒是平白生出了几分心虚感。他冷硬地嗯了声，当作应答。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谢维清看着对方说道，不过若是王爷不喜欢，维清同以往一般便是。谁说本王不喜欢了？燕温岚几乎是下意识便开了口。谢维清眨了下眼，不需要换其他的。燕温岚皱眉，换什么其他的？比如王爷喜欢的类型。谢维清有意地放了把小钩子，就想看看燕温岚到底是喜欢人，还是一件合他心意的物件。燕温岚眉头皱起，下意识不喜谢维清说出这番话，这般虚与委蛇的话，对方才不会是真心实意的。你平日如何便是如何，不用演什么。他说罢，又想到了方才的种种，今日若是演出来的，以后别演了，我不喜欢。谢维清温声，不是演的，维清很少待人如此。再者，王爷与他人终究是不一样，王爷的要让我多适应一下。与他人终究不一样。燕温岚满脑子都被这句话占据，耳边是谢维清柔情蜜意的声音，轻飘飘的就这么飘进了心口处。真要是？燕温岚似是随口一问。卿诺必寡信，维清说了会试着不怕王爷，便会说到做到，王爷若不信，我信。燕温岚声音微沉，看向谢维清看了好一会儿，一时之间好像还有点情难自抑的感觉。放在谢维清腿上的医书掉在了地上，啪的，伴随着一道闷闷的滴吟声，青丝如瀑顺着谢维清倒在美人榻上，而后垂落在半空中。燕温岚没忍住将人按在身下，吻住了谢维清的唇。不怕我？他放开对方的唇，转而咬住了谢维清的耳垂，用牙齿磨了几下才松开，随后埋在对方颈窝里问，这样也不怕？谢维清无措地睁圆了双眸，感受到脖梗被燕温岚咬了一口，紧接着也不松口，就停在那儿。他下意识颤了颤，不怕。燕温岚闻言蓦地火大，深呼吸了好几次，心底还纪念着对方昨夜提的要求，他又将人摁住亲了大半天才松开，说今日不闹腾你，你今日便要折腾我。谢维清无辜地看着他，唇线微抿，声音还哑了几分，说出来的话却好像更加折腾起燕温岚。维清哪有折腾王爷？燕温岚没有回话，目光幽沉，忽地说道，语气还有点恶狠狠的，本王又不是君子，昨夜的话不作数了。说罢，他重新压着人吻了好一通。谢维清被人咬了下，这才反应过来燕温岚说的这番话是什么意思。他待对方松开自己，立刻就抬手抵住对方，偏过头闷声说道，不行的，王爷要说话算数。那你还折腾我？燕温岚气不过的往眼前那截雪白的脖梗上咬了口，但也没有进一步动作，直起身眉在压着谢维清。谢维清缓了又缓，小声的说道，哪有折腾你？燕温岚这句话也是在折腾他。罢了，本王不与你计较。他说着便起身，垂眸看着还躺在美人榻上的谢维清，喉间又是一干，他迫不得已别开眼。谢维清躺了好一会儿才起身的，随手将微乱的青丝里好撩至身后。王爷心胸真宽广。燕温岚悠悠，维清这是拐着弯骂我呢？谢维清没有。燕温岚不去想方才的种种，张口便说要带对方逛一逛王府，本王敢保证，绝对让你满意。谢维清并不抱多大的期望，毕竟自己总感觉对方跟他不是能有多少共同的兴趣爱好。王爷说话好绝对，万一没让我满意呢？他想着杀对方的自信心。燕温岚不可能。对方这般斩钉截铁，倒是让谢维清心生了几分好奇。这段时日在王府里，他并没有空闲时间去看看，一是因为燕温岚的缘故，二是因为这始终不是自己的家，总会有些许不自在。燕温岚带人去了院子里的小天地，也就是阁楼，
庭院里种着芭蕉桂树，一片幽绿，外墙处还有一棵松将枝桠探了进来，脚下的青砖衬着周围的景观更加幽深。谢维清眼前亮了亮，看向燕温岚的眼神多了几分难以置信，零碎的光染成了笑意。这是王爷让人布置的？不是。谢维清歪了下脑袋，目光没有偏移半步，他心底冒出一个念头，那是王爷命人布置的。王府里的一草一木都是本王亲自布置的。自燕楼明死后，燕温岚便将这座摄政王府全都修缮了一遍，顺带将死人留下的东西全都扔了出去。谢维清心念一动，眉眼不自觉弯了弯，有桂花香。燕温岚想不想吃桂花糕？谢维清又看向了他，那双桃花眼好似成了水光，清澈明亮。想吃，待会儿我让厨子做。燕温岚带他进了阁楼，这里绝对会让维清喜欢的。谢维清已经不敢不信燕温岚的话了，因着这番话，他又心生了几分期待。这里是什么？这里放着的是古籍，我记得有好几本前朝留下来的琴谱古本。当真？谢维清瞬间欣喜，随后又轻声问燕温岚：“那维清能看吗？”燕温岚：“都是你的。”谢维清头回体会到了心跳加速的感觉，忍住不立刻抛下燕温岚去看那琴谱古本。他忍了又忍，多谢王爷。第48章。于是，自从那日燕温岚带谢维清进了阁楼，他这几日几乎都是在阁楼中待着的，连带着燕温岚也一块染上了书香气息。阁楼的2楼处被摆放了一张卧榻和小案，原先是没有工人休息的，还是燕温岚第一日见谢维清看得入迷，站麻了腿脚，这才命人摆放这些。阁楼的窗台被打开，在窗台望去，便看到了映入眼前的幽绿白墙墨瓦，外墙的那棵松长得歪七八扭。谢维清竟然一时间恍惚觉得是在谢府一般。燕温岚替他找了一本孤山琴谱，是齐朝一位有名的隐士谱曲。2楼处又多了样物件，是谢维清的九霄琴，那日回门他给带了回来。他倚在窗台处，看着谢维清试着抚琴，弹响那本孤山琴谱。这几日里，大多时候都是对方抚琴，自己就在一边看着，也不觉得腻味无聊，越看好像还越上瘾了。许是找到了燕温岚同自己的比较合得来的地方，谢维清对眼前那人少了几分疏离感，有道是知音难觅，虽说对方并不是自己的知音，但有时候还是挺可以的。除了对床子之事比较热衷外，还不错。一曲奏完，燕温岚这才朝谢维清走了过去，他自然而然地坐在了对方的身侧，随后搂住了腰身。维清这几日倒是开心，徒留我一人孤独。谢维清没怎么听懂自己如何让人孤独了，这几日他们2人分明时时刻刻待在一起，王爷哪来的孤独？维清害的，这几日整天抱着琴，也不见维清会来抱我。燕温岚低声说道，像极了在控诉谢维清冷落了自己。谢维清对这番像极了怨妇话的言语一时失语，片刻后无奈地说道：“王爷，夜里你可不是这么说的。”这几日夜里哪次不是让本王悠着点儿？燕温岚丝毫不羞耻，直白地说出了口。王爷有吗？谢维清真诚地发问，心想着这几日夜里也没见对方手下留情过，居然还厚颜无耻地主动提了出来。燕温岚有，本来是到丑时或是寅时的，可这几晚都是在子时便要睡觉。谢维清语气悠悠，可我们亥时便就寝了。本王不管。燕温岚见自己说的话没什么用处，果断换了招数，把人压在身下，低声说道：“维清得要补偿我。”谢维清心知躲不掉，相处下来，他也就觉得燕温岚在这方面有些不好，太过热衷，他吃不消。至于其他，倒是没什么好让他烦恼的。他在心底叹息一声：“王爷先让维清把琴收好，不然中途要是弄脏了，他怕是这段时间都不会想碰这把琴了。”维清真好。燕温岚亲了一口谢维清，便将人打横抱起，放在了窗台一旁的卧榻上。窗台外的日头正猛着，不知过了多久，忽的有了下雨之势。半炷香后，窗外下起了淅淅沥沥的雨，雨水拍打在芭蕉叶上，好似珍珠，又连成线落在青砖上。阁楼内香炉里的白烟缕缕，雨势逐渐大了起来。夏季的雨来得快而猛，待雨停已是黄昏。燕温岚扯过一张薄被盖住了谢维清，免得被雨水的凉意侵入体内。对方睡得还很浅，被这番动作弄得一语了几声。等对方醒来，已然入了夜。谢维清半梦半醒的抬手揉了揉眼，片刻后才睁开眼来。外面夜色浓重，加上白日那场雨下，到了黄昏多了几分冷。他扯了扯被褥，将自己盖好，又沉沉的睡了过去，没有去想燕温岚去了哪。再次醒来，一睁开眼便看到了燕温岚，他下意识看向了自己的那把琴，见还是干净无损的，心下松了口气。燕温岚主动揉着他的腰身，这段时间来回折腾，显然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或许他自己都不知道现如今这般伺候人的手法是有多熟练。有点饿了，谢维清顺势靠在了燕温岚的身上，落在外面的指尖感受到了夜间的凉意，还有些许雨后的湿润。他眨了眨眼，好像记起了什么，只是那时候雨声忽大忽小的，他没怎么有印象。下雨了。燕温岚听后有些好笑的抬手摸了摸谢维清的额头，不热没烧，怎么就不记事了？谢维清抿了抿唇，没有应答。燕温岚在他耳边低声揶揄了一句，
莫不是韦青只记得了自己的声音？谢维青耳朵倏地一热，下意识将人一把推开，自己又躺回了卧榻上，扯着被褥就要把自己盖住全身。燕温岚见状，知道是对方脸包害羞了，为了今夜还能同人就寝，没敢再多说几句。睡醒就起来吧，我让厨房做了你爱吃的。谢维青没有把被褥扯下，声音闷闷的传了出来：“没胃口吃，饿了但没胃口。”燕温岚重复了一遍，随后强势的把人的被褥扯了下来，脸色微沉，抓着对方的一只手腕便拔起脉来。谢维青有些没回过神，怔怔的看着对方为自己诊脉。王爷还会医术？本王会用毒。燕温岚声音故意冷了几分，阴森森的，听着还怪瘆人的。谢维青斟酌几番，还是把前半段的话说了出来：“自古医毒不分家，王爷可诊出什么了？”脉象圆滑如猪走盘，是喜脉。燕温岚一本正经的说道。谢维青愣了一下，还在想着自己如何就有了喜脉，随后才反应过来对方在寻自己找开心。看来王爷的毒术已经和医术分家了。谢维青淡淡开口。燕温岚蓦地一跃，不斗维青了，脉象好着呢，就是睡多了。谢维青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就听到对方又道：“不过身子有点虚弱，我等会儿再让厨子炖补汤给你喝。”他身子不虚才怪。谢维青闭上眼，不想去看眼前某位可恶的人，偏偏燕温岚还要往他身上凑。维青，怎么生气了？谢维青不想说话，他又犯困了，喝几次补汤就好了。维青，快睁开眼里理我。燕温岚声音含笑，还是在打趣对方。第49章，亲到你哭。谢维青闻言，睁开眼，定定地看着眼前的燕温岚，皱着眉，眼神划过一瞬的不满，眼底回归平静。他认真地同对方说道：“不要理你。”语气很平淡，没有半分情绪波动，但就是听得燕温岚又想把人摁住吻一遍。他随人躺在了卧榻上，大半身子压住了谢维青，支起身看着身下的人：“为什么不要理我？”没等谢维青说什么，燕温岚又说道：“敢不理本王，我就亲到你哭。”谢维青，他这几日都快习惯对方时不时就要往那种亲密之事上说几句了。闻言只是蹙着眉，思索片刻后说道：“那也不给亲。”燕温岚听后就往他唇上咬了一口，胆子大了，这也不给那也不给的，专门折磨我呢。谢维青任由他咬，桃花眼中的眸光温润，好似泛着水雾，无言的望着眼前的人，半晌才说道：“我说不给，王爷就会当真吗？”燕温岚怎么可能会把这种话当真？对方不理就折腾到理他为止，不给亲就更简单了，把人亲到哭晕过去，看还给不给亲？还有，这哪是折磨王爷，分明是在折腾我。谢维青又说道。燕温岚闻言轻声笑了笑，低头亲了亲谢维青的唇，没有起身拉开距离，双唇若即若离的蹭着，一时间呼吸都是燥热难耐的。谢维青受不住这般厮磨，却也躲不掉，他难挨的皱起眉头：“王爷。”燕温岚偏过头亲在了他的侧脸。谢维青眨了眨眼，忽地感受到了熟悉的危险感，他慌忙的想要将燕温岚从身上推开，但无济于事，只能趁对方暂离之际呼吸着新鲜的空气。维青怎么这般憋不住气？燕温岚说着便直起身，指腹摩挲着身下人湿润的嘴唇，用了些力度，还多了几分暧昧。还没亲你呢。谢维青缓了缓神，是王爷靠得太近了。燕温岚听后又靠近了他，二人鼻尖相碰，还蹭了几下，低声问道：“靠近了就不能呼吸了吗？”谢维青下意识屏住了呼吸，怔怔地看着近在咫尺的人，他抿了抿唇，喉间有些发干：“不是，不是吗？但我怎么看着维青要呼吸不了的感觉？”燕温岚打定主意要挑逗他，蜻蜓点水般的碰了下对方的唇，便偏头咬住了他的一只耳朵。谢维青睁着微圆的桃花眼，心想着燕温岚好像特别喜欢咬自己，他喉结不自觉地滚动了下，声音很轻：“没有。”燕温岚心念一动，忽地抬手扼住了谢维青那纤长脆弱的脖颈，没怎么用力，只是虚虚扼住。他在对方耳边低声呢喃：“怎么办？想让维青喘不上气。”谢维青倏地瞳孔微缩，他感受到了脖颈上的那只大手收紧了些，不过并没有很难呼吸。他呼吸放轻，看着眼前的人，试图想看出对方此时的心思。王爷有点难受了。他抬手抓住了扼着自己脖颈的那只手的手腕，对方腕骨很粗，只能堪堪握住。下一刻，对方大手的力道一松，随后堵住了所有的呼吸。这个吻几乎是要把谢维青亲到窒息。谢维青心想着，还不如让对方继续掐他脖子。他眉头紧蹙，耳边尽是那些不堪入耳的声音，脖颈上的那只手还在虚虚握着，生出一丝快要被掐死了的念头。一吻毕，谢维青终于得到自由，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他抬眼触及到了燕温岚的眼神，随后别过头，好似被对方眼中的欲念给灼伤。燕温岚没有计较这些，埋进了他的颈窝，滚烫的唇贴在了颈侧，在耳边轻喃，还带着一丝艳足的喟叹：“亲亲，本王的亲亲。”谢维青抬手推开燕温岚的脑袋，没有理会这番话，心知自己若是再理会，怕是今夜不得安宁，他会被折磨死的。燕温岚见他不出声，也不恼，反而还低声笑了笑：“维青怎么又不理人，脾气好大。”谢维青闻言，没忍住又推了推埋在颈窝里的那颗脑袋，声音轻得几乎不可闻，许是被吻得没了气力，连带着还哑了大半：“
王爷莫要含血喷人。好了好了，不闹你了。燕文兰说着，往谢维清侧颈咬了口，这才起身放过人。谢维清见对方起身，缓慢地眨了下眼睛，他眸光微动，看向了下榻的人。他想着一起，结果就发现自己的腰身完全使不出力。他抿了抿唇，眼神不禁染上了一丝幽怨。都是燕温岚这厮害的。燕温岚看着躺在卧榻上不起的人，眼底一片晦暗。他忽地叹息一声，伸手将谢维清凌乱的衣领口理好，随后握住对方的腰身，将人扶了起来。靠着。谢维清没有客气推辞，依言靠在了他的身上。燕温岚动作轻柔地将他的青丝梢在身后，理好了头发之后，才让他穿鞋袜下榻。谢维清目光微垂，安安静静地穿好，随后就听到了对方问自己还能不能走动。他一瞬沉默，神情有些许不自在。应该能。燕温岚搭在谢维清腰身上的手没有撤开，闻言收紧了些。可是我想抱着维清走，这怎么办？谢维清深吸口气，随即转头望向燕温岚，那王爷抱罢。他说着便主动勾住了对方的脖颈，直直地看着燕温岚。待自己腾空而起后，他便泄了力气，窝在了燕温岚的颈间处。维清今日好乖。燕温岚眉眼染上了愉悦的笑意。谢维清听后闭上了眼，小声地回了一句头晕。燕温岚听出了对方的言下之意，无非就是嫌他吵了，不过他不在乎，毕竟自己方才做的事情确实能让脸皮薄的人气恼。他无声地抱人回了卧房，吩咐屋外的下人将晚膳端上来。维清，吃点东西好不好？谢维清恹恹地坐在了床榻上，听到燕温岚的声音后果断倒了下去，抱着一只卷枕，定定地看着不远处，眼神没有聚焦，看起来呆呆的。第50章难受。燕温岚半蹲下来，伸手在谢维清眼前晃了晃，对方目光微动，随后对视上了他的目光。怎么了这是？清傻了？谢维清下意识身子一颤，他怔怔地看着燕温岚看了好一会儿，而后认真地同人说道：以后别这么亲了，我受不了。燕温岚喉结滚动，心想着对方不说还好，一说他就更想这般亲人了。他目光偏移，暗自冷静了片刻，之后就发现自己根本冷静不了一点。他沉默一瞬，哑声问道：如何受不了？话音一落，燕温岚忽地反应过来，这何止是在逗谢维清，分明是挖了个火坑，将他和对方一起埋了进去。谢维清眨了眨眼，闷声道：很难受，我现在还没缓过来。那种吻到窒息的感觉太可怕了。燕温岚听着对方话里带着那委屈劲，心霎时好似他陷了一块，几乎是昏了脑袋就答应了对方：好好好，以后不这么亲了。王爷要说到做到。谢维清看着他说，随后可能觉得这般要求对于对方来说有些不可控，他退了一步，又说道：不能一直亲，要给我呼吸的时间。燕温岚，他下意识仰了仰头，总觉得鼻尖有股血腥味要涌来，随后就在想对方是怎么做到无比认真纯洁地说出这般勾人的话。那掐脖子呢？他得寸进尺地低声问道。谢维清怔了怔，脑海第一时间就想起了方才被掐着脖子亲的感觉。他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脖颈，对方并没有留下疼痛。不能掐疼我。他说着收回了自己的手。燕温岚在心底骂了一句，头回不敢跟对方继续聊这种话题。他深呼吸，好在屋外传来了下人传膳的声音，他清了清嗓子，声音冷沉：进来。下人得了准许，鱼贯而入的进了卧房的外室，将一叠叠菜摆放好，隔着一层纱帘向里屋的两人行了礼，而后便放轻手脚退下去。燕温岚偏头看向了谢维清，语气尽量平静道：起来用膳吧。谢维清躺着躺着便没了力气，加上今日前前后后被折腾了几番，他抱着卷枕有气无力地说道：起不来了。他目光直勾勾地看着燕温岚。燕温岚走过去将人一把抄起横抱，枕头扔了。谢维清依言将抱着的卷枕扔回了床榻上，随后下意识偏头靠在了燕温岚的肩膀处。燕温岚顿了顿，而后若无其事地抱人去了外室用膳。谢维清被折腾了几番，其实是没什么胃口的，只快吃了几口平日里爱吃的，便不再动筷。他单手支着侧脸，百无聊赖地看着桌上的菜色，心想都是自己爱吃的，可今日实在没心情吃，他只想回床榻上躺着。燕温岚见谢维清不再执筷，注意到对方就吃了几口，眉头倏地蹙起，不合胃口。谢维清摇摇头，不是不合胃口，是没有胃口。燕温岚，为何没有胃口？谢维清蹙了蹙眉，看向他的眼神多了一分幽怨，就差没写上是怪燕温岚了。他语气轻轻，有点累，不想吃。那回床榻上躺着。燕温岚没有逼人多吃几口，放下筷子就将人抱起来，又说道：本王让厨房的人炖了汤，要是休息好了喝一碗。谢维清，休息好了再说。燕温岚把人放下。好。谢维清这一躺便躺到了子时末，他悠悠转转地睁开眼，卧房点着一盏烛灯，有些昏暗。燕温岚没有在身旁，他眨了眨眼，没有选择立即起身，身上的酸痛感轻了不少。他换了个姿势趴着，不到一会儿，卧房的门被人推开，燕温岚走了进来。许是感觉到了他醒了过来，对方把卧房的烛台全都点亮。好些了。谢维清低低地应了声，看着燕温岚朝自己走过来，撩开一层纱帘又拨开珠帘的，厨房还热着补汤，炖了一整只鸡。
喝不喝？谢维清胃口有了些许好转，我还要吃鸡腿。好。燕温兰温柔了许多，坐在床沿，看着谢维清因趴在床榻上塌陷下来的腰窝，伸手揉了几番。腰呢？还酸不酸？谢维清眯起眼，享受着对方越发娴熟的技术。好多了，总归不会比第一回难受。还要不要吃些其他的？还有桂花糕吗？谢维清只想到了这个。燕温兰，可以让他们做。谢维清皱起眉，知道自己定是歇了许久，估计这会儿不是子时末便是丑时。算了，夜深吃多了对身子不好，那就喝汤。今夜燕温兰难得没有再折腾人，许是白日吃多了的缘故。待谢维清填饱肚子后，便随人一起上了床榻。卧房的烛火还没灭，谢维清因为刚吃饱不便躺下，就随手拿了一本放在床边柜子上的书籍，是一本兵法书。他看着注解的字迹，偏头看向了躺下来的燕温兰。王爷，他轻声唤道。燕温兰闻声看向他，怎么？我想看这本兵法书，可以吗？这本兵法并非是谢维清的，上面的注解笔记太过强势张狂，而且注解的内容也不同。燕温兰一手揽住了谢维清的腰身，声音带着一丝困倦：“有什么不可以的？又不是军中机密，看吧。”谢维清眼睛微亮，这一看便看到了蜡烛过半，身侧的燕温兰早已抱着自己的腰身入睡。他小心翼翼地合起书，随后偏头看向了身侧睡着的人。燕温兰貌似睡得很沉，披散的长发遮住了凌厉的眉骨，这般一看，容貌应当称得上人如玉。谢维清还是第一次见到燕温兰的睡颜，以往对方都比自己醒得早。他想着下榻去把蜡烛吹灭，但腰间那只手却牢牢搂住，无奈叹了叹气，只能勉强躺了下来。半刻不到，燕温兰又抱紧了些。屋内的烛光映着对方一半的眉眼，谢维清忽地想起了之前听到的另一个传闻，说对方杀人随心，沾着无数人的鲜血，却容貌屹立，就像那话本里的玉罗纱。虽说他之前比较听信与另一个版本青面獠牙的活阎王。谢维清忽地笑了笑，心想还真是玉罗纱，第一次见面还以为是什么翩翩君子，谁知道是个下流胚子。第51章不对劲。一连2日，燕温兰都没有再折腾过谢维清，顶多就是按照对方的意思摁着人一顿乱亲乱啃，中途还给人喘息的时间。起初还只是止于平日经常亲的地方，如今是连谢维清的手指都要咬上几个牙印才肯罢休，好在没把人咬疼过。谢维清这日去阁楼找出来了一本书法真迹，还是自己喜欢的那位书法大家写的，顿时觉得这场赐婚还是比较值得的。怎么能有人拥有这么多他想要的书法琴谱，甚至棋谱，这些他喜欢的都有？他可以在这里待一辈子。今早燕温兰有事出了王府，没人打扰他，拿着这本真迹便回了书房临摹，一写便写到了50，手腕有些泛酸。屋外传来了吴山的声音：“王君，王爷回府了，让您去用膳。”谢维清揉了揉手腕，扬声回了句：“知道了。”他说完便走出书房，随口问道：“王爷不是说50不回来吗？怎地又回来了？”吴山恭敬地回道：“回王君，奴才不知，只知道王爷看上去心情好似很不好。”谢维清下意识皱眉，脚步加快了些。果然在见到燕温兰后，对方神情极差，冷沉着脸，抬眼正看着自己，一言不语。他脚步微顿，而后没有片刻迟疑走了过去，靠近人，在对方身侧坐了下来，声音温和：“王爷这是怎地了？”用膳。燕温兰没有回答谢维清问的话，声音冷硬。周遭的下人闻言，将脑袋低得不能再低，生怕燕温兰会杀几个人取乐。谢维清在心里叹息一声，随后开口让他们都退下。周围的奴仆没人敢动，毕竟这是在王府，他们真正的主子其实也就只有摄政王一人。主子生气，他们又岂敢听王君的话？谢维清并没有强求，正要不搭理此事，就听见燕温兰冷不丁的开口：“王君说的话，你们这是耳聋了？”下人全都跪作一片：“奴才知错，还请王爷恕罪。”谢维清下意识皱了皱眉，趁燕温兰没有开口要处置他们，自己便自作主张让那些下人都退下。他并不想让燕温兰借着自己的由头杀人，平白往自己身上添几条人命。都退下吧，王爷今日心情不好，就别在跟前伺候了。这回那些奴仆不敢不听，心里庆幸能死里逃生。是，王君。待下人离去，谢维清亲手夹了道菜给燕温兰。王爷若是不想同维清说，那便不说，只是莫要又气又饿着自己。燕温兰眼眸微动，忽地开口：“我阿娘也说过差不多的话。”谢维清直快的动作一顿，燕温兰的阿娘便是秦家的嫡小姐秦安婉。听父亲说，对方曾是长安第一才女，温婉贤淑，又善骑马，琴棋书画那是样样精通，求娶的人近乎踏破了秦府门槛。是吗？这也是我阿娘经常同我说过的话。谢维清声音温润，她说总不能被人气着了，自己还要主动受罪，饿着肚子。燕温兰沉默半晌，唇线微抿，她目光落在一道菜上，声音沉沉：“我想吃那道玉带虾仁。”谢维清心念微动，说不上是什么感觉，下意识便夹起这道菜放到燕温兰碗中。王爷还想吃什么？燕温兰直快将碗中的那只虾仁夹起。谢羹。燕温兰今日情绪很不对劲，谢维清又是在心底叹了叹，待用完午膳，
他并没有回书房继续临摹那本真迹。王爷，他不好把燕温岚抛下。燕温岚闻言看向他，眼里的神情就差没直接说要他陪着了。谢维清声音放轻：“王爷是要回卧房还是去哪？”卧房。燕温岚说着便起身，目光落在谢维清身上，语调生硬得很：“你跟本王走。”谢维清只是笑笑应道：“好。”燕温岚眸光动了动，没有先对方走一步，而是跟着谢维清的步伐并肩而行。回到卧房后，谢维清就被对方拽住手腕，扯到了床榻上。王爷，谢维清见燕温岚就单单把自己推倒在床，而对方就坐在床沿处，目光沉沉地盯着他，一句话也不说。他眉头微蹙，一时有些疑惑，支起身，手搭在了对方的手背上。王爷今日心情很不好，既是让维清陪着，王爷干坐着作甚？燕温岚呼吸下意识放前，看着坐起身的谢维清，一时半会儿还是不说话。他不自觉地皱起眉，心里在思考自己该怎么让人坐过来一点，自己好枕着对方的腿。维清坐过去一些，他佯装自然地说道，还朝那位置点了点下巴。这样，谢维清一言坐了过去，刚问对方，下一刻就看到燕温岚无比自然地枕在看自己的双腿上，还侧身面朝着腹部，几乎是埋在上面的。他愣了愣，对于这种极其像找安慰的举动有些无所适从。燕温岚枕了一会儿，便开始不知足，不满地皱眉起身，还没等谢维清反应过来，就把人压在身下抱着，寻了处舒适的位置便压着。王爷啊！谢维清没来由有些失笑，颈肩处传来痒意，那是燕温岚的发丝在挠痒。他下意识抬手摸了下对方的脑袋，许是燕温岚心情正烦着，没注意到他摸了下脑袋，没什么反应，就静静地埋在他的颈肩处。虽然对方没有同他说明，但谢维清还是猜到了几分。燕温岚方才提到的阿娘，应该是想家人了吧？他这才发觉，对方在这世间已经没有家人了。谢维清心忽地沉了沉，想起父亲说过，秦家含冤，被满门抄斩诛九族。若真是含冤，哪还有什么纯真的心性？王爷，他轻声细语地唤了声。燕温岚侧了侧头，闷闷地挑出了一个音：“没什么。维清怕你把自己闷晕过去。”谢维清说道。“不会。”燕温岚沉沉开口。谢维清见对方肯说话，又问道：“王爷就打算这么趴着？”燕温岚垂着眸，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心忽地松了些。再趴一会儿，等会就跟维清玩。第52章，好好抱。谢维清顿了顿，并不想把燕温岚方才所说的这番话想得太深，但心中早有了正确答案。他略微无奈地叹了叹气：“王爷要同维清玩什么？”话落，窝在颈肩处的那颗脑袋蹭了蹭，而后眼前的光线一暗，燕温岚抬起身子压在他的身上，身子将大半的光线挡住，目光显得更加幽深暗沉，起了点心思反问人：“维清觉得呢？”谢维清抬眼对上了燕温岚的目光，刻意忽略掉对方眼中的念想，语气淡然：“一为清之见，不如我陪王爷去散散心如何？”燕温岚显然是不满意这个回答的，话音刚落，谢维清的侧颈处就被他咬了一口，沉声说道：“散心好不了的。”谢维清无奈：“那王爷想要如何？”燕温岚没有立即回答，过不久便是他阿娘忌日，本来今日是去别院发泄一通的，往年皆是如此，多折磨几个人，他心情自然会好上些许，但这次却没了心思，在别院待了一上午便回来。他定定地看着身下的谢维清，忽的就歇了拿对方发泄情绪的念头，他又窝回了对方的颈肩处，声音沉闷地说了句：“算了，不闹你。”谢维清有些怔愣，他还以为对方会借着床子之事解心中的郁气。王爷，维清就这么陪着我吧。燕温岚往旁边躺下来，随后二话不说就抱住了谢维清，对方身上的清香萦绕在他的鼻尖，倒是闻得舒心了些。谢维清没有抗拒对方的举动，温声说了个好字。燕温岚当真没有其他的过分的行为，抱着谢维清好像是能抱到天荒地老一般，对方的体温一点点的传到了他的身上。燕温岚出神了好一会儿，等回过神时，忽的心软了大半。他家维清真的好乖，好好抱，身上也好暖。燕温岚忍不住亲了亲对方的侧脸，接着又抱着人不说话，温热的呼吸扑洒在颈间。谢维清偏了偏头，让自己好受些，颈肩处好像被烫伤了般。这一抱便抱到了深时。燕温岚已经不知睡了多久，谢维清意识到对方睡着的时候是抱着自己的守护的松了些许，好像不会怕他离开似的。谢维清听着绵长平缓的呼吸声，下意识回抱住对方，也跟着睡了过去。等醒来时已然是申时。燕温岚几乎是跟他同时醒来，刚一睁开眼，就感受到了他下意识蹭了蹭自己。谢维清颈间忽地微微发痒，王爷睡醒了。燕温岚低低应了声，随后便松开了抱住谢维清的手，自己坐起身，墨发微乱的披散着，目光无意识地盯着某处地方盯了一会儿，意识慢慢回笼后，就看向了谢维清。谢维清对上燕温岚的目光，手指不自觉地蜷缩了下，而后就发觉自己勾住了对方的发丝，他眨了眨眼，将勾住的那一绺青丝松开。下一刻，只见燕温岚又朝自己压了下来。王爷这是没睡醒。谢维清莫名有些想笑，声音温润，很好地安抚着燕温岚的情绪。醒了，就是有点头晕。燕温岚嗓音低哑。谢维清抬手抵在燕温岚肩膀处，推了推示意对方起身坐好，
随后自己支起身子坐在对方面前，我给王爷按头。燕温岚闻言眼眸微动，静静地看着对方看了片刻，唇线抿起。她并不是很想在谢维清表露太多，总觉得有点丢脸。再者，自己若是长期这般，哪还能在对方面前游刃有余？王爷可是头疼了。谢维清见燕温岚半晌不回话，眉心不自觉的微蹙，语气带上了一丝担忧。燕温岚蓦地呼吸一滞，片刻后果断说道：“疼。”话音未落，对方那双纤长白皙的手轻柔地按着她的太阳穴。燕温岚抬眼直直地看着眼前的谢维清，心里早把方才丢脸什么的想法抛之脑后，闭着眼安心地享受起对方的伺候。燕温岚没让对方按太久，左右他习惯了，再继续按着就得是他伺候人了。这般想着，抬手就抓住了谢维清使力的那只手，声音低沉：“好多了。”谢维清收回手，心想着对方不说，他也不继续按着了，按得他手腕酸。王爷，维清让府里的大夫过来瞧瞧吧。不用。燕温岚再次抱住了对方，脑袋靠在谢维清的肩膀上，一头墨发顺势垂落。谢维清觉得今日的燕温岚着实有些粘人了，是粘人吧？动不动就要抱着自己。他目光微垂，落在了对方的墨发上，下意识抬手勾了一绺青丝。王爷这是要打算抱到何时啊？他声音很轻，勾着手中那绺青丝绕了好几圈，不自觉地染上了若有若无的笑意。燕温岚皱了皱眉，心底压着的那股念想被对方轻而易举地勾了出来。不抱了，想亲你。没等谢维清反应过来，自己就被对方扣住后脑勺稳住，一点也不给躲避的机会。半晌后，燕温岚才松开人，谢维清靠在了他的身上，小声喘着气，缓了缓才抬起头看着对方。王爷心情可好些了？维清，燕温岚喉间蓦地一干，他声音低沉，颇为咬牙切齿地说道：“你说这话是专门找？”最后几个字在谢维清耳边响起，谢维清倏的面红耳热起来，他下意识想要推开燕温岚，声音都不自觉提高了些：“我没有。”燕温岚可不会给对方推开他的机会，大手扣紧住眼前人的腰身，劲瘦细长，几乎两只手就能完全扣住，叫人怎么也躲不开。谢维清只觉得自己冤枉极了，他只是想问一问，分明没有其他念想。燕温岚怎么会不知道？他清楚得很，清楚谢维清只是礼貌性的关心问一句，但又能怎么样？对方挑起的火，自然是要本人亲自灭。这一闹，便是闹到了黄昏。谢维清侧趴在床榻上，目光幽幽怨怨地看着随意披了件大袍的燕温岚，对方眉眼带着几分笑意，问他：“维清这回怎么不问我心情好不好了？”谢维清想骂人，他别开眼，不去看某位王爷，声音闷闷的，还冒着几点火星，不问。第53章信任。燕温岚忍不住笑出声，见谢维清瞪了自己一眼也不恼，反而笑意愈深，这还得多谢维清舍身为人了，不然……王爷。谢维清声音微冷，打断了对方的话，没让其继续没脸没皮的说下去。燕温岚见好就收，没再逗人，见对方趴着一直不动，脑海瞬间闪过几个画面，他咳了咳，哪怕被褥盖住了谢维清的腰身，他也知道自己在那处定是把人抓狠了，说不定那红印的明日才消散。他喉间又是一干，随口挑了个能关心的问道：“还能起得来吗？”谢维清无声地看着他，神情好像更加冷了点。燕温岚反应过来，心想着好像这句是在火上浇油，赶忙给自己找补：“我给维清捏一捏。”谢维清没多累，相比之下，今日燕温岚算是比较温和的了。他眨了眨眼，没有阻止对方的举动，眯起眼享受着对方的服侍。燕温岚看着对方就这么没有防备地趴在他眼底下，温热柔软的腰身在手心里发烫，呼吸无意识地放浅了些。维清。谢维清含糊地应了声：“嗯。”燕温岚俯身亲了亲他的耳朵，语气含笑，低声说道：“没什么，就叫你。”许是屋内的动静声终于停下，没过多久，屋外便传来了下人敲门的声音。燕温岚给人揉腰的动作一顿，随后将床幔放下，又扯着被褥将谢维清盖好，这才扬声让下人进来。奴才见过王爷、王君，方才宫里来了人，说是皇后娘娘宣王君入宫。谢维清听后皱起眉头，心下顿时了然，这是皇帝借着他阿紫的由头来宣他进宫，此番迫不及待地派人到王府，想必皇帝已经是不能再等下去了。自大婚那日算起，到如今已有大半个月。他抬眸看了眼燕温岚，心底沉了沉，他依旧是不信对方的，可是到如今也不能任他等着能信任的那日。此番进宫，定是要明确告知于对方，否则后患无穷。可是如今说出来，他也不敢保证燕温岚就会容忍自己还活着。谢维清身上还有对方留下的痕迹，如同烙印般滚烫，但此时此刻却是犹如跌入冰窖，冷得让人心颤。燕温岚听后则是挑了下眉，余光注意到了谢维清的神情，忽地嗤笑一声，还在府外等着。下人赶忙说道：“回王爷话，对方只是带了话，说是让王君今日或是明日择一日入宫面见皇后。既是皇后宣召，想必今日不入宫也不会怪罪什么。”燕温岚让奴仆退下去回话，直接替谢维清做了决定，那就明日4时入宫。是王爷。谢维清眼睫颤了颤，抬眼看向了燕温岚，他张了张嘴，有些犹豫，到底要如何说出口。只是还没等他想出一个比较稳妥安全的说法，
就听到对方同自己说道：“韦青，你说这皇帝是不是很蠢啊？”他心下一时有些慌乱。燕温岚看着对方那双直勾勾的桃花眼，捻了捻指腹，同一个招数，他用了2次。我们阿紫岂会轻易宣召韦青入宫？谢韦青垂下眸，王爷，韦青信我吗？燕温岚忽地问道，抬手将遮住对方眉眼的青丝撩至耳后，动作轻柔，如同一把温柔刀，待人陷进去后，就将其一刀毙命。王爷觉得韦青会信你吗？谢韦青已经猜到了大半。燕温岚之前说过，宫里有他的眼线，或许一开始对方就知道皇帝让他做什么。燕温岚声音倏地凝起寒霜，话是冰冷至极，但细听又好像受了什么委屈似的，听着就怪。你不信我，韦青若是信我，早就同我说皇帝威胁你了。谢韦青心想，果然燕温岚知道。他沉默地抿了抿嘴，心念微动，朝对方眨了眨眼，无比认真地说道：“王爷也没说让韦青信你啊。”燕温岚，那王爷是想让韦青替皇帝办事，还是？当然是我。那皇帝凭什么？燕温岚声音冷硬，脸色黑成墨水。谢韦青，所以王爷是想让韦青信你了？燕温岚反问：“不能吗？他都不会杀人了。”谢韦青，信任一个人很难的，王爷想让韦青真正的信任你，那王爷的努力才行啊。我听出了你在忽悠我。燕温岚没有立即掉进谢韦青给他挖的温柔坑里。谢韦青看似无所谓的说道：“那就顺其自然啊，没准这一辈子都信任不了。”燕温岚被后半段话呲了下，他沉默半晌，目光沉沉的看着眼前的人，他就是随口顺着说了几句，对方信不信任自己，这都不重要，哪怕一辈子都不信他，那也不重要。他转移了话题，声音幽冷：“明日本王让竹轩陪你一同入宫，皇帝对你说了什么，你都要一五一十的交代出来。”韦青知道。谢韦青看出来对方不想在信与不信这方面多说什么，他也不急于一时，声音平淡温和，好像压根没有把先前的种种当回事。燕温岚听后脸色愈冷，两人一时无话。燕温岚没有久待，过了会儿便起身，让下人进来伺候更衣，随后便大步流星地走出了卧房。这回连说去办公室的话都不见说，谢韦青则是没反应过来，还没说上巨鹿上小心的话，对方的身影就消失在了他的眼中。谢韦青脾气倒是挺大。燕温岚走到屋外顿住了脚步，仔细回想了下方才谢韦青有没有对自己说过半个字，发现没有后，那脸色不爽的像是要去杀人泄愤似的。让王君自己用晚膳，本王今夜没空陪他。他说完便带着几名侍卫出了王府。守在屋外的吴山摸了摸脑袋，心想着他们家王爷王君可真是恩爱，乔王爷那副因为公事不能陪王君用膳的模样，别提多吓人了。他敲了敲门，里边传来谢韦青的声音：“进。”吴山进去，隔着里屋的帘子把燕温岚交代的话重复说了一遍。谢韦青听后有些无奈，又觉得有些好笑，心想着到底谁要人陪着用膳了。第54章闷毒。燕温岚是带着一身血腥味回来的，一回来便随意点了位下人，问谢韦青有没有用晚膳，现在在干什么。下人提着心吊着胆的：“王爷，王君用过晚膳了，如今在小阁楼说是要研究前朝留下来的琴谱。”吃饱了？燕温岚说话的语气让人猜不出喜怒。下人紧张的咽了咽口水，应该是吃饱了，王君今夜吃了2碗饭。燕温岚，他不在，居然还能吃2碗饭。下人时时刻刻注意着他们家王爷的脸色，忽地灵机一动，说道：“王君今日胃口可好了，比往常多吃了几道菜。”燕温岚深吸口气，面若寒霜，吐出2个字：“多嘴。”下人吓得麻溜跪下，心里已经想好了自己的死期，来世他一定要投胎到一处大富大贵的人家，不求有人疼爱他，只求荣华富贵能有他的份。他等了等，只等到了燕温岚的一句：“罚1个月的月钱。”下人：“谢王爷宽恕。”燕温岚很少会对府里的下人动辄打杀，除了查出的奸细或是犯了大错的以外，一般他就只会罚人月钱罢了。燕温岚没有沐浴更衣，带着一身血腥味去了小阁楼。他特地隐去了声息，连走路都没个声音，上至2楼，见谢韦青正单手支着脑袋看书，还是背对着自己。燕温岚说不上的气恼，刚要把人吓一通，就听见了谢韦青温声唤了他一声王爷，心里莫名其妙的恼火瞬间被扑灭。谢韦青偏头看向了他，神情平淡，与往常无异：“王爷用晚膳了吗？”这不问还好，一问燕温岚便哑着火，他声音冷沉，又带着几分闷闷的感觉：“没有。”谢韦青无奈地放下手中的琴谱，走向他，忽的就闻到了燕温岚身上的血腥味，他脚步一顿：“王爷又去杀人了。”他轻飘飘地说了出来。燕温岚顿了顿：“没有，是去审讯犯人了。”谢韦青抬手捂了捂鼻子：“王爷先去沐浴更衣吧，不然韦青陪王爷用膳，估计能当场吐出来。”燕温岚呼吸一滞，看着谢韦青看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好，那韦青陪我。”“好。”谢韦青见对方没再生气恼火，顿时松了口气，他就怕燕温岚回来还得折腾自己一番。谢韦青同对方去了浴池园，还主动替人解开了腰封，动作生疏得很。燕温岚垂眸看着那双手，下意识抬手抓住了一只手的手腕。对方抬眼看向了自己，
那双眼好像能摄人心魂似的。王爷，燕温岚抿了抿唇，声音不自觉放轻来些许，有点示好的意味。维清沐浴过了？谢维清眉眼似是带上了一丝笑意。没呢。他顿了顿，脸上忽的有了几分不自在，目光移了移，又继续说道：“等王爷回来一起。”燕温岚顿时愣住，耳边回荡着谢维清说的这番话，心里甚至怀疑起是不是自己又出现了幻听。随后一想，好像时间也对不上。谢维清等了一会儿，见燕温岚还没有理会自己这番话，不禁蹙起俊秀的眉，抬眼看着对方，刚想说什么，结果就看到了眼前人那副愣住的模样。他心念微动，伸手扯了扯燕温岚比较干净的一处衣角：“王爷怎么不说话了？”燕温岚喉结滚动了下，声音哑了大半：“什么？”维清在说：“王爷该脱衣裳进池子了。”谢维清淡淡的说了这么一句，而后松开了扯着燕温岚衣角的手，便要转身去池子那儿。还没能转身，燕温岚伸手倏地抓住他：“你说的分明不是这句。”谢维清，我说哪句了？燕温岚被折腾的难挨，猛地把人扯到自己的怀里，下巴抵在了谢维清肩上：“你说要等我一起沐浴？”谢维清耳尖忽的一烫，没有承认自己说过这番话。王爷听错了。燕温岚皱起眉，明明说过，维清还不认，分明不是君子所为。谢维清沉吟片刻，大抵是近墨者黑了。为什么不等我回来用晚膳？燕温岚沉声问道。还没等谢维清说几句，他就反应过来了：“哦，不能饿着你。”谢维清霎时觉得好笑：“是啊，王爷都让维清一个人用晚膳了，怎么还要求我等你啊？”燕温岚低声道：“那我错了。”谢维清尾音微微上扬：“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燕温岚沉默一瞬，许是对自己这番下意识脱口而出的话感到不自在，但又因为谢维清貌似跟自己又亲近了点，心底松了许多。“维清帮我。”燕温岚抓着谢维清的手往自己衣裳上摸：“还没脱完呢。”“好吧，今日王爷累了，那维清就伺候一回。”谢维清说着便扯开了衣带，又将人带到池子旁边。谢维清说是帮他脱衣裳，还真就3-2下将其脱完，朝池水抬了抬下巴，语气温和：“王爷快些进去，当心着凉。”燕温岚一言，而后抬头看着谢维清，忽地问他今天有没有生气。谢维清心底疑惑一瞬，心想着他生气作甚？左右他不强求燕温岚能做什么让自己信任的事，反倒是他还觉得对方生气了呢。“没有啊。”他如实说道。燕温岚心想也是，要是生气了，自己哪还能享受对方的这番伺候？但总觉得有点说不上的闷堵，哪怕谢维清不生他的气。直到就寝的时候，燕温岚还在想着那不上不下的闷堵是怎么回事。他躺在床上，偏头看向了谢维清，这次他没有忍着，而是实实在在地又把人折腾了一番。借着卧房内的烛光，他抬手摸了摸对方的脸，最后在谢维清耳边低声说道：“你要信我。”谢维清缓慢地眨了眨眼，好像没听清他在说了什么。燕温岚朝对方颈侧咬了一口，又重复了一遍，还是不见谢维清有任何回应。不知说了多少回，他忽地改了口，在对方耳边厮磨着，低声道：“我会让你信任我的。”第55章生死谷。次日，燕温岚早早的入宫上朝，起身的时候似乎还差点把谢维清给吵醒了。他小心的松开了搂住对方腰身的手，刚坐起身便察觉到自己有一绺青丝被压着。卧房内有下人进来准备洗漱的用具，烛火就点亮了远处的几盏，隔着床幔，床榻上的这一隅也只是昏昏暗暗的。燕温岚把那绺青丝从谢维清小臂处轻轻抽了出来，目光不自觉地停在了对方身上。眼前的人睡得很静谧，呼吸平缓绵长，朦胧的光线好似在他脸上蒙上了一层面纱。谢维清忽地一语了一声，燕温岚猛地回过神，这才意识到自己不知何时伸手触碰上了对方的眉眼。他呼吸下意识放浅了些，指腹捻了几下，似是在回味，又像是在抑制自己。片刻后，燕温岚掀开被褥的一角，手脚放轻地下了榻。谢维清有些惧热，哪怕是屋内足够凉快，都不会把自己完全盖好，顶多就是盖着上半身。燕温岚目光落在了对方微敞开的胸膛上，白得晃人眼，替人盖好了被褥，那几处落在雪地的红梅被掩盖住。阴阳交替，这段时间是最容易着凉的。燕温岚眸光微凝，看着眼前熟睡的谢维清，忍不住想要俯身亲对方的额头，吻始终没有落下。过了好半晌，他才起身撩开床幔离去。4时入宫，谢维清是辰时醒来的，睁开眼时，身侧早已没了温度，冰凉一片。他眨了下眼，有些没缓过来。过了片刻，等意识逐渐回笼时，才想起来燕温岚今日要上早朝。谢维清盯着眼前空出来的位置，盯了好一会儿，没有想什么，大脑像是在放空似的。又过了须臾，屋外响起吴山的声音，是在唤他起身。进来吧。他睡得有些不足，声音带着些许困倦，勉强坐起身。昨夜被燕温岚折腾了几番，快睡着的时候还要听他在自己耳边碎碎念，吵他睡觉。谢维清抬手揉了揉眉心，随后又想到了今日还得入宫见皇帝，两道墨眉微微蹙起。吴山带着奴仆进了里屋，奴才请王君福安。一番洗漱更衣，谢维清看着铜镜中替他梳头的奴才，忽地叹了叹气。若是兰竹在，怕是这会儿定是叽叽喳喳没完。他嘴角不自觉的微勾，
而后转瞬即逝，眼底泛起的笑意被落寞代替。用过早膳后，谢维清坐着马车进宫，一到宫门口，便有个自称是皇后身边的人接应他。王君，请吧，咱们娘娘可是久等了。驾着马车的人是竹轩，见状挑了挑眉，跟着谢维清一道进宫。那位小宦官来回看了他好几眼，欲言又止的，又看向谢维清。王君，这位是？谢维清可不会顺着对方的意，只身一人去那朝阳殿，自是王爷的人。小宦官听后没敢再出声，低着脑袋就把人带去真正的目的地。王君，属下在殿外等您。竹轩面无表情地站定在了朝阳殿殿门口，殿外还有4名御前侍卫，那神情也丝毫不惧。谢维清淡然，好。他抬脚走了进去。这回的梁朝身边没有那些妃子男宠，一袭玄色龙袍在身，坐姿倒是随意，没有半点天子威严，像是皇室那些只知享乐的皇子。微臣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维清啊，平身。梁朝与吊兰伞像是同燕温岚作对一般，故意咬中了摄政王妃这几个字。来人，给摄政王妃赐座。谢维清谢过皇帝后便坐下，就听到台上的帝王问道：维清在摄政王府也有大半个月了，可有什么关于燕温岚的动向？回皇上，王爷并非整日在王府，除了陪维清外，剩下的时间几乎都是在别院。至于对方叛国通敌的罪证，维清并未能进入他的书房。梁朝换了个姿势坐着，抬起一条腿抵在了御案上，单手支着脑袋，貌似是在思忖，实际上都懒得想。他随便挑了个问题问：别院？他养侍妾的地方？他陪了你，还去了别院，那你也没能勾住他啊。谢维清眼底划过一丝冷意，听着就心烦。别院维清并未去过，所以不知那里究竟是何地。那你就去啊。梁朝神情变得有些不耐烦，要不是他那舅舅一直在催，他也不至于要在这同对方说这些。他皱着眉又道：你今日回去便想方法，说不定那别院就是他通敌叛国的罪证。谢维清轻声应下，而后便主动说道：皇上，维清思来想去，日后进宫次数一多，迟早会引起王爷的怀疑，不如1月定期2次，由维清写信传到皇上手中。梁朝眼前一亮，此法好，那就定在月初和15，到时候你派人偷偷送信到府外，自会有人接应。谢维清只是不想进宫见到这位，至于其他的倒是没想这么多。见对方应声称赞，他神情愈淡：是皇上。梁朝，既然你已经选择了在朕这边，理应来说朕是要信你的，何况你还是芷英的亲弟弟。皇帝话到一半没说完，谢维清顿时有了不好的预感。梁朝招了招手，让工人端了一盒不知是什么的东西上来，走到谢维清的身前，随后继续说道：这是生死谷，解药朕会每月15给一次，维清可要好好的替朕办事，不然不单是你的命，还有你阿紫。不过你阿紫朕不舍得杀了他，但让他整日被恶病缠身，还是舍得的。梁朝在这一瞬间倒是像极了帝王。服下他。谢维清心底蓦地升起一股杀心，他闭了闭眼，将眼眸里的神情全部掩藏住，声音平静，没有掀起半点波澜。是。梁朝见他几乎没有犹豫的服下，欣慰的笑了笑。维清果真是站在朕这边的，放心，待你找出燕温岚叛国的罪证后，解药会给你的。舅舅的生死谷还真是奇妙啊。梁朝伸了个懒腰，好心道：行了，今日你难得入宫，去看看芷英吧。这几日你阿紫病好像更重了。第56章抉择。谢维清出了朝阳殿，望着天上那轮日光，明明阳光如此灼热，可那股寒意却像是钻进了骨头里，他后背起了一身冷汗。他迫不及待的想要走进阳光里，身子好像彻底生了寒。王君。竹轩面无表情的脸在见到谢维清之后直接裂开，心猛地提到了嗓子眼处，心想着这不到1炷香的时间，他们家王君不会就受了什么委屈吧？那他要怎么跟王爷交代？竹轩感觉自己有点要死了。谢维清深吸一口气，声音淡淡：无事。竹轩明面上是信谢维清的话，实则已经想好要怎么跟他们家王爷告状了，先把自己拎出去，然后添油加醋一番。去交房宫吧。回门那日，燕温岚说过会派人给阿紫看病，得出的结果也正如对方所说的，除了阿紫本来就身子弱之外，太医院每月会偷偷换1-2味药，有时加重了药剂，有时候又像是良心发觉似的正常给药。这段时日有燕温岚的人在，自然不会越发病重，只是照着原先的药方装样子罢了。谢维清许是想到了这层，心松了些许。无论如何，他阿紫没事便好。至于他，世间之大，他就不信找不到这生死谷的解药。到了交房宫后，恰好碰上了燕温岚的人给谢芷英诊脉，对方甚是年轻，还有几分书生气。见到他后还行了礼。微臣见过王君。谢维清轻轻的嗯了声，随后坐到一旁，看着对方给谢芷英把脉。谢芷英朝自己笑了笑：今日小弟怎地入宫了？来看阿紫好的如何了？谢维清温声道，丝毫没有把皇帝给自己下生死谷的事说出来，也绝不露出半分不对劲的情绪。自从你那位王爷派人过来，这诊脉就没一天落下的，也越来越苦了。谢芷英难得起了打趣的心思，气色也好了许多。娘娘，良药苦口。那位年轻的太医一板一眼的说道，而后收回把脉的手，
又将谢芷英手腕上的素帕撤去。谢维清弯了弯眉眼：“阿紫，良药苦口，再忍忍吧。”他说完，便问起了那位年轻的太医：“我阿紫的病如何了？”回王俊，娘娘这并不是什么大病，只需停了先前的药，再调养几月，身子便好了。至于娘娘这咳疾，是幼时便有，调理的时日会长一些。谢维清眼眸微动：“你是说阿紫这咳疾也能好？”下官家中正好专治咳疾，所以并不是什么难治之症。谢芷英许是病好了些许，声音都轻快了不少。这位可是陈家的嫡长子，年少医术成名，今年初游历回来入宫当了太医。谢维清蹙了蹙眉，对于陈家他倒是有些印象。他略微思索一番，不太确定的开口：“你便是陈木槿？”“正是。”陈木槿不卑不亢的说道：“下官名木槿，字玄明。”谢维清礼貌的回道：“谢叔朗，这是我的字。”陈木槿没有多待，一个未婚男子，哪怕是在宫里当太医，也不能在后宫待多久。诊脉完后，他便起身离去。谢芷英带人离开，这才挑明道：“是皇帝又借着我的名义宣你入宫吧？”谢维清：“阿紫聪慧过人，你与那摄政王又是怎么回事？”谢芷英扯了扯衣袖，抬眼看向谢维清，他好端端的献这殷勤作甚？谢维清有些失笑：“如何是献殷勤了？那日回门，他陪小弟回去的，碰巧听到阿娘说了几句忧心你的身子，这才派人给阿紫看看。”谢芷英有些狐疑：“是吗？当真不是你同他做了什么委屈自己的交易？”“哪有委屈？”谢维清低声反驳了这句，随后又说道：“阿紫在宫中可要当心才是。陈木槿既然是王爷那边的人，阿紫姑且信些，但还是要提防着点。”谢芷英：“阿紫当然知道，你家在皇帝和摄政王二者之间，可想好了要怎么做？”谢维清愣了下，没来由的想起了昨夜睡前燕温岚跟自己说的那些碎碎念，神情霎时有些不自在。想好了，阿紫放心吧。谢维清没能待多久，心里还记着自己刚被种下的生死蛊，同谢芷英又说了几句，便找了个借口早早离宫。一回到王府，他刚想换兰竹去给他找个大夫，下一刻回过神来，这王府哪还有他能信的人？谢维清叹了叹气，他不是没想过去找燕温岚，但始终还是不信任。他被下了生死蛊，若是难解或是无解，对方同样也不会信他，哪有人会为了他人而舍弃自己的生命？他深吸一口气，回了卧房，独自一人待着。当务之急还是得要找信得过的人。谢维清刚起身要去书房写信，命人带回谢府，便看到了燕温岚走了进来。他声音微干：“王爷。”燕温岚今早没空陪着谢维清，上完早朝后就要去处理堆积半个月的公务，还没处理完，就听到竹轩前来禀告，说是他的王君在朝阳殿受了委屈。皇帝对你做了什么？他念及，随口问道。谢维清蓦地一愣，看着燕温岚朝自己走来，随后倒了杯茶水递到了他的唇边，先喝水，刚从宫里回来。他接过茶杯抿了口。燕温岚这下肯定了，那狗皇帝定是做了什么，否则这会儿对方就应该是温温柔柔的跟自己说话，问公务是不是处理完了，问有没有用午膳。喝完了？他眼尖的看到茶杯一空，立即问道：“这下能说发生什么事没有？”谢维清看着他，有点犹豫不决。信任一个相处不久的人是需要勇气的，他信任之人也不多，除了至亲便是相伴已久的兰竹。燕温岚没有催促，只是定定的看着他，想看他究竟会不会说，到底什么时候说。谢维清抬眼看向了眼前的人，那个在他耳边不厌其烦地说了十几遍，最后又改了口，虽然真的很吵。他缓了缓心神，声音微哑，似是用尽了所有力气：“皇上他给我下了生死蛊。”第57章解蛊。话音一落，卧房内的空气好似都凝固了几分。燕温岚神情看不出喜怒，而后不知想到了什么，脸色倏地阴沉难看。皇帝想用生死蛊控制你。谢维清轻声应了句，而后抬眸看着燕温岚，唇线微抿：“这蛊是不是很难解？还是说根本无解？”燕温岚强行将心底暗涌的杀心压下，声音特地放缓了些：“名字听着可怕罢了，其实就是吓唬维清的，很好解。”他说着，抬手揉了揉谢维清的脑袋。谢维清有些不信，若真是能轻易解开，皇帝岂会用来控制他？或许这只是燕温岚在安慰自己罢了。他眼睫颤了颤：“真的吗？”燕温岚对上他的目光，神情没有丝毫作假：“真的，忘了。本王也会用毒，我制出来的蛊毒比那生死蛊强上百倍，连我自己都解不了。”谢维清顿了顿，说道：“那王爷平日要小心些。”燕温岚蓦地一愣，心霎时软了大半。好，维清放心好了，不会有什么大碍的。谢维清下意识放心了些，没忍住靠近了点对方，桃花眼上挑着，直直的看着燕温岚，好像再问怎么还不抱一下安慰他。燕温岚呼吸放轻，心想着他从对方眼中看出的意思便是要抱人的意思，若是其他的恕他看不出来。他想着，大手却早已将人按在了怀里。放心，没事的。他低声安抚着。燕温岚没有拖延片刻，抱着谢维清的手没有松开，扬声唤屋外的吴山去把府里的大夫找来，下回那皇帝不会再给你吃这些玩意了。他本来没想过要给皇帝下蛊，在有限的时间里替秦家平反就好，
不用那些见不得光的手段，正大光明的还秦家一个清白，不过是让那皇帝受点苦，也没什么的吧。谢维清抬手抱住了燕温岚的腰身，声音有些闷：“王爷这是要做什么？给皇帝也下蛊吗？让他难受一段时间，不会让他死的。毕竟秦家平反还得需要这位的圣旨，死了可就不好办了。新皇总归没有当年在位的人管用。”燕温岚语气冷淡，可对谢维清说的那些话，语气可就有温度多了。下回别一口就吞了。谢维清眨了眨眼：“王爷怎么知道我一口吞了？那蛊虫在你体内活蹦乱跳的，一般都是会消停几日才走动。”燕温岚说着，就抓住对方的手腕。过了一会儿，又道：“想知道他现在在哪吗？”谢维清，他听着就无比膈应，语气难免有些不好，冷声道：“不想。”燕温岚还有心思打趣。谢维清听到他的笑声，没来由的放心下来，静静的窝在了对方的怀里。大夫很快就提着药箱到卧房，燕温岚让谢维清坐好，伸手出来给大夫诊脉。别担心，不是什么难解的蛊。大夫是早年秦家遗留下来的外族人，秦家被灭门后，在外躲了2年，才赶回长安。打听到那时候燕温岚的住处后，便跟在对方身侧报答秦家的恩情。柳怀川听到燕温岚说的这番话，嘴角微微扯了下，心想着这生死蛊可是世间最难解的蛊毒之一，解药的药方早已失传，若是好解，燕温岚也不至于要花6年之久才把蛊毒给解了。更何况用的还是以毒制毒的法子。是，这生死蛊听上去唬人罢了，他诊脉确定是生死蛊物，王俊不必担忧。待小臣将解药的药方写下，让人抓药煎煮，喝上半月1月便好。难解是不错，可谁让燕温岚身上流着的毒血比那生死蛊还要毒上千百倍？少许毒血配上中和毒素的药材，自然能解。本王说什么来着？燕温岚抬手掐了下谢维清的脸，维清还不信我的话。谢维清松了口气，听着燕温岚这般说话，顿时脸上有些骚意，觉得自己先前的揣测确实有点不太好。他小声的说道：“维清信的。”燕温岚忽的笑了笑：“维清会信的。”柳怀川提着药箱退下，说是要煎煮汤药，1日1副，在夜里蛊虫最活跃的时刻服下。燕温岚见屋内没了旁人，二话不说就将谢维清重新按回到自己的怀里。那皇帝还说了什么？谢维清这回没有犹豫，任由对方按着自己。他让我去你别院，还说王爷的别院是用来养侍妾的。燕温岚，他沉默一瞬，认真的解释道：“等过几日带你去，没养，就是经常处理事务的地方。王府这边不太适合，所以才有的别院。”谢维清轻声道：“我猜到了，你每次去都会带一身血腥味回来。养侍妾，他估计是养死人差不多。”燕温岚皱了皱眉，思索一番，每次都有。他记得自己成婚后很少杀人了，怎么可能每次都有血腥味？定是旁人沾到他身上的。谢维清沉吟片刻，有时候还好，不是很重。燕温岚不假思索：“那我以后回来先去沐浴更衣，再去见你。”谢维清眉眼弯了弯，也好，但维清没有半点嫌弃王爷的意思，王爷可不要多想了。不会多想的，维清怎么可能会嫌弃我？燕温岚几乎是要被谢维清解释的这番话勾得找不着北了，嘴角轻勾。谢维清听着，蓦地觉得有几分好笑，他静静地靠在对方怀里，对体内那只蛊虫的膈应感轻了不少。王爷用午膳了吗？燕温岚几乎立马就应道：“没有。”他就说吧，他维清若是没事的话，肯定是会问他用没用膳的。燕温岚没忍住，低头亲了亲谢维清的发顶。那维清呢？谢维清摇了摇头，心想着方才有蛊虫膈应着，怎么可能有心情用午膳？他声音温润轻柔：“没呢。”那我们去用膳，好不好？燕温岚跟着声音放轻了许多。好，说是好，但燕温岚却没有立即松手。谢维清拍了拍对方：“王爷，你是打算要饿着我吗？”燕温岚百般不舍地松开手，声音微沉：“不会饿着你的。”第58章毒血。午膳过后，燕温岚近乎是好生哄着谢维清去小憩一会儿，见对方顺着自己在美人榻上歇下，又扯着一张薄被想要给人盖好。谢维清侧过身摁住了他扯着被子的手，声音很轻，听着莫名还有一股熟稔的意味。热，不盖。燕温岚退了一步，那盖在腰间。谢维清唇线微抿，定定地看着对方看了好一会儿，见燕温岚没再退让，他收回目光躺好，闭上眼随口应了声燕温岚这才把薄被盖在对方的腰间，而后自然地将遮住眉眼的青丝碎发撩开，嗓音低沉又温柔：“睡吧。”谢维清闭着眼没睁开，心想着这回倒是听得没这么瘆人。燕温岚没有陪他小憩，独自在榻前站了须臾，便无声离开，绕着回廊走出院子，到以往养蛊的一处小院里，隔壁紧挨着的便是柳怀川的住处。王爷，柳怀川简单行了礼，将一旁篓子里的毒蛇放了出来。王君的药属下已经抓好，就差王爷您的谢了。燕温岚神情平淡，对这种取血之事并没有太过在乎。用1个月的药，他身子有些弱，受不住。柳怀川险些抓疼了手里的蛇，心中危害。他是没想到燕温岚会对这位王君如此上心。王爷，这连续放1个月的血，属下担心您体内的蛊毒会1天1、2滴的血，能把本王弄死不成？燕温岚皱眉冷声道。柳怀川，
好像也是。燕温岚体内的毒血用不了多少，便能压制住生死蛊，再配合一些药物，就能轻易化解。泻生死蛊的汤药得煎煮4个时辰，而毒血是要最先与几味药材放入煎煮，这样才能将毒血与药材完美融合，降低了毒性。不过这也不算是1、2滴的血便能有此药效。柳怀川拿着一把匕首，询问燕温岚要割哪里比较合适，对方一脸漠然，反问割哪有什么不一样？属下这不是怕王君看到会问您吗？燕温岚眉头轻轻一挑，心想着他跟谢维清几乎每晚都颠鸾倒凤的，身上有伤口，怎么可能躲得掉？前天晚上还摸了几下他后背的伤痕，定是心疼他了，不怕他看到。他说着，把手心朝上。柳怀川现在是看明白了，他们家王爷这是得让王君心疼。果然有了王君，就是与往常不一样，这是生怕王君看不到吧？柳怀川手起刀落，利落的在燕温岚掌心处划了一刀，鲜血顺着纹路滴落在瓷碗中，一条泛着幽绿光泽的蛇闻着血腥味便爬上前，还没等他把蛇吓走，就见燕温岚伸手让蛇爬到了自己的手上。药方里要加蛇胆吗？刚想开口夸赞对方爱宠的柳怀川，那条小蛇嘶嘶作声，分明是听出来了燕温岚说的话，朝柳怀川嚷嚷着要离开。好在燕温岚没动真格，把蛇放下后便想走。王爷，您的伤口还没包扎。燕温岚急着回去让谢维清心疼，倒是把包扎这回事给忘了。他顿住脚步，伸手给对方包扎，余光看到了钟里的蝎子，忽的心念一动。片刻后包扎好，燕温岚带着一只蝎子离开。谢维清在美人榻上睡得正香，燕温岚把手心里的那只蝎子放在了案几上，不怕它会乱跑，平日里就属这只是最乖最安静的。蝎子翘起带着钩子的尾巴在案几上来回爬动，燕温岚像是无事可做，在一旁安静的等着谢维清睡醒，一边又无聊到去跟蝎子玩。见他好不容易爬到另一边，立马就把蝎子给提了回去。谢维清武器不会很久，一般都是在半个时辰内，除了他折腾人太狠的时候，卧房内安静无声，炉子上的烟灰落了一大截，这才见对方悠悠转醒。谢维清刚睡醒，睁开眼便瞧见了燕温岚坐在案几前，不知道在做什么。待他定睛看清楚是什么后，顿时心下一惊，脸色微冷。王爷。燕温岚听见谢维清在唤他，压根没注意到这语气带着冷意，也不再同桌上的蝎子玩，倏地起身走过去，坐在了美人榻上。维清可算醒了，让我等了好久。王爷。谢维清看着燕温岚靠近他，还坐在了榻上，一时没反应过来，随后声音愈发冷了些：“你洗手了吗？”燕温岚愣了下，为何突然让我去洗手？谢维清挪了挪位置，离对方远了些，好心的提醒了一句：“王爷方才玩的是什么？”蝎子啊！燕温岚丝毫没察觉到有什么问题。维清要玩嘛，他特别乖，很好欺负的。谢维清，他哑然半晌，而后扶额有些无奈：“你玩了他就去洗手。”燕温岚听出来了，他家维清比较爱干净，他思维继续发散，嘴上应着说会去洗手，心里边还在想，难怪对方身上这么香。谢维清蹙着眉，看着燕温岚还不起身，忍不住伸手推了推对方的肩膀：“快去！”燕温岚下意识起身往外走，没一会儿又转头走到了谢维清面前，语气低沉磁性，听上去不知道还以为被放了一大碗血，手受伤了，洗不了。说罢，他把被割伤的那只手伸给谢维清看。谢维清眨了下眼，看着对方掌心处包扎的白布纱，下意识皱起眉，伸手抓住了燕温岚的手，而后抬眼看着眼前似乎是在跟他卖委屈的人，语气放轻：“怎么回事？”柳怀川割伤的。燕温岚陈述事实道：“啊！”谢维清皱着眉，他为何要割伤王爷？莫不是王爷说了什么对医者不敬的话？燕温岚，这貌似不太对。我没说他。他语气悠悠。谢维清眉眼微弯，目光垂落，看着燕温岚掌心的伤口。所以王爷这是怎么弄伤的？去他院子看药草的时候不小心划伤的。谢维清半信半疑，又温声问：“那疼吗？”燕温岚心想着，终于是给他问出这句话来了，立刻接话道：“疼。”谢维清默了默，头疼他倒是可以按几下，手被割伤了，总不能让他也按几下吧。第59章，别乱动。燕温岚见谢维清不出声，又耐心的想等他说话，下一刻他忍不住戳了下对方：“怎么不说话？”谢维轻轻飘飘的说了句：“我在想如何让王爷伤口不疼。”这一下直接飘进了燕温岚的心里，他别开眼不到半刻，又看向了眼前的人，低声问道：“那维清想出来了吗？”谢维清沉吟须臾，摇了摇头，诚恳的说道：“还没想出来。”燕温岚心念一起，维清亲，我一口就不疼了。他原本是想对方能亲自挤脸或者是嘴唇的，再不济也会说几句好听的，可燕温岚怎么也没想到谢维清亲在了自己指节处，对方唇上带来的温热与柔软，烫得燕温岚心口一热，几乎是下意识就将人欺身压下，一点也不顾掌心处还有伤口。谢维清愣愣地看着眼前的人，对方刚想要低头亲自己，他倏地反应过来手上的伤口，猛地推开人，皱起眉，有些不悦地看着燕温岚。燕温岚头回没敢吱声，头脑风暴地去想谢维清为什么会生气，更亲密的事情都不知道折腾多少回了，总不能还生气一个吻吧。
没等他想出个所以然，自己那只受伤的手被谢维清抓住。他抬眼看过去，掌心包扎的白布纱已经渗出了鲜血。谢维清不愉地看着自己，燕温岚蓦地生出一股做错事的感觉来。王爷，你也不是小孩子了。谢维清有些无奈地叹了声，随即扬声让屋外的吴山端盆温水，还有拿新的包扎用具进来。燕温岚听着也不觉得丢脸，应了声知道后，便气定神闲地看着谢维清小心解开沾了血的白布纱，柳怀穿绕的还挺多圈的，对方也没有不耐烦。他家维清待他可真好。过了会儿，吴山端着温水进来，包扎用的东西放在了一旁。王爷这几日别沾水，也别这么鲁莽，不当心自己。谢维清看着掌心处那道血痕，眉心不由得蹙起，替人包扎了新的白布纱，而后又弄湿了金帕给对方擦手。燕温岚看着心底软得一塌糊涂，谢维清替他包扎得很认真，也很温柔，他一下子看呆了去。听着对方同自己说的话，很想说这段时日是好不了的，总不能那2只手都划伤放血，后面还得接连放1个月，应该会挺疼的。燕温岚漫不经心地想着，抬眸看向谢维清，忽地笑了笑，往对方脸上亲了下，没等人反应过来，又亲在了唇上。多谢维清了。谢维清对燕温岚这动不动就亲他的毛病显然已经有些习惯，他还没给人洗完手，对方另一只手还碰了那只蝎子，别乱动。说着，燕温岚的另外一只手被抓住，谢维清目光垂下，认认真真的给燕温岚擦了手，还没来得及说可以了，自己便被对方抱住。他愣了愣，王爷这是又怎么了？维清怎么这么好？燕温岚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句，说完便用自己那颗脑袋来回蹭了几下。好了王爷，谢维清被蹭得有些痒，声音不自觉地带上了些许笑意，有伤你就消停些。燕温岚丝毫听不出来这是在嫌弃他，只觉得谢维清在关心自己。好，说是好，但也没有松开，只是安静了点，没再乱蹭。谢维清稍微偏了偏头，颈间那颗脑袋着实热了些。燕温岚午后还有事务要处理，没能陪谢维清太久。同人说起的时候，对方还愣了下，受了伤还去啊？公务有点多了，回来也是因为竹轩跟我说你在宫里受了委屈。谢维清忽的有些不自在，那王爷快去快回。燕温岚眉头轻挑，怎地这回事让我快去快回？不应该是让我路上小心些吗？谢维清目光移至另一处，抿了抿唇说道，这句说腻了，换一句，王爷不喜欢。喜欢啊，喜欢极了。燕温岚用没受伤的手揉了把谢维清的脑袋，语调轻扬。谢维清笑了笑，那王爷快些去吧。燕温岚，本王有时回来，记得等我一起用膳。他闷声憋出了这么一句。好，王爷快些去忙吧。谢维清轻声道，眼底似乎还泛起了淡淡的笑意。燕温岚处理完公务已是申时，他没立即回府，而是去了别院。这几年他一直在暗中查秦家之事，别说证人，就连证据都寥寥无几，完全不足以能翻案。当然想翻案很容易，以他的权势，让皇帝下一道圣旨翻案即可。可他知道秦家不需要这种翻案。现在提起秦家，谁不会说上一句通敌叛国，说他外公是敌国的奸细。水牢里关着一位当年幸存的人，是带人前去抄家的虎贲中郎将，当时还险些将燕温岚也给杀了。王爷，他还是不肯说。不肯说。燕温岚神情幽冷，语气阴森。煮酒犹豫片刻，还是将对方的话说了出来。他说自己只是奉旨办事，将秦家抄家灭门，并没有任何人指使他。燕温岚淡淡，用刑少了，无人指使，又怎么敢连他都要一起杀了？当年他那父亲可是真正的权倾朝野，他作为摄政王世子，谁敢杀他？把他架起来，放到炭火上。燕温岚声音很轻，同谢维清的轻声不一样，对方那是如沐春风，自己的那便没人喜欢听了。不说，那就等着变成一具干尸吧。燕温岚好不容易把这人找出来，自然是不会让人轻易去死。既然严刑拷打这么多天都不肯招，无非是还有更重要的事物被人抓住罢了。话落，原先半死不活的那位中郎将猛地挣扎起来。燕温岚，你这小人，秦家通敌叛国，那是证据确凿，你现在居然死不认账，还想严刑拷打，逼我说谎？我呸！你同秦家人一样是个奸细。证据确凿。燕温岚语气倏地冷沉，不到3日，连让刑部的人查都不查，直接定罪。你跟我谈证据确凿？你想死，本王偏不让你死。燕温岚自然清楚对方只是想激怒自己，好得个痛快的死法。第60章秦家。燕温岚亲眼看着对方撑不住又晕死过去后，才离开了水牢，只是没有回王府。天色逐渐暗下，他带着人去了皇陵。他那父亲死后得此殊荣，特准入皇陵，以便待太后死后还可皇权作伴。你回去跟王俊说一声，让他早些用膳，不必等本王。是，属下遵命。皇宫康宁宫。此时天色已暗，一名宫女小跑敲响了太后所在的康宁宫。这座宫殿已然冷清至极，在夜色下显得荒凉又阴森。太后，那摄政王又要来了。正在礼佛的太后身形一颤，佛珠手串险些拿不稳，没等老嬷嬷扶她起来，宫门口被人踹开，随后一具已然白骨化的尸体扔进了殿内。燕温岚拍了拍弄脏的手，
抬脚踏进来：“太后，别来无恙。”太后是顾家的嫡女，顾兰书。她闭着眼，不想去看那具尸体，嘴里念着佛经，头发掺杂着白丝，姣好的面容爬上了皱纹。本王带父亲来看太后了，怎么不睁开眼看看你的这位心上人？许是见着了那具白骨化的尸体，燕温岚情绪明显好了些，语气依旧幽冷阴郁。顾兰书紧闭着双眼，没有答话，手中的佛珠手串被他攥紧。随后，他摆手让工人退下。店内的工人识趣的都退下。他起身看向了地上的那具尸体，蓦地眼眶温热。他是父亲，你怎可一而再再而三的羞辱？燕温岚一脸漠然。本王前几日找到了一位故人，赵州，太后可认识他？顾兰书心一咯噔，赵州？谁？哀家不认识这号人。他知道对方这几年一直在暗地查秦家之事，不过当年参与此事的分明都被兄长灭了口，赵州又是怎么死而复生的？燕温岚没有继续说此事，让人拿了鞭子给他。顾兰书瞬间大怒，当着他的面指着，显然是被气得不轻。燕温岚，哀家早已承认，当年生死蛊是我下给你的，你父亲并不知晓此事。秦家通敌叛国，你没死，是你父亲护下的你，你不但不感恩戴德，如今更是做出鞭打尸身的事情来，简直是枉为人子。殿外的夜色已深，煮酒是在燕温岚入宫后才到的王府，毕恭毕敬地给谢维清行了礼，便说道：“王俊，王爷事务还未处理完，让属下回来跟您说声，让您早些用膳，不必等王爷。”谢维清看着手中的兵书，轻声问：“有这么忙？”煮酒根本没遇到过要跟主子的人报备这些事情，如今听到王军这般问他，顿时大脑如同被人敲晕了似的。不是，王爷也没说这个，要怎么说啊？他又没媳妇儿。谢维清见对方良久未能说出半个字，合起手中的兵书，不能说便不说，我不会为难你的。煮酒顿时明白了，他们家王爷为何在那时候还能吩咐他回来报备一句了。王军说话怎么这般温柔体贴？王爷是进宫办事去了，王军不用等。煮酒张口便来，按照往日，应该还得好一阵子才出宫。谢维清眉心微蹙，下意识竟然会觉得燕温岚进宫是为了自己。他摇了摇头，压下了那不可能且荒唐的念头。那好，你同王爷说一声，让他忙完了早些回来用膳，不然对胃不好。煮酒连连点头，属下知道，属下一定会原原本本同王爷说的。这一夜，燕温岚回来的依旧晚了些，不过在往日看来已经算早的了，没有在顾兰书面前上演18酷刑，燕楼明那具白骨上鞭痕累累。燕温岚回来之后，没有立刻去找谢维清，让下人通知一声，就直接去了御池园沐浴更衣。带回卧房时，已然是亥时3刻。他忍不住上前抱住谢维清，抽出一只手，将对方手里的书合起放到了一边。这下抱得更紧了些，两人是面对面抱着的，不知怎地就变成了谢维清坐在腿上。王爷，燕温岚本来习惯了的，可当听到煮酒带到的话，顿时没了在那处地方发泄情绪的心思。回来亲耳听到谢维清的声音，霎时便觉得自己好累。他蹭了蹭谢维清的颈侧，声音沉闷：“维清。”谢维清听后，心底忽的有些说不上的酸涩。他叹了叹气：“王爷要说吗？”说的话，维清就认真听。燕温岚心脏像是被人轻轻揪住，他眨了下眼，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他也怕会从对方嘴里听到秦家是敌国间隙的话。谢维清安静地等着他开口，手不自觉地抬起摸了摸燕温岚的脑袋，没有开口催促对方，也没有终止这次的时间。不知过了多久，燕温岚哑声开了口：“维清应该知道，我身上流有秦家的血。秦家？”维清知道。谢维清声音温和：“父亲跟我提起过，说秦家是被冤枉的。”燕温岚蓦地一愣：“你父亲跟你提过，还说秦家是被冤枉的？”谢维清：“是，父亲虽然与王爷经常对立，但私下还是说过好几回有关秦家的事。当年秦家出事的时候，父亲带我去南下看病，没能帮上什么。”燕温岚心沉了沉，他从幼时便认识了谢官堂，那会儿还有幸当过对方的学生，后来年长了些，自己回到秦家，由外公亲自教导，也知道外公同对方是好友，所以秦家出事，谢家没能出面。他那时候是怨恨的，怨恨所有的人，恨他们都不愿为秦家说话。明明秦家世代护国忠俊，甚至秦家出事那会儿，平定边疆的还是秦家的将军。可边疆平定后，在战场上所有的秦家人都被赐了毒酒。燕温岚低低的应了声，忽的有些不知所措。他这几年跟谢维清的父亲屡屡作对，就是心里还有疙瘩。虽说后面明白，就算那时候谢家出面也帮不了什么忙，也知道那时候明智保身才是最正确的做法，但还是有疙瘩在。你父亲，王爷是想要为秦家平反。两人几乎同时出声，燕温岚没有继续说话，乖乖的等着对方把话说完。谢维清声音很亲和，抚平了他的内心。父亲说，若是有关秦家的事情，他可以不计前嫌帮王爷。第61章没报够。燕温岚张了张嘴，忽的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好。他愣了好一会儿，蓦地把脑袋重新埋进了谢维清的颈窝处。你父亲不是讨厌我吗？谢官堂是讨厌燕温岚，但更多的是觉得心性已变，加上这几年3番4次的气他，自然讨厌。可这也不代表他就不会管秦家的事。回门那日，
谢观堂在谢维清快要启程回摄政王府的时候，还是把人叫去了角落，说若是燕温兰提及秦家一事，就让谢维清带句话，至于接不接受随便对方。不过父亲却没告诉过燕温兰是他的学生。谢维清温声道：“是讨厌你，王爷这几年同父亲作对，每回都要回府骂你一顿，说王爷玉石难雕。”燕温兰默了默，以他对谢观堂的了解，定然不会说这番话。他悠悠开口：“是腐蚀难成玉吧？”谢维清眉眼染上几分笑意：“这可是王爷自己说的，维清可没说。”“是你父亲说的。”燕温兰巧妙地把方才的话题转移，不是他不愿相信谢观堂说的那番话，只是这几年都是他一个人走过来，习惯了。若是日后对方愿意，能给秦家平反时说上几句话，便是帮忙了。谢维清也不非要燕温兰说出什么话来，总之他将父亲的话带到，对方究竟是怎么想的，他是不会干涉的。维清，燕温兰冷不丁地唤了一声，语气沉闷。见谢维清轻声应了他，又闷闷地唤了声青青。谢维清还是不习惯对方唤他这个称呼，一时不自在地别过头，加上还是坐在燕温兰腿上，他近乎是想要伸手去捂住那人的嘴。王爷用膳了。燕温兰没有应话，定定地抱着谢维清，埋在颈窝里，直到对方又温声问了一遍，他才松开手。没。谢维清心想自己终于可以从对方腿上下来了，那王爷快去用膳。他忍不住催促了一声，又想到对方如今情绪不太好，问道：“还能吃得下晚膳吗？”燕温兰直直地看着自己，不能。谢维清倏地哑然，没想好要怎么说，不过这也没耽误自己快速地从燕温兰腿上下去。他到了一旁盘腿坐着，墨发半披，一只青玉簪挽着。那他斟酌开口：“王爷可有想吃的？”维清让厨房的人去做。燕温兰目光一下子幽怨至极：“你不想让我抱？”谢维清默然，随后反驳道：“哪有？方才不是让王爷抱着了吗？”燕温兰又将他扯过来抱住，声音低沉，又好像带着几分缱绻：“没抱够。”谢维清没有挣扎，任由对方又将自己抱住。他算是知道了，对方情绪但凡有点不好，就格外爱黏着自己。他在心底无奈地叹了叹，没再说什么让人用膳之类的话，给燕温兰抱了个够。不知过了多久，燕温兰终于舍得松开谢维清，还顺势在颈侧亲出了一个泛红的印子。谢维清下意识偏了偏头，呼吸蓦地一滞：“王爷这又是在做什么？感受不到吗？我在亲你。”燕温兰说着，抬头就往谢维清的唇上碰了碰：“亲你。”谢维清没来由的有些骚意，他伸手抵住燕温兰的脑袋，不让对方再靠近自己，语气似乎还有点重：“别亲了。”燕温兰听后愣住，心底盘算着是不是他把人弄生气了，但又觉得谢维清是在嫌弃自己，毕竟他哪哪都不合对方的意。他胡思乱想着，而后就欺身压下，把人吻了小半天才松开。“好，听维清的，我不亲了。”许是感觉到谢维清乖乖的让自己亲着，燕温兰心情霎时大好。谢维清，他真想拿枕头砸人了。他一把将压在身上的燕温兰推开，扬声唤屋外的吴山将晚膳送过来，随后眼尾一瞥，见阴云转晴的人正老老实实的待着，挑了挑眉：“王爷心情好了，那就去用晚膳吧。”燕温兰没说半个不字，只当谢维清在关心自己。好。他应完，便看到眼前的人神情淡淡的理好方才他扯乱的衣领。燕温兰喉间微微发干，起身下榻，去到了杯冷掉的茶水，仰头就一饮而尽。“维清也要。”谢维清忽的开口，目光落在了燕温兰身旁案几上的茶水。燕温兰不假思索的说道：“冷了的，我让下人去煮茶。”谢维清眨了下眼，语气偏淡的问道：“冷了，为什么王爷要喝？”“当然是灭火了。”燕温兰在心底想着，忽的察觉到有些不对劲，抬眼看向谢维清，没过一会儿又把那个略显荒谬的念头给压了下去。“口渴，本王身子骨好得很，自然能喝冷茶，你不行，你不能喝冷的。”谢维清微微歪了歪脑袋：“好吧。”燕温兰默了默，忽地有点想摸摸对方的脑袋，软乎乎的。他甚至怀疑谢维清是不是故意歪头给他看的，手指蜷缩了下，他转而拿起了茶杯，又喝了一杯冷茶。谢维清眉心倏地蹙了蹙，最后还是没说什么。过了会儿，吴山端着新茶进来，茶香隐隐，带着些许茶的苦味，他眼中的眸光微亮，又有新茶了。吴山恭敬道：“回王郡，这是王爷前些日命人从淮南快马加鞭送过来的，方才刚到。”他说着便想要斟茶，下一刻就被自家王爷给叫退下。燕温兰亲自倒了杯7分满的茶水，朝谢维清走去，站定在床榻前。“维清不是口渴了？”谢维清轻飘飘地瞥了燕温兰一眼，声音一如既往地平淡亲和，却又像清风般想要吹破水面。“王爷如何断定我就是口渴的？”燕温兰原先压下去的念头，随着对方这番话重新冒了出来，她不自觉地握紧了茶盏，只觉得喉间又是一干。她张了张嘴：“那维清是口渴啊？”谢维清伸手将茶杯从燕温兰手里接过，燕温兰眼底划过一瞬晦暗，对方指尖碰到的地方变得有些酥麻无力。她收回手，声音低沉，带着几分哑意：“当心烫。”谢维清看了他一眼，随口应了声“嗯”。第62章春宵苦短。谢维清喝完茶水，便将茶盏递到燕温兰面前，对方也是半点不带犹豫的接过去，转身放好，
随后还倒了杯热茶抿了口。他见状弯了弯眉眼，也不介意对方用的是自己的杯子。王爷，不继续喝你的冷茶了吗？燕温岚听后怔了怔，没想过会从谢维清嘴里听到类似调侃他的话，他下意识将手中拿着的热茶一口闷了，以此来掩盖住自己不自在的神情。谁知又因为对方的一句话更加不自然起来。王爷不觉得茶水烫吗？谢维清亲眼看着对方将冒着热气的茶水一饮而尽，甚至都担心起来会不会被烫伤了。当然烫。燕温岚面无表情的抿了抿唇，死要面子的回了句还好。谢维清半信半疑，忽地让燕温岚过来，只见对方没有半分犹豫，便朝自己过来。他偏了偏头，看着眼前的人，心里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语气含笑的开口说道：“王爷，我又口渴了。”燕温岚下意识转身，随后反应过来了什么，转回身看向谢维清：“维清这是拿我当消遣呢？”谢维清眼尾上挑，直直的对上了燕温岚的目光，没有丝毫闪躲心虚的意味。“没有啊，王爷何故这般想？”燕温岚狐疑的看着他看了好半晌，最后还是转身去给人倒了茶水，目光半刻不离的看着谢维清把茶水喝完。他还没等对方有所动作，就把茶杯接到自己的手里，随后又问还要不要喝。谢维清没来由的笑了笑：“不喝了，给王爷去喝杯冷茶吧。”燕温岚眼眸微动，心里念着对方的这句话，尤其是那个给字，怎么听他都觉得是让自己用对方的茶杯喝水的意思。管他是不是，燕温岚又喝了杯冷的茶，间接的把心里胡思乱想的念头给压了下去。不多时，吴山让下人将碗扇端了进来，还没等他坐下，余光就看到了谢维清穿好鞋袜下了榻。燕温岚呼吸无意识的屏住。谢维清这回倒是没什么想法，只是以往燕温岚用膳都会让自己陪着，如今只不过是习惯使然，也不用对方一口一个维清，或是轻轻的叫唤着。他见燕温岚还站着不坐下，伸手扯了扯对方的衣袖：“王爷。”燕温岚回过神，顺势坐在了谢维清的身侧，语气低沉，颇为孩子气的同对方说了句：“不想吃。”谢维清愣了下，而后执起筷子夹了道菜到燕温岚的碗里，见人还看着自己，不知道还以为受了多大的委屈。他默然片刻，有些无奈又些许担忧，轻声问道：“都没想吃的，那糕点之类的呢？总得吃些垫垫肚子，空腹对身子不好的。”燕温岚低低的应了声嗯，随后直快夹起谢维清给自己夹的菜放入口中。谢维清又是默然一瞬，意识到对方是什么意思后，顿时摇了摇头，单手支着脑袋侧看向燕温岚：“没胃口的话，王爷就别吃了吧，硬是吃下去对身子也不好的。”燕温岚，他忍了又忍，还是没忍住，低声开口说道：“不应该是维清你夹菜给我吗？”谢维清眼底划过一丝笑意：“王爷不是不想吃吗？维清自然不会强人所难的。”燕温岚蓦地被堵住话，良久，他憋出了一句：“本王不管，你给我夹菜。”谢维清眉头轻轻一挑，没有立即有所动作，而是继续说道：“王爷让我夹菜，也得说一下要夹多少遍，王爷才满意啊？一次还是2次？”燕温岚越听越皱眉，一本正经的说道：“哪有这么少的？”谢维清弯起眉眼，夹起一道青菜就对到了燕温岚唇边：“那叫3次。”燕温岚刚要反驳，对方就把青菜对到了自己的嘴里，他只好先把菜咽了下去才能说话。好不容易吃完嘴里的青菜，刚想说话，谢维清看准了时机，又夹了道菜对到他的嘴边。燕温岚，他怀疑他家维清被人调包了。燕温岚这般想着，身体却很诚实的张口咬下了谢维清夹给自己的菜，一咽进肚，就听到对方问他：“王爷，这道菜如何？好吃？”他看着谢维清说道。谢维清又给他夹了一道菜，他瞬间忘记了前面说过的话，也忘记了自己最开始为什么要挣扎，张口就自然的咬住，随后便看到了谢维清悠哉悠哉的搁下了筷子。燕温岚，谢维清温声道：“3次了，王爷不会数数吗？”燕温岚皱眉，对谢维清这种只为了几口就将其抛弃的行为极其不满，本王又没答应。谢维清却跟铁了心似的，声音还是如同往常一般，可在燕温岚耳里听起来跟春寒料峭没什么区别。目前看来，王爷还是能吃得下的。燕温岚很想说自己又突然吃不下了，但触及对方的目光，不知为何没怎么敢说出口。他每道菜吃了几口，便让人撤了下去。此时夜色已深，他也没有再闹着谢维清，自己一个人去洗漱完才上了榻。卧房内很安静，只剩下谢维清翻书的声音。燕温岚也不说要就寝之类的，跟谢维清并列坐着，手肘处还抵着一只卷枕，单手支着脑袋看着身旁的人。烛光摇曳，翻书声时不时响起。燕温岚就这么光明正大的看着谢维清，对方青丝如瀑，发丝遮住了些许眉骨，碎发的末尾微翘，好像勾住了下巴，原雪白如玉的脸如今铺上了一层暖光，连带着发丝都好像软了许多。不知看了有多久，直到谢维清合起书，他都没有回过神，还是对方开了口才将自己拉了回来。王爷可看够了？燕温岚唇线微抿，下意识回了一句没。随后他注意到对方没在看书，猛地就把人抱住，在谢维清锁骨处窝着，没看够。谢维清垂了垂眸，看着埋在胸脯前的那颗脑袋，尾音不自觉地拖长了些。王爷还要不要就寝了？燕温岚闻言，把人翻了个面朝向自己，往谢维清唇上亲了一口，
就请好啊，春宵苦短，早该就寝了。第63章变化。燕温岚没能如愿，谢维清听后瞬间皱起眉，声音不咸不淡，但听着好像就是在恼火了似的。王爷莫不是忘记手，还伤着了？晚膳都没吃几口，还惦记着这档子事，王爷是只喜欢这样吗？燕温岚被谢维清最后那句话问得一愣，虽然他是比较热衷于跟他家维清折腾，但直觉告诉他不能这么说，有种说了之后造成的后果不是他能承担的感觉。没有啊，他小心翼翼地挑了个看起来不会出错的回答。谢维清抬眼看着他，没有的话，王爷为何还不松手？燕温岚下意识松开手，不到半刻又重新把人抱住，他这才发现有点不太对，他纠正道：“又不是只有做那档子事我才会抱你，那平日抱着睡觉还不给了吗？”谢维清没有说话，定定地看着他，那眼神好像就是在说谁会信这番鬼话一样。燕温岚干咳了一声，决定先发制人。维清这是什么眼神？这么信不过本王？谢维清点了点头，没有半分犹豫。若是在其他事情上，他可以选择性一点对方，但是在这方面上，他是半分都不会信燕温岚的。燕温岚看着对方应下，沉默了半晌，他张了张口，试图挽回一下自己在对方心目中的形象。他真不是满脑子见对方只有那档子事啊，他还想着抱人、亲人，同对方沐浴、抚琴也算进去吧，还想着陪谢维清看书。什么时候满脑子就只有那档子事了？竟冤枉他！谢维清才不管燕温岚这时候心里想了什么，见对方还不打算松手，他默了默，忽地开口威胁燕温岚：“王爷再不松手，我就咬你了。”燕温岚本来还在想着如何替自己狡辩一下的，蓦地听到谢维清这番话，顿时来了兴致：“不放，你咬啊！”谢维清：“不了，王爷抱着吧。”他敢肯定，自己要是张口咬了对方，最后受罪的还是他。谢维清说完便让燕温岚松开些，他要躺下来睡觉。燕温岚还有点遗憾：“不是说咬我吗？维清你又说话不算数。”谢维清躺了下来，没有扯被褥盖好，就这么直直的看向燕温岚，跟王爷学的。王爷在床上说的话大多都不算数，维清这叫近墨者黑。燕温岚忽的喉间干涩，他现在严重怀疑谢维清在勾引自己。谢维清可没给他细细回味的时间，紧接着就让他去灭了房内的烛火。燕温岚大手一挥，用掌风吹灭了蜡烛，刚躺下来就听到谢维清冷不丁的开口：“你没给我盖被子。”燕温岚完全没有想为什么对方不自己盖被褥，听到吩咐的话，心底还隐隐约约有点小开心。他本来是按照以往的来，只扯了被褥盖住谢维清的腹部，但就是想让他多说几句话，直接又扯了剩下的被褥盖住了下半身。谢维清果不其然开了口：“都说了，我怕热了。”他说着便想着自己动手，下一刻就被燕温岚抓住手腕：“好好好，我重新盖，维清躺好就行。”燕温岚刚给人盖好躺下，谢维清就翻了个身背对着他，声音微微上扬：“好了，王爷早些睡。你背对着我睡作甚？”燕温岚悠悠问道。谢维清闭上眼，随口回了句：“热，面对面抱着更热。王爷想抱的话也可以抱啊，两全其美。”燕温岚眼皮跳了下，咬了咬牙说道：“你故意折腾我呢？”他说着就伸手想要把谢维清翻面向自己这边，还威胁了起来：“维清，你要跟我抱着睡，不然我就折腾你，让你不能睡觉。”谢维清睁开眼，蓦地翻身面向他：“王爷，你如今几岁了？”“20有5，比你大5岁，所以你要听我的。”“为什么要听你的？”燕温岚长兄如父。谢维清忽的一骚，又翻过身背对着人：“不准吵我睡觉。”燕温岚幽幽怨怨地侧过身看着谢维清的后背，盯了小半天，伸手戳了下对方的背部：“维清。”谢维清没有理会他。燕温岚无奈：“那你也得让我抱着啊。”过了片刻，正当他以为对方不会再理自己的时候，谢维清似是被他缠得不耐一样，往他这边挪了挪，随后贴近了胸膛：“王爷满意了。”燕温岚赶忙把人抱住，嘴角抑制不住的勾起：“满意了，维清真好。”谢维清是单纯觉得面对面抱着热，还不如让燕温岚抱着，自己背对着人，还能有新鲜的空气呼吸着，睡得也比较香。他很快便睡过去，迷迷糊糊中似乎还听到了燕温岚贴在自己耳边说了一句话，不过他没听清，本想着睡醒后问人的，但一觉醒来，对方早已去上早朝。午时对方还没回来，自己就收到了谢府送过来的信。吾儿亲戚。谢维清默了默，心想着他家父亲有什么事会写信给他。信封拆开，里面是一张写满字迹的信纸。他一目十行，快速看了一遍，是父亲写信来问他，燕温岚是不是今早吃错药了，说什么上早朝的时候对他举止怪异，让他毛骨悚然，直冒冷汗，冒了一个早朝的时间。谢维清扶额，忽的有点不知道该写什么回信才好。信中最后还悄悄问了他一句，问谢维清是不是终于受不了对方给人下了能使人失智的毒药。谢维清没有再看，把信纸放回信封里，想了想，还是决定把这封信给烧掉。若是被燕温岚看到，估计日后他父亲又要被气上几回了。信纸刚被他销毁，连灰烬都未能打扫，燕温岚便好巧不巧的在这时回了王府，推开门便问他有没有等自己用午膳。
谢维清抬眼看向对方面前的案几上还有信纸的灰烬，他心想，燕温岚最好不要怀疑这是什么不可告人的机密，不然他解释起来还得耐着性子，累人。这是什么？燕温岚走了进来，注意到了案几上的灰烬。谢维清神情淡淡，声音清润平缓：“父亲写的信。”哦，吃午膳了吗？燕温岚没在意谢观堂写了什么，他更在意一点，谢维清中午会不会陪他用膳。谢维清眉眼一弯：“没呢，等王爷回来一起。”第64章算账。燕温岚陪谢维清用过午膳后，便找了个空闲的时间，又去了柳怀川的小院子。临走前，他忽地在珠帘处顿住，蓦地想起了什么，转身看向躺在美人榻上小憩的人：“昨夜的药苦吗？”谢维清半睁开眼的看向他，回想了下昨夜喝的汤药，不但苦，而且还隐约有点腥味。他看着燕温岚，下意识脱口而出：“苦，特别难喝。你要喝1个月。”燕温岚笑了笑，说完就撩开珠帘走出卧房，没留下来听谢维清说他。谢维清听着燕温岚这番话，顿时就没了心思要武器，又见对方溜得快，霎时憋着口气翻了个身，闭着眼好一会儿，还是没睡着。他倏地坐起身，扬声把屋外的吴山给唤了进来：“王爷去哪了？”谢维清不咸不淡地问，语气里似乎还夹带着火腥味。吴山没有隐瞒燕温岚的行踪，王军一问，顿时就把自家王爷给卖了出去。王爷去柳大夫院子了。谢维清淡淡的嗯了声，穿好鞋袜就下榻，让吴山带路。燕温岚刚被放了血，在原来的伤口划一道。柳怀川本想着给他换一处的，谁知道他那王爷又犯起病来，非要在原先的割几刀，还把伤口结疤的地方亲自抠了下来。柳怀川还好没病到要抠别人的伤疤，他斟酌几番，还是抵不住好奇心，试探性的开口：“王爷，您这不会又是想让王军看到吧？”燕温岚抬眼冷冷的看着他：“不是，这种把戏用一次就够了，再多的话，谢维清肯定会觉得他没事找事，不爱护自己。”他拿着白布纱一圈圈给自己包扎好，忽地顿了顿，听到了远处的脚步声，把这碗血拿走，让王军看到的话，本王就说是你要用我的血喂蛇。柳怀川，他疑惑但没敢出声，麻溜的就把瓷碗拿回院子里，也没再想出去碍人眼，吩咐煎药的药童把这碗血加进去，说是一碗血，其实也没放多少，就跟吃酥点的小瓷碗一般，不是很大。谢维清隔老远就闻到了中药草的味道，还有那独属于汤药的苦味。他脚步一顿，抬手轻轻掩住了鼻尖，还没踏进院子，就听到燕温岚的声音：“维清怎么来了？不是说要武器吗？”燕温岚垂下包扎好的手，宽大的袖袍遮住了不少，他似笑非笑的看向谢维清：“谢维清，我来问柳大夫一些事。”燕温岚皱了皱眉，眉眼间的神情一下子变得有些阴沉：“找他？”维清问本王也是一样的。谢维清语调不急不缓，丝毫没有因为对方的神情变化而惧怕。找王爷问，可我又不想听到要吃药1个月之类的话，只好找柳大夫了。燕温岚被这轻声温和的话瞬间安抚下来，知道维清怕苦，我这不是来跟他说多放几味药中和一下吗？谢维清那双干净的桃花眼好似在此刻泛起了笑意。王爷当真让柳大夫改良一下药方了？自是真的。燕温岚说着便靠近对方，搂住了谢维清的腰身，让人跟自己贴着。他语气沉缓，又接着说道：“不武器就为了问这个啊？”谢维清抬眸弯了他一眼：“不是，是来找王爷。”燕温岚骤然愣住，只觉得心口好像被什么捂化了似的，还没来得及询问是真心还是假意，就听到谢维清不紧不慢的开口：“算账的。”燕温岚显然是忘记自己方才故意寻人开心的事，愣了愣，问道：“维清要算什么账？”谢维清眼眸微动，一点点地试探着对方的底线：“方才是谁同我说要喝药1个月的？”燕温岚想都不想：“我啊。”谢维清：“对，就是王爷。王爷说这番话害得我睡不着觉了。”燕温岚没有回话，抿着唇，心底在想着对方是不是在冲他发脾气，还是在跟他撒娇。谢维清说话总是淡淡的，没有多少情绪起伏，加上声线温润，说出来的话总是给人一种很稳重、很温柔的感觉，无形的安抚着他藏在内心的暴力。这也能睡不着？燕温岚回过神，依我看，不是因为这句话，那是因为什么？谢维清倒要看看燕温岚能说出什么话来。燕温岚大言不惭，自然是因为本王没有陪着维清，所以才睡不着的。谢维清，他二话不说转身就走，自己就该早有醒悟。燕温岚说的话能有几句是正经的？还没走出半步，果不其然就被燕温岚抓住了手腕。他转过身，对此没有太大反应，抬眼看向了燕温岚：“王爷这是又干嘛？”燕温岚没敢抓紧对方的手腕：“又挠我了。”谢维清好笑道：“王爷居然也有自知之明啊！对，就是挠你了，松手。”燕温岚：“不松。”说着，他上前一步靠近谢维清，声音很低，就像是在请求他的意见：“我陪你武器好不好？”谢维清沉吟片刻，一本正经地说道：“貌似不太好，王爷身上太热了，一起武器的话，我会睡不着的。”说完，他看着燕温岚的神情，眸光微转，忽地又道：“若是在天冷的时候，维清倒是很愿意王爷陪着。”燕温岚屏住了呼吸：“天冷，那起码还有1个多月才能天冷，多放几个冰箭也不行吗？”
也行吧，不过今日我不想武器了。谢维清眼底泛起笑意，忽地找到了些乐趣似的。为何？他刚要陪人武器，对方就不想武器了，有这么嫌弃他吗？燕温岚心底倏地沉闷下来，又被谢维清轻飘飘的一句话将心底那团棉花勾了出来，让他有喘气的余地。王府这般大，维清还没逛完呢。上一回王爷只带我去了阁楼，今日王爷打算带我去哪？燕温岚看着眼前的人，唇线微抿，有点没反应过来，但还是认真的同谢维清说道：“南院有一处荷花池，这几日刚好荷花开了，维清要不要去看？”谢维清轻轻的摇了摇头：“我来的时候看到隔壁院子是上了锁的，那是何地？”燕温岚并不觉得谢维清是在越界，反而他还有点开心，对方能直接问他，那是我平日养蛊的地方。第65章相处。谢维清愣了愣，先前听过燕温岚说过，他心底蓦地升起几分好奇。养蛊，昨日带回卧房的那只蝎子也是。燕温岚顿了顿，我记得让煮酒顺便拿走了，没有乱爬吓到你吧？谢维清想起昨日在案几上乖乖待着蝎子，唇畔含笑的摇了摇头，并没有，他和王爷说的一样，很乖。喜欢吗？燕温岚问。谢维清没有立即回答，他眼皮跳了下，心想着燕温岚该不会是要把那只蝎子送给自己吧？喜欢。他最后还是平心如实说道。燕温岚凌厉的眉眼好似染上了笑意，他嘴角微勾，那给你好不好？谢维清看着眼前的人，忽的一愣，他忍不住也跟着勾起笑容。他不会咬我吗？不会的，他很有灵性，不会伤维清的。燕温岚10岁的时候被扔去了别院自生自灭，没有人陪着，加上那时候被太后种下了生死蛊，说他绝不会活过20，此后才会钻研蛊毒，阴差阳错之下，自己就把生死蛊给强行解了。说要给谢维清的那只蝎子是他前年所养，比其他的要听话，不争不抢的，本来是要放入钟里给当时最看好的一条蛇做战绩的，谁料居然是这只蝎子活到了最后。谢维清并不觉得燕温岚这是在吓自己，或是会害他，对方只是把自己觉得好的想要给他罢了。真的假的？那只蝎子被煮酒放回了院子里。燕温岚抓着谢维清的手腕，带人到隔壁养蛊的院子里，还把院子上了锁的钥匙塞到了他的手心里。他眨了眨眼，王爷这是何意？给你啊。燕温岚没有想什么，只是觉得府内上锁的都应该要留一把钥匙给对方，毕竟王府现在又不是只有一个主人。谢维清抬眼看着对方，过了会儿，大概是明白了燕温岚的意思，纤长的手指合拢，将钥匙握住在掌心。那维清便收下了。养蛊的院子很大，除了石路，周遭全是草地和竹子，还配了一个小水池，水面上还有浮萍。谢维清下意识被吸引住，刚要走过去瞧个究竟，燕温岚就拦住了自己，说道：“那边都是蟾蜍，不好看，会脏了维清的眼的。”王爷这番话说的好像维清只会以貌取人。谢维清悠悠说道：“本王只是觉得那些长得丑，怕会吓着你。”燕温岚解释还不行，还把人带去了不远处，指了指一处地方：“你看，丑吧？”谢维清顺着方向看了过去，沉默了半晌：“那王爷还养来作甚？”“这不是我养的，这蟾蜍是柳怀川的爱宠，他嫌他那院子不好，这才拿过来一起养着。”燕温岚急忙撇清自己。谢维清扯了扯嘴角：“那王爷养的呢？你要看蛇吗？有几条还挺好看的。”燕温岚说着，还加了后半句话，生怕谢维清会说不看之类的话。“看吧。”话音刚落，谢维清就感觉到抓住自己手腕的手收紧了些，随后牵着他走到另一处地方，他目光垂了垂，落在了燕温岚的那只大手。对方顿住了脚步，他也随之停下，歪了歪脑袋看着人：“蛇呢？”燕温岚听到这句话，嘴角不由自主地勾了下，随后伸出了受伤的那只手。不一会儿，一条通体翠绿的蛇爬了出来，顺着他的手缠了上去。“好看吗？”谢维清看着眼前的燕温岚，看了好一会儿，没有回答他的话，随后又将目光移到那条翠绿的蛇身上，忽地有点想笑。“哪有人这样的？好看，是竹叶青吗？”燕温岚：“嗯。”燕温岚没有给谢维清摸那条竹叶青，他脾气很臭的，经常跟其他蛇打架，有时候还会咬人，柳怀川就被咬了好几次。谢维清心下一惊，抬眼看向燕温岚：“那王爷就不怕被咬啊？”燕温岚语气平淡：“他不敢咬。”说着，他将那条竹叶青放下，本来是想让这条蛇走开的，谁知道刚一落地就爬去了谢维清的脚底下。谢维清猛地抓住了燕温岚的手臂，没敢动弹：“王爷，快把它拿走！你身上有生死蛊，他不敢咬你。”燕温岚把那条竹叶青提了起来：“他想爬你身上。”谢维清：“对了，王爷，这生死蛊到底是什么？”谢维清没太敢让蛇爬自己手上，他看着就好了。生死蛊就是一种慢性毒药罢了，5年内没什么大碍，5年一过，若还是没有解药，毒性就会慢慢发作，有时候一刻便能死人，也有能撑几个月的。母蛊一旦入体，就不可能会出来，除非它在体内死了，否则只有蚕食完体内的5脏6腑后才会爬出来，还会化茧成蝶。燕温岚语气淡淡，平静地陈述着，并没有想过要吓唬谢维清。他说完，还捏了捏手上吐着蛇信子的竹叶青，
而后就把蛇扔去了一旁的竹子上挂着。谢维清下意识偏头看过去，顿时有些沉默。王爷还真是不怕他咬你。燕温兰忽的一笑，他才不会咬我，就跟维清不会咬我一样。谢维清沉默一瞬，无奈的摇了摇头，别开眼不去看对方。王爷你还真是。本王怎么了？燕温兰刚要粘上去，想抓住谢维清的手，还没碰到，就看到对方往后退了几步。他愣了愣，谢维清，王爷还没洗手。燕温兰，维清帮我洗。他一动不动地看着眼前的谢维清，还压低了几分声音。谢维清眉头微挑，我为何要帮王爷洗？王爷莫不是两只手都动不了？燕温兰眨了下眼，眼底划过一瞬笑意，忽地把下巴抵在了对方的肩膀上，闷笑说道：“这都被维清知道了。”维清简直料事如神。谢维清听着燕温兰这番不要脸的话，一时都不知道该说对方什么好了。王爷到底想干什么？居然还编了顶高帽给我戴。燕温兰语调微微上扬道：“就是想让维清帮我洗手啊。”第66章，一辈子会很长的。燕温兰说到最后，还是如愿以偿的看到了谢维清给她洗手。院子有一处干净的水源，顺着竹制的管道流在石子凹槽池里。谢维清拿着自己的素帕弄湿，随后仔仔细细的替燕温兰把手擦干净，没有半点不愿，甚至没半点波澜。好了，他并不觉得给燕温兰擦手有什么值得气恼或是开心的地方，非要说开心的话，那也是对方缠着自己要他擦手的时候才会有那么一点。燕温兰又说了句维清真好，谢维清都要听腻了。他没想通为什么偶尔顺对方一下就要被说成他很好的样子，还没等他问出口，脸上忽地被人亲了亲。谢维清抬眸看着亲他的燕温兰，对方很喜欢亲他，又爱黏着自己，以前倒没这么明显，也不是，要是不黏人，也不会做出从相识的第2日直到大婚，几乎每晚都要来看他了。想到这，他没来由的笑了笑，就是觉得有点好笑。王爷这回又亲我了，他语气平静的说道。燕温兰突然有种不自在的感觉，他干干的问了一句：“不能亲吗？”谢维清眼睫眨了下，若是维清说不能呢？按照以往，燕温兰定是要回他一句：“不愿便不愿，那就受着。”我就要亲你。燕温兰低低的说了句，说完还不成，还要往谢维清脸上又亲了一遍，就要亲你。话落，谢维清的唇被堵住，轻轻，不知吻了多久，谢维清眉心不由得蹙起，本来就有些微热的脸，在听到燕温兰这句低喃的话后，倏地面红耳热，烫得好似又要发烧大病一场。末了，谢维清被人扶着腰站稳，耳边又传来一句低喃：“亲亲，不就是亲亲吗？”他没反应过来燕温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呆滞的眨了下眼。过后，燕温兰又在他的耳边说了句话，这回谢维清听清了，也反应了过来，他皱着眉认真的说道：“不行，大白日的，王爷也不知羞。”燕温兰理直气壮：“本王又没脸皮，自然不知羞。”谢维清猛地推开对方，抬眼剜了对方一眼：“我有，王爷大可找个不知羞的。”燕温兰说的沉默下来，心底有点慌，他在想为什么突然对方就生气了，还让自己找别人，他一点也不需要别人，他明明只要谢维清一个。你生气了？他抬手扯了扯谢维清的袖口，谢维清略微生硬的回了句：“没有生气，就是生气了。”燕温兰晃了晃扯着谢维清的衣袖：“别生气。”说完就没了下文。谢维清等了等，意识到燕温兰就只会说这句话后，蓦地把扯着自己衣袖的手给拍掉，声音绵里带刺似的：“王爷平日说不正经的话倒是口若悬河，如今说其他的倒像是哑巴。”燕温兰低声狡辩：“这不是怕说多错多吗？”谢维清伸手戳了戳燕温兰，一字一句的说道：“王爷究竟是怕我生气，还是沉浸在会怕我生气的设想里？”他这一番话几乎是把燕温兰特的向自己制作的一具面皮撕的破碎。王爷也闲得无聊，开始跟别人学起玩这种真心游戏了。燕温兰反驳：“我没有玩你。”谢维清脸上明晃晃写着不信，但还是轻声应下说道：“好，维清信王爷。”燕温兰，他又没眼瞎，怎么可能看不出来谢维清明明是不信自己的？这回轮到王爷捅我生气了吗？谢维清见对方没有说话，声音缓慢温和的开了口：“没有捅你生气。”谢维清点点头，貌似接过了这一页，忽的又冷不丁的问燕温兰：“王爷说没有玩，那就是真心要待维清好了？”燕温兰看着眼前的人，蓦地愣住，几乎下意识就点了点头：“此时的他压根没去细究对方口中的真心到底包括了什么，他只听得懂表面的意思，那就是对谢维清好。他的确是想对人好。燕温兰点头回应之后，才隐约察觉到有些不对，但还没来得及去想，就听到了谢维清同自己说的一句话：“那维清也会对王爷好的。”燕温兰有些不解：“你为什么要对我好？只要他对人好不就行了吗？”谢维清皱了皱眉，随后有些好笑，轻声问道：“王爷，你这问的怎么是这样子的？按常人来说，不应该是让另一方也会对自己好吗？”燕温兰默了默：“有什么问题吗？”谢维清抿起一丝笑意：“有问题。王爷说会待我好，那我肯定也会待王爷好。若日后王爷待我不好了，我也不会再对你好，这不是很公平吗？”燕温兰，要是我待你不好了，
韦青也不伤心。为何要伤心？无非就2个结果，一就是王爷待韦青一辈子好，二就是日后变心有了其他人。燕温岚，他突然觉得以对方这觉悟，估计这会儿收拾收拾就可以去相国寺当主持了。我不会对别人好的，他不把其他人杀了都算不错了，自己也不会变心。谢维清也就是把这句话听听罢了。王爷一辈子还很长呢。燕温岚愣了愣，很长吗？也不长吧，指不定哪日就到头了。谢维清笑了笑，对啊，还很长很长。燕温岚敏锐地察觉到了谢维清没在生气，下意识的就把人抱住，低声问道：“那是多长？能看到维清白发苍苍的样子吗？”说不定会的。谢维清任由对方他抱着，也没再计较先前的事情，怎么说都改不了对方满脑子装着不正经的事。燕温岚没再说话，抱着谢维清抱了好一会儿。他忽地想，对方白发苍苍的样子，那时候老了，估计也不好看了。而他或许还能停在最好看的时候，要是等到了阴曹地府，对方一定会认出他来的。老了多正常啊，他才不会嫌弃他的维清。谢维清可不知道燕温岚已经想到了死后会如何，只觉得对方那股粘人的劲儿又犯了，抱着自己一直都不见撒手，好粘人的王爷。第67章青天白日。这几天燕温岚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又开始天天黏着谢维清，甚至连早朝都没再去过，说什么手疼去不了，每日便是抱着对方醒来之后，谢维清做什么自己就陪着干什么，丝毫不觉得会烦到对方。好在没有太吵，否则谢维清就要又恼了。他一曲琴音落，下意识偏头看向了在场唯一的听众，对方听得看似入迷，实则都不知道神游到哪里去了，单手支着侧脸，直直的看着自己，一点反应都没有。谢维清不由得皱了皱眉，王爷这是嫌弃维清弹得不好？燕温岚正看着谢维清的脸看得入迷，猛地听到这一番话，倏地抬起眼对上眼前人的目光，我何时说过这话？谢维清淡淡，维清弹完了。燕温岚抬手蹭了蹭鼻尖，有些讪讪的低声说道：“方才看你看得有点入神了，没注意听，尤其是最后的那句话，几乎小到无声。”谢维清听得一皱眉，觉得燕温岚忒会说这些话，说这些害臊不正经的话，他瞥了对方一眼，就像是在让人闭嘴似的。燕温岚见状，呼的一笑，抬手勾了一根琴弦，蓦地发出琴声：“我也会抚琴，维清听我弹好不好？”“我为何要听王爷弹琴？”谢维清一点都不想让燕温岚碰自己心爱的琴，急忙抓住对方的手移至一旁。王爷平日喜欢抚琴，那王爷的琴呢？燕温岚怎么可能听不出谢维清这番话的意思，抬手就是敲了下对方的脑袋。维清怎地这般小气，碰一下都不给吗？谢维清许是知道燕温岚如今压根不会对自己发火，认真的点了点头，忍不住勾唇说道：“对啊，就是不给王爷碰。那维清能碰吗？”燕温岚凭着一己之力把话题变了位。谢维清真想拿着也给对方脑门处敲上一敲，脑子里整日都想的是什么？他坚决的摇头，白日不给。燕温岚觉得自己就是在自损八百，挖了坑自己跳进去。他蓦地喉间发干，为什么白日就不给？王爷不害臊，我害臊。谢维清声音偏淡，伸手用力戳了下燕温岚的肩膀，又继续说道：“哪有人青天白日就耽于美色的？王爷也是寻欢楼的常客吗？你又污蔑我！”燕温岚大手包住了对方戳他的手，随后往自己的方向一扯，谢维清连忙用一只手撑在琴台上，还没反应过来，便听到对方问自己：“维清可还记得先前在谢府我说了什么？”谢维清下意识蹙起眉，都1个多月了，谁还会记得回门的时候说了什么？但直觉告诉他，燕温岚说的绝对不会是什么正经的话。他抿了抿唇，说了什么？燕温岚勾起唇笑道：“说要把你在琴台上亲。”谢维清想起来了，只可惜对方并没有这个耐心，会等自己开口。话音一落，就俯身吻住了他的唇。燕温岚一手搂住了谢维清的腰身，而后朝自己这边带，让对方坐在了腿上。待谢维清回过神来，自己已经躺在了琴台上。他下意识想要起身，亲？什么亲？我在亲你啊！燕温岚故意曲解了他的话，眼底尽是逗人的笑意，不过并没有真正让谢维清压着那把琴。没一会儿就勾着对方的腰起身。好了，这下肯让我亲了吧？燕温岚说着，碰了碰谢维清红润的嘴角。谢维清没有回话，但没再反抗，任由对方亲着自己，不知不觉险些就要做点露天席地的事情了。燕温岚咬了咬他的耳朵，低声在耳边问道：“回卧房武器吧，好不好，维清？”谢维清还以为是真的武器，下意识点了点头。直到昏昏沉沉的时候，听到了燕温岚朝屋外叫水进来，他往对方手腕就是一咬，骂他道：“骗子！”燕温岚吃饱喝足，自是满眼愉悦之意。他摸了摸谢维清的脑袋，没有去在意手腕处的那个牙印。好了，维清，等会儿洗完身子就可以武器了。谢维清，他听罢，又往燕温岚手腕处咬了一口。这个武器睡到了黄昏，屋外天色渐晚。谢维清睁开眼时，燕温岚还在身后搂着自己的腰，陪着他一起睡觉，还真让对方拉着自己白日宣淫了。谢维清念急，又牙痒，想要咬燕温岚一口。他用手肘戳了戳身后的人，
燕温岚是从背后抱住的自己，同往常一样，每回他都巨热，对方又要抱着自己才肯入眠，只好是这样子了。燕温岚在颈侧处蹭了蹭，随后嘴唇碰了下耳朵，嗓音低哑磁性：“为卿，何时了？”谢为卿悠悠：“第2日了。”话落，腰间的手搂得更紧。谢为卿后知后觉，燕温岚还把腿脚搭在了自己的身上，简直就是让他半点都动弹不得。哪有第2日？燕温岚没睁开眼就知道他的为卿是在说笑，他下意识地往对方颈侧埋了埋，呼吸着他的气息。为卿睡饱了。谢为卿声音温和，又带着几分凉意：“对啊，整日都这么睡，王爷还真是体力好极了。”燕温岚：“那是为卿不愿于我，这才觉得不好的。”谢为卿抬手拍了下燕温岚的手：“王爷什么话都能张口就来，若是为卿不愿，王爷如今抱着的那就是一具尸体了。那为卿就是愿意的很。”燕温岚恬不知耻的立马接上话。谢为卿沉默一瞬，随后扯了扯嘴角：“为卿见医书上说过，男子持久未必是件好事，那很有可能是王爷得病了。”燕温岚悠悠：“为卿羡慕就直说，还要说这是一种病。”谢为卿蓦地耳热：“谁羡慕了？你？”谢为卿又气又羞的：“你这是信口雌黄。”“哪有，我也是有事实依据的。”燕温岚抱紧着人，又往谢为卿颈侧蹭着呼吸对方的气息。“事实依据在哪？”谢为卿深呼吸，他倒要看看燕温岚能说什么事实依据。燕温岚顿了顿：“为卿确定要听？”谢为卿又是一沉默，忽的就歇了同燕温岚争这幼稚的话头：“不听了，王爷憋着吧。”第68章这样呢？燕温岚这下说什么都要同谢为卿说那些什么事实依据。谢为卿赶忙捂住耳朵，心里还默念着王八念经：“我不听，我不听你说的。”燕温岚伸手扒拉着谢为卿，想让对方把捂着的耳朵的手拿开。“好，为卿，你就听一下，就听一句。”“不听，不听。”谢为卿说着就坐起身，想要下榻远离燕温岚，结果就被对方倏地揽住身子。“为卿这是要去哪？不听就不听，怎么还要闹到下榻的？”谢为卿，到底是谁在闹？他拍了拍抱住自己的手，语气平淡：“松手。”燕温岚大抵是怕他真的被逗恼了，特别听话的松开手。“为卿不听，我就不说，行了吧？”谢为卿转身轻轻一瞥对方，低低的应了声“嗯”。燕温岚又将人抱住，手搭在了谢为卿的后腰处，开始缓缓揉按起来。“我给为卿按腰好不好？”谢为卿没说话，也没阻止对方的动作，下巴抵在燕温岚肩膀上，桃花眼微眯。过了半晌，他忽地开口说道：“我要趴下来，坐着有点难受。”燕温岚手上的动作一顿：“好。”谢为卿趴在了床榻上，后腰微微塌陷了一点，就趴在了燕温岚的身侧，无疑是要把某人勾到再次流鼻血。燕温岚下意识移开了目光，他盯着谢为卿的后脑勺，手放在对方的腰窝处，耳边隐约听到了轻哼的声音。他下意识屏住呼吸，目光控制不住的往下移了点，落在了那对蝴蝶骨上，眼底倏地晦暗，脑子里全是对方平日说自己不正经的那些画面。燕温岚难得自省，心想着好像自己还真是几乎整日都有这种念头，不过这也正常，他家为卿这么好看，性格这么好，平时还顺着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有时候还会心疼他，不是谁都能跟他的为卿比的。有这种念头，那不是人之常情的事吗？燕温岚想着想着，忽地庆幸起来，好在他第一次见到人的时候，就二话不说进宫去请了赐婚的圣旨。谢为卿正趴着享受燕温岚的伺候，冷不丁的就被对方亲了亲脑袋，他偏过头，声音有些闷闷的：“亲头发作甚？”燕温岚，为卿趴着，只能亲那儿了。谢为卿哦了一声，没再搭理燕温岚，结果就是某人就不情愿了，一边按着他的腰，一边悠悠怨怨的开口：“哦一声是什么意思？”谢为卿听着有些好笑，就哦一声啊。燕温岚神情淡漠：“哦。”谢为卿这回是真的想笑，笑着问对方：“你又想干嘛？”燕温岚学着谢为卿说话：“我没想干嘛。”谢为卿听着皱了皱眉，总觉得有点这句话有点怪怪的。下一刻又听到了燕温岚说道：“酸吗？疼吗？”谢为卿，他伸手去拍燕温岚的手：“王爷，你好好说话，我跟为卿学的，怎么就不是好好说话了？”燕温岚问：“怎么，我说的话就是难听？如听仙乐。”谢为卿礼貌的笑了下。燕温岚，为卿其实是想说难听，对吧？他说着，偷偷用力捏了下谢为卿的腰身。谢为卿抿了抿嘴角勾起的笑意，故作不解：“为卿方才不是在夸王爷吗？王爷莫不是？”他没有把那两个字说出口，不过以燕温岚这般理解能力，应当是能听得懂他的未尽之言。燕温岚怎么可能听不出对方没说完的话是什么话？无非就是说是不是文盲。他俯身压近人，一手撑在了谢为卿脸侧，一手扣住对方的腰身，在耳边沉声说道：“为卿近日倒是性情了许多。”谢为卿唇线微抿，眼眸转了转，看着眼前撑起的手臂，只觉得后背一股压迫感压着自己。他小声的回道：“哪有？是吗？本王倒是觉得你胆子越来越大了。”燕温岚故意压低了声音，语调泛冷，还没说完，便反手将人与自己调了个位置。待谢为卿回过神，
发觉自己已经趴在了燕温岚的身上，他有些不自在的想要起身，腰身又被对方死死扣住。他还是第一次这么清醒的从这个角度看向燕温岚，他舒地耳热，别过头不去看身下的燕温岚。对方空出来的手抓住了他的手，还不轻不重的捏了好几下，语气里带着揶揄的意味：“怎么不说话了？”维清，谢维清坚决不把脑袋转回去，闷声应道：“胆小了。”燕温岚蓦地一乐，又不是让你胆小，我还巴不得你胆子大些，这样就能在他面前跟家人无异了。谢维清听后，转头看向燕温岚，目光微垂，像是上位者看着底下的人。维清胆子大了，王爷就该不高兴了。你又乱扣帽子给我！燕温岚控诉道：“这不是实话吗？”谢维清轻声反问，眼底划过一丝笑意。燕温岚又捏了好几下谢维清的手，随后把人扯下来，随后抬手按住对方的后背，挪了挪位置，扼住了后颈处。谢维清没觉得会有什么危险，下一刻后颈处被人捏了捏，他下意识想要躲，声音还带着些许笑意：“痒。”燕温岚也跟着笑了下：“有多痒？”谢维清伸手挠了下燕温岚的脖颈处：“痒吗？”燕温岚顿了顿，目光一瞬凌厉，他抑制住自己下意识的反应，故作轻松的说道：“要是别人敢碰这里，早就没气了。”谢维清像是不怕死地，又伸手碰了碰燕温岚的脖颈，还点了点对方的喉结，声音很轻，疑惑的问道：“是吗？”燕温岚：“维清不一样。”他说着亲了谢维清一口。谢维清手指修长，随着燕温岚话落，他那只手扼住了对方的脖颈，没有多用力，只是单纯的疑问道：“这样呢？”对方喉结滚动了下，谢维清目光微微沉了沉，他没有听到燕温岚说话，又掐紧了些：“王爷怎么不说话？”“这样呢？”燕温岚定定的看着他，还是不说话。谢维清没来由的有些怵，刚想松开手，就听到了一句压抑着什么情绪的话：“想把你前4。”第69章夸我。谢维清那日没再理过燕温岚一次，还是过了子时，才在对方百般纠缠下，同人说了句让人闭嘴的话：“燕温岚，以后他再也不嘴欠了。”过了几日，燕温岚带谢维清去了别院，还没去，谢维清就大致知道了那是什么个地方。他伸手夹了道小菜：“维清知道了。”燕温岚生怕对方去了就会嫌弃自己似的，专门挑了些不那么可不血腥的来讲，又说干脆让对方别去了，随便说几句大概的就行。谢维清淡淡的瞥了他一眼，语气平淡，与往常无异，但听着就是令燕温岚觉得无比恐怖。王爷这是不想我去，还是有心想要与我划清界限？燕温岚险些没拿稳筷子，顿时只觉得自己百口难辩。不是，我没这个意思。谢维清温声说道：“既然王爷没有这个意思，那为何要劝维清不去？以后总归还是要知道的，不是吗？”他没这么多想法，只是认清了他与燕温岚以后一定会绑在一起，这种早知道晚知道有什么区别？燕温岚下意识点了点头：“是。”谢维清眼尾挑起些许笑意，抬眸看了燕温岚一眼：“王爷可不要中途又反悔了。”午后，两人坐上马车去了城郊的别院，顺着长安街陆路前行，出了城门后又行了大约半时辰的路程，这才到了目的地。别院在山腰处，还得拾阶而上，周遭全是竹林，石阶被青苔晕染了几分绿意，耳边尽是大大小小的虫鸣。谢维清很难想象这种充满诗情画意的地方，燕温岚居然用来折磨人。他再次觉得他俩还是不同的。他看了几眼四周，忽的眼前多出了一只手。他顺着那只手看过去，听到手的主人说道：“把手给我。”谢维清下意识伸手搭了上去，自己的手瞬间被对方握住。他忽地想到了什么，眉眼微微弯了弯。王爷平日也是这般拾阶而上？燕温岚自然不是，他还没闲情雅致到这种地步。谢维清好奇地问：“那王爷平日都是怎么上去的？轻功吗？飞上飞下？”燕温岚：“维清如今说话那是愈发不客气了，什么叫飞上飞下？说点好听的。”谢维清挑了下眉：“这也要夸啊？”燕温岚：“对，夸我。”谢维清故作沉吟片刻，忽地嘶了一声：“糟糕！”维清把那些夸人的话都忘了。燕温岚牵紧了谢维清的手，带人往上走。听到这番话，顿时幽怨道：“这是故意忘记的吧？”谢维清晃了下对方的手：“没有啊。”燕温岚牵着谢维清，闷头不吱一声的往上走，试图再说，还不快点夸他，就要生气了。王爷，谢维清觉得有点好笑，又晃了下牵着自己的手：“王爷，王爷怎么不说话了？心情不好？”燕温岚顿住脚步，转过身盯着谢维清，一言不发。谢维清歪了歪脑袋，终于舍得夸几句对方，忍着笑说道：“王爷身轻如燕，轻功一绝，实乃晋朝第一人也。”燕温岚这下舒心了，嘴角忍不住翘起：“我抱你上去。”谢维清立即拒绝：“不要。”他这段时间几乎都是在床榻上度过，再不多走走，没多久他就真的要瘫成一滩水了。燕温岚下意识脱口而出的问道：“为什么？多走走，对身体好。”燕温岚想了想，认可了谢维清的这番话，微微颔首道：“也是，多走走，维清才能陪我玩得更久。”谢维清，他真要把人的手甩开了，别以为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谢维清扯了扯嘴角，语气淡淡：“
王爷该转身继续走路了。燕温岚一眼转身，还不忘记让谢维清牵紧他的手。谢维清默了默，看了眼自己的手，完全不需要他出半点力气，燕温岚就把他紧紧牵住了。即使如此，他还是温声回了句：“好。”这一程走了2炷香之久，途中燕温岚还时不时问谢维清累不累，生怕对方会憋着不说一样。不过他又转念一想，好像谢维清都没怎么让自己受过委屈，哪怕是在某件事上，起初还有心情顺着自己玩，过了一半恨不得要把自己踹下去一样。哦，已经踹过了，只是他比较重，没把他成功踹下去罢了。后面就是自己装聋作哑，可又想岔了。谢维清没燕温岚想的这般虚弱，除了在床榻上有时候是真受不住之外，他摇了摇牵着自己的那只手，轻声提醒道：“王爷，该松手了。”燕温岚才不要松开，直接再次使用了装聋作哑这招，牵着对方的手就带人走进了别院。别院很大，说得上是一座山庄。从表面上看，完全看不出这里还藏着一处私人牢狱。推开入门，谢维清看得愣了愣，他偏头看向燕温岚，蓦地失笑：“王爷，这不会是你命人种的吧？”眼前一大片全是种地，不远处还看到了果树和葡萄架。燕温岚本来是想让人种点菜和果子之类的，给他那些蛊虫偶尔吃一顿，谁知道竹轩和煮酒还种上瘾了，一种便是把别院能用的空地全都霸占完。他同谢维清简单说了下：“怎么，维清喜欢？之前我偷偷种过几回，不过没能种活，唯一存活下来的葡萄树到现在还没结果。”谢维清说道。燕温岚听着一笑：“改日让竹轩教你种。”“种哪？”谢维清眼眸微转，似是在明知故问。“王府。”燕温岚毫不犹豫地说道。“西院那刚好有一片空地，你不想走远，那就在我们院子里种，阁楼旁边的小花园就可以种。”谢维清听着，忽地皱了皱眉：“维清至今都没逛完王府，王爷你说要怪谁才好？”燕温岚顿了顿：“怪我，是我害得维清脚不着地，我知错了。”谢维清语气微凉：“王爷还是别说了，越说越让人恼火。”燕温岚失笑，没忍住抬手掐了下对方的脸：“我这不是知错了吗？怎么维清这都要恼我啊？”第70章比不过。谢维清抓住燕温岚的手，不让对方掐自己的脸，语气略微无奈：“王爷又掐我，还有就是恼王爷了又如何？不如何？”燕温岚闷闷地憋出这句话，随后反手抓住谢维清的手，又抬起另一只手掐了下对方的脸，没有用力，反倒像是轻轻压了一下。谢维清抬眼看向他，忽地靠近燕温岚，目光平静地注视着眼前人的双眼。他轻声开口道：“王爷怎么又掐维清的脸？有这么好掐吗？”燕温岚下意识屏住了呼吸，以为谢维清会再靠近自己一点，谁知道对方又倏地与他拉开距离，还没来得及说些什么，就听到一句带着笑意的话：“王爷，那里是不是有你的人在啊？”他缓了缓，回过神，顺着谢维清的目光看了过去，不远处的果树正躲着好几个人，猫着身子，试图降低存在感。燕温岚，谢维清见对方不说话，眉眼弯了弯：“王爷，让他们做自己的事情吧，我们先去看看水牢。”燕温岚低低的应了声，随后让不远处躲着的那几个下属过来，声音微冷，以为躲在树的后面，就觉得王军会看不到了。煮酒几人先是跟谢维清行了礼，说了句王军好，才跟燕温岚认错，还说什么会自行去罚账20。燕温岚眼皮猛地一跳，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他下意识看向了谢维清，正好与对方对上了目光，心霎时一咯噔，他的话脱口而出：“我可没说，我还没问呢。”谢维清不会插手管这些，每个人管理下属都有一定的规矩，坏了规矩就是得要罚。不过此事说到底是他利用了他人，既然王爷没说，那他们就不用罚了吧。燕温岚想也不想就答应下来，行，那就让他们去照顾我的那些蛊虫就好了。他家维清说的只是不用罚那20账，又没说不准他罚其他的。煮酒，耍什么机灵？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是，属下领命。待煮酒他们离去后，谢维清方才眨了下眼，看向燕温岚说道：“王爷似乎对他们还挺好的。”燕温岚挑了下眉，这都能被维清说成是好。谢维清温声道：“若是换做其他人，想必他们也不会逾矩，没等主子治罪，便主动给自己讨了罚，而且还料定王爷不会。维清这点说错了，他们只是料定你不会袖手旁观，料定我会看在你的面上，看在那句王军的份上。”燕温岚声音带上了些许温和：“他们可惊了。”谢维清歪了歪头，嘴角微勾：“那王爷也没有生气啊？本王跟他们计较这么多做甚？”燕温岚的这些下属都是从战场上自愿跟他回来的，还有的是之前买回来的。煮酒和竹轩是当时秦家特地找来陪他习武的，自然会比较胆大一些。谢维清声音平缓，唇畔含笑的看着燕温岚说道：“所以维清说王爷待他们其实还挺好的。”燕温岚不觉得自己这样便是待人好，不过被谢维清夸的话，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他压了压微微翘起的嘴角，维清说的还挺对。他说着，自然而然的牵住了谢维清的手：“我带你进去看看，忍不了一定要跟我说，我带你出来。”谢维清眉眼微弯：“好，知道了，王爷。”水牢很暗，燕温岚说实在的
并不想带谢维清进来看，又脏又臭，他家维清怎么能进这种地方？他带人去了地牢，地牢算是比较干净的，平时主酒和其他下属都会在这审讯人。谢维清看了眼进入地牢的通道，很是狭窄，放眼望去，漆黑一片。燕温岚吹燃了火折子，火光描摹着二人的面庞，忽明忽暗。王爷平日里都在这？燕温岚带着谢维清走进去，回道：“不是，我很少来这里，只有见到什么故人才会来这里叙叙旧。叙旧说的倒是好听，若不是谢维清亲自踏入了这片地方，他都要信了燕温岚这番鬼话了。”地牢里还有人忙着审讯或是施行，见到燕温岚带着王军来，纷纷行礼拱手说道：“属下见过王爷、王君。”燕温岚微微颔首，让他们各做各的事，自己则是让谢维清坐在太师椅上，而后拿起案桌的茶壶，倒了杯茶水给对方。没什么好看的，都是些沾血的画面。谢维清接过茶杯，那王爷平时也是做这些沾血的事情了。燕温岚声音略微低了低，维清又不是不知道，其实他怕谢维清再看下去，迟早要对自己不满，毕竟对方读的都是些圣人诗书，而他打打杀杀惯了，定然比不过别人口中的那些正人君子。谢维清轻声打断了他的思绪，知道，可我想听王爷说。燕温岚抿了抿唇，听我说什么？王爷平时都是怎么沾血的？谢维清声音轻缓，没有任何一丝害怕。挑手金角巾吧。燕温岚挑了个最轻的说了出来。谢维清像是课堂上好问的学生，怎么挑的？燕温岚微愣，维清这么好奇作甚？好奇。谢维清说，医书上讲，人的手脚筋一旦损坏，就会动弹不得，是真是假？反正我挑过的，没见再动过。燕温岚如实回答。谢维清听后点了点头，好像真的只是好奇一般。得到答案后，他就没再问燕温岚什么问题了，还是对方主动带他逛了一圈。地牢的血腥味很重，越往里走，那股血腥味就越发的重。谢维清眉头渐渐紧蹙起来，忽的燕温岚脚步一顿，没有再往前走，还挪了步子挡住了他的视野。燕温岚转过身，抬手遮住了他的双眼，别看，一具生蛆的死尸。谢维清下意识便在脑海中想了想那个画面，沉默了片刻，下回王爷直接说是具死尸就行了，不要描述其他的。燕温岚好生应下，我们走吧。前面也是尽头了，估计是用来吓唬其他被关押的人，所以没有把尸体收好。谢维清往后退了一步，听话的没有往前，还把眼睛闭上，任由燕温岚牵着自己的手离开。第71章，猜对了。从地牢出来，谢维清面色有些泛冷。燕温岚倒了杯热茶给对方喝下，肚压一压。别院有一处是燕温岚的住处，没遇上谢维清之前，他时不时就会在别院歇下，反正回去和在这里都一样。还回去吗？此时天色渐晚，谢维清看了眼天色，心知这时候下山怕是走到一半就要提着灯笼了，回到王府也过了晚膳的时间。别院这里有歇息的地方吗？他问。有，我有时候会住下。燕温岚忍不住翘起了嘴角，不过这里没有厨子，维清若是不嫌弃，就吃竹轩他们种的菜。谢维清不是很挑食，好啊，不过这里谁会下厨？燕温岚挑了挑眉，维清要不猜一下？听着这番话，谢维清眯了眯眼，有点不太相信的开口，该不会是王爷吧？答对了，奖励维清一个亲亲。燕温岚赶忙凑上前，把自己的奖励给花掉，亲了下谢维清的侧脸，软软的，靠近对方的时候还会有一股淡淡的香味，根本不会被地牢那些肮脏的气息给污染住。谢维清听得有点不可置信，满脑子都在想燕温岚是怎么会下厨的，没怎么在意对方亲自己的这回事。王爷真的会下厨啊？会，本王骗维清作甚？燕温岚生怕谢维清不信自己，又说道：若是我撒谎，今日连同后面2日，我都不同你行那巫山云雨的事。谢维清蓦地笑出声，随后笑着骂对方不要脸，谁会拿这个来说事的？王爷脸皮又厚了不少，谁让你不信我？燕温岚说着，书弟想到了什么，这样我们打个赌。不要，才不要跟你打赌。谢维清没等他把话说完，便打断道：别以为我不知道王爷你想的是什么。维清觉得我想的是什么？燕温岚语气里带上了几分揶揄。谢维清抬眼给了燕温岚一个温温和和的刀子眼，而后风轻云淡的说道：王爷不是说会下厨吗？快去吧，我饿了。维清不打算给点表示，就这么吩咐我去做事啊？燕温岚就差没往脸上写几个快来亲我的大字了。那我饿着，王爷这下总高兴了吧？谢维清轻松拿捏，轻飘飘的看了燕温岚一眼。燕温岚，他怎么没发现维清这么坏？每回都要扣个顶黑锅在他脑袋上。没事，我先喂饱了维清再说。燕温岚很快就放宽心，意味深长的朝谢维清笑了笑，又说道：等维清饱了，我再用膳。谢维清，他就不该听懂燕温岚这番话。谢维清扶了扶额，又气又无奈，伸手推了下燕温岚：快去做吃的吧。好好，我这就去。燕温岚刚想要走，结果趁谢维清没反应过来，就抓住了对方的手腕。维清还没去摘过菜吧，陪我一起。谢维清没有反抗燕温岚的行为，悠悠开口道：王爷其实就是想让我陪着，对吧？燕温岚笑着应下：维清真聪明。
别院里挂着的灯笼还没有点燃，黄昏西下，天边还留有一道倾泻成河的晚霞。庭院里的菜地被竹轩和竹酒种了不少品种。燕温岚看着谢维清提起衣角蹲下，莫发顺势垂落，他下意识接住了那一绺将要落地的青丝。维清先起来，谢维清疑惑的了声，不过还是一言站了起来，随后就感觉到燕温岚抓起自己的头发，将他的头发高高扎起，随后将墨簪勾起青丝别住。好了，别院这边比不上王府，头发弄脏了，你定是忍不了要洗的。燕温岚解释说道。谢维清愣了愣，下意识朝对方露出笑容，我给忘了。他重新蹲了下来，又抬起头看向了燕温岚，王爷，这个是什么？能吃了吗？能了，不过远处那3块地种的还不行，你要是摘了，估计竹轩那2人就要哭鼻子泪湿背乳了。谢维清小声回了句，我才不会乱摘，没事，等会我们就去把他俩种的葡萄给摘了。燕温岚说着便摸了摸谢维清的脑袋，而后把一旁的竹篮挪近了些，他也跟着蹲了下来，像是在说悄悄话似的，想不想吃鸡肉？谢维清眨了眨眼，声音不自觉轻了许多，别院有吗？燕温岚低声说道，后院有，前几天他们买回来当下酒菜，还剩了一只。谢维清忽地弯起眉眼，那王爷会杀鸡？燕温岚说的一脸自信，他语气微扬，本王连人都会杀，一只鸡又有何难？等着，今晚给维清吃2只鸡腿。他说着就起身去后院。谢维清还问道，语气含笑，不需要我陪着王爷？燕温岚认真道，杀生的场面，维清还是少看些吧。那王爷注意点，别让鸡血溅你一脸，我可不会帮你擦脸的。谢维清淡淡的说道。燕温岚轻轻啧了声，说道，维清真是好生无情。谢维清早就不再看着燕温岚，手里还抓着刚刚摘的菜，头也不抬的就回道，王爷快些去吧。燕温岚尾音不自觉的拖长了些，行，我去。谢维清听着没来由的笑了笑。夜色逐渐代替了黄昏，等谢维清再次抬起头时，院子里早已点亮了灯笼。他起身往后院走去，便看到燕温岚从下属的手里接过把好毛的鸡。他挑了挑眉，王爷说好的会杀鸡呢？燕温岚理直气壮，会杀鸡并不代表本王就要拔鸡毛。谢维清蓦地一乐，那这只鸡是王爷杀的喽？那可不。燕温岚说着就想要转移谢维清的注意力，维清你快看我旁边这是什么？谢维清走过去，是什么？我方才让人去竹林摘的笋参。笋参是这段时期经常在山间出现的山珍，味鲜得很。谢维清看着燕温岚身旁的小竹篮，眼睛微亮，这时候还有啊？算着日子也快入秋了。燕温岚说道，有，只是不多而已。第72章温馨。燕温岚说会下厨，那还真的不是同谢维清胡说的。秦家灭门后，他就被燕楼明扔去了城西的一处宅院里，就只有一个年近6、7旬的老人看着他，没多久还冻死在了第1年的寒冬里。后面燕楼明也没想过要派人过来，哪怕监视都没有，就是想让人自生自灭罢了。加上那时候太后给燕温岚下了生死蛊，本来就是一个死期已定的人，连一个眼神都不会多给。那时候几乎就是在院子里找到什么吃什么。后来还是因为那个老人的尸体散发的臭味引来了官府，燕楼明这才派了几个人过来，许是看着他没几年可活的，又或许是那太后一直都没有怀上，他还是燕楼明唯一的儿子，反正没被饿死。但他没怎么做过好吃的菜，有什么就全都放进去一起煮，连蚂蚁肉都没放过。如今看着谢维清亲手摘下的菜，他倒是有点胆怯了。燕温岚想着让谢维清从厨房出去，还美其名曰道，你在这会扰乱我的。谢维清皱眉，我又没烦着王爷，如何扰乱？燕温岚直白的说道，你在这，我心思定然是在你身上，哪里还会顾着锅里的菜？谢维清心想着对方说这番话也不觉得害臊，那我去跟煮酒摘葡萄。他说着就转身走人，还没走2步，身后就传来燕温岚的声音，不行，你要跟我一起去摘葡萄。谢维清眉头轻轻一挑，随后转过身看向燕温岚，王爷好生难伺候，我陪着你下厨，你说不要，我去摘葡萄也不行，说要跟你一起，那王爷是打算让我一个人在外面干等着吗？燕温岚伸手抓住谢维清的手腕，那你陪我，我刚当是怕你在，我发挥不好。谢维清不咸不淡的应了声，善解人意的说道，既然王爷怕会发挥不好，那我还是不打扰王爷了，免得会不好吃。燕温岚，不行，维清要陪我。他声音低低的说道。谢维清自是知道对方不是真的不想让自己陪着，他也没太在意。至于对方说什么因为自己在从而发挥不好，反正他是不怎么理解的。好了，王爷快些下厨吧，维清陪着你便是了。他说完就自行坐在一旁的凳子上。小厨房虽说不是很大，但五脏俱全，应有尽有。外面天色已经完全暗下，屋内点着烛火，亮堂的很。他单手支着脑袋，侧目看着下厨的燕温岚，心底没什么想法，也不觉得无聊。他还想了小半天，想自己为什么不会觉得无聊。维清，你去看看鸡汤好了没有？燕温岚撩起衣袖，洗着谢维清摘的菜，小心点，拿布盖住再掀开。谢维清，我知道，
我又不傻。他应着，随后好像有了答案，大概是叶文兰时不时就要同他说几句话，才不会觉得无聊吧。谢维清连起思绪，拿着干净的布盖住，掀开盖子，鸡汤冒起来的白气模糊了视野，过了半刻才看清，鸡汤鲜亮，还有笋肾在里面，闻起来更加的鲜香，好香啊，应该是能喝了。你要不要先喝一碗？谢维清几乎下意识就说道：“不用，我等你一起吃。”好，很快了，我再炒个菜。燕温兰冷沉的声音如今多了几分温柔。一炷香后，菜端去了外面的石桌上，夜风刚好。燕温兰把那锅鸡汤端了出来，先给谢维清盛了碗汤，维清快尝尝。院子里有亭灯照着，加上月光，倒不会有多暗。晚膳说不上丰盛，毕竟都是就地取材，除了那锅鸡汤，还有今早竹轩去林间小溪钓的几条鱼，被燕温兰煎得香脆。这种溪鱼肉质鲜甜滑嫩，就是小刺会多些。不过如今倒也不怕会被刺到，燕温兰特的给谢维清加了一条香煎鱼到对方碗里，尝尝这个。谢维清一咬下口，香脆至极，一嚼便是嘎嘣脆的响声。他眼睛倏地亮了亮，好吃，汤也好喝，王爷真厉害。他是真没想到燕温兰还会做这些。对于吃的这方面，他向来是不会吝啬夸赞的。燕温兰嘴角微勾，那是我那会在战场上，每次休战空闲的时候，就会带着几个人去打野，厨艺自然没话说。谢维清也给对方夹了菜，王爷多吃些。听到燕温兰说到打仗的事，他压不住想要知道的心思，轻声问道：“好吃吗？”“好吃，等中秋后的秋寿，我带你去狩猎烤兔子鹿肉。”“好啊，往年也有秋寿。”谢维清欣然答应。“为何之前都不见王爷的？”燕温兰：“不想去，不过今年我陪你去。”谢维清弯了弯眉眼：“好，到时候王爷负责做给维清吃。”“好，到时候维清等着吃就是了。”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的聊着，还把桌上的几道菜一扫而空，连鸡汤都所剩无几。谢维清坐着歇了一会儿，不经意偏头看向了燕温兰，光影下，对方好像多了几分人味。他微不可察的勾起嘴角，眼里多了一丝笑意。燕温兰不多时也看向了他，像是心有灵犀般，声音都柔和了下来：“维清今夜可是吃撑了？”“王爷做的菜好吃。”谢维清轻声说道。燕温兰轻声笑了笑，学着谢维清单手支着脑袋的样子，侧目看着对方，四目相对，注视了半晌后，他才换了句：“维清。”燕温兰没想好要说什么，只是想叫谢维清罢了。他张了张嘴，说道：“我们还去摘葡萄吗？”谢维清眉眼带笑：“好啊，王爷去拿篮子，等会儿我们就去。”“好。”燕温兰听话的起身去小厨房拿了竹子编织的篮子，从小厨房出来后，目光就一直落在谢维清身上。“维清，我们走吧。”院子里有好几处葡萄架，夜里虫鸣四起，明月高挂于空，还是能看得清葡萄的。离小厨房最近的一处还没成熟，燕温兰自然而然地牵住了谢维清的手，带人去了另外一处。谢维清垂眸看着被牵住的手，他下意识动了动，不知怎的就变成了十指相扣。第73章更衣。两人没摘多少葡萄，挑了2-3串摘下，随后去一旁流着干净溪水的主管下清洗了几遍，便回了燕温兰平日住下的房屋里。葡萄香味扑鼻而来，是酸甜的，口感偏脆。房屋的门没有关上，案桌正对着门口，月光倾泻下来，耳边竟是忽大忽小的虫鸣声。谢维清一边吃着葡萄，一边看着屋外的夜色，身旁的燕温兰也没有打扰他，就让对方安安静静的凝望着屋外。谢维清已经很久没有真正放松下来了，不知不觉篮子里的葡萄被他吃完，还是抓了个空塔才反应过来。燕温兰看着他明显懵了下的神情，忽的一笑：“这么好吃？”他说着便把手里的葡萄递到了谢维清的嘴边，张口。谢维清下意识张开口，燕温兰见状立马将那颗葡萄给塞了进去，指尖还不小心碰到了对方的唇舌，很软。燕温兰眉眼舒的漾起一层笑意：“喜欢吃，明天我们再去摘，今晚吃太多会睡不着的。”谢维清收起抓空的手，有些出神似的，片刻后他轻声说了个好字。快就寝的时候，屋外传来了敲门的声音。谢维清还在沐浴，被一面屏风挡住了所有的风景。燕温兰没有让人进来，而是自己起身去开门，把药拿了进来。这药里的血是他出府前就去柳怀川那放的。谢维清听到动静声，随口问了句，就听到燕温兰带着笑意的说了句：“是维清的药到了。”谢维清沉默半晌，良久后回了个“哦”字。燕温兰让他快些洗好，免得药凉了更苦。谢维清声音有点闷闷的，低声说道：“知道了。”不一会儿，屏风那边没再传来动静声，燕温兰几乎是下意识就抬眼看向了那处。他起身走到放药的案桌旁，离屏风还有些许距离。他声音微干：“维清药洗好了。”谢维清应了一声，而后就听到燕温兰问自己：“要我帮你拿衣裳过来吗？”“我衣裳不是挂在屏风。”谢维清疑惑出声，随后转头看向了身后的屏风，顿时无话。他闭上眼，深呼吸一口气，颇为无奈的说道：“王爷，你又把我衣裳给拿走了。”燕温兰忍不住笑意：“维清又不是第一次知道，我就是想给你穿衣裳罢了。”他说着就把一旁放好的衣裳拿起，绕到屏风后面，看着在浴桶里不能起身的谢维清，
顿时请罪道：“我的错，拿维清衣裳的时候不小心把金帕也给拿走了。”谢维清抬眸剜了他一眼，王爷还好意思说：“好了好了，维清起来吧，汤要快凉了。”转身，谢维清说着就想伸手拿走燕温岚手上的金帕，结果这金帕被对方抓得紧，根本没有想要松开手的意思。他又扯了扯，见还是不打算松手，王爷，你在这般，维清就不同你好了。燕温岚想也不想立刻松开手，而后皱起眉，维清说这些吓人的话作甚？现在还学会威胁他了？到底是谁教坏了他的维清？想不到还能吓着王爷。谢维轻轻飘飘的来了一句，压根一点都不信燕温岚这番话。他把金帕抽走，下巴微抬，转身过去。燕温岚可不想再听到什么不同他好之类的言论，乖乖的听谢维清的话，转过身。片刻后，身后传来出水的声音，他压着声音咳了咳：“好了，把衣裳给我。”谢维清说道。燕温岚闻言转身回去，没敢说什么话，只是目光一直盯着谢维清，就差没写上让他来这几个字了。谢维清伸手拿衣裳的动作顿了顿，他不是没看出来对方的心思，他把里衣穿好，遮住了一半风景，随后无奈的叹息一声，把剩下的衣裳塞到了燕温岚手里。王爷怎么就这么想给我更衣？燕温岚倏地抓紧了轻薄的外罩衣，眉眼泛起愈来愈浓的笑意，就想给维清穿衣。几日后，姑苏有一批上好的布料要进长安，到时候再给维清做几套衣裳好不好？都行，随王爷吧。谢维清发现燕温岚很喜欢给自己添置这些，没成婚前就有点迹象了。成婚后发现对方居然还专门空出了一间屋子，说什么是用来给他放衣裳、珠宝之类的。燕温岚把他的长发撩起，穿好宽袖的外罩纱后，他顺势还勾起一绺青丝放在唇边亲了亲。维清真香。谢维清不咸不淡的看了他一眼，没有说什么，只是神情里还是有点羞赧的意味。他抬手拍掉燕温岚的手：“我要去喝药了。”好。燕温岚垂眸看了眼被拍掉的手，指腹似乎意犹未尽的捻了几下。谢维清惧热还怕冷，向来就不喜吃苦的东西，更别提是汤药。4、5岁的时候，他大病一场，来来回回发烧了好几个月，吃药吃了大半年，还是谢官堂特地告假带他南下寻医，这才治好了病。他仰头闷了好几口，不一会儿就把汤药给喝完，熟练的拿起茶杯又灌了自己几杯茶水。燕温岚刚坐下，就看到药碗空空如也，一滴都不留。他默了默，维清喝药怎地这么乖？他还想着能哄几句让对方喝药呢。谢维清淡淡：“早晚都得喝，慢慢喝就不苦了吗？”燕温岚没再说什么，今晚难得也没折腾人，抱着谢维清早早的就坠入了梦乡之中。次日辰时，煮酒特地去山下买了早膳回来，是山脚下专门给行人开的一家馄饨包子铺。谢维清醒来时，刚好对方把2份馄饨带上山，在屋外同他们说了声。燕温岚还在身侧睡着，他动作很轻的把对方搁在腰间的手挪开，随即下了榻，披了件外袍便开门。属下见过王君，煮酒很年轻，大抵就跟谢维清差不多大，跟竹轩一个天一个地，看起来也活泼朝气些。谢维清微微颔首：“馄饨给我吧，多谢你了。煮酒，王君不用说谢，这倒是把属下有点吓着了。王爷要是听到，又该罚我去喂他那些蛊虫了。”谢维清忽地弯了弯眉眼：“好，你先下去吧。”第74章，对不起。待谢维清关上门，把馄饨放到桌子上的时候，燕温岚忽的一个翻身，一双凤眸不见丝毫睡意，目光有些沉沉的看向了谢维清。他蓦地心惊了下：“王爷醒了。”燕温岚声音低沉沙哑，听上去还有点闷：“你下榻的时候就醒了，你跟煮酒说什么呢？听着还有笑意。”那维清让人去打水进来洗漱。谢维清声音平淡：“没说什么，王爷没听清。”这都要问？燕温岚当然听得一清二楚，但不妨碍他问谢维清，也不妨碍他说出这番话。维清平日对我都不怎么笑的。谢维清闻言挑了挑眉：“是吗？”谢维清坐在桌子旁，抬手倒了2杯水：“那以后王爷就多说些好笑的话，让我笑不就好了？”燕温岚闷声：“维清这时候不应该是会哄我吗？”谢维清轻轻抬眼看向他：“王爷想听什么？”还没等燕温岚开口说什么，谢维清又继续说道：“难道不应该是王爷要反省吗？王爷为何不去想，为什么我在王爷面前不怎么笑，反倒还要我说好听的话？别吃早膳了你。”燕温岚没有第一时间回话，也没说那些不着调的，忽地认真顺着对方的话想了起来，目光一直注视着谢维清，心底逐渐沉了下来。他把人硬娶回来的，根本不需要问对方，也知道谢维清定然是不愿的，但让他松手一点都不可能，等他死了就有可能。燕温岚看着谢维清，一时之间不知道说些什么，反正是不能把他心底真正的想法给说出来，否则更把人气着了。他张了张嘴，良久才说出一句：“别啊，我也要吃早膳。”谢维清微愣，刚要说什么，屋外就传来敲门声，护卫把水端进来放好，随后退下。他原先要说的话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最后叹了叹气：“王爷先洗漱吧，不然馄饨就吃不得了。”燕温岚觉得他同谢维清的距离好像又远了点。吃完早膳后，两人就下山准备回王府。下山的途中几乎没有什么交集的话，他心底倏地沉闷，感觉要死了一样，呼吸不顺。燕温岚胡思乱想着，
突然没来由的心想，明明之前谢维清说的话都不会让他难受的，这段时间说的话倒是一句比一句让他难受，一点都不好听。马车在山脚下早早的等着，燕温岚依旧是抓着谢维清的手下山，对方也没有半点挣脱的意思，但他还是拿不准眼前人的心思，摸不准对方没有挣扎，是在怕他还是又是无所谓。燕温岚扶着谢维清上了马车，还没等他上来，便听到马车里的人出声说道：“王爷许是没睡醒，要不在外面吹吹晨风，清醒一下。”燕温岚听得有些懵，心想着为什么要说他没睡醒？他分明是睡醒了的。燕温岚最后还是没有问，低声说了句“哦”，随后依言坐在了马车外。身旁驾着马车的竹轩倒是没什么表情，依旧一副面无表情的脸。听到自家王爷被勒令不准进去，也没有什么反应。他低声喝了句“驾”。燕温岚倒是没怎么吹晨风，迎着朝阳被晒了一路，直至快到城门口的时候，谢维清才让他进来。他心想，大概维清还是舍不得的。谢维清就没想着让燕温岚坐在马车外进长安城。今早说的那番话，若是燕温岚听不懂，大可来问，一句话也不说，就只知道闷着脑袋。王爷清醒了。燕温岚点点头，试探性的坐在了谢维清的身侧，见人没有说什么，顿时没了多少语气。谢维清直接开门见山：“王爷是生气了，还是听不懂人话？”燕温岚，他家维清现在说话是越来越性情了，还挺可爱的。他有些讪讪的摸了摸鼻子，小声的说道：“没生气。”谢维清语气偏淡：“原来王爷真的听不懂人话。”燕温岚有些不知所措，但也能抽出一半的心思去想，谢维清这是不是在骂自己？是在骂他吧？就是在骂他。维清今早说的那番话，本意没想过怪王爷，只是在陈述事实罢了。若王爷还是……我知道，那你呢？我改的话，你会不会离开我？谢维清忽的沉默，心想着自己是不是被燕温岚给传染了，否则怎么轮到他也听不懂人话了？还是说对方说的根本就不是人话？王爷想改，为什么就要觉得我会离开你？谢维清疑惑地问着，眉宇间还有些担忧，抬手摸了摸燕温岚的额头，没发烧，怎么也跟脑子被烧坏了一样。难道维清最开心的事情不是离开王府吗？燕温岚说着，还把自己越说越闷了起来。他其实还想说，对方最开心的莫不过是能逃离自己，但没敢说出口，他怕听到会忍不住做出一些对方更不开心的事情来。王府确实不好，人也不好，他都没怎么开心过，谢维清又怎么会开心？谢维清没有说话，无声地看着燕温岚，唇线微抿，随后有些不解地偏了偏头。若是以前，他大概是这么想的，但现在却不一样了。他不想去否认，他如今对燕温岚的感情很复杂。没遇到对方前，自己时不时就去打听有关燕温岚的消息，听着那人在战场上是如何杀敌，甚至在与对方相遇之后，他其实是开心的，开心自己终于见到了钦佩已久的人。至于燕温岚见色起意，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入宫求旨赐婚，他生气自是应当，但看着对方的姿色，略微能让他好受些。至于其他的，他暂时想不明白，只是觉得有点心疼，但也恼对方。说喜欢谈不上，燕温岚都没摸清楚对他的心思，他想这么多没什么意思。不是，至少现在不是。谢维清说完，又补了句：“以前是。”燕温岚忽地觉得自己鼻子有些堵，他蓦地把谢维清抱住，下巴抵在对方的肩膀上，忍了忍，声音略微低哑干涩地说道：“对不起，让你不开心了。”第75章，不敢了。谢维清听着耳边的这番话，一时半会不知道该怎么回话。好在燕温岚没有让自己回应，只是抱得更紧了些，之后便感觉到对方蹭了蹭颈肩。他抬手拍了拍燕温岚的脑袋，声音放轻地说道：“王爷这么认真做甚，害得维清都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好了。”燕温岚听着，只觉得心底又闷了许多。你不用说什么，不说什么就是对他最好的了。谢维清微微弯了弯眉眼，笑意很浅，声音缓慢温和：“王爷真的不想我说什么吗？”燕温岚闻言，把人抱得更紧了，声音沉闷：“不想，可是我又想说了。”谢维清歪了歪脑袋，又抬手拍了下燕温岚的后脑勺：“但王爷不想听，怎么办？那你骂我吧。”燕温岚立即改口。谢维清笑了笑：“又让我骂你，维清才不要。”燕温岚埋在谢维清颈窝里，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听着对方说的话，心底隐约有些可惜，但也没勉强。好吧。谢维清没有再提起方才的事，任由燕温岚抱着自己。一晃半月，在7月的最后1日，谢维清把一封有关别院的书信送了出去，得到了一粒缓解生死蛊的解药。他端详了片刻，回去便朝在府中处理公务的燕温岚说道：“把手伸出来。”燕温岚不解地把手伸向谢维清，掌心处被塞了一粒小药丸。他目光从对方身上挪了挪，落在了掌心。这是皇帝的人给你的解药。谢维清坐在了一旁，这解药是真的还是假的？燕温岚闻了闻，随后稍微用力碾开，半真半假，里面多了一味慢性毒药。谢维清眉心倏地蹙起，眼底泛了冷意。先前王爷派陈太医给阿紫看病，也说过身体里有积毒的现象。如今谢家一女嫁入了后宫当皇后，你又在我这边，自是让皇帝忌惮不已。可他又念着你父亲一心为国，不会反他，所以……
谢维清接过燕温岚的话，语调凝起寒霜，所以他要控制我和阿紫，甚至要杀死我们。燕温岚抬手揉揉他的脑袋，皇帝倒没这么聪明，维清不妨猜猜是王家出言献计，还是顾家。谢维清，不都一样吗？蛇鼠一窝，王爷倒不如同我说说，王爷觉得谁是蛇？燕温岚挑了挑眉，本王倒觉得两家都是阴沟老鼠罢了。王爷说的这番话倒是狂妄。谢维清说完，忽地笑了笑，又问：那王爷打算如何？燕温岚对上谢维清的目光，把原先的话咽了回去，重新说道：待秦家一事得以平反，王顾两家未必能有幸逃脱。至于之后，他垂了垂眸，神情一瞬微暗。以后之事再说吧。谢维清凑近燕温岚，半开玩笑的在对方耳边说道：维清还以为王爷会对皇位感兴趣。燕温岚顿了顿，没想到谢维清会说出这番话。按理来说，对方父亲这般忠君护国，谢家又是100年来还没有半点腐败的世家，可他竟然会听到这番话。他放下手中的公务，没敢拐弯抹角，也没敢憋在心里，直接问道：你父亲让你来试探我的？谢维清摇摇头：不是啊，是我想问。燕温岚低声：那维清是希望我反还是不反？前者更多一点吧。谢维清沉吟片刻，还是实话实说道：维清也不怕被你父亲听到。燕温岚打趣道。谢维清轻声：父亲知道了也不会怪我的。燕温岚刚想问是不是真的，结果就听到了对方说的下半句话：毕竟要反的人是王爷，不是我。燕温岚，他蓦地失笑：那维清不是支持我了？谢维清眨眨眼：王爷不说，父亲是不会知道的，除非王爷告状，不过就算王爷说了，父亲也未必会信。燕温岚听完又是一噎：好好好，感情都让我抗着了。谢维清没有打扰燕温岚多久，又说了几句话便起身：那王爷继续处理公务，我先去小憩片刻。去拿小憩？燕温岚抓住谢维清的手腕，自然而然地问道。谢维清自是回卧房。燕温岚后悔没有在书房布置休息的地方，他万般不舍地松开手。那好吧。谢维清走得没有片刻犹豫，走出书房就听到了一道熟悉的不能的声音：公子。没待他回过神，兰竹出现在自己面前，一脸的欣喜之意，还同以往般歪头打趣道：公子啊，如今都不去武器了，这是干什么呢？谢维清一时还以为自己是在梦境中，他抬手敲了敲兰竹的脑袋，听到对方如同麻雀叽叽喳喳的雀跃声，眉眼倏地一弯：王爷让你回来了？对啊，请我回来的。兰竹抬了抬下巴，又忍不住说道：还是那个冰块请我回来的。冰块？谢维清思索了番，好笑的说道：你说的这人该不会是竹轩吧？对啊。兰竹靠近了些谢维清，笑着笑着眼底便有了泪光：公子啊，兰竹可想你了。谢维清声音温柔：我也可想兰竹了。兰竹今日一早起来，一开我房门就看到了面无表情的竹轩，声音没有一丝起伏的说道：王爷让我请你回去。我才不要，回去等着你家王爷杀了我呢。王君念你，你回不回去？兰竹如今看到谢维清安然无事，这才放下心来，忍不住上前抱住了谢维清，大抵还是个孩子，哭得哇哇大声。公子啊，兰竹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谢维清轻轻拍了拍兰竹的后背：好了，这不是见到了吗？本想着过几日亲自接你过来的，谁知道王爷一早就叫了人。兰竹擦了擦眼泪，低声问谢维清：公子可要护着我？谢维清一下子就猜到了是什么意思：王爷不会的，他那会就是吓唬你，以后他不敢了。兰竹敏锐地察觉到了自家公子的小情绪，公子貌似跟那位摄政王感情好了些，居然能让公子说出这番话，那位得听话成什么样？第76章，一股酸味。谢维清没有回答兰竹的这番话，他看了眼和上门的书房，目光不自觉地泛起了一丝柔意。他转而看向身旁的人，还是这么没大没小，不怕里边那位了。兰竹小声：公子不是说他不敢了吗？谢维清勾起嘴角，眉目含笑：然后就轮到你胆子大了。他说着，带兰竹回了卧房，还记着自己的住处在哪罢。你家公子我要小憩了，别在门外傻傻的守着。兰竹点点头：知道，绝对不会打扰公子和那位王爷的。兰竹心大，知道谢维清同燕温岚关系好了些，下意识的就把对方之前吓唬他的眼神望到天边，他家公子能开心就是最好的。谢维清抬手轻轻的敲了下对方的脑袋，又乱说在谢府没人管着你，说又偷偷看什么画本子了。兰竹抱着头就后退了几大步，梗着脖子反驳道：我没有，他只是同夫人去听了几次说书罢了。谢维清才不信，之前他就听堂哥说过，对方能连续几个晚上不睡就专门看那些画本子，就是得要管着。他没说什么，反正对方已经回来了。他摆了摆手让兰竹下去，脱了件外袍便在美人榻上歇着了。许是又听到了兰竹那叽叽喳喳的声音，他身心一松，睡意很快就席卷而来，不一会儿就沉沉的睡了过去。燕温岚处理完公务便直接回了卧房，看到屋外没人守着，尤其是那个整日黏着他家维清的小厮，心情霎时大好。虽说他让竹轩把人叫回来，但也不是让对方整日霸占维清的。之前就看他不爽，维清对他这么好做甚？吵死了！
说话还这么温柔，而且还是贴身小厮，仗着他家韦青一天到晚都在吵着，也不知道韦青怎么受得了这种聒噪的人。燕温岚轻轻推开门，看着美人榻上还在熟睡的谢维清，心里那些烦躁顿时烟消云散。他无声走过去，窗台的阳光洒落在对方身上，像是镀了层光。一旁案几上的小蝎子躲在阳光没照射到的阴影处，安静的打盹。他余光看到后，挑了挑眉，心想着韦青他不能吵醒，还不能吵醒一只小蝎子吗？这般想着，燕温岚伸手捏住了正在打盹的小蝎子，然后提到了半空中，把它挪到了阳光下。没一会儿就醒了，许是还有点分不清情况，愣了好一会儿，才转身爬回了阴影处。燕温岚又把小蝎子放到了阳光下，估计随主子这都没生气，继续爬回了阴影处。燕温岚就这么欺负了好几次，正欺负的上瘾的时候，身侧传来了一道淡淡的声音，没有什么波澜，却足以让燕温岚手抖，把小蝎子扔回了阴影处。王爷这是在做什么？燕温岚迅速掩盖住了眼底划过的一丝慌乱，他转头看向谢维清，神情淡定的说道：“给他晒晒太阳，好长个子。”谢维清，他无奈的揉了揉眉心：“你又在欺负他了。”燕温岚嘴硬狡辩：“我没有。”谢维清靠近了些燕温岚，随后伸手示意小蝎子爬过来。看清现实的燕温岚顿时不满了起来，忍不住小声说道：“你都没有这样对我。”谢维清先是皱眉不解，随后叹了叹气，说到一半还泛起了些许笑意：“王爷也需要为清朝你招手。那王爷成什么了？”燕温岚下意识回答了对方的问话：“狗。”谢维清瞬间沉默，深呼吸一口气，觉得眼前有些发黑。王爷还是不要再说了。燕温岚，哦。屋外的天色已近黄昏，虽说燕温岚让兰竹回来陪着谢维清，但也不代表对方就能时时刻刻待在对方身边。晚膳的时候便足以说明了他的心胸宽广，完全不给对方有半点同谢维清说话的机会，除非是他家维清要问事情。谢维清不是没察觉到燕温岚这幼稚的举动，没让兰竹继续待着，让他退下去用膳，随后看向燕温岚：“王爷同一个小孩子计较做什么？”燕温岚：“他哪小了？”谢维清无奈：“人家才13岁，王爷你呢？”燕温岚恬不知耻的回答：“我10岁啊。”谢维清张了张嘴，着实是没想到燕温岚能说出这番话来，而后又是不解，既然王爷不喜他，为何还要同意？自然是燕温岚看向了谢维清：“听你的。”谢维清他性子定不下来，很闹腾的：“王爷若是受不住，他能回去吗？”燕温岚脱口出就问：“能，王爷别把人杀了就好。”谢维清声音忽地淡了下来。燕温岚顿了顿：“罢了，本王不至于这么小气。维清想让他留下来就留下来，说好听你的。但我瞧着王爷不是很开心的样子。”谢维清说着，忽地皱了皱眉：“王爷吃完晚膳就去沐浴罢，闻着一股酸味。”燕温岚还以为自己身上真的有味道，倏地起身，心想着怎么也不能把人熏着，那我现在就去。谢维清愣了下，险些没反应过来，抓住燕温岚的衣袖。他抬头看着对方，蓦地好笑道：“说王爷吃味呢，怎地这都听不明白？”燕温岚默了默，随即坐了下来，目光悠悠地看着谢维清：“本王才没有跟一个小厮吃味，配吗？”他心底冷嗤：“我是嫌他吵，整个王府就他最吵。”谢维清失笑：“好好好，他最吵，王爷最安静。那王爷住嘴吧，食不言寝不语，别学坏了。”燕温岚：“不行，我要吵你，这怎么能相提并论啊？”燕温岚不服：“反正他不准吵，我可以。”谢维清扶额：“王爷还真把自己当是10岁小孩子了。”燕温岚：“维清你就说好不好，只能让我吵你，其他人不行，他们都聒噪得很。”谢维清语气淡淡，可眼眸里却染上了几分笑意，意为轻看，貌似王爷才是最聒噪的。燕温岚：“本王那叫聒噪吗？这不算。”第77章8月15，直至就寝。燕温岚还在说着，还是趁着把人折腾了好几番后，谢维清只听到了耳边比麻雀还要吵的声音，皱了皱眉，下意识就想推开燕温岚的脸，但没控制好力道，拍在脸上的巴掌声不大不小，却足以让燕温岚安静了下来。片刻后，他抬手摸了摸自己有些微辣的脸，喉结滚动了下，随后就颇为委屈的说道：“维清为了他打我。”谢维清是听到自己打出了响声后清醒过来的，也顾不得燕温岚还在他身上压着，借着微弱的烛光，伸手摸了摸对方的脸，唇线微抿：“打疼王爷了。”燕温岚倏地埋进他的颈窝：“打疼了。”谢维清身子微僵，不过没有出声让燕温岚起身，他声音哑了许多，还带着几分懊悔和温柔：“给维清看看。”燕温岚抬起头，故意闷声说道：“是不是被打红了？”谢维清听后，仔细地端详了好一会儿，最后挪开对方的脸，没红，白得很。燕温岚，这怎么可能？谢维清似乎是看穿了燕温岚心底在想什么，忽地笑了笑：“莫不是王爷脸皮太厚的缘故？”因着这番话，燕温岚恼羞成怒，又折腾了一遍。临近半夜才放过谢维清，抱着人去洗了遍身子，正准备抱着对方入睡时，燕温岚就听到了一番话：“前些日，堂兄托人送了信给我，说是在边疆置办了府邸，年前就派人把兰竹接过去。他陪维清有5年多了，这一走，
或许就没人陪着我了。燕温岚很想说他可以陪着，但最后还是没有说出口。再次出声时，声音有些发涩：“他就不能一直待在韦青身边吗？”谢维青翻过身面向他，眉眼似乎弯了弯，被燕温岚顺势按在了怀里。他是堂兄托我照看的，本来就不会长久陪着我。不过如今有王爷了，倒也不会这么无聊。谢维青声音很轻，说的这番话却重重地砸在了燕温岚的心上。他会有长久吗？燕温岚有些僵硬地拍了拍谢维青的后背：“没事，我陪着你。”谢维青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睡前还说了几句含糊不清的话。燕温岚只听懂了大概的意思，是在说他傻傻的。燕温岚心想，他怎么可能傻傻的？他又久违的没了睡意，哪怕身旁有谢维青在都没睡着。他几乎是睁着眼看着无边的黑暗看了一夜。天蒙蒙亮的时候，燕温岚小心翼翼地起了身，没有去早朝，而是去了杨古读的院子里，将书架上的所有医读典籍全翻了个遍，哪怕早就翻了10几遍。直到午时，他合上了最后一本书籍，忽地心生后悔，后悔不该入宫去逼皇帝下赐婚的圣旨。没了他，谢维青肯定会过得更好，会碰上真正同他一类的人，而不是他这种。算了，燕温岚心底已有了决定，将手里的书籍放回架子上，转身离开。谢维青以为燕温岚去上早朝，没有想这么多，让兰竹在一旁研墨，自己用了一早上的时间画了一幅墨河图。兰竹一瞧便觉得眼熟：“公子，这墨不是去南城关河的吧？”谢维青轻声应了个字，都快2个月了，这才有时间将其画出来。说是时间，其实是心情。兰竹日常夸自家公子画得好，谢维青眼眸微动，开口同对方说起了前几日书信一事。堂兄说要接你去边疆一同过年，所以年前便会让人回长安接你过去。兰竹自是欢喜，谢维青见他这般开心，也弯了弯眉眼：“我就说堂兄没把你忘在长安，以后去了羌城就能放开性子去玩了。”转眼间就到了8月15，按照规矩，各朝臣携带妻子入宫赴中秋宴。往年燕温岚都不会参加这种宴会的，其余人也巴不得他不来。不过今年不一样了，拟定中秋宴的名单时，就发现燕温岚居然要带着谢家那位公子进宫赴宴。大臣陆续进宫赴宴，个个面露愁色，一遇到同僚便唉声叹气的，还不敢叹出声，只能眼神会意。入夜，宴会办在了御花园中。谢观堂和宋昭化早早的入宫，趁着这日同自家的女儿聊了好久，聊到最后，3人隐约都泛起了泪光。宋昭化将泪水忍了回去，随后替谢芷英轻柔地抹去眼角的泪水：“好阿英，咱不哭。”谢芷英轻轻靠在了宋昭化的怀里：“阿娘放心，女儿身子已无大恙。先前摄政王派来的陈太医日日为我诊脉调养，只是许久不见阿娘与父亲，一时没忍住。”谢观堂听着，心里不是什么滋味，尤其是知道自己的女儿被迫嫁入皇宫，还要忍受毒性折磨身子，他咬紧牙关，有些哽咽地闭上了眼，心想着他这几10年入朝为官，一心忠君，到底是为了什么？罢了，你如今在宫里万事小心。谢观堂声音沉了下来，随后抬手摸了摸谢芷英的脑袋，低声承诺道：“魏父会带我们阿英回家的。”宋昭化蓦地抬眼看向了谢观堂，瞬间便明白了一切。他扯出一丝笑，声音温婉：“阿英等爹娘带你回家。”谢观堂只是明白了一件事，这么多年来他都没有看清的一件事，反倒是谢维清看得最清。谢家忠君就不该于中，为这种皇帝委屈他谢家的子女，真是蠢死了。谢芷英眼睫微颤，眼角落下了几滴泪：“父亲，阿娘，这是要……”他没有把后面2个字说出来，但看到父亲神情后，还是确定了下来。他倏地抱住宋昭化，泪水忍不住的落下。只是小弟那边，如今谈这些还尚早，等今夜我去同维清商量。谢观堂说到这顿了下，放心不下谢芷英，只是你身在皇宫。父亲放心。谢芷英犹豫了一番，还是如实说了出来。那摄政王不但派了陈太医给女儿治病，还派了人暗中护着，理应来说不会有事的。谢观堂第78章不忠也罢。中秋宴快开始，燕温岚才带着谢维清入宫，也没人敢说什么，毕竟皇帝还没来，哪怕皇帝来了也说不了什么。一入座，周遭的大臣纷纷低头看着自己跟前案几上的鲜果和茶，仿佛能看出花来似的。至于王顾2家的人，虽说没低着头，但也没想着去碰晦气。燕温岚环顾一周，满意的收回目光，大手还抓着谢维清的手不放，期间还对上了谢观堂的眼神。他没有挑衅对方，只是垂下眸，凑近身侧的人：“维清，你父亲是不是在瞪我啊？”谢维清下意识抬眼看过去，父亲神色平静，他微微点了点头，随后说道：“没有，王爷不做什么惹恼父亲的事情来，父亲是不会瞪你的。”燕温岚分明瞪他了，维清还不信。皇上驾到！众臣起身高呼：“微臣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谢维清不卑不亢的起身行礼，当了一回浑水摸鱼的人，反正周围声音这么多，听不出他的。再说了，燕温岚连开口都不舍得装一下。刚一落座，燕温岚就凑近他，低声打趣道：“维清好大胆，居然没出声。”他轻轻瞥了一眼对方，也靠近了人，在燕温岚耳边低声道：“王爷才是胆大狂妄，
都没张嘴呢。燕温岚挑了挑眉，本王张嘴作甚，又不能亲为亲。谢为清脸上一骚，立刻同人拉开距离，神色冷淡。大庭广众之下，王爷还是别靠得这么近，注意礼数。燕温岚，明明为清也靠近了他的，如今就说他一个人。中秋宴说得上是无聊，每年都是笙歌伴舞，看也看腻味了。不过办中秋宴的目的也不是让臣子欣赏歌舞的，而是要给皇帝献礼，偏重于君臣之礼，更好的维护君臣关系。待宴会结束，陆续退场时，谢观堂给谢为清使了个眼色，随后不久在宫门处便碰上了谢府的马车，两家马车一前一后，陆路而行。燕温岚听着身后那辆谢家的马车不紧不慢地跟着他们，偏头问谢为清：“你父亲这是要把你带回去？跟这么紧？”谢为清抬眸睨了眼燕温岚，有些好笑的说道：“是啊，不同王爷回去了。”“那不行，为清去哪我就去哪。”燕温岚立刻说道：“大不了我跟你一起在谢府歇下。”谢为清，王爷就饶了我父亲吧。燕温岚习惯性的抱着谢为清闷声不说话，谢为清也没再说什么，安安静静的任由对方抱着。马车最终停了下来。燕温岚原先抱着人都有些许困意了，结果在听到谢观堂的声音后，顿时没了睡意。他下意识抱紧了谢为清：“你要跟他回去吗？”谢为清拍了拍燕温岚的手背，示意让对方松开手，而后撩起帘子下了马车。“父亲，今天中秋，为清同父亲回府聚一聚吧。”谢为清下意识看向了身后的马车，燕温岚始终没有出声。他叹了叹气：“好，不过还是想带王爷一起回去。”今夜的中秋宴上，谢观堂一直都关注着燕温岚，虽说很不想承认，但他好像看出了什么。如今听到自家儿子这么一说，顿时憋着口气，不知道该如何说是好。在他看来，对方就不是良配，可若是秦家还在，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他倏地叹了一声：“来吧来吧，毕竟谢府有的是院子给他歇下。”谢为清蓦地笑了笑，燕温岚很识趣的没有出声，哪怕听到谢为清的那番话，嘴角恨不得翘上天去。最后，摄政王的马车回了王府，谢为清上了谢府的马车。燕温岚同谢为清说，过后再去谢府找他。他转念想了想，明白了对方的用意，轻声说了句好。带上了谢府的马车后，谢观堂见对方的马车没跟来，不冷不热的说道：“怎么，他嫌弃不想来啊？”谢为清：“不是，王爷回王府后再过来。”谢观堂又问：“你呢？跟他又是怎么回事？”谢为清倏地看向了宋昭化，对方抬手就给谢观堂的脑袋狠狠敲了敲：“你语气这么冲干什么？儿子招你惹你了？”谢观堂狡辩：“我没有。”一时半会儿还说不清，不过王爷如今待我还是很好的。谢为清说道：“父亲和阿娘不必太担心，我是怕你陷进去。”谢观堂叹气，一想到今晚看了一个多时辰，看燕温岚是怎么看他儿子的，就说不上来的火大。他是看得出来，谢为清如今还没陷进去，可燕温岚那厮的眼神比他还能腻歪，越看越恶心。谢观堂都快要忍不住吐了。谢为清张了张嘴：“不会的，应该不会的吧？”谢观堂没有再提起燕温岚，回到谢府后，就让谢为清跟他进书房议事。宋昭化也在，他简短的说起了今日入宫见谢芷英得知的事情。谢为清垂下眸：“为清知道，只是王爷派人护着阿紫，倒没同我说起。”谢观堂皱眉，他就怕燕温岚明面护人，背地搞什么小动作。他抬眼看向谢为清，直截了当的问：“你信不信他？”谢为清抿了抿唇：“父亲，人总是会变的，但至少如今的我是信他的。”谢观堂：“行，你找个时间问清楚护卫的事。”谢为清说了声好，之后见自家父亲沉着脸，不知道该怎么说，刚要问出心中的猜想，就听到阿娘开了口：“我同你父亲跟你阿紫说了，要带他回家。”谢为清眼眸微动，呼吸一滞：“当真？”谢观堂听到这番话，终是忍不住。这么多年来，是父亲还在坚守着那可笑的愚忠，满朝文武各自有各自的党派，只有谢家以及为副教出来的学生是站在皇帝那边。你之前问我对皇帝怎么看，我已经失望透顶。谢观堂声音沉重：“君王如此，哪还能有什么太平天下？委屈我谢家的子女去稳住他的皇位，不顾百姓，只图享乐，这帝王不忠也罢。”第79章书信。谢观堂话音刚落，书房外就听到了3下敲门声。他下意识皱眉，刚要说哪个不懂规矩地下人过来打扰，就见自家儿子书弟起身走过去把门打开。他好像知道是哪个没规矩的人了。谢为清见到燕温岚，没有第一时间就让他进去，而是说道：“王爷来得好快。”他说着转身看向谢观堂，无声示意对方的意思，到底要不要燕温岚进来。还没等到谢观堂开口，燕温岚便知趣的说道：“我在你的院子里等着，为清慢慢同岳父岳母聊。”谢为清蓦地看向了燕温岚，抿了抿嘴，没有多说什么，只说了个好字，想了想又开口说道：“王爷先吩咐下人准备热汤沐浴吧，卧房的被褥也要换套新的，不然灰尘多。”燕温岚心霎时软了大半：“我等你过来陪我。”谢观堂可没心思看着自家儿子同整天气他不行的人你情我浓的，没好气的说道：“让他滚进来，站在门外干什么？赏月啊！”宋昭化皱了皱眉，轻声说了他一句：“你这般凶作甚？
好歹人家帮过我们女儿的。谢观堂低声不服，那他还把我们儿子给拐跑了呢。谢维清侧了侧身，抬眼看着门外的人，没有说什么，让燕温岚自己选择进不进去。下一刻，对方抬脚迈了进来，随后凑近他耳边小声的问道：“你父亲吃火药了？”谢维清眼眸含笑的睨了他一眼，像是在说悄悄话似的，轻声说道：“王爷也不怕被父亲听到，又要骂你。”燕温岚伸手攥住了谢维清的衣袖，这不是有维清在吗？谢维清任由对方抓着，我可不帮王爷。说完，他就把燕温岚带了进去。谢观堂见对方还真厚着脸皮进来，顿时被气得两眼一黑，同时还气自己说什么不好，非得胡言乱语让人滚进来。这下好了，还真给他滚进来了。燕温岚有礼有节的温声说道：“岳父、岳母大人。”谢观堂暗自又推了声，而后不爽的看着燕温岚：“行了行了，知道我们要聊什么吗？就敢滚进来。”燕温岚一早就从他家维清嘴里知道了，说今日谢观堂他们会趁着中秋入宫去维清的阿紫那聚一聚，无非就是知道了那皇帝对谢芷英都做了什么，不想忍了吧，把梁氏给灭了。谢观堂，行，燕温岚这厮比他还敢想。燕温岚说完，还看向了谢维清，眼神直直的盯着对方，像是在问自己说的对不对。谢维清没有在长辈面前多说什么，他脸皮可遭不住，只是拍了拍燕温岚的手背以作回应。燕温岚默了默，挑了个比较正常的诱导：“造反。”谢观堂冷哼：“这都要猜半天。”谢维清，宋昭化扶额：“行了，谢景明，你好好说话。”景明是谢观堂的字，听到自家夫人开了口，他收敛了一点，不过没再绕着谢家说事，而是跟燕温岚提起了秦家。我听维清说过，说你这几年都在私下调查秦家一事。当年秦家出事后，我回长安时收到了几封书信，是当时我的学生交予我的。谢观堂说，信纸我还保管着，是有关秦家之事，不过单凭几封书信还不足以让秦家平反。燕温岚没想到自己只是来陪谢维清，还能听到这番话，他愣神片刻，出声时多了几分干哑：“书信呢？”维清，去拿出来给他。谢维清一眼走到谢观堂平日放书信的柜子前，在最底下翻出了3封书信，他目光停在了信封上的日期：嘉隆4年。彼时的燕温岚才10岁。他呼吸微滞，拿着书信起身走回去。谢观堂目光触到那几封书信，顿时偏过头不去看，心下沉重了几分。当年他们这4家来往都比较密切，几乎都受过秦家秦老家主的教导，也都是由秦家举荐入的朝堂。书信上写着：故王两家联手陷害秦家叛国，太后身为顾家之人，与摄政王彦楼明联手，没有经由刑部审查，便直接私自命人处置。秦家满门抄斩，连同战场上的秦家军也不放过。谢观堂本来没想着这么快把这些书信交给燕温岚，可偏偏对方跟着一起过来。他待对方看完，叹了口气：“这些书信只能作为佐证。我那学生在把信交给我不久后就死在了家中，当年知晓此事的都死得差不多了。”燕温岚低声说道，随后顿了顿，又生硬地说了句：“多谢先生。”谢观堂听到这一称呼，霎时生气起来：“你还记得我是你先生？我还以为教你的几个月，是我不够格当你先生呢。”燕温岚难得没呛回去，只是默默心想：谢观堂那几个月教会了他上房揭瓦、爬树、掏鸟蛋，这到底是哪门子的先生？后来被他外公发现，他跟谢观堂一块挨骂的。谢观堂说完，看到燕温岚越发挨近他家儿子，又是一气：“你还把我儿子给拐走了？有你这么当学生的吗？”燕温岚这么一说，好像他的确有点不是人。他心想着，又下意识挨近了谢维清。谢观堂眼尖得很，顿时两眼黑得不能再黑，心想着他那时候也没教过对方厚脸皮吧。行了，书信你拿走，我还是那句话，你不记得就算了。谢维清在一旁小声跟燕温岚提醒道：“就是那天维清同王爷说的话，没忘吧？”燕温岚：“没有，你说的话我不会忘记的。”谢观堂最后还是没有在对方面前提及谢家的事情，让谢维清带人去休息，而后叹了一声。身旁的宋昭化问他：“怎么还不满意啊？人家不是叫你先生了吗？”谢观堂：“我可没说他叫一声先生，我就可以既往不咎，一码归一码。秦家若真能平反，我肯定是开心的。”宋昭化好笑的问：“那你这是在叹什么气？小心还未过5旬就要白发苍苍了，再想以后的路该如何走，棋该如何下。”第80章温柔。谢维清带着燕温岚回了自己的院子里，卧房里一早就被下人翻了遍新，还点上了平日里他喜爱的香炉，泛着淡淡的清香。烛光摇曳，谢维清刚要坐在燕温岚身侧，自己就被对方冷不丁的抱住。他低头看着埋在胸前的那颗脑袋，下意识抬手揉了几下。王爷。燕温岚先前在别人面前强撑的精神，瞬间犹如被湿柴闷灭了火势。他抱紧了谢维清，不自觉地用侧脸蹭了好几下对方的胸脯，低声说了句：“维清，我难受。”谢维清正了正神，静静地任由对方抱着自己，心底没来由地泛起了一股色意。他抬手抱住了燕温岚，王爷定会还秦家一个清白的。这天夜里的月亮不是很圆，没多久就被云层遮住。燕温岚从拿到那几封信后就没怎么说话，只是愈发粘着谢维清，就好似是抱着能续命一样，片刻都不离开对方。
两人早早的上榻入睡，燕温岚就单单抱着谢维清，习惯性的从背后抱着人埋在了对方的肩窝里。过了好一会儿，谢维清轻柔的拍了拍他的手，燕温岚下意识松开了手，以为是自己抱得太紧，害得谢维清难受睡不着。下一刻，对方翻身面向了他，而后窝进怀里抱住了自己。他愣了愣，有点没反应过来。谢维清抱着他，小声的说道：“好了，继续睡吧。”燕温岚已经做好了要失眠到天明的准备了，可是，在谢维清抱住他后，没多久就渐渐泛起了睡意，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睡过去的。次日晨时，谢维清率先醒了过来，屋外的下人刚好敲了敲门，说道：“公子，大人问您起身了没有？起了的话，去前厅用早膳。”他眨了眨眼，刚要应声，抱着他的燕温岚似乎就被这番动静吵醒了些，抱着他就一顿乱蹭，躲进了被褥里，埋在他的胸膛前。谢维清顿了顿，没有回话。屋外的下人也没再出声，估计是回去同父亲禀告了。燕温岚这一觉睡到了辰时末，谢维清见对方终于睡醒，抬手拍了拍对方的脑袋，声音有些哑抑：“好了，松手，让我起来。”燕温岚闻言抱得更紧，蹭着蹭着就从被褥中探出脑袋来，没等他再说什么，对方直接吻住了他的唇。好在没有亲多久，谢维清缓了缓，抬眼看向了身上的燕温岚，一睡醒就亲人：“快起开，我口渴了。”燕温岚听后，又在他唇上落下一吻，随即起身下榻，给他倒了杯水。8月15前后就已经有了天冷的迹象。谢维清看着对方不披件外袍就下了榻，皱了皱眉：“王爷不怕冷？”燕温岚听出来谢维清是在心系自己，笑了笑，看着对方把水喝完，便伸手接过茶杯放好，随后又上榻抱住了对方。冷，所以得抱着维清来取暖了。谢维清给他抱了好一会儿，这才开口说道：“王爷穿多几件衣裳便不冷了，松手，还没吃早膳呢，当心父亲又骂你。”燕温岚抱着人，沉默了片刻：“维清就不能帮我吗？”谢维清好笑道：“不能，若是他人，倒是可以考虑考虑要不要帮王爷。”燕温岚不舍得松开手，目光悠悠地看着谢维清，只见对方立刻下榻扬声唤来了谢府的下人。他坐起身，顿时觉得对方抛弃了自己似的。中秋前后有7天的休沐期，两人在谢府用了早膳，便要回王府。谢维清原想着还要去同自家爹娘说一声，结果府里的下人就告知了他，大人一早便带着夫人去游玩了。谢维清，燕温岚在他耳边问要不要他们也去玩，他摇了摇头：“王爷回去再歇息一会儿吧，免得玉气伤身。”燕温岚忍不住翘起嘴角：“好，听维清的。”回王府后，燕温岚照常黏着人，说是要歇息，可最后还是陪着谢维清去了阁楼。好在那边放了可以歇息的卧榻。谢维清合上书籍，有些无奈的抬眼对上了燕温岚的目光：“王爷，一个时辰之前你就同我说要歇息。”燕温岚：“可能睡多了，现在睡不着。”那王爷闭目养神。谢维清淡淡道：“不行，我想要看着你。”谢维清对他彻底没辙，让兰竹去把自己情报过来。琴音静心，想必对方听着也差不多。王爷过来吧。燕温岚刚在他身侧坐下，就立刻粘了上去，把人抱住。兰竹把琴抱过来的时候，正看到他家公子温声的同对方说话，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上心。他把琴放好便退下，心里却在为什么方才把琴放下来的时候，枕在公子腿上的那位摄政王会莫名其妙的看自己一眼。虽然没了之前的杀意，但变得很古怪，这是怎么回事？他挠了挠头，百般想不通。谢维清垂眸看着睁着眼的燕温岚，顿时没话可说。方才是对方说要听着琴音歇息的，结果弹奏完一曲，燕温岚只会直勾勾的看着自己。他抬手遮住了对方那双凤眸，掌心忽地被睫毛扫了下。燕温岚不解的出声：“谢维清声音平缓温和：“王爷到底睡不睡？”燕温岚闻言立即闭上了眼睛，安安静静的枕在谢维清的腿上。睡啊，那就不要看我。燕温岚忍不住为自己辩解，方才没睡意，现在肯定能睡了。说完，他侧头面朝着谢维清的腹部，小声催促道：“维清，快继续弹，我还要听。”好。谢维清替对方理了理发丝，琴音又起，许是要把之前缺的棉都补了过来。燕温岚还当真又睡了过去。再次醒来时，自己身上还盖着一张单薄的被褥，他下意识往热源蹭了蹭，过了片刻才反应过来，他一直枕着谢维清的腿，耳侧垂在脸上的碎发被人轻轻撩起。燕温岚心底霎时他陷了一块似的，睁开眼盯着对方的腹部盯了小半天，自己下意识又去蹭了几下，这才看向了谢维清，还对上了对方的目光。王爷醒了。谢维清朝他笑了笑，轻声问道。第81章情有独钟。燕温岚倏地愣神，耳边听着谢维清这般柔和的话，眼里看的又是对方温柔的笑容，愣了好一会儿，他才回过神来。谢维清拍了拍他的脑袋：“那就快些起来，维清腿要麻了。王爷睡得可真久，平日到底有没有好好睡觉？”燕温岚听着对方的话，就下意识起了身。听到最后那句话时，他又是一愣，心底有些闷毒起来，好似有多委屈的说道：“之前没有。”谢维清抬了抬下巴，没有第一时间回应对方说的这番话：“给我揉一下，站不起来了。”燕温岚听话的哦了一声，开始给谢维清按腿。
随后就听到谢维清问自己，之前是什么时候？叶温兰心情瞬间好了许多，嘴角微微上翘，老老实实的回答：没遇到维清之前。那现在呢？叶温兰唇线微抿，没有让对方太过担心。现在好多了。一连几日，叶温兰白日里都要听着谢维清的琴音歇息上1个时辰左右。好在这几日休沐，基本没有公务要处理。至于别院那边，他把事务都交给了煮酒2人处理。那几封信里提到的，也逐一去顺着找其他新的证据，要证明顾家王家联手陷害，也要证明当年对方陷害秦家的罪证都是假的，哪会有什么清者自清？谢维清刚喂了些水给小蝎子，睡在卧榻上的燕温兰便睁开了眼，目光直直地盯着自己，一刻也不离。他顿了顿，抬手用手指的指腹摸了摸小蝎子，随后抬眸对上燕温兰的目光：王爷何时醒的？维清给他喂水的时候，燕温兰沉声说道，又忍不住补上一句：他自己会喝水，根本不需要人喂，尤其是不需要他的维清来喂。谢维清只是应了他一声，并没有对燕温兰说什么以后不会喂小蝎子喝水的承诺。燕温兰暗瞪了谢维清手中的小蝎子一眼，下一刻他就听到谢维清又问自己：对了，王爷，维清想要给他取名字，王爷说取什么名字比较好听些？燕温兰险些脱口而出要质问谢维清为什么不给自己取一个名字来，他忍了忍，看着眼前那只翘着尾巴安安静静趴在谢维清手上的小蝎子，叫石头。谢维清，王爷，这名字好听吗？怎么不好听了？那就叫小石头。谢维清，他无奈地看向对方，语气偏淡：王爷认真些，还是说王爷对这个送给我的礼物丝毫不上心？我没有。燕温兰没敢胡言乱语了，心想着他家维清说话真是愈发厉害了，这都能说他不上心，他只是看不惯而已。那就叫碧华，白锦归西山，碧华上迢迢。谢维清弯了弯眉眼，好，就叫碧华。他说完，忽地又看向燕温兰，王爷似乎对月亮情有独钟。燕温兰顿了顿，听着对方的这番话，有点疑惑：有吗？谢维清笑笑：王爷要自己想啊，没有便没有。燕温兰下意识皱了皱眉，他对月亮情有独钟吗？没有吧，平日他也不怎么看月亮的，不过晚上有月光在，更适合杀人是真的，都不用火折子了。说情有独钟，还不如说他对维清情有独钟。燕温兰蓦地大脑空白一瞬，随后满脑子都是方才自己下意识想出来的那番话，他又不是文盲，自然懂得情有独钟是何意。他对谢维清情有独钟，有这么快吗？王爷想什么呢？谢维清抬手轻戳了下他的脑门，既然醒了，就去用午膳，我方才已经用过了。燕温兰把刚才的先放置一边，维清你不陪我吗？谢维清，那会儿饿吗？燕温兰不假思索，那你下回要叫醒我，我要陪你一起用膳。好。谢维清拖长了些许尾音，好似多了分耐心和宠溺，听着燕温兰魂都要飘了。他又继续说道：下回我定叫醒王爷跟我一起用膳，王爷快些去吧。燕温兰起身下榻，走了没几步，忽地转过身，不行，那你也要陪着我。谢维清骤然弯下眉眼，第一回当着对方的面说道：王爷好粘人。燕温兰想也不想就应了下来，我不粘着维清还能粘着谁？谢维清垂眸看着手心里的碧华，嘴角微勾，那走吧，陪王爷去用午膳。你放下他，他要睡觉了，维清你就别带上他了。燕温兰才不想看着谢维清对那小蝎子笑。谢维清故意说道：哪有，我瞧碧华分明精神得很。燕温兰憋着口闷气，他等会儿就困了。谢维清眼底泛起笑意，把手心里的小蝎子放在了阴影处。好吧。燕温兰脑子里蓦地又冒出了方才被他暂时放置一边的念头，脑子里好似挂着一块巨大的匾额，上面写着情有独钟这4个大字。燕温兰，他什么时候喜欢上对方的？谢维清把碧华放好，一抬头就看到燕温兰跟傻了一样，愣愣地站在原地，动也不动的。他走了过去：王爷想什么呢？燕温兰摇了摇头，说没想什么。谢维清原先是信了的，但看到对方用膳都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他饶有兴致的单手支着脑袋，端详片刻，冷不丁的出声唤道：王爷。对方明显愣了下，怎么了维清？谢维清微微的摇头，没什么事，就是想跟王爷说。他话还没说完，就看到燕温兰倏地抬头看向自己，眼神好像在期待些什么一样。他默了默，心想着总不能是这几日睡多了，把脑子也给睡傻了。医书上好像也说过，眠多后脑子会不清醒。谢维清叹了叹气，心想着以后不能再给燕温兰睡这么多觉了。说什么？谢维清语气平淡的说完一整句话，再不吃饭菜就要凉了。燕温兰情绪表露得很明显，闷闷的哦了一声。谢维清皱眉，王爷到底在想什么？还是身子不舒适？燕温兰摇摇头，又说没想什么。他确实没想什么，他只是在想自己到底是什么时候喜欢上谢维清的。第82章不讨厌。谢维清见燕温兰还是一副出神的模样，同往常有些不一样，他很少看到对方发愣的样子，看着莫名让人想笑。他眉眼染上几分笑意，随后夹了道菜到燕温兰碗中。王爷吃完膳再想罢。
燕温岚回过神，看向谢维清，脑海里想的东西霎时清空。忽的想，对方这么好的一个人，自己喜欢上也很正常吧？或许第一面就喜欢了，又或许是谢维清第一次陪着他的时候。那对方呢？他垂了垂眸，又看向了谢维清，心底好似有了答案。自己抢求回来的，怎么可能会喜欢上他？燕温岚心知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他配不上明月清风的谢维清。对方本来可以过得更好的，是他把明月求在了身边。燕温岚呼吸一滞，突然有种喘不上气的窒息感。他看着碗里对方夹给自己菜，忍不住再次看向谢维清，触到那道泛着温柔的目光，倏地偏移了目光，像是被灼伤了一样。他闷着脑袋，夹起谢维清给自己的菜放入嘴里，没什么心情吃多少，勉强吃了半碗饭菜。燕温岚就抬起头说道：“吃饱了。”谢维清听后觉得有点新奇，他歪了歪脑袋，心想着怎么比之前还要像个没长大的小孩子。他没有逼着燕温岚继续吃，点了点头，勾起笑容，难得打趣了一句：“王爷好棒。”燕温岚顿时觉得有点没脸见人了。午膳过后，谢维清要去阁楼，燕温岚这几日都是要黏着对方的，话还很多，要谢维清说，对方说的话都比得上之前兰竹在谢府那般闹腾了。不过他没有把这想法说出来，一说他那王爷定是又要看人家不爽了。窗台前的案几上摆着一盘棋局，谢维清正复刻残缺棋谱上的棋局，黑子着落，又支起白子。他停顿了半晌，后面的棋子就没有了下一步的指示。他凝眉思索了小半天，忽地注意到了身旁的燕温岚一直都没怎么出声。按往常来说，这会儿对方能对他说几十句话。谢维清偏头看向了身旁的人，王爷。燕温岚还在纠结要不要同谢维清说明自己的心意，他怕听到谢维清说不喜欢，更怕对方说无所谓，随便他开心就好，那还不如一直憋着。可看到谢维清，他又憋不住。啊，维清叫我怎么了？他在听到对方的声音后，倏地回神。谢维清声音轻飘飘的，听得燕温岚也跟着飘飘然。王爷今日话好像少了很多，在想什么呢？燕温岚喉结滚动，心想这怎么让他憋得住？他下意识就张嘴说话，如果说要是……燕温岚突然卡住，他还没想好要怎么说。谢维清，要是什么？要是你身边的人对你有不一样的感情，怎么办？燕温岚这一句话磕磕绊绊的才说了出来。谢维清心下顿时了然，谁呀？燕温岚皱眉，想说怎么不按他设想的路走？维清先别管是谁，你会怎么办？他说完，心脏再次提到了嗓子眼处，都察觉不到自己的神情早已出卖了他，还直直的盯着谢维清，想要知道一个答案。谢维清对上了燕温岚的目光，忽地有些想笑，声音拖长了些：“怎么办啊？看人啊，他和我心意就喜欢。”燕温岚顿时蔫了下来，都不用问了，他肯定不和对方心意。谢维清会喜欢半夜闯进他院子的登徒子吗？不会。谢维清也不会喜欢一个强娶她回来的人，更何况他刚开始对人还不好，一点也不好。谢维清还想着等燕温岚继续问下去的，谁知道就问了一句，便跟秋日里枯落的叶子似的：“王爷还没说，那人是谁呢？”燕温岚郁闷死了，听到谢维清的这番话，又猛地想起了什么。他从来不知道对方喜欢的是男子还是女子，万一喜欢姑娘，他又不是姑娘，岂不是更加无望了？王爷，谢维清抬手戳了戳对方的脑门，别想了，维清倒不觉得，王爷你一个人就能想清楚。燕温岚顿了顿，心口那不上不下的闷毒感越发严重。维清，你喜欢男的还是女的？谢维清闻言，淡淡的抬眸看了眼燕温岚，都不喜欢。燕温岚，他没来由的想起了对方之前不让自己碰琴，他能变成一把琴吗？谢维清又不紧不慢的说道：“这得要看感觉。”燕温岚有点梦回小时候听谢观堂一本正经教他怎么掏鸟蛋的时候了，那会儿他也听不懂。虽说有点听不懂，但这并不妨碍到他问：“那维清对我是什么感觉？”没感觉。燕温岚，好了，他不用问了，他的维清不喜欢他，对他没感觉。燕温岚只觉得心口被人塞了好大一团棉花进去，他艰难的呼吸着，比往年每次的蛊毒爆发都要难受。他还是又开口问了句：“那维清对谁有感觉？”谢维清都没有。燕温岚，好一个清心寡欲，他喜欢。燕温岚觉得自己又好了一点。谢维清把玩着手里的那枚白子，忽地看出了些许门道，把白子落在了一处，随后他的声音响起：“王爷还没说，那人是谁？”燕温岚下意识放浅了呼吸，朝谢维清那边挪了挪：“如果我说是我的话，维清会讨厌我吗？”谢维清撩起眼皮，眸光扫向他：“维清记得，我从未说过讨厌王爷的这番话。”燕温岚咽了咽口水，有点紧张的看着眼前的人：“我心悦你。”谢维清轻声应了个“嗯”字。维清知道，不知道从哪天起，他就看出了燕温岚看向他的时候，眼神多了些什么，是同他父亲看向阿娘一般的目光。那维清讨厌我吗？我之前对你不好，也不尊重你。谢维清闻言看向了他，不讨厌，也不喜欢。他对燕温岚的感情还谈不上喜欢。燕温岚缓慢的眨了下眼，忽的心想，谢维清没喜欢他就对他这么好，要是喜欢上了，那不就是……
第83章，用心就好。叶文兰出神了好一会儿，谢维清时再看不下去，抬手就往对方脑门一戳，有些无奈的说道：“王爷，你又在想什么？”在想你。谢维清，怕不是今后更加要黏着他了。他默了默，见对方也没再说什么其他的话，有些好奇，忍不住问了对方一句：“王爷怎么不说让我也心悦王爷之类的话？”燕温岚蓦地一怔，愣愣的看了谢维清一眼，还能这样的吗？谢维清倏地笑出声，眉眼弯了下来，摇了摇头，语气含笑的回答他的问话：“不能。”说完，他又笑着说道：“但王爷可以努力让我也喜欢上你。”燕温岚下意识觉得是自己出现了幻听，随后狠狠掐了自己掌心上还没痊愈的伤口，掌心处重新渗出了一点鲜血。他心想：谢维清怎么可以这么好？燕温岚猛地把谢维清抱在了怀里，声音有些沉闷，心口隐约泛起了酸涩：“你怎么对我这么好？”谢维清下意识眉心蹙了蹙，心想着这算是哪门子的好？他同燕温岚成了亲，或许这一辈子都要跟对方一起度过，更何况如今的相处，他并没有抵触反感，让燕温岚努力让自己喜欢上，这就算很好了。王爷，这如何对你很好了？燕温岚抱紧他：“你对我不好吗？你就是对我很好。”谢维清有些失笑：“好吧，王爷说什么便是什么吧，只是王爷打算如何努力啊？”燕温岚身子一僵，低声说道：“我不会，维清教我，夫子没教过我这些。”谢维清蓦地笑出声，轻笑道：“夫子也没教过我这些啊。任重而道远，王爷自己慢慢摸索去吧。”谢维清拍了拍燕温岚的脑袋，随后就让对方撒开手。燕温岚没有第一时间松开手：“那维清有什么对我不满的，要跟我说，我会改的。维清也要多让让我，我之前没喜欢过人。维清好不好？好不好啊，维清？”谢维清被缠得没法：“好好好，都好，行了吧，王爷？”燕温岚抬头亲了下谢维清，这才松开手，而后反应过来了什么，小心翼翼地看向对方，生怕对方会觉得自己死性不改。“维清，我能时不时就亲你吗？”谢维清无奈地揉了揉眉心：“王爷，这些不用改变什么，用心就好了。”燕温岚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又说了句：“维清真好。”“维清，我能抱着你吗？”燕温岚坐在了谢维清身后，没打算要打扰对方下棋。“可以。”谢维清刚说完，身后的人就抱住了自己的腰身，下巴抵在了肩膀上，而后习惯性地蹭了蹭，发出一句类似喟叹的话：“好喜欢维清啊。”他听后有些不自然地偏了偏头，好在燕温岚没再说那些话，看着他下棋也会偶尔说几句自己的看法。为什么要下在这？兵行险着。因着他的这句话，谢维清忽的起了同人对弈的心思：“别抱我，坐去那，陪我下一局棋。”燕温岚，他就不该多话。燕温岚没有立刻动弹，紧紧贴在了谢维清的后背：“就下一局。”谢维清沉吟片刻，认真的跟燕温岚说道：“或许是很多局。”知道了。燕温岚偏头亲了亲对方的耳朵，这才松开手，坐到谢维清对面，一抬眼过去，身体就叫嚣着要把人抱住。谢维清让燕温岚执了白子，就这棋局上的残局继续下，一晃就下了好几局棋。窗外的秋风骤起，燕温岚执白子落在了一处，将谢维清的路堵住，耳边听着窗外的秋风，而后想起了什么：西院那边种了几棵柿子树，今年结的果还挺多的。谢维清被堵了路，也不见丝毫慌张，黑子一落，一招反杀：“是吗？那我要吃，去年我还让人买了柿饼，味道和口感都还不错，今年是不是可以亲自做来吃了？”燕温岚抬眼含笑地看着谢维清：“谁做？”谢维清对上他的目光：“谁喜欢我，谁就去做。”“好，我去做。”燕温岚笑着把白子落在黑子的不远处。两人下了有4、5局棋，输赢都有。谢维清还想着再同燕温岚下一局，他已经好久没有和人这么不留情面地下过了，先前下棋都是比较温和一些，尽量都让大家玩得开心。同燕温岚下棋就不会这样。暮秋初，宫内传出了一道消息：王贵妃早产，诞下了一个大胖皇子。王府的世子也已渐渐熟透，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谢维清还在跟兰竹还有王府的下人在采摘柿子，橘红橘红的，看着让人想吃的欲望放大了好多。燕温岚一下朝就回了王府，他记着昨夜睡前谢维清说过的话，说今日要去摘柿子，见人不在卧房，便往西院走去。柿子树上的柿子还是偏脆口的，不过最顶端的柿子倒是软了许多。谢维清披着一件竹青色的大氅，如今天渐渐冷了下来，今早还打起了霜。公子，这柿子好甜啊！兰竹拿了几个柿子去一旁的取水处洗干净，拿起随身携带的小刀就削干净皮，递给了谢维清。燕温岚到时，谢维清刚咬下一口柿子的果肉，好吃吗？谢维清闻声看向了他，一双桃花眼好似秋水般明亮，就这么直直的看向了他。燕温岚下意识的屏住了呼吸，听到对方含笑的说了句好吃。下一刻，谢维清把手里的柿子递到他的唇边：“王爷尝尝。”燕温岚听话般的张开嘴咬了一口，还没吃进肚子里就说道：“甜的比去年还甜。”谢维清又喂燕温岚吃了一口柿子，之后才吩咐兰竹给对方也削一个。燕温岚挑了挑眉，看向兰竹的神情多了几分挑衅和嘚瑟。
兰竹，他家公子的这位王爷是不是有点奇奇怪怪的？燕温岚把王贵妃产子的消息告诉了谢维清。早朝上到一半，后宫的人就闯进来报了这个喜讯。当时皇帝想发火都不行。第84章何事？谢维清眉头轻轻一蹙，这宫女是提前准备好的吧？否则殿外的侍卫怎么可能会把人放进来？燕温岚笑了笑，是，听说这位皇子一出生便哭声嘹亮，王家这回走了大运了，居然还真给他们诞下了梁氏的皇子。谢维清跟着燕温岚回了书房，吩咐兰竹在西院多摘些柿子，好做柿饼。回到书房后，燕温岚才接着说道：“维清是不是也觉得对方很幸运？”谢维清，幸运不幸运，这得看执棋的人脑子如何，否则也只会给别人当刀子使。那维清觉得，我是不是得要派人去查一查，这位皇子到底是不是皇帝的骨肉？查啊！谢维清垂了垂眸，哪怕是他也可以不是，皇帝怎么可能会容许一个皇子威胁到他的皇位？只怕这时候皇帝已经开始与王家离心，并想方设法除掉王家和那位皇子。皇帝那边或许没多久就要宣你进宫了，这时候他急需看到谢家的忠心，只要谢家还站在他这边，谢维清声音泛冷，他就可以继续当帝王。燕温岚想起了中秋那晚在谢府的谈话，维清的父亲要造反还是改立新帝？梁氏如今皇嗣凋零，宗族那边还有几位王爷的世子，不过都平平无奇，不是什么治国之才。谢维清抬眼看向燕温岚，王爷想造反还是改立新帝？我听你的。燕温岚本来也不在乎这些，只要能为秦家平反，他哪怕是死也无憾了。我倒是觉得维清很适合那个位置。谢维清皱眉，王爷莫要胡说，父亲是绝对不会让谢家百年清誉毁于一旦的，立新帝就好。燕温岚轻轻地啧了一声，改日我去同他说一番。谢维清眼底泛起笑意，打趣道：说什么？你俩不吵起来都算好了。燕温岚，大不了这次我不跟他吵。谢维清没有同他在这方面多费口舌。好啊，王爷要是被骂了，别回来同我卖惨就好。他什么时候卖惨了？燕温岚嘴硬狡辩，我没有，我不会的。谢维清偏过头，有些忍不住笑声，尾音有些拖长。好，你不会。午时，王府外有皇宫的人送来皇子的诞生礼，蹭蹭喜气，还透露出皇帝对这位皇子十分喜爱，还说要给皇子办满月酒。谢维清压不住心底的疑惑，看向了燕温岚。本来是要小气的，可因着这件事，他顿时没了困意。皇帝居然喜爱一个威胁他的皇子，总不能是王贵妃所生，就多了几分帝王家不会有的情吧？燕温岚，我让宫里的眼线去打探了，信刚到。他说着，就把方才一同随诞生礼一起送入府里的信交给了谢维清，没有丝毫要瞒着对方的意思。谢维清愣了愣，下意识接过了燕温岚递给自己的信封。信上说，皇帝下朝后便勃然大怒，后便传了在宫里住下的望空道长，问皇子是否会威胁到他的皇位，随后又问除掉皇子，自己的修仙之路是不是就会更加险阻。谢维清看到此处，忽的一笑，没想到皇帝还是沉迷于修仙之术的人，人总是不满于此的，长生不老谁又抵挡得住？更何况这皇帝脑子还不行。燕温岚轻嗤，信上最后说是王家买通了望空道长，说是等到皇子8岁后，将其心挖出吃掉，便能就此长生不老。皇帝这才留下了皇子的命，还对这位皇子无比喜爱。谢维清眼底一片漠然。8岁，前朝最小的皇帝是3岁登基，王爷说的果真不错，这皇帝就是没脑子。燕温岚听着一乐，是我们维清才是最聪明的，王家断不可能等上8年，维清只怕他们连这3年都难等。宣朝时，在百越那边有一小国，最小的君主还不到1岁。燕温岚悠悠开了口，习惯性的抓着谢维清的手把玩，又继续说道：维清不妨跟我打个赌，赌王家何时拥立新帝。谢维清，得看王家下一步怎么走了。若是不久后朝堂公然对皇帝不满，那离拥立新帝也快了。王家等不及，虽说买通了望空道长保下了皇子，但皇帝看王家还是不禁烦躁。皇子诞下不久后，王贵妃便以生产时着了风寒，被变相软禁在了淑华宫。梁朝看着整日哭哭嚷嚷的皇子，心下烦躁得很，吩咐让人看好，便推开身侧的男宠，大步流星的走去了交房宫。只有谢芷英才能让自己安下心来。他推开门便看到对方在作画，顿了顿，开口就一副熟人的口吻问道：芷英，今日怎么不抚琴了？谢芷英没有看他，声音淡淡：天冷，皇上怎么有空来臣妾这里？梁朝下一时抱怨起朝阳殿的那位皇子，自从望空道长说能让他长生不老后，他就把皇子接到了朝阳殿看着，他好吵，朕听着就心烦，想说来你这替你抚琴的。对了，芷英的身子近日可好多了？谢芷英低声咳了咳，原先好多了，近日天冷又犯病了。梁朝皱了皱眉，没有离谢芷英很近，心想着听到对方咳嗽也烦，算了，朕改日再来看你。他走到门口停了下来，转过身，朕还是陪你吧。谢芷英没怎么理会他，对方还是说个不停，说前朝那些事，又说早朝上的累，最后说起了谢维清。芷英，你不会怪朕吧？
你也知道，摄政王他疯起来不要命的，朕那时只好同意他。不过等朕扳倒他，定会把芷英的弟弟救出来。谢芷英眼眸动了动，皇上要如何扳倒他？皇上也说此人疯起来不要命，皇上要小心为上才是。梁朝笑了笑，这还不简单，我舅舅会帮我的，他之前搞垮秦家也是轻而易举，何况一个燕温岚能掀起什么风浪？谢芷英声音轻婉，若有什么需要谢家帮忙的，皇上尽管同父亲说便好，毕竟臣妾是皇上的皇后。梁朝要听的就是谢芷英这番话。第85章兵符。梁朝走后，陈木槿恰好要来交房宫给谢芷英诊脉，待诊完脉，他忽地开口：陈太医既是摄政王的人，能不能烦请你把这封信送出宫，交给我的小弟？陈木槿是在酉时3刻出的宫，没有亲自去王府，以出宫去呈交采药为由，而后将信交给了燕温岚的人。公子，皇后托陈太医给您带了一封信。谢维清眉心一蹙，伸手接过阿紫写给他的这封信。谢芷英很少会主动联系家里的人，一年到头都是他们趁着宫里办宴或是阿紫生辰才见一面。他迅速打开了信封，生怕是阿紫在宫里出了何事。信上简单说了皇子一事，又把梁朝来交房宫说的话3两语写出来。信上还提到了当年的秦家，最后是让谢维清找时间同父亲商量，究竟是反帝还是如何。信尾还说了夏近日的身子状况。谢维清松了口气，阿紫没事便好。他把信纸重新塞回信封里，放在了烛火上方，火焰渐渐吞噬，只剩下了灰烬。堂兄带兵远去羌城那日，他曾跟人问过，若是有朝一日谢家会反的话，堂兄该如何？这几年他跟堂兄也一直保持来信，朝堂这些年并没有多余的银两拨给边疆，反而还越来越少。去年过冬，冬衣都是粗制的棉衣，还薄得很。听堂哥说，后面是摄政王私下换了一批冬衣，又送去了足够的银两和粮食，这才熬过了边疆的寒冬初春。若是造反，他们谢家手握的兵力还不够，最好的方法便是改立新帝。但皇室中着实找不出一个堪当大任的皇子或是世子王爷。谢维清是倾向造反，但不能由谢家带头，搅乱局面的必须得是其他人，王家便是很好的刀。王爷，谢维清推开了燕温岚的书房门，屋外天色已然暗下，夜色透着寒凉，屋内烛火通明。他关上门，朝正在处理事务的燕温岚走去。燕温岚闻声抬头看了他一眼，维清怎么舍得主动来我这了？王爷还在忙着？燕温岚果断不去看案桌上的信件，不忙，维清说罢。谢维清歪了歪脑袋，王爷这就看出来了？不然我这么了解你？燕温岚一手揽住谢维清的腰，让人坐在自己身旁，下一刻就听到对方含笑打趣道：维清还以为王爷要让我坐你腿上，那就坐腿上。燕温岚忍了忍，扣着人的腰身，让谢维清坐在了自己腿上。这下能同我说事了吧？谢维清有些不自在的挪开眼，目光落在了案几上的信件和公文。他唇线微抿，感觉到燕温岚放在腰间的手紧了紧，自己倏地贴近对方。他轻声说道：还记得前几日王爷同我下的那盘棋吗？怎么想下棋了？谢维清顿了顿，忽地悠悠说道：王爷还说最了解我。燕温岚赶紧改口：不闹你了，我记着呢。所以维清这是决定好要利用王家了？谢维清还没应声说是，就听到燕温岚说道：维清，在这种事情上不需要考虑那些知乎者也的，政变都会有人流血，有人死去，我们自私一点好不好？维清知道。谢维清又说道：维清不在朝堂，没机会认识那些臣子，王爷在朝堂上有属于自己的党派，王家顾家明面上虽为一丘之貉，但私下却是不同的利益体。眼下王家有了皇子，那就让人多加煽风点火，让王家先反。燕温岚抱紧了谢维清的腰身，这火是越猛越好，还是要徐徐图之？得先看王家那边有没有聪明的。燕温岚漫不经心地说了句：有聪明的也没事，暗中把人杀了就行。谢维清，王爷怎么不拿着把刀逼王家先造反？燕温岚一脸认真地问：可以吗？谢维清悠悠反问：王爷你觉得呢？那我等会儿就让竹轩去办，维清最终目的就是想让王家先反是吧？谢维清点点头，这是急不来的。燕温岚没有多问，只是说道：好，维清说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都听你的。谢维清眼眸微转，抬起手臂勾住了燕温岚的脖颈，目光看向了对方，不怕死地直接开口说道：那要是维清说我想要王爷的兵权呢？燕温岚不假思索地说道：就给你啊，造反最需要这个了。谢维清定定地看着燕温岚，看了好一会儿，忽地弯起眉眼笑了笑：那给我。维清要这兵符还不够。燕温岚把案上放着的兵符塞到谢维清手中，故作神秘地说道。谢维清眨了眨眼，看着手心里多出的那样东西，下意识顺着对方的话问道：还需要什么？当然是我的亲笔信，在军营驻守的将领都是我的人，哪怕你拿了兵符，没有我的命令，他们是不会听你的。谢维清，那王爷写啊？维清要我怎么写？燕温岚听着对方说的话，心里蓦地他陷了一块似的，忍不住亲了谢维清一口，低声问道，还带着些许笑意。谢维清早就习惯燕温岚时不时就要凑向自己亲一口的毛病了，温声说道：维清没写过，王爷自己写。就写维清是我的郎君，
他们的另一个主子。燕温岚诚心要逗人。谢维清皱眉问他：难道我不是吗？那王爷还想要怎么写？燕温岚顿时举双手投降：是，我们为卿士，就这么写。兵符被燕温岚随意的交给了谢维清，还写了封信。刚让煮酒进来，把信交给在军营的那些将领，一直坐在他腿上的人又冷不丁的开口：王爷也不怕我反过头来把你给你杀了？杀我还需要这么多兵力啊？燕温岚重点偏了偏，而后他扣紧了谢维清的腰身，想杀我多简单的事。俗话说牡丹裙下死。燕温岚话还没说完，谢维清就抬手捂住了他的嘴，声音淡淡，话里透着威胁之意，仿佛他再多说一个不着边的字就要后果自负了。什么牡丹裙？王爷要穿吗？不穿。第86章书房。燕温岚没敢再乱说些什么俗话，闭上嘴安安静静的抱着谢维清，抱了好半晌。只见谢维清拿起了他案桌上的公文，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听到了一句无比冰冷的话：王爷说好的忙完了呢？燕温岚还没等他想好怎么狡辩，谢维清就挪开他搂着腰身的手，从他腿上起身：维清还是不打扰王爷办公了。谢维清说着就想要离开，燕温岚岂会放人走，猛地抓住对方的手腕，声音却好似万般委屈：说完事了就要走，哪有维清这般无情的？我无情？谢维清看向燕温岚，神情分辨不出来是生气了还是没生气，只是轻飘飘的一句问话。燕温岚没来由的有些发怵，但还是没有松开抓住谢维清手腕的手。下一刻就听到对方又开口说道：我若是无情，王爷这会儿估计是要在被褥里偷偷抹眼泪了。他听完忽地沉默下来，随后低声的问了一句：那我偷偷抹眼泪的话，维清会心软吗？谢维清倏地弯起眉眼：王爷觉得我会不会心软？燕温岚听后心下一松，知道对方没有生气，他用了些力度把人朝自己扯过来，而后双手抱住了谢维清的腰身。谢维清的腰很细，又软又暖的，抱着可舒服了。维清肯定会对我心软的。燕温岚说着，在对方腰腹处拿脸蹭了好几下，声音沉闷了下来，显得他比较弱势一些，但不许对别人心软。别人都有谁啊？谢维清没有立即答应。燕温岚：就别人啊，没谁，除了他以外的人。谢维清同他闹了一小会儿，就开始催促燕温岚早点忙完。好啦，王爷快些忙吧，需时用晚膳，还有好酒的。燕温岚：那维清给我亲一口。谢维清没有说话，而是在等对方下一步动作。以往都是燕温岚说完就急不可耐地抱着自己亲，今日倒是反常，说完之后就光看着他。燕温岚定定地盯着他看了起来。维清，你还没说好不好？谢维清，他还做不到跟燕温岚的脸皮一般厚。王爷不亲的话，我就走了。谢维清神情偏淡，说着就想要甩燕温岚的手。燕温岚又抱紧了他的腰身：亲，我要亲的。谢维清没有出声应他，心想着要亲就快点亲，还要等他来，到底是谁想要亲？这般想着，他没忍住抬手打了下燕温岚的脑袋。燕温岚抬起头，一副被打疼了，疼得要死的表情看着他：维清打我作甚？谢维清淡淡的问道：打疼王爷了？那倒没有。谢维清抿了抿嘴角，眼底笑意一瞬划过，故意冷声说道：那松手。燕温岚忍不住直接问了出口：维清就不能主动亲我吗？王爷也没说是让我亲你啊。谢维清唇畔含笑，没再跟燕温岚磨蹭下去：松开，不然怎么亲王爷？燕温岚下意识松开了手，随后就感受到眼前暗了暗，唇上传来柔软的触感，他下意识地咬了上去，抓着谢维清的手腕一扯，对方跌落在自己怀里，吻还在加深。不知过了多久，案桌上的公文和信件被人推落在地。晚膳推迟到了亥时初，燕温岚让书房外的下人拿了一件御寒的毛领大氅，他揉了揉谢维清的脑袋，让人乖乖地坐好，自己起身到门口处把大氅拿了进来。对方身上的衣裳不小心被墨水弄脏了，自是穿不得。他把毛领大氅严严实实地盖在了谢维清身上，抬手替人理了理前额遮住视线的头发，只露出了一张白玉般无瑕的脸，桃花眼相是泛起了水雾，还有些没回过神，就这么直勾勾地看着自己。燕温岚亲了亲谢维清的嘴唇，而后还捏了下对方的脸，忍不住笑道：好乖的维清。谢维清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跟人在书房折腾这种事情，他任由燕温岚把自己打横抱起，回到卧房后就开口说自己要用晚膳。燕温岚挑了挑眉：吃什么？谢维清抬眼看向燕温岚，眼神中带着一丝幽怨，开口说话时声音哑了许多，声音轻轻的：我今日还想着吃好吃的。燕温岚心脏霎时被这番话戳了一下，声音不禁柔和了几分，抱着人问道：吃什么好吃的？想吃烤鸡，我都吩咐厨子去做了。燕温岚揉揉他的头：没事，明日再让人去做。谢维清：若不是王爷，我需要等到明日吗？燕温岚：那鸡汤喝吗？鱼汤也好喝的。燕温岚小心翼翼地开口：鱼汤吧。谢维清说着便靠在了燕温岚的身上，有气无力地说道：他其实已经没什么力气去吃好吃的了。话音刚落，他又被燕温岚揉着脑袋吻了一下。你走开。他说着让人走，却把全身重量都压在了燕温岚身上。
燕温岚哄着人：“明日给你做柿饼好不好？”谢维清抿着唇不说话，沉默了好一会儿才理会对方：“王爷做的能吃吗？”“本王没做过，但可以请教别人怎么做，不会让维清吃的受罪。”燕温岚说道。说完，他忽的心念一起：“明日我让人掏个蜂窝，做点新鲜好吃的给维清尝尝。”谢维清：“王爷确定明日我能吃吗？”“怎么不能？又不是开头那几次，不会闹肚子的。”燕温岚好声说着，一字一句都像是在哄人。没等谢维清说什么，他又说道：“忘了同维清说一件事了。”谢维清听着，心底隐约有种不好的预感。是什么事？前段时间我托人打了一批玉石。燕温岚说着，还不忘时刻关注着谢维清的脸色。好不容易开了个头，说起后半句话时，声音却越来越小。给你养身子用的，就是养护鱼鞘。谢维清，这确定是给他养身子，不是让燕温岚开心的。燕温岚试探性的唤了声维清，谢维清直接装死，没有理会燕温岚。他睡着了。第87章相扣。燕温岚可不管谢维清有没有听进去，这怎么都是对身子好的。第二日还明晃晃的拿出来给谢维清看，还没来得及说上一句话，自己就被赶出了卧房。门口守着的还是对方的小厮，两人面面相觑。兰竹有点遭不住，往日那种恐怖感再次席卷全身，他忍不住抖了抖身子，转身立刻就开了门溜了进去，只剩下燕温岚在屋外站着。燕温岚，凭什么他能进去？待到用早膳的时候，燕温岚才得到谢维清的准许进了屋子。他装作若无其事的坐在了对方身旁，心提到了嗓子眼处，生怕他家维清看自己不顺眼，又把他赶了出去。好在他的维清没舍得饿着他。谢维清只是受不住，一睁开眼，还没缓过神，就看到了一盒子奇形怪状的玉石。他没有把人揍一顿骂几句，都已经很好了。谁能有燕温岚脸皮厚？今日这顿早膳格外的安静，燕温岚没敢出声说什么，只是余光偷偷注意着他今早拿进来的那盒玉石都放在了哪里。谢维清看着对方的脑袋已经不自觉的来回转悠着了，顿时就明白燕温岚在寻找什么，眼前黑了又黑。他夹了道菜放在对方碗里，声音泛着温凉：“王爷是不饿吗？”燕温岚第一次有点被吓到，他稳定心神：“我这不是在吃着吗？”谢维清：“别乱看了，还在榻上。”燕温岚胡乱应了声：“安心用早膳。”哦。早膳过后，燕温岚认真的同谢维清解释了一炷香的时间。谢维清有些狐疑的看着他，问道：“真的不是王爷想要做些什么？”燕温岚只觉得自己好冤，我真没有这么想。谢维清垂眸看了眼那些略微恐怖的玉石，还是伸手把盒子盖好。既然是对身子有好处的，怎么个好处法？到时候维清想吃什么都可以。谢维清忍不住眼前微微一亮，真的假的？燕温岚：“不信的话，维清可以去问柳怀川。”谢维清：“不问。”玉石最后还是派上了用场，不过这还得用药汤泡着。直到燕温岚说了这句，谢维清才勉强信了对方说的话。午后，燕温岚说什么也要谢维清陪着自己去做柿饼。谢维清有些好笑的看着他，说道：“别人都是偷偷做好，有一个惊喜的，像王爷这般让人陪着，哪还有什么惊喜可言？”燕温岚听着就皱起了眉头，语气酸溜溜的：“维清好会哦，这么懂，肯定给别人做过好多惊喜。”“没有，我做这些做甚？”谢维清否认，随后在燕温岚隐隐期待的眼神中，把后半句给说了出来：“我又没有心上人。”燕温岚，他要闹了。谢维清说完便觉得自己有点怪幼稚的，抿了抿嘴角的笑意，又开口说道：“好了，这些我都是在兰主买回来的画本上看到的。”燕温岚思忖片刻，心想着画本不都是那些讲江湖邪道之类的吗？居然还有讲这种的吗？什么画本？谢维清抬眸看向燕温岚：“王爷没看过这类的画本吗？”燕温岚老老实实的摇了摇头：“没有。”“维清，你又不是不知道，之前我哪有心思看这些啊？风月画本挺适合王爷的。”谢维清随口一说。燕温岚已经打定主意，等会儿就让竹轩去买几本回来看看，说不定还能同维清说道一番。维清喜欢看吗？喜欢的话，他就把所有的画本都买一本回来。不喜欢看？燕温岚：“哦，好吧，那他不买了。”燕温岚习惯性的抓住谢维清的手腕：“那维清陪我去做柿饼。”他说完，还直直的看向了谢维清，而后不知怎么的，目光垂了垂，看向了他抓住的手腕，脑海里浮现出一个画面，是他和谢维清十指相扣的。那为什么现在不十指相扣了？是因为在王府的缘故。燕温岚一时间就盯着对方的手腕看着，动也不动的。谢维清就在身旁，自然是察觉到了异样。他顺着燕温岚的目光看过去，忽的明白了什么。他无奈的叹了口气，动了动手，随后扣住了燕温岚的手。燕温岚倏地抬眸看向自己：“维清。”谢维清闻声对上了对方的眼神：“王爷不是想要这样吗？我以为你不给呢。”燕温岚说的多委屈似的，就是想让谢维清对自己更加心软。谢维清笑了笑，温声说道：“没有不给。”燕温岚没忍住晃了下十指相扣的手：“下次也要这样。”好。谢维清拖长了些许尾音，含着笑意，多了几分柔情：“以后都要。”燕温岚不忘得寸进尺的补了一句。谢维清听着就想笑：“
燕温岚一下午都在厨房研究柿子的各种吃法。谢维清本来是想着陪对方做完柿饼就去阁楼看书，结果柿子晾晒完后又请教起了其他做法，最后还做了一道没怎么吃过的柿子煎饼，里边还有果肉馅。谢维清在一旁陪着燕温岚，也没做什么，就这么定定地看着对方，直到柿子煎饼散发出来的香味顿时侵占了他空白的大脑。他忽地发觉自己好像看燕温岚看出神了。他起身走过去，柿子的香甜气味弥漫着整间厨房，饼被煎得两面金黄，不是硬的饼皮，外表薄薄的一层是比较脆的，随后就是饼皮的软，再配上热乎又香甜的柿子果肉。燕温岚用筷子夹住柿子煎饼，吹得差不多可以入口之后，才递到他的嘴边：“维清，快尝尝好不好吃？”谢维清咬了一口，就咬到了果肉，顿时眼前一亮，笑着说道：“好吃，好吃，以后我有空了就给维清做。”谢维清也没客气，眉眼弯了弯：“好，那就劳烦王爷了。”许是那日下厨做了柿饼，但凡后面有空闲的时间，燕温岚都会拉着谢维清往厨房跑，谢维清都要怀疑对方是不是想要把厨子的活全占了。不过没多久，燕温岚就不让他陪着，说是让他做自己的事情，看书、下棋、抚琴之类的，说是给他做自由的事情，但那眼神都快要看得谢维清有负罪感了。第88章生病。秋色愈浓，霜打芭蕉。谢维清在昨夜着了凉，说是昨夜也不太对，因为今早卯时，燕温岚还抱他去窗台看了露水，屋内很暖和，但窗台外的露水浓重，没多久就结成了霜。只看不到片刻，一觉睡醒，发现除了嗓子哑之外，头还晕晕沉沉的。谢维清眯了眯眼，翻过身躲进了燕温岚的怀里。每年都是在这时候会生病，他早已习惯，不过可能是昨夜太过胡来，再次睡醒时，他整个人都是滚烫的，一只微微冰凉的手贴在了他的额头处。他眨了眨眼，声音沙哑得很：“王爷，就不该抱你去窗台看霜。”燕温岚收回手，扯了扯被褥，将谢维清盖得严严实实的。谢维清微微睁圆了那双桃花眼，一想到昨夜闹到最后，自己心血来潮的要去看外面的霜色，就有些讪讪。下次不会了，他说着又补了一句：“其实每年到这个时候都会这样的，病几天就好了。”燕温岚神情泛了冷，就如今早看到的寒霜。谢维清说完，忽地意识到自己好像说错了话，伸出手拽了下对方的衣袖。他还没能开口说话，燕温岚把他的手塞回被褥里，再次说话时语气染上了几分无奈：“身子一直都不好。”谢维清轻轻地摇了摇头：“没有，节气交换的时候才会，不是什么大病。”燕温岚皱了皱眉：“我让柳怀川过来，别动，不许把手伸出来。”谢维清听着没来由的想笑，但脑袋又晕沉发热，声音都显得有气无力：“好，过几日就是秋练，今年时间比较晚些，不过维清要是身子还没好，就不能去。”谢维清，他闷闷地应了句：“知道了。”燕温岚摸了摸对方的脸，泛着红晕，又烫得很。4日后，维清可要快些好起来。谢维清后悔要看什么霜色了。早上天蒙蒙亮的时候，还没等他好好看一遍，燕温岚把他抱走，结果还生了病，得不偿失。柳怀川提着药箱过来时，燕温岚正喂着谢维清喝水，还说什么要试试对嘴喝能不能喝下去。看来自己来的不是时候，他把踏入卧房的半只脚收了回去，刚要转身走人，里屋的燕温岚便让他进来给谢维清看病。柳怀川仰天叹息一声，认命般的走了进去。都欺负他没媳妇，没事，他看淡了，看开了。寒邪侵袭肌表，公子这是因风寒引起的发烧，吃几天药汤便好，期间切记不可再撞风寒，夜里或许会难受些，王爷最好还是派人在夜间伺候着。柳怀川收起把脉的手，而后就写下了药方给燕温岚过目，多加些甘草和大枣，这药苦。柳怀川猝不及防的被喂了一口不知是何物的东西，顿时沉默了片刻。是，属下让药童煎药时加进去，保证不会苦了公子。公子这一称呼还是从别院回来时，燕温岚不知是什么时候又给改了回来，也没同谢维清说起这事，就和派人保护谢芷英的时候也没同谢维清说。后来谢维清问过对方，问为什么不说出来，按照燕温岚的性子，不像是默默改变一声不吭的人。那会儿谢维清都做好了对方要来跟他讨奖励的准备了。燕温岚回答他的话倒是让他没有料到过，说怕他觉得自己是有目的才做的这些事，就比如想要多做些亲密之事。谢维清记不起来当时自己是怎么想的，只是觉得同他认识的燕温岚又好像有了点不一样的地方。汤药一天要喝2次，本来到夜里时谢维清就没觉得有多难受了，谁知睡到半夜又开始发热，还怕冷得很。燕温岚第一时间就让人把新的被褥抱了进来，盖了没一会儿就说热，梦魇般的想要把厚重的被褥从自己身上扯下去。乖一点，燕温岚近乎哄着他说话，很热吗？我让人拿新的被褥过来好不好？别动了，等会儿就该更加难受了。谢维清以往都是睡一觉就好了的，已经很久没有体验过烧到半夜睡不着的情况。燕温岚抱着他，低声说着，他其实没怎么听清，对方说的话就好像隔了好远好远。他皱紧眉头，脑子好像快要热到炸开似的，委屈的要哭了一样。热。燕温岚重新给人盖了一张比较薄的被褥，谢维清又嫌冷，往燕温岚身上蹭着，
对方盖紧实一些，自己没过一会儿就开始扯被褥，最后好像还是被对方抱了起来，坐在燕温岚的腿上，毛领大氅盖着自己，又盖了那张比较薄的被褥。燕温岚轻轻拍着谢维清的后背，终于让人好受了些。谢维清眨了眨眼，下巴抵在了对方的肩膀上，本就不怎么清醒的意识再次模糊，他偏了偏脑袋，侧脸枕着，没一会儿就睡了过去。燕温岚一夜都没合眼，生怕谢维清又难受起来，自己有一下没一下的轻拍着对方的后背，像极了哄小孩子睡觉的样子。直至天光大亮，他抬手贴了贴谢维清的额头，已经退了不少烧，心下松了口气，这才抱着人合眼入睡。次日又回暖了些，秋日的阳光还是有点毒辣的，屋外的阳光对于在屋内养病的谢维清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他看向了燕温岚，眼神不言而喻。燕温岚抬手又贴上了他的额头，没有很烫，这才松了口。出去晒太阳可以，但要穿多些，披着大氅。谢维清闻言弯了弯眉眼，声音都不自觉拖长了些。好，我会的。院子里还种了一小片的菊花，这几日陆续开了起来，阳光正好照在了空地上的石桌。燕温岚没有陪谢维清，说是找到了当年伺候太后的人，得去一趟别院。他下意识皱起眉，看着对方，再三叮嘱，不准把大氅脱下来，知不知道？谢维清一心都在屋外的阳光上，听后点了点头，王爷回来，我再陪你。燕温岚顿了顿，我没说这个，我说的是让你别把大氅脱下来。好，我不脱。谢维清看向燕温岚，那我等王爷回来陪我。第89章，或许。燕温岚从别院回来时，谢维清在院子里的石桌上趴着枕着手臂睡了过去，阳光洒在了他的脸上，照着白皙的肌肤，好似都透着光，安安静静的睡着。偶尔的清风吹动了碎发，也吹动了院子里的花香。他下意识放轻了脚步，走了过去。院子里的下人被对方轻退，燕温岚走到一旁没有阳光的地方，不去挡着谢维清的阳光，目光垂落，停在了眼前人的身上。燕温岚坐在了一旁，没舍得叫醒谢维清。他没有去城郊的那处别院，而是去了平日就近处理人的地方，那儿也是一处别院，挂着竹轩、竹九两个人的名字，不归他。当年知情的死了七七八八，燕温岚并不相信太后会让身旁知情的人还活在世上，谁知对方还真就是顾兰书的人，靠着假死才逃过一劫。这人精明的很，一见到他就提了条件。燕温岚单手托着下巴，侧目看着还在睡觉的谢维清，那人靠着假死从乱葬岗逃了出来，可体内还有顾兰书下的蛊，随后往南下逃命，遇到了南疆的人，轻松的就将他的蛊毒给解开，后面索性就在南疆住下。谁知想回长安看看自己的亲人还在不在，结果就被燕温岚的人抓住。对方开的条件倒不是要什么金银珠宝，而是要顾兰书死，要顾家死。他在长安的亲人早就在当年被一同杀死，哪有如太后说的会善待家人。谢维清又睡了一觉，睡醒时就觉得自己身子轻了不少。他刚动了动，就听到了一道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声音，睡醒了。他闻声抬头，还没见着人，眼前就多了一只大手。他摸了摸，心想又在给他贴额头了。不烫了。燕温岚温声说道，还带着些许笑意。谢维清又趴了下去，转了个方向，面朝对方，声音多了几分轻快。王爷不是要去别院吗？这么快就回来了？没去城郊的那处别院。谢维清自然而然地问出来，那是去了哪？燕温岚听着，忽地笑了笑，去了竹轩他们那，当年在太后身边伺候的宫女还活着。谢维清眨了下眼，那他可知道些什么？知道挺多的，他如今在竹轩院子住下，让我承诺要把顾兰书杀了。燕温岚说着，就看到谢维清伸手勾住了自己的一根手指。怎么了？替王爷开心着呢。谢维清抬眸对上燕温岚的目光，温和地笑了笑说道。燕温岚也跟着笑了起来，声音放轻，看向谢维清的目光柔和了下来。我没想到还能找到当年伺候顾兰书的人，定是上天还眷顾着王爷。谢维清说着，眨了下眼睛，问燕温岚，我是不是快好了？燕温岚含笑的应了声谢维清眉眼一弯，我就说往年生病睡一觉就好了。是啊，维清好棒。谢维清又问，那我能把大氅脱下来了吗？燕温岚态度温和坚决，还不能。谢维清，好吧。燕温岚起身朝谢维清抬了抬下巴，示意对方起来。对方没有动弹，只是定定地看着自己。干嘛？抱你回去。谢维清听后也不动。那王爷抱啊。燕温岚弯腰把人打横抱了起来，谢维清立马就搂住了对方的脖颈。我还想着多晒点太阳的。燕温岚往卧房走去。你让我抱了。谢维清歪了歪脑袋，靠在了燕温岚肩膀上。是啊，我让王爷抱了。他说完，忽地有点想笑，凑到燕温岚耳边轻声问道，王爷怎么不背我？你都没有背过我。那我放维清下来，背一个。不要。燕温岚揶揄道，说要我背的人是维清，如今要背你又说不要，到底是要还是不要？谢维清语气微微上扬，不要了。什么？维清不要我了是吗？燕温岚似是无心随口一问，还是要的吧？谢维清怎么可能听不出来对方话里的小心思，故意多了几分迟疑的口吻。
燕温岚把人放在里屋的卧榻上，抬手就轻敲了下谢维清的脑袋。到底是要我还是不要？谢维清伸手扯了扯燕温岚的衣袖，要的呀。燕温岚顿时屏住呼吸，不去想这番话到底是真是假，大脑一片空白，愣愣地站着，直直地注视对方。谢维清看着对方这副样子，总觉得有点傻傻的。他抬手戳了戳燕温岚的胸膛，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戳的位置还是靠近心脏的地方。王爷，该回神了，他轻声说道。燕温岚下意识抓住了戳他的手，大手轻而易举地包住。他没去问谢维清到底喜不喜欢他，对方说会要他就行了。他声音发闷。谢维清叹了一声，下榻抱住了燕温岚，下巴搁在对方肩膀处，一直都会要王爷的。话音未落，谢维清就被燕温岚紧紧抱住。燕温岚忽地觉得鼻子有些堵，今日本来是值得高兴的，秦家说不定很快就能平反，只是他舍不得谢维清。谢维清是在说完后愣了神，他在想自己为什么会说这番话。他是觉得自己没有喜欢上燕温岚的，只是现在待在对方身边很开心，说不上的开心，明明跟之前差不多，无非就是看书写字作画，还有抚琴，听着是挺无聊的。可他日日如此，也不会觉得无聊，说开心也是开心的，但好像又少了点什么。他突然想到了燕温岚，好像确实和之前的不一样了。谢维清并非是那种到最后才肯承认感情的人，从小到大读的书也不会让他如此。那他喜欢燕温岚吗？不喜欢的话，说一直会要对方这种话，也不是他平日的作风。他静静地看着燕温岚，心想，要是没有这桩强行求来的婚事，没有燕温岚，自己或许还是一如既往般，耳边也不缺对方这一个人的说话声，自己还能陪伴着父亲和阿娘，但就是觉得少了点什么。第90章新月。至于少了点什么，谢维清还想不明白。他任由燕温岚将自己越抱越紧，谢维清眨了眨眼，忽地又想，自己对如今的生活到底是顺其自然多一些，还是也有其他的因素在里面。谢维清一点点地将自己剖开，发现自己一直忽略了一点至关重要的事实，自己好像从来没有对燕温岚真正讨厌过。早在没有相识之前，自己不是没有听到过对方做事的行径，肆意妄为，权倾朝野，甚至连父亲都会骂的地步，可他就是觉得这都没什么，或者是说根本没有放在心上。说到底，他还是钦佩的，甚至是羡慕对方能这般不惧皇权，违抗皇命也要把敌军击退至千里外。所以在他这里，燕温岚做什么，他好像都不在乎。在这方面上，他没有遵循夫子的教导，直到成婚，他都没能真正讨厌对方。燕温岚最开始是真的不好，他感受得到对方只是看上了自己的容貌，举止无礼，每回都要半夜闯进他的院子里，还要吓唬人，说的话还总是不要脸的。他在想，自己又怎么会喜欢上燕温岚这类人，是心疼多一些，还是心动多一点？以往听父亲骂他，随后又会说上一句秦家的事，好生复杂。不过他若不喜欢，心疼也只是一瞬。谢维清轻声叹息，抱紧了燕温岚，我会一直陪着王爷的。燕温岚身子倏地微僵，抱着谢维清的力道隐约有些放松。他正神片刻，喉间忽地发干，他克制住自己不要去往那方面想，可还是压制不住，也控制不住自己要去问维清这是什么意思啊？谢维清梳理一通后，并没什么改变，只是语气有些上扬。什么意思？我心悦王爷的意思。燕温岚只觉得喉咙突然有股血腥味，他咬紧了牙关，随后又把人抱紧，好似要把谢维清融进自己血肉里。他心口滞涩，一滴泪从眼角滑落，眼眶里都泛起了血丝。他都没有一辈子，他都没有一辈子了。燕温岚蓦地痛然，泪水好似被血液烫热，他把脑袋埋进了谢维清的颈窝处，泪水无声地浸湿对方的衣裳。谢维清敏锐地感觉到了不对劲，他轻声唤了声王爷。说完，他唇线微抿，有些不太习惯的又唤了声温岚。燕温岚骤然愣住，没想着让谢维清察觉自己的不对劲，他抱着人闷声地说道：太开心了，维清你先别叫我。谢维清听着有些好笑，声音好似比以往还要温和。这么开心，王爷不会偷偷哭了吧？没有。燕温岚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声音有些沉闷。他扯出一丝笑，故作轻松的又道：我怎么可能会哭？维清心悦我，我开心还不行啊？谢维清跟着也笑了起来，好像还有点莫名其妙的。那王爷要抱到什么时候？燕温岚抿了抿唇，没有回答对方这个问题，下意识地蹭了蹭谢维清的颈窝，反问道：维清怎么不叫方才的称呼？谢维清轻咳了声，还不太习惯。王爷想听。燕温岚抱着人，好似放松了些。都行，维清叫什么我都喜欢听。两人不知抱了多久，谢维清站得有些腿麻，拍了拍燕温岚的手，示意对方松开手。过了片刻，他才得以自由。谢维清一下子就坐在了卧榻上，抬眼看向燕温岚的时候，忽的一愣，王爷还真哭了，眼睛怪红的，说没哭他都不信。燕温岚下意识转身背对着谢维清，不想让对方看见，随后才反驳说道：我没有。谢维清默了默，伸手去把燕温岚扯回来，我都看到了，维清不会笑王爷的，要不要继续抱着？燕温岚红着眼看着他，一副委屈的不行的样子，只有抱啊，那亲一会儿。谢维清说着，还晃了晃抓着燕温岚的手。燕温岚呼吸放浅，
维清主动亲的吗？谢维清眉眼染着几分笑意，沉吟片刻，没有拒绝对方。好吧，那王爷弯一下腰。燕温岚一言照做，没一会儿就感觉到了唇上被人贴了贴。他眨了眨眼，亲好了。谢维清只是笑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燕温岚凑近谢维清，一条腿半跪着，强势的挤在了对方的双腿之间。不是说亲一会儿的吗？这才亲一下。谢维清忍着笑，那算是维清说错了，亲一下。不行的，维清又说话不算数。燕温岚闷声控诉着，随后就欺身压下，吻也随之而来。这次好像是要吻到地老天荒似的，燕温岚怎么也不松开谢维清，好像这样就能一辈子。燕温岚去找了柳怀川，他不是不知道自己身子状况，早在他强行把生死蛊解开后，就知道了自己的命数，他活不久的。这几年一直压着不让体内的蛊毒涌上心脉，他也说不定哪一日是自己的死期，也许是明日，也许就在下一刻。柳怀川重新给他把了脉，神情凝重，把银针拿出，在燕温岚心口处落下几针，又在各个穴位扎上一针。公子迟早有一日会知道，王爷不跟公子说，那之后呢？燕温岚默了默，要是谢维清没喜欢上他，到那时就可以放人离开，自己给人留下来的，足够对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之后再说吧，如今为秦家平反一事要紧。燕温岚沉声说道。柳怀川随口一说，王爷倒是对生死看得开。燕温岚没有回话，心想着他要是看得开，就不会把架子上的医书翻了一遍又一遍。过了会儿，柳怀川取出心脉处的针，隐约已经泛了黑色。他递给了燕温岚看，也不知是安慰还是实话实说，还是能活1-2年的。燕温岚带身上的银针取走，便起身离开了柳怀川的院子。谢维清正小气着，他直接去了别院。1-2年也足够让他给谢维清弄个皇位，给人坐着了。不过万一自己杀人无数，被阎王提前锁了命，也说不准，还是得快些让王家这枚棋子起作用。第91章骑马。4日后，秋猎。秋日晴空万里，号角声响彻皇宫，武将骑着马，就连许多少年郎和姑娘也是骑马的，绣着良字的黄旗迎风呼啸。燕温岚没让谢维清骑马，怕对方又染上风寒，拉着人坐上了马车。谢维清心知自己说也没什么用，见对方也陪着自己，就老老实实的待在马车里。号角声与鼓声响彻云霄，往年谢维清都是在一众公子前面骑着马的，一路上竟找他说话，论诗讲文的都有，自己到围场时险些嗓子都哑了。虽说这几日回暖了些，但燕温岚还是让谢维清披了一件比较薄的披风，披着不会太热。离围场还有3个多时辰才到，谢维清同燕温岚下了几局棋，便犯起了困。他缓慢的眨了眨眼，自然的靠在了燕温岚的肩膀上，定是这几日喝汤药害的，往日我都不是这个时辰犯困。燕温岚抬手揉了揉对方的脑袋，低沉的声音多了几分温柔。喝汤药害的，困了就小憩一会儿，到了围场我再叫醒你。谢维清闭上眼，身心一松，安心的靠着燕温岚，声音有些慵懒。我才不会小憩这么久。燕温岚捏了捏谢维清的耳朵，开口让人别枕着肩膀，躺下来枕腿上。马车很宽敞，谢维清自行脱了鞋袜，枕在了燕温岚的双腿，抬眼就对上了对方垂下的目光。他微微愣住神，近乎陷进了燕温岚那双满是春意柔和的眼神里。他忽地笑了笑，眉眼弯起，温岚。燕温岚伸手把他额前的碎发撩至一旁，睡吧。马车很稳，4时从皇宫出发，距到皇家围场大约是申时。路行一半，谢维清就悠悠转转的睁开眼，还不是怎么清醒。他身子侧了侧，脑袋歪向了燕温岚的腹部，声音闷闷含糊不清的问对方：“快到了吗？”“还没，睡饱了。”谢维清没有立即回话，而是缓慢的眨了下眼，过了半晌才回过神，语气平淡，跟往日并无不同，就是莫名让人听着像是在撒娇一般。“睡够了，脑子有点晕。”燕温岚给人倒了杯茶，揉了揉谢维清的脑袋，声音放轻：“起来把茶喝了。”“哦，好。”谢维清起身，又靠在了燕温岚的肩膀上，对方亲自将茶杯递到了自己的唇边，他抬手接住，抿了半杯茶水，就把茶杯塞回了燕温岚手中。他眯起眼，还没怎么清醒，马车外都是马蹄声。他听了片刻，忽的就跟燕温岚说道：“我要骑马。”不是想要骑马，而是他要骑马。燕温岚顿了顿：“现在吗？”谢维清听后，倏地离开对方的肩膀，一双桃花眼就这么直直的看着燕温岚，声音清润，尾音微微往上翘了点：“王爷跟我一起吗？我保证不会生病的。披好披风，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就不能再骑，老老实实坐马车，等身子好了再骑马。”燕温岚说着，就把谢维清弄松了的披风带子系紧。谢维清听着也不觉得对方啰嗦，点点头，唇畔含笑的应了下来：“知道了。”燕温岚吩咐属下去把这次围场要骑的马牵过来，2匹都是黑棕色的上等好马。谢维清忽的想起了什么：“王爷，之前你上战场骑的是什么马？”“那匹马在别院养着，上回没带你去看，是因为煮酒牵着它去山下撒野去了。”燕温岚沉声道，而后停顿了片刻，又继续说道：“叫木头。”谢维清。燕温岚找不到，
想让他安静一点，别这么野。谢维清没有戳穿他家王爷原来就是一个取名废，温和的笑了笑。维清懂的，有时候马呢，的确比较喜欢到处乱跑。燕温岚生硬的嗯了一声。两人下了马车，燕温岚没有第一时间上马，而是想要等谢维清先上了自己再上马。结果一转头就看到对方一手扯着缰绳，动作如行云流水般一跃上马。他目光染上了几分灼热，直直地盯着马上的谢维清，看着对方对自己扬起笑容，声音清润明亮：“王爷，快些上马。”燕温岚没怎么回过神，不过身子却是下意识的一眼照做。待他上马后，耳边传来一声驾，谢维清骑着马扬长而去，只留下了一句让他追赶上去的话。他想也没想，立即扬鞭追赶上去。维清，燕温岚很快就追了上去，不过谢维清可没想过要停下或是慢下来，朝他看了眼，又扬鞭加快，像是一场无声的比赛。他看着对方骑马快得要飞起的身影，衣袖飞扬，月牙白的发带好似在勾着他追赶上去。谢维清没有直直朝着最前方的队伍骑去，他自记事来便年年跟着父亲来皇家围场，自然是知道有骑马的小路。他扯着缰绳往左边的草地骑去，没有加快，而是慢了下来，转身便看到了快马加鞭赶上来的燕温岚。王爷知道怎么走吗？谢维清朝那边的小路抬了抬下巴。不知道，但我会跟着维清的。燕温岚不假思索地说道。谢维清听后说了句好，随后往不远处的小路扬长而去，耳边尽是自由的风在替他呐喊着。他并不怕燕温岚跟不上自己，或是半路留他一人，因为自己知道对方说会跟着，就一定会做到。身后传来一阵马蹄声，很快燕温岚骑着马几乎同他并列而行，两人没说一句话，默契地加快了骑马的速度。直到谢维清主动慢了下来，燕温岚才跟对方说话：“开心吗？”谢维清眉眼尽是笑意：“开心，好久没人陪我这么畅快的骑马了。”燕温岚看了眼周围，认出了这是在围场的附近，离围场不是很远，但不属于狩猎的范围，那里有溪水，让他们喝口水吧。谢维清，好。两人下了马，并肩走去了溪水边，看着两匹马喝着水，谢维清说起了去年来围场的事。那会儿说好要比谁先到围场附近的，当时就定在了这里，结果一个个都让我骑慢点，我又不好不等着他们。燕温岚听着心里泛酸，谁呀？第92章有人。谢维清听出了燕温岚话里藏着的酸味，蓦地有些好笑，没谁，就之前在太学馆结识的朋友，算是朋友吧。我之前很少出门，一般都是他们邀我去哪玩才出门的。燕温岚听着更不得劲了，还相邀出门玩，他都没跟他家维清出门玩过。他故作大方地点了点头，示意自己在听着，随后装作随口问道：“哦，都去了哪玩啊？”万春楼吃过几次，郊外的竹亭也去过，不过都是些吟诗作对的，还好吧。谢维清今年就没同人出过几次门，他其实更想一个人待着。他记得上一回就有两位为了各自欣赏的诗词吵了起来，吵得他耳朵嗡嗡作响。自那以后，他就尽量能不去就不去。谁想不知道是谁把什么长安公子之首的名称按在了他的头上，几乎隔三差五就有人来谢府邀他出去，直到如今他都没揪出那人是谁。燕温岚忍不住重复了一遍谢维清最后说的那句话：“还好吧，还好吧，有什么好的？”谢维清没太听清燕温岚嘴里嘀咕了什么，看向他，疑惑的了一声，而后就问：“王爷方才说什么呢？”燕温岚没说什么啊，他要大方一点，那只是之前自己没出现，要是他早点在他家维清身边，或许就不会有那些什么人了。不对，没有或许。燕温岚压下了心口那股酸溜溜的醋意，余光瞧见两匹马喝饱水后，就转移了话题，不想听到底有多少人觊觎他家维清，该走了吧。谢维清眨了眨眼，看了眼天色，天色尚早，在这多待一会儿，否则到了围场，好吵闹的。燕温岚看了眼周围，就只有他们两人，顿时就心生出想要黏住人的念头。他看着谢维清，声音有些怪黏糊的唤了一声：“维清。”谢维清闻言看向他，嘴角压着一抹笑意：“王爷，你好好说话，想抱抱你。光天化日，这还是在外面。”谢维清没有直言拒绝，却给了燕温岚得寸进尺的念想：“就我们两个人抱一会儿，没人看见的。”谢维清拗不过燕温岚，神情有些不自在的说了句：“只能抱一会儿。”说好抱一会儿，可在燕温岚听到的仿佛在说可以一直抱下去，结果他没能抱上半炷香，不远处一阵阵马蹄声传来，几道年轻的男声也随之而来：“长哥，你就让我拿回第一。怀之，你又想让我让你。”燕温岚脸色越听越黑，尤其是听到了某个眼熟的字眼，他下意识抱紧了谢维清，对方让他松开，低声同他说道：“王爷，有人来了。”“我知道，是维清的朋友。”谢维清这副委屈的模样又是怎么回事？燕温岚没想着真的不松开手，说完之后就自觉的松开，不过挨着谢维清近了些，从远处看不知道的还以为两人被粘在了一块。“舒朗，你果真在。”严桃骑着马靠近，而后下马，他一早就看见谢维清骑着马去了往年他们比赛的小路，顿时就跟几位玩得好的说了。谢维清温声笑了笑：“长哥，好久不见。”燕温岚眼瞎啊，
没看见他也在吗？严桃不是没看见叶温岚，只是就是想要跟谢维清先打上招呼。臣见过摄政王。身后追上来的另一个人也下了马，输了。叶温岚黑着脸，垂下来的手动了动，立即抓住谢维清的手，随后十指相扣起来，生怕其他人看不见似的，还有一股炫耀的意味。认识久又怎么样？照样不能跟他的维清牵手。来的人是王家最小的公子王淼，字怀之。他话音刚落，就看到了谢维清身边那人牵住了对方的手，他神色微僵，很快又恢复满眼笑意。叔郎，你今年怎么也不跟我们说，就独自一人来骑马了？王淼说完，这才同燕温岚行了礼。臣见过摄政王。燕温岚扯出一丝笑，免礼，都是维清的朋友，不需要这种明面上的礼数。王淼和严桃行礼了，才说这番话，装模作样。对了，叔郎，既然我们有缘相遇，不如就一起。谢维清轻声拒绝，不用，我同王爷还有事，长歌和怀之便先去围场吧。今日哪怕没有燕温岚在，谢维清都不太想跟人同行，何况身边他家这位醋坛子，估计已经憋得难受极了。严桃没想到谢维清会愿意跟燕温岚一起带着，刚想要再开口说几句，余光就看见了燕温岚抬手搭在了剑柄上。严桃拽了拽身旁的王淼，没敢再多说一句话，让自己送死。毕竟他父亲说过，燕温岚这条疯狗疯起来，连皇帝都敢杀。碍眼的人骑马离去，燕温岚还没有松开与谢维清十指相扣的手。叔了，他们都叫你这个？谢维清，对啊，很少有人叫维清的，基本都是家里的长辈。燕温岚听着心底好受了些，那我也要叫。好，王爷叫。燕温岚抿了抿唇，其实我更想叫维清郎君的。谢维清，不喜欢的话，夫人也行。谢维清扯出一丝笑，淡淡的看向了燕温岚，若是我叫你夫人，王爷会听吗？燕温岚几乎脱口而出，会啊。谢维清眼前有些发黑，还是没有把夫人这个称呼念出来。他悠悠一叹，王爷啊，你就收敛一些吧。我是真想。燕温岚闷闷道，随后低声问他，想想也不行啊，说的好像受了多大的罪似的。谢维清无奈，行，王爷就想着吧。燕温岚好像有点不太对。两人又在西边待了好一会儿，这才动身上马前去围场。到围场时，皇帝以及随同的皇后妃子都进了围场，碰上的是后面臣子的马车，还好巧不巧被谢观堂看得一清二楚。他脸色微沉，目光从自家儿子身上移到了燕温岚这厮，你俩这是去干什么了？第93章燕幼稚。燕温岚下意识看向了谢维清，对方也没有让他挨骂，直接说道，孩儿同王爷绕路骑马了，父亲阿娘呢？谢观堂暗中瞪了燕温岚一眼，这才若无其事，一副慈父的模样回答自家儿子的问话，你阿娘跟他的友人去骑马了。谢维清点了点头，同对方一起骑马进去，还不忘示意燕温岚跟上，结果就听到对方凑近自己，忍不住的跟他说起了悄悄话，怪不得刚才这么凶，原来自己是一个人。他看了眼自家父亲，小声跟燕温岚说道，小心被父亲听到，又要骂你了。谢观堂也是习过武的，听到燕温岚那句悄悄话后，霎时脸色一黑，而后一声冷笑，还没等燕温岚开口，就扬声说道，维清，同为父过来，有事跟你商量。谢维清不疑有他，温声说道，知道了，父亲。燕温岚下意识想要跟过去，就听到了谢观堂不冷不热，颇为阴阳怪气的又道，你一个人来就行了，不需要什么闲杂人等。燕温岚，他就是那个闲杂人等吧？谢维清顿时就明白过来，定是方才燕温岚说的那番话被父亲听到，他爱莫能助的看了眼对方，那王爷先回营帐等卫青吧。燕温岚顿时不开心了，但也没法，只能闷声哦了一声。谢观堂把谢维清留到宋昭化回来，才说让对方回去，期间跟人扯东扯西的，谢维清还暗里试探了句，想问父亲到底是要立新帝，还是直接推翻梁氏的皇朝。谢观堂倒也没瞒着，隐晦的说两方各有坏处，这种事情得要再三斟酌，一步行错，便可能会让整个谢家以及追随谢家的人死无葬身之地。临走前，谢维清想了想，还是把他跟燕温岚的事情说给谢观堂，孩儿同他已经互换心意了。谢观堂忽的眼前一黑，有点不敢置信自己听到了什么，以及孩儿手上谢维清伸出手指沾了茶水，在案几上写下了兵符2字，声音平静温和，父亲大可放心。谢观堂险些就要出声问到底是真是假了，眼神充满着燕温岚是不是被下了降头这句话，直到回过神来，他才意识到对方是真他爹的看上了自家儿子，而且还把人给拐走了，拐得彻彻底底。行，谢观堂憋出了一个字，你留下来等你阿娘回来。他还记得燕温岚要在营帐等他儿子，休想，等着吧。谢维清微微愣住，等阿娘一起用个晚膳，你阿娘多久没见过你了，肯定是要见一见的。谢观堂非常淡定且有理有据的说道，燕温岚她又不是3岁小孩子，你还怕她不会用膳啊？谢维清默了默，那倒没有这么想过。谢观堂倏地放心下来，那就好，还好他儿子还没被下降头，要是跟他之前一样，那不就是竟让燕温岚那厮受着了。还好他儿子不像自己。谢维清起身去了营帐外，吩咐了一位侍卫传话给了燕温岚，
这才安心的陪自家父母。而燕温岚那边就差没真的把被褥哭湿了，尤其是听到了侍卫的传话，谢观堂这老东西还是一如既往的和他作对。直到入夜后，谢维清才回到营帐，一进去就被燕温岚抱在了怀里，一个劲儿的说想他，埋在他的颈窝里。说完了一连串的话，又转而问自己：维清，你想不想我？想。谢维清知道自己要是说不想，今夜就得要听对方说一个晚上了。话音刚落，燕温岚又急忙问道：有多想？和温岚一样想。他下意识哄着人，抬手拍了拍对方的脑袋。燕温岚顿时一扫方才郁闷了一个多时辰的坏心情，忍不住翘起嘴角：维清，我也好想你。谢维清又拍了拍燕温岚的脑袋：先松手，我口渴了。燕温岚：哦，去了你父亲那还能口渴啊？没事，以后我陪你去，专门给你倒水。谢维清，然后就要开始吵架了。他淡声说道。燕温岚倒水的动作一顿，随后把茶杯递给谢维清：那肯定是你父亲先要跟我吵的。谢维清坐了下来，抿了口水，语气平静的说道：今日是父亲听到了王爷偷偷说他，这才叫我去的。燕温岚，一把年纪了，耳朵居然还这么好使。好，以后我不当着他的面偷偷说了。燕温岚说道：私下只有我和维清的时候，我再偷偷说他。谢维清沉默一瞬，幼稚，谁让他今日想要凶我？不对，他已经在给我摆脸色了。燕温岚狡辩，说完就开始抱着谢维清，拖长了嗓音说道：维清，你不帮我，这让我如何帮你？燕温岚，你要站在我这边。谢维清蓦地有点好笑，然后跟你一起骂我父亲吗？燕温岚心知这不可能，那你不出声，就陪着我，站在我身边，就纯站着啊？谢维清听后一乐，燕温岚声音有些发闷，应得倒是认真。好好，以后我都站在王爷这边，谁错了就说谁，都错的话他就纯站着。燕温岚也就听个开心，没想着真让谢维清这么做，算了，谁让我心胸宽广，我才不跟他一般计较。谢维清笑笑，我们王爷最是心胸宽广。谢维清今夜本想着早些就寝的，明日一早就是秋猎的第一日开场，头日都是皇帝的主场，后面才能让臣子狩猎。也正因如此，燕温岚直接拉着人折腾了几番。自那日谢维清表明心意后，除了第一日，往后这几日就没有断过。第二日，谢维清是在临近午时醒过来的，险些没能下榻。他抬眼看着从营帐走进来的燕温岚，没有说昨夜对方梦浪的行径，只是说对方果真放肆，皇帝的围猎也敢不去，还拉着我一起。燕温岚在他脸上亲了一口：今日我们又不能狩猎，起这么早作甚？正所谓春宵苦短。后面的话被谢维清抬手捂住，他淡淡抬眸：王爷想说什么？燕温岚没说什么。第94章见血。午膳时，谢观堂派了人过来问谢维清要不要一起用膳，还没有开口回复，谢维清就看到了燕温岚那道悠悠的眼神，还不敢说什么，就只看着自己。他无奈地揉了揉眉心，对前来传话的人说道：告诉父亲，孩儿就不去打扰他和阿娘用膳了。燕温岚压不住微微翘起的嘴角，他倏地眼前微亮，若是谢观堂在他面前，估计就要嘚瑟地说几句气人的话了，到时候又要吵起来。告诉你家大人，他儿子要陪我用膳。燕温岚没忍住补了一句。传话的人是，小的遵命。谢维清眉眼看似的别过头，而后叹了叹，王爷这番话又是想要跟父亲吵架。燕温岚装傻充愣，我这不是实话实说吗？维清要我撒谎，可书上君子言。谢维清目光一抬，眼神微冷的看向了燕温岚，对方猛地把后面扯嘴皮子的话给咽了回去，随后讪讪的抬手摸了摸鼻子。我不说话了。谢维清声音温凉，王爷最好这一天都不要说话了。燕温岚，至于这么狠心吗？谢维清陪燕温岚用过午膳后，刚出营帐想要透透气，就看到了一位眼熟的侍卫，是之前皇帝派来的眼线，专门负责给他送解药的，算着时间也就是在这几天了。他看向了一处，结果余光刚好看到对方给自己使了眼神。谢维清默然一瞬，压下心底隐约冒出的不悦，转身便回了营帐，朝卧榻上坐着的燕温岚走去，低声道：皇帝的人过来找我了。燕温岚抬眼看他，不假思索地说道：我跟你一起去。谢维清眉眼弯了弯，方才隐隐的不悦感顿时消失不见。王爷跟着去，对方怎么敢跟我说话？燕温岚，那我偷偷跟着。侍卫还以为对方是想要不听皇帝的话，在谢维清转身的那一刻就起了杀心，但看到对方进营帐半晌后，又若无其事地跟上了自己，顿时打消了方才那个念头。走到一处进猎场的树林前，侍卫这才停住脚步，低声说道：这是皇上给你的解药，摄政王那边有什么新的情报？谢维清没急着伸手要对方那里解药，想也不想，张口就说道：上回想去他书房找点证据，结果险些被他发现，所以现在他对我提防得很，根本不会让我靠近书房半步。侍卫皱起眉，就差没直面说对方废物了。皇上命你监视摄政王，那他去过哪做了什么？你总知道了吧？他出门很少会带我，平日里都是说去办公。上回那处别院我也说了。谢维清皱起眉，似乎很反感对方这种态度，何况如今摄政王对我很是提防。
侍卫不耐烦的打断：“行了，这点小事都办不好，你直接跟皇上说吧。”话落，侍卫的身体也随之倒下。谢维清看着刚转身走的侍卫，就这么死在了燕温岚的剑下。他眨了眨眼，内心没有多少波澜，拿出素帕给对方的长剑擦干净。王爷怎地把他杀了？燕温岚看着谢维清，仔仔细细的把他的剑擦干净，想要他死。不等谢维清对他说什么话，他反手把侍卫的脑袋割了下来，血液飞溅。谢维清没能逃过被血液飞溅脏了衣裳的命运，他偏过头不去看燕温岚手中提着的那颗脑袋，无奈的说道：“王爷，我刚擦好的剑，抱歉，没忍住。”燕温岚随便的在自己衣裳处擦了擦手，剑还是没能擦干净，想抓着谢维清的手捶了下去。谢维清注意到他这番举动，声音温和：“牵着罢，维清可没说不给王爷牵。”燕温岚倏地抬眼看向对方，手比开口说出来的话还要快速，一把牵住了谢维清的手，这才问道：“真的给碰了？”谢维清不免有些好笑：“这不是牵上了？王爷还要问？”燕温岚抓着人的手就要走，谢维清问他这是要去哪，他顿了顿，自然是给那皇帝看一眼了，不然死了也是白死。谢维清一路上几乎碰到他们的人都会被燕温岚手里提着的那颗脑袋吓一跳，还有其他党派的人立刻报给了各自的大人。谢维清不由得皱了皱眉，心想着对方这么明目张胆的行径是想要做什么？若是借此敲打皇帝，也不用这么自私。皇上有令，不准。守在皇帝营帐外的侍卫还没说完话，燕温岚把带血的剑抵在了他的脖颈处，尾音微跳。梁朝正跟一个男宠颠鸾倒凤的，猛地被一个不知道什么的东西砸到了脑袋，还没等他发火，身下的男宠猛地尖叫了一声，直接把他推开，缩在了角落处。那颗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就在他的身下，梁朝不经意的一看，原先想要对男宠发的火顿时都成了高昂的尖叫声。一颗鲜血淋漓的头颅就在他的眼前。谁？来人！来人啊！梁朝几乎是连滚带爬地下了床榻，惊魂未定的抬起头，就看到了给他造成巨大阴影的燕温岚出现在了自己面前。昔日对方血洗太后康宁宫的场景再次浮现在他的脑海里。谢维清的神情淡了些，垂眸看着那位帝王身下湿了一片。梁朝见到他，马上就指着自己说道：“把他带出去！朕命令你马上把他带出去！”他故作慌张的抖了抖身子，不经意的往燕温岚身后靠了靠，就听到身旁的人说道：“皇上怕什么？本王都没计较陛下的人打扰了我的兴致。”梁朝闻言，顿时偏头看向了床榻上那颗脑袋，对方的脸正对着的自己，他心口颤了颤，知道是自己派人监视燕温岚被人发现，也许就连他让谢维清办的事都被发现了，但他不可能承认，只能矢口否认。朕不知道燕青在说什么，既然这人敢做出此等事情来，杀了便杀了，这可不关我的事，不关朕的事。话音刚落，营帐外传来动静声，是王家的人带着虎臂军过来，为首的王怀淼掀开营帐的门帘走了进去，仗着身后有虎臂军，说话比往常都要大声许多：“燕温岚，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话还没说完，燕温岚便冷声打断了他：“竟敢什么？本王不过是捉到一位行踪诡秘的人，前来给皇上提个醒，王大人觉得是什么？莫不是这人是王大人手底下的，还带了虎臂军过来？”燕温岚声音骤然阴冷，他转过身看向王怀淼：“这是要活捉本王，还是想着把我就地格杀？”王怀淼没有立即应话，没太敢招惹燕温岚这个疯子，他扯了扯嘴角：“王爷这话说笑了，既然是抓到可疑之人，的确是该给皇上过眼。”他说着就摆了摆手，让营帐外的虎臂军退下。燕温岚，怎么，王大人也想要看那人长什么样吗？还没等王怀淼反应过来，燕温岚松开谢维清的手，走过去把床榻上那颗人头拿起来，精准地扔到了对方身上。看罢，第95章信谢。王怀淼当场就顾不得自身修养，将那颗头颅扔在地上，气得他当场就骂了好几句燕温岚，说他疯，说他有病，之后直接就甩袖离去。谢维清垂眸看着燕温岚沾着血液的手，顿时头疼了起来，让外面的人去找太医给皇帝诊脉，随后便拽着燕温岚的衣袖走出去。谢维清蹙着眉，王怀淼出现的那一瞬间，他几乎是明白过来燕温岚的做法是为了什么。王家不但觊觎皇位，还对燕温岚恨得牙痒，如今这番行径无非是更加刺激王家要夺位的心思。直到回了营帐，他才出声：“王爷。”燕温岚没有立即回话，只是怔怔地看着自己被鲜血染红的手。过了半晌，他好似才回过神来。谢维清察觉到了有些不对劲，忽地想起来了之前对方说过的话。燕温岚那时候一脸阴沉地跟他发疯，之后就跟他说过杀上瘾了没能控制住，可如今就杀了一人，这也会上瘾吗？他眨了下眼，语出惊人：“王爷现在是想把我也给杀了吗？”燕温岚，他要跟梁朝一样被吓死了。我何时说过这番话？燕温岚险些连呼吸都不知道要怎么呼吸了，他方才只是有点恍惚，自己好像好久没有杀过人了。谢维清一脸平静地说道：“不然王爷方才发什么疯？”燕温岚默了默，小声地说了句：“我哪有发什么疯？”谢维清听着就觉得有种在面对调皮捣蛋的小孩子一样，
他抬手揉了揉眉心，你把身上的血腥味给洗了，我再同你说话。叶温岚顿时不乐意了，维清你嫌弃我？谢维清淡淡，我没有，我是嫌弃血腥味。叶温岚好像要说话，他抬手就敲了下对方的脑袋，身上的血是王爷的吗？那是别人的血，我若是说不嫌弃，王爷过一会儿怕是又要开始闹了。叶温岚自己哪有？下一刻他就心想，维清好了解他。叶温岚被谢维清这番话哄得情绪稳定了许多。那维清跟我一起。他记得对方身上也沾着血。叶温岚倏地来回看了一番谢维清，顿时让营帐外的人准备热汤。围场有专门的人负责，一天无论何时都会有热水的。半炷香后，侍卫抬着能容下好几人的木桶走了进来。待人退下后，叶温岚就迫不及待地把谢维清身上沾着血液的衣裳脱了下来，随手扔在了地上，还不忘记说道：“这些都不要了，等会儿就让人拿去扔了。”谢维清没有说什么，安安静静地让叶温岚伺候着自己。待人抬眼看向他的时候，自己才状似不上心地嗯了一声。叶温岚顿了顿，暗自咽了咽口水，声音微沉地说道：“可以了。”谢维清的身子没入热水中，叶温岚快速地脱下自己的脏衣裳，刚想要进去，就被谢维清打了一下手臂。王爷这是作甚？维清可没答应要和你一起。叶温岚愣了下，什么话也不说，就光会用自己那副好似被抛弃了一样的眼神看着谢维清。维清，谢维清对叶温岚还是心软，刚松了口，对方立刻进了浴桶里抱住了自己，主动开口说道：“方才有点没忍住，之前王爷也是如此。”叶温岚默了默，可能是杀的人比较多，老天看不下去，反正时不时就会发点疯。这几年间，皇帝也不知第一次被他这么吓着了，甚至王怀淼那群人也知道他有点疯病。照他来说，自己没在谢官堂面前发疯都不错了。不对，还好他没有在对方面前发疯，不然谢官堂这厮一定会时时刻刻跟他作对，把维清叫回去陪用膳了。还好吧，不开心的话就可能会。他抱着谢维清，手还很自觉地搂在对方光滑的腰身上。谢维清皱着眉，眉宇间有些担忧。那今日是不开心，还是纯粹因为杀了人？纯粹杀了人而已。叶温岚闷声说道。说完，他还在心底默默地补了一句：还想吓唬梁朝。谢维清轻声叹了口气。那柳大夫怎么说？叶温岚有点没跟上谢维清的想法。柳怀川能怎么说？他还敢说我不成？王爷这难道不是病吗？谢维清温声反问。王爷难道没有问过柳大夫是因为什么吗？叶温岚沉默半晌。他这也是病吗？叶温岚老老实实的摇了摇头，没有。说完，还怕谢维清会说自己，又忙不迭的闷声说道：我一直以为只是杀上瘾了，过一会儿就会好的。谢维清无奈的拍了拍叶温岚的脑袋，等回王府让柳大夫把个脉，王爷一定要上心些，这种情况很容易损伤心神的。叶温岚心底一暖，抱着谢维清应声说道：我知道了。既然叶温岚说了之前也会这般，谢维清自然不会担心皇帝会揪着此事治罪，不过还是提着心，他越发觉得对方身子有点问题。看着健康硬朗，但谢维清心里就是说不上的有点担忧。这天夜里，他没有跟叶温岚胡闹，让人安静的养心神。叶温岚无法，只能抱着人早早的睡了过去。次日是王公大臣狩猎的日子，往年都会有比赛，今年也不会例外。谢维清和叶温岚没什么兴趣加入，穿着一身劲装便往另一个方向走去，身后跟着竹轩、竹九几人，拿着备用的箭羽，腰间配了一把长剑。嗖的，谢维清率先拉弓射箭，瞄准了远处的一头鹿，没有半点犹豫就将羽箭射出。叶温岚见状，立刻让人上前查看。维清下手这么快，生怕我跟你抢呢。谢维清看向叶温岚，语调偏淡了些，陈述事实道：是王爷只顾着看我了。叶温岚挑了挑眉，维清不看我的话，又怎知我在看你？那维清也没有一直在看着王爷。两人说话间，竹九拖着一头不小的鹿走回来。王爷，公子射中了，直接射死的。叶温岚勾起嘴角，那也不看看是谁家的公子。谢维清忍不住打趣身旁的人：谢家的啊，王爷难不成要跟着为亲信吗？野行啊，谢温岚，多好听的名字。叶温岚脱口出道。第96章鹿肉。谢维清偏头看向了叶温岚。秋日晴空，草地也已泛黄，一阵风吹乱了他额前的碎发，也在心池上吹起了一阵阵波澜。叶温岚很早前便提过他有关秦家的事，也说过对方的父亲叶楼明是下令灭秦家的人。燕这个姓氏，对方才不会稀罕要。他牵着马靠近了些许叶温岚，身子微微一偏，碰了对方一下，而后又坐直，转头对上眼前人的目光，眉眼带笑：好啊，你跟我姓。叶温岚被谢维清这笑颜晃了眼，呼吸放浅了许多，心底蓦地软了大半。他换了一只手抓住缰绳，而后光明正大的抓住谢维清的手牵了起来。谢维清有点好笑的看着自己，问他：不狩猎了吗，王爷？就牵一会儿。叶温岚说的这一会儿，便是牵了半个多时辰，骑着马悠闲的来回逛着，搞得周围的猎物都不怎么怕他们了。谁知一松开手，两人不出半炷香就射中8、9只猎物。竹轩和竹九在两人身后看着，不禁疑惑：这难道是什么新型的捕猎招数吗？入夜，
燕温岚让人把今早狩猎回来的鹿和几只野兔、野鸡清理干净。原先想着把谢观堂和宋昭化叫过来一起的，但谢观堂还要主持什么秋猎比赛，也就没来。他偷偷乐了一会儿。营帐外的篝火处，竹轩、竹九两人正搞着烤鹿肉的架子，还拿了从王府带过来的食料，一旁摆着3只兔子和4、5只的野鸡，完全够他们这几人吃的。兔子和野鸡是竹九去猎来的。燕温岚那会儿非得要拉着谢维清去找熊或者是老虎，说要烤熊掌、虎爪，结果把那块的地里里外外逛了一遍，就见了几头鹿。谢维清无奈地提醒对方：“王爷，我们是和大臣们反方向的，王爷不如猜猜，他们为何不来这儿？自是因为猎物稀少了。”燕温岚：“可本王当然知道，我就想看看有没有比较聪明的能逃到这边来。”谢维清没忍住笑出声，他弯起眉眼，看来这里并没有王爷想要的聪明猎物。燕温岚又是沉默一瞬，心想着为什么他的脑子有点不太灵光了？明明平日里他很聪明的。晋朝第一，好吧，他晋朝第2，他家维清是第1。好在有竹轩和竹九这2名得力干将，能在入夜吃到鲜嫩多汁的烤鸡。谢维清和燕温岚坐在篝火旁，一想起今早发生的事，就忍不住的想笑。他抿了抿唇，偏头看向了认真给他烤兔子腿的燕温岚，笑着唤了声“王爷”。燕温岚闻声看向他，没熟呢，你把竹九的烤鸡翅拿来吃。竹九，他们王爷又开始不做人了。谢维清摇了摇头，示意让竹九吃，随后才轻声说道：“不了，我等王爷的烤兔子腿。”竹轩提着3条处理好的鱼走了过来，头发有些湿漉漉的。王爷，公子数下去，河边只抓到了这3条。谢维清温声道：“没事，够吃了。”燕温岚状似无意的说道：“待会送1条去给谢大人，还有兔子和野鸡也一并送过去。”谢维清眨了眨眼，心里有点诧异，忍不住问道：“王爷这是打算跟父亲和好了？”燕温岚笑笑，语气温和的说道：“没有啊，我只是给他看看我和你今晚都吃了什么，吃得多好。”谢维清自己就不该问的，他家王爷怎么越来越幼稚了？香味在篝火处弥漫着，燕温岚把烤好的兔子腿递给了谢维清，吹了好几口，还说道：“小心烫。”谢维清吃了几口就没有再吃了，反手就递给了燕温岚，喂对方吃，目光落在了燕温岚手上正在烤的鸡翅上。王爷张嘴。燕温岚最终还是没能把吃的送过去给谢观堂，因为本人已经来了，还毫不客气的拿走了他烤好的鸡翅。谢维清为了避免2人在他身旁吵架，他赶忙又把兔子腿塞到了燕温岚嘴里。谢观堂见状，还以为自家儿子是向着自己的，顿时一脸洋洋得意的看了燕温岚一眼，而后把抢过来的烤鸡翅给了宋昭化。夫人当心烫嘴，不好吃记得告诉我，当面说出来，有批评才能有改正。等着，我来给你烤1条鱼。宋昭化，燕温岚，谢维清无奈的扶额，心想着他还是纯站着吧。王爷吃，我给你烤。他把兔子腿塞到了燕温岚手里，随后拿1串鹿肉放在篝火处烤着。燕温岚顿时看了眼谢观堂，对方顿时就嚷嚷道：“维清啊，为父的呢？”谢维清认真的想了想，父亲，您不太适合吃鹿肉。燕温岚闻言一声嗤笑。谢观堂，谢维清不急不忙的又道：“鹿肉是补物，父亲又不需要补身子，吃来作甚？”燕温岚好像察觉到了有点不太对劲。谢观堂意味深长的哦了一声：“也是，你让他多吃些，年轻人要吃补物是正常的。哎呀，不像我正值壮年。”切！燕温岚声音不大不小地说完，就吃着手里的兔子腿，好似方才出声的人不是他一样。谢维清，他就不该出声。谢维清无奈的把烤好的鹿肉给了自己吃，见都吃的差不多，为了避免等会儿又吵起来，他说道：“夜色已深，各位就回各自的营帐就寝吧。”谢观堂刚找到好的时机，一听到谢维清这番话，就知道没戏了。行，那我和你阿娘先回营帐了，明日一起用早膳。燕温岚替谢维清开口道：“不用了，谢谢岳父好意。”他说完就抓着谢维清离开。身后的谢观堂顿时一气：“燕温岚，你这厮叫谁岳父呢？”宋昭化在一旁抬手就扯了扯对方的耳朵，说道：“你不嫌丢人，我嫌，你能不能别跟人家计较了？”那不行，他刚才分明是想要跟我炫耀，还好我来了。宋昭化，罢了，你俩就争着，别把我和维清扯进来。这怎么行？你跟儿子都得要站我这边的。燕温岚带人回了营帐，一刻也不歇着，开门见山地就问谢维清方才那几句话是什么意思，越说也越委屈。我需要吃鹿肉吗？维清，你怎么能顾忌你父亲就要说我虚？谢维清好笑道：“那最后鹿肉不是我吃了吗？”燕温岚抱着人在谢维清颈窝里乱蹭：“我不管。”说完，他忽地在对方耳边问道：“所以起笑了吗？”第97章生死。谢维清眨了眨眼，眉眼染上了几分笑意，声音轻轻的：“王爷觉得起笑了吗？”燕温岚喉结上下滚动，声音微哑，低沉的磁性听得让人心痒痒的，好像有点起笑了。谢维清倏地蹲下身，随后躲开了燕温岚的包围，忍不住笑了笑，一股兔子肉的味道。王爷还是先去洗干净身子，再谈鹿肉到底有没有起笑吧。
燕温岚完全没料到谢维清会这般躲开他，愣了愣，而后看向了对方，一时之间还不知道该怎么说，只好干巴巴地哦了一声：“维清跟我一起。”谢维清没有拒绝，只是笑着说他：“王爷你好粘人啊。”燕温岚：“就粘你，维清不给吗？”谢维清眉眼弯弯，声音带着笑意，温润的说道：“给，王爷粘一辈子都可以。”燕温岚蓦地身子微僵，心底沉了沉，下一刻他扯出几分笑意：“维清可不能反悔，反悔的话，我就天天夜里吵你睡觉。”王爷好幼稚。燕温岚逼着自己不去想这些糟心的事情，她从一早就做好了死亡的准备，可还是怕到时候自己舍不得谢维清，更怕对方会为此伤心。今夜的折腾比较凶了些，但更多的还是燕温岚太过粘人。谢维清心想着还好自己吃了鹿肉，否则都遭不住这般闹腾，直至半夜又换人准备热汤。他软无力地靠在了燕温岚身上，偏头朝对方肩膀又咬了一口，不轻不重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磨牙。王爷方才说了什么话？谢维清有些听不清。快到末尾时，燕温岚粘人的很，说的话也是黏黏糊糊的，他只是觉得有点反常。平日里对方巴不得自己说一句，让他也应一句，今夜倒是只顾着一味的说话。燕温岚顿了顿，没有说什么，抱着他进了浴桶里，热水瞬间包裹住两人。谢维清下意识放松了身子，腰身传来的酸意好似减轻了不少。说喜欢你。燕温岚习惯性的先替谢维清洗干净，他凑过去亲了一口对方的侧脸，带着笑意说道：“还有呢。”谢维清转身趴在了浴桶的边上，背对着燕温岚，问完还让对方给自己按一下腰身。燕温岚眸光按了按，又凑近谢维清，亲了亲对方的肩膀处，有点忘了，应该跟平日里大差不差吧？你说的肯定不是平日里说的。谢维清闭上眼，斩钉截铁地说道：“这么肯定啊？”燕温岚记不得方才自己情浓之时到底说了什么话，她认真地替人清洗干净身子，而后想了想，忽地问谢维清：“如果我死了，维清会怎么样？”谢维清蓦地一顿，为什么突然说起这个？燕温岚没有回答对方的话，停顿片刻后又问他：“会伤心难受吗？”谢维清倏地转身看向他，眉心微微蹙起，语气有些不悦，泛着冷意，不似平日里的温和。“你问的又是什么问题？哪怕只是受伤生病，我都会伤心难过的，更何况是……”他没有把这种字眼说出来，把话咽回去后，抬手就打了一下燕温岚的手臂。燕温岚张了张嘴，有点无措：“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他下意识抱住了谢维清，情绪有些失控，他更希望对方不会太伤心难过，有一点点的伤心难过就好。那王爷什么意思？谢维清没有推开抱着他的人。燕温岚小声说道：“维清之前不是看得很开吗？我在想，要是我死了的话，也很快会……”他话还没说完，就被谢维清出声打断：“王爷才20有5，想这么多做甚？”“就是想到了。”谢维清叹了叹气：“我看得开并不代表我不会伤心难过，我又不是神仙，七情六欲自然是有的。至于王爷说的，若真有朝一日，王爷比我先走了。”说到这，他话音一顿，有点说不出来后面要说的话。他想自己肯定是会哭的，哭完之后就要亲自操办后事，或许夜深人静的时候还会想着对方。谢维清忽然发现自己好像有点接受不了燕温岚离开自己的日子。他没再接着说下去，还隐约有点生气的说道：“以后莫要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否则王爷你就自己一个人睡去吧。”燕温岚似乎透过这几句话已经知道了谢维清的心思，心底更是沉了几分。他面上不显，连忙认错道：“是我不对，以后不说这些了。好维清啊，别留我一个人睡啊。”说着他还抬手揉了揉谢维清的脑袋，下一刻就听到了他抱着的维清闷声说道：“以后不准说这些。”“那我以后不说了。”这次秋猎进行了7日，最后1日启程回了长安。王府西院的柿子已经结了霜，连同前段时间燕温岚挂起来的柿饼也结了一层薄薄的霜。燕温岚回府后便去了一趟煮酒他们的别院，身上的蛊毒迟早要告诉谢维清的，不然等自己死后再让对方知道，怕是要觉得他藏着掖着不把人放心上了。而且他记起来了一件事，或许他还能有救，又或许死期已定。待秦家一事解决后，他就去一趟南疆，到那时无论如何自己都要告诉对方，当年在顾兰书身边伺候的那名宫女叫袁熙。对方说了很多他们没有查到的事情，我记得顾兰书把那些书信都藏在了康宁宫的一处地砖之下，那些都是他同燕楼明来往的书信，他舍不得烧毁。王家也参与了其中。当时顾兰书很信任我，我5岁的时候为了全家能有口饭吃，主动卖给了顾家为奴，自那时起我就跟在顾兰书的身边。南疆？我是不小心去的南疆，只知道他们世代制毒养蛊，那里的人比较热心，我体内的蛊毒就是被他们解开的，并没有什么条件。燕温岚没有多待，只是让人着手去查对方说的是真是假。若南疆那边的人真能解了他体内的蛊毒，他的维清就不用伤心难过了。第98章柔情蜜意。燕温岚回到王府时，已经到了用晚膳的时辰，院子里的菊花还在开着，好似天越冷开的就越盛。谢维清又在院子里赏那些菊花，他皱了皱眉，走过去就摸起对方的手，泛着几分冷意。
谢维清抬眸看向他，眨了眨眼，没等叶温岚说什么，他就意识到自己要被教训了。他把另外一只手也塞到了对方手里，先发制人道：“王爷怎地这般久才回来？维清等了好久了。”燕温岚，他很想说，分明是为了看院子里的这些花，但既然都这么说了，那他肯定是要顺着对方的意，不然明面被这些花比下去，多丢人。下回在屋子里等着，燕温岚不好说什么，用自身手心的温度捂暖了些谢维清的手心。外边这么冷，大氅呢，也不穿。谢维清起身朝人笑了笑，下次不会了。他跟着燕温岚回了屋子里，这时候已经开始烧起炭火来，屋内暖乎乎的，他这才意识到外面是真的有些冷。燕温岚倒了杯热茶给他，脸色微沉着，没有说什么话。谢维清接过茶杯，抿了口，就对人说道：“我是真的在等王爷，顺便赏菊。”他才不信，除非谢维清再多说几句。谢维清喝完手里的那杯热茶，见燕温岚还在闷气不说话，无非就是觉得自己被花比了下去。他一时觉得有些好笑，伸手扯了扯对方的衣袖：“真的是在等王爷回来。”“真的？”燕温岚忍不住问。谢维清忍着笑：“真的。”燕温岚立刻抱着谢维清，开始一如既往的在对方颈窝里乱蹭。我就说，我怎么可能比不上屋外那片菊花？谢维清眉眼泛起了笑意：“是，都比不上我们王爷。”燕温岚听着顺心多了，还不忘得寸进尺的说道：“那维清以后也要这么想，在你心里我得是第一。”谢维清声音多了几分温柔，带着些许笑意，尾音稍微拖长了些：“好，事事都以王爷为先。”燕温岚被这句话哄得差点魂都飘了，心想着他家维清就是很好很好啊，尤其是对他特别特别的好。维清也是，没有人没有任何事能比得过维清。燕温岚把那些蛊毒什么的全都抛之脑后，心里只有满满的柔情蜜意。谢维清发现，自他那日说了那些话后，燕温岚恨不得12时辰都要粘在自己的身上，连处理公务都要人陪着。书房放了一张虎皮的软卧榻，躺着可舒服了。他合理怀疑对方就是故意把这虎皮卧榻搬到书房，好让自己武器的时候也可以睡在书房里。谢维清侧了侧身，看向了不远处的燕温岚，对方似是心有灵犀的抬眼，撞上了他的视线。下一刻，对方抱着一堆公物朝自己走来。王爷这是要做什么？燕温岚装傻充愣。维清方才的意思不是在说让我过来陪你吗？我来了啊。谢维清缩了缩腿，给对方空出了一块地方坐着，小声的说道：“我何时是这种意思？”燕温岚虚心求问：“那是什么意思？”谢维清伸脚轻轻踹了他一下：“反正不是王爷以为的意思。”话音未落，燕温岚大手抓住了谢维清的脚腕：“不是便不是，怎么还要踹人呢？可疼了。”谢维清别过头不看燕温岚，自己分明都没有用力，还在他面前装。见他不说话，对方又说道：“现在踹了人还不说话，维清你的君子之礼呢？”谢维清动了动脚，直接搭在了对方盘腿坐着的腿上。“哦，很疼吗？”“可疼了。”“那疼着吧，过会儿就不疼了。”谢维清扯了张被褥盖住自己，闭上眼不去搭理燕温岚。可燕温岚又怎么会乖乖的安静下来？维清好生无情的踹疼人还……话音戛然而止。谢维清睁开眼，坐起身子就往燕温岚腿间一抵，话里夹带着火星：“王爷再说，等会儿就该真疼了。”燕温岚一时拿捏不准对方会不会一脚踩下去，老老实实的闭嘴。过了片刻，对方的脚还没有撤走，他有些不自在的抬手抵唇，咳了几声。谢维清清楚的感觉到了什么，有那么一瞬间的冲动，他真想一脚踩下去了。他倏地缩回脚，直接让燕温岚回他处理公务的位置上。燕温岚不服：“这怎么能怪我呢？”谢维清静静的看着他，见对方半点都不动弹，好，那为清回卧房睡。说着，他就掀开被褥下榻。燕温岚连忙拦住他，好声好气的哄着人道：“我回去还不成吗？哪需要维清亲自挪位子，我自个儿挪。”说着，他就开始收拾刚放好的公文，只不过抱过来时动作迅速，如今收拾起来倒是慢得很。谢维清没有揭穿燕温岚这种小把戏，饶有兴致的看着对方收拾好东西，便想看看燕温岚会不会老老实实的回去坐好。片刻过后，燕温岚还在卧榻上坐着不走。谢维清霎时觉得好笑，他忍不住踹了踹对方：“王爷还不打算挪位子啊？维清舍得吗？”燕温岚抬眼看向他，闷声问道。谢维清在对方的眼神中点了点头，还反问了一句：“有什么舍不得的？”燕温岚，好寒冷的话。可我不想处理公务了，我想陪维清武器。谢维清，你哪是陪我武器？王爷分明是在为自己谋好处。燕温岚佯装听不懂对方说的话，什么好处？武器还有什么好处吗？谢维清歪了歪脑袋，故意逗着燕温岚说道：“有啊，比如能抱着我睡觉，这难道不是什么好处吗？”燕温岚没再跟谢维清闹腾，他怕等会儿忍不住，自己就要在这张卧榻上睡几日了。他倏地起身，不让我陪就不让我陪。说完这句话，谢维清就看着对方抱起那堆公文回了自己的位置，一下子就乐出声。他下意识朝人开了口：“好了，王爷回来吧。”谢维清还以为燕温岚会有点骨气，谁知在他说完话后，对方又以极快的速度坐在了卧榻上。“可我回来了。”
第99章北辽。谢维清让燕温岚坐好，自己枕在了对方的腿上，声音比较轻扬。好了，王爷接着忙吧。虽说还是不能陪着对方武器，但还是让燕温岚老老实实的把那堆公文都处理完。见谢维清还没醒，他小心翼翼的拖着对方的脑袋放下，把那些公文都收拾好，随后美美的抱着对方小憩了一会儿。很快便是孟冬，宫里传来了要给皇子办满月宴的消息。与此同时，朝堂开始隐约多了几道对皇帝不满的声音，促使声音扩大的还是因为北辽有了雪灾，当地官员上书请求拨款赈灾，却被户部以国库空虚为由，让当地官员自行出钱出力去处理好。好巧不巧，北辽当地的刺史恰好是谢官堂的学生，随后便把事情来由写书信说与对方。收到书信后，谢官堂立即身着官服进宫面见皇帝，得到的言论与户部别无二差，加上要给皇子办满月宴，国库一时紧张，没能有更多的银两拨出去。次日早朝，北辽雪灾被大臣提了出来，没有一开始便瞄准皇帝，而是冲着户部的人质问，为何国库紧张，拨不出1两银子去赈灾。户部尚书慌乱道：“臣绝无半点贪心，今年进出的账都一笔笔地记清楚着。”他说着便拿出了账本。开春，皇上要扩大御花园，里里外外一共花了36万两白银，4月选秀又花费了40多万两白银，这一桩桩一件件，全都是只揪着皇帝的支出说事。今日早朝，梁朝并没有来，众大臣等了半个时辰，才听到了皇帝身边的大总管李福乐公公前来禀告，皇上嫌今儿天冷，便不来早朝了，还请各位大人自行议事。因着这事，户部尚书才敢当着众朝臣的面，把国库紧张一事全都推到了皇帝身上。其他大臣听到，更是有气不能出，只能化作叹气。国库紧张，但北辽雪灾更为紧张。燕温岚下朝的时候，让他的人留意其他大臣该如何解决北辽雪灾一事，随后忽地有了什么想法。北辽的雪灾来得及时，恰好助王家一臂之力，但若是他也能利用。回府之后，他同谢维清说了今日早朝的事，这么严重，就没商量出一个解决的方法。燕温岚抬手替人揉开了蹙起的眉头，国库拨不出银两已经是常态，这些年只是空有太平罢了。大臣1年来的俸禄也没多少，除非贪，否则也凑不了多少银两。而且燕温岚顿了顿，又继续说道：“朝堂党派众多，很难的。”谢维清声音微干：“我知道。”维清想不想去？燕温岚冷不丁地问。谢维清愣了愣：“去哪？”燕温岚神情认真：“去北辽。可我又如何能去？再者，朝廷不下发赈灾款，我一人也难以救北辽的百姓。”谢维清语气一沉：“我昨日便收到父亲的来信，皇帝对此并不上心。何止不上心，根本不在意。”燕温岚声音放轻：“那若是威胁到了他的皇位呢？”谢维清抬眼看向燕温岚，这段时间朝堂多了些许对皇帝不满的声音，若这次北辽雪灾不能够解决，王家就可以借此拱火。燕温岚适时地点了一句：“国库紧张，并不代表皇帝的私库就没了银两。李福乐是我的人，而为清明面上还是为皇帝做事，只需要点拨皇帝几句，为清定能去北辽。到时雪灾一事解决，也能为为清博得声望。我到时候会派竹轩、竹九跟你一起，我还要处理秦家的事情，好不好？”燕温岚说道。若是他去，很有可能会盖住对方的努力，这件事情只能让谢维清一人前去。谢维清眨了下眼，没有说好还是不好，而是有些诧异地看着燕温岚：“王爷居然会舍得我？”燕温岚声音倏地沉闷下来：“舍不得，但维清很想去，对不对？”谢维清默了默，声音放轻：“想去。那交给我来办，雪灾一事等不得，我今夜就派人联系李福乐。李福乐还是小宦官时受过秦太尉的好意，秦家出事之后，他也不能做些什么。当时梁朝屁都不敢放一个，朝堂是太后和燕楼明在掌管。后来知道燕温岚还活着，还继承了摄政王之位，便偷偷主动联系了对方，做了燕温岚的眼线。皇上，今日早朝，大臣好像对您颇有微词。”李福乐端茶跪下，举过头顶，让梁朝身旁的妃子拿起，垂眸禀报道。梁朝皱起眉，让妃子退下去，有点要面子。他不耐地让李福乐起来，说：“朕不去上朝，不都让你去说了吗？天冷，难不成让朕冷着起来见他们那帮人啊？”奴才说了呀，大臣是对您不管北辽雪灾一事不满。北辽雪灾关朕什么事？让户部拨款啊。李福乐：“国库紧张，大臣问户部尚书，然后就把您今年从国库拿的银两全都说了出来，这才导致大臣不满。皇上您想，您是皇帝，百姓若是在您当皇帝的期间受了苦，您还不管，这不是让人钻了空子好做些什么吗？”梁朝书弟抓紧李福乐的手臂：“你是说朕的皇位很有可能不保？前朝不也是被奸臣联合起义军给灭了吗？”梁朝最信任的人便是李福乐，对方自10岁起便跟自己跟到现在，他急忙问该怎么办。李福乐只好说道：“未经之计，皇上得从私库拨出银两填这笔赈灾款，还得找一个信得过的人前去北辽。”梁朝看向了李福乐：“你去。”李福乐：“奴才是个阉人，哪能代表皇上去赈灾？奴才瞧那位摄政王妃就很适合，她身上不是还有皇上的生死簿吗？若皇上派她去，还能拉近与谢家的关系。
王家已是对皇上不忠，顾家又一心管着皇上，如今也只有谢家是真正把您当皇帝的。梁朝被这几番话一砸下来，顿时就让李福乐去清点司库。朕懂得把目光放远，一早便取了谢芷英，现在谢维清的命又在朕的手上，朕才是天命之子。第100章启程。次日，李福乐亲自捧着圣旨到了摄政王府，皇上有旨，命谢公子前往北辽赈灾，特封为钦差，代皇上安抚百姓。今日午时启程，今早还需要清点赈灾的银两和物品，公子可先准备行李。谢维清接过明皇的圣旨，臣领旨。公子此去，还望一切顺利。多谢李总管。谢维清目送李福乐离去。北辽离长安很远，坐马车少则10天8天，多则半个月的路程。他写了封信，命人送去谢府，抬眼就看见燕温岚走了进来。今日午时启程，王爷。谢维清话还没说完，就落入一个温暖宽大的怀抱里。燕温岚抱得很紧，他没说完的话，突然不知道该如何继续说下去，眼睫眨了眨，他在心里叹了口气，任由对方抱着自己。不知抱了多久，谢维清就听到燕温岚说道：“我让竹轩和竹九陪你去，王家是不会放过这次机会的。此去北辽要多加小心。”他眉眼微微弯了弯，声音亲和：“王爷放心吧，维清会小心的。北辽地处寒地，往年不是没有过雪灾，只是今年比较严重。暮秋原本是庄稼收获之期，但一夜降霜，几乎都被冻坏了。你带着赈灾粮过去，若是有危险，先别管其他的，绕路去北幽，那有我的驻军在。”谢维清下巴抵在了燕温岚的肩膀上，抬手抱住了对方。维清知道了。燕温岚说了很多，再三让谢维清要以自己为先，说了不下10遍，要保护好自己，不能饿坏，也不能冻伤。听得谢维清都有些犯困了，他笑了笑：“王爷，你再说下去，我真的要犯困了。”对方停顿了片刻，闷声说道：“维清嫌我啰嗦了是不是？”“没有啊，只是王爷说了这么多，听着让人安心，自然就容易犯困了。”谢维清说着，还抬手揉了揉燕温岚的后脑勺。燕温岚，维清何时也学会说这些话哄我了？谢维清不自觉地染上几分笑意，这分明是我的真心话，不是哄王爷的。那维清记得要想我。谢维清眉眼微弯：“好，我会想王爷的。有多想？”燕温岚又问。谢维清默然一瞬，等去到北辽才知道有多想王爷吧。燕温岚抱紧人，把脑袋埋进谢维清的颈窝里。不管，你至少每日要想我3次，还要写信给我。他补上一句。谢维清认真的想了想，能想的话我肯定会想王爷的，有时间我就写信给王爷，但若是没时间想，王爷就在王府等我回来吧。北辽这次雪灾还不知道要多久才能解决，但愿能尽早回长安吧。谢维清是陪燕温岚用了午膳才启程的，没有带上蓝烛。北辽处处危险，他断不能带对方过去。除了他，父亲派了几位他的学生一同前往，运着银两和粮食棉被的马车已在城外。他一人上了马车，而后便掀开马车的窗帘，目光落在了燕温岚身上。对方直立在王府门口，抬眼看向他的目光偏沉，像是在克制什么。谢维清眨了下眼，无声的朝人说了句：“我会想王爷的。”从长安前往北辽，经过的全是朝廷的驿道。竹轩和竹九骑着马户在马车两侧，身后则是另外同行官员的马车。马车陆路向城门口驶去，等到了城门外，还需官员再次清点过目所有的银两和赈灾物品。谢维清掀开帘子下马车，赈灾物品和银两都派有虎跸军看守。见他过来，赶忙拱手行礼说道：“属下见过大人，还请大人过目检查。”说着就把手里的本子递给了谢维清。谢维清伸手接过，翻开一看，这次北辽雪灾，朝廷一共拨款140万两白银，其中就包含了采购赈灾物品在里面。他仔仔细细地对着本子上记录的物品和银两，后来跟上来的官员也加入了进来。谢大人。谢维清微微颔首。苏大人、周大人。2炷香过去，所有的赈灾物品都清点完毕。谢维清将盖着赈灾款的布料扯了扯，将其盖了回去。朝廷派来的虎跸军只有500人，行至傍晚，冬日的夜色来得快，天已然暗下，而他们还没有到达下一个驿站。马车外，虎跸军前来禀报：“谢大人，距离驿站还有40里路。”谢维清看了眼暗下来的天色，不知何时起了冷风。虽说行的是驿道，但现如今周围尽是荒凉的草地，四面皆是山峰。他蹙了蹙眉，加快速度，必须在虚时前赶到。驿站会有朝廷官兵把守，到了驿站也会更安全些。若是直接宿在荒郊野岭，免不得会有危险。谢维清是可以提前到达下一个驿站，但他不能不顾着赈灾款，马车拉着，自然速度会慢很多，但愿能赶在虚时末到达下一个驿站。入了夜，冷风越加肆虐，领路的人手持着火把，火焰几乎被吹灭，好在还有灯笼照着前方的路。虚时末，终于是赶到了驿站。谢维清掀开帘子，给驿站的官兵出示了文书和令牌。官兵上前查看真伪，一看是去北辽赈灾的钦差，顿时放行。见过钦差大人，下官这就命人准备吃食，辛苦各位大人赶路了。谢维清披了件毛领大氅，这才下了马车。驿站不是很大，只有2层的小楼能给人歇下。他看了眼周围，让虎跸军分批看管赈灾粮，随后和其他2位大人一同进去。
而皇帝派钦差前往北辽赈灾一事，已然被人飞鸽传书至北辽，次日早便送到了北辽州牧的手里。皇帝居然派了一位尚未入朝的人前来赈灾，这位可是谢太傅之子，怕也是皇帝的人。王家让我们暗中将其幕僚将后面的话引去。州牧是早年王怀淼的学生，手握北辽的军兵。北辽的雪灾原先并没有这么严重，是他命人暗中将北辽城内的粮食棉被采购一空，难民一多，这才让北辽的刺史不得不上书给朝廷，将其杀了。方卓轻吃，对这位皇帝派下来的钦差并没有放在眼里。第101章归西。前往北辽的驿道上有一条路是较为偏僻的，而且离下一个驿站有200多里路，期间还需在野外扎营夜宿。煮酒在营帐外生起了火，随后对在马车里的谢维清说道：“公子，下来吧。”谢维清系紧了披风，这才下了马车，一共扎了3个营帐。虎贲军正把赈灾的物品搬进去放好，营帐外围了一圈的虎贲军。竹轩正在篝火处烤烧饼。煮酒又说道：“公子需要手下温酒吗？能暖身子的。”“好，有劳你了。”谢维清在篝火旁坐下，让人把路线图拿过来给他看。这里应该是处于安城和北幽的交界处，过了这里还有1000多里的路便抵达北辽。他眉心不自觉蹙起，忽的头顶响起一道尖锐高昂的鹰唳声，一只海东青飞快地落在了谢维清的肩膀上，险些抓破了他身上披着的毛领披风。谢维清心下一惊，愣了会儿才回过神来。他偏头看过去，那只海东青落在了他的手上，稍微歪了歪头，像是在道歉是好似的。在一旁烤烧饼的竹轩立即认出来是他们王爷驯养的猎鹰，还没等他开口，煮酒就一副欣喜的样子出声道：“这不是王爷的猎鹰俊龟吗？”谢维清下意识心想，他家王爷居然给这只猎鹰取了这么一个正常的名字，他又是一愣，而后反应过来王爷的猎鹰怎么来了。他说着便将手臂抬起，看到了对方爪子上绑着信纸。他没有立即展开，而是看了眼周围，虎贲军在不远处搬着赈灾粮，其他2位大人在营帐里没出来。信纸很小一张，只有短短几句话：北辽州牧是王怀淼的人。谢维清瞬间把信纸扔进了火堆里，瞬间燃烧殆尽，火光照着他的面庞，今夜让人多加小心些。北辽离北幽有多远？回公子，若是我们到达北辽城，离北幽快马加鞭也需2日才可到达。竹轩说道。谢维清轻声应了一句：“州牧既然是王家的人，那此行王家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他起身回了营帐，示意竹轩和煮酒跟进来，随后低声问道：“可知北辽的州牧手握多少州兵？”煮酒回公子，北辽地处寒地，又离边疆的羌城仅隔了4座城池，州兵自是会比其他地方还要多。不过北辽不属于战地，想必对方的州兵应该也只是寻常州兵。竹轩紧接着又道：“王爷在北幽有军营驻军，北辽的州兵不足为惧。你们其中一人明日一早动身去北幽，州牧定然不敢随意起兵，不过肯定是要在背地里搞些见不得人的动作，去北幽借些人过来，以免到时候有什么意外。”“公子，我去。”煮酒主动领命。今夜是个太平夜，天蒙蒙亮时，煮酒便自行骑马离开，没有惊动任何人，直至辰时，众人休整完毕，往北辽城继续前行。下一个驿站不远，但也只能在午时稍作休息片刻，拿了些许肉食的行粮，便马不停蹄地赶往北辽。谢维清在马车里坐着，却不敢稍有放松。路线图上的这处是山匪肆虐的区域，专门打劫过路的商队或是富人，甚至连朝廷的也敢拦路打劫。他抬手揉了揉眉心，多日赶路，他早已显露疲倦感，还有2日便到达北辽城。进城之后还是不能有半点放松。手心处忽的被什么东西挠了挠，谢维清垂眸看过去，是临行前燕温岚非要塞给他的，说是要是遇到什么危险，只身一人的时候，还能有这小蝎子在。对方那会儿说着说着，还自顾自吃起味来，说什么连小蝎子都能陪着他去，自己却不能，要独守空房不知道多久。谢维清念及，忽地弯了弯眉眼，让小蝎子爬到另一只手上。对方顺着一路往上爬，爬到了他的肩膀处。小蝎子又顺着他的胸膛往下爬，随后钻进了他的腰封里，还露出了小钩子，勾住了他的腰带。马车忽地一停，谢维清倏地警觉起来，马车外顿时响起了刀剑的撞击声。马车外，竹轩面色微凝，立马掀开帘子，把另外一把长剑交给谢维清：“公子，多加小心，外面有杀手，不是山匪。”谢维清握紧了长剑的剑柄，忽的一把刀从马车的车窗刺入，他倏地往后一躲，反手用手里的剑将对方的剑死死扣住。下一刻，外面的人被竹轩抹了脖子。“公子。”谢维清镇定地说道，“我无事，外面情况如何了？”竹轩守在谢维清的马车旁，沉声说道：“20多名杀手，不只是冲着公子来的，还有赈灾粮。其他2位大人呢？”“有虎贲军守着，暂且无事。公子，属下。”谢维清顿时明白竹轩魏言之意，对方守着自己，定然这时候会相安无事。但虎贲军属于皇宫的禁军，早就不是以往只能是精锐才能任职的。他声音微沉，抓紧了剑柄：“你去处理，多加小心。”“是，公子。”谢维清没打算干坐在马车里，他虽说不能上战场，可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杀的。
他垂眸看了眼腰封上的小蝎子，轻轻拍了拍对方：“你可要安静点，到了外面，我顾不了不少你的，万一乱爬走丢了，那该怎么办？”他倏地掀开帘子，迎面就有一把长剑袭来，他猛地抬手用剑挡住，手腕使力，瞬间将对方的剑打掉，眼睛都不眨一下，直接横剑一扫，送眼前的黑衣人归西。周围厮杀的黑衣人见谢维清从马车出来，瞬间改变策略，往他这边杀过来。竹轩杀完一个黑衣人，便往他那边过去，而后亲眼见到他们王爷口中那位温柔得不行的公子提剑飞快地杀了好几个人，一定是他杀红眼，眼花了。竹轩定了定神，提剑往谢维清那边杀过去。镇灾良那边有虎避军，对付2、3个黑衣人不成问题。不多时，黑衣人便对谢维清起了警惕之心，开始围住对方，想要直接将其乱箭杀死。第102章难民。好在竹轩及时跟谢维清会合，直到他又亲眼见着对方丝毫不手软的把剑刺入一名黑衣人的腹部，他快速撒出毒粉，而后把一粒解药交给谢维清，随即趁机杀了几人。半炷香后，地上躺着几十具尸体，谢维清把沾血的剑用素帕擦干净，而后入鞘递到竹轩面前：“你的剑。”竹轩默了默，接过谢维清递给自己的长剑后，刚想问对方一些事，就看到他们家公子捂住了口鼻。他迟疑了片刻：“公子，您没事吧？”“有点想吐。”谢维清很少闻血腥味，也不曾杀过人，今日一遭，若非不是自己不想死，还真的不太想沾上这种味道。他忍了忍，声音有些微哑的说道：“无事，你让他们休整一番，把死亡的人记录下来，我先上马车缓缓。”竹轩：“是，公子。”半个时辰后，众人休整完毕，虎贲军前来禀告：“大人，共死10人，伤3人。”谢维清在马车里喝了好几杯茶，才将胃里那股恶心感给压了下去。他呼出口气，声音温润亲和：“苏大人和周大人无碍吧？”“2位大人无碍。”“那就启程继续赶路吧。”谢维清说完，垂眸看着方才握剑的手，纤长的手指稍微蜷缩了下，一时不知道要想什么。忽的，躲在腰封里的那只小蝎子爬了出来，许是嗅到没了危险，又爬到了谢维清的手心里，安安静静的趴着，一动也不动。他倏地一笑：“就你最机灵了。”2日后，北辽城城外搭建了许多简易的草棚，专门供那些难民躲避风雪的。谢维清一行人到时，北辽城的官兵正给难民派发粥水和馒头。谢维清从车窗看过去，一眼望去，难民少说也要几百人，这还是在城门外的北辽雪灾最严重的地方，是离这里70里路的凤溪县。停下！他蓦地出声，马车稳稳当当的停了下来。竹轩低声询问：“公子，可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谢维清披着毛领大氅从马车上走下来，过去瞧瞧。竹轩应声说是，而后就跟在了谢维清身后。其他2位官员见马车停下来，问清楚是什么情况后，也跟着谢维清下了马车。难民见他们一行人走过来，顿时和其他人面面相觑，看着身着华贵，也不知道是哪来的大人物。谢维清站定在派发粥水的铺子跟前，没有半点热气冒出，一旁的馒头就摆在案桌上，拿一张白布垫着。他伸手碰了碰盛着粥水的碗壁，冰凉无比。“哎，你们是做什么的？”“是难民嘛，就在这围着，赶紧走，这里没你们的份儿。”谢维清没有立即说明自己的身份，若是当着这几百名的难民面前说是来赈灾，想必那赈灾粮未必能撑到进城。他示意竹轩不要动手说话，只是好奇，望这位大人不要生气才是。“赶紧走，好奇能给银子啊？”官兵不耐烦道。谢维清歉意的笑了笑：“不好意思，我们这就离开。”他说完便转身，身后的苏周2位官员皱着眉，忽的沉声说道：“大冷天的还喝冷粥，也不知道添些柴火热着。哎，往年雪灾也没有如此，都是热粥热馒头，可今年非但是冷粥，米都不见吉利。”谢维清：“周大人默契，若不是如此，北辽刺史也不会上书朝廷了。走吧，进城，我们去见见这位刺史大人。”赈灾粮进城的消息不知道是谁走漏出去，刚一入城，露宿街头的难民就蜂拥而至，把他们围得水泄不通，一直嚷嚷着要粮食，扒着放着赈灾粮的马车。谢维清听到外面的动静声，顿时就问竹轩是怎么回事。回公子，是难民拦着不让走。难民？他们又怎么知道马车里是他们想要的？谢维清眸光泛冷，定是有人想要利用难民捣乱，若是用武力镇压，必定会引起难民的不满，若放任不管，赈灾粮也会有所损失。他掀开帘子下马车，让竹轩出声，让他们都安静下来，太吵了。竹轩提高声音：“都稍安勿躁，我们大人有话要说，再敢闹事，一律不准派发赈灾粮。”此话一出，本来吵着要粮食的都基本安静下来，还有几个带头滋事的，刚出声没说完一句话，谢维清就让虎贲军把人抓出来，记名字样貌。关押入牢不要紧，起码还有牢饭，但要是因为闹事不能吃上赈灾的粮食，那就亏大了。赈灾粮会一分不少的给到你们手中，同时还有棉衣棉被，但若是闹事让赈灾物品有半点损坏，就如同这位一样。被抓着的那人还不服气，口不择言道：“你敢？我要是吃不到，你们也别想用。”谢维清挑了挑眉：“你的意思要让其他百姓也吃不上吗？”还没等那人反应过来，
其他难民就嚷嚷着要谢维清把那人关起来。说话间，北辽城飘起了雪，雪花不小心钻进了他的颈肩处，冷意瞬间传遍全身。他皱了皱眉，这些围着的难民并没穿多少，再待下去怕是更加冻伤身子。诸位，既然赈灾粮已经入城，你们便跟着一起到刺史府，到时候排队领棉服，切记不可闹事，也不能插队。谢维清说完便上了马车。一炷香后，马车停在了刺史府门口。谢维清让难民排好队，随后命虎跸军把棉服拿出来派发，剩下的全都搬进刺史府。登记好，连之前的住址也要写上去。是，大人。周明康和苏乔随谢维清进刺史府，刺史一听到消息，便连忙出来迎接。见府外在给难民派发棉服，心下松了口气。几位大人，一路辛苦了，下官这就让人准备厢房和膳食，大人先歇息片刻。谢维清让另外的虎跸军把一批棉服送出城给城门口的难民，这才询问起来，不知给难民临时搭建的住处可有几处了。刺史愣了愣，城门有一处，城内的在西城角处有空地搭建，不过都是不经风吹的草棚，仅有的谷帛和木材都送去了凤溪县。第103章负伤。那先让人去清点所需的谷帛。凤溪县情况如何了？谢维清坐在太师椅上，下人上前侦查。他问道。刺史一脸凝重，他重重叹了口气。凤溪县下了好几日的大雪，今日都未曾停下片刻。城内城外的难民，下官做过统计，一共是2009名。凤溪县还有几百号人没能及时送到北辽城，只能先在那新搭建木棚抵御风雪。谢维清眉心蹙起，久久不能舒展。城内城外的难民还要麻烦刺史安置了。这2日派人尽快将新的住处搭建好，我已让人先派发棉服棉被。对了，既然粮食已送到，就不必让百姓再喝冷粥这些了，否则也是无用功。下官谨记。谢维清在这世上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尽自己能想到最好的方法去处理。府外的难民有大半已经穿上棉服，最小的还是在襁褓里的小孩子，被冻得面容发红皲裂，连哭都没力气哭。他起身去了府外，凤溪县他还要亲自去一趟安置，才能放下心来。不过刺史说了，这几日大雪封路，除了前几日冒雪送过去的谷帛和搭建木材，还被雪埋了好几人，只能盼着凤溪县那边的雪能尽早停下，或是小一些。午时已过，谢维清让人把全部的棉服棉被都派发下去，随后便带着虎贲军和刺史的衙役先去了西城门的角落处。谢大人，刺史指了指不远处的一连片的草棚，大雪压着，几乎是要瘫倒，那边就是难民的住处了。若是要修建新的避难处，这草棚一拆，难民落脚的地方又成了问题。城内就没有空置的宅院？刺史顿时噎住，过了好一会才叹气道：“城内确实有空置的宅院，只不过那都是城内几位富商名下的，他们不肯，我们也不能强行征用。那出钱租几日也不行吗？”刺史轻咳，低声说道：“行事行，不过商人本性都是会坐地起价，怕是到时候赈灾款不够用。按照晋朝律法，土地住宅都是有明确规定的，他们若是敢做得起价，本官不介意让他们蹲几日牢。”谢维清微冷的声音几乎是要与这雪地融为一片，住处一事刻不容缓。谢大人，那些富商背后是周牧的人，而周牧又是谢维清，他们担不起。说罢，谢维清让刺史吩咐人拿银两去租赁。刺史皱着眉头，让人去办，随后又说道：“大人，万一他们不肯租？”刺史又说：“商人本性，估计就等着朝廷的赈灾款大宰一笔。若是不租，朝廷易商的法子多的是，料他们也不敢跟朝廷作对。”派去租赁住宅的人很快就骑马回来。谢大人，他们说一日要1万两银子，说难民会脏了住宅。谢维清眼底划过一丝讥讽，冷意凝起，带路。刺史这几年在北辽早已被诸事磨平了锐角，见状也没好再说什么，跟在谢维清身后一起去了。北辽城4、5位富商手握10几处空置的住宅，有的是在郊外，有的是在城内或是城外附近，给难民遮挡风雪是足够的。要见的这位富商叫陆贾，听刺史说是北辽城的首富，只要他肯按正常价格租赁，其他富商也不会这么嚣张。虎贲军上前敲门，开门的是陆府的家丁。谁啊你们？见你们家老爷。敲门的虎贲军粗声说道。家丁一瞧来的人几乎都人高马大的，顿时没敢多说什么。小的这就去通报我们家老爷，几位大人在此等一等。说完便溜了进去。没过一会儿，家丁出来让谢维清等人进去。老爷说了要见各位大人，请。陆贾不到中年，不似其他富商般挺着有水度，高瘦身材，还有几分文人墨客的气息，不过还是难以掩盖住对方身上的那古铜臭味。几位大人前来，真是让草民的寒舍蓬荜生辉啊！陆贾客套地说了一句话，摆摆手让下人给谢维清等人上茶。想必大人也知道我这边的出价了，一日1万两不算贵。再者，这难民这么多，全都挤在我们空置的住宅，这像什么话啊？谢维清忽地笑了笑，1万两不算贵，想必陆老爷平日经商的路子很多了，就是不知能否和长安淮安的皇商相比。陆贾扯了扯嘴角，神色微僵。大人这话，草民不过是偏远城池的一名商人，做的生意自然不比那些皇商，所以才敢狮子大开口。也难怪陆老爷当不上皇商，
连晋朝律法都不知道吗？私自抬高价，那可是犯法的。谢维清不急不慢地说道：“少则1年，多则5年。陆老爷觉得到时候还有银钱赚吗？”陆贾叔弟恼怒：“大人这是要逼草民，还是在威胁草民？这话应该是本官问你才对。陆贾，你是认了这私自抬价的罪，还是老老实实的赚你该赚的银两？”陆贾向来在北辽城靠着周穆的背地的关系，想抬高价格便抬高价格，还没有人让他碰壁的，大不了我不租了。我倒要看看大人该如何让那些难民避难。来人，送客！谢维清声音温和，可说出来的话无一不是在敲打着陆贾。你可想好了，同朝廷作对，你身后之人能有我关系大？虽说强龙不压地头蛇，此话一出，定然会把对方背后之人激怒，但左右都会冲着他来，还不如先压了再说。刺史顿时反应过来，唱红脸道：“这位大人可是谢家之人，长安4大世家之一。依本官看，陆老爷身后之人未必会为了你从而得罪谢家，得罪摄政王。”陆贾哪知道这次来赈灾的钦差来头这般大，以往都是小人物，他又不是傻的，自然听进了刺史最后的那番话，自己可有可无，王家是不会给自己撑腰的，不如就答应。过后他在同州牧说自己是被逼的，至于后面怎么斗，也不关他的事。小人哪有什么靠山啊？陆贾讪讪一笑，带着几分禅意，不过是一时被银子迷花了眼。小人这就让人准备租赁的契约，1日50两银子。大人您看。第104章雪停。谢维清挑了挑眉，刺史认为呢？这个嘛，可以是可以，只是刺史接过话头，抬手捋了捋他的小胡子，说的有些不太满意这个结果。只是眼光没放这么远，我若是你，便做个人情，没准皇上还有你的份也说不定。他接着把话说完。陆贾，他暗自深呼吸一口气，颇为咬牙切齿，敢怒不敢言，心想着早知道就该直接说不租，着了一道又一道的。行，就听刺史和这位大人的。来人，重新写2份契约。谢维清倒没做这么绝，没想着要占着对方住宅太久。陆老爷放心，待避难棚建好，本官就让百姓搬回去。大人这是哪里话？住多久都成？住到雪灾解决了都成。陆贾心在滴血，表面还要扬起笑容。谢维清眉眼微弯，那就有劳陆老爷同你的那些好兄弟也说一声了。陆贾怎么能比他还要奸商的？谢维清笑容亲和，声音更是如沐春风。本官就等候陆老爷的好消息了。陆贾勉勉强强憋出一句话：大人还请放心，我知道，毕竟其他人不像陆老爷这般明事理有脑子，价按平常的给便是。谢维清温声说：陆贾，造孽啊，这是。避难临时的住处有了。当日傍晚，谢维清就陆续让虎贲军组织难民去往各处空置的宅院，并在各处宅院捡取了几个进点，用来派送米粥馒头之类的。入夜，谢维清才闲下来，他闭了闭眼，呼出口气，抬手揉着眉心。竹轩在屋外守着，也不知道竹九那边办的是怎么样了。忽地，几乎冬眠了一整日的小蝎子爬了出来，习惯性的爬到他的掌心处趴着。谢维清没来由的心下一松，脑海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这都快亥时了，王爷这会儿应该就寝了吧？他叹了口气，心里分明有答案。燕温岚先前就很难入睡，更何况自己又不在身边，这会儿怕是难眠的很。谢维清没有多少心思去想燕温岚，明日他还得亲自去监察搭建的避难棚，没过一会儿便上榻歇息。次日一早，各处米粥派发点已经开始派发米粥，米香好似传遍了整座北辽城。今日难得的晴日，都说瑞雪兆丰年，希望明年收成能好些吧。周明康和苏乔用了早膳，便和谢维清出府，看着屋檐上的覆雪，心头依旧沉闷。苏乔，凤溪县那边希望能趁早出太阳吧，多耽搁1日，那里的百姓就多受苦1日。刺史一早便派人去查看，若有消息会告知我们的。谢维清声音偏淡，说完便上了马车。午时，派去查看的人回了北辽城，说是凤溪县已经停雪，若是午后还出太阳，估计明日便可通行。谢维清听后眼眸微动，听到停雪的消息，心里不由得高兴一瞬。那先让人准备好去凤溪县的谷帛和赈灾物品，明日一早便启程去凤溪县。他没让周明康和苏乔跟着去，这里还得有人亲自看着为好。周明康有些不赞同的看着他，情急之下换了平日的称呼：叔朗，你一人前去，这让我们如何跟先生交代？不用交代什么，凤溪县既然已经停雪，想必不会有什么意外。他若是有意外，留在北辽城的周明康和苏乔还可以继续赈灾，而且他也不是一人前去。周幕府，方桌抬起几根手指，轻轻敲打着桌面，把消息传给谢维清了。是，属下按照大人的意思，把凤溪县停雪的消息说与他们听。那位谢大人一听，便要明日启程前去凤溪县。上一回让他侥幸活了下来，这次就不会了。天灾还是人祸，谁又分得清呢？说话间，一位幕僚走了进来，走到方桌身旁，弯腰低语：“大人，长安来信。”方桌摆手让人退下，之后才让幕僚把信交给他。又是王家的消息，王大人让您把凤溪县的难民也一并杀了，城内外的近千难民放些闹肚子头晕的药，这次雪灾不能让他们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解决。
方卓嗤笑，王怀淼还是这么狠心。若是他照做，成了他王家登上皇位的一块垫脚石，这等丑闻又岂会让他抓着不放？自是该死的都死了，就像15年前参与秦家之事的人一样，都化为一捧黄土。大人，我们是要……方卓眼底划过一丝精明，自是先稳住王家的人了。若我们不照做，有朝一日真让王怀淼走了狗屎运，登上皇位手握实权，我们也照样躲不掉。他都躲到北辽这地方避世了，还要让他叫这趟浑水，让他杀了谢维清。他照做，他现在照样还杀对方，但若是沾上这上千条的人命，东窗事发，谁也保不了他。刺杀谢维清的杀手可是让心腹找的，绝不会泄露雇主消息，对方也不会知道是哪一支的杀手。这回去凤西县，他还可以推给天灾，但上千条人命一旦被人察觉到不对劲，死的人必定是他。先按兵不动，他猛然出声。幕僚还带回了另一条消息，那日刺杀谢维清的还有另一批杀手，这是我们的人去现场发现的。你是说王家做了两手准备，同时也在试探我有没有乖乖听话？幕僚狠声道：谢维清必死，那上千人也必须死，否则王家怪罪下来，死的就是我们。方卓良久没有开口说话，看着不远处的花盆，像是陷入了沉思中。傍晚，煮酒从北幽城回来，第一时间就去找了谢维清汇报。公子，我已经和北幽的将领说过话了，他已经派了一支军队在北辽地界处等待，若是真有什么事情，能快速赶到支援。谢维清还想要说什么，便听到屋外的竹轩说道：大人，陆贾想要见您。煮酒？陆贾是谁？他不在的这几日，竹轩这家伙就把王爷的话忘了吗？一听这名字就知道是个男的。第105章，王爷来了。谢维清可没注意到煮酒的诸多神情变化，扬声让人进来。煮酒就跟这房屋的柱子似的，傻愣愣地站在谢维清的身后，上下打量着这位陆贾，瞧着就不像是什么正人君子。王爷说过，公子不会欣赏这类人的，长得也没他们王爷好看，危险暂时排除。谢维清没打算让煮酒出去，毕竟他身无寸铁，万一对方是觉得亏死了，要拉他垫背见阎王，这就不太好了。陆老爷前来所为何事啊？他没心思跟人拐弯抹角，直截了当地问出声。陆贾抬手摸了摸鼻子，一想到方桌让自己办的事，就有点发虚。没事，就是听闻谢大人明日要前往凤西县，那刚好是我的老家，就想着和谢大人一起去，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谢维清眉头轻轻一挑，陆老爷今日的心肠堪比10个昨日啊。陆贾，谢维清知道对方是北辽州牧的人，说是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帮忙是没错，就是不知道是帮他的忙，还是那位州牧的忙了。陆老爷难得有这份好心，既然凤西县是你的老家，你也肯出力，自然最好不过，那就一同前去吧，也好有个照应。陆贾闻言，心顿时松了口气，他还以为要被方桌这厮给拖去喂他那只老虎了，好在谢维清让他一道同行。待陆贾离去，煮酒便直言道：心思全都写在脸上了，公子明日真要去凤西县，属下今日赶路过来，还见道路被雪堵着。竹轩也进来把门关上，今日那位小兵怕是周牧的人。谢维清温声：是也不是，如今都得要去，否则别人就该怀疑是不是我缩头缩脚了。可这一去简直就是在冒死，要是王爷知道，不但是我和竹轩挨罚，公子也会被训的。煮酒一脸认真的同谢维清说道。谢维清顿了顿，轻咳一声：你们不说我不说，王爷是不会知道的，除非你们两个想要挨罚，挨了王爷的罚，还想要挨本公子的。煮酒和竹轩不愧是一家人。北辽城这边的难民已经安顿好，等熬过了这场冬雪，把他们的住所都清出来修缮好就可以了。现在凤西县还有几百人困在那里，总不能也要等冬雪过去，到时候再去，尸体都找不到了。谢维清近乎直白的说道。所以凤西县无论停没停雪，他都得要去。煮酒一脸绝望，他已经想到王爷知道后，他和竹轩会怎么挨罚了，甚至很有可能还会是他们王爷亲自动手。闹洪涝他还可以游泳，闹雪灾他能在雪里游吗？到时候被雪埋了的话……竹轩声音泛冷，说出的话成功把煮酒的神识拉回。王爷来了。煮酒大惊失色，立马躲到了竹轩身后。什么？在哪？谢维清冷不丁的听到这一声，也被吓了一跳，随后就反应过来是竹轩乱叫，他扯了扯嘴角，深呼吸了几下，这才平静下来。他默默地看了眼煮酒，心想着好在他没同对方一般叫出声。煮酒对上谢维清的目光，弯下去的腰板慢慢的直起来，干咳了一声，随后一点也没收着力道，往竹轩身上捶了一拳。谢维清看着也舒心了些，让对方谎报军情，搁军营里是要拖出去砍头的。第二日一早，陆贾就早早的在刺史府门口等着，一见到谢维清就立即殷勤的上前，还没靠近对方，身旁那两位便凶神恶煞的看了自己一眼。谢维清礼貌的朝陆贾微微颔首：陆老爷久等了。陆贾连忙说道：不久不久，大人直接唤小人名字便是。陆兄。谢维清只是不太喜欢念人全名罢了，他对不熟的人往往都是姓氏后缀一个兄字，殊不知陆贾却愣了愣，很意外他居然会这么唤自己。还没等他回过神来，
谢维清已经上了马车，他赶忙想要跟上去，却被方才凶神恶煞的其中一位拦住。你干什么？这不跟谢大人一起吗？陆贾顶着煮酒的目光，声音越发弱。煮酒立马厉色说道：当然不行，孤男。煮酒，让他上来。陆贾朝他谄笑：这位大人，烦请让一下路。煮酒看向了竹轩，对方抬眼淡淡的看了自己一眼，随后说道：公子发话了，上去吧。煮酒不情不愿的憋出一句话。陆贾上了马车，也没敢套近乎，坐进谢维清，挑了一处靠近帘子位置的坐了下来，也没有说话，心里想着昨日方桌跟自己说过的话，找个时机把谢维清杀死。他屁武功都不会，还杀人，马车外那两位恶鬼就够他怕的了。不行，方桌这是在逼他往死路上走，说什么事成之后给多少万两银子，还会向王家引荐做皇商。皇商哪是这么容易当上的？谢维清没有理会越发坐立不安的陆贾，悠闲的亲手泡了壶茶水，待斟茶时还给对方也倒了一杯。陆兄，路途遥远，先喝口热茶暖暖身子吧。陆贾没敢拒绝，自行拿了自己的那杯茶，还没咽进肚子里，猛地就听到谢维轻轻飘飘的问他：北辽的州牧叫方桌。他险些被热茶烫坏嗓子，咳了好几声，随后猛地大嚎：大人呐，小人是被迫的。马车外的煮酒立即掀开帘子，恶狠狠地盯了一眼陆贾：这么大声作甚，吵到我们家公子了。陆贾刚酝酿出来的一滴眼泪被煮酒的一句话给憋了回去，他恨，到底谁更大声？谢维清无奈的扶额：煮酒，你不陪着竹轩就进来坐着。他说完，随后就看向陆贾：陆兄说是被迫，是被迫什么？陆贾小心翼翼地看了眼坐在他对面的煮酒，随后果断转头看向了谢维清：大人，小人平生就喜欢赚点小钱，好颐养天年的，谁知那方桌竟逼小人做些伤天害理的勾当。陆贾一股脑地把方桌卖得彻彻底底，最后不确定地说上一句：小人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派其他人前来刺杀。第106章反水。谢维清并没有完全相信陆贾说的话，方桌为何要派一个没有半点杀人经验，连胆子都不够的人来杀他？陆兄不是和方桌是一伙人吗？陆贾顿了顿，抬手摸了摸鼻尖：小人和他以往都是互惠互利的，谁知道那方桌竟让我做这种杀人的勾当，哪怕是给我10个胆子，我都不敢杀人啊！所以陆兄就叛变了。谢维清似笑非笑地问了一句，随后也没等陆贾再说什么，继续开口说道：可若是我安然无恙地从凤溪县回北辽城，想必方桌是不会放过你的吧？想必到时候大人也不会这般心善，放过方桌。从北辽城到凤溪县，平日里若是早起前去，傍晚便可抵达。如今大雪未停，光是清雪空出道路，就要耗费不知多少时间。公子，雪太大了，我们还是找个地方避一避吧。谢维清抬手掀起帘子看了眼，外面的风雪几乎白茫茫一片，心底忽的一沉，放下帘子便应道：马车内温度一点点降下，寒冷的气息无孔不入，炭火附上了一层又一层的形似白雪的灰烬。陆贾裹紧了身上的貂毛大氅，几乎是要把脑袋都缩进了绒毛领口处，牙关嘚嘚嘚的打颤。煮酒看了他一眼，转而又看向他们家公子，把炭火往谢维清那边挪了挪，随后还坐进了些，就只留陆贾一人在车门口处坐着。陆贾，谢维清注意到煮酒的动作，瞬间便觉得不愧是燕温岚带出来的下属，他无奈的摇了摇头，不过他没有出声，左右他也没说什么，喜欢冷着便冷着。不多时，马车外的竹轩忽然出声说道：公子，半里外有一处庙宇，那就在那避雪吧。这里是离北辽城20里的镇北庙，平日时不时就会有人前来许愿还愿，香火还算不错。不过这段时间大雪封路，这处庙宇没有了人看守，还生出了几处蛛网。马车停在了镇北庙门前，这里有山体挡着风雪，明显小了些。谢维清下了马车，就被扑面而来的冰雪气息笼罩住，他忍不住打了个寒战，自己身上穿的已经够多了，被困在凤溪县的百姓想必……他叹了口气，不再想下去，走进庙宇里。竹轩把马车停好，随后便跟在谢维清一行人的身后走进庙宇，时刻留意着周围的风吹草动。谢维清推开了一处厢房的门，这里的庙宇不是很大，睡觉的厢房也就3间，是平日给守庙的人歇息的。陆贾没有跟上来，而是去了另一处。他顿了顿，煮酒这段时间看着他。煮酒，是公子，让虎臂军打起警惕心，大雪封路，对方未必不会在这里设下埋伏。谢维清又说道：今日的雪比昨日小了点，到傍晚时还隐约有了停歇之意。听刺史说，凤溪县的雪断断续续下了半个多月，是快到后面才突然暴雪的。入了夜，煮酒去厨房那找来了许多木柴烧成炭，而后放在谢维清要睡的厢房里。看到陆贾来找谢维清要炭火，他没出声。陆兄要拿走便是。谢维清温和地笑了笑。陆贾连忙说道：多谢大人。说完，他还叹了声，冷不丁地说道：希望过了今夜，这雪就能停了。谢维清抬眼看向他，陆贾目光偏移至一处：大人，小人就不多打扰了。说完就想要走，却被得到指令的煮酒给拦了下来。谢维清声音放轻，似是落雪声：陆兄不再多拿些炭火吗？话音一落，屋外突然传来声响，煮酒瞬间把陆贾扣下，
手腕使出的力道轻而易举的就把人逮住。外面的人跟你有没有关系？没有啊，大人明鉴，大人明鉴。是吗？谢维清目光淡漠的看着他，毫无波澜起伏的问了一句。陆贾顿时没了方才的气势，是方桌让我假意向你们求和出卖他，好让我从中传消息给他。外面是方桌的人，还是方桌派来的杀手？陆贾是杀手，方桌不敢用自己人。说完，他又忍不住说道：“方桌铁了心让你死，他说不是你死，就是王家让他死。”谢维清，王家？方桌不是王家的人吗？刀不好用，就要把刀扔了？陆贾气虚声弱的：“我也不知道，他是就让我假意背叛，顺道借你弟来他不愿为王家做事的想法。”谢维清一针见血道：“而后轻吃，外面就是他的投名状吗？”陆贾没有立即说话，缩着脑袋，任由煮酒扣着自己弯下腰来。方桌说：“若是你想跟他合作，就出去，双方停手，不然他一定会杀了你。”煮酒猛地扼住陆贾脖颈：“等会儿我就让你死！”陆贾瞬间不敢吱声。谢维清心下思忖片刻，便要起身出去。煮酒顿时叫住人：“公子！”他顾不上陆贾，一个手刀就把人劈晕。“公子，外面杀手众多，您出去，万一有什么……”谢维清抽出了煮酒腰间的佩剑：“我知道，借你剑一用。”煮酒愣了愣，差点就被谢维清给唬住，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什么用剑高手呢。他反应过来，他们家公子哪会用剑啊？谢维清开门走出去，煮酒连忙跟上在身旁护着。下一刻，对面一位男子突然抬手喊停：“住手！”黑衣人扯下面罩，来人正是方桌，他是做足两手准备的。若谢维清不肯和他合作，那他就亲自来杀。但对方愿意合作，自然是要好好聊一聊。谢大人，初次见面，我是方桌。谢维清语气温良：“方大人，既然谢大人肯与我合作，我自然是说话算数。”说着，方桌便让他的人全都退下，彰显他的诚意。谢大人的人请便，时时刻刻盯着也是行的。谢维清扯出一丝笑意，眼底神情淡漠：“那就进来吧。竹轩煮酒，随我一道。虎臂君在屋外守着。”方桌没有任何不满，跟着谢维清一同进了屋子。第107章凤溪县。眼下只有热水没有茶，待客不周，还请方大人见谅。谢维清坐了下来，说是这么说，但也没打算给方桌也倒上一杯水。毕竟眼前这人派了2次杀手，想要杀自己。方桌也不在意这些，毕竟他也怕对方下毒。坐下之后，他就说道：“听闻谢大人。”方大人不必说这些，直接说吧，你所谓的合作。谢维清一听就有股熟悉的感觉，以往那些给自己戴高帽的，每回都是这样的开头。方桌顿了顿，有些许的尴尬：“王家让我杀你，但实际上是为了北辽的雪灾，更加是为了……”他话音一止，谢维清不急不缓地把他没说完的说了下去，更是为了王家的大业谋权篡位。方桌只是拥有1万多兵的周牧，听到谢维清竟然敢直言不讳，随后反应过来对方居然知晓王家的举动，顿时心下一惊，原来谢大人早就知晓此事。方大人最好是真心投诚。谢维清拿起杯子抿了一口，润了润嗓子，否则定会叫王爷让你生不如死。煮酒，竹轩，他们家王爷的一世英名。方桌听过燕温岚的恶名，沉默半晌后，见谢维清还不打算说些什么，便意识到对方说的话不是在说笑。是，我既然已经选择和谢大人合作，自然不敢作假。方桌为了取得谢维清信任，想了想，还是把王家吩咐他做的事都说了出来。上千条人命，这我也不敢背啊。谢维清手指蜷缩了下，眸光倏地凝起寒霜。难怪方桌会投诚，王家为了夺位，还真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来往书信可留着。不等方桌回答，谢维清又道：“老实说出来，到时候还可记你将功赎罪。如若有隐瞒，方大人自便罢。”方桌自是不敢隐瞒，书信我都一一保存着，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我藏在了何处。直至深夜，方桌才走出屋子，融入进夜色里。屋内烛火摇曳，谢维清见方桌离去，瞬间脸色阴沉下来。王家还真敢想出这种法子。煮酒，阴毒至极。谢维清皱了皱眉，哪怕方桌说是投诚到了他们这边，但既然对方能背叛王家，同样也能背叛他们，爱惜自己的命吗？煮酒，将这粒蛊毒给方桌吃下，待一切尘埃落定，只要他没再有什么幺蛾子，解药才给他。煮酒眼尖，顿时就认出来这是他们家王爷炼制的毒药，专门控制人的。是，那属下是现在追过去让他吃下，还是神不知鬼不觉的让他吃下？等他吃了再同他说。方桌的诚意不够。煮酒拱手说道：“是。”属下领命。次日风雪已停，谢维清一行人继续启程前往凤溪县。陆贾昨夜被煮酒手刀劈晕到天光大亮，脖子肩膀的链接处都疼得要死，但没敢出声。这一路异常安静，直到估算着时间和路程，他掀开帘子一看，哪怕外面被大雪覆盖，久久不能消融，他还是认出来这是什么地方。这里是凤溪县的界地处。随后马车也随之停了下来，前面的路被大雪堵住，虎臂军已经开始去清雪了。好在虎贲军带得多，依靠着人力铲雪，耗费了1下午的时间，终于是走了一半的路，来到了县城。刺史说，
凤西县的县令还在这守着那几百名的百姓，一靠近县城，他们就发现道路上的雪比方才的还要好处理些，所以才会在傍晚到达了县城。凤西县不是很富裕，县城也很小，城门大开着，马车进去时，里面一片白茫茫，万籁俱寂，全都是冰雪覆盖的气息，没有丝毫活人的味道。谢维清的心猛地被提了起来，街上的雪能没到小腿肚子处，马车只好停在了城门外。虎臂军尽量铲出一条人行道出来。天色渐深，忽地一道微弱的人声唤了一句：“谁呀？”谢维清闻声看去，没能看到人，他立即让竹轩点燃火把拿给他，顺着方才听到声音的方向走去。走了半晌，他蓦地顿住，在一处被大雪压垮的破败房子里，火光照亮了一片漆黑。房子里起码窝着有10几号人，一个个蓬头垢面，唇色发白，有的没什么反应，有的还能勉强抬起眼皮看他们一眼。谢维清立即让虎臂军把这边的雪清出来，随后让人去拿棉服棉被过来。他声音很轻，但说出来的话一字字都很清晰。别怕，我们是来救你们的。方才发出微弱声音的女子瞬间变得激动起来，她怀里紧紧抱着一位小女娃，没有任何反应。她立即让随行过来的大夫上前。谢维清，把这里的雪清干净，每一户每个角落都要仔仔细细的看，有没有避雪的百姓。这块区域很快清理出来。谢维清弯腰进去，火把的温度好似把所有人都惊动了般。他让竹轩进来生火，还是太冷了，木材又被雪沾湿，冻着。竹轩连续点燃了好几次，都是很快熄灭。好在最后还是升起了火。这边没有水，只能用雪来代替。雪一点点地用身体仅有的温度融化，这才让这里的勉强撑了下去。谢维清让人把马车上烧水的水壶拿了过来，半个时辰后才有人给了反应。我也要。出声的是一位看起来年长的男人。竹轩立刻把盛着热水的碗递过去。女子这时候也有了力气说话：“我还以为官府的人不会再管我们了，不会放弃你们的。”谢维清温声说道。眼前这位女子年纪不是很大，才刚及笄。谢维清看着她怀里的小女娃，轻声问道：“这是你妹妹吗？”“不是，我发现她的时候已经被冻伤了。”谢维清看向了随行的大夫：“如何？”大夫摇了摇头，先用温水擦身，再用热水擦拭一遍，先把她的体内仅存的阳气保住，这才能逼出寒气。说话间，竹轩把热水盛了一碗又一碗，递给了他们。待他想把热水给闭着眼的人时，身旁的人就干声说道：“不用给了，都死了。”谢维清听后眼睫一颤。第108章出事。死了。谢维清心里蓦地一沉，借着火光看向了屋内闭着眼的人，面容安详，只是可能死了太久，身体都冻成了冰霜，只有脸上还是平和的，隐约还带着笑容。他别开眼，不愿再看，还是来晚了。你们能愿意冒着风雪过来，已经很好了。女子虚弱的说道。许是看出了谢维清心里在想什么。我叫阿凤，家住在西角村。阿凤。谢维清笑了笑，声音温柔，很好听。凤凰于飞，会其语。阿凤也跟着笑了下，随后垂眸看着怀里抱着的小女娃，还不到10岁，声音还有些稚嫩清脆，但又因为虚弱无力，加上长时间缺水，变得干哑至极。大人，他还能？会的。虎臂军一夜都没有休息，连夜清雪找人，谢维清也没有睡，一直待在那里陪着他们。房屋前空地上的积雪已经铲清，他让人先把米粥给煮出来。子时，在冰天雪地下，米粥终于煮熟，香味一阵阵传来。谢维清披着大氅，同竹轩将米粥一碗碗的盛出来。待到明日，他就让人把尸体安置在义庄，待后面家属来认领尸体。百姓喝完米粥，便裹着棉服棉被，安心的闭上眼睡了过去，不会再怕睡着之后就醒不过来。城内的大雪是在第3日才彻底清完的。县令的尸体是在一处避雪的地方找到的，还找到了几位幸存者。谢维清让人清点剩存人数，只有仅200来号人，也就是说，这段时日死了的人有300多，可找出来的尸体却只有100来具，其他尸体如今又在何处？最后，虎臂军在角落的积雪处发现了类似人的骨头。大雪清理完毕之后的事，便是修缮屋子，搭建新的避难棚。待这场风雪真正过去，阳光就会照到凤西县，照到整片北辽的土地。10日后，雪没有再下，用来引雪水的水渠灌溉着一块块田地。谢维清准备回北辽城时，方卓忽的派人百里加急送了一封信过来。北辽城出事了，王家不知通过谁的手，还是对避难的百姓下了毒手。从昨日半夜开始，便有人因此而死。到了今早，传出来的是令人人心惶惶的瘟疫。方卓在信上一口笃定是王家所为。谢维清忽的眼前黑了黑，他赶忙撑住桌子，缓了又缓，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他所谓的设想和万一，最终承受不住，脑袋开始钻骨的疼，太累人了。他深呼吸一口气，吩咐在屋外的竹轩和煮酒，启程回北辽。信上还说，瘟疫或许已经被王家传到了朝堂、长安、皇宫。一大早，王怀淼就让人在早朝上说了北辽有瘟疫一事，说是谢维清等人的错。不过王家意不在此，而是想要向天下证明晋朝气数已尽，皇帝早已不是真龙天子。雪灾和瘟疫这种都是在王朝将倾才会出现的。梁朝
也许就是晋朝最后一位皇帝了。梁朝一下了朝就冲着谢官堂发火，瞧你好儿子办的差事，这么简单轻松的差事都能给朕搞出瘟疫来，你们谢家克朕是不是？吵什么？皇上未经之计，应该想想如何解决，而不是在这破口大骂，在这里无能狂怒。谢官堂被骂，燕温岚无所谓，但谁让这蠢皇帝还敢把锅推到他家为卿身上了？1个多月都未曾有书信，可见是有多忙。皇上都说天子威严能镇压一切邪祟，不如您去北辽把那瘟疫镇压一下。梁朝被堵得不敢说话，只好偷偷又怒瞪了一眼谢官堂，随后甩袖离去。一旁的李福乐连忙跟上，结果就被对方踹了一脚。皇上息怒，皇上息怒。谢官堂脸色微沉，对梁朝越发不满意，更多的还是失望，太多失望。当年他也曾同秦太尉交过一阵，还在当皇子的梁朝，谁知如今还真的就是烂泥扶不上墙，还是一滩发臭的烂泥。两人一前一后出了太和殿，燕温岚忽的叫住谢官堂，语气冷沉，不是很想给好脸色的样子。我要去北辽，你问问为卿的阿娘要不要写信让我一并送过去。谢官堂本来想说一句有屁快放来着，还好没说出口。他习惯性的摸了摸光滑的胡子，不自然的咳了几声。也行，我回去就立刻让夫人写。不过你去北辽做什么？我接我郎君回家，不行啊。燕温岚没好气的说了句，随后就快步走到谢官堂前面。谢官堂愣了愣，随后才反应过来是什么意思，指着燕温岚的背影就想骂人不知羞耻。光天化日之下还郎君呢？叫什么郎君？没脸没皮！呸！5时，谢官堂派府里的小厮把5、6封信纸一股脑送去了摄政王府。燕温岚看着一封比一封还厚的书信，嘴角抽了抽，心想着不能见到人就是这样了，不像他，等他见到他的为亲，能从早说到第2天晚上，根本不需要写什么信。他也不在意这段时间没收到半封书信，一点也不在意。燕温岚说走便走，只身一人便率先赶去了北辽之地，让随后赶来的侍卫带足人马。公子，北辽城如今封城了，进不去的。谢为卿的马车被拦在了北辽城外，里里外外重兵把守着。他认出了是方桌的周军，对方甲胄上刻着的是一个方字，顿时便出声说道：“你是方桌的手下？”小兵一愣：“你认识我家大人？竟敢直称名讳，自是认识。方桌不是北辽的周牧吗？”“不对，方桌的周军又岂会在这时候派出来？”谢为卿淡淡的说道：“既然不给进，那也不打扰这位军爷了。”谢为卿上了马车，让竹轩掉头走人。我记得城郊外有陆贾的住宅，先去他那。公子，这会不会太冒险了点？陆贾是方桌的人，也可能是王家的人，为何没有可能是我这边的人呢？谢为卿垂眸看了眼爬到手心里的小蝎子，指腹轻轻的抚摸着他。第109章选择。马车停在了陆贾的宅院大门前。陆贾是在方桌走后没多久便回了北辽，毕竟方桌交代的事情已经完成，他也没必要跟去凤西县吃苦。方桌在信上提了句，若是不能进城，那就去找陆贾，对方在城外的宅院住着。家丁见到有马车停在大门前，立刻打起精神，裹紧了身上的袄袍。见马车上下来了一位身着显贵的男子，对方披着白毛大氅，泛着雾青色，一头墨黑的头发如绸缎般顺滑而下。你们家陆老爷呢？老爷在屋里头，小的这就回去禀告一声。陆贾精明，只为自己能活着，眼下方桌护不住他，自然是瞬间倒戈向王家。在王家的人找到他后，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王家。当然，向全城百姓下毒的事情，他可没胆子做。他答应的是待谢为卿出现，便把对方行踪告诉他们。若不是谢为卿提前用毒药控制住方桌，对方也会立即又为王家办事的。陆贾听到有一位非富即贵的人找他，便立刻知道那人是谢为卿。他心下一慌，生怕对方知道自己跟王家做过交易，现在是要找他算账，赶紧请人进来。不一会儿，陆贾便看到对方带着护卫进来，赶忙惨笑了几下：“谢大人，这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谢为卿直接说明了来意，在陆兄这儿住上几日，陆兄不会不给罢。陆贾看了眼谢为卿两侧凶神恶煞的左右护法，讪讪一笑，心想着他说不给，下一刻估计就要被这两人给砍成肉块了。谢大人肯在寒舍住下，那是小人毕生之幸。他说完，便立即让人收拾厢房出来给谢为卿住下，心底同时犹豫起来，到底要不要把谢为卿在自己这住下的消息透露给王家的人。如今他们在北辽城利用那瘟疫来封城，也未必能察觉到城外的动静。可万一……对了，陆兄，城内的情况你可知晓吗？陆贾干干回了一句，说是瘟疫，这不都封城了吗？可我听方桌说，这并不是瘟疫啊。谢为卿不紧不慢地开口说道。陆贾瞬间无话，眼神有些闪躲。我也不知道，传出来的是这样，至于是不是真的，小人不清楚。他说着便想找个理由离开，还没等他想好，谢为卿又不给他喘息的时间，继续问道：“陆兄在北辽城待着，也不清楚吗？若是真有瘟疫，怕是这会儿陆兄都能逃去长安了吧？”陆贾内心一咯噔，被这么一问，他顿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下意识避开了谢为卿的目光，忽地手背像是有根针刺了一下似的。他抬起手定睛一看，自己的手背不知何时爬上了一只浑身通黑的蝎子。他心下一骇，
正想要甩手将其甩掉，就听到谢维清出声道：“陆兄，还是不要轻举妄动为好，不然毒性入心肺，神仙也难救回来了。”陆贾蓦地瞪大双眼，厉声说道：“什么意思？”谢维清伸手将对方手背的小蝎子拿回来，蝎子爬上了他的指节骨处。竹轩，给他解药吧，不然1刻过后就要死掉了。竹轩将解药倒了一粒给陆贾，谢维清眨了眨眼，温声说道：“为了以防陆兄会受到王家人威胁，只好出此一计了。待我回到长安，必定让王爷给你真正的解药。”陆贾完全没想到谢维清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张了张嘴，头次觉得对方只是看起来面善罢了，内心估计也是个狠毒的。很好，他不需要犹豫了，左右都是死，说不定谢维清还能保得住自己。陆贾是想清楚了，不过一想到被下了毒，自己小命就被别人捏着，心里惶惶不安，又忍不住怨恨谢维清，但也知道他再不表示点诚意，估计他的小命就真保不住了。王家的人来了北辽城，听说是王家的小公子。什么？王家的小公子？王淼？在谢维清印象中，对方和自己同辈，却还是像个不谙世事的孩子般。没想到王家居然会让他来，那也就意味着以前的王淼都是装出来的。反正我听到的那些人叫他就是叫小公子。陆贾老实的说道。谢维清声音微沉，知道了。几日后，谢维清收到了一封不知道是谁送过来的信，是邀他出来见面的，在郊外的将军亭。信的最后末尾写了2个字：怀之。对方并没有不让自己带人前去，谢维清直接带了竹轩和煮酒。见到王淼时，他忽地有一瞬间恍惚，毕竟对方也算是自己的朋友。叔了，好久不见。王淼若无其事的寒暄道。是好久不见。谢维清没心思跟对方说这些，开门见山的问道：“北辽城里的百姓现在怎么样了？”王淼愣了愣，随后便说道：“这可是瘟疫，能好到哪去？你主动来的，还是王家逼你来的？”谢维清又问。话音落下，王淼没有说话。半晌，他看向谢维清，牛头不对马嘴似的说了一句：“今日我来找你，是避开了那些人来的。你回长安吧，长安好歹有谢家，还有燕温岚。”谢维清语气泛冷：“你觉得我会回去吗？城内上万名百姓，我不可能会回长安的。”王淼忍不住：“可王家要我杀了你。”他情绪近乎崩溃：“叔老你是知道的，我阿娘还在王家，她一个侧室，可有可无，但我就这一个阿娘，你让我怎么选择？”王淼自私，他不可能会眼睁睁看着阿娘死在王怀淼的手里。一城的百姓，那又如何？他不可能会为了这些人让他阿娘没了性命。我不会杀你的，可你若继续留在北辽，他们一定会杀了你。而且，王淼顿了顿，近乎求着谢维清，声音干涩：“你想想谢家，你不如回长安多陪陪你的父母。”谢维清听出了对方话里藏着的意思，王家这是要对谢家下手了。他眼睫颤了颤，声音发紧：“回长安是不可能的。”第110章相拥。王淼自知劝不住谢维清，他心沉了大半，最后同对方说了一句，说出的话在这雪地里变得干冷：“城内没有瘟疫，是我把药给换了，我不至于这么狠毒。好歹我和你都是同一个夫子教的，我可不想被他老人家说白叫了。”谢维清张了张嘴：“你小心点。”王淼沉默片刻，可再这么下去，迟早也会出事，我不能帮你什么，你自己想办法吧。他说完便离开。谢维清看着对方远去的背影，忽地觉得心累。他站在亭子前，不知站了多久，天渐渐下起小雪。煮酒忍不住说道：“公子，天冷还是不要在外面站着了，万一生病多不好啊。”回去吧。谢维清声音微干，说完之后还是没有动弹，往对方离去的方向又看了一眼，忽的头顶传来一声尖锐的阴厉声，海东青在天上盘旋片刻，随后俯冲落在了谢维清肩膀处。煮酒疑惑：“王爷的军规怎么来了？”竹轩看了眼，不是送信啊。煮酒忽的有种不好的预感，该不会是王爷要来了吧？北辽传出瘟疫，他们家王爷怎么可能在长安待得住？谢维清还没回过神来，乍得听到煮酒说了句王爷，他抬眼看向对方，随后肩膀上那只海东青转了转脑袋，没打算离开。应该不会，他说着，心里隐约升起了几分心虚感，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离开长安将近2个月，一封信都没有写给燕温岚。谢维清，他没来由地重复了一遍，像是在安慰自己，王爷应该不会来的。可这是王爷的海东青。没等煮酒说完话，谢维清就上了马车，并不是很想听到煮酒接下来说的话，可他心里清楚，按照燕温岚的性子，或许对方真的来了北辽，只是还没到罢了。肩膀上那只海东青自觉地跳了下来，落在案几上，轻轻碰了下杯壁。谢维清注意到，顿时就看出对方的意思，这是要喝水了。他倒了杯水，果真看到海东青将水喝完，他眉眼不自觉地弯了弯，并不害怕这只猎鹰这么有灵性呢。回到陆贾的宅院，谢维清就在想该如何戳穿这场假瘟疫。如今周兵围着，北辽城有王家的人在，若是以武力解决，这无疑是给王家送把柄。再者，城内情况他还是不了解。王淼换了药，但也说过时间一久会出人命。未经之计，得要派人进城查看到底是什么病，找到治疗法子，才能用武力解决封城一事。还得要一个精通医术的。
可上哪去找？他揉了揉眉心，倏地有些头晕。谢维清单手支着脑袋，缓了好一会儿，还不见消减，反而还有些犯呕的冲动。他给自己倒了杯热水，一杯下肚，这才好受了些。许是染风寒了，加上这段时间他一直没休息好，身子有点撑不住。谢维清没有再想下去，去床榻上歇着。迷迷糊糊之间，他总感觉有人摸了摸他的额头，还有脸。梦里的那人叹了一声气，近乎心疼地摩挲着他的侧脸。待他睁开眼时，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下。谢维清眨了眨眼，下意识起身看向一边，蓦地愣住。那双略显疲态的桃花眼直直地看着眼前的人，他没敢眨眼，心想着是不是自己还在梦里。还没张嘴说话，眼眶倏地温热，鼻尖开始泛酸。他轻声地唤了一句：“王爷。”燕温岚看着自己，随后朝他起身走来，越来越近。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对方把自己按了回去，重新躺在床榻上，随后给他严严实实地盖紧了被褥。他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人，有点不敢相信，更多的是抑制不住的酸涩。谢维清压着几十天的思念，好像在此刻涌了上来。知不知道自己生病了？燕温岚声音微沉。谢维清抿了抿嘴，没有说话，直直地看着对方。没一会儿，他感受到了睡梦里那只手再次抚摸上他的侧脸，而后就是额头，最后停留在了他的脸庞。他眨了眨眼，下意识地蹭了蹭燕温岚的掌心，像是眷恋对方的温度。有点知道。谢维清小声地说了句。燕温岚目光沉沉，眼里尽是疼惜。我的维清瘦了好多。没事好，没事好。谢维清忍不住朝燕温岚撒娇。有想我吗？谢维清看着他，想了。说完，他又说道：“怎么不抱我？燕温岚不是最喜欢抱着自己了吗？还没沐浴更衣，你再睡会儿，我让人去煮了白粥。”谢维清一直看着他，声音有点闷闷的，像是在不开心、不满意听到这句话。哦，那你去沐浴，不要我多陪陪你啊？燕温岚有点好笑道，语气尽是宠溺。谢维清眨了眨眼，王爷不去沐浴，怎么陪我？我要你抱着的。燕温岚瞬间干咳一声，他蓦地收回手，心想着果然是许久未见，定力又跟刚开始那会儿一样了。行，我去沐浴。两人好像根本没有离开多久，直到燕温岚把谢维清抱入怀的时候，谢维清顿时就觉得这50多天好久好久。他抱住对方，窝进了燕温岚的怀里。不知彼此抱了多久，谢维清抬头用脸蹭了蹭燕温岚颈侧，随后埋进对方的颈窝。王爷怎么来了？你还问？不知道我为什么来啊？燕温岚语气幽怨，活像守空房守了10几年的怨夫。为什么来？谢维清明知故问。想见你，我都想死你了，某人连一封信一个字都不写给我。燕温岚控诉道。谢维清轻声，我也想你啊，没写信回去是太累了，根本挤不出什么时间去写信。我知道。燕温岚把人抱紧了些，声音沉沉，我知道我们维清很累，所以我就亲自来见你了。谢维清听着，鼻尖忽地又泛起了酸意。王爷来见我了。两人紧紧相拥着，直到谢维清出了一身汗，实在受不住才松开手。燕温岚又抬手贴了贴他的额头，维清好棒，没这么热了。第111章照顾。屋外响起敲门声，是煮酒。王爷，粥熬好了，属下可以拿进来了吗？燕温岚亲了亲谢维清脸，又亲了下他的嘴唇，这才让人把熬到稀烂的粥端进来。他拿着放在一旁的貂毛大肠给对方裹紧，而后扶人坐起身，煮酒端着粥下意识递给了自家王爷。燕温岚接过，你下去吧。煮酒立即脚底抹油溜出去。燕温岚扯了几只枕头给谢维清靠着，吹凉了些粥水，才递到对方嘴边，声音透着温柔。维清张嘴，一碗粥很快见底。燕温岚把空碗放好，好了，今夜就不沐浴了，老老实实的睡一觉。谢维清皱了皱眉，还睡啊？不等燕温岚说话，他又接着说道，不沐浴的话，身子好难受的，出了汗，黏糊糊的。燕温岚自然而然的伸手探进去摸了摸，那我让人备热水，等会儿我给你擦身子。谢维清眨了眨眼，冷不丁的问他，你手怎么都不冰的？我又不虚。燕温岚淡淡的说了这么一句话。谢维清顿了顿，觉得燕温岚好小气，居然还记得秋猎的时候自己让人吃鹿肉的事情。他抬眼看向对方，声音温润，都说了，医书上说王爷这个是病。燕温岚抬手捏了捏他的脸，出汗多好的快，维清要不要试试？谢维清眨了下眼，没太反应过来燕温岚说的这番话是什么意思。我盖的已经够多了。燕温岚扯出一丝笑意，没事，我们可以躲在被褥里。谢维清迟钝的脑子终于反应过来，他忍不住说道，我是病患，这不是治疗的法子吗？燕温岚一本正经。谢维清，许久未见，他家王爷依旧还是这么的厚脸皮。我要睡觉了。他说完就躺下，扯着被褥把自己盖得严严实实，像是防着燕温岚似的。燕温岚嘴角勾起一丝笑，就开始烦谢维清，不是说睡多了吗？维清怎么还睡？不睡了，我们好久都没见，维清难道不想一直看着我吗？谢维清一把扯着被褥盖住脑袋，燕温岚伸手戳了戳他，见不理人，又是伸手戳了好几下。他露出眼睛，目光悠悠地看向对方，你在欺负病患？燕温岚，
怎么就是欺负韦青了？他说着又补了一句：“我如今都没伤他呢，不是那种欺负。”谢维清忍不住说道：“我也没说是哪种欺负啊。”燕温岚故意逗人，谢维清就不该跟燕温岚说这些，不跟你说了，我头晕，都怪王爷。燕温岚，那我给维清按按。他也不等谢维清说好还是不好，拖着对方的后脑勺让人枕在自己的腿上，还贴心的说道：“不睡就睁开眼看着我。”谢维清蓦地失笑，对上燕温岚垂下来的目光，哪有人说这番话的？怎么不想看着我啊？想。谢维清声音稍微拖长。燕温岚动作温柔的按着太阳穴，看着眼前的人眯起眼，一副舒适的模样。要不要重点？要。谢维清不自觉的挂起笑容，他闭上眼，身体终于放松下来，安心的枕在燕温岚的腿上，不知不觉中自己又睡了过去。不过他没睡多久，迷迷糊糊中感觉到燕温岚拿着热的巾帕给他擦身子。过了好一会儿，他悠悠转醒，挪了挪位置，下巴抵在了对方的肩膀上。好了吗？他轻声细语的。燕温岚擦身子的动作一顿，又给他擦着后背。还没有。说完，巾帕被抽出来，放在热水里泡着。燕温岚拿起另外一条巾帕，挤干大半的水，仔仔细细的给谢维清擦着身子。谢维清感觉自己好多了，脑袋没白日里这么晕晕沉沉的。他忍不住蹭了蹭燕温岚的颈侧，想你了，真的。温岚。谢维清没有太清醒，声音温润小声，又带着点黏糊感，拖长着尾音，撩拨着燕温岚。温岚。燕温岚深呼吸口气，把巾帕拿出来，手上还留着些许触感。他喉结滚动，耳边全都是谢维清唤的温岚。他咬了咬牙：“你就折磨我吧。”谢维清眨了眨眼：“哪有折磨你？换几句都不行啊。”燕温岚没说话，近乎沉默的给人擦完一遍身子，从头到尾，期间还听到谢维清问他：“你是不是在报复我？擦的这么用力？”“没有。”燕温岚闷声回了一句。“那怎么办？你擦的，王爷负责。”谢维清冷不丁的又说道。燕温岚愣了愣，随后反应过来对方指的是什么，他深呼吸，一口咬定道：“你就是在折磨我。”说着，他就负责起来。耳边还有谢维清听着像是有些难受的声音，他抽出一只手扶住了对方的腰身，是不是又发热了？好像有点。过了好一会儿，燕温岚把手放进热水里泡了会儿，生怕自己的手会冷到谢维清。我看看。说着，他把手贴在额头上。谢维清眯起眼，懒得动弹。片刻后，就听到燕温岚说道：“不是发热，正常反应。”“哦，你再给我擦擦身子。”谢维清眨了下眼，我感觉又出汗了。燕温岚一言照做，还不忘说道：“以后多注意自己的身子。我听竹轩说你白日里在外面待了很久。”谢维清开始要跟他算账了。“没有，我是在亭子里待着的。”燕温岚语气微凉：“有区别吗？”谢维清他自知理亏，沉默半晌后，闷闷的开口：“知道了。”燕温岚让人躺下来，随即放下床幔，唤屋外的侍卫进来把水倒掉。屋内很快就吹灭了烛火。谢维清在黑暗中直直的看着前方，看了好一会儿，眨了下眼睛。待燕温岚上榻后，便抱住对方埋进了怀里，小声的说道：“扯一下被褥，后背有风钻进来了。”燕温岚把被褥扯到对方耳尖处，抬手揉了揉谢维清的脑袋，心里软得不可思议，当心别闷着了。谢维清闷闷的应了声：“第112章，听你的。”谢维清难得睡了一场好觉，直到40才悠悠转转的睁开眼，他大脑还放空着，片刻后意识才渐渐回笼。昨夜燕温岚好像来了，他缓慢的眨了眨眼，随后反应过来自己还在对方怀里，燕温岚真的来找他了。谢维清不自觉蹭了蹭燕温岚的胸膛，手里还抓着对方一绺青丝，他眨了眨眼，没有想过要松手，反而扯了一下。燕温岚睡得沉，并没有因为谢维清的举动醒来。谢维清又扯了扯，见还是没什么反应，也没再闹对方，扯着那一绺的青丝绕着手指转圈。此刻的心得到了放松感，他往燕温岚怀里靠了靠，脑袋抵在对方的胸膛上，缓缓呼出口气。燕温岚醒来时就感觉到了谢维清在蹭着自己，他抬手自然而然地揉了揉对方的脑袋，随后就用手背贴住额头，过了会说道：“好多了。”谢维清语调微微轻扬。两人在床榻上黏糊了好一会儿，起身洗漱完，待谢维清出了屋子，才发现陆家的宅院里里外外都有燕温岚的侍卫。他默了默，王爷怎么带了这么多人过来？燕温岚不以为常，万一遇上埋伏，我又不能以一敌百，要是伤着了，维清肯定会心疼的。再说了，这得多狼狈。好吧。谢维清语气含笑，眉眼微微弯了弯，看向燕温岚的眼神里柔情了几分。燕温岚眉头一挑，有点不太满意。维清是不是还说少了一些话？谢维清认真的不解，维清说少了什么话？维清不应该说会心疼我吗？谢维清歪了歪脑袋，上挑的眼尾勾起几分笑意，这难道还要说的吗？心疼不应该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吗？王爷。燕温岚没有说话，定定地看着谢维清，心想着他的维清怎么能说出这么好听的话，要不要这么哄着他？他目光一点点沉了下去，晦暗的情绪翻涌上来，
喉结不自觉地滚动，随后委屈似的憋出了一句话：“想抱你。”谢维清朝人张开手，轻声说：“抱啊！”话音未落，他就被燕温岚扣进了宽大温暖的怀抱里。维清，燕温岚在谢维清耳边低喃，低沉的声音带着缱绻和爱意。他把人抱紧，在门口处就这么抱着，也不顾周围侍卫的存在。谢维清抬手回抱住对方，弯了弯眉眼，温声说道：“王爷还是好粘人啊，就粘你一个。”燕温岚闷声说道，说着还用脸蹭了蹭谢维清的耳朵。维清，维清。谢维清听着不免想笑，干嘛？燕温岚没有回话，只是将他抱得更紧了些。他好笑的说道：“大庭广众之下，王爷也不知道顾着点面子。”燕温岚皱眉不减：“什么面子？抱你怎么就没面子了？就抱，就要抱着我家维清。”谢维清抿着笑意：“我是说，王爷这副委屈可怜的样子，未免有损王爷的威名。”燕温岚不知想到了什么，轻声问：“那维清是要在外人面前听我的话吗？”谢维清忽地沉默住，以他对燕温岚的了解，对方说的这种听话，可能并非只是单纯的听话。王爷不妨先说说。燕温岚唇线微抿，就是我想粘着你的意思。谢维清，不单是粘着吧，要是能做其他事情，也不是不可。燕温岚说：“哦，不行。”燕温岚，他不甘心，不服气，为什么不行？王爷在内在外都要听我的，王爷难道不是这么想的吗？燕温岚顺着杆子往上爬，听你的，所以维清要奖励我一下吗？谢维清忍着笑，摇了摇头，不要奖励你，还有，王爷该松手了。燕温岚刚要说，对方还抱着自己，结果下一刻谢维清就松开了手，还说道：“我想去吃早膳了。”他还能说什么吗？不能。燕温岚乖乖的松开手，那我陪维清一起。谢维清唇畔含笑，王爷哪次不是说陪着我？两人久逢胜新婚，而陆贾这边就差要被吓死了。看着一夜之间多了100来号的带刀侍卫围着他的宅院，谢维清身旁那2名护卫，其中一个还看似好心的给他解惑，说是摄政王来找他们家公子。陆贾，这哪是好心，这分明是想要把他给吓死。燕温岚陪着谢维清用完早膳后，才故作不经意的问道：“这里是谁的宅子？”谢维清：“陆兄的。”燕温岚皱眉：“什么陆兄？你哪来的陆兄？”谢维清声音亲和：“之前给难民解决避难所的时候结识的是北辽的首富。”哦，没有富。燕温岚不冷不热的说道。谢维清哑然失笑：“是，王爷是晋朝首富。”燕温岚压了压向上翘的嘴角，维清这都知道。谢维清就随意的捧了一句话，听到对方这句话后，他陷入了一瞬间的沉默。王爷还真是。燕温岚顿时立正自己：“不信我在北幽那可是有矿山的。”谢维清默了默，靠近燕温岚，小声的问道：“王爷没有上交朝廷？”“那是我的。”谢维清点点头，很快就消化掉燕温岚私自葬矿山占为己用的事实。“那现在也是我的了。”燕温岚，不太好吧？万一被你父亲知道，那就是王爷的。不等燕温岚说什么，谢维清不急不慢的补了一句：“过后还是我的。”燕温岚看向谢维清的眼神瞬间变得幽怨。维清为什么不肯跟我一起面对？有道是君当作磐石。谢维清抬手捂住燕温岚的嘴：“王爷还是别嘴贫了，不如替维清想想，如今北辽成瘟疫一事，该如何解决？”当真是瘟疫？燕温岚收起玩闹的心思。谢维清沉吟片刻，没有把王淼一事说出来。并非，但如今封城是以瘟疫的名头，而且城内的百姓是被人下了药，还不知道该怎么诊治。多简单的事，入夜后我就进城替维清解忧。第113章势必。入夜，燕温岚只身一人入城。谢维清在陆宅等候，一旁还有陆贾等人。待到亥时，燕温岚毫发无伤的回来，不是什么要紧的病，估计下药之人多加了巴豆之类的容易引起腹泻的药物。不过大寒天的，自然有人受不住。谢维清闻言，心底一直悬着的巨石终于稳稳当当的落了地。他声音有些发紧：“事不宜迟，明日便让破了北辽城的城门。王家的人还在北辽城，这事一旦被搅黄，王家定然还会有新的动作。”他声音愈发冷沉。燕温岚没有出声，直直盯着谢维清看，直到对方看向了自己，他才回过神：“都依你的，等会儿就让煮酒去把北幽的周兵带过来。”他说的漫不经心，陆贾听的却是有点想死。谢维清，不用太多，方桌不敢跟我们来真的。燕温岚让煮酒去办，而后看着谢维清，忽地觉得自己还是没有多了解对方。他神情微暗，没有立即说什么，而是等谢维清吩咐完，两人回了卧房时，他才开口问：“那个方桌不是王家的人吗？”谢维清没察觉出有什么问题，声音微微上扬：“是啊，不过现在是听我的了，我用王爷给我的蛊控制了他。”燕温岚没有对此说什么，又问道：“听朱轩说维清还杀了人，我都不知道维清居然会杀人。”说到最后时，语气已经是变了样，委屈又幽怨。谢维清眨了下眼，声音有点小：“王爷不知道吗？”燕温岚瞬间心堵：“我不知道。”那王爷现在知道了。谢维清抬手摸了摸鼻尖，有点心虚，之前只顾着防燕温岚，
并不想让对方知道自己练过，而且谢家向来无论儿女都是要练武的。他以为燕温岚会查到，他轻声的提出疑问。燕温岚咬了咬牙：“你当初跟我说你身子弱啊？”而且他声音弱了下来，没有说而且什么。实际上最开始自己根本没有让人细查，左右都是要杀死的嘛，就想着，他是不会说出口的。就算燕温岚不说，谢维清也知道，毕竟先前他就说过，燕温岚这厮一开始就是想玩腻之后把他给杀了，而且当时王爷并不想长久。谢维轻轻飘飘的把对方的话补完整，燕温岚先前的气焰消失的无影无踪，他低着头，果断认错：“我错了，维清原谅我好不好？”谢维清，那相敌好不好？先前瞒着王爷，也只是觉得王爷不能信罢了。燕温岚眨了下眼，想起了之前谢维清同他说过的话，小心翼翼的问了一句：“那维清现在有没有信我一点？”谢维清故作沉吟片刻，应该还有多一点。燕温岚眼睛一亮，抬眸看着谢维清，低声说道：“维清怎么对我这么好？之前都对你不好的，想这么多之前的事做甚？我们又不是要寻仇，没必要啊。眼下王爷对我好，我和王爷互相心悦，就已经很好很好了。”谢维清目光温和，说出来的话轻而易举的就安抚住燕温岚的心，如沐春风，温柔的很。燕温岚把他轻轻环抱住，下巴抵在对方的肩膀上：“是，现在由我陪着维清。”次日午时，北幽的周兵在北辽城门口乌泱泱的一大片，城门口的守军顿时冲着他们大喊：“你们这是在做什么？是想要造反吗？”末将奉钦差王爷之令，特地前来支援，阻止瘟疫传播，速速打开城门。方卓听到风声，立刻和王家的人骑马往城门口而去。刚登上城门，就听到了这一句话，身旁王家的人脸色一黑，咬牙切齿的说道：“定是燕温岚来了北辽。”他暗自心惊，心想着瘟疫一事早就传到朝堂，这个节骨眼上，那位摄政王居然亲自来北辽，不要命了？那王大人，如今这城门……王僚怒极，猛地一甩袖，冲着方卓发火道：“拦得住吗？现在即刻回长安，你就在这守着。谢维清要是不死，你就得死。”王僚带着王淼回了长安，同王怀淼说明了此事。北辽城所谓的瘟疫没多久便治好，半月后，燕温岚同谢维清准备启程回长安。谢维清正让人准备回去的行李，来的时候并没有带多少，结果燕温岚一来，带着他去北辽城买了许多东西，回去时都装满了一辆马车。公子，行李都收拾好了。谢维清微微颔首，随后等燕温岚醒来，这几日对方睡得沉，他问过人才知道，自己离去那段时日，燕温岚一日也就勉强能睡1-2个时辰，来到北辽后才睡得多些，好似要把先前缺的都补回来。他偏头看向还在床榻上安然睡着的燕温岚，心里没来由的软了软。他坐在床沿，目光落在对方身上，好似在仔仔细细的描摹着轮廓。直到午时，燕温岚才醒了过来。谢维清随口说了他一句：“王爷比昨日还要晚起了，居然一睡就睡到了午时。”燕温岚听后愣了愣，而后说道：“维清在，自然睡得比较沉。”谢维清没有多想，只是让人起身洗漱更衣。燕温岚笑了笑：“维清替我更衣，王爷这是懒得动吗？”谢维清没有急着说好还是不好，随后看到对方那眼巴巴看着自己的眼神，顿时无奈：“那王爷也要起来才是。”燕温岚倏地坐起身，声音还有点低哑：“维清真好。”谢维清：“王爷没说腻，维清都要听腻了。”燕温岚立刻说道：“那不行，不准听腻。”谢维清起身去给燕温岚拿了更换的衣裳，刚回来就被燕温岚抱住：“维清都没怎么给我更衣过，那以后给王爷经常更衣，行了吧？”谢维清有些好笑的说道，随后抬手拍了拍对方，声音柔和：“好了，王爷该松手了。”知道了。燕温岚好似没有听到对方说的那句以后，只是觉得呼吸好像有点闷堵起来。他揉了揉眉心，看着给自己更衣的谢维清，眼前忽地黑了一下。第114章得知王爷。谢维清看着没什么反应，只知道盯着自己的燕温岚，抬手在对方眼前晃了晃，又把方才的话重复了一遍：“吃些东西再启程吧。”燕温岚眨了眨眼，这才意识到早就穿戴好了。他忽的又把谢维清抱住，把脑袋埋进颈窝里，闷声的说道：“没什么胃口想吃。”谢维清不疑有他：“那带些酥点吧。”燕温岚抿了抿唇：“好。”说着，他心下一沉，一时间想了好多，但抓不住到底在想什么。他只好埋身了些，呼吸着谢维清身上的气息，好像只有这么做，他才能好受一点，不用想什么，只有这一刻才是真的。回到长安已是10日后，这几日没怎么下雪，驿道上的积雪也融化了不少。谢维清发现燕温岚睡觉的时间越发的久了，他不由得蹙起眉，看着刚睁开眼的燕温岚，眉宇间多了几分担忧：“王爷如今怎么越发是睡了？”燕温岚是枕在谢维清腿上的，听到对方说的这番话，还有点没反应过来。他怔了片刻：“很久吗？”谢维清：“很久，像是没睡过觉似的。”燕温岚偏头把脸贴在谢维清的小腹上：“之前没睡好觉，过几日就好了。”谢维清没有完全信他的这番话，一时心急，没什么忌讳的就说出了口：“万一有什么病呢？”燕温岚愣住，刚要说不会的，却如何都说不出口。他不是没有感觉得到，
这段时日他好像越来越不对劲了，没有之前那股子难受劲，只是睡得越发多了起来，就像是下一次睡着就永远不会再睁开眼一样。他换了个话题，声音变得有些发干：“到长安了吗？”“快了，还有一段路便到城门。”谢维清语气微沉。他说完，还想继续刚才的话题，就听到燕温岚闷闷地说道：“好困，维清让我再睡儿。”谢维清的直觉告诉他，燕温岚是在躲避他问的事情，总不能真的有什么疾病吧？谢维清眼睫颤了颤，心尖倏地被呲了下。他蓦地开口：“王爷真的没什么事情瞒着我吗？”他清楚地感觉到燕温岚的身子僵了一瞬。燕温岚，谢维清几乎没有念过对方全名，哪怕是被欺负到哭的时候，他都很少会直唤姓名。燕温岚心猛地一咯噔，谢维清又道：“说话。”他突然很想学对方装睡一次。燕温岚不知道要说什么，总不能跟对方说自己好像命不久矣了。他不会说话，不知道要怎么把话说得委婉好听一点，至少得让对方觉得自己能解决，没什么大碍。他张了张嘴，刚想说句话稳住对方，喉间忽地一股血腥味涌了上来。他倏地坐起身，下意识想要把那股血腥味咽下去。谢维清也是在这一刻确定了燕温岚真的有事在瞒着自己，而且还是一件关乎生死的大事。他很想让自己不去往这种生死方面想的，若是没什么事，燕温岚怎么可能会瞒着自己？怎么会连一句哄骗他的话都不敢说？他喉咙发紧，看着眼前的人，声音近乎哑了下去：“你告诉我，没什么大碍。”燕温岚抬眼看向谢维清，比他的话先来的是满口黑血。谢维清眼眶不自觉的泛红，心口骤然绞痛，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手已经下意识扶住了对方的手臂。燕温岚闭了闭眼，拧起力道，快速往自己心脉处点了几个穴道。维清，谢维清倏地鼻尖泛酸，双眼好似蒙上了一层水雾。他想听到燕温岚说没什么大碍，想听到对方的保证，保证不会死，保证会陪着他一辈子。他声音微颤：“为什么不骗我一次？哪怕是说句不是什么大病也可以的，好歹先哄一下他，这都不行吗？”“对不起。”燕温岚缓了缓，若无其事般的把血液擦掉。“我想着待秦家的事解决完后再跟你说的。”许是吐了那口黑血，像是回光返照一样，燕温岚又看起来没什么大碍了。他抬手替谢维清擦掉眼角不知何时凝起的泪水，动作轻柔。“之前秦家出事后，太后给我下了生死蛊，让我在别院等死。后来毒蛊解开了，是以毒攻毒，生死蛊解开，所以我身上还有蛊毒。之前不小心量下大了，就变成了这副样子。”燕温岚说的磕磕绊绊的，时不时就要停顿一会儿，才继续往下说。谢维清只觉得眼角的泪好像变凉了许多。什么样子？是死还是活？燕温岚不想让谢维清觉得自己没救，但又怕把南疆说出来，到时候希望落空，是不是会比现在更加难受？想来想去，他又怨上了自己，当初就不该强行有了交集，就不该有那道赐婚的圣旨。燕温岚，你说话。谢维清声音泛冷。燕温岚听得心里一阵难受，不敢对上眼前人的目光。谢维清又说道：“所以没得救，死字很难说出口吗？你不说，又是在折磨谁？我都看到你吐血了。”谢维清忽地觉得他就不该在这种事情上还这么聪明，他就应该装傻，他好像也不该还在这个时候对人发脾气。燕温岚听出了对方强忍着的哭腔，他猛地把人抱在怀里：“维清，我还在呢，我还在陪着你，是不是？我还没死。”谢维清声音发紧：“我不要听这个，你说你一辈子都要陪着我。”燕温岚说的沉默，他闭了闭眼，还是没有让对方继续难受下去，声音低沉暗哑：“好，我陪你一辈子，哪怕他死了，他也会一直陪着谢维清。”“你说谎。”谢维清又道：“你现在骗我来不及了。”接下来谢维清没再说半句话，但也没有挣脱开燕温岚的怀抱。他又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恨对方。再说了，万一呢？万一以后对方真的不能再抱着自己，该怎么办？回到王府后，谢维清就让人把柳怀川叫过来，让燕温岚老实坐着，不准说一句话。对方既然在王府待了这么久，一定知道燕温岚的真实情况。他现在一个字都不信燕温岚的话。第115章南疆。柳怀川被下人传唤到燕温岚院子的时候，一路上心里都在莫名其妙的打鼓，心想着今日王爷和公子刚回王府，怎么就突然要把他给叫过去？他咽了咽口水，看着敞开的大门，忽地有点不敢踏进去。下人通报了一声便退下，里屋传来一声温润如玉的声音：“柳大夫，进来吧。”是谢维清的声音。柳怀川在这道温润的声音中听出了一丝藏着的寒冷，犹如春寒料峭。他蓦地起了鸡皮疙瘩，走进里屋时看到燕温岚的样子，瞬间明白发生了什么。公子去北辽这段时日，王爷就毒蛊发作过一次，当时他给人下针，心脉处的毒素逐渐越多，那会儿隔三差五就要吐口黑血，本来稳定下来了的，但看样子估计去了北辽后又发作了。好巧不巧，还被公子给看到，这一下他俩估计都要玩完了。柳怀川小心翼翼：“公子。”谢维清瞥了眼一旁老老实实待着的燕温岚，心里哽了哽，他轻叹一声：“王爷情况到底如何？”燕温岚刚想大着胆子在谢维清眼皮子底下给柳怀川使眼色，
谁知道柳怀川压根都不敢看他一眼，垂着脑袋，视如死龟的样子，说道：“属下怕说了，王爷先让属下见阎王。”燕温岚，谢维清扯了扯嘴角，带着些许冷意，他不敢的。说罢，柳怀川不用想也知道谢维清会保住他，只是还得听到了才敢安心的说明情况。王爷这不是病，是常年积累下来的蛊毒，目前还没有找到能医治的方法，待毒素彻底入侵心脉，离死也就不远了。谢维清听着，眼睫忽的一颤，那如今呢？毒素已经蔓延到心脉处了。柳怀川声音微沉，燕温岚几乎是下意识就说出口：“南疆，我本来打算所有事情解决完后，动身去南疆看看的。”维清。谢维清闻声看向他，声音很轻，像是听到了一句与现实截然相反的话，他有些愣神。南疆？柳怀川赶忙说道：“先前王爷找的证人，对方是当年侍候太后的宫女，身上的蛊毒是南疆人解开的。”谢维清，那就去南疆，明日就去。没等燕温岚说什么，他即刻唤兰竹去收拾行李，带多点银两。随后看向燕温岚，桃花眼一片淡漠。王爷若是说出来的话不合我意，以后也不用说了。哦。燕温岚默默地垂下眸，应完这一声后就没敢再出声。在一旁的柳怀川见状，公子，属下也要去吗？去，柳大夫先下去收拾行李吧。谢维清声音温和了些。燕温岚听后，顿时心里就不平衡了，抬眸幽冷地看了眼柳怀川，眼神就差写上几个大字：怎么还不走？柳怀川好歹在燕温岚身边当下属好几年的人了，自然会看他们家王爷的脸色，瞬间脚底抹油似的溜了出去。燕温岚见没了其他多余的人，伸手轻轻地扯了扯谢维清的衣袖，没敢用力，带着讨好的意味：“维清。”谢维清直接问道：“为什么不告诉我南疆的事？”燕温岚顿了顿：“我体内的蛊毒是什么情况？我比谁都清楚，我不确定南疆那边是否真的会有人能救得了我，我怕到时候你会更伤心更难受。”这种有了短暂的希望又灭空的感觉，他私心并不想让谢维清也体验一遍。谢维清心沉了又沉，他不想跟燕温岚说这些，说的都不是他想要听的话，可他也知道，要是真的时日无多，他不想再冷着脸，但是就想骂一顿。算了，若是治好了后面再算账，治不好等死他再骂。谢维清话里还带着几点火星：“我现在不难受吗？”他说着便要起身，燕温岚下意识的伸手抓住他的手腕：“去哪啊？”谢维清有些累，本来去北辽的这段时间就有点承受不住，好不容易放松下来，没多久就知道燕温岚命不久矣的消息，跟人发了一通脾气，到现在都没怎么缓和下来。他又叹了口气，抬手揉了揉眉心：“我回一趟谢府，明日我陪你去南疆，得回去见见爹娘。”燕温岚松开手：“那位亲去吧，我会等你回来的。”谢维清心里忽地泛涩，王爷先躺着歇会儿吧。他回了一趟谢府，好在谢官堂没有带宋昭化去哪里游玩散心，对方见到自己回来的时候，还往他身后看了眼。哟，燕温岚那厮居然没跟着你一起回来，实属罕见啊。谢维清抿了抿唇，语气不自觉沉了沉。他出了点事，没跟孩儿一起回来。宋昭化皱了皱眉，想到两人都是从北辽回来，顿时就问道：“他没事吧？青儿你呢？是不是受什么伤？还是？”谢维清温声：“不是的，阿娘，是王爷就急犯了，孩儿明日得带他去南疆找大夫看看。”谢官堂，什么就急得要去到南疆？南疆自古就不太受朝廷掌控，他又是一朝王爷，去南疆岂不是？宋昭化抬手拧了下谢官堂的耳朵：“你到底会不会说话？”凶完对方后，他看了眼谢维清，接着又说道：“青儿想要去南疆，那定然是只有南疆的大夫才能医治，不去南疆，万一拖到最后治不好了，你让青儿怎么办？”谢官堂小声应了一句：“我就是说一句南疆不安全。”谢维清听着阿娘的话，心里软了软，轻声说道：“阿娘，明日我就要带他去南疆，拖不了的。这段时日，王家想必不会放过我们家，我已经传信给堂兄，让他时刻准备着。阿紫那边也派了更多的人手。”谢官堂闻言，顿时就明白燕温岚身上不是什么小问题，摆摆手：“罢了罢了，你安心陪人去南疆吧。至于王家，你不必担心，魏父还在呢，当我病猫啊。”宋昭化，放心，若王家真要对付我们，朝堂上还有你父亲的学生，你家王爷那边的人想必也不会束手旁观。青儿就安心的去，等医治好再回长安。谢维清眨了下眼，眼眶泛着湿润感：“父亲，阿娘，若有什么事，父亲一定要告诉兰竹，我会让他留在长安的，到时候还能传信给我。”第116章哄话。谢维清从谢府回去后，并没有立即去卧房陪着燕温岚，而是去阁楼想看看有没有关于南疆的书籍，找了许久，才在一本书籍中找到。书上言，南疆遍地都是毒物，自古以来，朝廷是能不管则不管。南疆那边汉人不多，语言不通，若要前往，还必须要找一个能懂南疆语的人。谢维清拿着书籍回了卧房，燕温岚乖乖地听着他的话，躺在床榻之上。他走过去，见对方还闭着眼，一副正歇息的样子，他轻声唤了一句：“王爷。”燕温岚顿时就睁开眼看向他，声音故意压低了几分，显得多可怜似的：“维清回来了啊。”谢维清没了想要跟对方再计较下去的心思，声音软和几分：“刚
刚去阁楼找到了一本书，里面记载着南疆。燕温岚坐起身，没有立即回话，而是眼神直直的落在谢维清身上，好似粘上去就扒拉不开一样。他往床榻里边挪了挪，给人留了位子。谢维清霎时明白对方的用意，走过去坐在床沿。下一刻，燕温岚就抱住了自己，声音闷闷的说了句：“我是爱你的，维清。”我知道，谢维清无奈，我没有因为这件事就觉得王爷对维清的感情有假。还有，王爷怕不是毒素蔓延到脑子去了，这都能乱想。燕温岚抱紧着人，一股脑的乱蹭了好几下。我怕你生气，就不要我了。那王爷还惹我生气？问了这么多遍，还是没有说出来。谢维清抬手抓住了燕温岚的手腕，头偏了下，好让对方继续蹭着。他说完又道：“我看你根本不怕。”不敢说。燕温岚低低的说了句。谢维清叹了叹气：“我迟早会知道的。若我不问，你打算何时跟我说？就不怕我先知道？”燕温岚又蹭了蹭谢维清，想去南疆后再说的。我还以为王爷会认命。燕温岚笑了笑：“哪能啊，想要陪维清一辈子，认命的话就陪不了了。”谢维清抓着对方手腕的手一瞬间抓紧：“是，你是要陪我一辈子的。”燕温岚抱着人，身子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适。他余光终于舍得注意到对方身旁的书，有关南疆的书。我之前让人去查过，明日把那名宫女也带上，她知道怎么说南疆语。查过了，怎么样？危险吗？谢维清问。听那位宫女说，南疆人多是热情好客，当初没有半点代价就把他的蛊给解开了。但据我的人去查到的，南疆多山，常年雾气环绕，很难找到进出口的路。谢维清沉吟片刻，倒是跟书上说的差不多。地形图可有？有。燕温岚声音低沉，带着安抚性的意味。维清不必太过担心，我让人都查探好了，这些都有。谢维清松开手里的书籍，转过身抬手抱住了燕温岚，眉眼里尽是化不开的忧愁。但愿能找到可以医治燕温岚的法子。这夜两人并没有聊什么，燕温岚抱着谢维清很快就入睡了，还没来得及回答谢维清的话，他闭着眼，呼吸绵长平缓。谢维清则是被吓了一跳，好在反应过来燕温岚的呼吸还铺洒在他的颈间，否则他就要把人给晃醒，让人重睡了。次日一早，谢维清等人便出了长安的城门。此行带的人并不多，煮酒、竹轩等侍卫，还有柳怀川这一名大夫和熟悉南疆语的袁熙。袁熙和柳怀川是一辆马车的，护着马车的人是煮酒。此行前去南疆，若是顺利，大概要20日左右就可以到达。谢维清让燕温岚躺下来，枕在自己的腿上，马车辘辘的声音在耳边不断响起，仔细一听，还会有白雪落地的声音。马车内香炉的缕缕白烟升起，香味不是很浓，带着淡雅的气味，不会让人闻着不适，混着紫云杯里的茶香。行至傍晚，竹轩等人找了一处地方扎营，升起篝火。谢维清是在他们做好晚膳后才叫醒的燕温岚，语气温柔：“王爷，该起来用晚膳了。”燕温岚没有立即醒来睁开眼，而是皱着眉，把脸贴在了谢维清的腹部。他抬手揉了揉对方的脑袋：“王爷。”过了会儿，燕温岚睁开眼，马车里的光线昏暗无比，他精准地对上了谢维清的目光。维清，他声音低沉沙哑，还有点黏糊糊的意味。好啦，该起来去吃晚膳了，他们还等着呢。谢维清拍了拍燕温岚的脑袋，随后就让人起来。燕温岚一言照做，刚坐起身就抱住了谢维清，声音闷闷的，不是很想吃。要吃的。哦，好，听维清的。燕温岚偏头亲了亲谢维清的侧脸。待两人下马车时，已是半炷香后，外面飘着细雪，篝火生在了营帐里。晚膳不是什么丰富的吃食，他们从王府带了几箱能保存很久的食物，有腊肉这些的。今晚的晚膳便是腊肉和一锅新鲜的菜汤。新鲜的吃食他们也带了些，不过也就能吃1-2日。用完晚膳后，竹轩他们便烧了热水，在野外没这么多讲究，只能擦擦身子。谢维清拧干了金帕，给燕温岚擦了把脸。维清还是头回这么照顾我。谢维清垂眸，那是因为之前王爷没有让我照顾的时候。燕温岚眉目里染着几分笑意，对我真好，知道自己瞒着事情不说，还这么照顾他。等之后算起账来，我倒要看看王爷还能不能说出这番话来。谢维清没好气地说道。燕温岚抱住了谢维清的腰身，用脸贴了上去。维清才舍不得凶我。谢维清把金帕扔进木盆里，舍不舍得还是到时候再说吧。燕温岚默了默，没有松开手，紧紧地抱着谢维清的腰身。维清肯定舍不得的。谢维清，好了，我去让柳大夫过来给王爷下针。燕温岚身子一僵，好哦。谢维清拍拍对方的脑袋，近乎哄着人说道：“王爷乖一点，过后再陪你亲话，好不好？”第117章，亲亲。燕温岚有那么一瞬间以为又是自己出现了幻听，他倏地抬眼看向谢维清，半晌后才反应过来对方说的话是真真实实存在的。他眨了下眼，现在就亲我一下。谢维清眉眼弯了弯，心想着还是跟之前一样，要试过针后才能亲。燕温岚直直的抬眸看着，不能吗？谢维清，他顿时无奈，心软的在对方额前落下一吻。这下好了吗？我让柳大夫过来。
燕温岚果断反悔，又紧紧抱着谢维清的腰身不松手，让竹轩去叫，让我再抱一会儿，就一会儿。谢维清依了他，轻声说着好，但柳大夫来了之后就不能再抱着了。燕温岚微微翘起嘴角，但他显然忘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如今他们并不在王府，让柳怀川过来，那是一刻都用不到。不一会儿，还没等他抱过瘾，竹轩就带着柳怀川过来。谢维清拍了拍燕温岚的手臂，示意对方松开。燕温岚不情不愿的照做，没敢惹人生气。柳怀川提着药箱，刚一走进营帐，就看到他们王爷黑如锅底的脸，目光正幽怨的看着自己，他忍不住打了个寒战。试完针后，柳怀川还带来了一碗褐黑色的汤药，这是属下在马车里文火煎煮的。燕温岚沉默一瞬，没有说话。谢维清倒是想起了什么，柳大夫马车里不是还有那位元熙姑娘吗？我明日让竹轩再备一辆马车。不用，他主动要跟柳怀川坐一辆马车的，想学医。燕温岚暗暗地戳了下谢维清腰间的软肉。好吧。柳怀川等燕温岚喝完汤药才退下，谢维清还没反应过来，燕温岚就把他压在床榻上，苦涩的中药味在口腔里泛开。谢维清皱起眉，但还是没舍得把燕温岚推开，他微抬着下巴，无意识地迎合着对方。一吻毕，燕温岚的吻印在了他的颈侧，烫得很。谢维清一时恍惚起来，还以为对方开始发起烧来。他抬手碰了碰燕温岚，王爷，这药好苦。燕温岚抱着人蹭，没事，以后维清多亲我一会儿就不这么苦了。闹了半晌，燕温岚才抱着谢维清入睡。一连数日，他们都是在野外过的夜，雪有时候下得很大，有时候却是冬日晴空，直至到了淮南一带，他们才去了客栈住下。谢维清开了4间上等的天字房，随后就让店小二上了几道招牌菜送到4个房里。一路上劳累颇多，他也并不想再累着别人。他顺着阶梯上至2楼，没忘记让人把热水也送上来。菜还需一段时间做好，热水却是时时刻刻备着的。没一会儿，店小二就抬着1桶热水进来，足以容纳2、3人的浴桶。燕温岚这几日又犯起困，一到客栈便在床榻上歇着，只是没睡沉，听到动静声后便有点醒来的迹象。待人离开后，他睁开眼看着谢维清，目光沉沉。谢维清醒了。燕温岚低低的应了声先沐浴吧。谢维清走过去，蹲下来跟燕温岚平视，感觉怎么样了？燕温岚缓慢的眨了下眼，想抱着你睡觉。谢维清忽的有些想笑，那还是困了。困，但要沐浴，再不沐浴，就算他家维清不嫌弃自己，他也要觉得不配抱着人睡觉了。谢维清语气含笑，好。燕温岚得寸进尺，维清跟我一起沐浴，哪次不是和你一起的？谢维清轻飘飘的瞥了一眼他，又说道，依我看，王爷在婚前确实收敛了很多，我都能想象得到。王爷闯我院子说要跟我一块沐浴的画面了。燕温岚，他有这么流氓吗？都没成婚呢。他底气不足的说了句，我哪有？是，王爷没有，王爷只是闯进院子里干看着罢了。谢维清说着，便习惯性的拍了一下燕温岚的脑袋，示意让对方起来。燕温岚，他当初就该先偷亲几下对方。燕温岚坐起身，随后就压在了谢维清身上。维清身上好暖。谢维清，王爷再这么磨蹭，热水都要冷了。燕温岚闻言便下榻，好吧，进浴桶后再抱着维清。谢维清，燕温岚说到做到，还真就抱着谢维清一动不动的泡着。谢维清默了默，无奈的说道，王爷就打算过一遍水，就当是沐浴了吗？燕温岚没脸没皮，还带着几分理所当然。维清帮我。谢维清抬起沾着水滴的手，一收一放，水滴溅在燕温岚脸上，好像是在说对方痴心做梦一样。醒醒！燕温岚抹了把脸，有点没反应过来，紧接着就听到谢维清又说道，我帮你。王爷确定这时候还有能力解决自身问题吗？燕温岚二话不说就咬了一口谢维清，这不就是变相的说他病了之后就不行吗？他什么时候不行了？他愤愤地用牙齿磨了几下对方的颈侧，谁说我没能力的？信不信他单单用手都能单挑24个时辰？谢维清眨了眨眼，故意逗人道，柳大夫没跟王爷说吗？王爷天天喝的药有点副作用。燕温岚，一名大夫居然瞒着病患。他顿了顿，低声问道，什么副作用？嗜睡啊，不然王爷以为是什么？燕温岚，他又忍不住咬了一口谢维清，委屈似的说道，维清，我是病患，你怎么可以逗我？维清哪有逗王爷啊？谢维清说着便笑了起来。燕温岚恶狠狠地咬了咬牙，决定要给谢维清一个颜色瞧瞧，把人浑身上下都按摩一遍，还美其名曰帮人家洗身子。谢维清眨了眨眼，看来王爷不需要我帮忙。燕温岚，他看这药的副作用根本不是嗜睡，而是让人短暂变傻。不对，我很行的。燕温岚险些要忘记最重要的事情，他说着就抓住了谢维清的手腕，恬不知耻地说道，我需要维清的帮忙。第118章，这不对。谢维清果断把自己的手抽出来，声音依旧温和，王爷还是安心养病吧，这档子事如今不太适合王爷。燕温岚，什么叫不太适合他？他眼神一瞬幽怨，
但又不敢同谢维清反抗，只好老老实实的趴在对方身上，下巴抵在肩膀上，半晌才说道：“那什么时候才合适我？”谢维清挑了挑眉，眼尾挑起星星点点的笑意：“王爷问来作甚？”燕温岚低声说着，似乎还憋着口气：“我不能问吗？”“那王爷还想问什么？”谢维清带着一丝纵容的口吻，轻声问道。燕温岚眨了下眼睛，听出来对方是在逗自己，张嘴咬住谢维清的侧颈，不轻不重的用牙齿磨着，有些含糊不清的说道：“还想问维清让不让我折腾？”谢维清一下子笑了起来：“王爷能吗？”燕温岚沉默片刻，又往谢维清的侧颈咬了一口：“我怎么不能折腾了？他死了照样能折腾他的维清。”谢维清眨了眨眼：“还是问过柳大夫再说吧。”燕温岚听到对方这番话，就知道谢维清有所松动，他压了压抑制不住往上翘的嘴角，干咳一声，问他干什么？他又没有成婚，是不会懂的。谢维清，他无奈的叹了口气：“王爷有时候说的话还真是。”燕温岚抢答：“好听。”谢维清昧着良心，勉强应了一声。燕温岚自知他说的话肯定不怎么样，但听到谢维清为了自己，还是应了这一声，顿时满意至极，忍不住在对方颈间蹭了好几下。维清，维清。谢维清听着就觉得好笑，没有推开燕温岚，眉眼染上几分笑意。好啦，王爷，快些洗身子，不然水就要冷了。那今晚燕温岚急忙想确认，但刚开口就把话咽了回去，不能让维清觉得自己很猴急，他又不是什么好色之徒。王爷确定没事吗？燕温岚立即说道：“我肯定没事啊，这蛊毒又不是第一天有的，之前如何生猛，维清不会不记得吧？”说着，他还微微抬起下巴，一副炫耀自己资本的模样。谢维清顿时默然，记得，那还是不折腾了吧？他声音淡了下去，说着就扒拉燕温岚抱着自己的手。燕温岚还没搞懂什么原因，下意识就抓住了谢维清作乱的手：“我还没抱够呢，再不松手，下回王爷自己一个人沐浴。”燕温岚眼底划过一丝幽怨，心想着他家维清又来用这招威胁他，他不情不愿的松开手，而后就见对方背对着自己起身。他没有立即问谢维清是想干什么，目不转睛的看着眼前的风景，不过没能欣赏片刻，一块碍眼的金帕就挡住了所有的风景。他这时才闷闷开口：“维清，你不打算陪我了吗？”谢维清走出浴桶，回头瞥了他一眼，轻飘飘的说道：“我等会儿搬张凳子来陪王爷。”燕温岚瞬间沉默下来，想要说些什么挽救一下，但抬眼看向谢维清，那些话都自觉的溜回了肚子里。算了，好过见不到人。好吧。谢维清果真穿好衣裳后，披着件大氅，就搬来一张小凳子坐在浴桶旁边。他伸手戳了戳燕温岚的胳膊：“王爷快洗。”燕温岚没有再说什么话，对方这般不知道的，还以为他3岁不到呢，跟带孩子似的。念及他顿了顿，思绪没来由的发散了下，忽的想到了什么。要是谢维清是他的，哦不对，他摇了摇脑袋，随后转头看向谢维清，声音微沉，颇为认真的问对方：“维清，要是我变傻了，你还要我吗？”谢维清没忍住，抬手敲了下燕温岚的脑门，语气微凉：“王爷早就变傻了。”燕温岚，有这么早吗？那你也没说还要不要我。燕温岚就是要听谢维清说要他，最好每天都能跟他说其他人永远也比不上自己，想想就觉得很美好。要。谢维清耐心十足，语气里还含着笑意，似是宠溺的说道：“怎么会不要王爷呢？王爷这么好，是不是？”燕温岚下意识点了点头：“对，是。”谢维清忍不住笑出声，看来之前王爷对自己的认知很确定。燕温岚有些云里雾里的问对方是什么，谢维清只让自己慢慢想，直到就寝他都没想出来是什么。他晃了晃谢维清：“到底是什么？”谢维清侧身看着对方，黑暗中他噙着笑不说。燕温岚稍微拖长了声音：“维清，王爷说过的话，这都不记得？我只记得你的。”谢维清眨了眨眼，语气微微上扬：“狗啊！”燕温岚想起来了，他之前的确说过这番话。他听着对方说的话，一时呼吸都放浅了许多。维清当时还不让我说。谢维清忍着笑：“燕温岚有点犯瘾了似的，问也不问就抱着人开始胡乱蹭了一通，最后又埋在了他平日里爱待的颈窝里，温热的呼吸瀑洒在皮肤表面上。维清，他低声唤着，随后压在了谢维清身上。谢维清，王爷这是想做什么？我们好久没有亲亲了。燕温岚一本正经的说道。说完也不等谢维清有什么反应，凑过去吻住。反正他家维清最后肯定是会认由他来的。事实证明，燕温岚还是生龙猛虎的。谢维清不理解，昏睡前还不忘说了句控诉对方的话，声音有气无力的，这根本一点都不对。燕温岚心情愉悦，这很对。次日，谢维清醒来时，人已经在马车上睡了半路，他枕在燕温岚的腿上，身上还盖着一张狐毛被。离南疆还有10日左右的路程，他没有立即起身，而是静静地枕在对方的腿上，眼睫眨了眨，目光落在前方，无意识地出神着。半晌后，他抬手戳了戳燕温岚的腰身。醒了。谢维清缓慢地眨了下眼。什么时辰了？
50刚好可以吃午膳了。第119章解骨的条件。谢维清没什么心思用膳，定定的待了小半天，下意识打了个哈欠，声音懒洋洋的：“王爷去吧，我想再睡会儿。”燕温岚摸了摸他的脸，手感很好，软乎乎的，还暖手。明知故问道：“累着了？”谢维清张开眼，不咸不淡的瞥了他一眼，没有说任何一个字，但就是让燕温岚怂的不敢再说下去。这2日，他们都能在客栈住下，带出了福安，连驿道都变得坑坑洼洼的，周围全是山林，顺着河边一路走下，5日后便到了南疆的地界。谢维清率先下了马车，燕温岚紧跟其后，走到他身旁就问为什么不等自己。谢维清淡淡的说道：“方才王爷做了什么？心里没点自知之明吗？”燕温岚是好似的搂住了谢维清的腰身，凑到对方耳边低声问道：“很酸？”谢维清没理他，却也没让燕温岚别挨着自己，心想着对方这几日是越发放肆，不是拉着他胡来，就是在马车上无聊的拉着他一起玩闹，也不怕别人会听到。想到这里，谢维清神情微微泛冷，剜了对方一眼，警告燕温岚不要再乱说话。一路跟着他们而来的袁熙看着熟悉的地方，顿时便说道：“王爷，公子，这里便是南疆，只是当年收留我的那户人家是在南疆偏远的一处小村庄，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他说着停顿了片刻，又道：“我也不是很确定那处村庄的具体位置。南疆地形复杂，眼熟的山路能碰上180条。”袁熙只能凭着之前的记忆，大概圈住了一个方向，在东南方向，南疆南下的边界处。这里竹林比较多，一路上白雪覆盖，好似周遭的世界只剩下了白雪和竹子的青绿。南疆这边多是村庄组成的部落，袁熙说，这边有些村庄很仇视朝廷的人，先前晋朝有过好几次派官员到南疆管辖，最后都被这里的百姓轰走。又因为南疆这边毒物遍地，久而久之，这里就成了朝廷放任不管的地方。也不知现在还会不会仇视朝廷的人。王爷，谢维清看着越发不好走的路，一时忧心起来。再往前走，或许我们就要徒步而行了。当年朝廷修缮驿道，在南疆修缮到一半，便被当地百姓赶了出去，说是会惊动这里的蛇神大人。后来朝廷派官员过来管辖，也是因为不尊重这里的蛇神大人，这才被轰走。行了2日的路，驿道渐渐消失，只有民间的小道。到这里就只能凭借着方向和袁熙的记忆继续前行。到达一处乡县时，已是3日后。这里的人还挺多，不单单是穿着南疆独有的衣裳，还有的穿着晋朝的服饰。谢维清撩起一半的帘子看向外边，行人几乎手里都会拿着买好的对联和灯笼。他愣了愣，放下帘子，恍惚了一瞬，才看向燕温岚：“快除夕了，好快啊！”谢维清又说了句：“燕温岚，今年有维清陪着我了。”谢维清眨了下眼，不由得想起他和燕温岚最开始相识的地方，那会儿才6月尾，如今也快半年之久了。袁熙看着熟悉的小镇，顿时就让煮酒去禀报一声，带出了西城门后，一路往南驶去，就是他待了数十年的村庄，叫蛇岭村。半日后，马车停在了写着蛇岭村的石块前。袁熙下了马车，顿时就有人认出了他。南疆语听着就亲切：“袁熙啊，怎么这么快就从长安回来了？”“袁熙，孙伯，这回我是带朋友来找阿七治病的。”这里的人虽然深居简出，但也能看得出来，袁熙说的这位朋友非富即贵。袁熙的朋友中的什么毒啊？蛊毒。孙伯，阿七在家里头吧？在啊，在啊，你直接带你朋友去找他就行。对了，那个马车啊，随便找个空地停着就行，千万别堵在路口啊。孙伯赶着去抓几只千足蜈蚣，招呼袁熙几句，便说要走。袁熙看着孙伯离去，随后走到马车前：“王爷，公子，这里只有小路，马车进不去的，我们这就去找阿七吧。”谢维清一直听着袁熙和那位孙伯的谈话，闻言轻声应了声：“麻烦你了，袁熙姑娘。”袁熙口中的那位阿七是这里蛊毒最好的人，叫殷七，当年便是他外出遇到了袁熙，治好之后才把人带回村庄的。殷七所居住的住所在蛇岭村的山腰处，错落有致的阁楼竹房，走过廊桥，对面便是殷七的住处。“阿七，我回来了。”袁熙推开竹门，随即便向眼前坐在案前的女子介绍道：“他们便是要帮我报仇的人，也是我的朋友。”殷七看着应该是30来岁的样子，容貌保养得很好，一起身，身后披着的墨发如瀑布般垂到了小腿肚，身着南疆的服饰，头上别着几只银钗。袁熙回来了，他声音沉稳冷静，话里带着些许愉悦，目光扫至袁熙身后的人，天生有股压迫感。既然是袁熙的朋友，那便进来坐吧。袁熙下意识地坐在了殷七的身旁，又赶忙说道：“阿七，我朋友身中蛊毒，所以这次提前回来，是想让你看看能不能解开的。”殷七一眼便看出了是谁中的蛊毒，他伸出手，一条蜈蚣从他的手腕处爬至指尖。“你身上的蛊毒，他很喜欢。我也很久没见到这么不要命的人了。”殷七看着燕温岚说道，有点好奇：“你是怎么把自己搞成这副样子的？”燕温岚抓着谢维清的手走进去，为了解开生死蛊。殷七心下了然，怪不得，是说你好运呢，还是不幸才好？生死蛊都能强行解开，你身上的蛊毒是能解，
但是要费时间，或许还会睡上一段时间。条件吗？很简单，我要你的血来喂我的蛊虫。燕温岚一口答应，可以，不过你打算怎么解？殷七，一身毒血，自然是要慢慢调理了。等会儿我让人给你们准备客房，少则半年，多则1年，你就可以离开。但蛊毒还要慢慢清，不过那时候已经没什么大碍了。第120章要求。谢维清留了个心眼，心里总觉得太过顺利，有点不太对劲。他不自觉地蹙起眉心，敢问殷姑娘，这不用把脉的吗？一眼便瞧出还有了解蛊的法子，这未免也太厉害了些。他声音温和，根本让人听不出带着呲。殷七勾起嘴角，根本不需要看啊，这种其实很好解的。村子里也有过因为制毒养蛊，从而把自己弄得一身毒血的人，早就有了法子，只是没人会往外传罢了。原来如此，恕我冒昧才是。谢维清轻声说道。殷七眯了眯眼，你这倒是十足的公子气派，想必是长安哪个世家的公子吧？陪朋友不远万里前来，值得钦佩。燕温岚硬生生地插进两人的谈话里，语气冷硬，不是朋友。谢维轻轻咳一声，他是我的夫君，还望殷姑娘莫要见怪。殷七挑了挑眉，抓起一旁的袁熙的手举给燕温岚看，好似在同对方说谁没有媳妇似的。他语气轻佻，我和袁熙也是啊，公子莫要见怪。燕温岚一直在旁边看着的柳怀川，怎么到了这里，他还是这么的发光发亮？几人在蛇岭村住下，殷七看似冷艳无情，但实际上是很好说话的。刚住下的第1晚，他就嘱咐了一句，这段时间不要行房事，明日就开始解蛊。燕温岚，谢维清有些不自在的应下，好，麻烦殷姑娘了。殷七，别这么客气了，他们都是直接叫我阿七的。既然你们答应要替我家袁熙报仇，我一定不会让你家夫君死的。谢维清听着某2个字眼，险些就被自己的口水给呛到，他低声咳了几下。待殷七离去，他转身去喝了杯水，冷静冷静。燕温岚好似生怕他冷静下来一样，看着他喝着水，饶有兴致的把那2个字眼重复念了一遍：夫君。谢维清抬眼看向他，不冷不热的吐出一句话：王爷现在就想要我跟你算账吗？燕温岚知道蛊毒能解开后就有点飘飘然的，一想到能和谢维清长相厮守，白头偕老，他就忍不住在心里傻乐起来。乍一听对方说的这番话，还没怎么反应过来。什么账？他愣愣的问出声。自然是王爷瞒着我的这笔账了。谢维清近乎一字一句的说道，声音听不出喜怒，但绝对不像是好说话的样子。燕温岚选择了沉默，他默默的挪出一步，我有点困了。谢维清一眼就看穿了对方的把戏，真困了。燕温岚认真的点了点头。好吧，维清还想着跟王爷抱一会儿，亲一会儿来着。既然王爷困了，那便早些睡吧。燕温岚顿时，他试图挣扎着，我好像没这么，所以王爷是在骗我的，对吗？燕温岚彻底认命，行，大不了明天他家被讨回来。次日，殷七一早就给燕温岚放血，先是在2处手腕上各划一刀，黑血瞬间滴落在碗里。一旁桌面上的蛊虫兴奋地躁动着，谢维清在一旁陪着燕温岚，看着满满当当的2碗黑血，说到底还是有点心疼的。他有些不自然地念了一声阿七，这放血要放多久啊？殷七，怎么心疼了啊？谢维清不自在地清了清嗓子，低声嗯了一句。殷七说道：7日，第8日就可以泡药浴了。这几日我让袁熙煮点补血的。放完血后，殷七就端着2碗毒血拿去喂他的宝贝蛇。燕温岚看着给自己包扎伤口的谢维清，心口猛地被撞了下，满脑子都在想维清好好，顿时就故作闷声的说道：维清好疼啊。他要维清哄自己。谢维清瞧着方才割的伤口的确有点深，他抬眼看向燕温岚，那给王爷吹吹，还是王爷怎么样？燕温岚提出了一连串的要求，要吹，还要亲，还要抱。谢维清轻轻的往伤口处吹了几下，明知道这并不会减轻什么疼痛，还是依着燕温岚的话，好。给对方包扎好后，燕温岚就眼巴巴的看着自己，眼神催促着他赶紧抱人。他忽地有点想笑，知道了。他起身到燕温岚身后，弯腰抱住对方，下巴搁在头顶上，下一刻就听到燕温岚又道：亲亲呢。谢维清侧了侧头，亲在了对方的侧脸上。等会儿再亲。燕温岚动不了手，只能往后贴了贴，靠在谢维清的怀里。让我亲个够吗？那得多久？谢维清没有立即拒绝，好笑的问他。燕温岚认真的思索片刻，1炷香，2炷香，维清选一个。谢维清故作惊讶，逗人说道：王爷居然这么好心，还给我选择呢。燕温岚，他平日也这般好心的好不好？维清选哪个？谢维清抬手拧了拧对方的耳朵，不轻不重的，还选哪个？干脆别亲了。燕温岚立即叫道：疼疼疼！维清快松手！疼什么？我都没用力。谢维清说着戳了下燕温岚的脸，又道：好硬，一点也不好戳。燕温岚，怎么可能？定是维清平日很少碰，这才硬的，是吗？燕温岚，是的。谢维清闻言，用了些许力道，又戳了好几下燕温岚的脸，眉眼微微弯下，好像确实有点软了。
你另一边没出。燕温兰不忘提醒道。知道啦，知道啦，王爷急什么？谢维清似乎有些上瘾，还捏了下对方的脸。我急就急，维清快亲我。燕温兰理直气壮地说。怎么亲啊？谢维清说着便松开手，随后拍了拍燕温兰的肩膀，转身。燕温兰立即转身看向谢维清，凤眸深邃，还直勾勾地盯着。谢维清垂了垂眸，有些漠然。别看我，他有些羞赧地说道，说着还抬手遮住了燕温兰的眼睛。话音刚落，掌心被对方的睫毛扫了一下，痒痒的。为什么不能看你？我想看着维清亲我。燕温兰直白地说道。第121章，撒娇最好命。饶是跟燕温兰成婚半年，谢维清还是没能有对方一半脸皮厚，他眼底划过一丝羞赧，却还是依着燕温兰的话把手拿开。那双凤眸直直地注视着自己。谢维清呼吸一滞，眼睫颤了下，声音放轻了些许。王爷，维清怎么还不亲我？燕温兰抬眼看着对方，不知从何时开始，他就格外热衷于在谢维清面前装委屈，连语气都与以往的不同。大概是这般模样，能让他家维清次次都哄着自己，让人乐此不疲。谢维清朝他眨了下眼，轻声说道：王爷这么急着做甚？维清又不会反悔。燕温兰眼里透着些许焦急，都快忍不住要自己主动亲人了似的。那你快亲我啊！谢维清瞧着燕温兰这副模样，蓦地有些好笑，俯身碰了碰对方的唇，随即离开，那双桃花眼含着笑的看着眼前的人。燕温兰愣了愣，还没反应过来，唇上的触感已经所剩无几。这哪是亲了？谢维清含着笑地挑了挑眉，怎么不是了？说罢，他也没再逗人，吻停在了对方的唇上。过了会儿，有些生疏地进行了下一步的动作。燕温兰没有闭眼，双眼片刻不离地盯着近在咫尺的谢维清。他下意识想要抬手扣住对方的腰身，但手腕传来的痛楚抑制住了自己。谢维清半睁开眼，察觉到了燕温兰的想法，他拉开些许距离。我还以为王爷会不顾着自己呢。燕温兰声音哑了点，怕维清生气。谢维清听后弯了弯眉眼，而后冷不丁的就坐在了燕温兰的腿上，那奖励一下。燕温兰喉结滚动，完全没有想到他家维清会做出这么超乎他预料的举动。他无意识的屏住呼吸，目光垂了垂，落在对方的唇上，看着好想亲。维清，再亲亲我。谢维清这回特别宠着燕温兰，一言亲了下去。一开始还能占据主导，渐渐的就任对方怎么亲了。屋内的烟灰落了一大截。谢维清果断在燕温兰正亲上瘾的时候抽身，声音泛着哑意：好了，王爷再这么亲下去，难受的还是自己。燕温兰，好不容易能有这么一遭。维清，谢维清这回没在意他，没带半点犹豫，便从燕温兰腿上离开。他还贴心的给人倒了杯茶，王爷喝罢。燕温兰目光幽怨的盯着对方手里的那杯茶，最后他还是没能翻身掀起太大的浪，退了一步又一步。谢维清还是不答应他，铁石心肠，就差半夜泪湿卷枕了。次日，谢维清睁开眼，怀里还有一颗脑袋在拱着，他默了默，意识很快就回笼，抬手拍了下燕温兰的头：王爷醒了。燕温兰顿了顿，紧紧地抱着谢维清的腰身，低声问道：吵醒你了没有？谢维清在床上躺了好一会儿，这才让燕温兰松开手，让自己起身下榻。王爷肚子不饿吗？我去让煮酒端水进来。燕温兰翻了个身，直直地看着对方：有点。维清喂我吗？谢维清无奈地看向他，没有说什么。燕温兰把病患这个身份利用得彻彻底底，皱了皱眉：维清，我有点没胃口，喂我吃。谢维清微微地摇了摇头，叹了口气，看出来对方在装，但还是应了下来：好，等会儿为王爷用早膳。燕温兰努力地压住想向上翘的嘴角：那我等维清回来。谢维清像是没眼看的又摇了摇头，而后走出外面。这边是山腰的一处竹院，今日没有下雪，竹叶上的白雪依旧覆盖着。煮酒一早便烧了热水，见谢维清从屋子里出来，赶忙就说道：公子，竹轩去阿七姑娘那拿菜了，刚去厨房做吃的。公子要洗漱了吗？谢维清温声：你等会儿直接送进屋子里来，竹轩下厨。最后一句他迟疑了片刻。煮酒？对啊，以前在别院基本都是竹轩下厨的。谢维清随意的用簪子别了大半的头发，额角处的碎发垂落，寒风轻轻一吹，便扫至眉骨，遮住了不少视野。怎么不见柳大夫？他随口问道。走到竹子饮水的池子边，山上流动的泉水没有被冻结，看着池子里的鱼，这鱼何时放的？煮酒挠了挠头回道：柳大夫去阿七姑娘那拜师去了，池子里的鱼是我和竹轩昨晚临时起意去抓回来的。中午炖鱼汤吧？谢维清声音温润，转而又问：竹轩会炖鱼汤吗？煮酒一口应答：会。就算竹轩不会，那现在也得会了。谢维清清醒了许多，这才回屋子里。屋内的炭火噼里啪啦的响着，他开了一面窗好通风。王爷先起来更衣。燕温兰没让谢维清替他更衣，这种辛苦活偶尔一两次就可以了，哪能天天让他的维清伺候他？阴气来的时候，刚好他们用完了早膳，这回放的血是在另一处地方，
昨日是手腕，今日则是放指间血。都说十指连心，那可比割手腕来的疼。刚扎了一针，燕温岚便看向谢维清，说了句：“维清，疼。”阴妻，他不语，只是在第二针时默默地扎深了些。燕温岚顿时倒吸了一口冷气，他忽地怀疑是不是对方故意扎深了。谢维清没有坐视不理，揉了揉燕温岚的脑袋：“王爷忍忍。”阴妻又扎深了些，他一早便知晓对方的身份，不过对他而言都一样，只要能给袁熙报仇就好。他快速地扎完了10只手指，这回的黑血指放了一个茶杯的杯底。明日继续。阴妻留下这番话便离去。燕温岚皱着眉，看向谢维清的眼神变得可怜兮兮的：“维清，好疼的。”谢维清顺着他的话问下去：“那怎么办呀？”燕温岚抬起一只手到谢维清的面前：“维清吹一吹就好了。”“我怎么还不知道我还可以止痛的？”谢维清好笑道。燕温岚：“对我来说可以啊，维清快吹一吹。”第122章药浴。一连几日，阴妻都是过来给燕温岚扎指尖的血，直到逐渐变得鲜红，顿时呼出口气，声音微扬：“算你好命，居然这么快就有了心血。我让人去熬药，晚上泡足2个时辰，往后会有嗜睡的症状，到后面或许还会一睡就睡好几日，但都是正常现象。”谢维清心下一松，谢过阴妻后，便听到对方又道：“明日便是除岁，你们可以去县城买些东西回来。哦，对了，屋外那棵梨树底下有我酿的酒，送给你们了。多谢阿七姑娘。阴妻，村里的人都是各过各的，待初一才会热闹起来。你们想去玩也可以，但我建议还是最好别去为好，不然很有可能会被人下情蛊的。”燕温岚闻言，脸色顿时一黑。阴妻还不忘补了一句：“当然，你除外，我们村里的人都比较喜欢温柔体贴的。”谢维清见燕温岚脸色更黑沉了几分，他眼底泛起笑意。而尹妻在说完那番话后，便转身就走。燕温岚忍不住控诉道：“维清，你看他就是故意的，他在说我不温柔不体贴。”谢维清忍着笑，没有第一时间就开口说话，而是想听听燕温岚还能说出什么话来。燕温岚又道：“我对你不温柔不体贴吗？他什么都不懂。你哪次说停下来，我没停下来过的，除了一开始脑子有点不正常。”谢维清听到一半，本来是想佯装冲人生气的，结果听到最后一句话后，又忍不住破功而笑。王爷居然还知道自己脑子不正常啊！燕温岚默了默，她声音微沉，好似有点委屈：“维清真觉得我脑子不正常啊？那不是你说的吗？”谢维清说着，认真的思索了片刻，诚恳的说道：“何止是有点不正常，还是个脑子不正常的流氓。”燕温岚，维清怎么可以这么说他？谢维清伸手戳了戳燕温岚的脑门：“难道我说的不对吗？是谁一开始就想着3天娶我回府的？是谁天天半夜闯我院子的？难道这人不是王爷吗？那是谁啊？”“是我。”燕温岚立即说道：“没有别人，都是我。”谢维清弯了弯眉眼：“那维清说的话就是对的咯？”燕温岚低声：“本来你说的话都是对的。谁是流氓？”谢维清笑着说道：“我。”燕温岚微微抬起下巴：“脑子不正常的呢？”燕温岚一脸高傲：“还是我。”谢维清忍不住上手捏了几下燕温岚的脸，总觉得对方有点可可爱爱的。答对了，没奖励，那我讨一个。谢维清眉头轻轻一挑：“王爷要怎么讨？”燕温岚立即拖长了些许尾音：“好，维清，你就亲亲我吧。”他说着，先在谢维清脸上盖了个印章：“我还没让你亲呢。”谢维清说：“王爷，你这是犯规了。”那再来。谢维清了解对方，他直接悠悠开口：“再来一次，怕是要亲嘴了吧？”被说中的燕温岚，他讪讪的摸了摸鼻子，干巴巴的笑了一声：“维清真了解我。”谢维清瞥了眼对方，眼神不言而喻。入夜，阴妻让人把泡药浴的浴桶搬过来，同时还有10几条蛇，待水温差不多，就1个时辰之后把这些蛇放进去。这可是我养了好几年的药蛇，别弄死了啊！还有，注意点，别让它们咬到不该咬的地方。谢维清隐约听懂了最后的话是什么意思。燕温岚，他顿时看向了篓子里的蛇，随后又看向了谢维清，还没等他说什么，对方就说道：“王爷多注意些。”燕温岚，他今晚就哭给对方看。很快，屋内只剩下了燕温岚和谢维清2人，药味弥漫开来。燕温岚只穿了一条蟹裤，便进浴桶泡着，只露出了脖子和脑袋。他抬眼看着谢维清：“维清，快跟我说说话。”谢维清搬了凳子到浴桶旁边陪着人。说什么？燕温岚张口就不要脸，说你有多喜欢我。谢维清，他抬手揉了揉眉心，语气微凉：“王爷还是安心的泡着吧，别说话了。”燕温岚顿时幽怨的看着人。谢维清对上他的目光，没来由的觉得好笑：“干嘛看着我啊？”燕温岚不说话，好似在用眼神谴责抗议着。谢维清见对方还是没打算说话，霎时便说道：“王爷是打算不理我了？”燕温岚闷声：“理你？哪有人一开头就聊这些的？”谢维清这才解释道：“王爷不害羞，我还害臊呢。”燕温岚脸色好看了些，忍不住说道：“那维清也应该要说喜欢我的啊。”好，谢维清拖长了尾音：“下次不会再这样了，我肯定喜欢王爷啊，我还喜欢温岚，喜欢你。”燕温岚往谢维清那边靠近了点，
像是在交换秘密似的，低声认真的说了句：“我爱你。”我就是韦青一个人的。谢维青对上眼前人那双微亮的凤眸不禁笑了起来，眉眼弯弯，声音很轻，就这么飘飘然的飘进了燕温岚的心里。我也是你一个人的。泡好药浴后已是子时末，燕温岚掌心的伤口已经结疤，开始长肉，总是时不时就痒痒的，每回都会递到谢维青面前，让人亲自吹几口气，好似这样就不会痒了。他这段时间都习惯性的埋在谢维青的怀里睡觉，抱着对方的腰身，很暖，也格外的软，每次都能很快就入睡。虽然还会有点小反应，但问题不大，照样能睡得安稳。谢维青动弹不得，以往都是相拥而眠的，不过对于燕温岚要钻进他怀里睡觉的举动，没有任何一点不自在。这一觉很快就睡到了天亮。屋外渐渐有了动静声，是竹轩和竹九他们赶着早和村里的人去了县城里，买了牛羊鱼肉，还买了好多其他东西。谢维青悠悠转转的睁开眼，燕温岚还在睡着，没过一会儿就感觉到对方在蹭着自己，他眨了下眼，王爷。燕温岚一语了一声，蹭着蹭着还把谢维青身上的衣裳蹭乱了些许。第123章桃花。谢维青隐约感觉到了什么，他顿了顿，无奈的又唤了一声燕温岚，对方还是没有醒过来，胸膛的衣襟被蹭开，温热的呼吸洒在了肌肤上。他唇线微抿，有些羞恼的拍了下燕温岚的脑袋。燕温岚还是没有醒过来，你再不醒，我就要生气了。谢维青说着，声音没有半点想生气的意味，反而听着还想让人欺负。燕温岚眼睫颤了颤，过了会儿就假装刚睡醒一般，又蹭了几下才张开眼。维青，谢维青，王爷舍得醒了？燕温岚嘴硬不承认，我刚醒啊，怎么了维青？谢维青才不信燕温岚在床榻上说出来的话，他拍了拍对方搂着自己腰身的手，提醒道：“该松手了。”燕温岚没睡醒，自然听不懂谢维青说了什么，他闻言搂紧了些，垂眸看着自己的杰作，喉结不自觉地滚动了下，有点想咬，牙痒了。燕温岚喉结又是滚动了下，抱着谢维青说什么也不松手。维青，我好困啊，是不是要笑发作了？谢维青，是吗？我看王爷倒是精神得很。他语气微凉。燕温岚身子一僵，干咳了声，底气不足的说了句：“没有啊。”谢维青才不管，让对方松手，燕温岚又不肯，他只好先把衣领合好，结果没一会儿又被燕温岚给蹭开。大清早的，王爷到底是想要做什么？他实在无奈，想磨牙。谢维青听得有些懵啊。过了小半天，谢维青终于明白燕温岚说要磨牙是什么意思了。他羞恼地把凌乱的衣裳理好，手还有些发颤。走开！他忍不住凶人。燕温岚不怕死地粘了上去，从背后抱住了谢维青。好维青，别生气啊，下次不会这样了。谢维青深呼吸，王爷口中的下次不会，就好比王爷说自己去当了宦官。燕温岚，他家维青说的话好狠毒。半晌，谢维青忽的冷不丁出声，好像破皮了啊！燕温岚顿时心下一慌，把谢维青转过身来，给我看看。说着，他就扒开衣裳。很好，他大概完蛋了。谢维青语气温凉，王爷牙口真好。燕温岚默默地低下脑袋，而后倏地下榻，披了件大氅便走出去。过了会儿又回来，手里还拿着一小瓶药膏，声音很小声，从长安带过来的。谢维青扯了扯嘴角，王爷想得真周全。燕温岚，别说了，他是流氓，改不掉的。燕温岚动作温柔地给谢维青上了药。还未开春，桃花偷偷开了2朵，结果就被冰雪冻成了霜，变成了桃红色。他小心翼翼地给对方穿好衣裳，套了一件貂毛的大氅，毛发不是通体雪白的，毛尾处还带着墨水，大氅是玄色，勾勒出银白的暗纹。还疼吗？燕温岚问。谢维青沉默片刻，小幅度地摇了摇头，没再同人计较这些，轻声说道：“好多了，下回别这么用力磨牙。”燕温岚抱着人想埋在对方颈窝里蹭，结果蹭到了一脸的毛。他顿了顿，抬手扒开了毛领的一边，紧接着就无比熟练的又埋了进去。谢维青又无奈又想笑：“王爷这是打算今日都这么抱着吗？”燕温岚闷声说道：“再抱一会儿。”屋外，竹轩、竹九还在处理从县城买回来的食物。竹九正掰着手指头数要做什么大餐：鱼汤、糖醋鱼、雉鸡，再来一道蒸鸡。竹轩冷着脸打断他：“你是猪吗？”竹九：“你才猪！我说的这些都是公子喜欢吃的。”竹轩丝毫不留情面地拆穿对方：“这分明是你喜欢吃的。”两人的谈话声传进屋内，谢维青眨了眨眼：“好了，快松手，我出去跟竹轩说一下要做什么吃的。我也可以下厨，维青为什么不跟我说？”燕温岚不依：“这不是因为舍不得王爷啊？”燕温岚心里飘飘然，压着翘起的嘴角问道：“舍不得什么？”“自然是舍不得王爷劳累了。”谢维青温声细语地说着。“那你去吧。”燕温岚被这三言两语哄得跟丢了脑子似的，松开手说道，随后又反应过来什么，不对，我跟你一起去。谢维青好笑道：“行行行，走吧。”竹屋的门刚一打开，屋外的争吵声瞬间戛然而止。
煮酒刚要溜之大吉，竹轩就伸手扼住了他的后颈，提了回来。煮酒都买了什么回来？谢维清问着，便和燕温岚去看庭院桌子上放的那一堆食物。他回想起煮酒说的话，那便按照煮酒说的做吧，鱼汤放点豆腐进去。是，公子。燕温岚凑到谢维清耳边，忍不住说道：“以后我给维清做鱼汤喝。什么时候回长安就立即给你做。”燕温岚立马说道：“今夜的除夕比往年冷清了许多。谢维清一直都是和爹娘过的除岁，今年非但没有，还离开了长安。好在此行真有能给燕温岚解毒的法子。”几人围在桌子前坐下，柳怀川也终于舍得从新拜的师傅那里回来，还不忘先给燕温岚把了个脉，顿时就说道：“我师傅简直就是妙手回春啊，当代华佗在世，脉象比往常好了，不知多好。”谢维清听着也感到轻松，而后忽地想到了什么，心倏地沉了下来。听阿七姑娘说，最快也要半年才能离开。如今王家蠢蠢欲动，只怕用不了多久，王家便会有新的动作。燕温岚想也不想就说道：“半年变数太多了，若是到时维清想回长安，让竹轩和煮酒陪你回去就行。”谢维清皱眉，没有说什么，但也没听进燕温岚说的话。他怎么可能留燕温岚一个人在这里？就算要走，他也不会把竹轩、煮酒带走的。知道，他轻声应下。燕温岚给谢维清盛了碗鱼汤，别想这么多了，长安有我的人在，不会让谢家出什么事的。第124章月光。今夜月色正好，冬夜里难得见到这么清晰明亮的明月。用完晚膳后，好不容易有些热闹的场景逐渐又冷清了下来，各自回房。燕温岚还记着尹七说过的话，说屋外梨树下埋着一坛酒，还没来得及出屋子，便被谢维清出声叫住：“王爷是要去哪？把殷期的酒挖出来。”燕温岚说着，没再踏出一步，转身看向谢维清：“先去泡药浴。”谢维清伸手指了指屏风那边的浴桶，喝酒也要等2个时辰后再说。燕温岚自然没有任何异议，老老实实的听话，走向屏风那边，还不忘给自己讨奖励，跟谢维清说道：“维清，今晚你也要陪我。”谢维清听了好些想笑：“我哪次没有陪过你了？”燕温岚，我就要说。谢维清摇了摇头，眼底泛起星星点点的笑意。他走过去，含着笑问对方：“那王爷还需要维清帮忙吗？”燕温岚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忽然觉得自己嘴唇有点发干，怎么帮忙？比如脱衣裳之类的。燕温岚，他沉默一瞬，克制住自己不要往歪的方面想。他唇线抿了抿，要吧，既然维清想要帮我的话。谢维清听出了对方话里藏着的意思，怎么，王爷还想让我做些什么？燕温岚抬眼看着谢维清，低声反问道：“维清除了这点，难道就没有其他想要帮我的了吗？那得看王爷还需要什么帮忙呀。”谢维清说着，便动作利落地把燕温岚的腰封解下，随后静默片刻，忘记给王爷脱外衣了。燕温岚看着眼前对他温柔至极的谢维清，忍不住在对方抬头的时候，立马凑上前亲了对方一口。没事的，维清想怎么脱就怎么脱。谢维清垂了垂眸，而后撩起眼皮，对上了燕温岚的目光。王爷还是闭上嘴吧，毕竟最后难受的人不会是我，而是你。燕温岚不服，为什么维清不会难受？难道就他一个人想法吗？还是说维清对他一点想法都没有？谢维清眨了眨眼，这不是有王爷在吗？再说了，维清可不像某人，脱件衣裳都能胡思乱想的。燕某人，哦，维清不会对他胡思乱想，就他一个人会。燕温岚看似闷闷不乐地泡着药浴，本来想着背对谢维清好，让对方来说几句哄话，哄一下他的，但还是算了，他得要看着。谢维清伸手戳了戳燕温岚的脑门，实在顶不住对方那幽怨委屈的目光，哪怕知道这十有八九又是在装。王爷这是又闹哪出呢？他温声问道。燕温岚也没憋着，能憋到谢维清来问他，已经是他最能憋的时候了。你都不会想亲我？谢维清愣了下，声音无意识的放轻，像是在哄人似的。我哪有啊？王爷怎么不想想是平日里你亲的多，所以才显得我不会想亲你？燕温岚心里自然知道也有这个原因在，但他是不会放过这次机会的，又故技重施的闷声说道：“那维清以后能不能主动多亲我几下？我还以为你对我都没什么想法。”他又小声的补了一句：“一准能拿捏他家维清。”好，王爷说出来就好。谢维清看得明白，对方没察觉到自己心意有所改变的时候，他就看出来了，怎么可能如今还看不穿燕温岚这种小把戏？但好歹对方不会憋着。他说着顿了顿，而后看着燕温岚的双眼，轻声说道：“有想法的怎么可能会没有想法？”燕温岚压不住翘起的嘴角，眼里渐浓的笑意早已出卖了他，心里又没来由的犯涩。他想着自己怎么这么幸运能碰上谢维清，对方心里还有自己，还对他这么好。维清想抱人了。谢维清对上那双丝毫不遮掩念想的凤眸，蓦地失笑。王爷还是乖乖泡着药浴吧。那你亲我一下。燕温岚退了一步，扬起脖颈看向谢维清，直白的说道：“我要亲嘴。”谢维清一言亲了对方一下，满意了吗？满意。燕温岚飘飘然的勾起笑意，维清时不时亲我的话，那就更满意了。谢维清抬手捏住燕温岚的脸，又在胡思乱想。泡完药浴后已经是丑时，
谢维清还记着燕温岚今晚说想喝屋外埋着的梨花酒，对着还在穿衣裳的燕温岚说了句他先出去的话。屋外月光洒落，他披了件月牙白的大氅，往庭院里的那棵梨树走去。梨树一旁的不远处便是柴房，那儿刚好有小铲。等燕温岚从屋子里出来时，一眼便瞧见谢维清蹲在梨树下，应该是在把阴期埋的酒挖出来。月光就这么直直落下，镀在对方身上，似乎连头发丝都被月光给浸染，泛着一层淡淡的荧光。他没有走过去，像是怕惊扰了对方。燕温岚倚在门边上，目光沉静，眨也不眨地注视着不远处的人。他忽地想起了自己第一次和谢维清相遇的时候，舒朗是望舒，朗朗如月之意。不知看了多久，眼中那如同神仙般的人起身望向了自己。不是说要喝酒，怎么还不过来？今夜无风无雪，倒是没这么冷了。燕温岚心念微动，还是没有抬脚走过去。我去拿温酒的误食。谢维清朝他笑了笑，打破了身上披着的清冷月光，依旧温和。好。燕温岚很快便拿着温酒的误食出来。明月当空，庭院还点着2盏灯，积雪泛着冷光。坐在石桌前的那人也好像在发着光。他看愣了片刻，随后靠近。我来温酒吧，维清喝1-2杯就好了。谢维清单手支招脑袋，侧目看向燕温岚，对方没有坐下，一直站着，温酒比较方便些。听到这番话，他眨了眨眼，恍惚间想起了大婚那日，对方一滴酒都没有让他碰。在王爷眼里，维清酒量很差吗？他问。燕温岚听后正了正神，不是，喝太多酒不好，之前是觉得维清酒量差。他说着，就对上谢维清的目光，那维清要喝多少杯？第125章醉酒。燕温岚没有打什么小心思，既然谢维清想喝酒，那就让人喝个尽兴，喝醉了他又不是不能伺候对方。他还没见过谢维清喝醉的样子呢。谢维清酒量好，从小就跟着谢官堂一起喝酒，有时候还把对方给喝趴下了。第2日，父亲就会来他院子里，光明正大的让他下回要让着点。听到燕温岚问他要喝多少杯时，他眼睛微微亮了亮，有些好奇的问道：“王爷酒量如何？尚可吧？”燕温岚难得谦虚了一次，实则他酒量有点让人捉摸不透，喝烈酒还好，但要是喝比较甜点的酒，就有点抵不住。不过他往往都是用内力解决的，所以真实的酒量他还真说不清楚。谢维清，那我俩喝一回。燕温岚想也不想就应下。好，他没有用内力，几轮下来，他就发现了谢维清酒量是真的好，脸不红头不晕的。燕温岚开始有些反应迟钝起来，他坐下来，小火炉上还温着酒，里面的炭火烧得通红，时不时就发出细微的噼里啪啦声。炭火燃烧的火光映着2人的脸庞，谢维清看着一旁愣愣的燕温岚，忽地弯起了眉眼。他支招下巴，目光落在对方的脸上，轻声说道：“王爷是不是喝醉了？”燕温岚眨了下眼，蓦地看向谢维清，斩钉截铁地说道：“没喝醉。”谢维清听后，拿起酒杯，又跟对方碰了碰杯子，那继续喝。好。燕温岚下意识偏了偏身子，靠近对方，拿着酒杯跟对方又碰了一次，才仰头一抿而尽。很快，酒坛见了底。谢维清还是和往常没什么两样，倒是燕温岚还没喝完手里的酒，就开始撑不住了似的，靠在了谢维清的身上，声音低沉，还多了几分黏糊劲儿。维清，维清，维清怎么不理我？谢维清放下酒杯，伸手揽住了燕温岚的肩膀，生怕对方喝醉了能把自己也给摔着。王爷，我说什么？燕温岚不说话了，在他颈窝里蹭了好几下，而后抬眼看向了悬挂在夜空的明月，似是没头没尾的来了句：“今晚的月亮好看。”谢维清闻言也看向了天上的明月，刚要应声，就听到燕温岚又说道：“不过还是没有维清好看。”谢维清哑然失笑，心知对方醉得不轻。王爷说好酒量尚可的呢？他含笑的打趣道。燕温岚又沉默不说话，随后冷不丁的把谢维清抱进怀里，抱住维清了。不许走！谢维清听着好笑，王爷这是在说什么醉话呢？燕温岚在他颈窝里乱蹭着，就是不回他的话，抱了好一会儿，火炉里的炭火逐渐被灰烬覆盖。谢维清感觉到了一丝冷意，没打算再同燕温岚胡闹，我们回屋子再抱，好不好？燕温岚眨了眨眼，乖乖的起身看着谢维清。好。待谢维清一起身，他又飞速粘了上去，抱住你了。谢维清无奈，不是说回屋子再抱吗？燕温岚松开手，改为抓着谢维清的手臂。回屋子再抱，我记着。谢维清眼尾染上几分笑意。王爷记着。燕温岚没再胡闹，安安静静的跟着谢维清进了屋子。屋内的炭火十足，几乎是把屋外的寒冷隔绝。也没喝多少啊，怎么就喝醉了？谢维清让燕温岚坐在床榻上，自己去给人倒了杯茶水，一转身便看到直勾勾的盯着自己。谢维清把说对方是不是在装醉的话给咽了回去，转而说道：“把茶喝完。”燕温岚听话的很。哦。介于对方没有多闹腾，谢维清在给对方喝了茶后，便把燕温岚的外衣给脱下，把他俩的衣裳挂在衣架子上后，这才去吹灭了蜡烛。自己刚上床榻，燕温岚就迫不及待的黏着他，抱紧人后，时不时就说几句话，或者是唤他的名字。谢维清收回了方才的念头。燕温岚何止是闹腾，
维清，维清。燕温岚抱着谢维清，在对方耳边低声唤道，好似说多少遍都不会腻。好在没有强迫谢维清回应，只是一味的在自言自语着。谢维清无奈，王爷打算何时就寝？说完，他又觉得自己跟一个喝醉酒的人问这些话，好像也没什么用。维清哄我睡。谢维清挑了挑眉，王爷还能听得进去我的话？我还以为王爷打算堵着耳朵一直说到天亮呢。燕温岚又听不懂话了，把脸埋进谢维清的颈窝里，深深的呼吸上一口气，好香，维清好香。谢维清顿时觉得头疼起来，心想着燕温岚要打算闹到什么时候。没一会儿，燕温岚忽的没了动静，他眨了眨眼，温岚。燕温岚猛地抬头亲在了谢维清的下巴，维清，我还没睡。谢维清默了默，为什么不睡？燕温岚，不睡，万一你跑了怎么办？谢维清听着一头雾水，为什么会觉得我要跑？不知道。燕温岚回得理直气壮。谢维清想听的才不是这种答案，他抬手拧了拧燕温岚的耳朵，不知道，那就松手，我要跑了。燕温岚猛地抱紧人，不行，不能抛弃我的。那王爷说说为什么会觉得我会跑？燕温岚低声，不知道啊，我随口说的。谢维清就不该跟一个醉鬼说话，不知道就别说话，睡觉。燕温岚呼吸微顿，我还想说话，怎么办？不给你说？不行，我要说。燕温岚蹭了蹭，蹭到了谢维清的耳边，就像在说悄悄话似的，小声的同对方说道，刚刚维清好像在发光。谢维清被这番话勾得耳朵痒了起来，他下意识的偏了偏脑袋，没太听清燕温岚究竟说了什么。什么？燕温岚闭上眼，乖乖的抱着谢维清，说完了要和维清一起睡觉。谢维清顿时无奈，下回不要和你喝酒了。第126章战火。燕温岚这一觉睡得倒是沉，就是没怎么松开谢维清，抱着人直到天亮，还是没怎么变过睡觉的姿势。一早，屋外便传来煮酒的敲门声，燕温岚是最早醒来的，还有点头疼，她抬手揉了揉太阳穴，顺道让煮酒进来。王爷，长安来信。煮酒声音染上了一丝焦急。燕温岚给谢维清盖实了被褥，随后掀开床幔，从煮酒手里接过信件，是7日前的信了，如今才送到。当时来南疆，他们一路上做了不少自己人的记号，方便到时候有事能找到他们。信上说，王家借由天命，公然在朝堂指责皇帝，在位期间战火不断，民不聊生，甚至出现了血灾。这种种行为，无疑是在指皇帝子气已尽。以谢家为首的君主党，这回倒是集体失声般，没多久，各地方都出现了起义军。王家趁机将军队带入长安，就在城外藏着，等待着一个好时机。燕温岚一目十行，快速的看了一遍，整整3页的信纸。王家已经开始了新的举动，用不了多久，王家就会把皇帝逼退位。先下去。他心底沉了沉，转身看向了床幔里的谢维清。若是对方知晓，想必定会回长安。谢家还在长安，阿紫还在皇宫，而他如今抽不出身。燕温岚私心不想再让谢维清去涉险，但他知道，哪怕谢家安然无恙，不在长安，对方也会回长安。燕温岚没有叫醒谢维清，而是等着对方睡醒，又让人去洗漱用完早膳，才把那封信件给人看。谢维清抬眼对上他的目光，伸手接了过来，半晌后便说道，还得等王家下一步动作，他不会短时间造反，王家也不想背着这造反的名头，所以才会有起义军，得等那所谓的起义军直攻长安，王家才会顺其自然的把未满1岁的新帝送上皇位。燕温岚，我让人去盯着那批起义军了。谢维清蓦地出声，让屋外的煮酒去备纸笔墨，如今先要跟堂兄说一下为好，谢家暂时不会有事，王家要对付谢家，那也得等新皇坐上皇位，自己有了实权才能对付。燕温岚低低的应了声随后便问，那你呢？维清打算何时离开？谢维清愣了下，不急，只要王家一日不对谢家出手，他们就不能直接跟王家硬着来。燕温岚也眸动了动，维清还可以继续陪着我。谢维清没敢把话说得太满，暂时可以继续陪着王爷。日子逐渐一长，燕温岚泡药浴的副作用也渐渐起效，有时候说着说着话就能靠在谢维清身上睡了过去，还睡得很沉。很快便是开春，长安又有信件传了过来，谢维清刚给睡过去的燕温岚盖好被褥，转眼便听到煮酒敲门说有事。他走出屋外，信上只有短短几句话，起义军攻入平城，王家带兵在平城堵住起义军，不是王家人。谢维清心思一沉，也就是说，这批起义军不受王家掌控。他不假思索地说道，煮酒备马，你跟我一起回长安，刘竹轩和刘大夫在这里照看王爷。煮酒愣了愣，可王爷说过这件事听我的。煮酒没敢吭声。谢维清回了屋子，简单的收拾了自己的行李，而后给燕温岚留下了一封信。兵符还在王府的书房里，此行回长安必须经过平城，只能先写信给堂兄，让他做好准备。谢维清没有立即启程，而是去了英妻那。袁熙一听到要回长安，便立即说道，我跟公子回去，顾兰书还在长安，既然已经大乱，我想亲自手刃了他。英妻，你放心，燕温岚在我这儿不会有什么事的，这一路颠簸，还请多照顾我家袁熙。谢维清见对方给出了承诺，自己也说道，
我不会让袁熙姑娘有事的。几人很快便踏上了回长安的路，马蹄声阵阵。好在袁熙也会骑马，从南疆赶至长安，最短也需要10日8日。抵达淮南时，谢维清一行人才落脚歇息了一夜。听到店小二说平城几乎沦陷，谢维清心底倏地一沉，不是说王大人带兵前去镇压吗？店小二，王大人，他小声的说道，昨夜便有消息传到淮南，公子口中的那位王大人早就躲回长安了。谢维清不自觉地蜷缩了下手指，按理来说，民间的军队怎么也不能让王怀邈畏惧至此，只怕其中另有蹊跷。信上说这支起义军并非王家的人，那有没有一种可能，还有一方早早地下了棋盘，想着隔岸观火，暗中操作，最后当上赢家？他想了想，给店小二掌心塞了一块碎银子。那咱们的皇上可说了什么？皇上？这倒没听过什么风声。起义军一开始并不成气候，不知怎的就开始不可控制起来。那位王大人估计是觉得功劳好挣，便全部揽下，怕是这回官位不保落。一开始的确是跟王家想的一样，但中间便出了变数。而起义军攻至平城，皇宫里那位这么贪生怕死，居然没有任何表态，怕是仗着顾家也下了场。若起义军真的攻入长安，王家怕是要一蹶不振好一阵子了。店小二没再说什么，上计才便下了楼。煮酒，公子，我们不如绕路去北右借兵，再回长安。谢维清语气微沉，只怕来不及。煮酒还想说什么，忽的就听见谢维清说道：“煮酒，你现在就去北右借兵，我和袁熙先行回长安。”不可，公子，回长安必须经过平城，如今平城战火未定，你和袁熙姑娘2个人前去，这太过冒险了。煮酒焦急着，生怕谢维清会有什么意外。谢维清让袁熙拿出地形图，指了指一处，回长安经过平城是没错，但我们可以走山路，从这里花1、2日的时间到达长安的地界处。他们的主战场是在平城的城门外，不会发现我们的。第127章弃子。煮酒自知劝不住，将腰间的佩剑交给谢维清，沉声说道：“公子万事小心，到长安后立即回王府，派人去城郊的别院，让他们全都回王府守着。”谢维清声音清润：“我知道。”长安司徒府，王怀邈慌忙回到长安，让幕僚全都来了书房，还有他那几个儿子，脸色黑沉，冲着他们厉声质问道：“平城那支起义军是怎么回事？”王邈看了眼身侧的2位兄长，垂着脑袋没有说话。只听到王怀邈继续说道：“去给我查，给我查出来是谁在背后搞鬼。”话音顿了顿，王怀邈把目光落在了最小的儿子身上，不知想了什么，语气听不出喜怒。怀之，你去平城。眼下这支起义军不在王家的掌控之中，王怀邈这时候让王淼前往，无疑是作为一枚弃子。王淼喉间发紧，还没开口应下，就听到他那大哥忽地出声：“父亲，孩儿同3弟一起前往，为父亲分忧。既然大哥去，孩儿也去，定能让那起义军败退。”王淼垂下眸，没太明白为什么他那大哥2个也要凑上前送死，不过父亲也不会同意的，这盘棋只需要他死，便能为王家谋得一个护军忠臣的好名声。果不其然，那2人的提议都被王怀邈给驳回。你们2个，魏父还有其他事情要吩咐你们，怀之现在就去平城，事不容缓。王淼应声退下，之后的谈事，父亲是不会让他知道。也不知舒朗如今怎样了，自从北辽一别，他们就没再见过面。这2个多月来，听说那摄政王一直称病闭门不出。王淼脚步顿了顿，让自己的心腹把早就写好的信送去摄政王府。此行一去，也不知是死是活。3日后，谢维清和袁熙回到摄政王府。兰竹没能去羌城，如今世家大乱，朝堂党派相争。谢维清去南疆前，特地写了封信给堂兄谢书彻，让兰竹留在长安，待一切平定下来，再把人送去羌城。公子，有人在3天前把这封信送到了王府，不知道是谁，只是说要把信交给公子。谢维清接过信，让兰竹去给袁熙安排东院的厢房住下。袁熙，你先去歇息吧，有什么事我会同你说的。袁熙也没硬要留下。好，麻烦公子了。这封信是王淼写给他的。谢维清心下一沉，信上将王家的所作所为都说得明明白白，没有提去平城的事情。信的最后也没再说什么话，只有一个日期，是除夕的前一天。王家要立新帝，但又不想背负着逼军退位的事，所以才自导自演了几出起义军。可平城的那支起义军却不是王家的。谢维清收起信件放好，没有歇息片刻，便直接回了谢府。谢观堂见到谢维清时，明显的愣了半晌，直到身旁的宋昭化掐了一把他的手臂，才回过神来。他赶忙上前看，没有什么事吧？去南疆怎么瘦了这么多？谢维清笑笑，安抚道：“舟车劳顿，自然会瘦的，之后养回来便好。”宋昭化瞧着自家儿子瘦了这么多，心都揪了起来。怎么这时候回长安？摄政王呢？他没什么事吧？他好多了，只是如今还在治病，不能回来。谢维清温声说道：“对了，父亲，如今是什么情况？”谢观堂脸色倏地凝重了几分。今日上朝，说是平城不保了。谢维清皱眉：“平城不保？那起义军当真如此厉害？虎臂军不是还在平城吗？
王怀淼派了他最小的儿子前去镇压，平城是昨夜破的，尸体在今早刚送进长安。谢观堂语气一沉：“什么？”谢维清完全没有料到昔日有人居然会是这般下场，他缓了又缓，声音有些发干：“王家这是在用他来给自己加筹码。王淼的死，足以让王家在后面立新帝的时候，不会让人往权臣逼君退位的方向去想，还会觉得王家忠君护国，辅佐新帝是最合适不过的。”谢观堂，虎毒不饲子，王怀淼还真是狠毒至极。宋昭化听着也不是个滋味，天下父母心，谁会不想让自己孩子一世开心安康？他见过好几回王家的小公子，那般的少年郎就这么死了，王家这么恶毒，怕是之后会更加。他没有把心里想的最坏的想法说出来，只因还在宫里。如今起义军攻破平城，最迟明日晚便会攻至长安。宋昭化说着，就不自觉地皱起眉来，眉眼间透着担忧、焦急。他看向谢观堂，除了这些就没说什么了。哎，能说什么？如今带兵的基本都在边疆驻守，皇帝生性胆小，除了燕温岚能握着兵权在长安，其余的都不成气候。谢观堂叹了口气，沉声说着：“王家是领命带着虎贲军去的，如今长安所剩的虎贲军不足2万。”谢维清没有立即说话，思绪凝重。从淮南到北幽，最快也需要6、7日，而北幽派兵至长安，到那时长安怕是早已失守。一时间，书房的空气都凝固了几分，无人再出声说话。忽的，屋外传来小厮的禀告声：“大人，严大人在府外等候，说是有要事与您相谈。”谢维清抬眼与谢观堂眼神交流一番，随后谢观堂让小厮把人带进来，但愿不是什么大事。谢维清总觉得有股不好的预感，直到严义清走进书房，急到连话都没有铺垫，就直接开门见山的说道：“皇上他把那2万虎贲军全都带走，撤离长安了。”什么？谢观堂不可置信地看向严义清，万万没想到，起义军还没攻入长安，皇帝就带着虎贲军逃离长安。谢维清，皇上可还带了其他人吗？我今日在宫里当值，据我所知，皇上只带了身边的大总管离去，后宫嫔妃还在宫里。不过，因为皇上私自逃离这事，宫里闹得人心惶惶，快要压不住了。第128章顾家。严义清说完，便急着问谢观堂该如何是好。但最后都是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谢维清没打算在外人面前说及有关北幽的事情，只好等严义清离去后，才同父亲说道：“我在淮南时让人去北幽借兵了。”谢维清快速的想了一遍，想平城这支起义军会是谁下的棋子？若是王家演的一出好戏，为了逼皇帝离城也不无可能。可王淼信中却说不是王家掌控的，除非这支起义军是为了巩固地位而存在的。王家同皇帝已然对立离心，而顾家仗着太后是顾家之人，时时刻刻都想管着皇帝，可皇帝却不喜，唯一觉得能掌控的就是谢家。起义军能有这等规模，不可能会是小党小派，只能是世家下场。顾家没准是顾家想要重新拿捏皇帝，王家要立新帝已经是昭然皆知。而起义军攻破平城，若是顾家的棋，最后皇帝肯定会为了皇位继续当顾家提着线的傀儡。若真是顾家所为，那支起义军会被顾家亲手消灭。谢维清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谢观堂沉思半晌，顾家只怕不仅是要重新掌控皇帝这么简单，他故意趁着王家要立新帝作对，这把火最终会烧到王家的身上。狗咬狗吗？谢维清喃喃。谢维清回了摄政王府，侍卫比平日多了2倍，都是从别院派过来的。他这夜几乎没怎么睡好，都在想着起义军攻破平城的事情。次日，谢维清是被兰竹的叫声给吵醒的。公子，起义军攻破长安了，我们快走吧。兰竹话音戛然而止，王府外传来厮杀声。谢维清瞬间清醒过来，忽地想到了顾家的另一种意图，既能重新控制皇帝，又能一举排除异己，那就是放任起义军入城，杀了王家，还有他们谢家。府外什么情况？谢维清快速的穿戴好，开门便问兰竹。兰竹，起义军攻入长安，府外是侍卫和那些起义军在厮杀。公子，王府有通往城外的密道，这是管家告知的，我们先出城避一避。可父亲和阿娘，大人不会有事的。谢府不是也修建有暗室吗？公子，走吧。谢维清眸光倏地一凝，抓住兰竹的手腕：“你去带袁熙从暗道离城，我等会儿再走。他还得去书房拿兵符。他记得燕温岚说过，城郊30里外有一处秘密军营，是对方之前养的私兵，若是万不得已，这里的私兵任他差遣。快走！”谢维清转身回去，拿了之前煮酒给他的佩剑。兰竹心知不能给自家公子拖后腿，只好拽着袁熙和王府里的人从暗道离去，剩下的就只有侍卫。王府的侍卫有上百来人，如今起义军兵分几路，还能撑一段时间。谢维清快速从书房拿走兵符，而后拉响了一支暗号键，是撤退的信号。谢维清没有半点耽搁，从暗道出城后，便从院子骑了一匹黑马，带上10几名侍卫扬长而去。半个时辰后，谢维清倏地用力勒紧缰绳，黑马抬起大半身子才稳了下来，停在了一处营地门前。这里隐蔽得很，而且看上去就只是一个小村庄。谁？兵符在此，我乃谢维清。
谢维清声音冷冽，全然没了平日里的温和。王爷同你们说过我，给你们1炷香时间收拾整军，把长安的起义军杀退。主君，为守甲扮成农民的将领在愣神过后，瞬间扬声说道：“属下听令。”燕温岚在一早把兵符交给谢维清时，便写信传话给各个军营的人，所以如今谢维清的命令，他们不会不听。所有人听令！1炷香内全部整军集齐。这里说是小村庄，可人数却是惊人的。谢维清只知道燕温岚在城郊外养了私兵，但并不知道他家王爷这么胆大，养了近2万的军队，还都是精锐。起义军人数并不是很多，但架不住长安城里有接应的人，所以才会早早的就攻入城门。谢维清不是没想过这支私兵被发现会是什么后果，但他不可能会眼睁睁的见谢家留在长安里，大不了就直接反了，反正燕温岚又不在，管不到他。念及，谢维清随手指了一位小兵，而后将腰间的玉佩扔到对方的怀里，去羌城见谢书彻将军，让他带兵埋伏在平城一带。是，属下听令。如今平城失守，正好给堂兄掩盖。司马府，顾衡良坐在太师椅上，悠闲地端起茶杯饮下，听着他的人禀告起义军的情况。大人，起义军按照您的命令派了一批去摄政王府，果然不出您所料，那摄政王并不在府里，不过侍卫却是比平日多了好几倍。待起义军攻进去时，王府已经没有别人了。顾衡良顿了顿，眸光倏地冷沉下来。没人？昨日不是有人亲眼见到那谢维清出府吗？一旁的顾中修立即问道：“是不见了，还是死不见尸？”回公子话，起义军攻进王府后，并没有见到任何人，就连那些拼死护着的侍卫也纷纷撤退。顾中修眯了眯眼：“废物！他们肯定是有暗道，不然怎么可能一个人都不见？那谢府呢？他们总不能还失了手，也没死吧？”顾衡良声音和蔼：“玉文性子这么急作甚？要成大事者，必须学会忍耐。”顾中修默了默，低下头：“是，孩儿谨遵父亲教诲。”待二人话音落下，禀告的声音才再次响起：“谢府死了不少人，但就是没见谢官堂和他的夫人。”顾中修心下一松，面上却越发黑沉。没用。顾衡良没有说什么，只是眉眼间已然泛起了冷意，将手里那盏茶水饮完，他才慢悠悠地说道：“告诉他们，把谢府挖地3尺，也要把谢官堂他们找出来。宫里是不是还有一位皇子和皇后啊？”顾中修：“那皇帝只带了一位宦官逃跑，宫里的妃嫔都还在，连皇子公主都在，那就让人闯进宫，把皇子给带出来。”第129章私兵。顾中修刚想向顾衡良请命，让他带人进宫把皇子带出来，结果还没开口，府外便传来一声通报：“大人不好了！城外不知是谁的军队已经入城和起义军撞上了。”顾衡良脸色一僵，原先还能保持不裂开的面容，如今黑沉至极，哪冒出来的？王家还是谢家？回大人话，并没有军旗，只是带兵的领头有点眼熟。顾衡良攥紧拳头，猛地将茶杯摔落在地，噼啪一声脆响，碎了一地。去查，他倒要看看是谁坏了他的好事。顾中修连忙说道：“父亲息怒，带孩儿前去一看究竟。”顾衡良摆摆手，压着心底不断冒出来的怒火：“去吧，护好公子。”顾中修早已心里有了猜想，他呼出口气，利落地跨上马背，扬鞭策马驾。一路过去，起义军居然接连败退，街上全是横七八竖的尸体，血腥味几乎是要冲天。父亲布局这么久，居然就这么被打碎了。谢维清身边是方才领命的将领，之前跟郭燕温岚上过战场，后面自己请命成为那2万私兵的将领，叫杨振岳。公子，王爷呢？谢维清垂了垂眸，声音清和：“王爷不在长安，南下有事，听闻长安出了事，我就先回来了。”杨振岳听到这番话，顿时愣了愣，下意识把先前在军营外冷声命令他们的拿来做对比，一时分辨不清到底是他出现了幻觉，还是什么。这般想着，他挠头笑了笑，笑容有些生硬：“公子说话还挺温柔的，难怪王爷会喜欢。不对，公子哪都好，王爷都喜欢。”谢维清蓦地失笑，方才只是少数时候才有的，不必太在意。杨振岳猛地点头，心想着果然还是和王爷不一样，之前那会儿他还以为又来了第2个王爷。属下知晓。谢维清眨了下眼，目光落在了不远处，笑意有些凝固在嘴角。半晌后，他率先开口：“玉文，好久不见。”顾中修勉强回过神，扯着缰绳让马向谢维清走过去，声音微干：“叔朗，原来真的是你。”谢维清：“玉文何出此言？”顾中修没有半分隐瞒的意思：“我从父亲那得知有军队赶来，王家手下的周兵离长安很远，谢家的兵又在边疆，只有你身后那位摄政王有胆子饲养军队，能把父亲布的局轻而易举的打碎。”谢维清扯出一丝笑：“什么饲养军队？玉文未免也太敢想了些。王淼死了。”顾中修冷不丁的转移话题，看向谢维清：“是我害的。”谢维清没有立即回他的话，只是静静的看着对方。他们几个都是一起读过书的，同一个夫子教导，顾中修和王淼的关系自小就要好，
并不是他和严桃能比的。若我能阻止，或许他就不会死。谢维清眨了眨眼，对方的话在这春日里显得格外孤寒。他唇线微抿，问顾中修：“那现在呢？你打算怎么办？”“不知道。”顾中修故作轻松：“我亲自来，也只是过来想看看是不是你罢了。往后小心点吧。”谢维清淡淡的应了声。顾中修还真没再说什么，转身策马离去。他闭了闭眼，脑海里一时又想起了对方说的那句话：王苗死了，就这么死了。这次平定起义军后，皇帝并没有立即回长安，而顾家也开始抓着谢维清那日带领的私兵说事。过了好几日，梁朝见长安真的没什么事，才带着虎贲军回来。启禀皇上，微臣有事启奏。顾衡良派了一位大臣率先提出，那日私兵一事是关于谢家饲养军队一事。谢家拥兵20万，悉数都在边疆镇守，可谢大人还不知足，自己偷偷饲养了军队。若没有这次起义军，谢大人是不是还想着造反叛国啊？谢观堂一早就从谢维清那知道了私兵的来由，当时就开始骂起燕温岚胆子大，简直就是没有把皇权放在眼里。养私兵也就算了，还是在天子脚下养，就属他最能耐。现在还得他来背这口黑锅。饲养军队，李大人这话倒是张口就来。这是谢舒澈将军的兵，特地赶来长安替皇上剿灭起义军的，到你口中便是私兵，便是造反了。谢舒澈，李大人冷喝：“既不是私兵，那就是谢舒澈擅自离手，带兵回长安，意图不明啊，皇上！”谢观堂直接朝人呸了声：“他若没赶来，哪里轮得到你在这叫？跟阎王说我们谢家造反啊！”李大人被呛了一嘴，一码归一码。那你先去死！谢观堂直接说道：“你死了再来说说这件事，毕竟李大人能活下来，全靠我们谢家不是？”梁朝坐在龙椅上，他没这么蠢，1日不到，起义军就被全部清剿。羌城离长安可远得很，不过谢家要是造反，不趁着这次造反，反而还派人接他回长安。够了，李平，你要在朝堂上闹到什么时候？你是不把朕放眼里了是吗？梁朝现在是一心扒着谢家不放，一心忠君，又能听他的话，真正把他当皇帝的也就只剩下谢家了。李平猛地跪下：“皇上饶命，微臣绝无此意啊！”顾衡良看出了皇帝想要保谢家的心，也是，谁会不想要谢家人这样忠君护国的臣子呢？他起身出列：“皇上，谢家世代忠君，臣绝不会相信谢大人会有谋反之心。”这场戏看似已然落幕，但私底下暗潮汹涌。过后，梁朝派人从国库里挑了几大箱名贵的物品赐给了谢家，想着能让谢家更加对他忠心，只可惜已经晚了。谢维清看着这好几箱的御赐之物，眼底划过一丝讥讽。这回还是让王家当了赢家。顾家想要重新掌控皇帝的计划落空，而皇帝此前抛下满城百姓，还带着虎贲军逃离，已然是在众人心中不配当皇帝了。谢观堂，让他们闹着吧。如今辽野已经在平城安插了人，我们就等着王家立新帝。第130章狗咬狗。谢维清没有返回南疆，没多久，海东青飞回长安，携来一封信。彼时春日花开，院子里的荡着一层层花香。他抬头看着挂在碧空上的太阳，眯了眯眼，随后伸出手，让海东青落在了自己的手臂上，是燕温岚写的信。谢维清没有第一时间打开，目光看着乖乖抓住自己手臂的海东青，见他歪了歪脑袋，他眉眼间染上了几分笑意，刚要唤一声军规，结果就看到对方用阴晦戳了戳他，好似在催促他快些看信，又像是在替燕温岚发脾气似的。谢维清的眸光不自觉地柔和下来，他动了动手，海东青扑腾展翅飞上屋檐，而后又飞落在他的脚边。信上是燕温岚说自己只留下一封信的事。那会儿事急，他虽说是写信，但也没写多少，最后一句还是让人误挂念的话，谁知还是惹燕温岚生气了，还说他霸道，连想都不给自己想。谢维清哑然失笑，还说上他霸道了，到底谁最霸道？这封信没有写多少话，谢维清来回看了3、4遍，还是有点诧异，对方居然没有计较自己趁着人昏睡之际直接走人。他眨了眨眼，回书房提笔就写下了另一封书信。既然燕温岚这么想要念着自己，那就念着吧。他嘴角轻勾，将信纸卷起来放在信筒里，而后将其绑在了海东青的爪子上。海东青展开双翅朝南疆飞去。经过起义军这件事后，梁朝召见道士的次数越发多了起来，不是问到底能不能把王贵妃生下的皇子给杀死，就是问自己这皇位的事。王家没有就此安分一段时间，反而意识到顾家已经容不下他们，私下又搞起了小动作。半个月后，朝堂又开始了不少对皇帝不满的声音。这回的不满更多的是指责皇帝过于听信妖道，不问江山百姓，反倒问这些缥缈虚无的事。谢维清垂了垂眸，皇帝听信妖道，这本来就是给王家就此立新帝的一大好机会，那皇帝也是蠢，如今这情况还屡次3番宣召道士入宫。他轻嘲的想着，忽的一道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公子，属下按照袁熙姑娘所说的去办，已经找到了不少有关的证据。另外，知晓当年秦家一事的人还有一位，是北辽州牧方卓。”煮酒沉声说道。谢维清眼眸微动：“方卓？是对方亲口说的。”煮酒点了点头说道：“
随后沉吟片刻，公子要不要属下前去将方桌抓起来？不用，他体内还有蛊毒未清，这个月的解药送过去没？煮酒还未，如今暮春初3，离15还有一段时日。方桌的解药是每个月的15号才给的，要不间断的吃6个月才能完全清除体内的毒性。谢维清又道：解药先不给，等明日去北辽问个清楚。煮酒愣了愣，没想到谢维清会亲自去北辽一趟。公子是骑马去还是坐马车？谢维清不假思索地说道：骑马，越快越好。事关秦家，若是燕温岚在长安，也会如此。长安暂且安全，谢维清次日便启程赶往北辽。再次见到方桌时，他也没兜着圈子，直接问对方是不是知晓秦家的事情。方桌根本没料到谢维清会亲自前来。这段时间王家没空收拾他，可他知道一旦王家想起来，他必死无疑，所以方桌才会主动给谢维清的人透露了消息。若是燕温岚还在意当年秦家一事，那他就赌对了，这回不是他死，而是王家死。当年秦家出事，是王家连同顾家一起陷害秦家的。顾衡良记恨秦老爷子，而太后记恨的是当时的摄政王妃。王家那时候是顾家身后的一条狗，指哪去哪。见顾家要对付秦家，自然也会来分一杯羹。谢为清纯县民警，为什么会记恨秦老爷子？据我所知，顾衡良是他的学生，同我父亲王怀淼都是。是又如何？被权力熏心的人，还会记得什么礼义廉耻吗？方舟说道：我知道此事，是因为那时候刚好听到罢了。他说着，还庆幸起来，觉得自己命大，听到这等秘辛之事，居然还能不被发现，活到了现在。要是不是王家，铁定不会放过自己。他怕是这辈子都不会将这件事说出来，引火烧身。证据我也有，不过我有个要求。方桌提条件，事发之后，我要安然无恙的继续当着北辽的州牧。谢维清直截了当的同方桌说清楚：若你没有参与，我可以保你；若你参与了，我最多能保你一家大小，除你之外的人。他也不怕方桌会变卦，左右他都已经来了。若方桌不肯说，对方的命还在自己的手中。方桌沉默半晌，行。谢维清待方桌将证据交到自己手中，忽的心念一动，他压下了冒出来的念头，把手里分量不少的证据一一看了遍，随后蓦地说道：不过方大人若想明哲保身，那还得配合我演一出戏了。来人！他没有给方桌半点反应的机会。方桌脸色大惊：谢维清，你出尔反尔？维清岂是这种人，让方大人配合做一场戏罢了。毕竟方大人也不想让王家知道是你主动投诚的吧。一旦方桌明面站了队，王家哪怕是死，也会拉着方桌一起垫背。方桌，什么戏？几个月前谎称瘟疫一事，还没有人来查。北辽刺史上书，说是方大人听了王家之令，命州兵封城，随后将瘟疫这桩谣言传入长安。其心所为，愧对百姓皇上。谁知在搜查证据时，竟然无意搜出了当年陷害秦家的证据。一旦秦家平反，王家和顾家势必会竭尽全力保住自己的家族，甚至还会狗咬狗，乱作一团。到那时，两家不想死的话，唯有造反能有一条活路。方桌听着，心脏不由得发颤。那我岂不是要背上另一个罪名？方大人这不是被王家逼得无奈，这才就范的吗？谢维清轻声说了句。第131章明察。谢维清将这个月的解药交给方桌，随后直接去了北辽的刺史府。刺史是他父亲的学生，为人正直，一听到谢维清为的是何事而来，顿时就应下：秦老爷子既是先生的老师，无论如何我都会出手帮忙的，还请公子勿忧。朝堂上党派众多，可要是细算起来，几乎每个臣子都跟秦老爷子沾着点关系。刺史很快便按照谢维清吩咐的去做，先是上书朝廷彻查瘟疫一事，而后以谢家为首的党派率先出声，随后便是燕温岚的人，两派加起来，声量自然是把其他声音给压了下去。加上御史是谢官堂的学生，直接请命去北辽一查究竟。王怀淼这才意识到是冲着自己来的，刚要起身出列说道一番，顾家却像是带到一个落井下石的机会，拼命的把王家往坑里踩。顾衡良！王怀淼一时气急，直接在朝堂上喊出对方的姓名。顾衡良神情自若：王大人，这怎么也关系不到你身上吧？北辽刺史要查，御史也要查，又不是你来查，这么大反应作甚？王怀淼蓦地被堵了口恶气，恶狠狠地剜了顾衡良一眼，随后甩袖回了自己的位置坐下。一下朝，王怀淼就急着出宫派人去把方桌给解决了。这段时间一直被大大小小的事情耽搁，根本想不起来还有这号人。瘟疫都过了几个月，如今才想要查，分明是在和王家作对。而方桌早就被刺史暗地关押在州牧府邸中，命人严加看守，还有谢维清派来的人，就等着王家派人来解决麻烦。人赃并获，坐实了王家做事心虚。王家派来的是死士，身上有着王家的族徽，各大世家都会在暗地培养属于自己家族的死士，族徽是必不可少的。不过王家倒是耍着小聪明，死士身上带着的是顾家的家徽。方桌看着前来刺杀他的死士，心底顿时凉了一大片，心想着既然王家如此不义，那他也没必要再藏着掖着什么。他抬眼看向谢维清，除了那些，我还知道一件事。
当年秦家被陷害，说是秦家女子与敌寇通婚，实际上是王家的旁系，在羌城临近夏国的地界叫涂崖村，说不定还在。谢维清没有质问对方为什么不把话一次性说清楚，总是要权衡利弊，说一些好把握的事情。他偏了偏头，眼神示意煮酒命人去查。御史到北辽城已是10日后，不出3日，便掌握了大部分的证据。御史直接命人去州牧府邸搜查证据，随后便搜刮出提前放好的证据，不仅是关于假传瘟疫下药给百姓一事，还有尘封了15年有关秦家的事情。御史直接拿着证据回了长安，没有让任何一个人知道，直接在朝堂上公然将证据摆放出来。王大人，敢问北辽瘟疫一事，是不是你让人下药假传的？王怀淼心猛地一咯噔，表面上还稳如泰山。什么下药假传？苏大人莫要信口雌黄，张口就来。回禀皇上，微臣前去北辽查瘟疫一事，在北辽州牧府邸里发了这些信纸，其中不仅下药谋害百姓，使得致死10余人，微臣还发现王大人似乎和当年秦家一事有所关系。此话一出，瞬间低头的低头，一直在左顾右盼着，就是不敢吱声。朝堂上多半是年轻人，秦家出事时都没进入朝堂为皇帝做事，剩下的老臣欲言又止，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御史环顾四周缄默不言的人，随后与谢官堂对上眼神，立即又道：“微臣斗胆，请皇上过目。”梁朝知道秦家背后是因为王家和顾家搞鬼，不过那时候是太后把持朝政，他压根都不需要上早朝，只用做顾家的傀儡。他闭了闭眼，若是真有顾家和王家联手陷害秦家的证据，到时候再借着燕温岚的手除掉2家，他是不是就可以当真正皇帝了？梁朝这般想着，顿时就说道：“呈上来。”李福乐将御史手中的证据呈给梁朝，没一会儿，梁朝蓦然大怒，拍案而起：“王怀淼，睁大你的狗眼看看，这不是证据还是什么？”御史冷静地说道：“信上写得清清楚楚，王大人，你不妨亲自去看看。”王怀淼怎么也没想到，这次去北辽，居然会把他的事情给查了出来。他分明记得自己下令将当年知晓此事的所有人全都杀了，为什么？为什么还会有他关于秦家的证据？他抬眼一个个看着眼前的大臣，试图再看到底是哪个对他恨之入骨，想要逼他王家一族的人都要去送死。目光忽地在顾衡良身上顿住，是了，当年知晓此事的还有顾家，一定是顾家，一定是顾家怕他大权在握，这才想到要把当年之事说出来。谢官堂忽地说道：“当年秦家3日不到，便以谋反叛国的罪名满族抄斩，甚至连边疆镇守的秦家军都被赐了一杯毒酒。若秦家真的被冤，王大人，你哪怕是抵上全族人的性命都抵不了。”王怀淼蓦地大声反驳：“不是我，你们休想要陷害于我！皇上，皇上，还请皇上明察。”他倏地跪下。梁朝低低笑了笑：“这才是皇帝，这才是皇帝啊！好啊，朕就给王卿一个明察。御史听令，朕命你自今日起彻查当年秦家一案。”御史掀起衣袍跪下：“微臣遵旨。”顾衡良近乎冷眼看着这出戏，随后将目光移到了王怀淼身上，眼底的神情恨不得将其大卸8块，剁了喂狗。谢官堂将早朝上发生的事悉数跟谢维清说了一遍，随后忽地叹了叹声：“你要是入朝堂，想必也不会。父亲，之前孩儿是不愿面对这等无能昏庸的君王，不愿意去想为什么一定要入朝堂，或者还说得上是自私。我不愿，所以会暗自松了口气。可当我去北辽解决雪灾一事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不入朝堂好像是错的。”第132章留不得。谢官堂听着谢维清说的这番话，心里沉了沉。你之前并没有同为父说过，为何不愿？后面知道皇帝这般扶不起，方才知晓维清那时候为何不愿。你还年轻，心高气傲是正常的。若百姓安居乐业，臣子君主一心为民，想必到那时候才是真正的太平盛世。谢维清抬眼看着春日的碧空，轻声说道：“父亲，您说这日会不会到来？”谢官堂，世人都会有自私的时候，世间阴阳一黑一白，有清官呢，就会有贪官。君主明智，并不代表底下的人就会安安分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顿了顿，摇头笑道：“你不可能让全天下的百姓都能安居乐业，你也管不了这么多。哪怕你以后要是当了皇帝，都不可能的。”谢维清唇线微抿，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治理的国家，哪怕我有能力，也管不住这万千人是如何想法，如何做的。是。谢官堂思绪飘远，当年我也这么问过老师，就是秦老爷子，他说谁都不是神仙，也不是圣人，能做的只有恪尽职守，尽力而为之。你啊，还好没入朝堂，照你这种想法，早就操白了头了。他又说道。谢维清无奈地笑了笑：“哪有？觉得百姓苦，做臣子的只有上书朝廷，禀明皇上。若皇上不批，那就只能通过臣子联合上书。”谢官堂说着，随后就悠悠地揭开残酷的事实。但往往这些臣子都会被贬至偏远地区，没多少机会是能够再入长安的。谢维清张了张嘴，孩儿知道，去年便有好几位大臣被贬，原因父亲也说过，是碍着顾家的利益了。
谢官堂忽的觉得很稀奇，这居然还能维持表面的太平盛世，真是不容易。是不容易，很快就不会让这个皇朝硬撑下去了。谢维清冷不丁的说道，又补了一句：如今秦家的事被翻出来彻查，到时候王家逃不掉的。先前王爷已经查得差不多，想必用不了多久，王家就会起兵造反。谢官堂，如今北辽州牧已经不是王家的人，据我所知，平淮以及福安那一带的州兵都是王家子弟直接掌控，但按照王家目前这点兵力，还远远不够。王贵妃还在皇宫里不动兵刃，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梁朝给杀了。谢维清眸光泛冷，谢官堂心下一沉，你阿子还在宫里，王家说不定会以此来要挟我们。这句话一语成谶。皇宫，淑华宫，娘娘，大人派人传信给您。王贵妃身边的宫女跪下将信封呈上。王贵妃侧躺在美人榻上闭目养神，听闻这句话也没有立即睁开眼，直至宫女再次说了一遍，她才缓缓睁开眼来。父亲，她言语里似乎带着一丝嘲讽。他又来吩咐我做什么事，直接说了吧。宫女默了默，大人让您将此药下至皇上每日服用的汤药里。王贵妃瞥了眼，语气淡淡，什么药？娘娘不必知晓，大人说了，娘娘若想让皇子平安长大，皇上就必须留不得。王贵妃眼睫颤了颤，知道了，她本就不希望这孩子出生，在皇家哪有什么能平安长大的道理。娘娘，皇上早就解了您的禁足，何必如此郁郁寡欢呢？宫女不解，轻声地问道。王淑玲眼底划过一丝悲痛，她合起眸，声音有些发干，小弟死了，被他父亲亲手推出去送死的。宫女自幼跟在他的身边，闻言顿时没有再出声。在他的印象里，几位公子和小姐都相处得很好，尤其是小公子，受尽了2位公子和小姐的宠爱。王淑玲没再继续提这件事，伸手接过了宫女手里的药，转而问道：最晚什么时候？宫女，大人说最好在5日之内。御史彻查秦家一事，王家躲不掉，所以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解决掉梁朝，待新帝登基，谁还敢同王家作对？那便明日去看看皇子吧。梁朝还不知死期将至，搁在朝阳殿看着整日哭个不停的皇子，心烦的要死。他待不下去，习惯性的又去了谢芷英那里，正好他今日办了件像皇帝的事情。他直接推开门，芷英，朕来看你。谢芷英闻言抬眸看向对方，没有说什么话，就听到对方说起了早朝的事情。皇上同我说这些做什么？梁朝自然是想说便说了。芷英难道不觉得朕今日很像一位明君吗？谢芷英牵出一丝笑，温婉的说道：像，皇上若是日日如此，百姓也就……哎，那都不重要。再说了，日日都如此，得多累啊！梁朝今日心情好，一想到王家和顾家在不久后就要被燕温岚清算，他自己坐收渔翁之利，就没对谢芷英这番话记在心上。好了，朕乏了，朕今夜歇在你这。梁朝起身吩咐殿外的小宦官去收拾往常住着的偏殿。对了，芷英，你身子好多了吗？谢芷英抬眼看着给自己下药的皇帝，压着嗓音轻咳了声，好多了，多谢皇上挂念。梁朝这段时间让人断了药，本来他也没想着把人弄死，他来交房宫就是干看着，然后把那些不能对别人说的话跟谢芷英说几句，好多就行。梁朝刚要起身，就听到殿外的宫女禀报道：娘娘，王贵妃求见。淑玲，她来你这里作甚？梁朝看向谢芷英，语气里带着些许质问。谢芷英眸光动了动，说自己不知道，随后又让梁朝去歇息，许是来找我说些话的。梁朝忍不住嘀咕一句：都这么晚了。王淑玲进来时，梁朝已经去偏殿歇下，看向谢芷英的目光有些怯怯，跟做错事了似的。他见对方没有说什么话，放轻脚步踏了进去，小声唤了句：阿英。第133章假皇子。过了几日，皇宫还是没有传出什么事情来，王怀淼开始焦急，命人又去催了几遍王淑玲，让他尽快动手。而御史这边有谢维清呈上的证据，只需要核实，再顺着查一遍，就能定王家以及顾家的罪。王淑玲那晚来找谢芷英后的第2日，谢维清就收到了阿紫托人传出来的信，王家想要梁朝死，可就算梁朝死了，也不会这么轻松容易的让那不满1岁的皇子登基。皇室还有不少王爷世子，若皇帝一死，那就要乱成一锅粥了。谢维清没有立即回信或是入宫，而是回谢府同谢官堂商量，若是将计就计，梁朝的死不仅会让王家动手，还会把其他人也一并招来。宋昭化在一旁修剪他那盆栽，闻言便道：我们要的不就是越乱越好吗？皇帝一死，所有的事情都有可能会变得顺理成章，顺应天命。谢维清听后弯了弯眼，阿娘说的极是，史书从来都是胜利者书写的。谢官堂还有些犹豫，你阿子还在宫里，按照皇家那些礼数是要陪葬的。宋昭化剪掉自己看不顺眼的一处枝芽，轻斥道：待那皇帝一死，争的争，吵的吵，谁还会管你那狗屁礼数？谢官堂，夫人所言极是。他连忙拍马屁道。谢维清又同2人聊了许久，又在家里用了午膳，这才起身入宫。交房宫安静得很，以往谢维清每回来都会听到阿紫抚琴，今日不仅没了琴声，宫人还少了大半，只留下了泗水和几位熟悉的宫女。他顿住脚步，
隐约有种不太好的预感，目光落在泗水身上。阿紫呢？娘娘在殿内，公子在此等候片刻。泗水这就进去禀报娘娘。泗水轻声说道：“等等，皇上来过。”谢维清叫住泗水，又问。泗水愣了愣，知道谢维清问这话的用意是什么，顿时便说道：“皇上昨夜来过，歇在了偏殿，娘娘无事的，只是王贵妃还在殿内。”谢维清没有立即放下心来，听到泗水后半句话时，倏地皱了皱眉：“贵妃娘娘也在？”是。泗水犹豫片刻，还是给谢维清做了些许准备。贵妃娘娘从昨夜便一直在。谢维清点了点头：“那你先去禀报一声吧，既然有外人在，也不好同阿紫说什么。”不一会儿，泗水让谢维清入殿。阿紫。谢维清进殿后，并没有看到王淑玲，他看向谢芷英，对方正在看着民间的画本，有些诧异：“阿紫不是从来不看这些的吗？”“不是我的。”谢芷英将画本合起，放到案几上，而后抬眼看向谢维清，可是看到信了。谢维清还顾及着泗水说的话，他走到谢芷英的另一边坐下。“阿紫，泗水不是说王贵妃在殿内吗？她是王家的人。”谢芷英风轻云淡的说道：“她还睡着，不必管她。”谢维清：“这又不是管不管的事，万一她装睡呢？”谢维清忽地跟谢芷英杠上，他自顾自倒了杯茶。虽说他昨夜跟阿紫说明一切，但也不能就此完全信任他。谢芷英眼眸微动，眼底好像划过一丝笑意：“小弟说的是，确实不能完全信任。”话音刚落，里房便传来一道声音。王淑玲披着一件淡紫的大氅，便撩开珠帘走出来，先是瞪了眼谢维清，之后又看向谢芷英：“昨夜阿英明明说好了，说话不算数。”阿英。谢维清抬眸看了眼这位王贵妃，娇俏明媚，乍一看并不像是能和他阿紫聊到一块的。“阿紫，你何时同贵妃娘娘这般熟悉了？”阿紫先前也没说过，提起王贵妃，还是对方有孕的时候。王淑玲自然是早就熟悉认识了。你还是我小弟的朋友呢，不是吗？是，怀之是我的朋友。谢维清温声说道。王淑玲又道：“那我和你阿紫也是朋友。”谢维清闻言看向了谢芷英，眼神好似在说：“他不信，我可没听阿紫说起你。”王淑玲刚要好好同谢维清掰扯掰扯，谢芷英蓦地开口说道：“好了，小弟你先说要紧事。”将计就计。谢维清不怕王淑玲在一旁听着，大不了他给人也下一个蛊。王淑玲不知何时跟谢芷英挤着坐在一块，听到谢维清说的这番话，什么将计就计，我可不干杀人的活儿，梁朝也不行。谢芷英冷不丁出声，她的语调很温和平缓，但听起来就是有点怪怪的。我是不敢。王淑玲小声说道。谢维清正要说些什么，就听到对方又继续说道：“阿英帮我把他杀了。”他听得眉头跳了跳，心想着这说的是什么话？他阿紫冰清玉洁的，沾血作甚，还是沾那梁朝的血，也不怕脏，貌似这是王大人吩咐贵妃娘娘办的事吧？王淑玲微抬下巴：“那又如何？杀了之后呢？”谢芷英近乎冷静地问道，看似没有应下王淑玲的话，实际早就问起第二步该如何走了。等谢维清说这话是看着王淑玲说的，等王家把贵妃娘娘的小皇子送上皇位。谢芷英唇线微抿，没有第一时间说话。王淑玲忽地看向别处，声音细若蚊蝇：“那皇子不是梁朝的，那是谁的？”谢维清顿时一愣，脱口问道。谢芷英脸色微微泛冷，下一刻便听到身侧挨着的人又小声说道：“是宫外报来的。那时候我父亲催我赶紧怀上龙脉，可梁朝基本不碰后宫的，他怕万一搞出什么皇子，自己皇位不保。那会儿我就买通了一名太医，装运给我父亲看，不然哪那么精准，一生就是他想要的皇子啊，那就好办多了。”谢维清完全没想到还会有这么一个意外之喜，待王家立新帝，再由王淑玲直接戳穿。他顿了顿：“为什么？你是王家的人，为什么不帮王家？”“我才不稀罕当什么王家的人，如果有选择，我一定会带着小弟投胎到另一处人家。”第134章推波助澜。王怀淼再一次催促王淑玲动手后，宫里终于传出了他想要的喜讯：皇上忽地中毒昏迷不醒，太医们皆束手无策，个个都摇头叹气。皇后出来把持大局，在次日的早朝上便说明了此事。众臣议论纷纷，最后无不是看向台上的皇后谢芷英。一名老臣起身出列：“臣有话想要问皇后娘娘，还请娘娘如实告知。”“司空请讲。”“皇上所中之毒，可有法子解开？”此话一出，满朝文武皆不作声。谢芷英沉默片刻，如实说道：“林太医说，目前还未有法子能解开皇上的毒。”这，哎！大臣接二连三的叹气，随后便说要尽快将下毒之人找出来。王怀淼的人也在这时起身出列：“若没有法子能解皇上的毒，哪怕将下毒之人找出来，也无济于事。江山社稷，岂能一日无主？以微臣之见，应当尽快将储君选出来才是。”韩大人言之有理，可皇上子嗣凋零，唯一一位皇子还不满1岁，这如何能当储君？不如就在皇室里选出一位王爷。皇上血脉犹在，岂能在皇室里挑选？1岁不到便选做储君，这是对晋朝对百姓的不负责。一个早朝，
吵到最后已经俨然忘记还有一位中毒昏迷不醒的皇帝了，也没注意到谢家这边根本无一人出声。一连好几日，早朝全是在争论究竟立谁为储君。谢维清看着谢芷英写的信纸，信上说皇帝没几日活命，朝堂上拥护王家的臣子越来越多，王家以为有了皇子便能顺利立储君，但却忘了还有一个顾家。顾家是不可能会看着对方成为把持朝政的外戚，但顾家又没有适合储君的人选，逼急了，还不知道究竟会是谁先造反。这样下去，王怀淼估计尾巴都要翘上天去了。孟夏初九，储君一事还在争论不休，而也在这一天，皇宫的丧钟在早朝时敲响，皇上驾崩。梁朝在死之前醒过一次，他看着在床沿坐着的谢芷英，忽地明白了一切。他看着对方，喉间一股血腥味涌了上来。是不是你？谢芷英目光平静地看着他。对，是我下的毒，要死了是吗？梁朝想要问为什么，只听到谢芷英淡淡的继续说道：我以为你不会到现在还这么愚蠢的要问为什么。你给我家人下蛊的时候，怎么没想到有这么一日？怎么会觉得我还能忍得下你？我们谢家还会忠心于你？梁朝，你不是当皇帝的料子，你只顾着自己，对别人软弱，甚至对敌寇都能退让10步，可你对我们谢家却摆足了帝王威严。为什么你还会觉得我们非得忠心于你不可？他说着，将素帕展开，又折叠起来，眼神一片淡漠，毫不犹豫地用素帕捂住了梁朝的口鼻。龙榻上的皇帝无力挣扎着，最后好不容易使力抬起的手落了下去。梁朝死后，朝堂上的大臣顿时乱作一团，储君未立，皇帝却先行驾崩。而后王怀淼果断站出来，立皇帝血脉为新帝。其余大臣没有出声，心里权衡利弊着，还没想出什么，王怀淼便说道：立三皇子为新帝，这是天命所归，身为皇帝唯一留下来的血脉，理应继承皇位。若诸位有何不服的，那本官只好认为你们都是企图谋反篡位了。王怀淼倏地一声令下，让殿外的虎贲军包围住。他目光扫了一圈，若无异议，那便是三皇子，梁右为新帝，我等尽心尽力辅佐新帝便好。朝堂上无一人敢出声反对，或是有何不同的意见。顾衡良脸色一黑，注意到王怀淼的目光停在了自己的身上，顿时就知道对方要冲着他来，甚至是冲着顾家。几日后，封地在淮南一带的南安王率先自立为帝，起兵造反。随后各个拥兵的封地王接连加入战场。消息传到长安时，正好是王怀淼和李世忠拟定好立新帝的黄道吉日。谢维清悠哉的在摄政王府里泡着茶，煮酒将海东青带过来。公子，属下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把事情办好了。如今那些拥兵的封地王都是准备打进长安，听他们说，谁的大军先攻入长安，那人便是新帝。这般兄有弟恭。谢维清挑了挑眉，伸手将系在海东青爪子上的信筒拿了下来。他一边展开信纸，一边同煮酒说道：等会儿让他们把阿紫接出宫，如今皇帝死了，阿紫再留在宫里，怕是会有危险。接到王府来，阿紫还是皇后，若是回了谢府，必定会有人拿来做文章说事。若是在摄政王府住下，料那些人也不敢说些什么。煮酒，是公子。谢维清看着信上写着的话，眼底泛起涟漪般的笑意。燕温岚没有写过几封信，说是药效的原因，这段时日经常好久才醒过来一次。他目光一顿，心口倏地酸涩，一直压着的思念在此刻瞬间不受控制般涌了上来。他几乎是想立即去南疆见到人，只有见到燕温岚，他的心才是真正放下来。他忍了忍，竹轩有说什么吗？煮酒。竹轩说，王爷虽然沉睡的日子越来越久，但柳大夫每日都给王爷诊脉，体内的蛊毒的确逐渐变轻，王爷没事。谢维清忽的心生烦躁，烦王家动作太慢，烦所有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尽快的全部解决好？要等，等到何时才能将这些人全部解决完？知道了，顾家那边有什么动作吗？煮酒回答：顾家这几日在私底下购买兵马，公子，要不要我们推一把？推，他们动作太慢了。谢维清声音淡漠，手指无意识地摩擦着信纸，心里还在念着远在南疆的燕温岚。傍晚，长安城内传遍了一条消息，说是北幽那边又出了起义军，扬言要改朝换代。顾衡良听到这条消息，连忙派人去打听真假，之后便显得越发焦急起来。他心下一狠，换人进来吩咐事宜。第135章羌城。不到3日，顾家起兵造反，直接围住了皇宫，而王怀淼也早有准备，直接跟顾家面对面直接碰上。谢维清在那日吩咐煮酒后，便让人谢观堂他们离开长安，去了燕温岚在北幽的别院住下，那里有周兵在，而且基本远离战火。而自己则是连夜带人出城，前往羌城。先前让堂兄在平城带兵候着，之后私兵的事情解决完，谢书彻便带着兰竹回了羌城。从长安到羌城，快马加鞭也要10日左右才到。刚一到羌城，便听到了从长安传过来的消息。听说了吗？长安的王家和顾家搞起兵，死伤惨重，听说连那位储君都快要不保了。哪有？王家不是有10万兵吗？前几日长安一战过后，他们便各自攻城占地了。什么情况？谢维清扯了扯缰绳，身下的马再次奔驰，一炷香后，他扯住缰绳，停在了大将军府。
是公子，公子怎么来羌城了？守在将军府前的是之前谢府的家丁，自然认得谢维清。谢维清下了马，将马交给家丁，随后问道：“堂兄呢？”大将军在教场练兵，算着时辰，也快回来了。公子先进去，一路风尘仆仆，小的让人准备沐浴更衣吧。谢维清点了点头，示意煮酒跟自己进府也好。对了，多安排几间客房。是，公子。谢叔撤回来时，谢维清刚沐浴更衣好，他敲了敲门，得到允许后才推门而进。一进来便问谢维清：“你怎么一个人来了羌城？二叔他们呢？”“父亲他们在北幽，不会有事的。”谢叔撤皱着眉：“那你也不能一个人来。”谢维清好声好气地说道：“堂兄，我带了侍卫的。对了，兰竹呢？”他又道。谢叔彻顿了顿，大概还在睡觉吧。这小子整天到晚都在念着你，明明最早是他要我接过来的，如今还不乐意上了。谢维清弯了弯眉眼，谁让堂兄当年把人留在了长安呢？谢叔彻没有继续说下去，而是说道：“现在你打算怎么做？之前你跟我说想反，我等了3年多，现在还要等着。之前是我和堂兄的计划，但如今不同了，多方考虑，自然要等久些。”谢维清说道：“如今多方混战，这水已经够浑了，等到他们元气大伤，再直接出兵。20万的兵。”谢叔彻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而后看向谢维清：“你之前在信上说燕温岚把兵符给了你，他的兵有多少？”“明面上的比堂兄多一些。”谢维清轻声说道：“一共有43万。”谢叔彻颔首：“之后呢？你之前说是找一个合适的君王，找到了吗？”谢维清默了默：“没找到。”谢叔彻有点不理解：“你都能想着造反了，怎么还想着把皇位让给别人，自己当着不好吗？”谢维清顿了顿：“论资质、能力，我都不是。”谢叔彻连忙打住：“停！按照你这么说，得领兵造反的人才能当皇帝，你就甘愿做个臣子？再者，你不当皇帝，万一那皇帝又不合你意呢？继续反啊！”谢维清忽的有些头疼：“那就给你，滚开！我可不想整天处理政务。”谢维清倏地沉默，悠悠地看向对方。谢叔彻瞬间明白过来：“我不管啊，你当去。那时候说好的是堂兄你来当。”谢维清强调道。谢叔彻立马反驳：“怎么可能？我当时只说了支持你造反。我没说还要当皇帝。”他说完就要起身走人，谢维清眨了下眼：“堂兄这是要去哪？不当便不当，怎地还耍起小性子了？”谢叔彻笑笑：“我要去陪人，我又不是一个人在。”谢维清，这场战火并没能持续太久。7日后，朝廷似乎终于反应过来，羌城还有军队将领能镇压。半月后，大军抵达长安。谢维清和谢叔彻骑马并列着，记住了新帝已立。谢家氏打着保护幼帝、清除叛党的名号。谢叔彻皱了皱眉：“要我说直接反了，还打这名号作甚？”父亲那边已经准备好了，待战火平定，剩下的大臣基本都是我们的人，到时候再商谈称帝一事。谢叔彻，我就知道，二叔还是记着谢家100年的清誉。谢维清温声：“总不能真让父亲被祖宗骂一顿吧？”谢叔彻扬起笑：“我可不怕。”随着话落，长安城的城门打开，城内早已没了先前的热闹繁华，百姓能躲就躲，能逃则逃。谢维清看着眼前这空荡荡的长安街道，愣了会儿神，随后便同谢叔彻说道：“走吧，堂兄。”顾家王家趁着楚军年幼还未登基，起兵作乱，危害江山社稷，其行当诛。顾王两家的兵力没多少驻守在长安，而王家还在妄想着羌城派兵是镇压顾家和其他封地王，可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也会被算进乱党之中。这不对，楚军是我的外孙，我起兵是为了镇压顾家，为了新帝。王怀淼看着眼前带着兵围在大门前的谢维清，猛地反应过来，从头到尾谢家都没有真正的被卷入进来，这一切都是谢家布的局。王怀淼在长安只有1万多的兵力，加上虎贲军也足够拼出一条血路。他如今的大部分兵力还在跟顾家纠缠，而谢家想必也不可能直接把那20万大军全都带过来，毕竟是在边疆，还要镇压其他的封地王。他心下已有了决定：谢维清，你们谢家自诩忠君护国，到头来还不是跟我们一样，为了权力，为了皇位，为了整个天下，你们就是一群伪君子。话音刚落，王怀淼就让虎贲军上前，想要将我定罪成乱党。我可是楚军的外公，真正的皇亲国戚，就凭你们？谢维清摆了摆手，身后的精锐骑兵全都亮出刀刃。既然王大人不肯认罪，还敢抵抗，那就无论生死。王怀淼还想让虎贲军护着自己逃离，谢维清心知，若是放走王怀淼，可能又得再等。他等不了，手上的动作比脑海里的想法还快。他倏地拿起马侧的弓箭，王怀淼和顾衡良都不能死。箭矢瞄准了王怀淼的右肩，嗖的，箭矢穿破王怀淼的身体。谁再敢反抗，一律视为谋反，诛九族。第136章国号。话音刚落，虎贲军明显有了退缩之意。王怀淼万万没想到谢维清会直接对他出手，他捂住右肩的伤口，听到对方说的这番话，又见虎贲军这般，他蓦然大怒，指着谢维清道：“诛什么九族？
你们还怕了他不成？楚军是我们王家的外孙！他怒极，猛地吐出一口鲜血。谢维清呼的一笑，声音温凉：楚军到底是不是皇帝的血脉，还未可知呢。王怀渺忽的有种不祥的预感，正神之际，虎逼军大多已经听出了这番话背地里藏着的意思，默默地收起兵刃。这场世家与封帝王的纷争与战火，在1个月后彻底镇压熄灭。谢观堂一行人从北幽回来，一路上还有北幽的周兵护送回长安，剩下的事情就是朝堂上的事了。谢维清刚想被马去南疆见燕温岚，结果就被谢书彻给拦了下来。二叔说了，这段时间就要商量称帝一事，你不能离开长安。谢维清皱起眉，如今梁氏的皇室还留着血脉，哪怕如今的楚军不是，那也暂时轮不到我们。我先。谢书彻皮笑肉不笑的，你就说吧，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想去南疆，事情都快结束了，你先称帝再说。谢维清忍不住瞪了谢书彻一眼，那之后还有什么时间去南疆？改朝换代，光是一说就要累死人，如今不趁着父亲他们在商量，到后面哪还有空闲去南疆见人？谢书彻耸耸肩，没办法，二叔让我看着你点，休想这时候去找你的燕温岚。谢维清。次日早朝，谢芷英作为晋朝的皇后，理应要抱着小楚军到朝堂上，还把王淑玲也给带上。顾家、王家如今被谢家的军队看守着，两党的党羽自然是想尽一切方法要把他们拽出来。王家之所以起兵，那都是因为顾家意图不轨，要是非得论谁有罪，那也是顾家，是顾家先起兵作乱，当着乱臣贼子。我呸！你怎么不说是王家先行作乱？瘟疫一事以及秦家之事，王家无论如何都是有罪的一方，华大人就无需多费口舌为王家辩解了。双方的党羽在争吵着，还是谢芷英出声后，那些大臣才学会闭上嘴不出声，而后齐声行礼道：微臣参见皇后，皇后千岁千岁千千岁。谢芷英没有拐弯抹角什么，直接随口捏造了一个由头，说是听到宫里有人说王贵妃诞下的皇子并非皇帝血脉，随后便叫来了当时照看小皇子的奶娘，逼问之下才知道，原来是王贵妃迫于王家命令，无奈在宫外找来的。此言一出，满朝喧哗。谢芷英淡淡的瞥了眼王淑玲，王贵妃，你当时如何跟本宫说的？再跟大臣们说一遍。王淑玲忍着泪水，将假冒皇子的事全都扣在了王怀淼的头上，故作颤声的说道：臣妾是被逼无奈，还请皇后饶了臣妾一命。贵妃娘娘，这等话可不能随便乱说。如今还在为王家说话的大臣，都是看在王家出了一个外孙当小楚军，现在跟他们说是假的。王淑玲声音微干，皇后面前，我可不敢再说谎了。若众大臣不信，我这有当时父亲给我的书信，还有在宫外买回来的契约，皆可证实。小楚军是假的。这条消息就跟风似的传遍了各个角落，也如春风般试图复苏那些梁氏皇室想要称帝的念头。不过最后还是没有这能耐。谢观堂靠着朝堂大半都是他的学生，又加上燕温岚的党派，直接推翻了晋朝，这回没有半点见血，轻而易举。那些皇室之人见状，纷纷携带贵重的物件逃离了长安。谢维清此刻正被谢观堂抓住，往谢府走去。你啊，整日待在那摄政王府做什么？赶紧跟魏夫一起想想，要定什么国号，以后这天下都是你的。你现在不上心，老是待在那个地方干什么？说白了，谢观堂就是看不惯他辛辛苦苦带大的儿子，整日在燕温岚那儿，人都不在，还能这么气他？谢维清无奈，国号什么的，孩儿也没取过啊。父亲不如问问李世忠。说什么呢？赶紧走！谢观堂假装听不清似的。他拽着谢维清回了谢府，案桌上一大堆的书籍，估计已经翻了好几遍了。来来来，维清在这坐着，慢慢想，不急的，只要在3日后能定好就行。谢观堂说完便想溜走。谢维清眼尖，下意识叫住了对方：父亲这是要去哪？不是说要想国号吗？谢观堂顿了顿，有些讪讪的朝自家儿子笑了笑：为父这几日都没想出来，现在你来了，为父自然也就可以去陪你阿娘了。谢维清，儿子你慢慢想啊。谢观堂说着就快速开溜。谢维清深吸口气，无奈的坐下，翻着无数本诗书古籍。入夜后，谢观堂陪了一天自家夫人，心情好的不能再好，刚要让下人去唤谢维清过来用晚膳，对方就拿着一张宣纸出来。不知为何，他隐约觉得有种不太好的感觉。谢观堂快速的瞥了眼身旁坐着的宋昭化，心想着总不能是要告他的状吧？不对，他家儿子不是这种人。那是为什么？谢维清将宣纸递给谢观堂，声音亲和温柔：想好了，父亲过目罢。谢观堂没来由的眼皮一跳，接过那张宣纸后，他看清了纸上写的是什么，就一个字：燕。燕温岚的燕字。谢观堂，这是何雅？谢观堂声音有些干哑生硬，像是硬生生从牙齿缝中挤出来一样。谢维清不急不缓地解释道：燕字从日从安，有晴朗之意，寓意美满安乐，海晏和亲又象征着太平盛世，所以孩儿认为燕字很好。谢观堂，他干干地呵呵笑了2声，说的再好听，他也知道这是燕温岚的燕字，这分明就是因为燕温岚这厮。第137章称帝。
国号就这么定了下来。原本谢官堂竭力反抗，但没办法，一是因为谢维清是他儿子，自己总不能打骂孩子吧；二就是因为他夫人当时也在场。其实他连一句反对的话都没有说出口，就被宋昭化用一句话把他所有的话都堵在了肚子里。对方原话是这样的：燕子好啊，很配我们妻儿的。谢官堂笑笑，他还能说什么吗？不能。谢维清没有在谢府留宿，而是披着夜色回了摄政王府。他和燕温岚两个人的家如今已经入暑，夜风带着些许凉意。他想起宣纸上的那个燕字，不自觉地弯起了眉眼。就当他自私任性一回吧。算着时间，燕温岚在南疆治疗也有了半年，谢维清的新书的提了上来。一回到摄政王府，便问煮酒南疆那边有没有信送过来。煮酒老老实实的说道：“这段时间都没有。”谢维清脸色变得有些难看，微沉着脸。他如今抽不开身，最快也要半个月后才能前往南疆。煮酒注意到了他的神情变化，下意识往不好的方向想了想，还说出了口：“王爷该不会出事了吧？”谢维清倏地攥紧手，掌心传来指尖掐出的疼痛感。他过了片刻才松开手，但愿不会，毕竟袁熙还在他这里。谢维清强忍着内心的焦灼，呼出口气，便回了院子，还不忘让煮酒时刻留意有没有信送回长安。王家和顾家一事还得待他称帝后才能继续查下去，如今都在忙着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自然就没怎么理会被关在大牢的顾家和王家。谢维清几乎一夜未睡，心里脑子里都在想着南疆那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他这几个月不在燕温岚身边，本就不放心，好在隔段时间就能收到对方写的信，可如今半个月过去，也不见海东青将信送过来。海东青一般都是用在军事送信上，哪怕隔千万里路，隔万水千山，都会以最快的速度送达。从南疆到长安，一般都是4、5日便送到。再等5日，若还是没有信送来，那他无论如何都要立即赶往南疆。好在第2日傍晚，海东青盘旋在王府的天上，随后落在院子里，携来一封信。谢维清眼疾手快的便把爪子上的信筒拆下，但没有立刻打开信纸。他在怕燕温岚到最后还是活不成，怕最后还是出了什么意外，更怕自己不能陪对方。煮酒在一旁搜着海东青，目光从上到下，里里外外都看了遍，心里窝着火的承认了一件事实：那死木头居然没有写信给他。谢维清深吸口气，信纸展开后，他倏地沉默下来，是竹轩的信，说燕温岚这段时间都没有醒过来，但怕他们担心，所以才写信回长安。他没再看下去，把信纸给了煮酒。竹轩给你的信。新帝登基一般都会大赦天下，但谢维清没有这么做，只是减轻了赋税。登基的那日，天气很好，晴空万里，只剩下天上的金乌，象征着新的朝代。皇城钟楼上的鼓钟被敲响，随之而来的是鼓声阵阵，号角声响彻云霄。谢维清没怎么穿过玄色的衣裳，除了和燕温岚大婚那日，对方给自己准备了一套玄色的婚服，如今再次穿上，该在身边的人却没能陪在自己身边。他看着铜镜里的自己，一身玄色，里衣是暗红，外袍和大氅皆是玄色，暗纹隐约又见血色流动，像是衣裳上的龙纹在游动。宫女给他戴上了冕冠，垂下的珠玉挡住了些许眉眼。谢维清神情淡淡的看着，待一切准备完，便要乘坐龙辇去到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大臣早已在殿外等候，头顶着烈日，侍卫忽地挥动手里的长鞭，啪地一声划破长空，预示着新皇的到来。众臣分成文武，各站一边，空出了一条御道出来，随即跪下，齐声高呼道：“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谢维清一步一步稳稳当当的走在御道上，耳边的高呼声一次比一次高昂。他没有想什么，面色依旧平淡。李福乐上前将3炷香递给谢维清，皇上请。他将3炷香插在了供台上的炉子里。大臣再次高呼万岁。登基大典结束后，谢维清并没有歇在朝阳殿里，因为这是上一任皇帝住过的，理应来说的要翻新或是另起一处寝宫。他回了摄政王府，王府里的人见着他，一时嘴快喊成了公子，随后反应过来，连忙改口说道：“小的无心之言，还请陛下饶恕。”好啦，起来吧。谢维清往院子里走去，下人赶忙提灯跟在了谢维清的身旁，没忍住说道：“皇上，皇上居然还会回来。”他闻言看向对方，此话怎讲？平日里谢维清对他们都是极好的，如今见对方当了皇帝还回来，待人还是一如既往的温和。下人壮着胆子，像极了是在告状，还不是外面那些人说什么皇上当初被迫嫁给王爷，如今当了皇帝，自然要和王爷撇干净，甚至要对付王爷。从哪听来的？谢维清垂了垂眸，眼底划过一丝冷意。下人讷，是从说书那听来的，还有赌方，他们还吓住了呢。谢维清微微颔首，我知道了。他本想着再过几日就起身前往南疆，结果坐上皇位后，大大小小的事都要重新批阅，连同前朝那些地方官都要重新任命，待一切处理好，已是半月后。他松了口气，抬手揉了揉眉心。顾王两家党羽全部撤职，这些官职空出来，又往下提了不少官员上来，结果就有的听信长安城内皇帝和摄政王的流言，在几日后的早朝上便提了出来，
其他心知肚明燕温岚是什么人的大臣默不作声，谢观堂则是看戏。皇上，当下还是要和摄政王划清界限才是。谢维清眨了下眼，此事还是等摄政王回长安再说吧，毕竟还是得要给一个名分的。第138章，我在呢。那些提建议的臣子还以为谢维清是要决议和摄政王划清界限，顿时就忍不住欣喜，毕竟自己的建议被皇帝采纳，自然是高兴。皇上英明。谢观堂听着有点不开心，心里想着，要是燕温岚这厮回长安也嚷嚷着要皇位，万一他那儿子觉得当皇帝当累了，拱手让出去，或是两地把持朝政，怎么偏偏像他了呢？对心悦之人就是很容易鬼迷心窍，满脑子想的都是对方。谢维清下了朝便叫住了自家父亲。谢观堂顿住脚步，心里忽的有股不好的预感，跟着对方到殿后时，那股感觉越发的强烈。他警惕地看着谢维清：“儿子，是有什么事情需要为父替你分担的吗？快说，都是因为政务要事。”他很乐意帮忙的。谢维清抿了抿嘴唇：“父亲，孩儿确实想让您帮我分担一些要事。”谢观堂闻言，只要不是关于燕温岚，他直接一口答应下来。好说，为父帮你。谢维清眼睛微亮，嘴角抑制不住的勾起：“真的？多谢父亲。那孩儿这就让人准备行李，动身去南疆。”谢观堂上一刻还在笑眯眯的，下一刻听到谢维清是要去南疆后，顿时垮着张脸，他目光幽沉的看向自家儿子，心里拔凉拔凉的。你要去南疆？谢维清轻声应了一声，随后说道：“孩儿与他已经有4个多月未见了，而且也没什么信送回长安，孩儿实在是放心不下。”谢观堂憋着口气，心堵得要死，但他也不能阻止谢维清去南疆。他深吸口气，明白对方现在很难熬，所以才会忍不住要去南疆。他叹了口气：“为父知道了，你放心去吧。这段时间就说你去南下咨询了。”谢维清眉眼微微一弯：“多谢父亲。”谢维清当天便动身去了南疆，一刻也忍不住。谢观堂知晓后，心里又是一堵，难受的要找自家夫人求安慰。谢维清没有选择马车，而是快马加鞭带着煮酒去南疆一趟，袁熙则是留在了摄政王府，因为顾家还没有定罪。10日后，谢维清风尘仆仆地赶回蛇岭村，他快步地走过廊桥，终于见到了熟悉的住处，是山腰的竹院。公子。竹轩守在门口，见到来的人竟然是谢维清，顿时诧异了几分，随后目光便落在了一旁的煮酒。王爷如何？谢维清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道，语气里带着焦急和担忧，目光紧紧地盯着竹轩看，生怕会错过一个对他撒谎的表情。竹轩转身指了指卧房，王爷还在睡着，都没醒来过，柳大夫现在给王爷把脉呢，公子要不进去瞧瞧？话音未落，竹轩便看到他们家公子快步越过，推门走进卧房。他愣了愣，随后一把抓住了煮酒的手腕：“别进去了，这么久没见，公子一定很想王爷的。”煮酒挑了挑眉：“哟嚯，你还懂这个啊？我还以为你什么都不懂呢。”竹轩，我又不是傻子。谢维清一进门便看到柳怀川在给燕温岚施针，顿时走到床榻的旁边，怔怔地看着在床榻上沉睡的燕温岚，他呼吸不自觉地放轻了好多，再次开口时声音干哑了大半：“王爷他怎么样了？”柳怀川看着出现在自己面前的谢维清，有点不可置信，毕竟前几日传回来的信里写着对方已经称帝，按理来说是没有什么时间能来南疆的。他张了张嘴，有点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只能先回答了谢维清的问题：“王爷情况很稳定。”柳怀川说着，便把手里的银针给谢维清看：“这针也不黑了，先前给王爷施针，黑的不能再黑。”谢维清胡乱应了一声：“目光一直落在燕温岚身上，片刻都未曾离开。柳怀川见状，顿时反应过来，拿着药箱便说道：“属下已经施完针了，先行告退。”直到柳怀川离开，谢维清才失控地扑在了燕温岚身上，眼眶倏地湿润起来，鼻尖泛酸，心里好似被人攥紧了不能呼吸一般，哪哪都难受，都想哭。燕温岚的体温很正常，没有因为体内的蛊毒就变得冰冷，哪怕一直沉睡着。谢维清咬了咬唇，抱紧了身下的人，贪婪地感受着对方身上的温度，好似只有这样，他才能确定燕温岚还是活着的，还安然无事。他长长的呼出口气，用脸去蹭着燕温岚的体温，一路上片刻不敢停歇。在见到对方还活着后，疲惫感也随之涌了上来，凶猛无比。他脱下了外衣和鞋袜，依旧习惯性地窝在了燕温岚的身侧，耳边清晰地听到了对方绵长平缓的呼吸声。他心下一松，终于安心地合眼睡了过去。谢维清这一睡，仿佛要把这10日甚至这几个月的失眠全都补回来一样，直至第2日都不见醒来。他是被人清醒的。燕温岚不知什么时候睁开的眼，一直在他颈窝里亲着侧颈，还有肩膀和锁骨处。谢维清愣了半晌，意识有些恍惚，第一反应是以为自己在做梦，不然燕温岚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睁开眼了？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他眨了眨眼，窝在颈窝里的那颗脑袋忽地咬了一口自己的侧颈，他吃痛的嘶了一声，随后反应过来，王爷。燕温岚忽的一顿，抬起头对上了谢维清的目光，随后冷不丁的就拿起对方的手朝自己脸上打了一下，声音还挺清脆的，脸上也火辣辣的很，疼的居然没有做梦。燕温岚猛地把人抱得更紧了些，维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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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维清有点愣神，方才打燕温岚的手还有点疼，对方下手还挺重的，看着反应，估计也以为是在梦里。他松了口气，抬手揉了揉燕温岚的脑袋，不是梦，我在呢。燕温岚已经很久很久都没听到谢维清这么温柔的对他说话了，他忍不住又埋深了点，再次开口时，隐约还有点哭腔：“维清，想你，维清，维清，我好想你，好想你。”第139章，你最可爱。谢维清听着燕温岚的声音，久久不能回神，耳边好似隔了一个无形的世界，听得朦胧不真切。他轻轻呼出一口气，声音平缓温柔：“我在，王爷。”燕温岚顿了顿，二话不说，张口就咬在了谢维清的颈侧上。他刚要说些什么，脑袋就被人揉了好几下，紧接着就听到对方说道：“维清去叫柳大夫过来，不许走。”燕温岚几乎是下意识抱紧了谢维清：“你再陪我待一会儿，等到他醒过来就可以了。”谢维清抬手触摸到了对方抱紧自己的手，有些无奈：“那就再抱一会儿。”燕温岚侧头，滚烫干涩的唇贴在对方的颈侧，好似一个烙印，印上了专属的记号。他没再说什么话，只是紧紧地抱着谢维清，怎么也不松手。抱了大半天，燕温岚也没打算想着要松开手。谢维清任由他抱着自己，只是时间一久，就由不得对方。王爷，好歹让柳大夫进来把脉看一看。燕温岚张嘴想要说什么，就听到谢维清又继续说道：“维清不走。”他闻言，紧张的身子松懈了些许。谢维清扬声唤屋外的竹轩进来，让对方去把柳怀川和殷期叫过来。燕温岚听着对方的这番话，眨了眨眼，下意识地用脸蹭了蹭谢维清，感受到近乎真实的体温，他蓦地一愣：“维清？”谢维清好声好气地应着他：“没有做梦。”谢维清听后有些好笑：“王爷方才不是抓着我的手，给自己一个巴掌吗？怎么还没疼醒过来啊？”燕温岚正了正神，心口忽的发涩，他抿了抿唇，声音沉闷小声：“总觉得是假的。”谢维清心口软了大半，几乎放软了声音去哄人：“不是假的。”燕温岚抱着人开始乱蹭：“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谢维清被蹭的颈间生出细细麻麻的痒意，他忍不住偏头抬手想要推开燕温岚那颗脑袋，结果下一刻就被人抓住手，随后被扯去咬了一口在指尖上。不疼不痒的，你干什么呢？他失笑问道。咬你？维清居然想要推开我。燕温岚好似生了天大的委屈。谢维清听着就想笑，看来王爷恢复的不错，才醒一会儿就又跟之前一样了。燕温岚皱了皱眉，总觉得谢维清是在嫌弃自己幼稚的意思。他咬咬牙，按下了想要把对方咬一口的念头。我跟之前哪样？之前一样。谢维清把原先的话咽了回去，改口说道：“可爱啊。”燕温岚，还不如说他幼稚。你才是最可爱的。他忍不住反驳道。两人腻歪了好一会儿，屋外忽然响起敲门声，谢维清猛地把人推开，直起身子坐好。燕温岚下意识跟人坐起身，只是呆愣愣的，眼神落在谢维清身上，好似在说对方怎么可以把他推开。许是刚醒，反应能力还很迟钝。柳怀川和殷期进来时，还看到燕温岚干坐着，柳怀川顿时眉头一跳，脱口而出道：“王爷，你该不会睡傻了吧？”殷期翻了个白眼，还有心思反问打趣道：“他就不能是因为自家小郎君回来了才变傻的吗？”柳怀川点点头，恍然大悟：“师傅言之有理。”燕温岚，谢维清。谢维清有些不自在的轻咳一声：“阿七姑娘，麻烦你过来一趟了。”他说着便下榻让出位置，随后伸手将燕温岚扯到床沿边上，对方也乖乖地任由他扯着。殷期过去给燕温岚把脉，他这次醒来后不会有什么事了，体内的余毒后面再喝1年左右的药，这几天休息好就可以回长安。谢维清心下一喜，看向燕温岚的眼神都亮了几分，心里悬起来的巨石也终于稳稳落地。他呼出口气，紧接着就听到殷期继续说道：“药方等会儿我去写给你们。”“好，多谢阿七姑娘。”殷期笑笑：“没事，回长安后，我希望我家元熙能尽快回来。”谢维清嘴角轻勾，声音温润：“阿七姑娘放心，待王爷回长安亲自处理完事情，元熙姑娘我会让人护送回南疆的。”谢维清并没有立即启程回长安，而是陪燕温岚在南疆待了3、4天，等对方完全恢复过来才离开。这几天基本上都是被燕温岚抱着不撒手的，就连用膳，对方都会仗着自己还没恢复过来，让谢维清喂几口饭菜。谢维清盛了碗汤给燕温岚，小心烫。燕温岚就跟睡了大半年没力气坐直似的，没一会儿的就往谢维清身边歪过去，随后又被对方习以为常的伸手定住，坐好。没力气。谢维清就跟没听到似的，扶着燕温岚坐稳后就松开手，之后才悠悠开口道：“王爷没力气坐稳，倒是有力气亲人。”燕温岚恬不知耻的反问：“亲你需要力气吗？”谢维清故意冷下脸：“赶紧吃了，不吃就别想其他的事情。”燕温岚听闻，特地装作一副不紧不慢的模样，端起汤碗，慢悠悠的品尝着。什么其他的事情？谢维清挑了挑眉：“王爷不知道吗？是亲你的这件事情吗？”谢维清笑了笑：“算是吧。”燕温岚皱眉，顿时那副云淡风轻的模样被亲自撕个粉碎。什么叫算是？维清难道不想跟我亲吻吗？谢维清淡定道：“
你乖乖用膳，我就想。燕温岚张口就来，那我肯定是最乖的。谢维清，他沉默片刻，艰难的在燕温岚的眼神中点了点头。你是。接下来燕温岚还真就老老实实的用完晚膳，刚放下碗筷，就立马转头看向谢维清，目光直勾勾的盯着对方。谢维清又是一沉默，对方看着自己的眼神巴不得要把他给吃了似的，他无奈的叹了口气，王爷这是没吃饱。燕温岚摇摇头，直白的问出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亲亲？谢维清，他总觉得燕温岚说的这番话后面2个字的意思可能要改一下。第140章，娶我。谢维清面无表情的抬手挡住了燕温岚那如狼似虎的眼神。过了片刻，他忽的心念一动，故意说道：“不给你亲了。”话音刚落，手腕就被人抓住。燕温岚没有很用力，也没有将他的手压下，只是眨了下眼，睫毛扫在了掌心处。为什么？为什么不给我亲？谢维清的掌心传来一丝痒意，眼底泛起淡淡的笑意，突然不想给王爷亲了。燕温岚抓着谢维清的手，指腹在手腕处摩挲着。他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情，那就是对方同他说过，如今已经称帝的事情，当皇帝都是要3宫6院的。他嗓音蓦地低落，带着几分沉闷和委屈：“皇上，亲吻也需要您翻牌子吗？”谢维清完全没料到燕温岚能拐到这方面胡思乱想去，他倏地抽回手，对方得以见他，一抬眼便见到眼前的人盯着自己，不知道的还以为被人负了一样。他无奈又好笑，顺着燕温岚的话说下去：“哪需要翻什么牌子啊？”燕温岚闻言眼睛微亮，紧接着就听到谢维清不急不慢地说完下一句：“王爷又不是什么后宫妃嫔，牌子上哪有王爷的名字？”燕温岚倏然一怔，心底骤然多了许多酸涩，一直冒着酸泡，就好似在心里熬了一大池子的酸醋。他闷闷地哦了一声，没敢问谢维清到底会不会有那些3宫6院，毕竟他没什么好的想什么呢。思绪被谢维清出声打断。燕温岚抬眸看向对方，还没等自己说什么，眼前人忽地伸手在他眼角摩挲了片刻，眼睫颤了颤：“怎么？哭什么？”谢维清皱起眉问道。燕温岚则是实打实的愣了下：“他哭了。”谢维清挪了挪目光，看着指尖上的湿润，叹了叹气，温声说道：“王爷想什么呢？一开始提翻牌子的人明明是你，如今又听不得，还打算憋在心里不同我说。”燕温岚猛地一头栽进了谢维清的怀里，心里想着不去计较那些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张开嘴说出来的话却酸得无比。维清都当上皇帝了，自古帝王后宫佳丽3000。谢维清蓦地失笑，好大的醋味。燕温岚忍不住强调：“我认真的。维清何时说过会有这些？”谢维清眨了下眼，光是王爷就吃不消了，还要什么3000佳丽？他若是真要事无巨细，怕是到时候连陪燕温岚的时间都很少。燕温岚听着不满意，声音悠悠的说道：“那要是吃得消，就会有那什么佳丽3000了？也不会有的。”谢维清好声好气的应着。燕温岚听着，双手抱紧了谢维清的腰身：“是吗？就我一个人？皇上不会腻味？”谢维清淡淡反问：“我何时是这种人？再说了，维清是真心待王爷的，怎么会腻味呢？”燕温岚要听的就是谢维清说这些话哄他，他努力压着上翘的嘴角：“那后宫就只能有我一个。”谢维清这回没有立即应他，唇线微抿：“你要进后宫？”燕温岚皱起眉，听出了对方话里的不乐意：“不行吗？维清方才还说就只有我一个人的。”谢维清听着有些头疼，他抬手揉了揉太阳穴：“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是王爷，不在朝堂分忧，跑去后宫作甚？后宫不能摄政，到时候他岂不是要累死？”燕温岚理直气壮：“我要占着后宫的主位，他倒要看看到时候谁敢入后宫。”谢维清沉默片刻：“那朝堂，我照样为维清分忧。我当摄政王的时候，他们都这么怕我了，如今维清又是皇帝，他们不敢说任何一句不合我意的话。”谢维清，他无奈的笑了笑：“王爷还真是为所欲为啊。”燕温岚立即问：“所以维清打算娶我了，对吗？”谢维清没反应过来：“我何时说过这句话了？他们方才聊的也跟这句话不沾边吧？难道维清要让我无名无分占着后宫的主位吗？”燕温岚语气顿时变了味：“没有。”谢维清没在这方面上逗人，认认真真的思索了好一会儿：“带回长安，我让李世忠挑一个日子。”燕温岚好似感觉到了自己的心脏停了半秒，她呼吸下意识放前，喉结滚动了，没来由的有些紧张起来：“挑什么日子？娶你的日子啊？”谢维清没有让人猜来猜去的，直接说道，语气还夹带着几分笑意。燕温岚眨了下眼，故作小可怜似的问他：“你父亲要是不同意呢？”谢维清忍着笑，顺着对方的意哄人：“又不是父亲成婚，是我要娶王爷，王爷理会这些做甚？我才没有理会。”燕温岚恨不得现在就回长安，冲到谢官堂面前，好好炫耀嘚瑟一番。燕温岚抱着谢维清的腰身，好好蹭了小半天，这才趁着对方不注意，打横抱起来朝床榻走去。还没等谢维清反应过来，他就欺身压下。“这是做什么？”谢维清轻声问，完全不会觉得燕温岚如今能做些什么。
毕竟还有几日的恢复期，就算对方有力气，他也不会依着的。燕温岚直起身子，亲了亲谢维清的侧脸以及嘴唇，真的要娶我？3书6礼。谢维清弯起眉眼，一样也不会少的。燕温岚蓦地把脑袋埋进了谢维清的颈窝里，乱蹭了好几下，闷声说道：“对我这么好啊，还3书6礼，明媒正娶。”他压不住翘起的嘴角，暗自欢喜着。那他岂不就是燕温岚？顿了顿，国号是什么啊？谢维清起唇，燕，你的燕字。燕温岚下意识皱起眉，还没等他问怎么想要取这么一个字，就听到谢维清温声的说道：“不是燕楼明的燕字，燕字从日从安，有美满安乐之意。在我心中，王爷好似天上那轮今日，我也希望王爷能一世安乐。”燕温岚侧头咬住了谢维清的耳垂：“你在的话，我会的。”第141章婚期。谢维清听到燕温岚说的这番话，心底蓦地一软，声音不自觉都软下几分，还染上了柔情。维清会一直在王爷身边的。燕温岚低声，言语里带着不可察觉的依赖：“维清对我真好。”他下意识地去用侧脸蹭着谢维清的颈肩，鼻尖时不时擦过，呼吸着对方的气息，安心的合眼，而后忍不住说起了不告而别的事情。谢维清正神了下：“我那时不是留了一封信给王爷？”燕温岚暗暗咬牙，装作一副受气小郎君的模样，闷声说道：“这不一样，维清都没等我醒过来。而且那封信上说什么不必多挂念，维清是不想我想你吗？”谢维清没想到对方居然为了这封信憋到现在才说，那王爷先前为何不在信上说？燕温岚，这哪能在信上说？我要当面说你，让你当面哄我。谢维清听后弯起眉眼，忍不住笑出声：“王爷怎么跟小孩子似的，这般会？”他故意将后面2个字隐去。燕温岚被勾起了好奇心，骤然问他：“这般会什么？”谢维清语气含笑：“王爷想听。”燕温岚感觉心被人挠了下，呼吸微滞：“听，我要听。”这般会，谢维清拖长了些徐尾音，而后说道：“撒娇。”燕温岚愣神片刻，蓦地有些不自然，他无意识地把脑袋埋深了点，随即底气不足地说道：“我哪有？”谢维清笑着应他：“王爷没有。”燕温岚听出来对方打趣自己的笑意，顿时就张嘴咬住了谢维清的颈侧，有些用力地磨了几下。维清何时变得如此坏了？这不是和王爷学的吗？燕温岚。3日后，谢维清和燕温岚等人动身回长安。顾家、王家当年之事悉数被翻了出来。秦家含冤15年，终于得以沉冤昭雪，故而下旨昭告天下。顾、王2家涉事者被处以凌迟，其余者被流放梁城之地。秦家当年被扣上与外敌通婚，为敌国办事，数十年来将晋朝的军秦国事写信告知给敌寇等数桩通敌叛国的罪名，不到3日，满门被抄斩。燕温岚还记着，他的阿娘死在了自己的眼前，秦家的所有人都死在了他的面前。如今虽说证据齐全，足以洗刷秦家的冤屈，可他也知道，在信者眼里，秦家还是忠君护国；在不信者眼里，秦家依旧是通敌叛国。哪怕有朝廷有圣旨，罪名一旦被扣下，就永远不会有彻底洗清的那日。谢维清这几日没有留在皇宫，而是在摄政王府陪着燕温岚，大大小小的奏折都是直接送往这里。秦家之事过后，燕温岚的心情并没有因此轻松起来，哪怕亲自将王怀淼和顾衡良凌迟处杀死，也没能好上一分。王爷，谢维清自行斟了2杯茶，我让李世忠午后过来一趟，想必也快到了。燕温岚这几日虽说心情不好，但也没离开谢维清半步，反而还越发黏糊。只是还没等他开口让谢维清留下，对方就已经主动留下来陪他了。他听后眨了眨眼，随后看向谢维清倒的茶水，看着对方果然端起来喂他喝，嘴角都翘起了几分。叫他来干什么？不是王爷说着要维清给一个名分吗？自然是叫对方来选个黄道吉日了。燕温岚眼前倏地一亮，维清何时娶我？谢维清见对方终于有了不一样的神色，顿时放下心来，松了口气，温声说道：“那得等他来了才知晓了。他怎么还不来？”燕温岚顿时就多了几分怨气。谢维清有些好笑：“午后王爷这般心急作甚？”燕温岚圈住了对方的腰身，下巴抵在谢维清的肩上：“我就心急，维清嫌我了。”谢维清轻声：“那倒没有。”一炷香过后，李世忠在王府下人的领路下来，到了院子里。微臣叩见皇上，见过王爷。谢维清平身罢。燕温岚几乎立马接上了谢维清的话：“快点说，那几个日子是黄道吉日。”李世忠擦了一把额头上无形的汗水，心里不禁打起鼓来。想当初也是他给燕温岚一个6月29的黄道吉日，那时候对方还是曲妃，如今倒要变成燕朝的君后了。微臣择了数个吉日，臣斗胆问皇上与王爷是打算日子越近越好，还是择一日慢慢的准备事宜？燕温岚刚想说越快越好，谢维清就出声说道：“自然是要留足日子准备的。”他一听，顿时就不怎么乐意了，但没有立即开口，而是想听听李世忠挑的日子有多久。李世忠将先行写下的日期交与谢维清，还请皇上过目。依皇上所言，若是算上婚服礼数等事宜，应当选在年末腊月的初3或是年初的15。燕温岚皱起眉：“太久了。”谢维清轻轻拍了拍燕温岚的手，安抚着：“
示意对方先别说话。不久，如今已是入秋，还有4个多月，光是大婚要的婚服，工期便要3个月。燕温岚在对方耳边低声道，听着好不委屈，想皇上立刻娶我。他的声音不大不小，足以让李世忠听清。李世忠，这也没人说摄政王是个狐狸精啊。谢维清哄着人，那就年末，定在初3吧。燕温岚，行，听皇上的。婚期定下来后，燕温岚总归是心情好了许多，还破天荒的去上了早朝，专门去听宣读圣旨，看满朝文武大臣一脸的黑沉，他心情实在是好了太多。有大臣想要上前劝说，但一看燕温岚这活阎王在，立刻不敢多说一句话，给同僚使了使眼色。没过多久，就有老臣起身出列，皇上、君后一侍臣等不敢有妄言，但还请皇上以皇嗣为重，将那妃。那什么妃？燕温岚声音骤然幽冷，他死了吗？没看到他这么大一伙人在这站着。原先提建议的老臣瞬间闭上嘴，低着脑袋回自己位置上坐着，但也有不怕死的星辰，想来是没跟燕温岚这厮上朝过，也未曾见过对方发疯的样子。韩大人所言有理，既然君后为男子，这已是千古未有，若是后宫无妃。第142章禁欲。燕温岚循声看向了那位主张要奈妃的大臣，生面孔。不过没关系，他今时不同往日，定然不会用以前的法子来教人遍体生寒。于是乎，主张奈妃的那位大臣便看到了未来的君后朝自己勾起了嘴角，笑容堪比笑面虎，就好似阎王冲他笑了笑，告诉他自己死期不远了。大臣，他几乎是无意识的便退回了自己的位置上，而后用手肘捅了捅身旁的同僚，示意让对方起身，说道。同僚装死，任他怎么捅都不做回应。谢维清心知要有一番阻碍，立君后容易，但若是就此将后宫形同虚设，连表面装样子都不装，自然会引起大臣们的不满。但他也知此番让了步，往后只会让得更多。他刚要开口说明一切，燕温岚忽的抢先他一步，开口说道：“那妃，有本王在，你们就别想了，不如想想之后的储君该从哪挑一个出来。”谢维清听后无奈扶额。各位大臣，台下一众的目光齐刷刷地看向了他们的帝王，同时还心想着，他们的陛下总不能夫管严到这等地步吧？谢维清知道燕温岚是想一个人抗下，估计对方心想着，反正自己名声不是一天两天的差，不会在乎这些。他轻叹一声，到时候就劳烦各位在宗族里选一个储君出来吧。这话一出，底下的大臣乃还有什么意见？若光是摄政王一人，他们倒还可以继续力争。可如今皇上也开口准许了对方的这番话，哪还有他们说话的份儿？下朝后，还没等周遭的大臣退下，燕温岚便自顾自上前，站定在谢维清的面前，自然而然地问了一句不沾边的话：“皇上，今日还陪我吗？”不等谢维清开口回答，他又继续说道，还多了几分私底下才有的语调，想让皇上陪着。原先还有说有聊的大臣，顿时就如同脚底抹了油似的，生怕再听到燕温岚那瘆人的声音。谢维清不为所动，淡淡的抬眼看向燕温岚：“王爷该庆幸，父亲今日没来上朝。”燕温岚皱眉，说的好像我很怕他一样。谢维清挑了挑眉，又听到对方说道：“今日哪怕你父亲在，我也照样说，谁敢提那妃，我就什么？”谢维清眯了眯眼，忍不住揶揄道：“王爷这是在朕的面前说要如何报复朕的臣子吗？”“我没有。”燕温岚否认。说着，他还粘了上去，贴紧谢维清：“好陛下，臣饿了，留臣在宫里陪皇上用早膳吧。”谢维清眉眼带笑：“这是在赏王爷呢。”燕温岚低头亲了亲对方的耳垂，低声问：“皇上不愿吗？走吧，免得饿着了我们的王爷。”谢维清温声说着，还主动抓住了燕温岚的手腕，还没走几步，就被对方反手十指相扣住。他顿住脚步，偏头看了眼燕温岚，没有为此说什么。燕温岚不急不缓地说道：“我要这样子的。”他说完，还晃了下相扣的手。谢维清带人回了朝阳殿，燕温岚下意识皱了皱眉，神情带着些许嫌弃：“让人翻新过了吗？”他无奈：“翻新了，而且这只是暂住在这，待乾元殿建好，这里就会被改成太原殿。”燕温岚：“那我呢？”谢维清顿了顿，按照礼数来说，王爷之后是要住交房宫的。燕温岚闻言，脸色逐渐黑沉了下来。乾元殿、交房宫隔了多远？这都要他一个人住在这？谢维清轻声说下去，但维清知道王爷不想离我太远，所以我一早便让人一起新建了君后的寝殿。那在哪？就在乾元殿的后面。燕温岚凑近谢维清，盯着对方那双如春水般的桃花眼：“那往后，臣能偷偷来见皇上吗？”谢维清抬眸对上燕温岚的凤眸：“偷偷的跟皇上侍寝。”燕温岚说到最后有了几分笑意。谢维清没好气的弯了一眼对方：“不可以，君后要守规矩的。”燕温岚转念便说道：“那微臣便趁着君后要守规矩，来给皇上解闷。”谢维清疑惑一瞬，随后就反应过来燕温岚这番话的意思：摄政王不准入宫，那本王就翻墙进来，反正又不是第一次，他熟练得很。谢维清用完早膳后，燕温岚也没有离宫回他的摄政王府，
跟在谢维清的身后，对方去哪他就去哪，直至太阳西下。谢维清看着眼前的人，无奈的叹了口气：“王爷这一日都没有要事办吗？”燕温岚二话不说，又粘上了谢维清：“有啊，陪着你便是要事。”谢维清轻飘飘的戳穿对方：“依我看，王爷是怕我在皇宫不回去了。”燕温岚身子微僵：“没怕。”他说完，抱紧了谢维清的腰身，这才问道：“维清会舍得让我一个人在王府里吗？”谢维清想逗他说舍得，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不会舍得的。”燕温岚勾起嘴角，亲了亲对方的嘴唇，就知道维清舍不得我。谢维清跟着燕温岚回了摄政王府，正好碰上柳怀川让药童把煎好的药送过来，隔老远就闻到了那股中药味。燕温岚没怎么抵触喝药，但是一想到要连续喝1年，她觉得是药3分毒，这药迟早会危害到她的另一处地方。她端着药，没有动弹半分。谢维清催促她：“王爷，再不喝药就冷了。”燕温岚抬眼看着眼前的人，牛头不对马嘴的问了句：“你说我喝这药喝多了该不会？”他没有把话说完，连带着还不看谢维清，垂眸看向另外一边。谢维清云里雾里的，该不会什么？就那方面，燕温岚实在不想说自己担心这方面的事情。谢维清循着对方的目光垂下眸，半刻后，他反应过来燕温岚指的是什么，抿了抿唇，有点不自然的问：“阿七姑娘没跟王爷说过吗？”“说什么啊？”他记得殷期就说过要喝1年的药。谢维清：“王爷不需要禁欲。”燕温岚：“很好，殷期肯定是故意的。”第143章事情。燕温岚蓦地顿住，直直的看着谢维清，心思在此刻绕了好几圈，还没等他回过神来，眼前的人抬手在他眼前晃了晃：“王爷。”他倏然回神：“王爷不会真喝药喝傻了吧？”谢维清眉头微蹙，看向燕温岚的神情说：“按照以往，燕温岚怕是听到这番话后，便早已做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了。”燕温岚抓住谢维清的手腕，喉结滚动了下，认真的反驳他的话：“没有喝傻。”谢维清点头应了声顺着燕温岚的话说下去，话音带着些许笑意：“没傻。”燕温岚，他静默一瞬，觉得定是他这大半年没有欺负过人，害得他家维清都要忘了被欺负的滋味，这才敢在他的面前打去。燕温岚暗暗磨牙，随后一把将谢维清打横抱起来，还不忘确定一番：“殷期真的说不用禁欲？”谢维清还没缓过神来，只是下意识勾住了对方的脖颈，而后点点头：“行。”燕温岚骤然呼吸重了许多，憋出了这么一个字。过了半刻，他呼出口气，又说了一句：“我知道了。”谢维清这时已经反应过来了，不自觉地挣扎了下：“我想下来。”燕温岚臂力很好，抱着他往上颠了颠，似是漫不经心地问道：“你觉得可能吗？”谢维清：“好像不太可能。”没过一会儿，他的身子沾到柔软的床榻，心随之一下子就提了上来，看着燕温岚的眼神多了分戒备，不是他抗拒和对方折腾，而是谢维清知道近大半年没有吃荤菜的人一听就很恐怖。他眼疾手快地摁住了燕温岚想要作乱的手。燕温岚挑了下眉头，丝条慢理地说：“维清，是你说不用禁欲的。”谢维清眼结束的颤了颤，他小声的说道：“我知道，但是王爷不能太过放肆。”“什么叫不能太过放肆？”燕温岚饶有兴致的问。维清好心一下，具体说说哪些是属于太过放肆的。谢维清故意冷着脸，伸手把燕温岚另外一只手也给摁住。“王爷想的都算是。”“我想什么了？”燕温岚拒不承认。他说着就用力抽出了一只手，抬起就往谢维清的脸捏了好几下。“春宵苦短，维清还是不要同我浪费时间了。正所谓一刻值千金。”燕温岚身体力行的向谢维清证明了什么才叫太过放肆的折腾。直至寅时，卧房内传来一声吩咐，是让下人准备热汤的。帷幔里的风光旖旎，燕温岚眼里划过一丝艳足，神清气爽的将趴在床榻上的谢维清捞起来，让人趴在了自己的身上。“皇上，微臣是不是太过放肆了些？”谢维清忽的很想咬上燕温岚一口，最好把人咬出血，咬到对方求饶。他没力气说话，更别提咬人了，只能靠在某位乱臣贼子的身上，对方还有一下没一下的顺着他的后背。谢维清忍不住抖了抖身子，声音干哑的说了句：“痒。”燕温岚顿了顿：“真的痒？”谢维清又不说话了。好在燕温岚没再碰他的后背，就安安分分的给他靠着，结果没安分半晌，对方就开始新的动作，时不时就揉他的脑袋，要不然就是胡乱哪都亲几下。好烦，好粘人的王爷。谢维清缓了好一会儿，抬手戳了戳燕温岚，轻声道：“要喝水。”燕温岚没有立即起身，而是又亲了一口谢维清，才把人放回床榻上，起身下榻去倒了一杯水。他回头看向床榻上的人：“皇上，要臣伺候您喝水吗？”谢维清：“不，嘘，要。”他一字一句道。燕温岚面露遗憾，但也谨遵皇命，没有再问下去。好吧，离定下的婚期还有4个多月，燕温岚那是苦苦等待着，比他前面睡了大半年还要难熬。尤其是1个多月后，乾元殿正式完工，谢维清没有理由再出宫留宿在摄政王府，燕温岚只能时不时找个理由，光明正大的留宿在皇宫里，几乎都是商议政事。
乾元殿还特地空出了一间偏殿给他歇息。不过他没在那歇过，都是爬上谢维清的龙床，抱着皇上就寝的，也不怕被那些臣子知道。关上殿门，谁敢泄露半个字出去，那就是真的不想活命了。谢维清这日刚去正和殿同几位老臣议事，就有大臣提到了燕温岚。许氏见到谢官堂也在，便问他这段时日燕温岚是不是都留宿在乾元殿，不曾出过宫。他想也不想，熟练的堵回了大臣的话。摄政王整日操心国事，朕连他日夜操劳，特准宿在乾元殿偏殿的。大臣听到前半句刚要出声，结果后半句一出，这都留宿在偏殿了，他也不好再说什么。毕竟后面燕温岚还有另一层身份。不过，皇上，微臣斗胆一问，待您和摄政王完婚后，敢问君后的寝殿？谢维清声音温和，却多了不容拒绝的压迫感。朕已命人新建了一处君后的寝殿，韩大人不必为此操心。谢官堂听得脑袋嗡嗡作响，待众大臣退下后，他才出声不满道：“为父可是听说了，燕温岚那厮的寝殿就建在乾元殿的后面。”谢维清眨了下眼，见远了，孩儿怕王爷会不高兴。谢官堂冷哼：“依为父看，你就宠他罢。”谢维清蓦地笑出声，声音多了几分轻扬的笑意：“我哪有宠他？”谢官堂听着浑身不得劲：“我眼睛没瞎。对了，阿紫不是说要去淮南吗？如今可回长安了？”谢维清连忙转移了话题。谢官堂摆摆手：“昨日刚寄了书信回来，说是和舒玲那丫头去了临安那边，没半个月是不会回来的。”谢维清称帝后，自然是要册封一批谢家的人，长姐顺理成章的成为了长公主，个个都是皇亲国戚。谢芷英在不久后便带着王淑玲下江南游玩，说是散心赏景，倒也自在。谢维清，阿紫前去可带够了侍卫，有20来人呢。谢官堂说道：“我前几天又派了一批人过去，毕竟如今时局不稳，还是得小心为好。”第144章美人计。后面谢维清给谢芷英写了一封信，收到回信时已是半个月后，说是留在江南看雪，待婚期将至再回长安。现已深秋，殿外的雾霜越发浓重。皇上，摄政王来了。宫人恭敬的禀报。御案上点着一盏烛火，随着话音晃动了几下。谢维清正在批阅奏折，他闻言轻声应了句：“头也不抬的。”燕温岚披着一件玄色的毛领大氅走进乾元殿，殿内炭火很足，没有半点晚秋与初冬交替带来的寒意。陛下怎么还在忙着？他朝谢维清走去，自然而然地平退了四周的宫人，随后坐在了对方身旁。他伸手将人揽进怀里，叹息一声：“等会儿我看罢，当心眼睛又疼。”这段时日政务繁忙，尤其是处理各地上报的公务，谢维清几乎一天都没能歇下来过。若不是燕温岚盯着人，怕是忙到子时都还要继续忙下去。谢维清没觉得燕温岚有半分逾矩，听到对方说要替自己处理政务，也是极其放心的交给他。好，燕温岚对这种政务处理起来已是得心应手。他习惯性的将谢维清抱起，让人坐在自己的腿上，而后一只手搂住对方的腰身，下巴抵在肩膀上，另外一只手则是拿着要处理的奏折看。谢维清本来也不觉得有什么累人的，但燕温岚一替自己忙活，他如今看到案桌上那堆成山似的奏折，脑袋便开始隐隐作痛。他脱力般靠在燕温岚的怀里，缓了好一会儿，才和对方提起了一件事情。方才我看到堂兄的奏折，说是临近寒冬，该要给将士们下发冬服和军粮了。燕温岚顿了顿，奏折上鲜红的月字好像墨水多了些，现在国库紧张，怕是抽不出这么多银两制半军粮冬服。谢维清悠悠叹息：“是啊，我让户部尚书细数过，一旦将军粮拨下去，其他所需用到银两的大部分都要被暂停。军粮不用维清担心，按往年从北幽那边出便是。”燕温岚前些年在北幽让人寻得了一座矿山，如今也能派上用场。谢维清也是知道的，只是不愿对方又要拿出一大笔金银珠宝去购置军粮所需的东西，那算是朝廷借王爷的，待往后再还给王爷。燕温岚皱起眉，压着心里的不满，说道：“你我何须这么见外？”谢维清温声：“这并非是见外，总不能让王爷次次都要自掏银两出来，一次两次还好，3番4次的，哪能再让王爷一人解决？”燕温岚听不进这么长一串话，在他看来，谢维清就是要同他生分的意思。他还想再说什么，又听到谢维清说道：“王爷出钱解决，可别忘了，王爷的银子便是我的。我说日后让朝廷将这笔银两填完整，哪里是在与王爷生分？皇帝都有自己的私库呢。”燕温岚点了点脑袋，下巴戳在谢维清的肩膀上，得知对方不是在和自己生分后，就没再多加计较。我在北岭那边还有一座金矿呢，维清给你好不好？当皇帝，私库自然是要比任何人都要多的。他忍不住说道，带着几分献宝的口吻。谢维清轻笑：“怎么都被王爷私吞了去？无论是晋朝的时候，还是如今，私藏矿山，那都是要杀头的死罪。”想到这，他又打趣了一句：“王爷还真不怕脖子和脑袋分家，在朕的面前都敢直接说出来。”燕温岚抱紧了谢维清的腰，顺势凑到对方的耳边低声说道：“还请皇上恕罪，饶了微臣这一回。”谢维清眉眼微微弯了下，眉眼间掠过一丝笑意：“那若是朕饶不了你呢？”燕温岚压低声笑了笑，笑声好似从喉间溢出，带着几分磁性，听着就让人耳朵发麻发痒，只好看看咱们陛下吃不吃美人计这套了。
谢为清，他眼底压不住泛起的笑意渐渐浓郁，声音似是漫不经心：“王爷这是要牺牲色相来保全己身了，有何不可？”燕温岚厚着脸皮反问了一句。随着话落，谢为清没再出声说什么，不是不想跟燕温岚说下去，而是他怕自己再接话，怕是案桌上的奏折的要拖到明日午后才能继续批阅了。燕温岚有些疑惑，等了又等，见谢为清还是不说话，抱着人的腰身就晃了晃，好似在哄小孩子一般。为清这是怎么了？我们的好陛下怎地一句话也不肯说了？谢为清听着就觉得烫耳，没怎么。燕温岚刚想问下去，谢为清就催促他快些看。他愣了愣，没反应过来对方口中所说的话是要他看什么，是看奏折还是看其他方面的？看什么？燕温岚心里有了答案，还是装作忘了的样子。谢为清悠悠开口：“看奏折。”燕温岚淡定道：“哦，我还以为为清要看我。”谢为清，他很想问对方有什么好看的，不过还是被他压了下去，说出口无非是在给自己找罪受。燕温岚见他不说话，忍着笑问：“怎么又不说话了？”谢为清做事要起身，被对方反应极快的摁住后，他才不急不慢的开口，没有半分威胁之意：“若王爷还是耍嘴皮子不批奏折。”话还没说完，燕温岚就安分了下来，老老实实的拿起奏折批阅。殿外的夜色越发浓重，燕温岚将奏折批阅完时已是亥时，谢为清已经打起盹来，起初还靠着对方怀里，时不时就和人一起批阅奏折，后面渐渐犯困，自己下意识寻了一处舒适的位置，眯起眼浅浅睡着。燕温岚抬手揉了揉他的脑袋，睡着了。谢为清迷迷糊糊的听到对方的说话声，无意识的抱紧了燕温岚。困。话音落下，谢为清好似就这么沉沉的睡了过去。燕温岚打横抱着他都没什么感知，直至沾到了床榻，身子的疲惫感瞬间席卷全身。还没等燕温岚再说什么，谢为清便放松身心，彻底睡沉。好在有我，不然迟早累垮你。燕温岚放轻声音说着，还抬手捏了捏谢为清的脸。第145章婚服。入冬那日，长安飘起了雪，红墙黄瓦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雪被，寒风掠过，吹起了落下的雪雾。雪一连下了数日，皇宫的御道上三三两两的工人正扫着雪。这日休沐，谢为清难得清闲下来，就被燕温岚夺了半日多的时间是在床榻上浪费的。他动了动身子，腰身处传来一阵酸胀感，谢为清蓦地僵住，有些难耐的皱了皱眉，身后的人又将他搂紧，温热的呼吸扑洒在颈侧。为清，那道声音低哑，又道：“想要去哪？”谢为清缓神片刻，对方见自己没有立即应答，腰间的大手再次收紧，怎么不说话？陛下没睡醒吗？他默然，随即往后靠了靠，带着一丝哑意，声音平缓：“王爷醒了。”燕温岚拿侧脸乱蹭了几下谢为清的颈肩：“醒了，刚醒就见到为清要走。”“我哪有走？翻个身都不行了。”谢为清有些觉得好笑：“只是翻身吗？”燕温岚说着，偏头亲了亲谢为清的耳朵。谢为清听着也没半分不耐，好生的应道：“对，只是翻身。”“那也不许。”话音刚落，燕温岚就把谢为清翻了个身面向回自己，习惯性的亲了亲他的嘴唇，而后问还要不要继续再睡会儿。对方轻轻推了推自己：“都日挂中天了，王爷还睡？”燕温岚轻笑一声，语气温柔：“这不是昨夜折腾的有点久了吗？王爷还好意思说得出口？”昨夜燕温岚知晓今日可以休沐后，来来回回折腾了好几次，生怕殿外的工人听不到殿内的动静似的。燕温岚眉头一挑，笑意愈深：“怎么不好意思了？你我是成过婚的，这事行得光明正大，行得天经地义。”谢为清简直没耳听对方这番言论，他家王爷的脸皮还是一点也没有改变，一如既往的厚。好在这事折腾的多了，谢为清也没跟刚入府那段10日一般，第2日都会下不了榻。他同燕温岚在床榻上躺了一会儿，便换人进来伺候。燕温岚坐起身，伸手勾住了谢为清的一绺青丝，绕了几圈，而后捏着发尾扫了好几下他的掌心，让他们进来伺候作甚。陛下莫不是忘了微臣？谢为清，他无奈的别开眼。自打当了这皇帝后，燕温岚这种类似的话不知说了多少遍，可他每次听来都会有种同臣子私下暗通款曲。王爷这么喜欢做臣子，干脆……燕温岚已经能预料到谢为清要说的话是什么了，连忙抬手捂住了对方的嘴，还故作姿态道：“皇上说什么呢？微臣来日可是做皇上的君后的。”谢为清按下燕温岚捂住自己嘴的手，抬眸瞪了眼前人一眼：“再说，朕就让人把你丢出去。”燕温岚眨眨眼，不由分说的贴上了谢为清，低声说道：“把臣妾丢哪啊？丢龙床上吗？”谢为清，他就不该说话。燕温岚还想再说些什么，可当看到谢为清冷下脸后，顿时就没了声，讪讪的拉开了2人都比较满意的距离。午后，织造署的人来了乾元殿，小臣参见皇上，见过王爷。燕温岚搁谢为清身旁坐下，紧紧的贴着对方。织造署的人是拿婚服的初期版型过来长眼的，一共有8套婚服，皆是不同的帝后婚服样式，就连所用的布料也是不一样的，不过颜色都大抵相似，
皆是以玄色与赤色为主。叶温岚没怎么了解这方面的，之前同谢维清大婚也是全部交给了李氏中那些人来置办，除了婚服，还有当日的礼数被自己插了一手外，怎么有8套啊？他凑到谢维清耳边低声问。谢维清没有丝毫掩饰的想法，直白的回了他的话，本来是订了一套的，不过多些选择也是好的。叶温岚想到了自己刚开始那会儿，有点不敢出声，生怕自己说错话，或是让对方想起了那时候不开心的事。谢维清淡淡的瞥了他一眼，眼尾带上了些许笑意。王爷难道就不想问是给谁选择吗？叶温岚心忽的被勾了下，他不由自主的咽了咽口水。给谁啊？你啊，既然是王爷要君后，自是要给你选择的。叶温岚眨了下眼，听着总感觉有点不太对劲，说不上的怪，他暂时没有思绪想出来，也就压下不说。王爷挑一件。叶温岚心底那点不对劲的感觉又扩大了一些。为什么是我挑，维清不挑吗？谢维清，不，王爷挑合心意的就好。叶温岚没忍住问出口。为什么？因为你是我的君后啊。谢维清眉眼似乎弯了一下，见叶温岚还呆着没反应，故意又道：王爷可是嫁给我了，以后我救夫，这不是很正常吗？那我岂不是……叶温岚好似抓住了什么，琢磨出谢维清几句话的意思，他试探性的想要问对方是不是他想的那个意思，可知造数的人还在，自己赶忙指了一套看得顺眼的，就把人屏退。不到一会儿，四下无人。谢维清眨了眨眼，有点好笑的扭头看向叶温岚：王爷这是在作甚？叶温岚忍不住先戳了一下谢维清的手，以后维清是不是就要反过来折腾我了？谢维清听后沉吟了片刻，一番若有所思后，挑眉故意反问道：王爷觉得呢？可叶温岚干咳一声，心想果然如此，他和维清皆是男子，如今对方又是帝王，怎么可能会受他折腾？而且他日后还是对方的。谢维清忍着笑意，淡淡的问了句：王爷很在意吗？叶温岚倏地抬起眼看着他：王爷不是说心悦我？原来只是心悦被王爷折腾的我，换了一种就不会喜欢了是不是？谢维清收起了逗人的心思，忽的想要知道叶温岚的真实想法。若是对方口口声声说心悦他，可换了一种方式，便觉得难为情，或是这种事情会伤及作为男子的自尊。维清，你对我有想法吗？叶温岚冷不丁问了一句。第146章嫌弃。谢维清愣神一瞬，倏然垂眸，目光落在了叶温岚忽然伸出的手上，耳间骤然滚烫泛红，猛地拍掉叶温岚的手。你手放哪呢？叶温岚一脸认真。你都很少对我有想法，那日后我岂不是要当和尚了？话语间还藏着几分控诉。谢维清，他梗着脖子剜了对方一眼，那又如何？如今是我问你愿不愿？叶温岚张了张嘴，维清喜欢的话随便你，但你不能剥夺我的。他想得很明白了，既然都是男子，断不能让他家维清忍着不给的道理。再说了，维清向来淡欲，日后还是得靠他。谢维清，他心存狐疑，但也知道对方说出来的话定是当真的，又多了几分好奇。为什么王爷也会甘于被人压着？只能维清压着。叶温岚说着便把人压在身下，而后顿了顿，果断把谢维清和他调换了个位置，让对方在上。开心吗？谢维清听着莫名有点想笑，往后坐了点，随即伸手轻轻拍了拍叶温岚的脸。王爷当真不觉得会伤自尊吗？叶温岚皱眉，为什么会伤自尊？维清开心就好了啊，再者你是皇上，维清最大，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谢维清故意曲解，那我若不是，王爷就不肯了。我何时这么说过？叶温岚掐了一把谢维清的腰身，全当给自己出气。若是我不喜欢你，定是不行的。是，王爷或许还会把我给杀了。谢维清轻笑道。叶温岚，我哪有这么残暴？维清竟冤枉我。谢维清没有回话，一手撑着叶温岚的腰腹就想下来，刚起身就被对方抓着自己的腰摁了回去。他眼尾一扫看了过去，眼神询问要做什么。叶温岚一脸淡定，维清不是要反压吗？我准备好了。谢维清，他就不该提这个事情。谢维清懊悔的同时，还纳闷为什么叶温岚能做到这么不要脸。怎么不动？话音未落，叶温岚便恶劣的挺了挺腰身。谢维清下意识扶上了对方做支撑，随后耳朵一热，羞恼的给了对方一记刀子眼。松手，我要下来。维清这又是作甚？我都准备好了的。谢维清，准备你。他把骂人的话压了下去，而后别过头，实在没眼见眼前的这位脸皮厚过宫墙的人。他暗暗跟叶温岚较劲，一心想从对方身上下来，可腰间的那只大手死死的扣住，根本不给他半点逃脱的机会。谢维清抬眼对上了那双深邃的凤眸，忽然眼皮没来由的一跳，心里有股不好的预感。他总感觉好像给自己挖了个坑，而且还是半深入坑的那种。叶温岚是逗人多一些，但也没说那些骗人的哄话。他见谢维清恨不得从自己身上下来的样子，蓦地有种是自己逼迫的感觉。不是维清说的吗？谢维清再次沉默，脑海里闪过几个画面，神情多了几分难以言喻。叶温岚，维清你这是什么表情？谢维清抿了抿唇，默然半晌，没什么。叶温岚，还没什么，
这分明是嫌弃他的神情。燕温岚生气了，生的闷气，体现在松开手让谢维清从自己身上下来，而后就背对着对方，不让谢维清看自己。谢维清，王爷。燕温岚忍着不搭话，只是原本侧背着人，如今一挪，完完全全的正背着谢维清，明摆的跟人说他要闹脾气，也是仗着谢维清平日里对他耐心会说哄话，换做以前，直接冷着脸话也不带说一句，然后就去杀人发疯泄愤。谢维清莫名觉得有些好笑，他伸手戳了戳燕温岚的后背，王爷干嘛呢？燕温岚也不是那种自找苦吃的，见谢维清好声好气的哄着自己，倏地便转过身看着对方，维清说呢，都怪你。谢维清温声细语，怪我。燕温岚一把将他压在身下，张嘴就在嘴唇上咬了一口，怪你，明明是你要提这档子事的，我都不介意，结果你居然嫌弃我。谢维清默然，随后在对方控诉的目光里轻笑一声，居然被王爷看到了。燕温岚，他要被气死了。他咬咬牙，半威胁道，皇上是想这一天都在床榻上躺着了，赶紧给他哄好，不然就把人弄哭。谢维清眨了眨眼，语气温和，没有啊，我方才就随口一提，想看看王爷怎么想的罢了。哦，燕温岚很快就琢磨出来，不冷不热地说，维清是拿着这事试探我。谢维清也大方承认，对。燕温岚顿时就不乐意了，又往谢维清嘴唇上咬了一口，随后就埋在对方颈窝里，低声闷闷地说道，为什么要试探？维清明明知道你想干什么，我都会依你的，想听王爷亲口说。燕温岚，那满意吗？不满意我可以重新说吗？不了。谢维清赶忙制止，声音温润，王爷不愧是王爷，维清这是在夸我的，对吧？燕温岚听着总觉得有点怪怪的。谢维清忍着笑意，是在夸你。燕温岚被哄得嘴角上扬，刚想说放过对方，忽地想起来什么，不对，维清你还是没说，你为什么要嫌弃我？谢维清，这不对，怎么糊弄不过去了？哪有？他没有承认。燕温岚，你刚才分明就承认在嫌弃我了，维清以前可不是这样的，老实交代。谢维清轻声，跟王爷学的。说完，他又道，也不算是嫌弃，就是有点瘆人。谢维清本来就不怎么主动求欲，方才顺着对方那番话一想，加上平日燕温岚说的那些不能上台面的话，顿时就有股恶寒。燕温岚，还不如说嫌弃他。燕温岚把脑袋埋在颈窝处，埋得更深，直接自闭不说话。第147章聘书。自那之后，燕温岚记了好一段时间，知道谢维清不会反压，又抓着人不主动说事，给自己暗戳戳的讨奖励，还趁着人家快要崩溃之际问话，之后就被谢维清赶去了偏殿住下。本来是想着让人冷静冷静，谁成想燕温岚又重操旧业，干起了私闯卧房的活儿。谢维清无奈的扶额，无论是对人发火还是骂人，他都觉得是在给燕温岚甜头。赶去偏殿的第一晚，燕温岚就翻窗进来，光明正大地上了龙床，抱着他还提起了之前的事，问他那时怎么想的。他能怎么想？登徒子一个，现在更是。不过话没说出口，燕温岚便堵住了自己的唇。一夜过后，乾元殿的窗全部都换上了云母窗，工人得到旨意，把窗户关得死死的，只留了殿门一处通风。燕温岚是眼睁睁的看着窗户被换的，心知自己今晚定然是不能再施行他的翻窗大业，白日里几乎是粘在了谢维清的身上似的，怎么也甩不开。等到了入夜要就寝的时候，更是如同被抛弃的良家妇男似的看着谢维清。谢维清无奈叹了叹，对燕温岚始终是心软，硬不了多少。燕温岚依旧还是宿在了乾元殿的主殿里，睡在了龙床上。转眼便是深冬，长安连续下了好几日的大雪。腊月初3是帝后大婚之日，早在这日之前，就有各国的使臣来到长安，在使臣馆住下，为的就是代表各国参加帝后大婚。听说还是一位男子做君后，前所未有的事。其中还有几年前被燕温岚带兵杀退的夏国，这几年安分了许多，每年上贡的贡品比其他小国还要多。夏国使臣是在初2这日抵达长安的，长安城内全都披上了红绸绣花球，这日雪停，墨瓦皆披上一张雪被，四周好似一片雪地腊梅。陛下，谢大人还在太原殿等您过去议事。李福乐毕恭毕敬地说道。燕温岚抬眼瞥了一眼，李福乐低着的头垂得越低。谢维清刚试了明日大婚的婚服，工人上前脱去衣裳挂在架子上。谢维清看向燕温岚，应了一声过后，便跟对方说道：“王爷在乾元殿先试着婚服吧，我过去处理事情。”燕温岚不着痕迹地蹙了蹙眉，大婚前夕还要议事啊，皇上可真忙。他说着，便起身无声无息地抢了工人的活儿，给谢维清穿戴好平时的衣着。帝王朝服是玄色为主，常服就比较不那么多规矩要遵循。一袭水蓝色绸缎华服，披上紫貂披风，华贵又令人不敢直视。燕温岚抬手替谢维清理了里耳鬓的碎发，撩至耳后：“陛下可真好看。”谢维清眉眼微微一弯，眸光流转，他声音故意放轻，多了几分撩人的柔意：“我让人做了一套给王爷的，等会儿让李福乐拿给你。”燕温岚听后，嘴角微勾：“维清这是在邀请我同你一起穿吗？”谢维清稍稍一抬眸，
便好似要勾走对方的三魂六魄。他温声说道：“随王爷怎么想，我要去议事了。”燕温拦下意识，抓住了谢维清的手臂，不由分说的当众亲了对方一口。那就是我想的那样，皇上可快些忙完，臣在。他压低了声音，凑近了帝王：“臣在龙榻上等您回来。”谢维清骂不得骂不得，越骂越起劲。他忍了忍，没有当着宫人的面说燕温兰什么。好，燕温兰眼含笑意，颇为善解人意的说道：“皇上去吧，忙完再陪微臣也不迟。”要是他没听到前面一句话，还真就以为燕温兰今日改性子了。谢维清离去后，四周宫人忍不住偷偷看了眼这乾元殿另外一位主子，眼里浑然写着“祸国妖后”这4个大字。像他们陛下如此英明睿智，仁德宽厚，爱民如子，居然会对这么一位杀神温柔以待，事事依着对方，堪称是被下了蛊一样。燕温兰才不会理四周那明显至极的目光，自以为有多隐晦，实则看都不用看就知道了。不过他巴不得全部人都知道，他的维清对他是最好的，无论他多折腾多闹腾，都会依着他。他绝对是修了800辈子的福，别人都没有这么好的夫人或是郎君，就他有，而且还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他一个人的。谢维清议事完，已是将近黄昏，寒冬天里，夜晚很快就会降临。刚回到乾元殿，天色就暗了下来，隐约还飘起了细雪。殿内灯火通明，他撩起珠帘，纱幔重重下，他还是看到了躺在龙榻上的人影，还真就是在龙床上等着他回来。谢维清掀开纱幔，定睛一看，燕温兰在看书，准确的来说，是在看他之前按照李树下聘时写的聘书，红帛金字皆是用小篆写下来的。对方看得入迷，他无端弯起了眉眼，有些好笑道：“王爷怎地又拿这个出来看？家人不在，只好以此拿来做慰藉了。”燕温兰将聘书重新绑好，抬眼直勾勾的看向自己口中的那位家人。谢维清，我就离开了1个时辰。燕温兰，1个时辰还不够久吗？半炷香我都嫌久。谢维清果断转移了话题，让人准备传膳。他看着还躺在龙榻上看着自己的燕温兰，没来由的唤了一声温兰。他很少会唤对方的名，大多数都是直呼王爷，习惯了也难改口。再者，他脸皮薄，若是换作其他人倒是没什么，可偏偏是新月之人，难免会有些羞赧。燕温兰愣了愣，声音下意识的就柔和下来：“怎么了，维清？”谢维清自是听出了对方话里藏都不藏的温柔，忽的笑了笑，就想叫你。他说着就上前，刚要将聘书拿回去放好，燕温兰就一手抓住他的手，将他扯了过去。还走什么走？说好了，陛下忙完要陪微臣的。谢维清整个人都趴在燕温兰的腰腹上，他唇线微抿，朕可没说过。燕温兰，是吗？可微臣明明记得陛下还说过要宣微臣侍寝的。第148章帝后大婚。燕温兰就是口头说说，没打算折腾人，毕竟明日便是大婚，他可得要留足精力，好好的跟他的维清再来一次洞房花烛夜。这次他绝对不会像第1回那般生疏，把人折腾到疼哭去。谢维清安安静静的趴着，见燕温兰没再动手动脚的，还有些诧异。他扭头看向对方，眨了眨眼：“王爷。”燕温兰自然而然的将手搭在了谢维清的后腰上，修长的手指有一下没一下的弹着，明显的感知到了对方腰身微微颤了几下。他放浅了呼吸，忍了忍：“陛下，你该起来了。”谢维清，先把手放开，再说这句话好吗，我的王爷？他深呼吸，淡淡的提醒道：“王爷，你的手。”燕温兰也不见半点尴尬，一脸平静，收回了自己的手，说道：“好了。”这夜，两人早早的就寝，比平日里的还要早。没有燕温兰的闹腾，谢维清破天荒的睡了一次好觉。天刚泛起鱼肚白，负责帝后大婚的礼官便带着宫人走入乾元殿。李福乐见状，立即进殿去叫醒谢维清和燕温兰。皇上，王爷，礼官已经在殿外等候了。帝后大婚，作为臣子和远道而来的使臣，也要早早起身洗漱更衣，之后便要到皇宫的西仪殿等待帝后洗漱穿戴完毕，又得等君后入宫，再由礼官传话，大臣才能随同帝后一道去祭告天地。燕温兰还得回一趟摄政王府，身为君后，自然是要乘坐重宅与盖车入宫，无论女子还是男子，身为君王的王后就必须遵照礼数乘坐。之前礼官前来细说流程时，谢维清也曾问过燕温兰要不要换作骑马入宫。燕温兰张口回绝，说什么要按照礼数来。过后私下谢维清又问了一遍，对方神清气闲地说了一句：“若我不乘坐那重宅车，天下人怎么知道是为卿娶的我？”谢维清，帝后的大婚，帝王不得亲迎，只能是奉迎，派遣了3公作为迎亲官，率仪仗，鼓吹迎亲至摄政王府。皇帝加命，归侍协从，使某率礼奉迎。重宅车将驶的街道被人连夜将雪扫清，2道旁还有些许积雪。仪仗、鼓吹在前开道，宫人与侍卫随行，浩浩荡荡几百人跟随，身后还有龙凤仪仗，一眼望不到尽头。玄勋祭臣，加仪侍序，銮车起行，府旅幽聚。从王府到皇宫的绕2条街，再从皇宫中宫门口而入，行至专门设的婚殿门外。白玉街上，帝王一袭玄勋婚服，
免留下是一双泛着春意的桃花眸。冬日里，这日难得的晴日，虽说飘着几片细雪，但也不像平日里那般阴沉沉、灰蒙蒙的，还下着大雪。众宅与盖车降下，等待着帝王走下殿阶。一双修长如玉的手伸了出来，谢维清眉眼不禁泛起了淡淡的笑意，等着燕温岚将手搭在自己的手上。待燕温岚下了众宅车，谢维清退后了一步，严格按照礼数流程来做，朝人行了几礼，声音温润清亮：“朕率万邦，今共尔仪，共成天修。”燕温岚的眼神没有片刻是离开谢维清的，直勾勾地注视着眼前的皇帝，看着他贵为95之尊的郎君，眼底漾起了笑意。之后便由帝王同君后共同入殿。谢维清上前，按照礼数抓住了燕温岚的衣袖，一道转身并肩拾阶而上。一旁的礼官高声赞唱：“今王执礼，以辅万邦。”白玉阶泛着冷冽的银辉，共981处台阶，象征着95之尊。谢维清抓着燕温岚衣袖没抓多久，就被对方强势地扣住了手。宽大的衣袖下，二人十指相扣。帝后大婚，万邦来贺！白玉阶下众臣齐齐跪拜，行稽首大礼，再由三公齐颂：“陛下大婚，天阴人和。而今华夏极目，遐迩同心，臣等幸甚，寰宇幸甚。”众臣山呼：“陛下万岁！君后万岁！吾皇万万岁！”这一段话是谢维清要求改的，既已成婚，便是一体的，哪有君后千岁的道理？起初礼官还三番上书，请收回圣意，后来传到了燕温岚的耳朵里，私底下直接提剑去见了一面礼官。礼官没敢用性命去捍卫所谓的礼数。帝后大婚属实是一件辛苦事，从早到晚就没有一刻是能歇下的，直至回乾元殿，还得要行合锦礼，解缨结发。待一切结束，已是亥时末。燕温岚还带了之前结发的那2绺青丝，连同着这次的一并放入了金柜之中。殿内平退了宫人，谢维清累的直接倒在了龙榻上，歇了好一会儿。只见燕温岚走了过来，坐在了他身侧的床沿上。“我要歇歇。”谢维清立即开口说道，根本等不了燕温岚表态。燕温岚，他像是那种不顾自家陛下疲惫就要强行侍寝的人吗？燕温岚才不会是这种人。于是他贴心的说道：“我给你按一按，好不好？”谢维清没有第一时间回答好还是不好，眼神中藏着一丝狐疑。过了片刻，他抿了抿唇：“好吧。”燕温岚再三保证：“我绝对不会做其他多余的事情的。要是等会儿维清不累了的话，那当子事也不是多余吧？”“不是。”不过最后燕温岚还是不能如愿有一个新的洞房花烛夜。谢维清不到1炷香便睡着了，等他察觉时，对方已然睡沉。燕温岚，他无奈的叹了叹气，接受了没有洞房花烛夜的这个事实，小心翼翼的脱去了谢维清的鞋袜，再脱去繁琐的衣裳，而后再对方光洁的额头上落下一吻。谢维清没有睡多久，是在子时醒过来的。殿内还点着长明的烛火，纱幔重重落下，他习惯性的唤了一声王爷。燕温岚撩开纱幔，有些惊讶：“醒了？怎么不继续睡？”谢维清还没怎么睡醒，答非所问的说了句，声音黏糊糊的，听着像是在撒娇，还有几分依赖在里边，想沐浴。燕温岚吩咐殿外的人备热汤，而后目光又落在了谢维清身上，还累不累？谢维清缓慢的眨了下眼，声音温柔似水，还带着几分睡醒的雅意：“还好，君后想做什么呢？”第149章第2回。燕温岚一听，原先压下来的念头又立即死灰复燃，他轻咳一声，垂眸看向谢维清，呼吸不自觉的有些急促，又不敢吓着人，还得克制住放浅呼吸。“那还睡不睡了？”他声音含着温柔，说着，他伸手捏了一下谢维清的脸。谢维清缓慢的眨了眼，声音像是有意无意的撩人，柔情似水。“等沐浴完后再说。”燕温岚定定的看着他，好似被这番话给砸懵了，喉间忽地微干。“再说是什么意思？说什么的？不是还没洞房吗？”谢维清淡定的反问他一句。燕温岚猛地愣住，呼吸和心跳一下子就乱了起来。可维清不是累着了吗？”谢维清蓦地弯起眉眼，声音很轻，就像是一根羽毛扫在了听者的心尖上。“所以我才说沐浴后再说啊。”“那我陪你去。”燕温岚深呼吸，企图让自己冷静冷静，不要再胡思乱想一些念头。谢维清伸手一把抓住了燕温岚的手，滑腻的肌肤勾起了对方心头上的念想，更像是一把火，直接燃起烈火燎原之势。“抱我去吧。”话音刚落，燕温岚是凭借着下意识的反应，直接打横抱起谢维清的。再次开口时，声音已经哑了大半。“好。”谢维清倒没燕温岚想的那般身子差劲，否则早就在刚入王府那会儿便两眼一闭昏个3天2夜的。偏殿的浴池全天都是热着的，燕温岚抱人到一旁放下，也没有再敢问谢维清要不要自己帮忙脱衣裳之类的，生怕对方再说一些不能保证的话勾引他。垂着眸，二话不说就给自家陛下脱衣。谢维清乖乖的一动不动，微微偏着脑袋看着燕温岚伺候自己。半晌后，对方抬眼撞进了他的眼睛里，心倏地咯噔了一下，就像是带着欲念一股劲地砸到了心坎上。“好了。”燕温岚眼里晦暗一瞬，忽地轻笑：“好了。”随着话音落下，燕温岚冷不丁地亲了谢维清一口。
我觉得维清好像不是很累了。谢维清没有半分敛着力气，直接往叶温岚身上一抖，双手自然而然地抱住了对方的腰身，尾音有些上扬。好像是的。叶温岚后退了半步，稳稳当当地接住朝他扑入怀里的谢维清。下一刻，他半强势地让谢维清抬起头，吻也随之落下。偏殿内灯火通明，烛火好似逐渐燃得更亮了些。叶温岚一手扣住对方的腰身，没有停住亲吻，直至不知何时，两人一同没入了池水中。谢维清稍微回过神，还没来得及有何反应，再次被叶温岚拽着一起沉沦下去。池水好像在沸腾，沸点过后，池水还泛着涟漪和水泡。这次的洞房花烛夜显得格外的漫长，直至寅时，叶温岚放轻动做拍了拍谢维清的后背，对方因着池水的沸腾，肌肤和关节处都透着粉红。陛下还累吗？谢维清这回无论如何都不会犯傻去勾着叶温岚折腾自己，声音沙哑，更多的还是有气无力。累。叶温岚给他穿好礼衣后，便披上一件貂毛大氅，打横抱起回了主殿。守在殿门口的工人见他们家陛下是被抱着的那一方，顿时恨不得低头埋在地里，看都不敢看一眼。自古以来，哪有皇帝是被压着的理？可偏偏这位君后还真是仗着帝王的宠爱，肆无忌惮。叶温岚轻手轻脚地将人放在龙榻上，谢维清困得不行，绝对不是因为在浴池里待久了，刚一沾到柔软的被褥，脑袋一歪便沉沉地睡了过去。而始作俑者也知道自己有点过分，讪讪地摸了摸鼻尖，老老实实地躺在谢维清身侧，把人揽入怀里。许是习惯使然，谢维清无意识地蹭了下叶温岚的胸膛，之后乖乖地在对方怀里睡着。次日是帝后祭拜皇室宗庙，祭告天地。而作为帝王大婚，自然也是有婚假的。待祭告天地结束后，从第3日开始，直至半个月后，都是在婚假的范围。但这也仅仅只是不必早朝，该处理的重要奏折还是得要批阅。谢维清第3日便忙了起来，刚陪叶温岚不到一会儿，便要去忙着处理正事。这琴音也就弹了一半，叶温岚顿时心生幽怨，抱着谢维清的古琴，便坐到了对方身侧。我处理这些奏折，维清你继续给我弹琴好不好？燕君后稍微拖长了一点尾音，他还没听够。我身为皇帝，总不能次次都要让你看罢。谢维清半是无奈地说道。燕温岚将古琴放好，而后给自己挪了挪位置，紧紧地贴在谢维清的身侧，巴不得把自己粘上去似的。那夫妇本为一体，我替维清分忧劳累，这不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吗？谢维清眸光微转，流露出几分笑意。可如今我并不需要君后替我分忧呀。维清，燕温岚环抱住对方，习惯性地往谢维清颈肩处蹭了蹭，又故作闷声地说道：“陛下。”谢维清抬手按住燕温岚那颗乱动的脑袋，不免有些失笑，下意识又换了一声之前的称呼：“王爷这是要当祸乱朝纲的妖后。”燕温岚往他脸上亲了亲：“什么祸乱朝纲？我是媚主祸君的好不好？”谢维清，燕温岚一点也不觉得自己说的这番话有什么不对，说完还想着让谢维清也说上一两句。过了片刻，见对方依旧不出声，他抿了抿唇：“维清。”谢维清有些出神地想，之前的燕温岚是不是早就是这个样子了？还没等他想出几个记忆片段拿来比对，就被对方拉回了思绪。维清是不是不喜欢我这么说话？燕温岚又不傻的，顿时拿出了最委屈的语调，还特地小心翼翼的轻声问了这么一句。谢维清愣了下，随后便回道：“没有。”他说完，忽地思绪明朗起来，无论说什么，那人总归是燕温岚，是他心悦的人。他语气温柔至极，哄着人道：“真没有。温岚说什么我都会很喜欢听的。那你弹琴给我听。”燕温岚立刻道，想了想又补上了一句：“补偿我，刚刚维清没说话，我可伤心了。”第150章改性子。谢维清没再坚持下去，起身跟燕温岚换了个位置，唇畔含笑道：“那就辛苦温岚去批折子了。”想听什么？燕温岚就知道他家维清不会忍心拒绝他的，抿了抿翘起的嘴角，就刚刚那首。随着话音落下，清冷动听的琴音骤然响起，燕温岚果断放下了刚拿起一眼都没看的奏折，单手托着侧脸看向谢维清。一曲毕，谢维清偏头对上了燕温岚的目光，有些好笑的打趣道：“君后不是说要替朕分忧？”燕君后一本正经：“那些奏折又不急于一时，我先听完陛下给我奏的曲子。”谢维清蹙了蹙眉：“哪有这样的？”燕温岚生怕谢维清会反悔，赶忙道：“我现在就看奏折。”说罢，他还真就正儿八经的看了起来。碰上什么需要帝王决策的重要奏折，他才给人看，还说了自己的想法，有时候都不需要谢维清多费脑子。谢维清没有干闲着，坐在对方身边，偶尔就给人倒杯茶水，觉得无聊了就随手拿起奏折慢慢的看着，倒是跟他之前想的差不多。那时候决定称帝时，就料定燕温岚不会让自己累着。他不禁弯下眉眼，随即想起了什么，看着燕温岚放下一本折子，他眼眸微动，冷不丁的问道：“你什么时候回朝堂上？”燕温岚微愣：“啊？”谢维清一瞬间了然，看出了对方压根就没想过回朝堂的念头，他心下忽地有了几分猜想，总不能真要待在这后宫里。燕温岚没有什么想法，谢维清让他回朝堂他就回去，若是忌惮他在朝中的势力，
他就安安分分地当一个贤内助、好君后。一个好的君后，是不是就不能随便杀人了？燕温岚，谢维清刚想再说些什么，就听到燕温岚忽地问了他另外一个牛头不对马嘴的问题：“维清，你说我是不是一个好君后？”这回轮到他也了一下，他稍微回过神，怎么突然问这个？谢维清下意识问出口，随即就反应过来燕温岚问这番话的意思，他有些无奈地看了对方一眼：“你脑子里整天都在想什么呀？让你做君后，不是让这些规矩，还是其他什么来束缚你的？王爷之前不可一世，肆意妄为，不还是让我心悦吗？”燕温岚狡辩：“我只是怕那些大臣拿我说你，说的好像我们都很在意一样。别人说是他们的事，但若是不长脑子，说到了我们面前，该提心吊胆的人是他们。”燕温岚闻言挑了挑眉：“陛下这是要为我斩杀朝廷大臣吗？”谢维清神情淡淡：“什么朝廷大臣？君后还是乖乖的批奏折去吧。”燕温岚瞬间靠在了谢维清的身上，手还不安分地搂住了对方的腰身：“我就知道陛下对我好，你若不想去朝堂，那便随你。只是温岚会甘心吗？甘心往后史书上提起你，只是一句嫁与帝王为后？维清怎么连死后的我都要着想？”燕温岚轻笑：“我在后宫镇着，免得那些人老想着把人塞进来，万一维清哪天被哪个狐狸精……不会的，眼前不就有一个了？”谢维清弯了弯眉眼，语气里带着几分揶揄。燕温岚假装不好意思地干咳了一声，随后忍不住问：“那有勾住皇上吗？”谢维清静静地看了他好一会儿，点头说道：“有的。”燕温岚没什么想法，除了整天黏着谢维清，对于宫里那些宫人几乎是当作空气，安安静静地在后宫待了好长一段时间，久到那些在朝堂上的大臣都快忘记君后之前的身份是摄政王了，想要让皇上内妃的想法再次冒了出头。虽说这会儿燕温岚不在朝堂，但之前他的党羽是最多的，谢维清登基后也没有对他的党羽过多打压，毕竟这明面上是燕温岚留下来的人，但实际上也站在谢维清这边的。那妃被大臣再次提了出来，下朝没一会儿就传到了燕温岚的耳里，他脸色倏地阴沉下来，轻斥道：“那群人当真我改了性子不成？煮酒一语戳破，还不嫌是大火上天油？主子，估计是觉得有皇上在，您的脾气变好了，这段时间估计都要忘了您这号人了。今日这是提纳妃，那改日不就是上书让陛下废后另娶了？”燕温岚，他就是在维清身边心情好，好到很久没有杀人了。第151章，陛下的刀。谢维清从御书房回乾元殿时，就看到燕温岚一脸的阴沉，恨不得去杀几个人泄愤似的。他还没回来，就已经听到乾元宫的宫人偷偷跟他告密，说是君后知晓了今日早朝的事情，正生着气。乾元宫的宫人很少见到燕温岚发脾气，只有一些宫里的老人才见到对方之前是如何行径的。今日这么一遭，吓得乾元宫的宫人立即去御书房请皇上。谢维清让宫人合上殿门，平日里见对方都是没个正经样，如今生气起来倒是有了几分之前的模样。他朝人走了过去，放轻声音的问：“这是怎么了？”燕温岚抬眼看向谢维清，原先阴冷的脸色瞬间变得委屈至极。维清，这段时日朝堂上确实是有不少上书说此事的。谢维清直接把话挑开说明：“我没理会，谁知那些大臣在早朝上提了出来。”燕温岚才不是要听这个，他要听谢维清哄他的话，要听对方亲口说只有他一个人的话。他眼神顿时幽怨，还没等他开口，谢维清坐在他身旁，单手支着脑袋，侧头看向自己，另一只手抬起戳了戳他的脸：“我也没同意啊，这是生什么气呢？想杀了他们？”燕温岚语气倏地冷沉。谢维清听着也不恼，声音温和，还带着几分打趣的笑意：“定是王爷离开朝堂许久，不能威慑他们了。”燕温岚，他要气死了，就该杀几个人，让那群人看看，他燕温岚还没死呢。那妃，呵。谢维清起身环抱住正生着闷气的燕温岚，随后坐在了对方的腿上，随意勾起了眼前人的一绺发丝，在指尖绕着。那些人虽说有一定的才能，但就是有自己的想法，固执己见，毕竟也是老人了。父亲那边我不太好敲打，但也仗着是关系，时不时就指手画脚，很烦。燕温岚搂住了谢维清的腰身：“你父亲那怎么说？”“父亲自然是站我这边的。”燕温岚扯出一丝温和的笑：“这次提议内妃的也是他们。朝中已经形成了新的党派，不少新上任的多多少少都沾着点关系。王爷这次解决完他们，待明年新法施行，定然会填补这一空缺。”谢维清声音依旧温润，说出来的话却已是染上了帝王的冷血。燕温岚瞬间明白，明君自然是要他家维清当着，至于沾血落不得好名声的事，自然是要交给他来处理。那明日我是以什么身份上朝替陛下解忧呢？摄政王的身份还是王爷的呀？谢维清弯了弯眉眼，燕温岚不假思索地应了下来：“好，此后我当陛下的刀。”说完，他又问：“新法？”他们不同意。谢维清轻声：“大部分还是想延续前朝的官员选拔的制度，由官员推荐。之前我同你说过，这种并不见得好，尤其是在如今的燕朝。”燕温岚偏头埋进了谢维清的胸脯，鼻尖萦绕着对方的气息，声音微沉：“没事，我永远站在你这边，
陛下想做什么，我都支持，不用做得太过，威慑一下就好了。谢维清下意识抬手摸了摸燕温岚的脑袋，燕温岚闷声问道：“那是能杀几个人？”谢维清，燕温岚如今被彻彻底底的拴住，倒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哪怕不能随心所欲的做事，但谁让牵着绳子的另一头是他家维清呢？我想，温岚一定会有自己的把握的。燕温岚，他家维清还真会给他戴高帽。次日早朝，在最前列的位置突然多出了一个软垫，早早前来的大臣按着平日坐的位置入座，顿时就看出来了什么，纷纷交头接耳的议论着。有熟悉这个位置的人顿时明白了什么，闭口不言。只剩下一些新任职的臣子和心虚的大臣面面相觑，渐渐的没了谈话声。半炷香后，谢维清同燕温岚一起出现太极殿，又见那位许久不曾出现在朝堂上的人回到了原本属于他的位置上，顿时一片哗然。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燕温岚这厮不是在后宫待着吗？谢维清根本不给底下大臣有多少时间反应过来，示意身旁的李福乐在高呼上朝。众臣起身行礼，微臣参见皇上，皇上万岁万万岁。谢维清不着痕迹的同底下的燕温岚对上目光，淡声道：“平身。”话音落下后，大臣纷纷回到自己位置上，无一人敢出列起事。尤其是昨日在早朝上说的欢的那几位，更是恨不得把脑袋埋在地砖里。可燕温岚没打算放过他们，毕竟此时不趁着除掉，待日后指不定还要给他家维清添堵。本王听说昨日不是有人提议那妃吗？既然皇上没答应，怎么今日不继续了？燕温岚神情泛冷，转身俯视着那群低着头的大臣。真当我死了？他说着，倏然抽出长剑，剑光一闪，几乎是要把一些胆小的吓出尿来。燕温岚自然不会直接当朝杀人，毕竟维清还在，他自然是要当一条比较乖的狗。日后谁再敢提，那就休怪本王的剑不长眼了。燕温岚嚣张至极，说完也没有把剑收回去。随后便有反应过来的大臣如同拿了鸡毛当令牌似的，抑制不住高声道：“燕温岚，你如今是燕朝的君后，后宫不能摄政。你如今不但摄政，竟然还敢当朝恐吓朝臣。是啊，这叫什么个事？既然入了后宫，不老老实实的在后宫当君后，跑来前朝还敢干涉皇上纳妃一事？哎，此言差也。一位大臣出列，先不说王爷还是君后，且论你们方才直呼名讳，这可是犯了大不敬之罪啊！若是王爷还好说，同在朝堂上还可论为一场同僚；若是君后的话，直呼名讳可是杀头的。”原先第一个当出头鸟的大臣瞬间不敢吱声，又有大臣出列替燕温岚说话。既然是王爷的话，那上朝有何不对吗？王爷依旧还是我燕朝的摄政王。大臣一片默不作声，又不甘心，偷偷瞄了眼上头坐在龙椅上的帝王，察觉到对方一个字都没有表态，背后忽地生了一股恶寒。没有表态，不就是随便让燕温岚闹腾的意思吗？今后又要跟燕温岚这厮一块上朝了，往后谁还敢提那妃这档子事？除非要寻死，不寻死也不会当着燕温岚的面提这件事。第152章御书房。燕温岚不会当在朝堂上当着谢维清的面杀人，但并不代表他不会使阴的。不出几日，那几位主张纳妃的大臣纷纷被人顶了职位，无疑是在敲打其他人。他燕温岚还是之前那位权倾朝野的摄政王。解决完那几个碍眼的，又把谢维清挑好的人提了上去。燕温岚很是熟练这一套，之前他就是这么安插自己的人的。陛下，燕温岚伸手遮住了奏折，不让谢维清看，不打算夸夸我吗？谢维清习惯性的合上了奏折，将其放在一边，抬头看向对方。摄政王是想让朕怎么夸你？在龙榻上夸我，好不好？燕温岚顺势挤在了谢维清身旁坐下，下巴抵在了对方的肩膀上，低沉的嗓音有意无意的勾着，听得谢维清耳朵一麻。怕是到时候夸的不是王爷的刀锋利，而是君后惯会折腾人了。燕温岚眨了下眼，陛下觉得会是怎么个折腾法？谢维清不想跟人谈论这些床子之事，偏过头不去看燕温岚，不知道，别问我。燕温岚没有继续逗自家陛下，帮他处理御案上的奏折。殿外的人正忙碌着挂除岁的宫灯，还下着雪。不过今年的雪才是真正的瑞雪兆丰年，不像去年那般还闹了雪灾。待处理完奏折，外面的天色已然暗下，工人进殿掌灯，瞬间亮堂了许多。燕温岚单手支着脑袋，没等工人离去，就抬手扼住了谢维清的后颈，二话不说就吻了上去。工人见状，瞬间都默默退下，并且同殿外的侍卫说明了情况，还提醒要他们守着，不准任何人进去。殿内的烛火摇曳，喘息声时不时就溢出来。御案上的奏折被扫落在地，燕温岚原本就是想索取一下今日的奖励，结果没料到他家陛下难得主动，就没忍住在御书房胡闹了几下。就3下。殿外守着的工人听到传唤声已是有时末，个个低着头，脸上都泛着薄红，方才好像听到了什么不该听的声音。他们陛下真的是太宠君后了。燕温岚让工人拿了新的貂毛大氅进来，原来那2件铺在御案上，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灰尘，穿不得。再说了，他家维清还是很爱干净的。维清？燕温岚接过新的大氅，严严实实的给谢维清盖住，抬手撩了几下对方前额凌乱的青丝，
难受吗？御书房内没有药膏，虽说用了些上不得台面的手段，但定然是比不过药膏的，可也造就了他3番4次下来，没能再轻易回他家韦青的嘴唇。说是嫌脏，燕温岚暗自咬牙，心里开始有点小计较起来，但面色不显。伺候完他家陛下后，燕军后才隐约开始装起委屈来。谢维清生怕对方会亲自己，现下又被燕温岚包得严严实实的，想做什么简直就是轻而易举。于是他脱口而出道：“你先漱口。”燕温岚有这么嫌弃吗？他嘀咕了一句。谢维清显然是又想起了方才燕温岚做的那些上不台面的事，顿时就羞红了脸，但更多的还是羞恼。谁会去舔？谢维清说不出口，也不想再回忆，霎时就跟燕温岚玩起了冷脸，还偏头不看人。燕温岚看着还红着脸的人，突然对自己不待见，一副他比寒冬腊月还冷的样子，心底忽地软了大半，心想着他家韦青怎么可以这么可爱，好可爱，好想欺负。第153章一言难尽。经过御书房那件事后，燕温岚这2日都被谢维清下旨不得入内，险些连带着乾元殿都不能进入，要回自个儿的寝殿孤枕而眠。燕温岚没敢再拉着他家陛下玩那些上不得台面的玩法，老老实实的消停了2日，连亲都没能亲几回。可偏偏这回谢维清还不心软，也不对，只是太忙了，没时间注意到这些枝节末梢，没发现他这2日都是安分的待在对方身旁。临近除岁，皇宫里头就没几个是能闲下来的，都在忙着置办除岁。除了燕温岚，他闲得能养蘑菇了，尤其是谢维清不给他进御书房之后，好在这种酷刑就只有2日。第3日，燕温岚就自觉刑满释放，若无其事的黏着谢维清一同去了御书房。踏进去时，他的心还控制不住的被提了上来。见谢维清没有说什么，瞬间安然落地。维清，燕温岚带人坐下后，便立刻跟对方挤在一块坐着，胆大妄为的坐在龙椅上，抱着龙椅真正的主人，不生我气了，好不好？谢维清淡淡的抬眸看向他，对此早已习以为常。除了前2日燕温岚做的事有点超出他的正常认知，我没生气。他说着，又轻声反问：“我怎么就生气了？不生气你还？”燕温岚把后半句话咽了回去。本来他是想说不生气，怎么还不给他进御书房？但又怕提了之后自己又要在乾元殿守2日，毕竟他家为青脸皮薄。没什么了，维清不生气就好。他改了口，说着就环抱住谢维清，下巴搁在了对方的肩膀上。维清继续看奏折吧。你不是来帮我批奏折的，那来干什么的？谢维清没有拐弯抹角，很直接的就问了出口，不过少了几分理所应当的口吻，更多的是疑惑。来陪你的。燕温岚抱紧了一点。谢维清眼底划过一丝笑，故意逗着人，可我不需要人陪啊。燕温岚闻言，直接张嘴咬了一口谢维清的耳朵。不，维清需要我陪着。哦，好吧，我需要。谢维清顺着对方的话说下去，声音不咸不淡的。燕温岚好似没听出这番话的语气，问道：“需要谁？”王爷。谢维清尾音微微上扬，带着一丝笑意。燕温岚皱起眉，显然是不太满意这个回答。我现在可不仅是王爷，那就是君后。谢维清依着人又说了一个答案。燕温岚顺着杆子直接爬上了顶端。还有呢？谢维清，温岚。燕温岚忍着嘴角上扬，没了。谢维清眼眸微动，忽的眉眼间泛起了淡淡的笑意，说出了一个燕温岚没想到的称呼：随玉。这是燕温岚的字，不过很少人会知道，哪怕知道也不会记得，毕竟和本人的行径出入很大，有点过于惊悚了。之前谢维清问过，燕温岚也没什么可隐瞒的，之后也没见对方会换自己的字，连名都很少念。念及，燕温岚立刻换上了控诉的口吻：你都很少叫我名字，都是叫王爷，这天底下这么多王爷，习惯了啊。谢维清眨了眨眼，这天底下这么多王爷，可是我一叫王爷就会知道是在叫你啊。可我现在是你的君后。燕温岚凑近到谢维清的耳边，低声闷气道：你得叫一些更加亲昵的称呼。什么称呼？谢维清倒要看看对方能说出什么亲昵的称呼来，毕竟平日里燕温岚光是取名都一言难尽。就比如别人都是称呼自家夫人最后一个字加一个字，谢维清他就知道。谢维清扶额，神情有些复杂，他不禁蹙起了眉头，能不能换一个？那就中间的字。谢维清敛起思绪，声音淡漠：我还是继续批奏折吧。燕温岚，他怎么听出了一股无可救药的感觉？燕温岚百思不得其解，直到下午听到了一名宦官拜托一名宫女办事，就叫兰儿，兰儿，他顿时就明白了谢维清当时的心情。但是中间那个字也没跟人撞名啊。燕温岚皱眉苦思，直到就寝都翻来覆去想不明白，忍不住问谢维清为什么不肯接受他的提议。谢维清犯困，听后一时没能反应过来，什么？燕温岚耐心地重复了一遍，为什么不叫我中间的字？谢维清没想到对方还执着于此，随后一想是燕温岚，又好像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他撑起精神，过于肉麻了。燕温岚脱口而出：温岚也肉麻啊？谢维清，那我也不叫了。燕温岚。燕温岚果断翻身压住了对方，露出了原本他强势的一面。不行。说完又主动退后了一步，那以后你都要叫我温岚。
谢维清困得要死，哪怕是面对燕温岚压着自己，他的困意都丝毫不减，迷迷糊糊的应了2声本以为对方就会从自己身上下来，结果被摁着亲了一顿，把困意都清少了。他眼底逐渐恢复清明，又被燕温岚的吻拉入骨堑海，他一瞬抓紧了对方的一绺青丝，勉强挤出一句话：“今晚不可以。”真的不可以吗？燕温岚低声询问，侧头咬住了谢维清的脖颈。谢维清眨了眨眼，感觉到自己的喉结处传来一股湿润感，被对方不轻不重的咬了一口，随后又被添了一下。这分明就是没打算把他的话听进去。店内的烛火早已被吹灭，借着窗外的月光，店内好似都被披上了一层朦胧的月光。燕温岚抬手替谢维清理了李前额被汗水沾湿的碎发，扬声唤店外守夜的工人端一盆热水进来。话音刚落，他的手腕就被人咬了一口。都说了不可以，朕要罚你。罚臣继续侍寝。燕温岚含笑的应了一句。谢维清。燕温岚也就是说，哪还会继续折腾人？见谢维清直接闭上眼不理他，叔弟一乐，逗陛下的。谢维清睁开眼，神情淡淡的瞥了他一眼，声音微哑：“摄政王好大的胆子，就不怕朕让人将你拖下去杖打50大板吗？”燕温岚，陛下怎么是责怪微臣方才打疼您了吗？第154章，只对你好。谢维清真想抄起一只枕头就砸向燕温岚，但他没有付诸行动，只是不再搭理对方，因为他晓得，一旦砸了燕温岚，没准自己还得要反过头来哄人，毕竟谁能有某人会装委屈，自己还偏偏吃软不吃硬。燕温岚没敢把谢维清惹真正生气，老老实实给人擦干净身子，刚要抱着自家陛下睡觉，还没碰上，就见对方滚向了一边，离他远得很。还没等燕温岚问出声，谢维清自顾自盖好了被褥，背对着对方：“今晚不准碰我。”燕温岚立即不服：“凭什么？我要抱着你才能睡着的。”谢维清闭眼入眠。燕温岚心梗：“维清，你不能这么对我。”谢维清依旧不为所动，他听不到。维清燕温岚低沉的嗓音拖长了些许。见谢维清真打算不理人，燕温岚也没觉得有什么，不理他不就是相当于默认吗？他知道他家维清脸皮薄，山不救我，我救山。燕温岚往谢维清的方向挪了挪，随后一把伸手扣住了对方的腰身，直接往自己怀里一扯，紧紧抱住了人。好了，睡觉。燕温岚心情透着一丝愉悦。谢维清，他象征性的挣扎了几下，见燕温岚越发抱紧，顿时无奈。君后是想要谋杀亲夫吗？燕温岚闻言，瞬间就撒开了手，而后又抱了回去，只是比刚才的松了许多。维清终于肯理我了。谢维清，我那是困了。燕温岚，困了也要理我？不要，温岚舍得让我困着吗？谢维清闭着眼，话音染上了几分困倦。燕温岚刚要回一句舍不得，下一刻就听到怀里的人又说道：“我瞧你挺舍得的，折腾我折腾了这么久。”他下意识抿了抿唇，生怕自己忍不住翘起嘴角。那维清不是半推半就才让我得逞了吗？谢维清才不会承认，谁半推半就，明明是你硬来。好吧，燕温岚做不到面对这个罪名不去主动承担，是我硬要拉着陛下在这龙榻上颠龙倒凤的。谢维清，他翻身面向燕温岚，抬手戳了戳对方的胸膛，又捏住了脸，就属你脸皮最厚。燕温岚抓住捏着他脸的手，放在嘴边亲了亲，放轻声音，像是拿哄人的口吻说道：“是我脸皮最厚了，不是犯困，睡吧。”谢维清听着，困意瞬间如潮水般涌来，他浅浅的打了个哈欠，还好休沐不用上朝，否则我定要同你生气的。我知道。燕温岚语气里好像带着一丝笑。1日过后便是除岁，昨夜下了一场大雪，天还未亮，便有工人迎着寒风大雪去铲雪，直至日出，这场雪才逐渐停了下来。4时，宫里各道路的雪均已被清完。以往的除岁宫宴都是定在入夜后，只是谢维清和燕温岚一同认为入夜后的年夜饭应当是同家人一起，所以才会把宫宴的时间挪到了白日里。燕温岚得知要和对方家人一起吃年夜饭时，第一反应是抗拒，不是厌恶，就是自己去了怕是要破坏氛围的那种。毕竟谢官堂平日依旧看自己不顺眼，万一他俩又吵起来，还不如他在前园殿等着，等谢维清陪完家人再陪自己，总不可能会陪到子时吧？他等得起的。燕温岚如实说出口，并没有隐瞒什么别的心思和念头。谢维清安静听完，并没有着急说话，见对方没再打算说什么，他放轻了声音，温和的说道：“可我也想陪着温岚一起吃年夜饭啊。”燕温岚蹙起眉，没有直接拒绝，而是低声说了句：“可是我已经很久没有跟家人一起过了，我怕不习惯，惹你的家人不顺心。”什么你的我的家人？你既然是我的君后，那我的家人就是你的家人，他们不会看你不顺心的。陪陪我吧，好不好？谢维清说出这番话时有些生疏，毕竟是学着燕温岚平日央求他的口吻。真的要我去啊？燕温岚心里忽地泛涩，下一刻自己就被谢维清抱住，下巴顺势抵在了对方的肩膀上，耳边听到一句语气认真的话：“真的。”他一时没有出声，半晌之后抬手把谢维清紧紧抱住，声音低沉，夹着一丝忽如其来的哑意：“你怎么这么好啊？”谢维清听着这句不知说了多少遍的话，在心底无奈的叹了口气，
这又算哪门子的好了？只对你好。他温声说道。第155章除祟。燕温兰倏的正神，松开抱着谢维清的手，定定地看着眼前的人。对方眉眼微微一弯，抬手捏了捏自己的脸，声音如春风般温柔缱绻，带着丝丝笑意。温兰不会要哭了吧？才没有。他低声反驳，又紧紧抱住谢维清。谢维清没有继续说下去，轻声顺着对方：“是我们温兰才没有哭。”燕温兰忽的有些害臊，饶是平日多么的脸皮厚，说的话做的事有多上不得台面，但对方这句话就像是在哄小孩子，他又不是。他不说话，只是下意识蹭了蹭谢维清的颈窝。白日的除祟宫宴结束后，谢维清便和燕温兰武气了一会儿。殿外的工人忙着准备夜里的家宴，就在乾元殿的前殿庭院处办宴。而谢观堂和宋昭化在宫宴时便已进了宫，参加完宫宴后，就到宫内专门供皇室家属歇息的宫殿歇下。近黄昏时，谢维清才从燕温兰的怀里悠悠醒来。他眨了下眼，见对方还在熟睡着，自己把搁在腰间上的手拿走，放轻动作，坐起身下榻。工人在殿外守着，忽地殿门从里面打开，帝王披着一件大氅便走了出来。皇上，李福乐见谢维清出来，连忙上前：“皇上，怎地就披了件大氅？当心龙体着凉，君后又要说您了。”谢维清笑了笑：“无事的。”虽说如此，但他还是将大氅裹紧了些，又道：“朕只是出来看看，殿内有些闷了。”李福乐，那奴才这就让人开窗透气。不必，君后还在休息。谢维清没有在殿外待很久，天寒地冻的，他没敢在外面多待，生怕自己身子扛不住，万一真着凉生病，估计燕温兰会时时刻刻盯着他，到时候又要哄好一阵子人了。去哪了？谢维清刚进殿，就听到龙榻上的人问他。他循声望去，见燕温兰已经撩开床幔看着自己。谢维清心念一动，朝对方走过去，不疾不徐地答道：“刚去外面透透气。”燕温兰抬眸无声地看着谢维清，带人走到榻前，要抱。话音未落，谢维清的腰身便被燕温兰搂住，他已然习以为常，垂眸看了眼用脸贴在自己腰腹上的人，忽地轻笑，刚想打趣一番，便听到对方冷不丁说道：“你身上怎么这般冷？”燕温兰不等回应，又立即道：“陛下这是在外面待了多久？”谢维清，他分明都没待多久，就一盏茶的时间。谢维清思忖片刻，语气带着一丝不确定：“那怎的这般冷？”燕温兰语气微沉。谢维清皱起眉：“哪有啊？还说。”燕温兰抓住谢维清的手，对方的手微冷，倒是很快能捂暖回来。他神色好了许多，要出去也不知道拿一个手炉。谢维清轻声：“就出去一会儿。”燕温兰静静地看着他，谢维清没对视几秒，就移开了目光。好啦，下回我会记得的。很快便入夜，谢观堂带着宋昭化过来，还有谢芷英，对方是前几日回长安的，在参加完谢维清大婚后，又去了其他地方游玩。父亲、阿娘，谢维清让工人退下，随后命李福乐传膳。阿紫，快过来坐。谢观堂笑呵呵地带着妻女坐下，瞟了一眼四周。前几日不是说燕温兰也要来吗？他人呢？谢维清笑了笑，他在御膳房，说是要下厨。谢观堂，这确定能吃吗？他儿子不会联合对方要谋害亲父吧？宋昭化听后倒是愣了愣，他会下厨？在得到谢维清点头后，他冷不丁看向了谢观堂：“你瞧瞧，人家都会下厨，你呢？连煮粥都能煮糊。”谢观堂，他顿时不服，万一他下厨做的饭菜也都糊了呢？宋昭化悠悠反问：“他若下厨不行，青儿怎么会让他在除夕夜胡闹？”谢观堂，万一呢？万一他们儿子就是猪油蒙了心呢？谢芷英见父亲依旧吃瘪，偏头轻笑了几声，随后小声的同身侧的谢维清打趣道：“小弟，你也不怕你家那位会跟父亲打起来？”谢维清：“不会的。”谢芷英声音温婉，又带着几分鲜活：“这么听你的话啊。”闲聊间，御膳房的人端着菜和鱼罐而入，摆满了一整桌的菜。谢维清见燕温兰没个人影，朝李福乐招了招手：“君后呢？”“君后去换身衣裳了，说是沾了厨房的烟火味。”谢维清怕燕温兰一个人又往牛角尖钻，同家里人说了一声，便起身离座去找人。屏风处挂着几件衣裳，他看了眼，是白日里穿的。他走了过去，站定在屏风前。温兰，燕温兰系腰带的动作顿了顿，有些诧异谢维清会找自己。维清怎么来了？不去陪你的家人吗？我怕王爷会偷偷反悔不来了。谢维清说完，随即又问对方穿戴好了没有。燕温兰眼底划过一丝笑，伸手敲了敲屏风：“陛下过来帮微臣，好不好？”谁家的臣子这么大胆？谢维清说着，便绕屏风过去，见燕温兰差不多穿戴好，脑袋歪了歪，唇畔含笑道：“我还能帮什么？在一旁看着你把腰带系好吗？”“你帮我。”燕温兰伸手抓住了帝王的手，触感像极了在触摸一块光滑细腻的暖玉。谢维清很少会拒绝对方这类的要求，上前2步，帮人把腰带系好，又拿起一旁的玉佩系住。他垂眸随口说着方才同阿紫说的话：“阿紫说你会和父亲打起来。”燕温兰刚要反驳他不会，
顺道还想踩一脚，说是谢观堂才会这么想，还没开口就对上了谢维清抬起的眼眸。可我知道温岚不会的，对不对？他下意识猛地点了点头，对。谢维清眉眼一弯，没忍住扑哧的笑出声，主动拉着燕温岚的手，那走吧，我们一起去吃年夜饭。燕温岚心忽地一暖，好。燕温岚没跟谢观堂吵起来，甚至连一句带刺的话都没有说出口。谢观堂看到对方被自家儿子拉着出来，顿时就明白了用意。知子莫若父，谢观堂又怎么会看不出来是在给燕温岚这次撑腰？罢了罢了，他在心底叹了口气，既然都认定了，他最多不在某些时刻跟人吵起来。随着谢维清和燕温岚落座，众人动筷，来来来，阿英吃这个。宋昭化加了一道谢芷英爱吃的菜，又给谢维清夹菜。青儿不是喜欢吃酿丸子吗？哎，吃这个。谢观堂立即把跟他坐同一桌的燕温岚抛之脑后。夫人，我的呢？我的呢？燕温岚给谢维清盛了碗汤，周围的工人尽数被谢维清清退，毕竟是家宴，不喜欢有外人在也是正常的。维清喝点汤，先暖暖身子。谢维清一言喝了口汤，习惯性的拿着汤勺舀了口汤，递到了燕温岚的嘴边。好喝，温岚尝尝。燕温岚没料到对方会在长辈面前为自己喝汤，愣了下，才低头顺势喝汤，忍不住翘起了嘴角。维清，我也想喂你。不行。谢维清脸皮薄，反应过来后就收回了自己的手。想喝的话，我给你盛一碗。燕温岚，可恶！一场年夜饭下来，倒也吃得像样，没有谢芷英想的那般会吵起来。临近子时，竹轩和竹九两人正把烟火搬到合适的地方，只待时辰一到，就要点炮竹放烟火。夜已深，漆黑的天空渐渐飘起了白雪。燕温岚接过工人递来的毛领披风，给谢维清严严实实的披上。怎么就出来了？不继续陪他们玩了吗？谢维清抬手碰到了燕温岚替他系披风带子的手，总是要出来的。再说了，屋内闷嘛。依我看，维清是怕你父亲会输不起，然后就要找我出气。谢维清，以往的确是每到过年这阵子，谢观堂都会偷偷拉着谢府一众人去赌牌子，输了还不服，最后被管事拿了10胜之后，就没找过其他人拉着谢维清和宋昭化玩，仗着他们还不懂得怎么玩，但也没能赢上几回，两人便熟练的能把谢观堂你一回我一回的虐杀。不是，只是想单独陪陪你。燕温岚不会玩这些，哪怕会玩也会觉得不自在。谢维清朝对方身侧靠了靠，主动抓住了对方垂着的手，随后十指相扣。下一刻，燕温岚倏地扣紧了谢维清的手。单独陪我。他抑制不住的嘴角上扬，低声反复说了好几遍。在一旁的谢维清听到他嘀咕着，倏地弯起眉眼，开心吗？开心。燕温岚不假思索地回道。掌心逐渐传来温度，谢维清想起白日里燕温岚说的话，偏头看向了燕温岚，还晃了几下两人相扣的手，哪里需要什么手炉，分明只需要牵手就好了。燕温岚抬手抵唇轻咳一声，刚想要说什么，便听到不远处李福乐扯着那把细嗓子喊道：“竹轩大人，时辰要到了。”随着话音落下，皇宫里的钟楼传来钟声。东帝谢维清拉着燕温岚的手转身走了几步，随后往殿内探头，语气有些轻快：“父亲、阿娘、阿紫，快出来看烟火，时辰到了。”庭院处，竹轩和竹九两人正搬着烟火，之后便等主子吩咐。谢维清没有松开燕温岚的手，拉着人往前走了几步。谢观堂几人有说有笑的到殿外，而庭院处负责放烟火的竹轩还没开始，就已经惨遭竹九的毒手。砰的一声，烟火瞬间绽放在夜空中。快看！谢维清轻快的声音响起，燕温岚下意识抬头，明亮绚丽的烟花映在了他的眸子里，耳边是烟火绽放的声音，以及身边人的欢声笑语，很吵也很热闹。燕温岚下意识笑了笑，稍微偏头看向正在看着烟火的谢维清：“好看吗？”谢维清闻声便看向他，没有半点迟疑，笑着应道：“好看。”说完，他放轻声音又道：“新年伊始，希望身边的人都能平安康乐，尤其是我的心上人，愿他能够无病无忧。”燕温岚一瞬正神，直直的看着眼前被烟火照映的人，眼底的爱意好似要溢出来。他扣紧了谢维清的手：“我们都会的。”正文完。番外篇一兵关一。燕温岚遇见谢维清那日，不但进宫去逼良朝下了赐婚的圣旨，更是命人准备了一口量身定做的冰棺。那口冰棺就放在摄政王府的暗室里，但燕温岚早早的就将其抛之脑后。直到之后的1日，谢维清下令让人修缮摄政王府。起初他还是没想起来，是后面修缮完毕，陪着谢维清在王府住了几日，无意间聊到了王府的布局。燕温岚忍不住提起了他设计的暗室。谢维清之前完全没有听对方提过，一时好奇在哪呢？燕温岚伸手抓住谢维清的手腕，带人去了阁楼，是以前谢维清经常去的那个阁楼。维清没想到吧？谢维清点点头，确实没想到，暗室居然藏在这里，我还以为会是在书房。说完，他接着又问：“怎么打开？”燕温岚抓着谢维清的手放在了一处位置，往下一摁，书架上书的有一本书凸出来。谢维清有些疑惑的看向燕温岚：“这么明显的吗？用钥匙开锁的？”谢维清：“哦。”
他还以为燕温岚一眼就看穿了谢维清心里想的是什么，悠悠开口道：“我看起来很蠢吗？”谢维清给人顺毛，轻声哄道：“你最聪明了。”说话间，暗室被燕温岚用钥匙打开，扑面而来的是一股彻骨的寒意。谢维清冷不防的打了个冷战，有些不解的看着对方，问道：“暗室怎么这么阴冷？虽说常年不见光，但也不会这般冷。”燕温岚隐约感觉自己忘了什么，被暗室的冷意呲了下，久远的记忆倏地涌了上来。他如果记得没错的话，这个暗室里面还放着一口冰棺。燕温岚，他下意识猛地关上了暗室的门，里面脏，等我让竹轩他们清理干净，我们再进去。谢维清眯了眯眼，他又不傻，如果是为了这个，对方大可不必紧张到结巴。他思忖片刻，直觉告诉自己，里面一定是跟他有关的。没事，脏不到哪去的。燕温岚倏地挡在了谢维清的面前，脑海里好像是刮着一场风暴，完全想不出对策。很脏，改日再进去看也不迟。谢维清微微歪了下头，里面该不会和我有关系吧？怎么可能？燕温岚一时应激，否认的声音稍微有那么一点大了些。谢维清静静地看着他，眼神平静。燕温岚下意识撇开了目光，下一刻就听到了一句斩钉截铁的话：“你心虚了，里面定然是跟我有关系。”燕温岚别过头，心虚到不敢出声。谢维清也没打算等对方开口坦白，毕竟按照对方所说的，这暗室是很早之前便存在的，又不敢让他进去，十有八九是他俩刚认识那会儿，燕温岚疯病发作搞的。王爷不说，那我进去看就是。他说着就推开面前拦着的人，刚迈出一步，手腕又被燕温岚抓住。他看向对方，没有说话，眼神询问这是想要干什么。燕温岚小声的央求：“别进去了，好不好？”谢维清隐去了眼底划过的笑意，故作冷淡的说道：“不好。”燕温岚没有看到对方眼里一闪而过的笑意，听到谢维清这番话，心里直打鼓，脑袋更是恨不得直接埋进地底。他在想，要是自己主动坦白，要怎么说？总不能直接就说里面有他之前给人弄的一口冰棺吧？燕温岚还不想死。番外篇2重来一次。谢维清见燕温岚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忍不住弯起眉眼，抬手戳了戳对方的胸膛，老实交代，里面是什么？燕温岚张了张嘴，想着好生商量一下，问能不能不生气，但他转念一想，这事好像是个人都会生气，就是之前我们刚认识那会儿，我脑子有点不正常，给你。他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委婉的说了句做了一件很有病的事。谢维清眯起眼，能让燕温岚说出这番话，估计不会是一般的有病。他微微抬了抬下巴，带路进去。燕温岚感觉自己腿好像有点软，他咽了咽口水，看向谢维清，低声同人商量：“生气归生气，能不能不要不理我啊？”谢维清听着有些好笑，生气不理人，这不是很正常吗？他说着，伸手推了下燕温岚，让对方进去。到了你这儿，还得理你才是。燕温岚被推着往前走了几步，听到这番话，顿时就反应过来，这是答应他了。维清最爱我了，生气也得理我。谢维清含笑应道：“是，生气也理你。”暗室布置有机关，燕温岚拿火折子点燃烛台，随后将机关关闭。好了，走吧。他说着就抓住了谢维清的手腕。这间暗室不大，走进去10来步，再转弯走了一盏茶的时间，那股冰冷的气息越发浓重，冷得谢维清挨近了燕温岚，想要从对方身上取暖。谢维清看着几步外一口冰棺，愣了片刻，心想着对方嘴里说的那句做了件很有病的事，居然完全没有夸大。按照燕温岚说的，他们那会儿刚认识，对方就想着要把自己给杀死，然后放在这口冰棺里。我能问一下为什么吗？谢维清不理解对方置办这口冰棺的意图在哪，总不能燕温岚还有炼尸这等癖好吧？这念头一出，谢维清霎时打了个寒战，单纯被脑海里想象出来的画面给恶心到了。燕温岚抬手摸了摸鼻尖，有点讪讪的说道：“那时候觉得你好看。”谢维清，所以就想着可观赏观赏。燕温岚说到最后，声音越发的弱小。谢维清，他好像明白了，您可厉害。他声音很轻，透着一股温和的感觉，就跟最开始入王府那会儿一样。表面听上去很好欺负、很好说话的样子，但燕温岚却听得出来，他要玩。我错了。燕温岚果断承认错误，低声数着自己的罪名：“我不该这么做的，是我有病，我不该想着一开始把你给杀了，也不该让人做这口冰棺，更不该一开始没对你好。王爷怎么不说，一开始就不该进宫求旨赐婚？”谢维清语气温良。燕温岚沉默片刻，随后小声的坚定自己的想法：“不要。”谢维清没什么好生气的，一开始他就知道燕温岚想要杀了他，对方当初那会儿的杀意完全没有丝毫隐藏。哦，要是重来一次，王爷依旧是要求旨赐婚？燕温岚低声：“对，无论重来多少遍，他都是要把人紧紧抓在手里，求旨赐婚。”番外篇3话本。谢维清一早便料到燕温岚会这般回答，虽说如今对方在他面前像个孩子一般，但以往那恶劣的脾性岂会是说变就变的？不怕我生气？他有些好笑的问道。燕温岚贴近谢维清，带着几分讨好的意味：“怕，所以维清不要生我气，好不好？”谢维清眼底泛起笑意，
轻声问道：“如果我说不好呢？”燕温岚眨了下眼，伸手扯住谢维清的一处衣角，晃了晃，声音刻意放低：“那我就要缠着为清求你莫要生气了。你究竟从何处学来的？”谢维清无奈扶额。燕温岚下意识挪开目光，抬手抵唇咳了咳，没有立即回答对方的问话，神情闪过一丝不自然：“没从哪学来的啊？”谢维清本意只是打趣对方一番，但瞧现下这般，燕温岚估计是真的学了什么。他歪了歪脑袋，学着对方说话：“没从哪学来的啊？”燕温岚久违的脸上一骚，再三否认：“真的没学什么。”谢维清一听，顿时就断定燕温岚这是学了，是吗？你又想骗我？又这个字就很灵性了。燕温岚心倏地一咯噔，想起了之前自己瞒着自身毒蛊的事，他瞬间脱口而出：“我没骗你。”他顶着谢维清的目光继续说，把话下去，声音变小了些：“就是闲来无事，看了几册画本。”闲来无事？谢维清挑了挑眉，声音带着些许揶揄：“温岚这是何时背着我偷偷看起了这些？”他记得燕温岚再闲也闲不到背着他看这些画本吧？平日里不是黏着自己，就是陪着他，很少有独处的时刻，更何况还是偷偷看画本，莫不是待他睡着之后？之前维清去北辽赈灾的时候，燕温岚老老实实回答。谢维清显然一愣，这都过去1年多了，那……燕温岚看出他想要问什么，先行说道：“就那段时间看了几百册吧。”谢维清，多少？这比蓝竹还要阅览群书。他心惊之后，忽地眯了眯眼，想起了之前他曾抓过几次蓝竹半夜看书。王爷确定如今不看了？维清在我身侧，我还看那些画本打发时间做甚？燕温岚不解，他又不傻，抱着自家维清不香吗？还看那些死物，虽然能学到些小手段，但他如今是不可能再看了。谢维清蓦地失笑，也是。燕温岚又晃了晃扯着谢维清的衣角，那不生气了？谢维清莞尔一笑，我气什么？之前的王爷我可是清楚的很，能做出这种事来，倒也不稀奇。燕温岚眨了眨眼，要不维清还是痛骂我一番，出出气。谢维清才不要，他又不会骂人，哪怕会，他也不骂燕温岚。现如今他可是将对方性子摸得透透的，怕是刚开口一骂，燕温岚就会舔着脸粘上来，求他继续骂。谢维清忽的有点不忍直视，别过头，我们该回去了。燕温岚真不骂我啊？谢维清语气微凉，不骂。王爷再问下去，维清今晚就让你去偏殿睡。番外篇4往事，顾兰书是被袁熙杀死的。燕温岚念着是袁熙把证据找齐，又带他们去南疆解蛊，自然没道理不给对方这次手刃仇人的机会。顾王两家是在燕温岚回长安后处置定罪的，而顾兰书是在1个月后死的，期间一直被囚禁在康宁宫。谢维清刚一下朝，就同燕温岚去了康宁宫。顾兰书好似没有因为顾家入狱判刑受到影响，他们来时，对方还有心思给自己画眉。顾兰书没有理会前来的人，自顾自画眉上红妆，最后拿起梳妆桌上的一只金步摇插在了自己的发髻间。谢维清淡淡的看着隔了一层珠帘的女子，伸手握住了燕温岚的手，随后出声道：“太后好兴致。”顾兰书眸光一凝，晋朝覆灭，我已不是太后，皇上又何必称前朝的太后呢？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他说着，忽的轻笑：“我本以为再不济也是王家称帝，没想到竟然会是谢家，更没想到会是你。”顾兰书目光落在了燕温岚身上，似乎从对方身上看到了昔日燕楼明的影子一般，眼底划过一丝憎恨，随后笑了起来，莫名其妙的说了句：“你和你父亲一样，是个情种，连皇位都不争不抢。”燕温岚脸色倏地沉了下来，他还不配。顾兰书眨了眨眼，神情有些怪异，貌似还带着一丝疯狂。他笑道：“是吗？我还记得小时候他对你很好，对你母妃也很好很好。若不是答应过袁熙要他亲自手刃顾兰书，燕温岚早就把人折磨致死，哪还能让对方说这些恶心人的话？”他不自觉地攥紧了拳头，知道这是恶心人的话，但还是控制不住地捡起了儿时的记忆。燕温岚在10岁之前说得上是天之骄子，父母恩爱，摄政王府就只有一个摄政王妃。那时候他经常是在秦家和王府来回住的，虽说要学的东西有很多，但家中长辈都不曾逼迫过他一定要学有所成。幼时他最喜欢黏着母妃和父王，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一切都变了。燕温岚倏地抓紧了谢维清的手，随后松开，心一瞬绞痛。他以为早把时的记忆给忘了，可好像还是这么清晰，但细想却是模糊一片。谢维清看向了身侧的燕温岚，眉眼间有些担忧，指腹轻轻摩挲着对方的手，一点点地安抚着人，随后上前一步站在了燕温岚身前。太后想说什么，不妨直说，不必这般惺惺作态恶心人。莫非顾家家风一向如此，都是用来恶心人的？顾兰书眼眸看了眼谢维清，语气颇凉：“皇上说话可真是直白，完全不似是传言中的温润公子。”谢维清温声：“那也得看人才是。”顾兰书也不恼，他看着镜中的自己，青丝掺杂了许多白发，容颜也在老去，一身雍容华贵。他望着镜中的人，似乎陷入了回忆中。我与秦安婉在那时候情同姐妹，她嫁给了喜欢的人，
而我却要因为家族大业入宫当了皇后。起初，顾兰叔还会为了秦安婉有个好的归宿而感到开心，可日子久了，他就觉得在这皇宫里很压抑，很不自由。对方有宠爱他一人的燕楼明，有不依靠卖女求荣的家族，而他背负着顾家的兴衰。那时候的皇帝其实同梁朝没什么区别，他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尽快诞下皇子。而当时朝堂上4个世家，还有燕楼明这一位先皇指定的摄政王，秦家更是世家之首。顾家一直被压着，最后他的父亲不知从何处寻得炼蛊的法子，并让他给燕楼明喂下。那时候他和秦安婉关系已经淡了许多，他在深宫里将不满悉数放大，他不甘心被困于深宫，更不甘心一生都要陪着一位傀儡皇帝。他恨秦安婉，恨对方遮住了自己的光芒，也恨秦家。如果没有秦家，顾家或许就不会家族兴衰，把他嫁进了皇宫里。顾兰叔本是不想的，可当他再次看到秦安婉过得有多好时，他就不想再忍下去。凭什么对方能有燕楼明？凭什么对方就能一生一世一双人？尤其是看到燕温岚，他们2人的孩子天资聪颖，甚至都传遍了长安。可再看看他的孩子软弱无能，不用等以后，他便知道又是一个新的傀儡皇帝。顾兰叔说到最后，像是疯魔般的笑了起来。你每回编你父亲的尸体，但你可知道，他早已没了自己的想法。我给他种的是情蛊，将他对秦安婉的感情全都给了我。你怪他，可他早就已经死了。情蛊种下那日，不再有钟情于秦安婉的燕楼明，对方已经死了。番外篇5情蛊。谢维清万万没想到当年的实情会是这般残忍。若真如顾兰叔所言，那这些年燕温岚屡次鞭尸，岂不是会让对方还没等他想下去，在身侧的燕温岚便冷声开口打断了自己的思绪？那又如何？就算你说的是真的，你以为就会让本王愧疚不成？燕温岚眸光冰冷，无论燕楼明有没有被下蛊，秦家他的母妃都是因对方而死。顾兰叔选择把当年之事说出来，就是想让燕温岚一辈子都活在愧疚之中。可他没想到对方会这么冷血，是你亲手给你父亲种下的蛊，是你杀了他，你怎么能？够了！谢维清蓦地出声打断，声音泛冷，愧不愧疚？你都不配说，燕楼明的死何尝不是你害的？谢维清让殿外的袁熙进来，淡漠道：太后还是把话留给你的故人叙旧吧。他说着便带燕温岚离去。若是继续留下来，指不定顾兰叔还会说多少陈年旧事，无论是真是假，他都不想再让燕温岚为此事伤神。秦家一事已然洗刷冤屈，往后便都过去了。走出殿门那刻，顾兰叔如同见了鬼般的尖叫一声。据说那日康宁宫尽是惨叫声，隐隐约约还有一丝血腥味透了出来。傍晚，袁熙将顾兰叔的尸身送去了乾元殿。燕温岚说没把顾兰叔那些话听进耳朵里，那是假的。自打回到乾元殿就不怎么说话。谢维清推掉了今日同大臣议事的安排，改到了明日，让大臣先上书送进宫里。想什么呢？他看着黏在自己身侧的燕温岚，语气温和，一个将死之人的话，莫非还要放在心里不是？燕温岚眨了眨眼，习惯性的抱住了谢维清，下巴抵在对方肩膀上。没有，只是想起了小时候。正如顾兰叔说的那样，在燕温岚10岁之前，他的父王母妃都很爱彼此，王府里没有一个侍妾侧妃。听说父王10几岁时便遇上了母妃，但并不是一见钟情，更多的是细水长流。2人性子不同，母妃温婉贤淑，是当时长安才女之首，琴棋书画，读4书5经，而父王就比较凶一些，可能是带兵打仗打多了。在燕温岚模糊的记忆中，父王教他习武，教他兵法，而母妃和外公就教他识书做人。虽然很少有时间去玩耍，但他过得还是很开心，可以向长辈撒娇，经常可以吃到母妃做的糕点。谢维清安安静静的任由燕温岚抱着，没有再开口说话。不知过了多久，他耳边传来一声好似被风吹散的叹息。维清。燕温岚把他抱得更紧了些，声音沉闷。我在呢。谢维清心脏倏地一紧，像是被无形的手冷不丁攥了下，刚要继续哄怀里的人，殿外便传来通报声，说是袁熙姑娘来了。燕温岚偏头亲了亲谢维清，让他进来吧。袁熙是来告别的，顺带将顾兰叔的尸身带过来。谢维清问他什么时候离开，他道：明日我就动身回南疆。说了几句保重的话后，袁熙就要走。燕温岚倏地叫住他：等等，你在南疆可有听过琴蛊？袁熙愣了愣，听过，之前听阿七提到过，是一种变相控制人的蛊毒。中蛊者会抛弃原本的所有，包括自己，满心满眼只有下蛊者一人，听对方的话行事，没有半点自主想法，就跟傀儡差不多。燕温岚脸色微沉，如果顾兰叔说的是真的，那这世间还会有琴蛊的存在？若是可有解决的方法？袁熙，很简单，只要中蛊者将自身的心尖血放出就好了，就扎1、2针吧。燕温岚放下心来，倘若真有那天，扎一下就好了，实在不行，就让维清把他的心掏出来，反正他不要中蛊。番外6我是属于你的。燕温岚并不想让谢维清每日早早起来上朝，但也知道对方在这世上不可能会听他的话，所以都是偷偷把人折腾了几回。谢维清有好几次都是迷迷糊糊的醒来，之后就被燕温岚温声哄着又睡了过去。
大臣看着台上站着的燕温岚，一时不知道到底怎么称呼，是叫摄政王还是君后，但无论如何，这都不是对方能站的地方。谢观堂在底下看着燕温岚，并不觉得对方是想要把皇权夺过来架空自家儿子，他没有立即表态，而是想看看对方到底又在搞什么鬼。毕竟燕温岚回朝堂上还是谢维清允许的，自那之后，朝堂上便少了许多反对的声音，有的以死进谏，最后还真叫燕温岚给杀了，当朝杀的。谢观堂默默心想，估计用不到多久，他就可以告老还乡了。整天见燕温岚这厮仗着他家儿子的宠爱，耀虎扬威，当了帝王的刀还洋洋得意。之后也有不少上书弹劾燕温岚的，但一切都被皇帝当作了空气。起初谢观堂还在担心谢维清当皇帝后会不会被那些臣子架着寸步难行，毕竟对方脾性就不是那种不爽就拉出去斩的皇帝。可现在拿了燕温岚做刀，就完全不一样了。无事可奏的话，那就退朝了。燕温岚还想赶回去抱着谢维清继续睡觉。众大臣，长期以往，大臣也逐渐习惯了燕温岚这一出，每次来就是问这么一句话，好像巴不得他们没事上奏一样。结果没多久，他们就明白为什么了，这厮就是想早点下朝回去陪皇上。大臣自然不会让对方如愿，没多久就照常起奏，但时不时就会被燕温岚骂对方不是皇帝，自然随心所欲些，就跟之前同朝时一模一样，不是暗讽他们废话多，就是明朝他们办不好差事。众大臣，气，简直非人哉！燕温岚下朝后已是辰时，脸色有些黑沉，听了那些狗屁大臣说了一个时辰的废话，每回刚想下朝，谢观堂还非得出列，又说了一大串废话。此时此刻，他不得不信什么叫做风水轮流转。早知如此，他当初就不这么嘴欠拉着谢观堂那群人说一大串废话了。他也低估了谢观堂记仇的能力，都这么老了，记性怎么这么好？燕温岚心里无比懊悔，见谢维清起身吩咐了传早膳，他顿时就忍不住想要告状。一般他的告状都不会是直接告诉对方的，这得要有技巧，得要装作一副委屈至极的样子，坐在他家维清身旁，然后委屈的抱着人不说话，之后就会获得维清温柔的问他怎么了。燕温岚别提多爽了，自己再低声说那么几句话，维清就会哄他，就会什么都依他。旁人哪怕是羡煞至极，都求不来如他家维清这般这么好的。今日下朝这么晚，还一副开心的模样，莫非是有什么好事？燕温岚，谢维清坐在罗汉榻上，自打燕温岚进殿，便见对方嘴角上扬，就没有半刻是压下来的。见燕温岚愣住，他眨了眨眼，有些疑惑的看向了他，怎么了？方才还开心着，我一问便不开心了。燕温岚，我没有。他下意识反驳，随后他就朝谢维清走去，二话不说正面朝人一压，只是抱住了对方，并没有把人压在榻上。维清怎么能这么说我？明知道我不会这样的，正是因为知道你不会这样，我这才逗你的呀。谢维清早已习惯对方黏着自己，说着话就下意识地摸了摸燕温岚的脑袋，那也不能这么逗我。燕温岚小声抗议道。好。谢维清拖长了些许尾音，话音带着宠溺，光是听着就让燕温岚想做些出格的事情。没办法，维清在龙榻上也是这般依他的。燕温岚见状，又见缝插针，熟练地说起了今日早朝一事。本来是能早些回来陪维清的，可能是先生还是不喜欢我吧，或者是不赞同我替你上朝。他说着，便把脑袋埋进了谢维清的颈窝里，闷声继续道：维清是不是也不想我太过插手你的事情？谢维清微愣，他对燕温岚替自己时不时上朝一事并没有多大的想法。先前同堂兄互相推辞当皇帝一事，就是觉得认真当起皇帝来太辛苦了些，费心劳神的。不会啊，温岚这么体恤我，我岂会不愿呢？燕温岚听后心想就知道会是如此，压了压翘起的嘴角。那你父亲呢？维清跟他说清楚啊，好不好？好，知道我们温岚受委屈了，我回头就同父亲说是我同意的，是我巴不得的，行了吗？燕温岚蓦地把脑袋埋得更深了些，生怕自己会忍不住笑出声。他蹭了蹭对方的颈窝，全当作回应。谢维清知道对方的委屈几乎有一大半都是装作出来的，但就是觉得对方朝自己装委屈撒娇的模样太深得他心了，总是会顺着哄下去。怎么不说话？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他抬手揪住了燕温岚的耳朵，不轻不重地扯了下。燕温岚闷声答道：好。维清说什么都好。谢维清忽的有些失笑，哄对方就同哄小孩一般容易，根本不需要费多少心思，这么好哄呢？不觉得委屈了？他故意问道。本来就没多委屈。燕温岚小声嘀咕了一句，随后抬起头来亲了谢维清一口，好不得瑟地说道：我委屈什么？维清都哄我了，那就说明是站在我这边的。谢维清眉眼倏地一弯，我肯定是站在你这边的呀，是永远在站在我这边吗？燕温岚盯着眼前的谢维清，带着几分认真地问对方。谢维清轻声应道：对，永远站在你这边。那会一直喜欢我吗？会一直爱我吗？会一直对我好吗？燕温岚问了一大串。谢维清坚定道：都会的。燕温岚心脏骤然落了半拍，随后又低声问：哪怕我没有别人这般正人君子，没有，
我只有第一面见你时，才觉得王爷颇有君子之风。谢维清好笑道：“你如今拿自己跟旁人那些正人君子相比，比什么呢？”燕温岚因为维清是。谢维清挑了挑眉，所以温岚就觉得我之前哪怕直到现在，其实都是喜欢正人君子之类的。燕温岚没说话，默默的抬眸看了眼对方，一切尽在不言中。若真是如此，那今日的君后是谁啊？谢维清抬手戳了戳燕温岚的脑门，难不成你还有另一个名字？你不是燕温岚？我是啊。燕温岚抱紧了谢维清，我是维清一个人的君后，是维清一个人的王爷，我是属于你的。谢维清惊笑，那不就行了？一整天都在乱想些什么？依我看啊，就该让你多批点奏折。番外七楚军，立楚军这事是在7年后，彼时谢维清已是而立之年，当今天下太平，周边小国很少有兵来犯边疆。前几年倒是夏国经常派兵骚扰边疆，后面还是燕温岚带兵直接来了个杀鸡儆猴，夏国就此灭亡。7年以来，帝后两人感情非但没有淡却，还越发的要好，导致一部分想着等过几年再提纳妃或是要皇嗣的大臣渐渐沉默不肯出声。楚军是在谢家中选出来的，是谢维清堂姐静安公主的小儿子，今年3岁，正好适合入宫学习，成为楚军的年纪。小孩子长得乖巧，说话还不怎么流畅，奶乎乎的，小身板没穿几件衣裳，便觉着像个雪团。大臣没敢反对，那位静安公主的驸马是燕温岚一手提拔上来的大将军，背靠着诸多党派，选两人的孩子当楚军，自然无异议。小楚军叫谢念远，刚入宫，谢维清是把孩子安排在了乾元殿，待3、4年后，再让小太子去东宫住下。二叔叔小太子刚进宫就屁颠的去找谢维清，他没有惧怕对方的身份，在小太子心目中，他的二叔叔是全天下除了娘亲以外最温柔的人了，是待他第二好的人。小阿远这么早就进宫了？谢维清刚下朝，便见自己的小侄子朝他跑过来，小短腿比谁都跑得快，他赶忙蹲下身抱住人。身侧的燕温岚见过好几次谢念远，印象里是个挺安静乖巧的小屁孩，就是有点黏他的维清。如今看来，日后怕是更加黏人了。青青有没有想我呀？小太子歪了歪脑袋，摇头晃脑的，看着就讨人喜欢，说话的声音还软乎乎的。青青这一称呼，还是1、2岁时对方不小心学说话，把燕温岚的话也给学了进去，可能是比较好叫，久而久之就二叔叔和青青来回叫了起来。谢维清抬手捏了捏小阿远的脸蛋，眉眼弯弯，没大没小，也不怕你晏叔打你屁股。燕温岚才不会同一个小孩子计较，一个称呼而已，左右维清只能是他一个人的，他才没这么小气。谢念远抱紧了谢维清的脖子，小心翼翼的歪头看了眼身侧的燕温岚，对方正凶巴巴的盯着自己，他缩了缩身子，二叔护我，我怕。燕温岚听着小屁孩这番言论，顿时就想笑出声，这招都是他玩剩下的，看一眼还不给了？我们小太子可真小气。很显然，3岁的小孩子怎么可能斗得过燕温岚这个大人？谢念远哼哼了2声，抱着谢维清就有母血样地埋进了对方的颈窝里，小脑袋时不时晃悠几下。青青阿娘说我可以住在宫里陪你了。小阿远要当太子了。谢维清笑着应道，他肉嘟嘟的脸鼓了下，随后下巴抵在谢维清的肩膀上。太子很好玩吗？燕温岚忽的笑了笑，声音诡异般的变得有些温和。当太子可以给青青解忧，怎么原来小阿远不愿意啊？我愿意。谢念远蓦地大声喊道。太傅定好人选了吗？燕温岚没理会对方这句话，转头就问谢维清，问完便不要脸的自荐，如今阿远年纪还小，给他选太傅压力太大了些，不如就交给我，还可以给他强身健体。番外8争宠，小太子5岁前几乎是在燕温岚魔爪下度过的，每回受不住就要去谢维清那告状，结果都被对方以我小时候都是这么过来的为由，直接堵住了二叔的口。谢念远别提多悲催了，燕叔就是一个超级大的大坏人。小阿远还小，经常忍不住掉小珍珠，就这么泪眼汪汪的跑向谢维清求二叔叔抱抱，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抱着谢维清的脖子就告状，呜呜，燕叔罚我抄兵书10遍，我手好酸好酸啊，二叔嗝，说着还打了个哭嗝。谢维清稳稳当当的抱住谢念远，听到对方这句告状，抬眸看向了一旁若无其事，神情自若的给他剥葡萄皮的燕温岚，怎么要罚抄兵书10遍？阿远才4岁。燕温岚对上谢维清的目光，我3岁那会儿就熟背兵书了，他连一半都没能熟背下来，不专心不认真。小阿远蓦地睁大眼睛，眼眶里的泪水打转着，哭着说道，我没有。呜呜，晏叔让我以后不准叫你青青，我不依，他就让我抄10遍兵书。谢念远猛地埋进了谢维清的颈窝里，对方连忙抬手轻轻地拍他的背哄着，他睁开一只眼瞥了眼燕温岚，随后扭头继续哭着，抱着谢维清抽抽泣泣地哭着，只是没哭一会儿就累得没力气哭下去了。燕温岚微微一笑，怎么不继续哭了？机灵鬼。谢维清给小阿远拍背顺气，好了，人家好不容易哭累的，万一哭岔气晕过去了可怎么办？最后一句话是他笑着打趣说的。
谢念远努了努嘴，小声说了句：“我还有力气。”呜呜，他二叔如今也不站他这边了。燕温岚拿素净的手帕擦了擦手，起身朝谢维清走过去，随后一手拎住谢念远的后颈领子，另一只手搂住对方的腰，从谢维清怀里抱了过来。小阿远，他还没反应过来，自己就落入了大坏人的手中。我要二叔，我要二叔！谢念远手脚一起挣扎着。谢维清，不哭了，放他下来吧，等会儿有力气了，又要哭鼻子了。燕温岚一言放小阿远落地，抬手戳了戳对方婴儿肥的脸蛋。以后你是要当皇帝的？怎么，我们阿远这是要当古往今来第一位哭鼻子皇帝？谢念远小嘴一撇，又有想哭的迹象了。谢维清抬手掩唇，忍不住轻笑了几声，莫要再逗他哭了。你晏叔只是说说，你见他何时真的罚过你什么？谢念远撇着嘴不说话，扭头轻哼了一声，又猛地转头指向燕温岚，控诉道：“可他不让我叫你青青。”燕温岚没大没小，他是你二叔，你叫什么青青？那是你该叫的吗？谢念远双手叉腰，可我就是想叫，你能叫，为何我叫不得？燕温岚幼稚的同4岁小孩子杠上，他是我夫君，你当然叫不得。谢念远，他是我二叔，那你就给我老老实实的叫二叔。燕温岚才不会同人继续幼稚下去，说完便一把搂住谢维清的腰，传唤殿外的工人进来，将小太子带下去武器。谢念远，我要跟二叔武器。燕温岚搂紧了谢维清的腰身，皮笑肉不笑的说了句：“想都别想。”说完，还怕谢维清会心软，顿时站到对方面前，双手扣紧了眼前人的腰身，还好巧不巧挡住了谢念远的视线。维清，你该陪陪我了。好好陪你。谢维清抵挡不住燕温岚那央求般的眼神，顿时就依着他说道。谢念远可怜兮兮：“二叔。”谢维清，阿远该去武器了，当心长不高。燕温岚闻言轻笑一声，还想跟他斗？谁人不知燕朝皇帝心尖上的人是他燕温岚。番外9七巧节，又是一年，过2日便是七巧节。这段时日酷暑难耐，老天爷就没下过一滴雨水。前元殿主殿的角落处摆放了比往常多了1倍的冰剑，这才抵住了殿外那股热浪。小太子已经搬去了东宫住下，比原先决定好的日子还要早了些。这是燕温岚不知提了多少回才有的结果。无他，谢念远这小屁孩总是黏着谢维清。燕温岚一开始还能大方点，但到后面就越发小气起来。若是今日他能容下谢念远在前元殿，说不准前朝那些大臣又该不怕死提那些内妃的主意了。但谢维清还是等到了对方7岁时，才让人去东宫住下。这一年的蹊跷，注定是没有谢念远这小年人精的一天。燕温岚早早的吩咐下去，让工人准备七巧节，自己还亲自去御膳房做了些酥饼，都是谢维清爱吃的。刚做好，就急不可耐地端去了御书房，还没进到里屋，便听到了谢念远的声音：“二叔，今日太傅给我留了一门功课，还问我一个问题，是百姓重要呢，还是君主重要？”谢维清垂眸看着趴在自己腿上的谢念远，抬手轻轻拍了拍对方的小脑袋：“自是百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太傅不是教过？我记得你晏叔也教过你。”谢念远乖乖地说道：“我能背出来，但是我不是很懂。”谢维清听后也不说他有没有认真听讲，而是温声细语地问道：“一个国家都有什么？土地、百姓、君王，还有大臣。”谢念远掰着手指答道：“那阿远认为这其中哪样是最重要的呢？若是太傅晏叔教的，那定然是百姓，可我觉得是土地。二叔你看，没了土地，百姓住哪？”谢维清没有反驳，而是又问：“那依阿远之见，若是有朝一日敌军来犯，是守着土地重要，还是百姓重要呢？”谢念远答不上来，皱着眉苦思。燕温岚进来时，恰好就听到了对方再一次出声答道：“都重要。若是非要二论其一，百姓吧，晏叔之前教过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土地他们可以抢，我们也可以抢回来，还可以抢得更多。那若是战火连绵，百姓苦不堪言，你觉得此举会不会失了民心？失了民心的国家，又是否可以存活呢？”燕温岚将酥饼放在了御案上，抬手拍了一下谢念远的屁股：“坐好，趴在你二叔腿上像什么样？”谢念远乖乖地坐在了谢维清的腿上。燕温岚，谢念远靠在谢维清怀里，他能感觉到自己的脑袋瓜子好像要崩得炸开了。民心很重要吗？燕温岚，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百姓就好似水一般，没有百姓的国家还是国家吗？没有百姓拥护的君王还是君王吗？谢维清揉了揉谢念远的脑袋，政之所兴，在顺民心。前朝之所以灭亡，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逆了民心。谢念远猛地拍了拍自己的脑门，所以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是百姓；对于君王而言，顺应民心才可长存，天下方可盛世太平。那知道要怎么回答太傅了吗？知道了，谢谢二叔叔。谢念远欣喜地抱住谢维清，随后又有点不自然看了眼燕温岚，说道：“也谢谢晏叔。”谢念远还要忙着写功课，得到答案后便没在御书房多待，亲了口谢维清的脸就要下地。燕温岚刚想要说他，谁知这小子还破天荒的主动抱了抱他：“二叔，晏叔，我先回去做功课了。”
小阿远说着，还亲了亲燕温岚的侧脸，说完就蹬起小腿跑出店外。谢维清见燕温岚一副石化的样子，蓦地失笑，还明知故问道：“怎么了？”燕温岚闻声看向对方，见对方还继续笑着，顿时就委屈道：“维清，我脏了。”“乱说什么？阿远一个小孩子，你也跟着闹？”谢维清笑着嗔怪他，说着还拿起素帕给对方擦了擦口水印子，一瞧便知道谢念远是故意的，可不知道为何就是觉得有点好笑。“什么叫我跟着闹？我又没吵着让他亲我。”燕温岚不服。谢维清拍了拍对方另一边没有口水印的脸，抬起来点。燕温岚虽说有些小脾气等着耍，但还是下意识的听谢维清的话，老老实实的照做。下一刻，他就感觉到对方将茶水倒了些在手帕上，仔仔细细的替他擦干净。好了，没脏。燕温岚，真的吗？那维清还会亲我吗？谢维清眯了眯眼，抬手就戳了下对方的脑门，顿时就知道燕温岚不是真的在膈应。他无奈道：“会亲你的。”燕温岚心里还是有点嫌弃的，单纯嫌弃那个口水印子，他也知道谢念远这小崽子就是故意膈应他。维清他换着点了点自己的脸，亲我。谢维清一言亲了亲对方的侧脸，满意了？满意。燕温岚一口亲在了谢维清侧脸上，随后习惯性的扣住了对方的腰身，吻又落在了眼前人的唇上。不知过了多久，才舍得放开谢维清。谢维清缓了片刻，这才发现自己坐在了燕温岚的腿上，而他们应该是吻着吻着调换了一下位置。还继续亲吗？燕温岚几乎是贴在谢维清耳边低喃问道。谢维清有些受不住的偏了偏头，刚想说不了，腰间的手就搂紧了些，随后便听到对方低声说道：“今日蹊跷，陛下不打算赏赐些什么吗？”他眼睫下意识颤了颤，奏折还未说完的话，均被燕温岚的吻堵了回去。待谢维清回过神来，自己已经困倦得很，还没能说燕温岚什么，便合上了眼睡过去。夏日多困，这也是正常的。再次睡醒过来时，已然入了夜。这些年宫里并没有管得很严，例如蹊跷、元宵一类的节日，都可以在皇宫放1-2盏花灯或是孔明灯。维清，我们去放孔明灯好不好？谢维清瞥了他一眼，放灯？那你今日怎地就不知道下手清闲？燕温岚从背后抱住对方，双手搂着谢维清的腰，下巴抵在肩膀上，忍不住吗？维清最好了，陪我去放灯，我可以抱着你去的。谢维清委婉地拒绝了燕温岚最后一个提议，不了，我坐经辇去，你呢，走着去。燕温岚，谢维清轻声细语，不准用轻功，徒步走。若是在半个时辰后不见君后，那朕便独自一人放灯。燕温岚，从乾元殿到观星阁，徒步都要1个多时辰。维清，谢维清温柔一笑，君后努力。燕温岚弱弱地问一句：“我能在经辇上徒步走着吗？”谢维清，番外10宣9-1，秦家被满门抄斩那日，竹轩和竹九是要陪着燕温岚练剑的。王妃那日一早便回了秦府探望秦老爷子，吩咐他俩陪世子练剑。到了未时，王府忽地有人议论起秦家一事，世子早已赶去了秦家。竹轩和竹九反应过来，就立即赶去了秦府。几人中，竹九是最小的。竹轩自幼就在战场上待着，见过的死人自然多，眼前的秦家早已被鲜血浸染。他下意识地把竹九扯到身后，随后抽刀站在了世子面前。竹轩是3人中年纪最大的，习武也是最早的那个。大胆，我们世子岂是你能斩的？杀红眼的虎臂君并没有因此停下，他本就是奉太后之命，若是能解决吊唁温岚，他后半生就不用愁了。你敢？无论秦家如何，本世子还是摄政王的唯一的嫡子，唯一的继承者。你敢动我，我父王定不会饶了你。燕温岚一袭月牙白的华服衣裳，声音还有些许稚嫩，牙关咬紧，身体也跟着绷紧起来。竹轩知道，在这之后，他们的世子不会再快乐了。虎臂君没敢再动手。竹轩和竹九见状，连忙护着世子回了王府。没多久，王爷就吩咐他们把世子带去别院休养。别院一开始还有下人是用来监视他们的，到后面下人被撤，只留了一位老管家。这别院好似成了他们几人的死牢。别院外时刻有人带刀围着，根本出不去。竹轩和竹九想要种田的念想也是在这时候种下的。别院并非是荒凉一片，起初他们还能靠省下来的余粮度日，后来他们就只能跟着那位老管家找野菜充饥。竹轩还记得临近冬日的时候，竹九不知从哪棵树下捡到了一个蜂窝，里面还有蜂蛹来着。那天晚上，他们几人就围着火堆把蜂窝给烤了。没多久，老管家就死了。别院里只剩下他和竹九，还有世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别院外看守他们的侍卫全部被撤走。也是这段时间，柳大夫偷偷回了长安，找到了他们，并且得知世子没几年可活了。竹轩那时候才知道为什么会撤走别院外的侍卫。竹九是他们3人中最闹腾的一个，可那时候他也是最沉默的一个。竹轩5岁跟着秦将军回长安，认识了同辈的竹九，对方那会儿才1岁不到，就会抓着他的手不让走了。后面长大了些，对方更加粘人。2人一同去了摄政王府陪世子习武。许是竹轩在3人中年纪最大，那会儿永远是竹九耍机灵，世子在一旁温习功课。
而他只能无奈的三番五次让煮酒安静些，别吵到世子。那时候的燕温岚就如同现在的谢维清一般，都是一副温润如玉的样子。只有煮酒静不下心，还试图带世子去摸鱼玩水，每回都会被他抓包。竹轩，你怎么又猜到我干什么了？煮酒无能狂怒，他淡淡的瞥了眼，眼神不言而喻。煮酒顿时败下阵来，你怎么这么了解我？竹轩，你现在才知道吗？原先入王府后，煮酒就不怎么爱黏着竹轩了，又安排了各自的住所，并不会像是在秦府中。但搬去别院后，有很长一段时间，煮酒都会跟竹轩挤在一块睡觉，直到燕温岚成为摄政王，两人才逐渐分开而睡。再往后，两人成为燕温岚的左膀右臂，竹轩越发冷漠，就跟一冰块似的。虽然别院那边的地牢是煮酒在看管，可杀人的活却是竹轩干得多。从战场上回来后，两人都是在暗中奉命处理一些人，也杀了一轮又一轮前来刺杀燕温岚的人。扣扣，煮酒刚从柳怀川那拿了纸血药之类的物品，敲了敲竹轩房门，也不等对方同不同意，就直接推开门。我听主子说，你替他挡了一剑，伤奶了。话音刚落，他脚步忽地一顿。煮酒下意识别开头，不去看脱了上半身衣裳，正查看伤口的竹轩。那个，我不知道。把药拿过来。竹轩没有因为对方这番话就把衣裳披上，下一刻，煮酒把药放在了他的身旁。他刚想问会不会上药，但一想到是谁后，又把嘴给闭了上去。你这是在干什么？竹轩见到对方一眼都不敢瞥的样子，直接问了出口。煮酒，那个。竹轩淡定，我记得我们都是男子。对啊，你是男的，我也是男的。煮酒眨了眨眼，指了指自己，又指向竹轩，然后不解地问道：怎么了吗？竹轩，他沉默片刻，无事。番外11宣92。竹轩刚要拿药，煮酒忽然反应过来什么，一把夺走他手里的药。我来。说着，他把那条受伤的手按了回去。我以为你只知道干看着。竹轩冷冰冰地说了一句。煮酒，他这不是男男有别，一时间给忘了吗？煮酒熟练地给人上好药包扎完，并没有立即起身离去。那什么，我让下人进来给你擦身子。如今正值酷暑，身上有伤不便沐浴，也要拿湿巾擦身才能就寝的。竹轩抬眼看向他，语气淡淡：不用，你没事就离开吧。煮酒眯了眯眼，猛地凑近对方，双眼定定地看着他，两人近在咫尺，呼吸都扑洒在彼此肌肤上。竹轩皱了皱眉，往后仰了一点，与之拉开些许距离，声音越发的冷。干什么？这话我问你才对，以往我在你房间想待多久就待多久的，今日却好，还敢赶我走了？煮酒说着，还伸手用力戳了戳对方靠心间的位置，又道：谁给你上的药？不是我。如今倒好，忘恩负义。竹轩，他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跟这4个字沾边，一板一眼地问：我哪里有忘恩负义？煮酒就是借势想要在对方头上撒泼，这是最正常不过的，毕竟他隔3差5就要来一次。那你说说，赶我走是什么意思？亥时了，你不用回去就寝。竹轩深吸口气，冷冷地解释道：不回去，今夜小爷我就在这睡定了。竹轩说到做到，说着就吩咐外面的下人打水进来。他来之前已然沐浴过，就差给竹轩擦身子，两人就可以就寝了。竹轩眼皮子下意识跳了跳，有种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等等，我没同意，这是需要你同意吗？煮酒大爷似的朝人抬了抬下巴。竹轩，方才还脸皮薄不愿见他，现在这人是被夺舍了吧？煮酒睡姿算不上好，竹轩没跟别人一起同床共枕过，不知道别人是否也会刚入睡就迫不及待的抬脚搁在他腿上，然后半夜滚去另一头睡觉。他只知道煮酒这臭毛病从小时候到现在一点都没有变好，还愈演愈烈。好在他已经习惯了，无论对方怎么闹腾，自己还是能睡得着。但还是有点区别的。外面天蒙蒙亮，竹轩就被梦里荒诞不经的画面给吓醒，随后就发现自己做的这个梦跟煮酒脱不了干系。他忍着心中升起的怒火，把对方搁在自己身上无意识乱蹭的腿给挪开，刚要起身下榻，腰身挂着的手猛地收紧。煮酒迷迷糊糊的睁开半只眼，声音比平日莫名好听了不少，没有跟麻雀那种叽叽喳喳的吵闹声。去哪？竹轩想要把腰间的手掰开，你先松手。不。煮酒，喊我名字干嘛？煮酒眼皮还沉着，没多久就又闭上眼，但意识却逐渐清醒过来。他没有选择松开对方，以为竹轩是要去如厕之类的，坏心眼的把对方腰抱得更紧。不知过了多久，见竹轩迟迟没出声，他自觉没趣，刚想要松手，下一刻自己的手好像碰到了熟悉又陌生的事物。这什么玩意儿？竹轩声音幽冷，还带着几分骨欠火，但还是在克制着自己，觉得恶心就走。说着，他就松开了抓住煮酒手腕的手。对方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对这事居然完全没觉得有什么，还往前贴了贴。哥。煮酒长大后很少再会叫他哥，本来也不是亲生的，竹轩自然无话可说，但如今对方又在这时候叫上了。一整个早上，煮酒差点就要死了。
途中想起竹轩身上还有伤，所以他更加受罪了。等一切结束时，感觉人已经悄悄地走了好一会儿。之后，两人便心照不宣地搞在了一块。番外 F 之谷死役。嘉隆20年末，韩元10余年的秦家得以洗刷冤屈。听闻此消息的谢维清正在院子里亲自泡茶，一旁的兰竹正把打听来的消息说与自家公子听。当年秦家一事，还有太后在背后搞鬼呢。我听外面人都在说要赐死太后，还秦家一个公道。谢维清垂眸认真泡着茶，声音温凉，眼底划过一丝清潮。我听父亲说过，秦家当年是以叛国通敌的罪名被抄家，如今韩元10余载，公道哪来的公道可言？本就相抵不了的。兰竹挠了挠头，下一秒就听公子转移了话题，似乎对这并不感兴趣。他有点纳闷，以往有关摄政王的事，公子都会派他打听清楚，可今日怎么好了？临近年末，堂兄刚派人送了信，让你去羌城，边疆已然安定，你过去我也放心了。兰竹张了张嘴，最后还是没有说什么，低着脑袋退下。退下时，谢维清又给了他银两，让他找个时间去街上看着，买些路上要用到的东西。谢维清轻叹一声，让皇帝下旨赐死太后，谈何容易？无论摄政王多么只手遮天，权倾朝野，太后若死，那便意味着晋朝离末路尽头不远了。过了几日，皇宫内忽然传出一则消息，说是太后身中剧毒，时日无多。而在昨日，皇帝和大臣好不容易将太后护下，让摄政王不再追究，只让王家和顾家的几位摄事者入了牢。今日太后便身中剧毒。听父亲说，今日早朝吵闹一通，都在明里暗里的说是摄政王下的毒。第二日，天牢传来消息，说是顾王两家关押在牢里的人全都死于非命。谢维清一个不留神，被茶水烫着了手，他倏地回过神，还没来得及再想些什么，便听到了兰竹的声音。对方冒冒失失的从屋外进来，不好了，公子，摄政王起兵了。什么？大臣和皇帝执意要保太后以及王家和顾家其余人，说是不能伤及无辜之人。谢维清蓦地嗤笑，无辜之人？那当年秦家的人便是活该了。那些在战场上被刺死的秦家俊也是咎由自取了。他压着心头的怒火，转身让兰竹备纸笔，写了一封信送去了羌城。照现在看来，对方起兵怕不是为了逼迫那些人就范。如今秦家得以洗刷冤屈，但皇帝以及那些大臣包庇太后，又护下两家血脉，摄政王有足够的理由起兵造反。晋朝亡了。历经半年，摄政王带兵攻入长安，直逼皇宫，当场就将一众大臣给抹了脖子，血腥味好似冲破了云霄。谢维清在院子里都能闻到那股血腥味。听父亲说，对方不但将主张包庇太后的大臣给杀了，连带也给亡，顾两家灭了族，皇室也没人能够幸免。堂兄没有跟摄政王的军队硬碰硬，只是写了封信与他，毕竟之前也曾一起上场杀敌过，有了对方保证，堂兄也没放下心来，派了军队回长安驻守。血腥味笼罩了长安大半个月才消散。再次传来消息时，已然是对方称帝的消息。谢维清问过父亲，问他还回不回朝堂，父亲摇了摇头，说要带着他们一家人南下。可他们还没动身，皇宫传来了旨意，让谢官堂入宫。自那日后，父亲没再提起举家搬南下的事情。很快又是年末，谢维清在这半年里听到了不少新帝调整修改政策的事，都是有利于民生的。抛开其他来说，起码是比前朝皇帝好得多。兰竹早就随着军队回了羌城，谢维清还是偶尔会念起对方叽叽喳喳的时候。屋外下起了雪，他起身朝屋外走去，随口问了句小厮，父亲还没回来。自从新帝召父亲入宫后没多久，父亲又穿上了朝服回了朝堂。小厮恭敬道：“回公子话，大人还没回来呢。”寒风夹带着冰雪，今日下了一场大雪。谢维清看着眼前白茫茫一片，系紧了狐毛大氅，风雪交加，他没有在外面待多久，不一会儿就转身进屋子里。雪还未停，宫里的消息好似迎着风雪强行传了出来，新帝驾崩。谢维清听到消息时，恍惚了好久好久，都没有回过神来。他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燕温岚死了。番外 F 之谷死2。新帝死后留下一道圣旨，将皇位传于谢家之人。谢维清这才知道，那日燕温岚宣父亲入宫是为了什么。父亲从未说过对方曾是他的学生，他只知道这些年二人政党相立，处处和父亲作对。谢官堂没有自己登基继位，而是问过众人意见后，将皇位给了谢维清。登基大典那日，难得没有下雪，天晴得很。乾元殿里里外外翻新过，将先帝用过的都放进了皇陵里。谢维清累了一日，直至戌时3刻，他才从宴席离去，回了乾元殿。燕温岚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已经死了，但从未想过他会被困在这座寝宫里。待他鬼魂凝时，已经是3个月后。谢家新帝登基，听来回走的工人说过是谢官堂的儿子，他没印象。他飘在半空，悠闲得很，俨然还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寝殿。燕温岚飘去了龙榻上躺着，没什么真实的触感。做鬼就是这样的，摸不着阳间的东西，也不怕饿。反正这几个月以来，燕温岚就没饿过。不知过了多久，等他看向窗外时，天色早就暗了下去。半晌后，
殿外传来动静声，奴婢见过皇上。殿门倏地被打开，吱呀一声。燕温岚做鬼后，耳力愈发的好，他翻了翻身，没有理会谢官堂这老东西的儿子，也不感兴趣。温润亲和的声音响起，清晰的传入了燕温岚的耳朵里。他蓦地一顿，心里被勾起了一丝兴致。不过他没有动弹，耳朵却是老老实实的竖起，想听对方再出声说几句话。谢维清揉了揉太阳穴，吩咐工人先退下。是，皇上。工人退下，谢维清撩开珠帘走进里屋，珠玉碰撞出清脆悦耳的声音。燕温岚眼眸微动，下意识看向了来人。燕温岚蓦地屏住根本不存在的呼吸，瞬时大脑一片空白。殿内的烛火无端摇曳，谢维清下意识看向了龙榻边上的一只烛台，他还穿着玄色的帝王朝服，腰封勒出了纤长劲瘦的腰肢，冠冕的流珠落在那两道俊秀如墨的眉上。谢维清看着只剩他一人的寝殿，无端升起一股寒意。他没有多想，只当作是殿外的寒气钻了进来，自行倒了一杯热水压压身子的寒意。燕温岚从来没想过谢官堂的儿子会是这等美人，他心生一股淡淡的悔意。若是他没有自生自灭，或许说不定还可以把对方娶进宫当他的君后。谢官堂长得也不怎么样，怎么有这么好看的儿子？莫不是捡来的？他下意识靠近了眼前的谢维清，悬在半空，托着下巴端向着对方那貌比天仙的脸，一时失神，心想怎么有人能做到连头发都生得如此好看？谢维清眉头轻蹙，不自觉地后退了一步，他怎么感觉好像更冷了些？看了眼四周，门窗都是闭着的，殿内还烧着炭，理应来说不会越来越冷的。燕温岚见谢维清后退，心知是自己身上的阴气把人给吓住了，他转身飘回了龙榻上，目光又落在了对方身上。而谢维清在他转身的那刻，明显的感觉到了有股小冷风扑面而来，他眉头蹙紧，扬声唤工人进来，多放一盆炭火。是，陛下。燕温岚饶有兴致的看着对方，生前那股有病的劲儿又开始犯了。若是能把人放在一个冰棺中，说不定还要更好看，但就不能听到对方说话了。燕温岚皱眉纠结，回过神时，谢维清已然不在殿内。人呢？他的君后呢？番外 if 之谷死3。燕温岚没有去找谢维清，而是待在榻上，反正对方总得要回来和他一起睡同一张床，他丝毫不担心会见不到对方。谢维清回来时已是半时辰后，燕温岚单手支着脑袋，侧躺在龙榻上，抬眼看向新任帝王。对方一袭雪白的礼衣，墨发披落，披着紫貂披风，样貌堪称绝世。他好像隐约有点饿了。燕温岚喉结上下滚动，紧紧盯着眼前的人，心里盼着谢维清能快点走过来，快点上榻。谁知对方一动也不动的。他下意识皱起眉，纳闷谢维清为什么会在原地站着不动，总不能是看得见自己。再者，倘若对方真能看得见，这时候怕是已经吓晕过去了。也不对，谢维清就没见过他，不会知道他是谁的。他一个死了的人，根本不会引起谢维清的关注，自然是不认的，哪怕见过也忘得七七八八了。燕温岚一时幽怨不已，周围的阴气好似变得更重了些。谢维清下意识裹紧了身上的披风，又看了眼周围放置的炭火，明明比平时多了1倍，方才也没这么冷的，怎么会突然间变得更冷了？他走向最近的一个炭炉，炭烧得通红，伸手掌心靠近，也能感觉到烫热感，可周遭的寒意丝毫不减。谢维清眉心紧蹙，但怎么琢磨都琢磨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索性就没再想下去。毕竟他再怎么想，也不会想得出有一只燕温岚的鬼魂在店里，还躺在龙榻上看着自己。谢维清解下披风挂好，殿内很快就暗下来。他刚一上榻，就感觉到那股寒气愈发浓重，就像是身处冰窖之中。他盖实了被褥，没有闭上眼，目视着前方的昏暗，背后的冷气好像要将他彻底笼罩住。这种感觉不像是在冰窖中，更像是到了地府。钻骨的阴寒。燕温岚看着背对着自己的谢维清，没有多大的想法，甚至都没有靠近对方。他在想自己能不能切切实实地触碰到眼前的人，若不能，他岂不是要干看着一辈子？不知想了多久，他终于伸出手想要戳一下谢维清的后背，指尖越是靠近，那股饥饿感就越发严重。他倏地顿住，离对方的身体仅有1厘之隔。鬼不是不会饿吗？鬼难不成会饿的吗？燕温岚很快就大脑空白，一股不能言喻的香味忽然萦绕在他的鼻尖，带着一丝甜，但怎么闻都闻不出是什么香味，只知道闻着很舒服，让他这个鬼一身轻松。只是过后饥饿感更加的严重起来。鬼是吃什么的？人吗？燕温岚头一回做鬼，还不知道要怎么做鬼，只是凭着本能，不知道吹了什么气，他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在靠近谢维清。那只原本要戳对方肩膀试探的手转移了地方，下一刻掌心传来温热柔软的触感。燕温岚蓦地愣住，鼻尖好像也有了点温热的感觉。他全凭本能的抬手摸了摸，有点黏腻湿润，随后看清了指尖上的血渍。燕温岚，他一个鬼还能流鼻血吗？番外 if 之谷死4。谢维清昨夜睡得很不舒服，堪称他这20几年来睡得最差的一次。他甚至都怀疑是不是有人偷偷入殿，将炭全都被浇灭了。否则
怎会如此冰冷难眠？谢维清今日要上早朝，下朝时已是辰时，太阳升起，日光也有几分暖意。他心念微动，刚回殿内就命人将门窗打开。今日难得无风晴朗，他在殿外庭院晒了好一会儿阳光，这才入殿准备用早膳。可当他踏出一只脚时，那股阴凉的气息又瞬间笼罩住他。谢维清条件反射地缩回了脚，心里的疑惑不断放大。忽的，他脑海闪过一丝念头，总不能是这乾元殿死过人的缘故吧？这念头一晃而过，却不知不觉地埋进了心底。谢维清不信鬼神之说，但也不会冒犯。可是等一段时日后，这念头越发明显，他忍不住同谢官堂说了这怪象。谢官堂听完，转头就跟自家夫人讨论起来。宋昭化也不是很信这些鬼神之说，但自家儿子都这般说了，那定然是乾元殿出了问题。人为的还好，若真是那些，怕是不好办。宋昭化还在皱眉沉思着，一旁的谢官堂就已经往鬼神那方面想，并且还带着一点私人情绪。乾元殿是燕温岚那会儿建成的，死的人就只有他了。一为父看，燕温岚就是不甘心自己命短，然后看我不顺眼，临死之时只能把王朝托付给我。对于这个很不情愿，但也无可奈何。哎，谁叫我如此聪慧过人？谢维清、宋昭化。宋昭化率先忍不住，抬手就拧住对方的耳朵。行，那我先把你扔去乾元殿，带他解气去投胎。谢官堂，那他还有活路吗？谢维清见父亲和阿娘这般说，顿时也生不出什么害怕之意，只有无奈感。他悠悠叹息一声，心想着他还是让人里里外外查一遍，若是真查不出，请大师能有用吗？无用的话，他岂不是还得下旨令天下人皆知新帝原来是信鬼神之人？谢官堂一口咬定，就是燕温岚死后作祟，肯定就是因为他生前杀孽过重，下面的人欧不，下面的鬼不要他。哎呀，这下成孤魂野鬼了。谢维清又是一番沉默，他烦于此事，见得不到什么答案，索性早早回了皇宫。临走前，阿娘还同他说了几句，让他换一处寝殿住下。谢维清不是没试过，但那股阴寒一直都会在他睡前笼罩住他，但平时处理奏折或是上朝时又会浅很多。他眉心拧起，直至回了乾元殿都没有舒展开。燕温岚这段时日都是在缠着谢维清，也知道对方因为自己很难入眠，但他控制不住。白日还好，他还能忍着不去贴在对方身上，可到了夜里，他是真的忍不住。好饿好饿的，想把人给吃了，但他又不知道鬼是怎么吃人，而且他隐约觉得应该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吃人。燕温岚重叹了口气，趴在谢维清睡过的位置，让自己沾上对方留下来的气息。过了一会儿，殿外传来开门的声响，他闻声看去，见到谢维清后，整只鬼都精神了不少。他下意识飘过去，贴在谢维清身上。反正鬼没有重量，而且对方也感觉不到自己。燕温岚忽的又不开心了，想碰人，对方都不知道自己碰了多少次，这能叫碰吗？他如今跟空气有什么区别？不对，好歹谢维清还知道空气。燕温岚幽怨至极，散发出的阴气也越发浓重。不知过了多久，他贴着的那人忽然开口说话，声音轻轻柔柔的，反正怎么听都好听。燕温岚，番外 F 之谷死舞。谢维清很明显的感觉到有一团阴气趴在了自己的后背上，他脑海顿时就想起父亲说的话，他下意识念出了那人的名字。背后那团阴气很快就消散，就好像是一场错觉。谢维清瞳孔微缩，愣神片刻，心想着总不能还真是燕温岚吧？他宁愿相信是自己脑子出了问题。谢维清深吸一口气，在又感觉到那团阴气靠近自己后，终于认命，相信乾元殿闹了鬼，闹的还是上一位皇帝的鬼。燕温岚没敢想过会从对方的口中听出自己的名字，在念出来之后，他下意识没再贴着谢维清的后背，而是面对面对了上去，心里还升起一丝妄想，在想谢维清会不会看得见他。谢维清唇线微抿，他看着空荡荡的宫殿，并不是很想跟傻子般自顾自说话，思忖片刻，你若真是燕温岚，他说着，目光落在了床幔上。殿内没有开窗，是无风的状态，吹动榻上的床幔。他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鬼，也不知道若是真有，对方会是什么态度。谢维清只能等龙榻上的床幔被吹动。过了一会儿，许是燕温岚生怕谢维清会不相信，特地把动静弄得很大，床幔被他吹落。过后又小小庆幸了一下，好在他有气可吹，不然他连空气都不如。谢维清见到床幔被猛地吹落时，真心是希望这是一场噩梦来的。那是要我请大师来超度，还是想……话还没说完，谢维清就感觉到自己被一团阴气给严严实实的包裹住了。好吧，他大概猜到了答案。燕温岚不准他找大师，但他也受不住对方整日贴着自己。他尝试好生商量，但开口就卡住了。他在斟酌如何称呼对方，想了好一会儿也没想出一个，只能先含糊混过去。那能否夜里别贴着我？太冷了，睡不着。谢维清补说道。燕温岚没有理会这一句话，抱着谢维清贴得更紧了些。如今他是鬼，没脸没皮的，对方能奈他何？再说了，他现在还饿着，得要吸谢维清身上的气息才能勉强充饥。
谢维清清楚地感觉到对方的变化，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好在没过多久，气温就会上升，他且再忍忍。日子一久，谢维清已然完全习惯有个看不见的鬼魂在自己周围飘来飘去，更多时间还是在贴着自己。转眼到了初夏，这日谢维清刚下朝，就见到床幔上隐约有个黑影，他蹙眉走了过去，心底疑惑着自己今日上朝时分明见工人把床幔收起的。他一把撩开床幔，只见榻上那人穿着玄色的龙袍，头发披落，正支着脑袋看着自己，脸上没有一点被发现的惊慌失措感，反倒目光还越发大胆放肆。对方肆无忌惮地打量着他，谢维清的目光微移，落在对方身上的龙袍不是平时的服饰，而是皇帝专门下葬时穿的龙袍。也就是说，眼前这位极大几率是燕温岚。番外 F 之谷死6。谢维清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能见着已经死了的燕温岚，只是当他见着对方抬手要触碰上自己时，他下意识偏了偏头。燕温岚的手盾在半空中，漆黑幽冷的凤眸紧紧盯着谢维清。下一秒，对方颤了颤眼睫，随后对上了他的目光。燕温岚明显的看到眼前的人被实实在在吓得屏住呼吸，他抿了抿嘴，声音有点生硬，许是很久没有开口同人说话的缘故。看得见我了？谢维清沉默了好一会儿，轻声应了个字。话音刚落，他就看见对方原本顿在半空的手动了动，颈间传来一丝凉意。谢维清忍不住颤了下，很想问对方动手动脚作甚，谁知片刻后，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燕温岚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将自己扯了过去。他觉得自己好像是扑到了一团阴气之中。谢维清一时慌乱的想要用手支撑起来，却发现自己好像触碰不到燕温岚。他下意识抬头看向了对方，眼里带着几分茫然不解。他眼里有慌乱疑惑，唯独没有害怕。燕温岚心念微动，抓住谢维清手腕的手抓得越发紧，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他能触碰到谢维清了。他不知道该想什么，只是凭借着下意识的冲动，直接朝对方对近，随后偏头亲在了谢维清的唇上。很软，谢维清的唇很软，还带着温度。燕温岚不自觉地张嘴咬了一下，原先漆黑没有眼白的眸子逐渐恢复正常，甚至说得上是清澈的如孩童般。他没有松开对方，只是如今变成了单纯的唇贴着唇。谢维清羞恼至极，想要推开对方，但又触碰不到。他蹙起眉，心想着他之前也没听过对方有龙阳之好，但不管有没有，都不是燕温岚能当色鬼的原因。燕温岚不是没感觉到对方在试图推开自己，只是没当回事，对方碰不到自己，他凭着本能进行了下一步动作，没再干巴巴的唇贴着唇，直至放开，谢维清都没回过神来。他怔怔地盯着某一处地方看着，心想他居然被一只色鬼给非礼了，而且那只色鬼还是燕温岚，这是他做的噩梦吧？谢维清能感觉到对方贴着自己时的触感，可轮到他就是触碰不了燕温岚这只鬼。他缓了好一会儿，刚想问对方为什么会在前园店不走，就听到对方突然来了一句：“陛下身上好香。”谢维清，燕温岚抓着他手放在了自己的脸上，拿着侧脸蹭着他的掌心。谢维清只觉得手心麻麻的，有点使不上劲，也无力挣开对方的桎梏。怎么会有人？不对，怎么会有鬼这般不要脸？我能叫你为清吗？燕温岚还是很有礼貌的。谢维清心想，他若是说不能，那还会有活路可走吗？对方可是一只鬼，随便你。他偏过头不去看眼前的这只色鬼。过了半晌，见燕温岚还不打算松开自己的手，他深吸一口气，小幅度的怔了怔，抬眸对上了对方的眼神。能松手了吗？不行。燕温岚觉得自己更加饿了起来，方才还能闻着对方的气息填饱肚子，但好像他的饥饿症越发严重了。他直直地盯着眼前的谢维清，下意识往对方掌心添了一下，真的好想把人一口吃掉。番外 F 之谷死期。后面几日，燕温岚都仗着谢维清不能碰他，越发变本加厉的当起色鬼这1号角色。许是生前没机会接触那些，他也就只会亲亲抱抱之类的更逾矩的事情，他暂时还没有开窍。这日，他跟往常一样贴在谢维清背后，连飘都懒得飘，懒懒散散的贴着，还同谢维清说话。只不过对方很少应他，估计是怕又被外人听见，觉得如今的皇帝脑子也有点毛病吧。台下的大臣跟他死之前没太大变动，还是那些人。燕温岚见谢维清要坐龙椅，终于舍得飘起来，一屁股坐在了对方脚边的地砖上。谢维清下意识瞥了一眼，心情有些复杂。至今为止，他都不能接受自己被一个男鬼纠缠的事实，但对方偏偏是燕温岚，不然一开始他就请大师进宫驱鬼。可对方现在也上不了战场了，不如早早转世投胎，省得在他身边晃悠着，还占自己便宜。谢维清难得出神了好一会儿，直至底下的大臣又提出了立后纳妃一事，他下意识地蹙起眉。脚边挨着的燕温岚顿时脸色阴沉下来，大臣隐约觉得这大殿有点阴冷，不约而同地抖了抖身子。这都立夏了，怎地还突然间变冷了？燕温岚这才想起，谢维清如今是皇帝了，定然是要3宫6院。可这段时间他也没见对方去过后宫，没等他想清楚，他就脱口而出说了2个字：不行。谢维清愣了愣，还以为是幻听，
随后衣角被燕温岚扯了扯，他顺势看过去，就听到对方的声音再次响起，低沉冰冷：“我不准。”这明明是他的军后，哪有他的军后开后宫的道理？要开也是只有他一人。谢维清没有理会燕温岚，看了眼自家父亲，让对方转移话题，说起了其他的事情。其余大臣也看出了帝王的态度，没有选择强行逼着要皇帝今日就表态。下了朝后，燕温岚就围着谢维清身边飘来飘去的，问了几次为什么不直接拒绝大臣。见谢维清依旧一个眼神都不给他后，他识趣的闭上嘴，开始在对方周围一身怨气的飘荡着。谢维清先是去御书房处理政务，身边的大总管去传膳，燕温岚飘落在对方身侧，皱起眉，不满的小声问道：“为什么不理我？”谢维清提笔在奏折上写下一个月字，随即淡淡道：“自然是没空理你。”燕温岚一手挡住对方要看的奏折，心里不由得有些忐忑。他记得好像自己没有惹人不开心吧？莫非是昨夜他做的那些事被发现了？可他明明帮人穿好衣裳了。燕温岚刚要开口问，就听到谢维清冷不丁的问他：“你打算何时去投胎？”“我让人去找了大师。”“找大师做什么？”燕温岚很少会在谢维清身边释放力气，听到对方要赶自己走，也没有很生气。走不走又不是谢维清说了算，前天对方还不让他亲呢，他不照样亲了？燕温岚只是有一点点生气而已。谢维清余光看了对方一眼，想看看燕温岚会不会生气到要把自己给杀了，毕竟恶鬼索命，他完全没有半点可以还手的能力。“你不用投胎吗？”他声音放轻：“我见书上都说，鬼魂留在阳间太久会魂飞魄散的。”燕温岚只听出了对方在担心他的意味，心底那一点点生气的劲儿瞬间消散。他下意识靠近了谢维清，抬眸看着对方。可我更想……话说到一半，燕温岚蓦地卡住。谢维清微微歪了下脑袋，似乎听出了对方后半句想说的是什么意思。他不明白燕温岚为什么没有去投胎，不明白为什么燕温岚会留在他的身边，更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要亲近自己。按照先前对方回答过的来说，是觉得肚子饿了，燕温岚是肚子饿才会对自己做出那种非君子所为的事情，但如今为什么又不愿意？谢维清眨了眨眼，看着眼前的鬼魂趴在自己的腿上，抬着头看着他，一副下位者讨好的姿态。他眉心微凝，更想什么？燕温岚难得有些不自在的移开目光，没有立即出声回答。谢维清从对方的沉默中知道了答案，他缓缓起唇，声音依旧温润如玉，却又透着一丝漠然和疏离：“你是不是对我动感情了？”谢维清当了皇帝后，很多时候处理事情的方式手段都不会同以往一样，他只觉得自己摊上了一个大麻烦。燕温岚怔怔地看着眼前的帝王，半晌才消化掉谢维清对自己说的这番话。他对人动感情了？应该没有吧？他一个鬼能动什么感情？燕温岚刚想狡辩自己没有动感情，下一刻就听到谢维清不急不缓地说道：“若是维清猜错了，那为何不让我请大师过来？”燕温岚下意识嘴硬反问：“请？谁不让你请了？”谢维清起身，嘴角不自觉地扬起一丝弧度，扬声唤工人进来，去把望尘大师请过来。“是，陛下。”燕温岚等待的时间里，燕温岚还在抱有几分希望，直至见到了长安有名的望尘大师。生前他还跟对方有过几次接触，如今死后又见上面了。不过这次貌似是来超度他的。燕温岚，他幽怨地看向了谢维清，还不忘瞥了眼望尘大师。只见对方朝自己拜了拜：“燕施主，许久未见。”谢维清并没有告知有鬼魂一事，更别提会跟望尘大师说这只鬼是燕温岚。他眼底划过一丝讶异，他没有立刻出声，而是看向了燕温岚。对方明显也是愣了下，没想到会有其他人看得见自己。燕温岚低低应了声，语调略微生硬：“许久不见。”望尘大师双手合十，朝谢维清行了礼，不卑不亢地说道：“贫僧知晓陛下召来之意，燕施主在阳间的阳寿未尽，理应是能寿终正寝，如今遭逢此劫，只能待他在阳间的寿命耗尽，才能入阴间投胎转世。”谢维清一时没出声应话，半晌轻声问了句：“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其实他更想问会不会对他造成什么危害。望尘大师从袖口中拿出一个提前备好的香囊：“燕施主既然阳寿未尽，身上的阴气并不会损害陛下龙体，只是若长期相处，还请陛下随身佩戴此物。”番外 F 之骨死吧。望尘大师没说多少，谢维清忍不住追问，他也只是淡淡的来了一句：“一切自有因果，皆是缘分。”燕温岚听后挑了挑眉，在对方离开后，语气微扬的认同了望尘大师的话：“我也觉得一切皆是缘分，很明显，我与维清的缘分不浅。”谢维清瞥向他，对上了燕温岚带着揶揄的目光，他唇线微抿，没有立即应这番话，而是又挪开了视线。燕温岚也不急着听到谢维清的回答，饶有兴致地把玩起了望尘大师送给对方的那只香囊。谢维清这时才出声：“别碰，外人见不到你，却见得到这只香囊。”燕温岚原本还想挑衅似的往空中抛几下，但触及谢维清的目光后，顿时就泄了方才幼稚的心思，老老实实的把香囊系在了帝王的腰间，随后抬眸看向对方，像是在求夸一般。谢维清默了默，心情一时复杂至极，而燕温岚似乎看出了他藏在心底的那份心思，对方垂了垂眸，
手指蜷缩了几下，很想直接逼人就范。但燕温岚也清楚，若真这么做了，估计他家维清就要这么冷着自己一辈子了。他霎时无措起来，不知道要怎么做，也不懂心底深处那份淡淡的涩味。他眼底划过一丝慌乱，随后抬手捏住了谢维清的下巴，迫使对方看向自己。你还是想把我赶走，对不对？谢维清温声，这不叫赶。可我想陪着你，也不行吗，陛下？燕温岚试着示弱，这番话甚至是脱口而出的。说出口后，他还愣了愣，之前完全没有想过是他想要陪着人，怎么能叫陪呢？怎么不能叫陪了？他就是要陪谢维清，陪他家的维清。谢维清静静地看着他，心想自己果真没有看错，燕温岚就是对他动了感情，一个鬼对他动了感情。之前蓝竹看过的话本好像也有讲这个的，人鬼殊途。后来那个书生在考上状元后，请了道士，把那只鬼给收了，魂飞魄散。谢维清并不想让对方魂飞魄散，毕竟对方生前平定边疆，身世又令人觉得凄惨，他下不了手。你想陪我？他轻声反问，又出声说道。可我不觉得我需要一只鬼来陪我。对方很过分，成了鬼就忘了生前的君子之礼，对他动手动脚的。刘燕温岚在身侧，岂不是夜夜都要受对方欺负？谢维清眼底的神情冷淡了些，重复了一遍，我不需要你陪着我。燕温岚张了张嘴，完全没想到谢维清会这么说话，一时慌乱之下，张口就道：可我们都有肌肤之亲了，你得对我负责。谢维清维持不到片刻的冷脸顿时裂开了一条缝，谁对谁负责？他真想给燕温岚一巴掌，怎么能有这种厚脸皮的鬼存在？你怎么不说你要对我负责？是我情愿的吗？分明是你轻浮，你见人就亲。谢维清显然被气得不轻，燕温岚觉得自己有点冤枉，我哪里见人就亲了？我生前死后亲的明明就只有你一个人，你冤枉我？谢维清有些哑然，有点被燕温岚带偏的样子。那你也轻浮，你登徒子。燕温岚不说话了，这事他反驳不了。谢维清缓了缓，下意识瞪了对方一眼，怎么不说话？也觉得自己没理了是不是？燕温岚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心想着他家维清生气起来好像更好看了。他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谢维清看，不知盯了多久。反正谢维清在看到对方看着自己一言不发的样子后，又气不打一处来，干脆别过头，眼不见心不烦。半晌，燕温岚有点愣愣地说了句：维清，我好饿啊。番外 if 之古死酒。谢维清听到燕温岚说的这番话，蓦地愣住，呆呆地看着对方看了小半天，就差没直接啊了一声，就是饿了。燕温岚故意放低了声音，没控住自己，悄悄地贴近了谢维清，闻着对方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那股灼烧的饥饿感好像减轻了些许。他喉结不自觉地上下滚动。维清。谢维清皱起眉，回过神，认真地疑惑着：你不是鬼吗？鬼也会肚子饿啊？燕温岚眼眸微动，听出了对方语气软了下来，赶忙又低声应道：好饿。那我让人给你上香，还是烧纸钱？谢维清思索着对这方面为数不多的记忆，他记得之前看过的一本书上写过，鬼也是会吃东西的，吃香味。我让御膳房的人做几样菜给你。他又问道。燕温岚抓着谢维清的手，拇指的指腹轻轻摩挲了几下对方的手背。你很怕我饿着吗？谢维清一瞬默然，不怕。燕温岚选择性的不去听，我要吃你。谢维清，他好像是被这番话给吓愣住，又好像是不太能理解这番话的真正意思。他缓慢地眨了下眼，什么？燕温岚耐心地重复了一遍，我要把你吃掉。谢维清没有说话，对方如今是只鬼，鬼是会吃人的吗？他不知道，但他知道，燕温岚好像以为自己要赶他走，这是生气了。谢维清呼吸放轻，小声地问了句：那你是要把我杀了是吗？燕温岚，他说的是这个意思吗？他张了张嘴，一副被冤枉至极的模样，控诉道：你维清怎么能这么恶意曲解我呢？燕温岚趁势抱住了谢维清，直接把脑袋埋进了对方颈窝处，习惯性的偏头，贪婪地呼吸着颈侧香甜的气息。他忍不住张嘴咬了一口。谢维清突然顿住，身子微微僵硬，生怕燕温岚会张开嘴直接咬断他的脖子。毕竟对方又不是人，是不是厉鬼还不好说，毕竟生前杀的人也挺多的，万一控制不住。谢维清思绪骤然断开，颈侧传来了湿润的触感，耳边又响起了燕温岚的声音，这回听着心情貌似还不错。维清，我还没吃饱。谢维清缓缓地冒出了一个问号，他好像听明白了什么。燕温岚仗着对方没有反应过来，直接打横抱起来，朝着龙榻走去。原本都想好了把人一把扔在床榻上，好让对方见识一下自己的气势，但燕温岚想了想，还是不了，万一把他家维清扔清醒了，不让他碰就不好了。他欺身压下，吻直接堵住了谢维清的唇。谢维清皱起眉，习惯性的不再去挣扎，毕竟自己再怎么挣扎都碰不到燕温岚，更别提推开对方了。只是今天可能是某只鬼饿极了，一时忘记了要给谢维清留点喘息的空间。谢维清快要窒息了似的，下意识的推开身上的鬼，一点力道也没收，直接把燕温岚推到了床角处。燕温岚，
谢维清只顾着大口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还没反应过来自己已经能碰到对方的事实。他缓了又缓，还没来得及骂燕温岚几句，就见对方下一刻朝他扑了过来。你能碰我了？燕温岚把谢维清推开自己的行为抛在了脑后，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对方能碰自己了。他说着，还抓起了谢维清的手往自己身上一顿乱摸，清晰的触感在他身上荡漾开来。他好像隐约感觉到自己心脏的位置跳了跳，虽然他已经没了心跳，但还是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激动和兴奋。维清，你再摸摸我。谢维清彻底服了燕温岚，任由对方抓着自己的手在他身上摸来摸去的，指尖处明显的传来了一丝酥麻，他不自觉的蜷缩了下手指，抿了抿唇，温润的声音在此刻泛起几分冷意。够了。燕温岚没有松开谢维的手，但也没再乱摸，他不急，反正谢维清赶不走自己。他凑过去咬了一口对方的耳朵，低声道：明明还不够。番外 F 之谷死时。自那日后，谢维清发现燕温岚越发赶不走，他心知身为帝王必须冷下心来。他坐在地位上，看着熟悉还有陌生的面孔，耳边尽是国家大事，听着民生苦难，听着台下大臣为了一己私欲中饱私囊。他好像架在一位爱民爱臣的好皇帝的架子上。转眼间，御花园池子里的荷花盛开，朝堂上又传来了厉后奈妃的声音，这回还直接把各家适龄的女子画像送去了御书房，并且细心的在一旁写了批注：工部尚书之女，年16，其貌如出水芙蓉，独女则16书，书质真亮，才华富比仙，为皇后人选之一。谢维清目光落在画像上，画像上的女子确实如批注般写的貌美，但他也只是淡淡看了一眼，便将画像收起来，命工人进来将这些画像全都拿走。他下意识催促了一声，工人立马加快手脚，收起所有的画像退了下去。没过多久，燕温岚从乾元殿飘到了御书房，显然是刚醒过来。谢维清也不知道对方一个鬼为什么还能贪睡至此，能睡到他下朝才醒过来找他。燕温岚直接穿过殿门，谢维清还没见到他这只鬼，就先听到了一声拖长尾音的维清。谢维清抬眼看向对方，心想还好他让工人把那些画像拿下去了，否则被对方看见，指定能闹翻天去。想到这，他有些头疼的抬手揉了揉眉心，立后迟早的事，他再怎么拖，还是得要给那些大臣一个交代。燕温岚习惯性的坐在了谢维清的一旁，随后伸手想要抚平对方微蹙的眉头。怎么了？那些大臣又气你了？谢维清没有立即说话，耳边又响起了燕温岚的声音，这回又是谁？我今晚就钻进他的梦里，吓死他。话音刚落，谢维清蓦地失笑一声，他眉眼微弯，你上回下了那位李大人，可是让人请了大半个月的假，那是怎的了？燕温岚下意识贴近谢维清，还自然而然地搂住了对方的腰身，歪着脑袋靠在肩膀上。迟迟不立后，自然会有大臣忧心。谢维清垂眸，淡淡的开口。燕温岚脸色倏地沉了下来，语气幽冷：谁忧心？谢维清修长白皙的手指敲了敲桌案，睨了燕温岚一眼，忽地温和地说道：立后不是迟早的事吗？燕温岚，谁允许了？我什么时候允许了？燕温岚语气一沉，说完，他反应过来自己语气不好，下意识瞥了谢维清一眼，生怕对方会生气。我不是要凶你。谢维清温声：我知道。他定定地看着燕温岚，脑海中划过当日望尘大师说过的话，说对方阳寿未尽，所以才会困于人间，不能转世投胎。他与燕温岚算得上是有缘，如今他对上了眼前那双只装得进自己的凤眸。谢维清蓦地一怔，如今也算是有缘有份了。他不自然地撇开目光，心想自己早在一开始就容许了对方的靠近。谢维清垂了垂眸，随后再次对上了燕温岚的目光。我对你还谈不上动了几分心。谢维清难得会把丑话说在前头，他眼睫颤了颤，继续说下去：你如果真不愿我立后，那就说出一个能说服我的理由，又或者你去解决那些大臣。燕温岚脑海第一个划过的念头就是以为谢维清肯让他直接把那些提议立后的大臣统统杀死，但很快就认清了现实，他敢这么做，到时候他家维清定不会给他半个眼神。所以真正的意思是让他想办法不见血就堵住那些大臣要立后那妃的嘴。燕温岚头疼，随后又眼巴巴地问谢维清：那维清对我动了几分心？谢维清还以为燕温岚会为此伤神好一会儿，他顿了顿，抿唇问道：不觉得有什么？燕温岚猛了猛：我要觉得有什么吗？谢维清放轻了声音：不觉得我无情？燕温岚蹭了蹭谢维清的颈侧，忍不住笑了笑：维清还会无情吗？不等谢维清开口，他又低声说道：我觉得维清最是心软了，尤其是对我，是不是？谢维清有些不自然地别过头，耳尖微热：随你怎么说，尽快解决掉，否则……他停顿片刻，放出狠话吓唬燕温岚：否则到时候我被催烦了，随便挑一个立后。你敢？燕温岚做事惩罚性的咬了一口谢维清的耳朵。谢维清扭头看向燕温岚，轻轻的挑了挑眉。这几日大臣们好像都安分了不少，但看向帝王的眼神又掺杂着几分不对劲，后背还止不住的打了好几个冷战。下朝时，有好几个相处不错的大臣纷纷向自己的同僚使眼色，
随后三三两两的走在一块，不知是谁提到了先帝，几人瞬时沉默下来，脸色骤然煞白。提出先帝的那人神情诡异，低声惊恐不已道：“各位同僚，尔等也梦到了先帝。”其余几人先是打了冷战，随后点了点头。梦里先帝说，若是我还敢在提利后内妃一事，他不介意让我下去继续做他的臣子。其余大臣，先帝好端端的托梦作甚，还是阻止我等提利后内妃一事？我胆子大，这几日连续梦了好几回，直接问先帝了。那人说完，忽地有点难以启齿。先帝说他阳寿未尽，看上陛下了。大臣们，他们陛下这是造了什么孽啊？这种事总有不信鬼神头铁的。过段时间后，有一位依旧站出来提了立后一事，听说当天晚上死状惨烈。之后大臣再也不敢提及此事。燕温岚动手前是征求过谢维清同意的，总有人要当震慑众人的刀。他也说了，如果没人站出来再提此事，他不会动手。若是还有人不知好歹，那也休怪他亲手夺命。100年后，史书曾记载，帝孤独一生，终身无后无妃，然死后入皇陵与先帝合葬。正史最后被一位史官提笔又写下了一句：帝在位时，臣等提起立后纳妃一事，然当夜先帝托梦与臣，后有一臣死于家中。而坊间早有传闻，野史也曾记载，是先帝魂魄未散，与之纠缠，是以帝王无后宫，看似孤独一生，实则人鬼恩爱两不疑。番外 if 之回到过去一，谢维清好像睡了很久很久，再次睁开眼时，周围的一切既陌生又熟悉。他下意识地看向床榻的另一边，不见燕温岚。他倏地皱起眉，周围的布局没有半分同乾元殿的相似，倒是与他儿时记忆里的卧房很是相似。屋外传来小厮稚嫩的声音，带着几分焦急：“公子，再不起床，先生就该要生气了。”谢维清愣了愣，下意识掐了一把自己的手臂，疼得不行。所以这不是在梦里，他这是……他抬手想要揉揉眉心，下一刻就被吓了一跳。他急忙下榻，走到铜镜面前，镜子里的他显得很青涩。这时候的他大抵只有5、6岁。你替我童先生告个假，就说我身子不舒服，今日不学了。谢维清朝屋外喊道，声音还略显清脆稚嫩。小厮刚要应声退下，又听到自家公子扬声叫住了他。没过一会儿，就见对方随意披了件衣裳跑出来。如今家龙几年？家龙4年。小厮挠了挠脑袋，不是很明白公子问他这个做什么，总不能连这么简单的都要考他吧？家龙4年，秦家含冤，满门抄斩。谢维清脑海里瞬间被这几个字占据。如今是家龙4年，那他的燕温岚呢？岂不是？他猛地打了个冷战，这才意识到了什么。外面还飘着细雪，一切都已经被白雪覆盖，来不及再触碰阳光。谢维清稳了稳心神，转身穿好衣裳，还穿着一件袄袍，披着毛领斗篷，说什么也要出去一趟。小厮无奈之下，只能跟了上去。公子，您大病初愈，大人要是知道您偷偷跑出来，定要生气的。谢维清抬了抬下巴，不容置喙的吩咐去备马车。他记得燕温岚之前说过，儿时所住的别院是在西城，匾额上写着燕府2个字。马车陆路前行，往西城的方向而去。不知过了多久，马车停了下来，小厮掀开了马车的帘子：“公子，咱们到了。”谢维清如今还小，裹了好几件冬装，还披了件斗篷，只露出了白皙透着粉的脸，脸颊还肉嘟嘟的。他伸手让小厮扶他走下马车，在最后一个台阶直接跳了下来，随后就抽回手，撒开小腿，就往眼前这处无人看守的别院跑进去。别院不是很大，甚至就跟谢府的偏院差不多，看起来荒凉杂乱，灰尘还多。他皱起眉，而后在院子的后院见到了年幼时的燕温岚。天还飘着雪，对方穿着一件粗制的衣裳，看起来厚实，实则漏风最是严重。对方像是没有察觉到他的到来，他刚要出声，一道声音响起：“世子，我挖到蜈蚣了。”谢维清心脏倏地被揪紧，鼻子一酸，险些就要掉起眼泪。煮酒手里还捏着一条蜈蚣，活着的，还在爬动着想挣脱对方的束缚。见到谢维清，蓦地愣住：“你谁啊？谁家小孩跑来这里了？”燕温岚下意识转身看了过去，眉眼还没有谢维清记忆里的那般凌厉冷沉，看向谢维清的眼神带上了一丝疑惑和戒备。“你是？”“我是谢维清，谢太傅之子。”番外 if 之回到过去2。燕温岚看着眼前估计还不到他肩膀的小不点，眼眸微动，声音还有几分温润，但在冰天雪地里又显得冷了几分。“迷路了？”谢维清不知道年幼的燕温岚会不会跟自己走，他跑到了对方跟前，仰起头看着人脆生生的应道：“你是谁？怎么穿的这么少？”燕温岚不想报现在的名字和身份，摇了摇头，随后看到了跟过来的小厮：“把你们公子带回去吧，免得又迷路了。”他说完就想回屋子里，衣袖却被一只小手紧紧抓住。“你还没回答我，父亲说了，这种行为是不礼貌的。”燕温岚扯了扯嘴角，忍不住孩子气的回了句：“你父亲教我上树掏鸟蛋的时候，怎么不说这种行为是不好的？”谢维清歪了歪脑袋，眉眼一弯：“你认识我父亲，那为什么没有认识我？”
燕温岚张了张嘴，下一刻身子倏地多了一份暖意，以及压着身子的重量。他下意识抱住了对方，皱起眉，像个小大人似的说道：“你父亲怎么教你的？见人就抱。”谢维清盯着他的眼睛，认真的说道：“可你又不是坏人，不可以吗？”燕温岚怔了一瞬，理智告诉他要松手，把人放下来。可对方身上实在是太暖和了，他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暖和过了。他不自觉地收紧抱住谢维清的手，就听到耳边传来一道稚嫩的声音：“你跟我回去吧，好不好？”“不行。”燕温岚不想连累谢家。谢维清没有强求，紧接着又问：“那我可以经常来找你玩吗？我可以给你很多很多好吃的，你陪我玩，好不好？”燕温岚，他还没出声，就敏锐地听到了一旁煮酒咽口水的声音。半晌后，他声音干涩地说了句：“好。”谢维清下意识开心地抱住了对方的脖子，他还以为燕温岚连这个都不会同意呢。那就这么说定了，拉钩。燕温岚腾出一只手，另一只手还稳稳地抱住谢维清，神情有些不自然。拉钩。之后，谢维清就天天带好吃的跑去别院，也不是没人监视着汇报给皇宫里的那位太后。不过他给燕温岚下了蛊，料对方怎么闹，最后都难逃一死。说不定到时候还可以把对方的死家伙给谢家。今晚我留下来陪你好不好？借着烛火，谢维清眼睛亮亮的看向燕温岚，看着对方穿着自己亲自去挑选的冬衣，之前还清瘦像个小可怜，如今好像被他养回来了不少。燕温岚点了点头，夜里会很冷，我让煮酒多添点炭。谢维清单手托着侧脸，有些呐喊的看着燕温岚，心想若没有这些糟心的事，或许等长大后相见，说不定自己还真能见着一个温润君子的燕温岚。他伸手想要戳一戳燕温岚的脸，烛火明灭间，对方抬眸扫了自己一眼，眼神没有半分温度，就如同屋外的雪夜，冰得刺骨。谢维清微愣，随后皱起眉：“怎么，你还不给我碰你了？”许是谢维清说话和行为都太过熟稔，燕温岚抿了抿唇，低声回了一句：“给的。”谢维清扭过头不去看他，没一会儿，自顾自地抓住燕温岚的腿，而后坐了上去，窝在了对方的怀里。“你不许凶我，知不知道？”燕温岚抬手揽住谢维清的腰，坐好，我哪有凶你？我不管，你快说。我不凶你。番外 F 至幼年相遇一。谢维清生了一场大病，前后折腾了大半年才好起来。等好起来后，已经是冬月了。父亲在夜里经常会过来给他探额头的体温，生怕他又复烧。这天夜里，谢维清隐约听到了父亲在和阿娘说话：“我那学生怎么救？哎，我知道怎么和他家里人交代啊。前几日人还好好的，就因为一封书信，再这么下去，晋朝迟早有一日会万劫不复啊。”宋昭化轻声安抚道：“如今太后和摄政王把持朝政，归之能在这时候还敢将有关秦家含冤的书信送到你的手里，他一早就知道自己会死了。景明，你现在要做的是有朝一日能为秦家平反，这样他才不算白死。”谢观堂闭了闭眼：“我知道，只是令人心寒。”谢维清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爹爹，怎么了吗？”“没事，乖阿七儿，睡觉吧。”宋昭化走过去，轻轻的拍了拍谢维清：“爹爹和阿娘陪着你呢。”谢维清闭上眼，却怎么也睡不着。过了好一会儿，他皱着眉睁开眼，委屈的朝爹爹阿娘说道：“青儿睡不着。”二人轮番给谢维清讲故事，好不容易把人哄睡着。离开时已是深夜，谢观堂忽的脚步一顿，转身看了一眼谢维清的房门，渐渐皱起眉来，忽对陈生说了句：“不行。”宋昭化：“什么不行？我得找个时间去看一眼燕温岚。都说虎毒不饲子，但我突然有点放心不下。”谢观堂沉声道。宋昭化不解，可燕楼明就这么一个世子。他没有把话说完，许氏作为父母，听谢观堂这么一说，他也觉得有点不放心。“你打算拿什么理由去见他？再怎么样，那都是燕楼明的儿子，轮不到他们这些外人过问。”谢观堂，先等等看，我明日派人多注意一下摄政王府那边的动向。几日后，谢观堂派去的人回来禀报，小的看见摄政王命人把世子送去了西城门的别院，说是世子伤心过度，需要静养。宋昭化听着，心里的不安感逐渐放大。伤心过度，可有请大夫？小的并不见大夫跟随世子前去别院。小的回来时，见摄政王派了10几名侍卫看守别院，说是怕世子出什么意外。谢观堂书弟起身：“不行，我要亲自去看看。如果燕楼明真的不把他儿子当回事，那我就以摄政王妃的故人名义把人带回来。你这般前去，只怕摄政王会对你不满。”宋昭化说着，他既然对外称世子是伤心过度，不如就这么说，为了世子能尽快走出王母的伤心，让青儿去陪他开心开心。若他拒绝，那就是有鬼。谢观堂一言照办。好在燕楼明对燕温岚似乎还留有一点父子亲情。反正谢观堂去摄政王府时，只见对方一直盯着秦安婉的牌位失神，怕是连他说了什么都没听进去。“你把他带回去吧。”燕楼明蓦地出声，声音有点发紧，像是在努力抑制什么。谢观堂完全没想到对方会这么说，他忽然很想问燕楼明，问他为什么要和太后一起对付秦家，甚至连自己的王妃都不放过。但他没有问出口，
见对方又怔怔地看着秦安婉的牌位，叹了口气，转身去别院把燕温岚接回谢府。番外 F 之幼年相遇2。燕温岚被接回谢府时，谢维清还在屋子里睡觉。谢观堂原本是打算给人空出一间院子住的，但宋昭话说对方刚经历丧母之痛，正需要有人陪着，于是燕温岚被安排住进了谢维清的院子里。青儿，过来，等会儿给你认识一下温岚哥哥，好不好？宋昭话看着睡醒就过来找他们的谢维清，心里顿时一软。小维清被养得圆鼓鼓的，乍一眼看过去，不知道还以为是一只成了精的团子。谢维清小跑了过来，还抬手揉了揉眼睛，仰着脑袋看向宋昭话：“温岚哥哥。”“对啊，阿娘让他和你一起住，好不好？以后你们2个就可以一起玩了。”宋昭话摸摸对方的脑袋瓜子。小维清眨巴眨眼，声音软乎乎的：“好哦，那我们一起玩，会被先生说吗？”“不会，先生哪里舍得说我们亲儿。”谢维清歪了歪脑袋：“那温岚哥哥在哪里啊？”“他去换衣裳了，待会用膳就能看到他了。”宋昭话放轻语气哄道。燕温岚虽说只有10岁，但也知道秦家一事跟父王甚至是太后都脱不了干系，脑海里母妃死在自己面前的画面怎么也消失不了，一片鲜红，鼻子好似还能闻到那股冲天的血腥味。谢观堂放心不下燕温岚一个人，走进来时见到对方怔怔地坐在凳子上，他叹了口气，想了想，还是没有打扰人，默默地合上门。谢维清还等着见阿娘说的那位温岚哥哥，可是直到用膳，他都没能见到对方。他看向父亲，眼睛里充满了疑惑：“那位哥哥呢？他心情不好，待会青儿去找他好不好？”谢维清满口答应：“好，那我等会要给他带好吃的。”宋昭话伸手捏了捏自家儿子的脸：“青儿真乖。娘亲，阿子什么时候回来啊？”“阿子啊，他还在陪祖奶奶呢。你身子刚好，等过段时间了，我们再去见祖奶奶。”谢维清：“好哦。”谢维清吃的不多，刚吃饱就让下人带着另外做的饭菜回院子里找那位温岚哥哥。宋昭话在他身后提醒道：“小心点，别摔着了。”燕温岚本来是没什么心情用膳的，先生大概也是看出来，并没有打扰他。可他没想到先生居然会让一个小孩子过来。谢维清刚推开门进来就摔了一跤，人还猛猛地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应该是还没反应过来自己被门槛绊倒的事实。燕温岚听到动静声音就看了过去，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只团子粘在了地砖上。他好像明白先生为什么会让他儿子过来了。他起身走了过去，把人抱起来，问有没有摔疼。直至燕温岚问出这番话，谢维清才好像反应过来自己摔倒了，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倏地盛满了泪水，带着几分哭腔的说道：“摔疼了。”谢维清并没有听阿娘的话，刚走没多久就开始跑起来，急急忙忙地跑回院子，完全没有等身后提着食盒的小厮。也正因如此，他才会被门槛绊倒。小厮提着食盒进来时，就见到他们家小公子正在世子的怀里嚎啕大哭。他记得大人是让小公子来陪世子的，怎么这会儿就替人哭上了？他放下食盒说了声，便识趣地退下。燕温岚刚想问对方怎么哄你家公子不哭，谁成想小厮放了食盒就走人。他无奈地叹了口气：“我看摔哪了？”谢维清其实没摔多疼，对方这么一问，他眨巴眨巴眼睛地看着燕温岚，声音带着些许抽泣：“记不清了。”番外 F 之幼年相遇3。燕温岚用自己的手帕给谢维清擦泪水，动作轻柔，想起对方是屁股朝天趴在地砖上，声音放轻，问他手疼不疼。谢维清又抽泣了几声，低头看着自己的掌心和手背，反复看了几遍，随后才低声说道：“疼。”燕温岚看过去，对方的掌心确实有些红，不过应该不是摔出来的，而是本身就血色好。他无奈地捏了捏谢维清的手掌心，很软，肉乎乎的，还很暖。“还疼吗？”谢维清把另外一只手伸给燕温岚，软声地要求道：“这只也要。”燕温岚依言照做。小维清晃了晃自己那2条小腿，下巴微微抬起，眨巴着大眼睛看向燕温岚：“阿娘说你以后要住在我的院子里。”燕温岚轻声：“嗯。”谢维清歪了歪脑袋：“那你要听我的话。”“嗯。”谢维清没有立即说什么，而是看向了桌子上的食盒。燕温岚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立马意会对方是什么意思。他抿了抿嘴，刚想说自己没胃口吃不下，就听到怀里的人脆生生地同他说道：“阿娘说乖乖用膳的才是好孩子，哥哥你是不是？”燕温岚想说自己不是。哥哥。燕温岚没有弟弟妹妹，并不清楚当兄长的滋味是如何的，但如今听对方唤哥哥，他说不出拒绝的话。“我吃。”谢维清弯起眉眼：“哥哥是最乖的。”他习惯性的学阿爹阿娘往燕温岚脸上亲了一口，这一亲直接把燕温岚亲懵了。他小一些时，父王和母妃也会这么亲自己的脸，但没有一次是被一个小孩给亲了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就这样，燕温岚在谢府住了下来，每天都是和谢维清一起念书。亡母之痛好像随着时间淡化了不少。谢观堂见对方还是以前那般知理懂事，也渐渐放下心来。而谢维清年纪还小，碰到一个可以整日一起玩的，自然会下意识粘上去，又觉得对方学识渊博，每回先生和父亲都会夸赞几句，自然而然也就把人当成了自己的榜样。
直至燕温岚16岁那年，谢维清偶尔发现了对方在屋子里偷偷养蛊，这才隐约察觉到他平日里素来温润如玉的哥哥好像有点不太一样。那日，燕温岚只是说单纯好奇研究一下，谢维清出于下意识的信任，没有多想，还饶有兴致的问了好几个关于养蛊的。你问这些作甚？好奇啊。谢维清单手支着脑袋，歪头看向对方，就允许你好奇吗？燕温岚说没有，又给他看了好几种蛊虫，这都是按照书上所养的，你若真好奇，我把书给你看便是。谢维清皱起眉，不要不要。自那以后，谢维清没再看见过燕温岚养蛊，他还提过一嘴，问对方怎么不继续养。燕温岚一脸平静的说道：太麻烦，不养了。没多久，摄政王府派人到谢府，说是摄政王请燕温岚回去。谢维清那会儿还小，只知道没过几天燕温岚就回来了，并且跟他说他的父亲自枪了。那天夜里，谢维清怕对方会偷偷难过，还抱着一只枕头跑到燕温岚的住处找人。哥哥，今夜我陪你睡觉好不好？他仰着头看向燕温岚，燕温岚把他抱上了床榻，习以为常的给人脱了鞋袜。怎么，明日又想睡懒觉了？谢维清皱眉，我才不是呢。好，不是便不是。燕温岚扯了被褥给人盖好，声音没有半点情绪起伏，好似对方的父亲根本没有自枪。谢维清睡不着，他总觉得今夜的燕温岚怪怪的，目光一直盯着对方。哥哥，你父亲为什么会自枪啊？他想我母妃了。燕温岚淡淡道，而后问他不是要睡觉。谢维清老实的说自己睡不着，随即又问，那你会离开吗？燕温岚身形微顿，抬手揉了揉谢维清的脑袋，应该吧，不过我可以来找你。番外 F 至幼年相遇4。燕温岚回了摄政王府，先是办了燕楼明的葬礼，后面便直接去了边疆。临行前一晚，他翻墙入了谢府，私闯谢维清的院子，对方还在榻上点灯看书，见他来了，眼底划过一丝欣喜。你怎么来了？谢维清露出笑容，声音温和清润，看向燕温岚的眼神带着几点亮光。不等对方答话，他又出声问，这么晚才来找我，事情都办好了？燕温岚开口说不是，下意识想问，刚发出一个音节，就听到眼前的人声音微干的说道，明日我要去边疆，同你堂哥一起去。谢维清蓦地愣住，对方从来没跟自己说要去边疆，他眨了下眼，有点没反应过来，为什么突然要去边疆？他想说对方父亲不是刚下葬吗？就算要去边疆，为什么这么快就走？为什么都没有提前告知他？燕温岚没敢望着谢维清那双眼睛说话，他移开视线，忽然不知道该怎么把想好的说辞说之于口。谢维清定定地看着他，在等对方开口，可等了大半天，燕温岚始终没有回答他的话。他不是傻子，看得出来燕温岚很难开口。谢维清不愿逼迫人，他别过头不去看对方，声音有些发紧，既然不愿说，为什么还要来见我？燕温岚张了张嘴，年仅15、16岁的少年本是最意气风发的时候，可身上背负的深仇大恨却时时刻刻想要压垮少年的脊梁。去立战功。他声音干涩且生冷。谢维清听着，蓦地心头一酸，他怔怔地望向燕温岚，又是一问，立战功之后呢？你要反了当今的皇帝吗？燕温岚早就习惯私底下谢维清说话大胆放肆，他一时被噎住，半晌后无奈道，只是为了洗清秦家冤屈，不是造反。谢维清哦了一声，继续翻着手上的书籍。燕温岚看着对方还在看书，不是很想再打扰对方，但又忍不住上前几步，青儿，我明早就要启程了。谢维清大抵还是小孩子心性，没办法做到对陪伴自己许久的哥哥冷言相对。他合起书，抬眼看着燕温岚，声音软了下来，似乎还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哭腔，那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啊？归期不定。此话一出，谢维清眼眶瞬间蒙上了一层水雾，豆点大的泪水在眼角处滑落。那我岂不是要好久好久都不能见你了？他没有说，自己更怕对方在战场上一去不复返。燕温岚伸手去抹掉谢维清的泪水，动作很轻柔，轻声道，不会的，我会回来，毕竟我们青儿还在长安，或许等我回来那日，青儿就长大了，会很快的。到时候谢维清有了其他的玩伴，也就不会为他的离去而伤心难过了。燕温岚这一去便是5年之久，待平定北疆，回长安时，谢维清已是15、16岁的少年郎。这些年北疆战乱，两人能来往书信的机会并不多，但还是保持着联系。几个月前，燕温岚收到了最后一封谢维清寄来的书信，是对方生辰那日写的。长安街道上马蹄声阵阵，在最前方的士兵骑着马叫退行人，大军回城。旁人速速回避。公子，小厮一路小跑至池中小亭，隔老远就叫唤起自家公子来。公子，王爷班师回朝了。琴音骤然止住，似有余音散落在空中。亭中的少年一袭月白衣，墨发半披，只用一根绸带系起，人风飘摇，一双桃花眼清澈明媚，仿佛将这池水潋滟的湖光都盛进眼眸中。当真？那他呢？小厮，公子，王爷还得入宫面圣父命呢。谢维清下意识望向四周的动作一顿，又继续抚琴，等他来了再说。兴许对方早就把自己给忘了。燕温岚入宫并不是去复命，
而是仗着自己手握兵权，直接幽禁了太后。梁朝那时候还在陪太后用膳，见对方忽地带刀闯入，刚要斥责，结果就听到对方提到了当年秦家之事。梁朝没敢吭声，太后瞥了眼皇帝，没有半点慌乱心虚的神情，举止端庄。直到燕温岚真的派人看守康宁宫，他镇定的面庞倏地裂开一条缝，他暗暗咬牙：燕温岚，你这是何意？燕温岚早已不是5年前不沾半点血腥的世子了，他看着帝王，不急不缓的开口：太后年老，应当在康宁宫安心颐养天年，陛下您说呢？梁朝眼珠子一转，太后把持朝政多年，若是能借助燕温岚的手，能让自己重新手握实权，未必不可。爱卿言之有理，母后多年体弱，理应安歇了。当日，帝王命燕温岚入朝堂，掌摄政王实权。燕温岚出宫时已是黄昏，他没有立即去谢府寻人，而是回了王府洗漱，换了一身衣裳，这才去谢府见人。马车停在了谢府大门口，燕温岚一时竟有些不敢踏入，生怕自己身上的血腥气会吓着谢维清。时隔5年，记忆里的对方还是个小孩子，如今已是少年郎了，不知道会是怎么样的。燕温岚不是没有想过少年的谢维清会是什么样子的，但再怎么想象，那都不是真正的谢维清。番外 F 之幼年相遇5，府外的小厮认出了燕温岚，急忙上前行礼：王爷，您回来了，咱们公子一早便知您回了长安，估摸这会儿在院子里等您来呢。燕温岚心念一动，随即抬脚踏入了谢府。他还记得去谢维清院子的路，每多走一步，心里就多了一分忐忑。直到看到了对方的院子，院门口写着2个比例遒劲的大字07。不远处隐隐传来琴声，燕温岚呼吸微滞。他记得自己离开时，谢维清就日日学琴，之前还勉强能听，如今已是声声罄心了。记忆里的谢维清会黏着他听自己抚琴，燕温岚忽的心生胆怯，害怕谢维清不再黏着他，会同他疏远。他在院门处站了好一会儿，这才放轻脚步走了进去。他没有立即打扰对方弹琴，走到廊道的拐角处，不远不近的看着在亭子里的人。琴音不止，他等了半晌，最终还是走了过去。维清，琴音戛然而止。谢维清下意识循声回头一看，朝思夜想了5年的人忽然出现在自己面前，比记忆里的人稳重了不少，没了当年翩翩公子的气息，一身血腥味，眉眼狠厉。他缓慢的眨了眨眼，有点不确定的换了声最熟悉的称呼：哥哥。燕温岚听后，提着的新书的放了下来，他松了口气，眉眼舒展开来：哥哥回来了。谢维清看着他，听到对方说的这番话后，心底倏地泛涩，他无意识的咬了咬下唇，似乎想要把泪意逼回去。下一刻，自己忽地被人摁在了怀里。青儿想不想我？燕温岚在他耳边低声问。谢维清眼睫微颤，低低的嗯了一声，他静静的任由对方抱着，眼眸微垂，感受着燕温岚身上的温度。如今正值酷暑，谢维清倒不觉得对方抱着自己会燥热难耐。亭子处微风习习，池水上的荷叶摇头晃脑着。他抬眸盯着不远处的荷叶，良久后，谢维清眨了下眼，忽地出声说道：我很想你。燕温岚心口倏地被揪起，他下意识把怀里的少年抱紧，只听到对方不急不缓的低声说道：我都不和别人玩，我怕把你给忘了，等你回来后就该伤心难过，会怨我。不会的。燕温岚抬手揉了揉谢维清的脑袋，又将人抱紧，他声音微涩，在对方耳边轻喃道：不会的，无论你做了什么，我都不会怨你，我只会怪自己，怪我没有陪在你身边。谢维清没来由的一笑：那怪你没陪我。怪我。谢维清抬手回抱，环住了燕温岚的腰身，两人安静的相拥了好久。不知过了多久，他主动松开了对方：今夜要陪我用膳吗？你回长安还未曾见过父亲吧？还未，出宫后便来寻你了。燕温岚似乎有些不舍得放开谢维清，看着对方清秀俊丽的脸，还带着少年的稚气，他心底蓦地一软。那今夜？谢维清微微歪了歪头，直直的看着燕温岚，一双桃花眼好似含着水光，带着一丝未察觉的依赖。燕温岚看着眼前人，有些愣着，而后回过神来：陪你，日后都陪你。番外 F 之幼年相遇6。燕温岚这几日都是宿在谢府，还是在谢维清的院子里。之前住过的房屋，谢观堂原先是想着换一间住处，毕竟那都是年幼时住的，如今燕温岚都已弱冠，再住那儿显得不太舒适。燕温岚还没来得及婉拒，谢维清便看向了自己，替他拒绝了谢观堂的提议。谢观堂那会儿也没多想，只当是自家儿子太过想念燕温岚这个幼年同伴。见谢维清目光都落在了燕温岚身上，他有点不太得劲，只能眼不见为净，让他们回院子里待着。谢维清还要去太学院，每日都是燕温岚上完早朝回来，陪人吃了早膳，再亲自送对方去。燕温岚看着人进去后才离开。直到这年的中秋，燕温岚有事要去北幽处理，谢维清跟着爹娘入宫参加宫宴，他看到了阿紫，如今的皇后。宫宴结束，谢维清撩起车帘，看着窗外的长安街，家家户户挂着灯笼，欢声笑语着，天上还挂着一轮月。他忽地说道：阿紫她不开心。马车内静默半晌，谢观堂叹了口气：
你阿紫如今是皇后，不开心又能怎么办呢？谢维清偏过头，没再出声。宋昭化听着不爽，一时气上头说道：“能怎么办？你倒是尽忠了，留我们女儿一个人在宫里受苦，那皇帝根本就配不上阿英。”谢观堂张了张嘴：“谢家100年来哪个不是忠君的？再者，当时圣旨下来，你我还有什么办法？”谢观堂又是一叹：“总不能造反，抗旨不遵罢。”谢维清眼眸微动，唇线微抿，并没有再出声说话，心想着造反也不是不行。谢家如今拥兵数十万，若是能有燕温岚的帮助，造反也未必不可。过了几日，燕温岚从北幽回来，当晚就听到谢维清不怕掉脑袋的问他：“如果我要造反，你是要帮我还是助我？”燕温岚听着有些好笑，没有立刻问对方怎么好端端的想要造反，而是含笑说道：“这不是都要站在维清这边的吗？那哥哥的意思呢？”谢维清特意坐近燕温岚，仰着头看着眼前的人。燕温岚没问对方原因，维清既想要这皇位，那我定然是要替维清夺过来的。皇帝知晓燕温岚同谢家走近，日子一久，难免会忌惮，更何况燕温岚并不能明面造反，如今在朝中势力尚未建成，当与谢家在明面上断干净关系。谢维清不知道父亲是如何作想，父亲有忠君的理由，为了谢家，为了谢家人，而他没有，他一点也不想忠这位软弱无能的帝王，尤其是对方把阿紫困在了宫里。5年过去，燕温岚已然是能够权倾朝野的摄政王，连皇帝都怕他3分，而朝堂之上已形成了3党对立。这日刚下朝，谢观堂就骂骂咧咧的回了谢府。谢维清刚好在陪宋昭化用早膳，耳边就传来了对方骂燕温岚的话：“气煞我也！这么多年，我养出一个白眼狼来，早知如此，我当年就任他生死，坚决不管他。”谢观堂气上心头来，边骂边坐在了宋昭化身旁，吩咐下人去拿他的碗筷过来。宋昭化，他又惹你生气了？谢观堂顺着气，听到夫人问他，顿时就心生委屈。可不，当初我待他，那也是和亲儿子一样的，住的吃的，哪样比维清差过？如今倒好，还处处针对于我。谢维清没有出声，只是略微心虚的一幕，在抿了口茶水后，他才轻声说道：“燕温岚，他怎地又惹父亲生气了？”谢观堂重重的哼了一声：“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俩私下肯定还有联系。”谢维清底气不足的否认：“哪有？番外 F 至幼年相遇期。”当天夜里，燕温岚如往常般悄悄翻墙进了谢维清的院子里。入夜后，谢维清很少会留小厮在房中或屋外守着，以便他来。叩叩，敲门声响起，燕温岚抬手轻轻的敲了几下，随后便耐心的等着谢维清开门，哪怕对方说可以直接进去，他都知礼数不会随便踏入。谢维清不是很理解，以前倒没见燕温岚这么知礼过。他放下书，下榻去将门打开，还没见到人，就冲着燕温岚说道：“日后再敲门让我下榻，你就别来见我了。”燕温岚微愣，一脚踏进房门，随后眼疾手快地抓住了谢维清的手腕。这是怎的了？谢维清正了正被抓住的手，根本没用什么力。他抬眸扫了眼燕温岚：“你就是想累着我，每回来都要我下榻相迎，怎的？没手开门了不是？”燕温岚听着也不恼火，反倒是觉得好笑。他放低姿态的去哄人：“我错了，郝维清，是我不该。”谢维清看着他：“不该什么？不该累着你。”谢维清听后蓦地一笑，没再揪着此事不放。他转说道：“今日在朝上，你又惹父亲生气了，对不对？”燕温岚像是做错事般低声解释道：“不是维清说的，在明面上尽量做的逼真些吗？”谢维清：“那若是日后你也打算这么同父亲说？”燕温岚那双凤眸紧紧地盯着眼前的谢维清看，下意识地上前一步逼近了对方，那该怎么说？谢维清歪了歪脑袋：“反正不许说是我的主意。”燕温岚轻笑：“那维清是要我替你全担了？”谢维清轻声反问：“不可以吗？你是我哥哥，理应要替我。哥哥是这么用的吗？”燕温岚没来由的问了这么一句话。谢维清不解的看着他，不明白对方怎么突然这么问。燕温岚没有解释，只是笑了笑，实在没忍住，抬手掐了一下谢维清的脸，很软。他又掐了一下：“今日先生又骂我了。”谢维清蹙了蹙眉：“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怎么奇奇怪怪的？”他把心底那股微妙的奇怪感压下来，想着说其他的事情，还没开口，就见燕温岚朝自己逼近，他下意识往后退一步。燕温岚又上前一步，并且还先发制人的问他：“后退作甚？”谢维清稳住身形，隐约感觉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意味。他抿了抿唇，看着燕温岚的眼神多了一分警惕，生怕对方又一言不语地上前。分明是你！我什么？燕温岚打断他的话，反问道。谢维清有些不自然地别过头，低声轻语：“你靠得太近了，青儿不喜欢。”谢维清略微睁圆了双眸。这5年中，燕温岚其实很少再唤他这个称呼，说他长大了，总归不能像儿时那般。如今对方不知为何突然又唤起了这个，我没有。谢维清不经意地对上了燕温岚的目光，话音蓦地一顿，他像是被对方的目光灼烧到，霎时挪开了目光，又道：“
没有不喜欢，所以青儿也会喜欢我，对不对？燕温岚直截了当的说，完全就是仗着谢维清依赖自己，哪怕不喜欢也做不到心肠很硬，会让远离他。啊！谢维清瞬间怔住，直愣愣地看向燕温岚，他想问是哪种喜欢，又问不出口。过了会儿，他又听到对方不紧不慢的说道：“我心悦你，谢维清。”他几乎是屏住了呼吸。燕温岚继续说下去：“你要不要考虑考虑我？”谢维清大脑一片空白，根本没有其他的念头，他像是被吓住了一般，只会直直的看着眼前的人。片刻后，燕温岚没等到谢维清的半句话，他犹豫了片刻，抬手戳了戳谢维清的脸蛋：“别是被我吓傻了吧？”谢维清勉强回过神来：“你才傻呢。”“我傻，维清照顾我一辈子吧。”谢维清瞬间听懂这番话是什么意思，他耳尖微微发热：“我才不要照顾你，我最多偶尔照顾你。”燕温岚低声道：“维清这么好啊，居然还不嫌弃我。”谢维清往后退了一步，燕温岚没再步步紧逼，反而停在原地。他见状也没有再后退。为什么？为什么要说这个？谢维清没给燕温岚答话的机会，又问道：“为什么会心悦于我？因为我的脸，还是因为……若是因为你的容貌，估计一早先生就要把我逐出谢府了。”谢维清，那时我才5岁，你若真起了什么念想，这也……我才不是那个意思。他一时羞恼，亏你也说得出来。我错了。燕温岚态度诚恳，可维清又不丑，我若说没看中你的脸，恐怕你也不信吧？谢维清，不信又如何？怪我生得好看喽？不怪，维清是天底下最好看的。番外 F 之幼年相遇吧。那天夜里，谢维清没有给燕温岚一个准确的答复，但也如燕温岚所料，并没有远离或是跟他有明显的分界，照样还是任他夜里过来见人。燕温岚对此事不急，从小到大，谢维清最亲近的人除了家人便是他。再者，自己几乎每天夜里都要偷偷去见人，一点都不怕对方会喜欢上其他人。至于其他人，那就看看有没有这个命了。很快年底，大雪纷飞，也正是腊月尾，谢官堂的学生忽然在朝堂上呈上顾王两家当年陷害秦家的证据，皇帝迫于摄政王手握兵权，只能下令将顾王两家参与此事的全部关押进大牢。同月，顾家为了自保，联合宫里的太后造反，挟制帝王。次年初春，顾家太后重新出现在朝堂上，帝王梁朝被囚禁，随后被大臣上书反对，要求太后交出政权。太后以武力镇压，杀了好几位大臣。半个月后，燕温岚听谢维清吩咐，与北疆谢家军一起举兵攻入了长安，战火持续了半年，最终以武力推翻了晋朝。新帝登基那晚，摄政王执意留在了宫里，对外称是喝酒喝多了，不方便出宫。到了亥时，燕温岚特地沐浴一番，换了一身新衣裳，这才去了新帝的寝殿乾元殿。王爷，守在殿门口的宫人只见摄政王直接推开殿门走进去，想拦住都没反应过来。不愧是摄政王，胆子这么大，这不是诚心要骑在新皇头上吗？宫人瑟瑟发抖，不敢再出声。殿内，谢维清正歇在罗汉榻上，累了一整日，压根动都不想动一下。听到有脚步声靠近，他悠悠地撩开眼皮看了过去。看清来人后，他好似更累了，换了个姿势趴在罗汉榻上，小声地问道：“你怎的来了？”“来见我们陛下。”燕温岚自然而然地上前，坐在了谢维清身侧，目光似是不经意扫到了对方微微塌陷的腰腹，只是一眼，他便挪开视线。谢维清偏过头，声音闷闷的：“别叫我陛下。”燕温岚，那叫什么？青儿，这貌似不太好吧？谢维清原先是想说和平日里一样，叫维清就好，谁知对方张口就来一句青儿，下一秒又听到说不太好，他霎时抬头看向燕温岚，怎么不太好？太亲昵了，陛下至今都没有给我一个名分。燕温岚低声说道，活像一个深宫怨妇，在谢维清面前装可怜卖委屈，我哪配啊？谢维清，他真是对燕温岚佩服的五体投地了，生怕对方又说出那些肉麻话，他下意识抬手捂住对方的嘴，不允许再出声。闭嘴！你这都是从哪学来的？燕温岚抬手抓住了谢维清捂住他嘴巴的手，不让人收回去，双唇贴着对方的手心，他眼底逐渐漫起笑意，一双凤眸直勾勾地盯着他的帝王。谢维清目光触及到眼前人的笑意，瞬间就想要抽回手，却被燕温岚抓得紧紧的，哪里像是没有名分的人。燕温岚直直地盯着谢维清说道：“陛下，微臣想当你的君后。”谢维清好似整个人都烧了起来，他想要避开对方炽热的目光，但好像怎么都避开不掉。情急之下，他脱口而出道：“我答应你就是了。”燕温岚愣了愣，嘴角怎么压都压不住。当真？可不许骗我！你既然说出口了，我就是要当真的。我何时？谢维清不自在地别过头，抿了抿唇。我何时骗过你？话音刚落，谢维清的下巴就被燕温岚捏住，随即一个吻压了下来。此后，燕温岚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燕朝的君后。番外 F 之竹马篇1。燕温岚6岁时，陪同着外祖父去了谢太傅府上参加对方小公子的周岁宴，几乎来的宾客都是外祖父的学生，要么就是学生的学生。
他就站在外祖父身旁，那些宾客都会提一嘴自己，有的带着一丝谄媚讨好，有的想要巴结，当然也有没这些心思的。这就是摄政王的世子啊！果然如外人所言，天资聪颖，待人有礼有节。燕温岚每每都会谦虚的回几句寒暄的话，不过今日宾客实在过多，他向外祖父请示了一番，便自行去了后院。听那位谢太傅说，后院有一处专门供人观赏的庭院。燕温岚找了一位小厮带路，世子，前面就是了。好，多谢。燕温岚温和的笑了笑，微微颔首道：“小厮告退。”他一人踏入了这处听水庭院，竹叶被风吹得簌簌作响，不远处传来石阶流水声。燕温岚抬脚走去，却无意见着了谢太傅的夫人。眼前的女子温婉动人，正盈盈笑着逗身旁的孩童。青儿，对，抬脚走过去，真棒！青儿怎么这么厉害呢？宋昭化让小谢为亲去拿被风吹落的帕子，温声鼓励道。燕温岚目光落在了1岁的孩童身上，眼睛亮亮的，小步子走得稳，哒哒的走过去，把帕子捡起来，又哒哒的走回去，声音声脆的唤了声娘亲，给青儿真棒。燕温岚原先是不想打扰的，但见到眼前的小孩子这般可爱，还是忍不住。本来也是小孩子的年纪，见到乖巧可爱的，自然是心生欢喜。在下摄政王府世子，无意打扰夫人与小公子。燕温岚作揖道，只是见小公子如此可人，便想认识一番。宋昭化自是认得眼前这位摄政王世子，我知道你3岁便能熟背诗书礼义，4岁作诗，更有先生说你天赋异禀，听说5岁便能骑射，可真？燕温岚默得有些不自然，夫人谬赞了，温岚也只是略懂皮毛。宋昭化轻笑，随后让谢维清换人，叫哥哥。谢维清眨巴着大眼睛，仰头看着燕温岚，郭，是哥哥，不是蝈蝈。谢维清上前一步，险些没站稳，燕温岚急忙伸手稳住对方，就听见眼前的小维清又清脆乖巧的喊了一声郭。燕温岚霎时像是被人戳了戳心脏，她看着眼前这个白嫩粉人的团子，还有对方那双大眼睛，她几乎是下意识把跟前的团子抱起。宋昭化，小心！小维清特别聪颖，宋昭化还没说完便知道要抱着燕温岚的脖梗，还一点都不怕，居然还问燕温岚蝈蝈青儿重吗？不重。燕温岚立即回道，声音温润。几乎1个下午，燕温岚都在听水庭院这边陪着谢维清玩，还教人怎么叫哥哥，看对方走路，时不时小维清还会揪着几根草带回来给他。哥哥，给。小维清跟献宝似的摊开手，亮出了手心里的野花野草。燕温岚每回都一一收起来，谢谢青儿。不客气。小维清大抵是走累了，说完就双手扒拉在燕温岚的双腿。他抬头看着对方，脆生生地问道：“哥哥，你能抱我吗？”“当然可以啊。”燕温岚把语气放轻，说着就把人抱起来，坐在了自己的腿上。“青儿走累了是不是？”“小维清重重点头。番外 F 之竹马篇2。自那日周岁宴后，燕温岚便时常来谢府登访，久而久之竟形成了习惯。谢维清5岁时便被谢官堂带去了秦府，说是太过调皮，实则是对方吵着闹着要去秦府习书，说是要燕温岚陪着才肯学。当真是这么说的。燕温岚抱起小维清，语气温和，还带着几分笑意。小维清窝在了对方的怀里，脑袋重重一点。对，我和阿爹说，我要跟哥哥一起习书，不然就缠着阿娘。燕温岚默的失笑，你阿爹怎么和我父王一样？哥哥的父王？你好像没见过他。燕温岚温声道，他很少会来外祖父这里，改日我带你回王府好不好？要见哥哥的父王吗？谢维清声音脆生生的问道。燕温岚好笑的揉了揉怀里小维清的脑袋，父王不凶，若是见到青儿这么可爱，定然也会喜欢你的。我知道。知道什么？燕温岚含笑逗他，是知道自己这么可爱吗？谢维清偏过身子，猛地把脸埋在了燕温岚的胸膛，像是脸皮薄不好意思了。随后就听到对方笑道，青儿这是作甚？明明就很可爱啊，怎的还害羞起来了？怀里的人不动了，也不说话。燕温岚眼底笑意更甚，青儿，哥哥不许说话。谢维清小声的命令道，不然青儿不理你了。几日后，燕温岚带着谢维清回了王府。秦安婉专门让燕楼明下朝时去西城那边买酥点回来。燕楼明绕了大半个长安，西城是离皇宫最远的，马车停了下来，他撩开马车帘子下去，挑了平日里秦安婉和燕温岚爱吃的口味，还买了些其他的酥点。回到王府时，燕温岚已经带着谢维清在庭院里玩了，秦安婉在屋内插花，他推门而进，还没见到人就开始唤阿婉，阿婉，我回来了，怎地不理我？阿婉。燕楼明把酥点放在案桌上，最后一声带着些许幽怨。秦安婉眉眼一弯，将手里的花插完，这才偏头看向了对方，酥点可买回来了？买了，我听着你吩咐呢。燕楼明将另外一份酥点给秦安婉看，你说温岚今日要带谢景明的儿子来玩，我特地多买了一份。秦安婉刚要习惯性的夸奖几句，就听到屋外传来2个孩子的声音，谢维清抱着好几枝花跑了过来，婉婉姨，看花。燕楼明闻声看了过去，
挑了挑眉，谢景明之子竟生得如此可爱，难怪温岚回电记着，时不时就要去一趟谢府。秦安婉接过谢维清递来的花，摸了摸对方的脑袋，谢谢谦儿了，去燕叔叔那吃酥点，要不要？谢维清扭头看向了燕楼明，对方生得高大，看着就是凶巴巴的那种，他有点不太敢，又看向了燕温岚，随即撒开小腿跑向了哥哥那里。哥哥，抱！秦安婉蓦地一笑，瞧，我说什么来着？让你平日多笑笑，老是贪着张脸，如今倒是把小孩给吓着了。燕楼明听着并不恼，我对你又不贪着。谢维清留在了王府用午膳，还把燕楼明买回来的酥点吃得一干二净，对那位贪着脸的燕叔叔倒没这么害怕了。午后，秦安婉让2个小孩去武器，屋外的阳光洒了进来，他陪了一会儿燕楼明后，便去看燕温岚，他俩有没有乖乖听话。他放轻手脚推开门，就见2人歇在了榻上，窗台的阳光正好落在了卧榻，小维清窝在了燕温岚怀里睡着的。秦安婉看着眼前的画面，心倏地一软。此后，谢维清没事就跑来摄政王府，秦安婉为此经常使唤燕楼明下朝时，顺带买些吃的回来，有好几次都是让人干脆宿在了王府里。番外 if 之竹马篇3。嘉隆10年，边疆常有敌寇来犯，而地主贺、上下朝野为此争论不休，一时之间分为2大派，主和与主战。摄政王燕楼明带头主战，后与秦家、谢家一同。至此主战派胜出，3日后带其子燕温岚前往北疆，秦、谢2家均派兵驻守，并派了不少年轻男儿前往战场。朝堂中主和派安分了一段时日，然而在北疆传来第1场大捷后，主和派便时常上书帝王，话里话外皆是让燕楼明等人停战讲和，却又不敢在朝中说出来。毕竟谢观堂和秦平川，也就是秦老爷子还在朝中镇着，谁敢说一句主和，估计当日下午就要被五花大绑送去前线战场。战火连绵不断，此战断断续续也打了4、5年。1年前，燕楼明身负重伤从战场回来，半年后携妻又赴北疆。同年，皇帝广招秀女入宫，户部拨款上100万两白银，也因此国库无多少银两再拨给北疆的军队。次年春寒之际，不知冻死了多少士兵，少粮缺冬衣，北疆再次向朝廷上书要求拨款，遭到顾家为首的大臣反对，并说主战伤国运，害得百姓不得安宁。朝廷连年拨款给北疆打仗，却迟迟不见战火息止。皇帝下旨命驻守北疆的军队回朝，并且明令让秦、谢2家收兵，让燕楼明带人去讲和。圣旨传到时，北疆士兵群情激愤，扬言拒不遵旨。这年，燕温岚刚弱冠，带兵打了数场胜仗，身上早已没有5年前温润如玉的公子气质，血腥戾气描摹着眉眼，人人都道对方同他父亲一模一样，杀人不眨眼，杀人如麻。很快，燕家抗旨不遵的消息便传回了长安，顾家又从中使计，想着把秦家与谢家一起拉下水，却没想到燕家会直接造反。先是燕温岚抗旨不遵，带兵将敌军击退千里之外，之后又联合秦家军直逼长安，2年后晋朝彻底被推翻。这年谢维清18岁，他已经有7、8年没有见过燕温岚了。新朝建立，谢家依旧还是世家之一，而当时的主和派如今也死得七七八八，能活下来的也早就被新帝罢免官职。而燕温岚作为新帝唯一的血脉，自然一早就被立为储君。谢维清再次见到燕温岚，是在对方带兵攻入长安后，当天晚上，燕温岚便翻墙闯进了他的院子里。多年未见，谢维清险些要被对方翻墙进来的动静声吓得半死，眼前的人多少有点陌生。对方离开长安前，分明还是一位温润的世子，如今很快就要变成帝王家的储君了。谢维清愣神须臾，下意识挪开了眼。他不知道为什么燕温岚要半夜来找自己，虽说这几年他俩都还有书信来往，甚至对方造反还是自己在信中提起的，总不能是要威慑谢家。你不愿见我？燕温岚注意到了谢维清的目光闪躲，忽的心口微涩。他们分明在信中还是好好的，如今见了面，方才知有多生疏。谢维清蓦地抬眼，不是。话音一落，他就见眼前的人松了口气，带着几分小心翼翼的感觉。我以为青儿不愿意见我了。为什么这么说？谢维清声音微紧。因为好久都没见你了。燕温岚借着烛光看着眼前的谢维清，当年还只是高到他胸膛的小孩子，如今也快弱冠了。谢维清有些听不明白，但也没有过多纠结，他只需要知道对方还是当年待他好的哥哥就够了。我以为哥哥是来敲打我，或者是威慑谢家的。燕温岚听到久违的称呼，竟有些恍神，他勉强回过神，怎么会？先生没生气吧？谢维清歪了歪脑袋，我不是在信中跟你说了，父亲骂你，还有骂晏殊，说你俩造反，居然一声不吭的。燕温岚蓦地一乐，先生当真只是这么说？真的啊？燕温岚的目光一直盯着谢维清，终于问起了他最在意的一个问题：那你呢？青儿生不生气？会不会觉得我变了？谢维清缓慢地眨了下眼，刚开始觉得哥哥变了，实际上也确实变了不少。燕温岚没来由的紧张，身子几乎是一瞬绷直了。他定定地看着谢维清，很想说自己没有变，但这又不可能，说出来也不会让对方信服。
但是哥哥还是会对我好，是不是？谢维清声音放轻了许多，说完便转身回了里屋，还不忘让燕温岚进来。那当然。燕温岚应着，飞快抬脚跟了上去。谢维清给人倒了杯茶，忽地想起什么，随口问：今日大军刚攻进长安，你偷偷过来，不怕晏殊说你什么？燕温岚嘴角微勾，我一早便同父王说了，回长安后就让我来找你。他说着就坐了下来，继续跟谢维清说道：用不了多久，父王就要登基，到时候见你一面都要出宫寻你。话音刚落，谢维清就反应过来燕温岚这句话的意思。那到时候我入宫陪你不就好了？燕温岚蓦地屏住了呼吸，又听谢维清说道：日后你是储君，不是得要安排几个世家子弟入宫伴骑左右吗？燕温岚喉间一紧。谢维清说着，还朝燕温岚笑了笑。那哥哥以后就不用出宫寻我了。燕温岚脱口而出一句，这般顺着我。谢维清听后怔了下，忽地察觉出了一丝不一样的意味。他唇线微抿，你是哥哥，自然是要。那不是我要顺着你吗？燕温岚打断对方的话。谢维清张了张嘴，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胡乱应了一声燕温岚的目光一直落在他的身上，半刻都没有离开过。半晌后，对方忽地开口控诉道：青儿要同我生疏了。谢维清疏的看向燕温岚，不知道为什么对方会得出这番言论出来。我何时要同你生疏了？不生疏吗？燕温岚睁眼说瞎话，怎么觉得生疏了许多？你都不和我多说几句。谢维清说没有，随后解释道：我只是不晓得要怎么说。能怎么说？就说你和我是天下第一要好的，哪怕他们分别了8年，他和谢维清也是最要好的。番外 if 之竹马篇4。新帝登基，国号为燕，意为海晏和亲，百姓安乐。而长安4大世家也只剩下了秦、谢两家，在朝代更迭中依旧稳住了地位和权力。秦家为武将之首，而谢家不仅有兵权在手，还是文臣之首，势必会让帝王所忌惮。而秦家又是皇后母家，朝堂多了不知多少新臣，难免会觉得谢家与秦家需尽快压制或除掉。殊不知，他们这位帝王根本无心这些朝政，基本奏折都是由皇后与太子过目。如今太子又将谢家公子唤进宫，说是当伴读，但也有人嗅出了不一样的意味。你阿爹呢？秦安婉合起一本奏折，偏头问身旁坐着的燕温岚，只见自家儿子并没有认真看奏折，而是将目光落在了台下坐着的谢维清身上。他抬手抵唇轻咳一声，眼神多了几分打趣：温岚在看什么呢？燕温岚回过神，像是被人抓包似的，倏地将目光收回。他薄唇轻抿，低声回道：阿娘，我没看什么。私下还是习惯称呼父母为阿爹阿娘。秦安婉耐着性子又说了一遍。燕温岚答道：阿爹他和祖父去了城郊的西河垂钓了。他说着，目光再次落在了谢维清身上。听说先生也跟着去了。话音刚落，谢维清抬眸对上了他的视线。临近黄昏，燕楼明几人才从城郊外回宫，将垂钓得来的鱼交给了御膳房，便马不停蹄地赶去了御书房。人都没见着，就先唤了一句阿婉，随后就一直叫唤到见着人为止。秦安婉轻飘飘的抬眸睨了对方一眼，随后勾了勾手。燕楼明弯腰凑上去，下一刻就被人拧了下耳朵。半日不见你人，把奏折都扔给我们，自己倒是潇洒起来了。秦安婉声音温和，哪怕是训斥责骂，都只让人听得悦耳。哪有，我岂敢啊！燕楼明任由自家媳妇拧着自己的耳朵。昨日不是你说想要吃鱼吗？我便和父亲还有谢景明去城郊垂钓了。他说完，像是才想起来什么似的，冲着谢维清说道：对了，维清，你父亲他们待会儿入宫一起用膳，就不用出宫了。谢维清轻声说好，刚要起身退下，就听到燕温岚先说告退，并且还带上了他。殿门外的天色暗了下来，宫瓦檐角处停着几只雀。燕温岚习惯性地抓着对方的手腕，带走了一段路后才松开。本来谢维清都不留意这些小动作的，他非得要拎出来提，忘记松开了。维清不介意吧？谢维清垂眸看了眼被抓过的手腕，腕骨处还留着燕温岚掌心的温度，不知道为什么对方要问自己介不介意。抓手腕是什么不能做的事情吗？他压下心头的疑惑不解，轻轻地摇了摇头，不介意。谁知他刚一说完，手腕又被燕温岚抓了去。谢维清抬眸，投去不解的目光，想问怎么又要抓他手腕，就听到对方不急不慢地开口道：既然维清不介意，那我就继续抓着不放了。谢维清，番外 if 之竹马5。谢观堂带着宋昭华入宫时，燕温岚抓着谢维清的手还没松开，两人就这么漫无目的地走着去了御花园。路过的工人见状，纷纷低头行礼，余光中瞥清了什么，把头低低埋起来，恨不得直接钻入地底。当朝太子居然和谢太傅家的公子，他们不会被杀人灭口吧？头顶传来2道温和的声音，让他们起来。工人强压着心惊，朝两人行礼后就绕开而行。谢维清带工人离去，微微偏头看了眼燕温岚，他试探性地正了正手腕，发现对方不但不松开，还猛地收紧。他唇线微抿，轻声提醒道：你抓疼我了。燕温岚倏地松开了一半的力道，看向谢维清的眼神多了几分无措和歉意。他低声说道：抱歉。谢维清眨了眨眼，
语气里好像带着几分打趣，口口声声说抱歉，可怎地不见你松开过半分？燕温岚心脏骤然漏了半拍，愣愣地站在了谢维清面前，直直地盯着眼前的人。他张了张嘴，想要解释，或者说是想要狡辩，就听见谢维清冷不丁地出声道：“哥哥，要想清楚了再说。”燕温岚不能确定对方这句话是想让自己说明心意，还是要他憋回去。他刚要开口说，又听到谢维清问他：“为什么要抓住我的手？很好摸吗？”燕温岚蓦地屏住呼吸，连带着要说出口的话都被堵了回去。他喉结上下滚动，声音不自觉地哑了半分：“我挺好摸的。”他声音逐渐压低，有点不自然地别过头，没敢看谢维清。谢维清环着手，静静地打量着眼前这位从小到大陪伴着自己的哥哥。他是知道世上有龙阳之好的，但他没想过燕温岚会是，而且是对自己有那种想法。不过谢维清很快就想通了，放眼长安，他的容貌定是数一数二的，燕温岚除了他就没有跟别人靠近过，不心悦他，还能心悦谁？他歪了歪脑袋，忍着笑意轻声问道：“只是挺好摸吗？”不等燕温岚说话，他继续说道，尾音有些上翘，就像是一把小钩子，直接要把对方的三魂六魄全都勾走。那以后不给你摸了。燕温岚喉间发紧，凤眸紧紧地盯着眼前的人，语气强势又带着往日的温和：“不行。”谢维清想说为什么不行，就冷不丁的听到了燕温岚认真的说道：“青儿，我心悦你。”谢维清听得耳朵微烫，他故作镇定的说道：“我瞧出来了。那青儿是怎么想的？是心悦我一点呢，还是会心悦我？或是说青儿会厌我？不心悦也不厌你。”谢维清没想过会跟燕温岚在一起，但他这些年来能上心的人除了家人，也就只有对方了。他不知道这种是不是心悦，也不知道心悦一个人会是什么样的。他只知道燕温岚心悦他，自己并不会觉得厌恶，也不会想着去避开对方。当真？当真不讨厌我？谢维清摇摇头：“我为何要讨厌你？就因为你心悦我。那你努力一些，让我也心悦你，不就好了？”话音未落，他被燕温岚摁在怀里，他眨了眨眼，似乎闻到了对方发丝上沾染的花香味。番外 if 之竹马篇6。自那日说明心意后，燕温岚好似就笃定了谢维清终会答应他。平日里想靠近一些都不会暗地偷偷摸摸的，虽说先前也没有这么偷偷摸摸的，但相比之下已经够肆意放浪了。时不时就要贴着对方，但凡谢维清挪远了半分距离，他都要开口像是个深宫怨妇般的控诉：“维清好生狠心，与我离得这般远。”谢维清起初还会跟人反驳哪有这般远，只不过后来听多了燕温岚说的这些胡言乱语，也就没再理会过。毕竟自己就算一动不动的，燕温岚都会一点点挤过来。许是见他没再说什么，对方还动不动就要先跟自己说一声：“维清，我坐过来了。”维清喝茶。维清夜里怕黑吗？我可以陪你的。谢维清，这还是他那太子殿下吗？燕温岚又一次给他亲手斟茶后，谢维清已经连礼貌的多谢二字都不愿说出口了。他无奈，心想着自己是不是答应燕温岚后，对方就会收敛一些。正当他犹豫不决时，谢维清亲眼见到对方拿起了自己喝过的茶盏，重新倒了7分满的茶水。正当他以为是要给自己时，只见燕温岚无比自然地端起茶盏喝了起来。谢维清，他深吸口气，想着让自己心平气和些。他抬眸看向燕温岚，语气偏淡，可偏偏某人还听不出来，殿下是没有自己的茶杯吗？燕温岚语气微扬：“不过我就要用这一个的。”谢维清耳朵一热，殿下这是从何处学来的这等孟浪言语，也不害臊。青儿恼我了，我以后不说话便是。谢维清只觉得自己脸烧，心想着对方去了几年军营，怎么就变得如此孟浪轻浮？他别过头，低声道：“没说恼你。”燕温岚闻言，倏地失笑起来：“是不是我做什么，你都不会恼我？”谢维清缓慢地眨了眨眼：“你想做什么？”“想亲你。”燕温岚不急不慢地说下去：“可是维清还没给名分，我怕亲了你，你不认账。”谢维清，他何时有不认账的？不对，对方又没亲他。谢维清顿时羞恼地弯了眼过去：“你净瞎说，我不要同你说话了。”“这哪能啊？”燕温岚拽住谢维清的手腕，眉眼间染上了几分笑意：“好维清，你就同我说话吧，同我说话一辈子。”“我为何要同你一辈子？”谢维清轻声问了句，尾音微微上翘：“我不能和别人一辈子吗？”“你杀我了吧？”燕温岚心知对方说的是玩笑话，听着还是忍不住说道：“我死了你也要陪我一辈子，然后我就去把你的奸夫杀了，挖心掏肺。”谢维清倏地弯起眉眼，轻笑地斥道：“凶蛮！燕温岚，我凶蛮，我无礼，维清不照样喜欢我？我何时说喜欢你了？”浑身上下都写着燕温岚不费吹灰之力将人揽入怀里抱住，写着欢喜我，说要和我一生一世一双人。谢维清抿着笑意，故意说道：“我也可以不和你一生一世一双人的。”“不行，算我求你，求你只和我一个人。”“好吧。”番外 if 之变小记1。这日休沐，燕温岚在昨夜趁机折腾了好一番谢维清，都快敲响3更钟才休停下来，随后心满意足地抱人入怀而眠。快到末尾时，
谢维清那会儿是真想要骂几句对方，跟饿狼见着肉似的，丝毫不懂得做事要有轻缓。他带着一身酸泪感入睡，次日一早睡醒时，只觉得眼前漆黑一片，而且总感觉身上空落落的，没有任何一丝衣物或是遮挡物。谢维清缓慢地眨了眨眼，心底升起几分疑惑。他意识还没清醒，只觉得周围特别宽敞，好像是能滚上100来圈一样。谢维清清醒了几分，看了眼四周，没太看出来这是在哪，身下很软。他用手摸了摸，像是床褥的触感。他心底更加困惑。等他循着光处走到尽头时，他看清了周围是什么样子，也好像反应过来自己如今的处境。这定然是噩梦，定是他昨夜太累了，这才做了噩梦，不然自己怎会变小呢？谢维清皱起眉，转身一看，就看到了一个超级放大版的燕温岚。他还没做好准备，俨然被吓了一跳，心想着燕温岚怎么这么大一只？对方还没有要醒的迹象，谢维清从床边上的衣裳中拔出了一条干净的手帕，给自己披上，随后爬上了卷枕上。他单手托着下巴，目光直直落在了还在睡觉的燕温岚身上，在想对方醒来见到自己变小后会是怎么样的反应。过了好一会儿，燕温岚才转转悠悠的醒来，还没完全清醒。他下意识的想要搂紧谢维清的腰身，结果却扑了个空。他家维清呢？燕温岚倏地坐起身来，今日休沐，难不成他的维清又和上回一样去了御书房，把自己一个人留在了乾元殿里？不行，他要去把人抓回来。燕温岚刚掀开被褥，忽地余光捕捉到了什么，他霎时偏头看向了卷枕，没有说话，估计被吓得不轻。谢维清眨巴眨眼，好整以暇的看燕温岚的反应，不急不慢的开口说道：“你没做噩梦？”燕温岚盯着那缩小版的谢维清，没说话，就这么无声的看着。他不信，他那么大一个维清，怎么一觉醒来就变得这么小一只？谢维清没再拖着下巴，如今燕温岚坐起来，他还得拼命仰着头看对方。于是他双手撑在卷枕上，用平常的声音又说道：“为何不说话？”燕温岚没听清他说了什么，皱了皱眉。谢维清意识到了什么，站起来，冲着人大声的重复问了一遍。燕温岚听清了不少，薄唇紧抿，神情有些恍惚的说了这么一句：“这一定是噩梦。”他说完就想着躺下继续睡，等待下一次真正的睡醒。谢维清皱起眉，大声命令道：“不准睡！”燕温岚若是继续睡过去，那他怎么办？对于燕温岚来说，饶是梦里的谢维清，他都不敢不听对方的话。他默了默，朝小人版的谢维清挪了挪位置，好让自己听得更清到底说了什么。随后在心底纳闷自己为什么会做这种的噩梦，他也没想过要人这么小啊。燕温岚暗自苦恼着，倏地想起了什么。他依稀记得是有一日，谢维清又背着他偷偷去了御书房，就想过一次，要是他能变小就好了。可怎么是维清变小了？他呢？番外 if 之变小记2。燕温岚猛地往自己手臂上一掐，火辣的扯痛感瞬间蔓延开来，随后看向了还没有他1巴掌高的人。不是做梦。谢维清跟对方比起来，倒显得冷静了许多，还有心思打趣道：“谁昨日说的要变成小人偶，整日粘在我身上的？”燕温岚，他可以哭燕皇宫了，你还打趣我？万一变不回来，该怎么办啊？谢维清抓着燕温岚的衣角，爬上对方的大腿，又爬上了对方的掌心，抬头话也不说，就这么直直的看着燕温岚。燕温岚很快就反应过来，抬手将掌心上的小人偶托起，靠近自己的面前。他轻轻伸出一根手指，想碰又不敢碰，生怕自己没控制好力道把人给弄伤。下一刻，谢维清双手抱住了自己伸出的那根手指，张口就咬了下，随后松开说道：“变不回来的话，那温岚就要哭鼻子了。”燕温岚，这一点都不好。为此，燕温岚偷偷命人宣召长安国清寺的大师和玄多关的道长入宫，得出的都是顺其自然，不可强行解除因果。听得燕温岚当场就想要抽刀把2个没用的废物给杀了，还是李福乐把青天剑带过来，这才令2位能活着出宫。谢维清坐在月案上，轻声的哄着人说道：“好了，方才青天剑不是说了吗？待10日后就能因果消除，看你下回还敢不敢乱说。”燕温岚霎时一改方才那副想杀人的模样，看向谢维清的目光瞬间变得温和，好似还多了一丝委屈。他低声说道：“那我也是说我要变成小人偶，整天黏你身上的，我没乱说，是老天爷听差了。”他反驳道。谢维清听着好笑：“你还说呢？”燕温岚默了默：“我不说。”这几日谢维清都是称病不上朝，眼下所有政事都交由燕温岚代为处理，不少大臣私下防着，偷偷把重要的奏折直接送去了乾元殿，还多了个心眼备了第2份。燕温岚刚从御书房批完奏折回来，宽袖里头还带着谢维清，刚进殿，李福乐就凑上来说殿内还有奏折，是大臣趁着燕温岚去御书房的时候送过来的。燕温岚一天天竟干些损事。藏在袖口里的谢维清忍不住笑了笑，待燕温岚平退宫人后，他才扯了扯对方的衣袖，示意让自己出来。燕温岚把人放在奏折堆上坐着，随后看了眼御案上的奏折，其中还有几本是悄悄参他的。你看他们，燕君后不满了，一屁股坐下，就满脸委屈的看向谢维清，就称病几日，他们就想着要把我弄下台了，可真是陛下的好臣子呢。
我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人吗？哎呀！谢维清坐在叠了5、6本的奏折上面，不自觉地晃了晃脚。温岚定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人，消消气，我的好君后。燕温岚霎时就被哄好了。那陛下，你说这事儿是不是他们做的不对？是，他们做的不对。那我呢？温岚定是极好的。燕温岚翘起嘴角，心甘情愿地拿起奏折批阅，这还差不多。番外 ，if 之明星与金主，娱乐圈里人人都知道，谢维清背后有一个首富金主，资源拿到手软，圈内几乎没人敢得罪他，但私底下却是比谁都看不惯，还料定对方会被那个大金主抛弃。毕竟圈内的游戏哪能真的动感情？别看如今那谢维清红极一时，等那位玩腻了，分分钟跌落神坛，届时无数人都想要踩他一脚。谢维清的经纪人是他那金主亲手点名带的，对这类的包养游戏已经见惯不怪，但他还是头一回碰上人尽皆知的。那位也不知道避着点，而谢维清更加无所谓，一开始就没打算管网上的言论。等他接手的时候，舆论已经彻底定型了，哪怕他再怎么金牌，都改变不了对方被包养的这个事实。总不能说被狗仔拍到的那些出入酒店、穿同款、去情侣餐厅，都是讨论剧本、商讨合作吧？哈哈，网友是傻子吗？我说祖宗，你俩能不能消停一点点？昨天情人节，你俩出去吃饭也就算了，为什么不戴口罩？为什么不全副武装？你俩吃完饭还去酒店开房？经纪人边吼边拍自己的胸腔顺气，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有金主是吗？谢维清被折腾了一晚上，神情恹恹的，一大早还得爬起来拍广告。化妆师在一旁给他遮住脖子上的那些吻痕，耳边还听着经纪人的训话。他眨了下眼，语气疏离平淡：“我总不能拒绝他吧？”经纪人知道是这个理，被包养的本来就是被金主花钱买来的金丝雀，说的难听点，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一时沉默，转头问化妆师能不能把这些痕迹遮住。化妆师讪讪：“有些地方太明显了，得上厚一点的，但上镜的话就会显得妆感很重。”说白了，就算遮住，也知道发生了什么。毕竟有一回广告拍摄，不知道是哪个工作人员把底片露出来，谢维清脖子上赫然有个草莓印，当时闹得可凶了。经纪人绝望地闭上眼，算了，能遮尽量遮吧。谢维清听后，原先毫无波澜的眼眸动了动，他轻声开口道：“遮住的话，他又要生气了，红起来又要小半天。经纪人真特么难伺候，谁家金主整这出啊？那其他人的金主都知道，把人藏起来，尽量不被发现。这位倒好，巴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自己包养了金丝雀。”他深呼吸几下，那就顶着吻痕拍啊！谢维清眼尾一扫，瞥向自家经纪人，清冷的声音响起：“这期不是拍口红的吗？假装是口红弄的行不行？”经纪人扯了扯嘴角：“你俩玩的还挺花。”谢维清的提议被无情的 pass 掉。经纪人在一旁盯着化妆师把那些吻痕遮得一干二净，并且提醒对方道：“你跟着那位也有2、3年了吧？日子久了，总得换新人。你不为自己的前途打算，也要留个后路吧？”谢维清，他要换新人吗？经纪人脸色一黑：“我说的是你的后路。后路？我去问问他什么时候换。”经纪人，这是能问的吗？下一秒，经纪人就看到谢维清拿起化妆台上的手机，给一个备注大名为燕温岚的联系人发了消息过去。谢维清，你什么时候换一个人包养啊？经纪人连忙开口：“你不要说是我教你的，我求你了祖宗。”谢维清，我不会的。对面估计不忙，很快就回了一条消息。经纪人睁开一只眼，偷偷看了一下。燕温岚，燕温岚，谁教你这么问的？你那个经纪人。谢维清，不是。谢维清，哎呀，你就说你什么时候换人啊？谢维清，我想退休了。几秒后，燕温岚的电话直接杀了过来。退什么休？你又从哪听来的？燕温岚语气不好，声音更是冷沉。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换人了？谢维清，你能不能不要听别人说一句，你就要来折磨我？我又做错什么了？谢维清语气温和，你没有做错啊，我只是好奇，不能问吗？燕温岚深呼吸，显然是被气得不轻。这么好奇是吧？我告诉你，想退休，这辈子你就想着吧。谢维清皱起眉，你语气好一点，老兄我干什么？脾气一点都没改，不跟你说话了，我要工作。没等燕温岚反应过来，谢维清就把对方的电话挂断。一旁的经纪人，等一下，这还是包养与被包养的关系吗？经纪人是最近才接手谢维清的，压根没见过对方和这位燕金主的相处方式，他被震惊的无法形容此刻的心情，有一种无形中成为了两人普雷之中的一环的感觉。谢维清刚拍完广告，燕温岚本尊就出现在了广告的拍摄场地，他淡淡的瞥了对方一眼，现在才来，我都工作完了。燕温岚走过去，极其顺手的就把外套给谢维清披上，怎么不贴多几个暖宝宝？这么冷。谢维清只是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他接着说道：“我刚开完会就赶过来了，走吧，我带你去吃午饭。”谢维清，可我好累，我想回家。燕温岚本来是要好好教训一顿谢维清，让人整天就知道听别人的话来折磨吓唬自己，
结果听到这句话后，顿时就被哄好了似的。好好好，咱回家。他说着，转头看了眼自家宝贝的经纪人，后面没安排工作了吧？安排了也都推了。经纪人礼貌地微笑着，好的。狗屁，这根本不是小情人和金主的戏码。